这是一个能够将想象化为现实的世界。有人想象的很纯洁，床上就会躺个女人；还有人想象自己能够飞天，瞬间就能被生双翅翱翔天际；甚至有人在战场上想象神龙，下一秒便会有神龙凭空出现。但掌握这种力量的只有极少数人，他们被称为象化师，统治着这方世界。可我却因为意外穿越而来，并且拥有过人的象化之力天赋。打小我就是跟着爷爷一起生活。有一次我无中生有，手中出现一个瓷碗，虽然只能凝聚短短10几秒就消散不见，但这一幕却正好被爷爷发现。他激动地询问我什么时候学会使用。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有些难以回答。3岁、2岁，甚至我觉得在刚出生时就能感知到这股奇异力量的存在。爷爷，我是平常看你在那里做事无意中学会的。我想了想回答道。爷爷经营着一个瓷器作坊，而他则是镇子上小有名气的瓷器师傅。很小的时候我就看到爷爷拿出土块放在工作台上，也不见他揉捏拍打，只是闭上眼睛，很快那土块就会变化成杯子、花瓶、碗等常见的器物。由于爷爷做出来的瓷器价廉物美，深受街坊邻居的喜爱，所以这些年挣的钱也能够让我们祖孙2人衣食无忧。而听到我竟只是看到他在那里工作，就能凭空制作出瓷碗，再次让爷爷脸色大变。爷爷，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啊？我第一次看见他如此模样，稍稍有些害怕。谁知爷爷猛地一把抱住我说道，真没想到我们家出了你这样的天才。随后爷爷对我的解释也让自己豁然开朗。这个世界存在着一股被称为象化之力的力量，一旦有人掌握这股力量，就能够无中生有，创造出想要的东西。不但是普通的日常用品，甚至只要能够想象到的都可以通过具象化将其变为现实。而拥有这股力量的人一般被称为象化师。闻言我不由询问爷爷是不是象化师，因为他也能让土变成各种各样的东西。但爷爷却是摇了摇头，原来那些土叫做稀土，能够感知人类的象化之力，然后根据想象变换出相应的形状。像爷爷这样程度的象化力仅能够操控稀土变化，而真正的象化师可是能够凭空创造出东西。在此之后，爷爷倾其心力地教导我使用象化之力，虽然它仅限于控制稀土，但传授的经验也是令我受益匪浅。不过随着时间推移，爷爷越发觉得教导的有些吃力，我天赋异禀，对于象化之力的领悟和使用超出常人许多。那无中生有的具象化甚至已经彻底化虚为实。现在具象化出来的瓷碗可以坚持1顿饭的时间不消失。只不过随着我的成长，也是遇到了瓶颈，很多晦涩难懂的原理，当我问爷爷时，他也无法给予正确答案。然而爷爷说我现在已经6岁，再过不久就有机会进入专业的象化学堂学习。不过不同的学堂教学水平也是不同，普通的学堂师资力量比较差，没有特别优秀的象化力老师，而贵族学院甚至有好几名高阶象化师坐镇，他们所教出来的学生成为象化师的概率极大。当然这些贵族学院不但学费昂贵，而且一般只招收有成为象化师潜质的学生。今天有个虎背熊腰的男孩跑了过来，此人名叫颜月，是隔壁邻居的孩子，我们的父亲一起上了战场，不过最后2个人都没有回来，而我和颜月也是同龄人，平常一起玩耍嬉戏，这一来二去2人也成了最好的哥们。我最佩服颜月的是他的3量，也就是力量、饭量和度量。他不仅吃得多，力量也是奇大无比。我曾看过颜月双手抓住一头发狂公牛的脚，然后用力把这头公牛给扔到了水里，那是当时我不小心触怒了公牛。颜月为了救我所显露出来的实力。不过令我最为佩服的是他的度量，明明拥有着足以成为海子王的力量，可颜月从来不把这力量用在欺负人身上，甚至那些孩子经常嘲笑颜月是傻大个，但他往往都是满不在乎的继续和大家一起游戏。我曾问过颜月怎么不好好教训他们一下，颜月却笑道他稍微一用力，那些人可就重伤了，他不想让他妈妈再替人家赔不是，因为曾经有人嘲笑他是没有爹的孩子。颜月直接将那人高高举起，用力扔到地上，将这个多嘴的孩子摔断了好几根肋骨。颜大妈拉着他拼命地给孩子的父母赔礼道歉，在赔偿了一大笔钱后才算和解。颜月实际上心疼自己的母亲，所以除了爷爷以外，这个世界上我最在乎的就是这个好兄弟。而他这次来是因为接了一个活，喊我一起去帮人家庭院扫扫落叶。可是等到了现场，我却瞬间傻眼了，看着眼前足球场大小的庭院以及满园的落叶，一脸黑线。委托人只是随口说一个小院子，我也没有想到有这么大呀。颜月无奈地说道。看着这么大块区域，我皱了皱眉头，如此浩大的工程没个2天是干不完的。颜月则露出了慌张的表情，他可是答应了委托人今天傍晚之前全部干完，否则就没有10枚金币的报酬。听到有这么多钱，我眼中闪着金光，不就是扫落叶吗？傍晚之前保准你能够拿到10枚金币。熟知我脾性的颜月看到我双眼泛光的时候，就知道他的这个好兄弟已经是胸有成竹了。在颜月的注视之下，我周身泛起了别样的光彩。只见一个巨大号的吸尘器慢慢浮现了出来，不过这吸尘器维持不了太长时间，10分钟后我的象化之力也是到了极限，这架异世界的吸尘器化为光点，消失的无影无踪。不过庭院里的落叶已经被彻底打扫干净，而我因为使用象化之力有些脱力。接下来我和颜月坐在地上休息，大概10几分钟后，一个胖墩墩的中年男人慢慢的朝这里滚过来，他是马镇北的管家，而在他身后也是跟着几个家丁。原本这打扫庭院的活儿是应该交给这些人干的，但这次马府正好临时有要事，家丁们都被抽调走。不过马镇北突然吩咐要打扫好庭院，并急乱投医的马管家随手把这活派给了颜月。回过神来也是十分后悔自己的决定，心想那个孩子估计是完不成的。可当他走进庭院，却是大吃一惊，骗人的吧？这么多的落叶都被收拾了吗？就一个孩子怎么可能有这么大本事？估计找其他人过来一起干的。那些家丁们也是议论纷纷。此时颜月看到马管家等人，也是一个箭步冲了过去，看到突然间冒出来的颜月，马管家不由开口：这些落叶都是你一个人扫的吗？颜月倒也很老实开口道：接单的时候你也不和我说清楚，竟是这么大的园子，如果不是有人帮忙，我一个人还真干不了。不是那么大的园子，我会给你10枚金币的报酬吗？马管家笑道：这么大的工作量，你估计找了不少人吧？10枚金币的佣金够分吗？马管家对于颜月完成的工作十分满意，正寻思着是不是应该增加1、2枚的金币作为小费。够分够分，我就找了我的好兄弟一个过来帮忙。颜月随口道：就找了一个帮手。马管家疑惑的目光也是投向了正朝他走来的我身上，怎么看只不过是一个6、7岁的孩子。
说谎可不好啊，我们骗你做什么？旁边的颜月听了可不干了，我兄弟可是会向化之力，扫个园子不就是1、2、3的事情吗？闻言，马管家和其他家丁们也是惊讶的看着我。没错，我淡定的回答道。哈哈哈，马管家顿时笑得前仰后合。你们找人帮忙就算了，吹嘘自己会向化之力，实在是有点过了。就是，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可能会向化之力？有本事你变一个！家丁们你一言我一语嘲笑着我。颜月见状，刚想辩驳几句，却被我给拦了下来。我朝颜月使了个眼色，示意他稍安勿躁。好了，这是这次的报酬，10个金币。原本还想多付一点小费，只可惜你们刚才的笑话太冷，所以算了。马管家说着也是把金币递了过来，谁知我却并没有接，而是用异样的眼神盯着马管家。怎么了？马管家诧异道。这些是我们的报酬无疑，但被你们如此侮辱，这钱不要有了。我说着拉起颜月就要走，这就不要了吗？颜月也是可惜10枚金币，不时的回头看着马管家。你们2个给我站住！这下马管家也是有些生气，谁知我就等着他的这句话，就顺势停了下来。马管家还有何话讲？这位小兄弟，你这是什么意思？马管家皱起了眉头，没什么意思，只是觉得堂堂的马振北却是一个以貌取人、毫无信誉之辈。我冷笑道：这个镇子上还有人敢这么说我呀？只听得一个中年男人爽朗的笑声传了过来。马振北，我赶忙回头，眼见马振北过来，马管家也是连忙跑过去问候。马振北了解情况下问我能不能稍微露2手看看。我想了想开口，刚刚扫庭院的时候几乎抽干了象化之力，不过可以具象化一些细小的玩意儿，估摸着可以坚持5分钟左右不消失。不过就算是表演，应该也讲究彩头吧？小孩子家的居然还想要彩头，旁边的马管家不乐意了。马振北见状也是笑道：一共给你20枚金币如何？成交！我立刻应声道。说完也是闭上眼睛平心静气，一阵秋风拂过那润骨，丝丝寒意，不禁让这些围观的人打了个哆嗦。就在此时，我也是睁开了眼睛。大功告成了，便出来了，在哪里呢？我们怎么没有看到啊？众人也是有些诧异。可就在这时，随着微风吹拂，一抹抹红色被推到了他们的眼前。背后，大家连忙回过头，只见一株繁盛的桃花树竟然真的矗立在他们的身后。那一朵朵桃花绽放的正是时候，秋风到处落英缤纷，桃花瓣也是迷醉了这些汉子的眼睛。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玉天禄的脑海里也是想起了前世校园里桃花树下那个等着他的清纯女生，还真是美不胜收的桃花树啊！马振北也是赞不绝口。不过很快，这美艳的桃花树也是渐渐模糊了起来，最终也是随着秋风摇落，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之中。不好意思，我最后的象化之力所能坚持的时间也只有这么久了。玉天禄无奈地说道。你在说什么呢？马振北的脸上已经满是崇敬之色。小兄弟，哦不，应该是大师。大师？马老爷，我可不敢当啊！玉天禄连忙道。此时马振北也反应过来，眼前的这个会使用象化之力的人还只是一个6、7岁的孩子而已。没错，现在你还不是象化师，但是以你的天赋，如果能够得到良师的指导，迟早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师。马振北正色道。随即马振北打了个响指，那边的马管家也是立刻将装着20枚金币的钱袋子递到了2个孩子面前。还请2位笑纳，刚刚多有得罪，实在是抱歉。马振北真诚地说道。多谢马老爷了。玉天禄接过钱袋子，仔细数了数，也是将其揣在了兜里。马老爷，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们2个先告辞了啊。2位请便。马振北笑道。今后我们可能还有事情，要麻烦2位小兄弟呢。好说好说，只要钱到位了，事情肯定办妥。不等玉天禄开口，颜月马上应道。而他身旁的玉天禄一把拉住他，低声道：快走。哦。2人说着也是快步离开了马府。望着2个孩子的背影，马振北也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老爷。此时马管家也是靠了过来。我也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一次性给那2个孩子这么多钱？20枚金币啊。老板，那可是那些平民老百姓1年的收入啊。你懂什么？不说那个大个子，刚才那个小孩子所展现出来的象化之力世所罕见。老爷，我读书少，你可不要骗我啊。刚才那个小孩子虽然确实有2下，但是他具象化出来的桃树持续的时间很短啊。据我所知，这最低级的异星象化师具象化的食物也能够持续半个小时之久啊。我说阿德，你是不是上了年纪没有看出个中关节啊？马振北严肃地说道。你没看到这孩子才几岁吗？只要他日后能够遇到名师指点，肯定能够成为象化师，甚至那高一点2星、3星的象化师都有可能。3星象化师，包括马管家在内的马府家丁们也都张大了嘴巴。哦，我想起来那个小鬼头是谁了。一个家丁突然道。他不就是那个玉家瓷器店的小孩？玉家瓷器店，你是说他是玉老头的孙子吗？马管家也是点点头。据说那玉洪泽能够使用半吊子的象化之力制作瓷器，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什么？马振北问道。这玉老头的儿子媳都死了，他和这个孙子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是清贫。那孩子要想进入好的象化师学院，就他们那点家底可负担不起啊。傻瓜，以那孩子的天赋，我看就算是那些大的象化师学院也会趋之若鹜的。马振北白了马管家一眼。你们以后要多照顾照顾老玉家的生意。过些时日，据说省城里的象化师学院会来招生，这个孩子说不定会被特招进去，也说不定哦。真的假的？你们就瞧着吧。话分两头，出了马府，玉天禄拉着颜月就往家里跑。我说小鹿，你这是怎么了？反正我们凭本事赚钱，又没有骗人，你也不至于跑这么快吧？颜月跟着玉天禄一溜小跑，也是十分疑惑。玉天禄没有回答，只是快步将自己的小伙伴拉进了一个小巷。一进小巷，玉天禄突然一咕噜瘫倒在地。小鹿，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要吓我呀！颜月也是被吓了一跳，
连忙跑过去将玉天禄给扶起来。此刻的玉天禄脸色苍白，额头也是冷汗直冒，仿佛刚经历了一场大战一般。玉天禄看着面色焦急的颜月，十分虚弱的说道：“阿月，我不是和你说过吗？我这象化之力一天只可以使用一次。”这时颜月才反应过来，之前具象化吸尘器后，玉天禄的力量早已耗尽。刚才为了不给马府的人看清，玉天禄可是把最后一点象化之力给榨干了。象化反噬，颜月也是听那些大人说过，一个象化师一旦耗尽象化之力，也是极其危险的。原本这种凭空创造食物的力量就要付出不小的代价，所以象化师一旦油尽灯枯，可能会受到反噬的惩罚。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啊？早知道就不接这个活了。颜月看着越来越虚弱的玉天禄，也是自责不已。好了，阿月，你也不用这么担心，我就这点象化之力，怎么会象化反噬呢？玉天禄安慰道。那你现在？我只是全身无力而已，稍微休息几天应该就可以好了。玉天禄说道。刚才在马府，我是不愿意让他们看到这副模样罢了。阿月，就劳烦你背我回去吧。没问题，别说今天了，就算一辈子背你，我都愿意。颜月说着，也是将玉天禄给背在了背上。他那宽阔的背脊正好成了好友的床榻。这可是你说的，哪天我真的闹到那个地步，你可真的要每天背我啊？玉天禄打趣道。呸呸呸，不要说这种不吉利的话，你可是要成为象化师的天才好不好？颜月一边说着，也是背着玉天禄走上了回家的路。这次一次性赚了20枚金币，这一年的伙食费都有了。一路上玉天禄也道，回头看看，除了吃的，再给两家添置点什么吧。反正这次钱主要是你挣来的，一切听你安排。颜月也是咧嘴一笑，这活儿不是你接的吗？你让我做主，我不是说过了吗？动脑筋的活儿可不适合我，你是军师，我是将，而且钱交给你，你又不会让我吃亏的。看着这没心没肺的颜月，玉天禄不觉心头一暖，惨白的脸上也是露出一丝微笑。说的不错，那这次这金币还是交给我来安排吧，这才像话嘛。两个人把路放在嘴里，欢声笑语中，不知不觉已经回到了家里。等玉天禄醒来的时候，已经是2天后的中午了。一天之内2次使用象化之力，对于一个7岁孩子来说，消耗着实太大了。卧室里面的玉天禄也是被房间外的吵闹声给惊醒了，他睁开眼睛，也是仔细听了听。我说颜太太，你怎么能都给我呢？这么多钱，快拿回去。说话的声音似乎是玉洪泽。玉大爷，这怎么可以呢？都是我家阿月这混小子不像话，要不是我逼着他说，我还被蒙在鼓里呢。小鹿这孩子到现在还没有醒，这钱我拿着不舒坦。玉天禄透过窗户向外张望，只见颜月的母亲颜太太拉着比自己还高些的颜月，正在院子里和自己的爷爷交谈。颜姨，这事情不怪阿月，钱是我让阿月拿回去的。玉天禄也是连忙步出房间，走到了院子里。小鹿，你终于醒了。颜月见状也是连忙跑过去，立马给了玉天禄一个熊抱。我说阿月，你不知道自己的力气吗？我刚恢复，又要被你勒伤了。玉天禄拍拍颜月的肩膀道。你瞧我这个家伙。颜月也是不好意思的挠挠头，看着这哥俩，玉洪泽和颜太太也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小鹿，事情的经过阿月已经和我说明白了，这20枚金币是你的辛苦钱，你怎么能全部给我们呢？颜太太也是正色道。颜姨，这活儿是阿月接的，钱自然是交给阿月的。这段时间阿月也替我们干了不少活儿，这钱他拿着合情合理。玉天禄也是客气道。玉家爷孙2个，玉洪泽上了岁数，重体力活儿自然是干不动了。玉天禄还是这个孩子，也是力有不逮，所以颜月这个小大力士倒是替他们扛下了不少脏活累活，像什么打柴搬货，这个颜月一个可是顶几个成年人，那点小活儿算得了什么呀？都是举手之劳而已。而且平常玉大爷帮衬我们还少吗？颜太太也是连忙说道。玉天禄和颜太太互相推辞，一时间也是僵持不下。我看这样吧。此时一旁的玉洪泽开口了，小鹿，颜太太，你们2个也别争了，我看这20枚金币这样处理好了。爷爷，你有什么主意？玉天禄也是好奇地问道。我看这20枚金币大家都不要动，作为小鹿和阿月上学的学费好了。玉洪泽笑着说道。此言一出，颜太太也是不住的点头，这确实是一个2全其美的好主意啊。作为学费，这学费也用不了这么多吧？玉天禄说道。我记得镇上的学校学费应该也不贵吧？2-3个金币一年也够了呀。哼，小鹿，如果是镇上的学校确实用不了这么多，但是我可是希望把你们2个送到省城的好学校啊。玉洪泽认真的说道。玉大爷说的没错，我可是听说这省城的学校教学水平那叫一个高，而且有的好学校里面还有专门的象化师担任老师，还有专门的象化课呢。颜太太说的也是眉飞色舞，我看小鹿这么有天赋，那一定要去那里深造才可以啊。阿月这孩子我看也是十分刻苦，最好2个孩子一块儿去，也好有个伴儿啊。就是不知道好学校的学费是多少，不过肯定会比镇上的学校学费贵，估计2个孩子一年20枚金币肯定是要的。2个家长你一言我一语，丝毫不给玉天禄插话的机会。而一旁的颜月看着也只是憨憨一笑。去省城的学校念书啊？玉天禄寻思道，我一个堂堂大学生，那些文化课对我来说易如反掌，不过如果有真正的象化师能够教导我象化之力的话，不失为一个好去处。实际上刚刚玉天禄醒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体内的象化之力隐隐有了些许变化，似乎耗尽象化之力后会有新的更为精纯的力量填补进来。对于这个现象，玉天禄自己也弄不明白，而且他知道就算问玉洪泽，他估计也难以作答。
不过真要抛下玉洪泽去省城的话，玉天禄还是有些顾虑。他转过头问一旁的颜月道：“阿月，你想要去省城念书吗？”“我吗？”颜月笑道：“我随便啊，反正我只要跟着你就行了。小路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们是属于那个秤杆离不开秤砣。”这句话可是颜月从玉天禄那里翻来的，说是那个世界的俗语。请问有人在家吗？此时门外忽然有人叫门，奇怪，这个声音怎么听得这么耳熟呢？颜月也是皱了皱眉头，才2天你就把人家忘了呀？玉天禄笑道：“他是谁啊？”两个长辈也是一头雾水。是马府的管家了，马镇北的管家了。什么？玉洪泽和严太太听了也是大吃一惊。小洛，你怎么不早点说啊？玉洪泽也是急急忙忙朝大门口跑，就差导吕相迎了。玉洪泽打开大门，只见马管家笑盈盈的站在门口。请问是玉老板吗？马管家很有礼貌的打招呼道。什么玉老板啊？叫我老玉头就行了。玉洪泽连忙将马管家让进了屋子。虽然马管家和玉洪泽客气，但是玉洪泽心知肚明，自己的瓷器店和马镇北的产业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的。玉老板还真是客气啊。马管家一进门也是看到了玉天禄和颜月，果然这两个小家伙真的是在这里啊。马管家，什么风把您给吹到我们这种小地方来了？玉天禄倒是显得很平静。小洛，你怎么能这么没礼貌呢？玉洪泽也是吓了一跳，也是连忙道：“马管家，我这孙子没大没小，千万不要放在心上。玉老板，瞧您说的，未来的像画师站在我面前，不敢造次的是我才对啊。”马管家也是连忙道：“未来的像画师？”玉洪泽自然听过颜月讲述他们在马府工作的过程，只是颜月的表述能力实在不敢恭维。玉天禄神乎其技的像画实力，在他口中显得苍白无力，所以玉洪泽根本没有放在心上。而马管家这样一提点，他也是灵光一闪，许是小鹿在人家面前长脸了，被那个马镇北看中了。玉洪泽正这么琢磨着，玉天禄反而先一步走上前：“无事不登三宝殿，马管家，我猜您是特意来找我的吧？”“小兄弟，你话说对了一半，应该说是也不是。”马管家笑着说道：“此话何解呀？实际上我是来送请帖的。”马管家说着，也是从怀里拿出一个红色的信封：“怎么样，几位谁来接一下吧？”“小鹿，要不你来接吧。”玉洪泽连忙道。玉天禄也不推辞，接过请帖打开一看，脸色也是一变：“艺术品大赛，这是我们马府特别赞助并冠名的大赛，想邀请各个领域的艺术家一起来参加。”马管家也是解释道：“这艺术品大赛是怎么回事？”“小洛，我们这瓷器店似乎不怎么沾边啊。”玉洪泽也是皱了皱眉头：“爷爷，不要妄自菲薄嘛。实际上，我们的瓷器也算是一种艺术形式了。我们那些锅碗瓢盆也算是一种艺术吗？”在玉洪泽的认知里，他所做的瓷器只不过是寻常百姓家的日常用品。殊不知，在玉天禄所在的那个世界，瓷器的巅峰时期可是举世瞩目的成就。我说玉大爷，会不会你上次接的那个单子引起他们的注意了？此时严太太忽然插来了一句：“对对对，还好严太太提醒，莫不是上次小鹿帮忙做的那只什么大鸟来着？是青鸾神鸟了？”玉天禄也是一阵无语，果然老爷猜的没错，这神鸟果然是小兄弟所做。马管家脸上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原来在几天前，镇上的一个有名的商罗东旭来到玉家瓷器店，想定做瓷器工艺品，说是要拿来作为参加婚礼的礼品。这个罗东旭也是个吝啬的家伙，他既不想多花钱，又不想驳了自己的面子，所以找上玉洪泽帮忙制作礼物。玉老板，钱不是问题，但是贺礼一定要好，你材料直接找贵的选好了。罗东旭也是一脸认真的说道。这个嘛，玉洪泽也是有些为难了。罗老板，不瞒您说，我这瓷器店是小本生意，这材料都是些最为普通的稀土而已，变不出什么花头来的。你让我做什么工艺品，我是没这个本事。我看您还是另请高明吧。玉老板，您就不用推辞了，我可是听说这方圆10里之内，您家的瓷器店是最为有名的。罗东旭道，而且我又不是让你凭空想象哦，我这里有设计图，你按照设计图制作就行了。原来还有图纸啊。玉洪泽也是松了一口气。这里是定金2个金币，事成之后我再给3枚金币怎么样？罗东旭开出的价码也是极具诱惑力的。玉洪泽那个时候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只是回到家却发现被罗东旭坑了一把。这种技术活儿，玉洪泽自然交给青出于蓝的孙子玉天禄。但是等玉天禄打开图纸一看，也是愁眉不展。只见这白纸上除了一只吃米的小鸡而已，而且这小鸡在玉天禄看来连幼儿园水平都及不上。爷爷，你真要按照这张设计图制作工艺品？这小鸡的工艺品能作为结婚贺礼？玉天禄都无力吐槽了。这我也不知道啊。玉洪泽也是傻眼了。那个时候我就心想，反正有图纸应该没有问题。我倒是没想到这罗老板的绘画水平这么差劲啊。看着那张小鸡吃米图，玉天禄心想，自己如果真的做出一只瓷器小鸡，不说罗东旭丢面子吧，这作为一对新人的礼物，看起来也十分不吉利。这下可怎么办啊？玉洪泽也是急得像热锅头上的蚂蚁。要知道这笔订单不赚钱是小，砸了玉家瓷器店的是大。看到自己的爷爷愁眉不展，玉天禄自然于心不忍。爷爷放心吧，这个活儿就包在我身上吧。玉天禄安慰道。包在你的身上？玉洪泽也是心头一暖，不过细想之下，他还是拒绝道：孩子，我知道你为爷爷着想，但是这样的图纸做出来的东西肯定是砸招牌，这个脸啊，还是爷爷去丢吧。顶多我去向那个罗老板解释，把这个订单给取消了吧。爷爷，就算是你现在去说，也是于事无补。
到时候这罗东旭肯定把这锅扣我们身上，到时候还不是砸我们店的招牌啊？那这可如何是好？爷爷，我办事您放心，等交货的那天，我一定会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玉天禄说这话的时候显得信心十足，虽然心里有些忐忑不安，但是事已至此，玉洪泽也只能放任自己的孙子行事了。而之后的2天，玉天禄让玉洪泽准备好大量的稀土后，也是把自己关进了瓷器作坊里面，就连1日3餐也是玉洪泽烧好以后送进去的。当颜月来找他时，也只能吃闭门羹。不过清楚了事情的原委，颜月也是十分理解，同时他也是十分期待他的这个好兄弟又会做出什么样的惊人之举来。转天就到了交货的日子，罗东旭这个吝啬鬼心也是特别的大，交货的日期和送礼的日期竟然是同一天，看起来他是准备从玉家拿好礼物就直奔婚礼现场。不过等罗东旭来到瓷器店的时候，玉天禄还把自己关在作坊里面没有动静。此刻玉洪泽和颜月正站在作坊门口，焦急地等待着玉天禄的成果。罗东旭自然不知道事情的经过，看着这一老一少站在那里，还跑过去打趣道：“我说玉老板，你们2位等在这里做什么？这屋子里面难道是有人要生产吗？”这玉洪泽听了是又好气又好笑，心想还不是你这个吝啬鬼搞出来的事情吗？还得我这个宝贝孙子在里面没日没夜的干活。不过想归想，面对罗东旭的问话，玉洪泽也只能陪笑道：“罗老板，不要开玩笑，这不我孙子在里面替你制作那个什么神鸟吗？你孙子那不就是一个6、7岁的孩子吗？”罗东旭听了也是皱了皱眉头，我说玉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不想做就早点说，把这么重要的订单交给一个孩子算怎么回事啊？这不应该你这个经验丰富的大师亲自做吗？罗老板，说句老实话，看了你那个图纸，我可是无能为力。如果不是小鹿坚持的话，我可真的要退钱撤单了呀。玉老头，你可别给脸不要脸，我让你做可是看得起你。你知道这次我这里要送的人是谁吗？说出来可吓死你。罗东旭也是瞬间变脸，我可不管这么多，到时候交不出东西，回头在婚礼上我可就把写着玉家瓷器店定制的空盒子交上去。罗老板，您这不是砸我们招牌吗？玉洪泽也是急了，你也知道这是砸招牌啊，那你还让一个小孩子做？罗东旭也是气得直跺脚。不过就在这个时候，瓷器作坊的大门打开了，只见玉天禄捧着一个盖着红布的托盘走了出来，红布下应该有个不小的物件，看上去鼓鼓囊囊的。我说罗老板，你一个人在外面吵吵嚷嚷的做什么？你不知道我正在里面做最后一道工序啊，如果把这件礼品给搞砸了，这算你的还是算我的呀？玉天禄不咸不淡的来了一句。别说罗东旭一时之间还真被唬住了，不过很快他就反应过来了，当然算你们玉家的了，你就是玉老头的孙子吧？还真是个大不点的毛孩子。罗东旭上下打量了一下玉天禄，他发现眼前的这个孩子除了比较瘦弱，眼睛炯炯有神之外，和普通的孩子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就是你做的神鸟吗？罗东旭指了指那红布道。玉天禄点点头，应该是完全按照你的图纸做的，我想作为礼品应该十分应景，完全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你这小子还真敢说啊！罗东旭刚想抱怨2声，不过还是强压了回去，等我看过东西再骂你也不迟。想到这里，罗东旭也是伸手去接那块盖着的红布，一旁的玉洪泽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了，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孙子能够做出什么样子的工艺品来。随着红布被揭开，一道耀眼绿色的光芒从托盘中冲天起，霎时间也是令在场的人眼睛为之一晃，怎么这么亮啊？罗东旭也是脱口而出。等他的眼睛适应光线之后，罗东旭终于看清了托盘上那绿光的真面目。托盘中央是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青色大鸟，它浑身上下披着绿色的羽毛，那翡翠般的光泽在阳光的映衬下才显得那么耀眼。它仰起头，展开双翅，似乎随时准备振翅高飞。他的眼神之中写满了希冀，似乎正期盼着那遥远的彼方。别看罗东旭为人吝啬，但是也算是走南闯北，见识过不少瓷器工艺品。但是像这样如此栩栩如生的瓷器神鸟，他也是第一次见。罗东旭爱不释手地抚摸着神鸟，眼中满是不舍的目光。这造型，这光泽，这纹路，这质地，明明应该是出自一个大师之手啊！罗东旭也是情不自禁地赞赏道。旁边玉洪泽和颜月看到罗东旭满意的神色，也着实松了口气。我说这位小哥，这瓷器神鸟真的是你做的吗？虽然罗东旭还是不敢相信，但是此时对于玉天禄的称呼明显恭敬了不少。没错，我可是耗费了几个昼夜才完成的，实在是花费了我好多精力。玉天禄也是忍不住打了一个哈欠。怎么样，罗老板，和你给的图纸上一模一样吗？这个罗东旭脸色微微泛红，不过这红晕也是稍纵即逝。没错，那是自然，简直和我的图纸一模一样。这就是我图纸所要展现的真实样貌。哈哈，一旁的玉洪泽和颜月听了，差点没有撅倒。你这个吝啬鬼到底亏不亏心啊？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两个人也是心中暗骂。对于罗东旭的厚脸皮，玉天禄倒显得比较平静。那罗老板，既然和你画的图纸一模一样，那种神鸟叫什么名字？寓意为何？你究竟知晓否？玉天禄笑着问道。这个嘛，既然是我自己画的，这青色的大鸟嘛，大鸟嘛，你看我这记性，这名字到嘴边就是说不出来了。你说急死人不是？罗东旭也是涨红了脸道。玉天禄心道，要说装模作样，你罗东旭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了。好了，也不要浪费时间了。我记得这鸟的名字应该叫青鸾吧？玉天禄认真的说道。青鸾啊，对，没错，就是叫青鸾。罗东旭一边顺坡下驴的回应着，心中也是暗道，青鸾这名字还真是不错呢。罗老板，
这青鸾的寓意你知道吗？这个嘛，正所谓一世不凡二主。我虽然知道一些，以前也是见过这种鸟，但是应该不够全面，还请小兄弟不吝赐教。玉天禄心道：你知道？你知道个屁！这世界上有这个青鸾鸟吗？当然，玉天禄也不会过多纠缠，于是他介绍道：这青鸾鸟堪称爱情的象征。青鸾心动听说过没有？那是预示着年轻男女姻缘将至，将青鸾神鸟相赠，也是祝愿小夫妻新婚燕尔，爱情长长久久。玉天禄是理工科出身，这些似是而非的话自然十分不严谨。所幸这个世界的人哪里知道什么青鸾神鸟，于是乎三个听众都是频频点头。罗东旭虽然也辨不清玉天禄所说的真伪，不过他看到这青鸾鸟如此栩栩如生，精致非常，知道必然不是凡品。我看这青鸾鸟作为新婚礼物，实在是恰如其分。罗东旭说着，也是急不可耐地将青鸾鸟给拿了过来。我说罗老板，你也不要太过着急啊。玉天禄连忙道：怎么了？罗东旭的脸色也是由晴转阴。要知道罗东旭这个老江湖自然知道这青鸾神鸟雕像的价值远远超过自己的答应的报酬，这个吝啬鬼可是很害怕此时玉天禄坐地起价的。罗老板放心，我们说好的酬金又不会临时议价的。玉天禄一边说着，也是转身从作坊里面拿出来一个盒子，递到了罗东旭面前。我是要将这个锦盒给你，你是送去做礼物的，直接拿过去，一是不像样子，二是容易损坏。罗东旭看着那个散发着红光的精致锦盒，一时之间也是有些语塞。不过他的本性还是让他理所当然的接过了盒子。罗东旭小心翼翼地将青鸾雕像放进锦盒之中，他觉得自己这一趟的确没有白来，这是这次的报酬。罗东旭很干脆地把几枚金币放在了玉洪泽的手中。说完，罗东旭抬腿就准备离开。罗老板，您这是？玉洪泽也是忍不住说道。怎么了？玉老板，你还嫌少吗？不是，罗老板，我们不是说好一共5枚金币，你怎么给了我6枚？这全当给你们的小费吧。要知道，我这还是第一次给人小费呢。这次的生意完成的不错，以后我会经常来光顾的。罗东旭说着，也是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玉家。这可真是新鲜了呀！望着罗东旭的背影，玉洪泽也是忍不说道：以前这个铁公鸡付钱能够不拖拉少妇就已经很不错了，这回还能给小费，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小洛，你真的是厉害啊！颜月早已是激动不已。不过我觉得那个青鸾神鸟的价值应该不止6个金币吧？那是当然了，如此精湛的瓷器工艺品怎么会只值6个金币呢？玉天禄随口道。小洛，闹了半天你知道啊？颜月也是呆呆地看着玉天禄。你只要看到那个吝啬鬼脸上的表情就知道了。那你还不问他多要点？你觉得那只铁公鸡能给吗？与其浪费时间，还不如好好休息一下喽。玉天禄说完，脸上的倦容也是渐渐浮现，看起来为了制作这件工艺品，他也是耗费了不少精力。小洛，刚才那青鸾雕像，你真是用稀土做的？到这个时候，玉洪泽也是有些不敢相信。没错，用象化之力操控稀土成型，比起具象化来省力不少，但是要让这青鸾鸟真正活起来，也是要费不少功夫。细节处包括周身的羽毛、鸟的神态，甚至是一点点纹路都不能有丝毫的偏差啊。玉天禄也是十分认真的说道。此刻的他对于象化之力又有更深一层的领悟。小洛，这次真的是辛苦你了。爷爷在问你啊，这个青鸾鸟你是从哪里看来的？这个吗？是我前几天做梦的时候梦见的。玉天禄总不能将自己是穿越而来的事情告诉自己的爷爷，于是编了个瞎话道，就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个梦十分真实，青色的神鸟翱翔天际，甚至我醒来的时候，它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于是我就趁热打铁，用稀土把它给做了出来。原来如此啊！我想大概是你爹娘在天有灵，托梦给你的吧。玉洪泽也是感叹一声，这就是青鸾雕像的制作经过。不过玉天禄倒是没有想到，这罗东旭出了大价钱买来的礼物，送的人竟然是马振北。马振北的女儿那天晚上举行婚礼，罗东旭的青鸾雕像也是大大的出了风头。马振北的爱女爱不释手不说，在场的宾客也都在议论这座巧夺天工的雕像。为此，马振北甚至还亲自下场敬了罗东旭一杯酒，令这个吝啬鬼受宠若惊。婚礼结束，马振北了解下来，发现这制作这工艺品竟然又是出自玉天禄的手笔。玉大师，你制作的青鸾雕像，后来我们老爷特意找大师鉴赏过了，不说那些俗气的估价了，最重要的是那个大师说了，这雕像的艺术价值已经可以向顶级艺术品看齐了。马管家也是恭敬地说道。马老爷满意就好。玉天禄笑道，不过我这青鸾雕像和你们那个什么艺术品大赛又有什么关系啊？说起这艺术品大赛啊，实际上也是我们老爷的一个心病。马管家也是叹了口气。心病？玉天禄三人也是面面相觑。你们有所不知，这马府的艺术大赛2年一届，可是举办了整整4届了，今年是第5届。乖乖，这什么大赛竟然办了10年了。一旁的颜月也不禁感叹道。马老爷是个喜爱艺术之人，所以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他是争取将这艺术大赛办尽可能高规格的，所以也是从其他地方找来了艺术方面的名流和大师。只不过什么？玉天禄问道。只不过马老爷一直以来有个心愿，希望在自己的家乡能够出一个艺术方面的人才，获得一次马府大赛的冠军啊。怎么了？本土作战，我们镇就没有人能斩获这一殊荣吗？唉，整整4届了，别说冠军了，就连进入3甲行列的都没有。马管家叹了口气。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要知道这个小镇的文化教育相对比较落后，要出个艺术家可是难如登天啊。
关于这一点，穿越过来的玉天路也是感同身受。他所在的这座名为牧阳的小镇，就如同他的名字一般，显得十分萧条。对于这样的小镇，各种设施就相对比较落后，特别是教育这一块，根本无法和城市相提并论。而马振北年轻的时候出外闯荡一番后，也是积累了财富，落叶归根。虽然他想利用自己的财力和名望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故乡，短时间内却也难以实现。实际上，对于今年的艺术大赛，我们家老爷原本是想停办的，但是当他看到玉大师的作品，于是打定主意，这次一定要再办一届。不会吧，我这压力有点大啊！玉天路有些受宠若惊。要知道，他当时制作青鸾雕像，可没有想过会节外生枝。他一来是只不过是帮助爷爷完成订单，二来他也是测试一下最近一段时间自己的像画之力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玉大师，你真是太谦虚了。马管家连忙道：上次在庭院的时候，我对玉大师多有冒犯，实在是过意不去。这一次，我们真诚的希望玉大师能够准时出席比赛。这个玉天路回过头看了看自己的爷爷，爷爷，您说这马老爷的比赛，我到底应不应该去呢？这件事情，小路啊，你自己拿主意就好。爷爷对于什么艺术品之类的，可是没有什么想法。玉红则说道：不过这马镇北马老爷也是给镇子里办了不少实事，修桥铺路建学堂，如果能帮的话，小路你可以尽量帮一帮。那既然爷爷这么说了，我如果不去的话，确实显得不给马老爷面子啊。玉天路也是点点头。这么说，玉大师是答应去了喽？马管家也是喜不自胜。可以是可以，不过马管家，这比赛日期是什么时候？请帖上的日期是11月初8。11月初8，今天是初6。等等，岂不是后天就要比赛了？玉天路也是一惊，才2天的准备时间啊！我说马管家，这仓促上阵，再好的作品也出不来啊！唉，谁说不是呢？这一点，我代表我们马府表示歉意。马管家也是抱歉道：我们之前也是在镇子上寻觅了好久，直到前2天才遇上了玉大师你啊。好吧，玉天路也知道马镇北的难处，可是2天的时间确实太仓促了。除非什么？马管家，要知道，就算我愿意参赛，制作艺术品的材料，短时间内也是凑不齐啊。玉天路有些为难的说道。玉天路说的倒是实话，之前为了给罗东旭制作青鸾雕像，可是将作坊里面库存的稀土消耗殆尽。这稀土虽然并不算太难采购的东西，但是那些上乘的稀土却是稀罕货。玉洪泽前些天刚刚下单订购，最快也是要下个月才能到店。原来是这个原因啊！马管家也是恍然大悟。玉大师，关于这一点不用担心，我们老爷说了，玉大师在材料上和其他方面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只要是我们马府能力范围之内的，合情合理的，我们会竭尽全力满足。这样啊！玉天路心中也是琢磨道，看上去这确实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趁着这个机会，正好可以让马镇北替我们瓷器店补充一下稀土库存，而且说不定以后能和他们建立长期合作的机会。那好，我就答应参赛吧。玉天路郑重地说道。这实在是太好了！马管家高兴地说道。那2天之后，我们派车来接你。不是光一个我哦，不止玉大师一个，我这里还有一个助手，请问能不能参加？玉天路一边说着，也是转头看了看颜月。小路，你说的那个助手，该不会是我吧？颜月也是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道。傻瓜，除了你还会有谁？原来是这位小哥呀！马管家对于眼前这个孔武有力的颜月，自然也是有深刻的印象，自然是没有问题的。哪个艺术家没有助手啊？那2天以后，我们马府就恭迎2位的光临了。我这就告辞了，我要尽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家老爷。马管家您慢走啊！玉洪泽也是连忙道。送别了马管家之后，2个家长看着自家的孩子，也是高兴非常。小路，真是没有想到，你们竟然会被马老爷如此看重啊！玉洪泽激动地说道。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机会啊！天大的机会！玉天路有些不解地看着自己的爷爷。小路，你还不知道吧？一旁的严太太说道。这马镇北可是省城里那个像画师学院的股东啊！像画师学院的股东，我这还真是第一次知道。所以说这是一个机会。玉洪则道。小路，要知道那个学院招收的都是有成为像画师潜质的人，有了马老爷的推荐，相信要进这个学院可不是一件难事。这样啊！玉天路也是点点头，这确实是一个好机会。爷爷，严姨，我知道了，这一次一定会努力争冠的。争冠？为什么啊？旁边的颜月还没有觉出味来。傻瓜，我可是想把你也带去那个学院呢。玉天路笑嘻嘻地说道。我可是听说这马府的艺术大赛冠军可以向马镇北提一个能力范围之内的要求，到时候我准备让他给你写一封推荐信，让你和我一起去那个学院上学。小路，颜月也是激动地握住玉天路的手。我就知道你这个家伙不会抛下我的，咱们好兄弟讲义气吗？玉天路笑着说道。看着这2个孩子，一旁的2个长辈也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说玉大爷，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如果阿月能够沾小路的光进入那个学校，我一定让他给您磕头。严太太也是动情地说道。严太太，你这是说的哪里话？我们2家还分彼此做什么？小路和阿月2个人从小一起长大，在我眼中都是我的亲孙子，2个孩子能够互相扶持，我高兴都来不及呢。玉红则连忙道。我相信那几个故去的人在天有灵，一定会保佑他们的。今天的天气十分晴朗，明天就是马府的艺术大赛了。玉天路一大早就把自己的好兄弟颜月从床上给拖了起来。此刻的颜月还是睡眼惺忪的样子，他看了看灰蒙蒙的天空，心中也是有些诧异。我说小路现在几点钟？你怎么这么早就把我叫醒了？
现在是早上6点。玉天禄淡定地说道。什么？这才6点啊？平常我叫你晨跑的时候也要7点啊？颜月忍不住抱怨道。这个颜月每天早上固定7点都会拉着身体瘦弱的玉天禄进行晨跑，美其名曰提升身体素质，实际上是自己锻炼的时候太无聊了。玉天禄也无法反抗，而且这个世界里面他的身体属于瘦弱型，他深知从小要打好身体基础的道理，所以才会风雨无阻和颜月一起锻炼。可是今天玉天禄竟然先一步叫颜月起床，这颜月觉得是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什么这么早？已经不早了好不好？玉天禄瞪着眼睛道，还记得我昨天和你说过什么？我记得好像是要去集市。哎呀，颜月也是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我差点把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你这个家伙！玉天禄也是直摇头。等我，我很快的。颜月说着也是一通穿衣洗漱，只用了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就全部搞定。最后抄起桌子上严太太准备的10几个包子，拉着玉天禄就出了大门。原来为了筹备明日艺术大赛，玉天禄准备去集市上购买一些用得到的材料，而身为助手的颜月则自告奋勇，要求和玉天禄一起去。颜月推着一辆平板车来到了玉天禄面前。小洛，你快点坐上去吧。颜月笑着说道。阿月，你不是想推我去镇上的市集吧？玉天禄有些吃惊。为什么不呢？如果我们2个用走的话，那到达市集至少也要1个多小时吧。我来推车的话，那就会快很多。好吧，那我勉为其难坐一坐吧。玉天禄也知道这是颜月表达歉意的一种方式，所以就不假思索地坐了上去。玉大师，你坐稳了，我准保20分钟之内到达目的地。颜月微微一笑，抓住2个长柄，就立刻加速推起车来。说完，颜月就如同烟尘一般，连人带车冲了出去。等颜月加速之后，玉天禄就后悔了。要知道他们2家所住的地方在牧羊村最外围的郊区，到镇中心的路程不但遥远，而且那山路也是坑坑洼洼，路况是相当的不好。就算是那马车通过的话，也是颠簸的不行。但是这个颜月却如同怪物一样，如履平地。他推着车，竟然风驰电掣的在山路上奋力向前，甚至那些马车也是远远不及。颜月是很兴奋，但是坐在平板车上的玉天禄的感觉就不怎么样了。特别是下山坡道的时候，那头晕目眩的感觉让玉天禄怀疑自己是不是坐在 A86 上漂移，那个感觉简直生不如死。阿月，你慢点，你慢点！玉天禄苦苦哀求。只是山风将他的话给吹散了，反而让颜月听差了。什么？再快点吗？小洛，还是你了解我啊？你怎么知道我还能加速啊？颜月心中一喜，脚下的步伐又是快了几分。颜月，你这个混蛋！玉天禄心中叫苦不迭，却又无可奈何。大概10多分钟之后，颜月拉着近乎虚脱的玉天禄来到了镇中心的市集入口处。脸色苍白的玉天禄腹内也是翻江倒海。阿月，下次打死我都不做你的特快专列了。这还好，我早饭只喝了点粥，要是像你一样吃了那么多包子，我非全吐出来不可。玉天禄也是抱怨道。小洛啊，不是我说你，你这身子骨是不是太弱了点啊？我早就和你说，加强锻炼，加强锻炼，加强锻炼。你不用重要的事情说3遍，我可不像你生来就是个怪物来的。玉天禄有的时候十分羡慕这个10项全能的兄弟，他曾经用在上一辈子学到的知识给颜月做过测试，发现这个大胃王的兄弟简直已经超出了人类的范畴，速度、力量、体力、耐力已经趋近于人类的极限，甚至他还和自己一个年纪，未来还有潜力可以挖掘。对了，小洛，我们今天来到底是来买什么啊？颜月忍不住问道。这马管家不是答应帮我们备齐材料吗？这你就不懂了吧？这马府虽然神通广大，但是也不是什么专业都懂的。你要在比赛中出奇制胜，那你必须要有自己的杀手锏。所以我想在集市上寻觅一些特殊的材料。玉天禄也给自己这个兄弟科普道。特殊的材料，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我们先进去再说吧。去晚了，好东西可是会被抢走的呀。玉天禄一边说着，也是将颜月给拉了进去。2个小伙伴前脚刚进入市集，在他们身后，一辆十分华丽的马车在市集门口停了下来。小姐，到了。马车之内，一个身着便装、管家模样的中年男子打开车门，缓缓下了车。而在他身后，一个10岁左右的少女从里面探出脑袋来。宇博，这里就是你所说的牧羊镇最大的市集了吗？那个少女问道。没错，小姐，这就是你想要来的市集。宇博抬起头，随便扫视了一下市集后，也不由得皱了皱眉头。不过，小姐可能要让你失望了，这个市集看上去又脏又小呢。宇博，你可不能这么说。这个少女也是慢慢走下了马车，说道。马伯伯可是在我面前着重介绍过这个市集，说里面是深藏不露，说不定这里会售卖我们想要的东西呢。而且就算是没有的话，体验一下这牧羊镇的风土人情也算是不错，全当是旅游好了。少女明眸皓齿，虽然年纪尚小，但是一看就是一个美人坯子来的。周围路过的行人也忍不住驻足，似乎十分期待这女孩若干年后的模样。哇，哪里来的小美女啊？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呢？应该是外地来的尊贵客人吧？你看他们的马车就知道了，4匹马的豪华版马车，可是比那马镇北都阔气不少呢。一旁的路人也是议论纷纷，惹得那个宇博甚为不满。小姐，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这里的人似乎都是粗鄙不堪啊。宇博，我这次可是任务重大，而且我父亲让我来这里的目的也是想让我历练一番，这都什么也没有做，难道就打退堂鼓不成？少女却显得很平静。这个好了，宇博，我看这里民风甚是淳朴，
还是快点进去吧。要知道，好货经常不等人的。少女说着，也是拉起还在扭捏的中年男子，兴冲冲地钻进了集市之中。此时，玉天禄已经和颜月一起在市集里面找寻自己所需要购买的东西了。作为牧羊镇上最大的市集，这里东西种类繁多，应有尽有。一般人进来都会挑花了眼，走马观花的话，也要耗费不少时间。不过玉天禄的目标很明确，几样用来制作工艺品的材料，他一早就找到了。这些东西包括油漆、画笔、颜料等等，看上去很普通的东西。我说小陆，这些东西难道马管家不能替我们采购吗？不要看这些平平无奇，还有不少门道在里面呢。真的假的？骗你做什么？就拿这油漆来说吧，这副家油漆店的油漆最为精良，纯手工制作调配，纯天然无添加，而且上色以后历久如新。如果你让马府去采购，可能价格很高，名气很大，却不实用。原来如此，颜月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还有这个画笔，马府他们采购的话，应该是大批量用机器打造的，但是这家书画店所用的狼毫也是纯手工私人定制的。但是小陆，如果你想绘画书法的话，这毛笔是不是买的有点多啊？谁说我要？画了，这些毛笔我另有用处。到底什么用处啊？以你的智慧，一时半会儿我也很难帮你解释得清。等比赛当天你就知道了。那好吧，颜月有个很好的优点，也是玉天禄最为欣赏的一点，那就是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而且此刻他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了。小洛，你看这个金属饭盆倒是不错，个儿这么大，比我们家的小碗大多了。我看要不要买一个？阿月，那似乎是人家的浴盆好不好？小洛，你看这些羊肉怎么样？传说是远方牧场采购回来的呢。我说阿月，我们是来采购材料的，你怎么老是盯着稀奇古怪的东西啊？没办法，早上走得急了点，早饭少拿了很多呢。现在我感觉有点饿了。你这个家伙真是的，稍微坚持坚持好不好？玉天禄也是直摇头，他狠狠心掏出一枚金币递到了颜月手中。你看这是一枚金币，我准备作为你的中午饭钱。什么一枚金币？颜月此刻眼前全是香喷喷的肉包子，这一枚金币应该可以买好几个肉包子了吧？有点出息好不好？玉天禄也是瞪了自己好兄弟一眼。你只要帮我将所要的材料都收集齐了，到时候我带你去市集上味道最好的烧烤摊，好好搓一顿，怎么样？这可是你说的啊！颜月听了差点没高兴的跳起来。好了，现在离饭店还有2个小时，在此之前，玉天禄一脸嫌弃的看着颜月。第一，先把口水擦掉；其次，走到时尽量控制下自己的肚子，再打咕噜的话，我可没有什么面子啊！啊！颜月说着，也是用袖子管将口水擦了干净，实在不好意思。好吧，我们还是加紧速度吧，落袋为安，现在最为重要了。玉天禄对于自己这个好兄弟也是哭笑不得。而刚刚进入市集的滑车少女，此时在雨叔的强烈要求之下，也是换了一身行头，红色的斗篷披在身上，俨然一副小红帽的样子。不过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少女那清丽的外貌，说的不定会引得旁边那些顾客蜕变成大灰狼驻足围观也说不定。和玉天禄一样，这个小红帽也是满载而归。雨叔带来的那个小平板车完全满足不了小红帽的欲望，他可是让马车上面的仆人进来好几次，将收购的货物都搬回了马车上。小姐，你是不是买的有点多啊？在又清空几轮之后，这雨叔终于忍不住说道，比方说那个大花瓶，府上比它大比它好看的举不胜数，你又何苦再买一个呢？雨叔，你这就有所不知了，我可是第一次见到材料这么简单，造型如此独特，价格又这么便宜的花瓶了。我准备回去好好研究下。我说小姐，这平民老百姓所用的东西就是这个样子，可没有什么特别的。是这样吗？小红帽也是似懂非懂的样子。算了算了，大不了我回去想办法将它改造成其他东西好了。不好意思啊，雨叔，我这老毛病又犯了。小姐言重了，只要你喜欢就好。这雨叔说话的时候，看向小红帽也是一脸宠溺的样子。时间很快接近中午，雨叔抬腕看了看表，对小红帽道：小姐，你看这时候不早了，我们是不是回酒店用午餐呢？雨叔，我看不必了吧，我看这个市集上吃的东西不少，就在这里将就一顿就行了。这怎么可以啊？这个市集上都是些粗鄙的食物，小姐怎么能吃得了这种东西呢？雨叔，我看这些食物并不像你说的那么不堪吧。小红帽顺手指了指旁边一个卖糖葫芦的小摊道，我看这红红的串串就不错。小姐，你看那小贩看上去脏兮兮的，一看就不注意卫生，天知道这串串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啊，你可千万不要吃啊。那这个肉串呢？我闻着可香了，这味道似乎是羊肉，不过第一次看到用竹签子串起来烤的呀。小姐，你可千万不能吃，那些无良商贩经常拿乱七八糟的肉冒充羊肉，你可千万不能上当啊。哎呀，我说这位大爷，你们不吃就不吃了，无端埋汰别人似乎不太好吧。这个摊主我们经常光顾，他的烤羊肉串可是相当地道啊。一个孩童的声音从雨叔背后传了过来，哪里来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雨叔转过身准备去教训那个孩子，谁知回过神就结结实实的撞在了一块铁板之上，然后他整个人也是直接瘫坐在地。到底是什么人，竟然敢撞我？雨叔坐在地上也是怒不可遏。这位老伯，你这么说话可就不对了，明明是你撞的我们，怎么还倒打一耙啊？又一个孩童的声音传了过来，就是，要不是我拿的比较稳，这些羊肉串掉地上怎么办啊？可恶！雨叔骂骂咧咧的站起身，他发现眼前是一高一矮2个孩子，高的那个也就比他矮半个头，肤色黝黑，显得十分结实。他2只手各拿了几10串羊肉串，正一边吃
一边抱怨：“雨叔刚刚撞的就是这个小铁塔。”而旁边一个孩子只是慢悠悠的从高个孩子手里拿过一串羊肉串，细嚼慢咽。这两人不是别人，自然是那肉串当做午餐的玉天禄和颜月。这到底是哪里来的熊孩子？你们家长呢？看到是两个不大的孩子，那雨叔也不好意思发作，只能硬着头皮使出了找家长大法。我说这位大爷，您该不会治碰瓷的吧？这光天化日的，自己不小心，可不要赖在我们的头上。玉天禄不屑地说道。小鹿，什么叫做碰瓷啊？碰瓷的意思就是啊，明明不是我们撞的人，为了讹钱故意装作是受害者。你说什么？这下雨叔可是被彻底激怒了，他刚想发作，却被旁边的小红帽制止了。雨叔，这两位少年说的不错，刚才撞到他们的确实是你呢。小红帽笑道。小姐，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雨叔的额头也是直冒冷汗。我只是就事论事，没想到你这个小红帽小姐倒还算公正啊。玉天禄也是咧嘴一笑。小鹿，我记得你说的小红帽不是去看外婆的路上被大灰狼盯上的那个吗？一旁的颜月来了一句。阿月，我当时给你讲的是小红帽的童话故事，眼前的这个小姐姐我们又不知道名字，所以我给她一个代号而已。放肆！你们怎么能给笑？雨叔刚想发作，却被小红帽出言阻止。好了，雨叔，两位少年又没有什么恶意，而且我穿着这红色的斗篷，确实就是像戴着红色帽子一样。而且小红帽这名字我觉得还挺好听的啊。小姐啊，面对着如此任性的小主人，那个雨叔也是无可奈何。对不起，我雨叔向你们赔礼道歉。小红帽连忙道。不用放在心上，我这个兄弟也没有什么损失。玉天禄也是客气的回答。没想到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个人，这差距还真是大啊。你们两个小鬼！雨叔虽然很生气，但是考虑到小红帽在场，也实在不便发作。对了，你们这些肉串，这是地道的羊肉串，味道好极了，你要不要来一串？玉天禄试探性的问道。我们小姐哪里会喜欢这粗鄙的食物啊？她可是……谁知那雨叔话还没有说完，小红帽就直接从颜月手中接过了羊肉串，然后他看都没有看，直接咬了一块肉咀嚼了起来。小姐，雨叔也是大惊失色。谁知那小红帽细细品尝之后，也是露出了满意的神色。这个是叫羊肉串吧？真的是好吃极了，肥瘦相间，回味无穷。而我最欣赏的就是它那种烟火气，我在家里可是从来没有尝到过呢。你从来没有吃过羊肉串啊？那真的是太可怜了。颜月听了也是露出了极为同情的表情。一旁的玉天禄心道：阿月到底是头脑简单，这个女孩子一看都是大户人家出来的，估计平常锦衣玉食，自然不会有机会吃到羊肉串这种街边小吃的。那这个红色串串是什么？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啊。小红帽指着另外一边的小摊贩问道。你连这个也不知道啊？颜月笑着介绍道，这叫糖葫芦，可好吃了，我请你吃吧。颜月说着也是买了2串糖葫芦递了过去。小红帽倒是也不客气，很爽快的接过了糖葫芦。不过拿到这新奇的小吃后，小红帽倒也没有急着吃，而是对着糖葫芦仔细端详好一会儿。这到底是用什么东西做的？怎么做的？这个吗？颜月哪里会知道，只能用求助的眼光看着一旁的好兄弟玉天禄。这糖葫芦又叫冰糖葫芦，一般制作的方法是用新鲜的野果用竹签穿好后，蘸上麦芽糖浆，等风干后就会变成这样晶莹剔透的样子。玉天禄解释道。而平常的糖葫芦，比方说这一种，应该选用新鲜的山楂制成。原来是山楂呀！小红帽笑着说道。平常我见那些山楂平平无奇的样子，没想到经过加工后，竟然能够焕发出宝石般的光彩呢。小红帽一边说着，也是试着咬了一小口。好酸啊！小红帽突然皱起了眉头。你们这些家伙，看到没有？这么粗制滥造的东西，怎么会好吃啊？雨叔见状也是吓了一跳，他慌忙抓住小红帽的肩膀。小姐，怎么样？快点吐出来，吐出来！真是大惊小怪，第一次吃糖葫芦是这样的了。旁边的玉天禄冷哼一声，一会儿就好了。果然不一会儿功夫，小红帽的眉头逐渐舒展，笑容重新挂在了脸上。随着酸味褪去，甘甜的味道逐渐在其口腔里扩散开来。那一股酸味是用来衬托冰糖的甘甜吧？有了这一个铺垫，山楂的酸味和冰糖的甜味完美融合，滋味更加有层次感，真的是十分好吃的小吃呢。小红帽道。看来你平常真的没有吃过什么好东西呢，估计这样的市集不常来吧？颜月问道。没错，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所谓的市集呢。果然是这样。实际上这个市集上还有很多比糖葫芦、羊肉串好吃几倍的东西呢，要不要我们带你一起去尝一尝？玉天禄也是邀请道。好呀好呀，我真愁没有向导呢。小姐，你怎么能够接受这陌生孩子的邀请呢？一旁的雨叔有些看不下去了。雨叔，小红帽转头看着雨叔道。小姐有何吩咐？雨叔，你帮我将这些材料放回马车吧，我一个人逛就可以了。什么？小姐你这是？雨叔，难得有个放松的机会，你就让鱼儿自己休息一下吧。小红帽忽闪着眼睛，露出了哀求的神色。这个好吧。雨叔也是无奈答应。不过小姐，现在是12点，我们午后2点就要回去了，到时候我回来接你的，明白了吗？多谢雨叔理解。小红帽转过头对2个新朋友道。好了，现在我自由了，就请2位带我去看看更为好吃的美食吧。没问题，美丽的女士这边请。玉天禄也是做了一个请的绅士礼。多谢。于是3个孩子也是自顾自地朝着市集的深处走去。看着3个人的背影，雨叔也是叹了一口气。女大不中留，
小姐确实需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于大人，现在怎么办？小红帽一离开，几个仆人模样的人也是立刻聚拢到了雨叔的身边。没听小姐的吩咐吗？这一回就让他好好休息一会儿吧。但是那2个孩子不会对小姐不利吧？2个6、7岁的孩子能把小姐怎么样？你们远远的监视保护就行了，但是记住，千万不要影响小姐的心情，明白了吗？是。那些人说完，也是立刻四散到了人群之中。此刻的小红帽则是拿着冰糖葫芦，大快朵颐起来。比起羊肉串，我还是更喜欢这冰糖葫芦呢。对了，我刚才听你的那个雨叔叫你媛儿。玉天禄问道。没错，你看我忘记自我介绍了，我叫向小媛，我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呢。我叫玉天禄，这个是我的好朋友颜月。向小媛真是个不错的名字呢，你们直接叫我小媛就行了。那你也叫我小鹿，叫他阿月好了，我们平常都是这么叫的。没错没错，颜月也是憨憨一笑。小鹿阿月没问题，我记住了。称呼的改变倒是拉近了这3个孩子之间的距离。接下来玉天禄和颜月也是带着向小媛在市集上好好逛了一圈，品尝了诸如冰激凌、各式糕点等美食。这向小媛看到每一样东西都显得十分吃惊，吃过以后也都是赞不绝口。看来这次牧羊镇我算是没有白来。向小媛感慨地说道。原来你不是我们牧羊镇的人啊。颜月开口道。我住在省城，这次是父亲临时有事差我来这里的。什么？你父亲让你过来办事？颜月笑道。我看你应该比我们大不了几岁，还能帮大人办事，还真是厉害啊。没办法，我们家里的事情比较多，而且我觉得现在我已经可以帮父亲分担一点了。玉天禄看着向小媛，咀嚼着他的话，心里也是暗自计较。突然市集之中一声礼炮响起，也是把向小媛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他也是花容失色。放心吧，没事的，这个点应该是市集的游乐活动开始了。玉天禄解释道。游乐活动？那是什么？小媛，你以前没有玩过吗？颜月有些吃惊道。向小媛摇了摇头道，平常我都是在家里和学校，很少有机会参加什么游乐活动，真是可怜啊。正好，我们带你去见识一下吧。玉天禄也是邀请道。那就拜托你们了。于是3人也是跟着人群进入了集市的中心。此刻不少经营游乐设施的店铺也是将他们的项目一件件摆了出来。实际上玉天禄来这里不光为了玩，要知道这游乐活动的奖品往往会有令人意外的收获。3人走马观花，也是参与了不少游乐项目，其中收获最为丰富的自然是怪物颜月。那些游艺项目诸如打桩子、丢沙包等等，对于力量和反应超越常人好几倍的颜月当然不在话下。快他已经赚得盆满钵满，各种玩具和礼物也是堆得像小山一样高了。幸亏玉天禄带了几个大麻袋，否则还真装不下。当然2位小男生还十分绅士的送了向小媛不少礼物，也是让这个小女生兴奋了一整天。眼看距离午后2点只有半个多小时了，3人也是来到了最为热闹的一家游乐铺前。只见这个游乐铺周围人头攒动，一面鲤鱼形状的旗帜迎风飘扬。向小媛见状也是高兴的叫出了声，看她的样子似乎十分激动。我说小媛，你到底是怎么了？不就是普通的金鱼摊而已，你这么激动做什么啊？玉天禄像看见外星人一样看着身旁的千金小姐。这牧羊镇的金鱼摊和玉天禄原来世界的那种捞金鱼的店很小，你付完钱，店主会给你一个简易的、极其容易损坏的小渔网，一般是用纸糊成的。你拿着这个小渔网，可以到准备好了的金鱼池里面捞金鱼，只要网都没坏，就可以一直捞。不过这牧羊镇的金鱼摊和其他地方不一样，这里你不能将金鱼带走，这每一条金鱼代表着1分，每个人也只允许买一个网兜，凭自己本事捞金鱼，获得的金鱼越多，积分也就越高。最后捞鱼结束，每个人凭借最后的积分去兑换相应的奖品。玉天禄也是向2个人解释这捞金鱼游戏的规则。只有1个网兜，看上去很难啊。向小媛有些为难的说道。没办法，因为这金鱼摊奖品特别丰厚，所以如果允许1个人不断购买的话，这老板的生意就没得做了。都有些什么奖品啊？向小媛也是十分好奇。我来看看哦。颜月的目力惊人，而且身材高大，在人群之中也只有他能够看清这奖品告示牌。1个积分安慰奖，金鱼1条，鱼缸另买。2个积分，美食兑换券1张。颜月一边念着，也是一边摇头，感觉都不怎么样嘛。我说阿月，那美食兑换券对你没有吸引力吗？玉天禄奇怪道。就1张兑换券，而且只能兑换1个包子，这种吊人胃口、诱导人消费的方式，真是令人唾弃。一谈到吃东西，这颜月的脑筋就瞬间变得灵光起来了。看看还有什么值得兑换的，10个积分可以兑换金石1枚，这样的材料我们已经买了不少。玉天禄道，20个积分也只有高级凝化剂1瓶，这个也不需要。这凝化剂就是用来定型稀土的喷雾，被像化之力所改变的材料实体，用凝化剂喷过以后就会被彻底定型，除非受到超强像化之力的影响，否则形态一般很难改变。不过这种凝化剂市场上也是相当普遍，而且马府为了让玉天禄参赛，自然也会为他提供充足的凝化剂。接下来50积分兑换高级稀土，99积分兑换高品质眼睛。这眼睛是什么东西？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啊？颜月也是犯起了嘀咕。阿月，你说这99积分兑换的奖品是眼睛？真的是眼睛吗？玉天禄显得十分激动。没错，确确实实是写着眼睛。不过我说小鹿，你也用不着这么激动吧？小鹿激动是有道理的。要知道，就算是在大城市的话，高品质的眼睛不但价格不菲，而且供应量也是有限制的。向小媛解释道。小媛，这是真的吗？
没想到你这千金小姐对于材料也很了解啊。玉天禄说道，这眼睛的性质也是和稀土一样，可以通过像化之力改变形状的一种金属。不过和其他的金属比起来，这眼睛是最为温和的，它甚至能够和稀土混合在一起，制作出各种各样的东西。原来是有这种用途啊，怪不得我不知道。颜月道，那小鹿，你是不是需要这种材料啊？如果有这种材料的话，那赢得冠军就会多几分胜算了。看起来你对这眼睛是志在必得呀。向小圆道，不过99积分意味着你要一口气捞99条金鱼，不说你的技术怎么样，这小渔网能不能够承受可是个问题。放心吧，这个金鱼滩的渔网比较特殊。比较特殊？向小圆也是露出了疑惑之色。小圆，你知道象化之力吧？没错啊，该不会这里的金鱼滩也是使用象化之力的渔网吧？看起来你很是了解啊。那是当然，我在省城也是经常参加嘉年华会的捞金鱼活动，我可是捞金鱼高手。真的假的？那敢问你的目标是什么呢？玉天禄问道。我们自然是要捞够100条金鱼去兑换那个大奖喽。向小圆也是指了指摆在金鱼滩最正中的一个奖品道，这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偶罢了，除了长得好看一点，像个舞蹈演员罢了。颜月看了半天看不出门道来。你们有所不知，那个人偶可是能够用象化之力操控跳舞的跳舞人偶哦。还能这么神奇吗？这可是省城最近十分流行的跳舞人偶，省城可是已经卖脱销了。没想到这个小市集上还能看到它作为大奖存在啊。不过足足100条金鱼，你有这个实力吗？玉天禄笑道。竟然看不起本姑娘，那小鹿要不要我们来比一比？向小圆显得极其自信。比就比，小鹿可不要让一个女孩子给看扁了。颜月道，我也来参加行不行？行，当然行，多个人多个机会。阿月，你可是要尽全力啊。玉天禄也是鼓励道。不过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向小圆看着长长的队伍有些担心了。我和雨叔约好2点碰头的，这下要来不及了，这可怎么办啊？颜月显得很失望。小鹿，你快点想想办法吧。这要我想办法，总不能让我去插队吧？而且就算去插队，凭我的脸面谁会理我啊？玉天禄也是有些为难。谁知不远处一直关注着向小圆动向的雨叔看到如此情景，也是立刻打了个响指。只见几个黑衣仆从也是聚拢到了他的身边。于大人有何吩咐？你们没看到小姐要和那2个孩子去玩捞金鱼游戏啊？怎么能让小姐干等着呢？你们几个搞定这件事情，听明白没有？是。黑衣仆从说完也是立刻钻入人群。约莫5分钟以后，金鱼滩前的长队突然一阵骚动，排在玉天禄等人前面的游客突然一股脑的离开了现场。这是怎么回事啊？颜月也是吃了一惊。玉天禄也觉得奇怪，于是拦下了一个准备离开的人问道，这位大哥，队伍拍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呢？那边说有盲盒大派送，据说能够开出稀有大奖，而且限量100份，我们自然要去抢购了。好了，你就别拦着我了。那人说着也是推开了玉天禄，朝着那热闹的人群跑去。没想到这个世界也有盲盒啊，不过这种东西都是智商税。玉天禄正这么想着，一旁的颜月也是给出了疑问，这盲盒是什么？好吃吗？玉天禄也是实在受不了这个好兄弟，不过他刚想向颜月解释，一旁的向小圆先开口了，这盲盒啊，在我们那里比较流行，就是你花固定的钱买一个礼盒，不过你不知道能开出什么东西，运气好的话开出价值高的，那你就赚翻了，但是运气不好的话，可能你付的钱就打了水漂了。原来是骗钱的把戏啊。颜月的回答倒是斩钉截铁。我说阿月，你怎么知道这是骗人的把戏？玉天禄觉得很稀奇，凭自己兄弟的智商竟然能够看得如此通透，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很简单啊，那里面东西都看不见，就算开出价值高的，万一是自己不喜欢的怎么办？在我看来，还不如买几个包子实在。好吧，算我高估你了。玉天禄心道，阿月只是单纯的头脑简单罢了。不过旁边的向小圆倒是乐得和颜月探讨，不能这么比较。如果你开出价值高的东西，你可以将那东西专卖给别人啊，那你不就可以赚钱了？那怎么行？我已经上过一次当了，再让别人上当，我可做不出来。再者说了，这种拼运气的活动我可不擅长，自己的未来可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去争取的。颜月煞有介事地说道，自己的未来要靠自己的双手去争取。听了颜月的话，向小圆突然眼光一闪，怎么了？这是小鹿平常教的呀？是你教的？向小圆看着身旁这个瘦弱的少年，玉天禄点点头道，让你见笑了。不，我觉得你说的话很有道理，自己的命运的确要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向小圆似乎若有所思。好了好了，你们2个不要磨蹭了，终于轮到我们了。颜月不耐烦地说道。玉天禄等人朝前一看，原来由于刚才盲盒活动吸引走一大批人的关系，金鱼滩前的长队已经瞬间缩短了很多，几个小朋友终于有机会提前一试身手了，真是太好了，与其买盲盒拼运气，我还是觉得捞金鱼比较适合我。颜月高兴地说道。好了，你们3个小孩子就不要咋咋呼呼了，这金鱼你们捞还是不捞？金鱼滩的老板似乎有些不耐烦了。捞捞捞，老板多少钱一个网兜啊？颜月抢着问道。1个金币1次。老板随口道。什么1个金币1次？这么贵？颜月也是大吃一惊。没办法，象化之力捞金鱼自然要贵一定。再说了，我们这积分兑换的奖品可是很丰厚，只要你们有本事的话，肯定会赚的。老板笑着说道。小鹿你看，这么贵，我们3个捞的话，可要3个金币呢。颜月十分心疼地说道。
不要紧，我这里有钱的，我来付好了。向小圆说着，也是连忙往自己兜里掏。谁知他掏了几下，什么也没有拿出来，脸反而红了。不好意思，我这钱包还在雨叔那里保管着。老板，能不能赊账？向小圆试探地问道。对不起，我这个金鱼摊概不赊账。如果没有钱的话，请让开，后面的客人还等着呢。老板明显失去了耐心。不就是3枚金币吗？我出了。玉天禄十分干脆地拿出了钱，递到了老板手中。这样足够了吧？老板看着3枚金币，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足够，足够。3个小朋友，你们稍微等一下下哦，我去给你们拿特制的网兜。老板说着，转身朝店内走去。小陆，谢谢你，那3枚金币，回头我碰到雨叔，一定让他还给你。向小圆也是连忙说道。小圆，瞧你说的，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是这种场合哪里有让女生买单的道理？玉天禄虽然心中有些肉痛，但是在向小圆面前自然也是要死撑一下，而且他心中暗暗下定决心，好你这个奸商，过会儿我非得好好给你上课。拿去吧，一共3根，好好使用啊。老板也是把3根小木棍放到了3个孩子手中。怎么是小木棍啊？网兜呢？你该不会是让我们用小木棍去插鱼吧？颜月也是抗议道。小朋友，你大概以前没有玩过这样的捞金鱼吧？老板笑道。我这根小木棍可是用桦木做的。原来是桦木做的。玉天禄点点头。这桦木和稀土、眼金相类似，也是可以通过象化之力改变形状的材料。很多工匠和建筑工人经常使用这种桦木来打造家具和建造房子。我不管你是桦木还是朽木，我想知道我拿这东西怎么捞金鱼啊？颜月抱怨道。这我就帮不了你了，这可是要靠象化之力的，孩子你大概不太会吧？怎么可能？小陆，靠你了。颜月也是转手将手中的桦木小棍交到了玉天禄的手里。知道了，包在我身上。接过桦木棍，玉天禄二话不说，一道象化之力当即注入到了小棍之上。只见顷刻间，从桦木小棍上竟然延展开一个巨大的网兜，足足有1人之高。好厉害，没想到这个小孩子象化之力竟然这么强啊！旁边围观的观众们也是不由得赞叹不已。停停停，你这孩子，谁允许你把网兜变这么大的？金鱼摊老板见状当即不干了。要知道这么大的网兜，别说一下子捞100条鱼了，随便一捞能把整个池子的金鱼都捞得一干二净。老板又怎么了？颜月不满地说道。你不是凭本事捞鱼吗？难道你还能规定这网兜大小？我还真能。老板理直气壮地指着牌子说道。我上面可是写的清清楚楚，用象化之力变成的网兜不能超过正常网兜的面积。你上面写了吗？我怎么没有看到啊？颜月争辩道。你们看仔细了。金鱼摊老板也是拉过一块木牌，指着一行小字道。看到没有？桦木所画之网兜大小不能超过，这里只有1个箭头而已啊。向小圆也是皱了皱眉头。你们顺着箭头再看。果不其然，正如这老板所说，这歪七扭八的箭头的终点竟然真的定着一个小小的金鱼网兜，这大小和普通的网兜是一模一样。怎么样，没话说了吧？老板得意地笑了笑。算你狠。颜月无奈地摇了摇头。最后玉天禄迫于无奈，只能有用象化之力将网兜变成正常大小。在制作完成2个网兜之后，玉天禄伸出手想帮向小圆也制作一个，谁知向小圆摆了摆手道，不用，这我也会。只见他话音刚落，手中的桦木棍上竟然长出了一个桃形的网兜，看上去十分别致。老板，这网兜的形状没有限制吧？向小圆笑着问道。这倒没有，只要面积小于等于这普通网兜面积就行。老板回答。对了，还有一件事情事先说好。还有什么事情啊？颜月已经有些不耐烦了。这捞鱼的时限是10分钟哦。怎么还有时限？没有时限怎么行？万一你们制作的网兜特别结实，把我池子里面的金鱼都捞尽了怎么行？还有，你总不能让后面的客人无限制的等下去吧？这个告示牌上也写了吗？我怎么没有看到？那是自然喽。老板把告示牌调了个个，只见背面上面清清楚楚的写了几个大字，时限10分钟。可恶啊！颜月气得牙痒痒，但是却又不好发作。好了，阿月，少安勿躁了，10分钟的时间应该足够了。玉天禄也是劝道，过会儿我们把真本事拿出来就行了。没错，老板是不是只有网兜？破，10分钟之内多少金鱼我们都可以捞啊？玉天禄问道。那是当然，我做生意最讲究诚信了。金鱼摊老板也是笑着说道。实际上他心里根本没有将这几个孩子放在心上，不就是几个孩子而已，你们再捞能捞多少啊？就算能捞10条，也不值1个金币啊。这生意我自然是稳赚不赔啊。金鱼摊老板心里早已乐开了花。哇，没有想到这几个孩子都会象化之力啊，特别是那个女孩子，这桃形的网兜我也变不出来啊。旁边的观众们也是窃窃私语道，这3个孩子确实不简单，不过也只有10分钟，你们就算网兜能撑这么久，时间也不够啊。金鱼摊的老板心中盘算着，嘴上也是催促道，3位小朋友可以开始了吗？没问题，我们都准备好了，老板随时可以开始。玉天禄也是做出了 OK 的手势。那小陆、阿月，我们过会儿来比赛，看看谁捞金鱼最厉害，怎么样？向小圆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没问题，不过过会儿输了，你可不能耍小姐脾气。玉天禄也是打趣道。小陆，我怎么会耍小姐脾气呢？好了好了，你们3个稍微安静点。过会儿锣声响起，比赛就开始了。老板一边说着，也是拿起鼓槌走向了旁边的铜锣。随着他用力敲了一下，
巨大的声响也是传遍了整个会场。与此同时，3个小伙伴也是立刻把手中的网兜伸向了金鱼池。这家金鱼摊上的金鱼是经过这老板精挑细选，每一条金鱼都如同泥鳅一般滑不溜手，普通人10分钟内能够捞起一条都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到目前为止，这个金鱼摊最高的记录也只有10条而已，所以金鱼摊老板一直认为这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随随便便就是3枚金币入账，还是小孩子的钱好骗。不过到时候他们着急哭鼻子的话，我该怎么收场呢？此刻的金鱼摊老板也是一副稳坐钓鱼台的样子，他想着过会儿如果玉天禄他们由于没有捞到金鱼，在现场哭鼻子的话，似乎影响不是太好，到时候我还是大发慈悲，给他们每人1条吧，也当是为了我的金鱼摊做广告吧。可就在金鱼摊老板正思考着的时候，突然旁边传来了观众们的喧闹声，1条、2条、3条，这些孩子好厉害啊！什么？老板也是如梦方醒，他仔细一看，只见玉天禄等人拿着网兜正在水池边飞快地捞着金鱼，而且看他们每个人身边的水缸里面竟然已经有好几条金鱼了，看样子他们收获颇丰。乖乖，这3小只竟然已经捞了差不多20多条金鱼了。金鱼摊老板额头上冷汗都下来了，一转头去看旁边那个为了计时而摆放的沙漏，此刻才漏下来一点点沙子，大概1分多钟的样子。究竟发生了什么啊？就算是成年人也不可能短时间捞这么多啊！金鱼摊老板也忍不住走到水池旁边关注了起来。那些金鱼可是被老板训练的贼头贼脑，稍微有些风吹草动，他们就会溜之大吉。但是在玉天禄这边，所有的鱼儿仿佛排好队一般，只待玉天禄机械性的将网兜放入水中，他们就会按部就班的钻进网兜，等待着被捞出水面。这个小子难道会魔法吗？观众也是惊叹不已。玉天禄听了也就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接着依旧按部就班的捞着金鱼。而玉天禄这捞金鱼的手法不但吸引了观众，也是引起了旁边向小圆的注意。这个小子竟然还有这一手，别人看不出来，我会看不出来吗？竟然用像画之力在水下凝聚成无形的手，看上去是在上面捞鱼，实际上那只手是一条一条给抓进去的吧？这小子在像画之力上的天赋似乎不输我呀。向小圆这么想着，手里捞金鱼的活儿却没有停下来。她到底是女生，捞金鱼的频率比玉天禄少了许多，但是捞上来金鱼的数量和玉天禄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小女孩是怎么捞鱼的？这就连金鱼摊老板也是十分好奇，他也是凑过头去仔细看向小圆是如何捞鱼的。只见向小圆双眼紧紧盯着2条鱼中间，等他们游到一起交叉相交之时，突然将网兜插入水中，2条金鱼竟然同时被向小圆给装在了桃形的网兜里面。怪不得这小丫头要制作桃形的网兜啊！此时金鱼摊老板才明白向小圆的意图。这圆形的网兜虽然看上去范围比较大，但是实际上捞起多条鱼时，鱼和鱼之间相互撞击，很容易就被它们挣脱。但桃形的网兜从中间将网兜分成了2个部分，按照向小圆这样的捞法，金鱼进入网兜之时就被分配到了不同的2个区域，于是向小圆每次一捞就可以捞到2条金鱼。所以看上去向小圆捞取的速度不快，但是它的效率却是别人的2倍。看到这一幕，玉天禄也是暗暗佩服，没想到这个女孩子竟然也这么厉害，不但能够在金鱼入网的一瞬间用像画之力强行制住金鱼不让他们逃跑，就连这捞金鱼的手法也是宗师级别，看样子平常没少锻炼啊。怎么了？向小圆也注意到了玉天禄的目光，不由得俏脸一红。我真是没有想到你捞金鱼这么厉害啊！彼此了，我在我们那一片可是捞金鱼女皇呢。你是女皇，那我就是皇帝了。玉天禄的攀比心理也是上来了，我可不会输给你哦。放心，我堂堂捞鱼女皇也不是这么容易认输的。这2个孩子谈笑风生，关键是就算是聊得热乎，2个孩子捞金鱼的速度可没有放慢。沙漏才漏了一半，2人的鱼缸里面已经差不多都有几十条鱼了，简直是神乎其技的捞鱼术啊！加油加油啊！我觉得那个小男孩厉害，那捞鱼的动作简直像机械人一样。要我说，还是那女孩子厉害，一网捞2条，那可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一时间围观的群众竟然也分成了2派，纷纷为玉天禄和向小圆加油助威，他们也十分有兴趣看看到底2人谁才是真正的捕鱼达人。现场的气氛很是热烈，而可怜的金鱼摊老板此刻的心却在滴血。我刚才还天真的以为他们会捞不到哭鼻子呢，这明明都是扮猪吃老虎的可恶家伙啊！不过现在场上观众的注意力全在2人的身上，一旁的金鱼摊老板想搞小动作挽回损失，但众目睽睽之下也是无法做到了。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这几个小家伙能够手下留情，还有就是这沙漏里的沙子能够尽快流光。金鱼摊老板一边拿着鼓槌，2只眼睛死死盯住沙漏，眼看时间即将耗尽，现场的观众又是发出一声惊呼。又怎么了？金鱼摊老板忍不住骂道。那小男孩的网兜快要撑不住了，原来是玉天禄的网兜由于捞了太多的鱼，终于承受不住，直接穿了一个大洞，已经无法使用了。哈哈，叫你贪心，现在没办法捞了吧？金鱼摊老板见状也是幸灾乐祸，不过他还是装模作样的走到玉天禄面前安慰道：小朋友，真是可惜，时间还没有到，你已经没有办法再捞鱼了。谁说我没有办法再捞了？谁知玉天禄随口道：你说什么？这网兜都破了，你还能再捞鱼？这有什么？只见玉天禄将花木小棒插入水中，紧接着手腕一抖，竟然用接缝处仅存的一点点小网将一条金鱼给抛出了水面。小金鱼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不偏不倚落入了玉天禄身边的水缸里面。竟然用破了的网兜也能捞出金鱼啊！
这个孩子的技艺真是太厉害了！在场的观众也是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个混蛋小子！金鱼摊老板也是暗骂道。不过时间很快就到了，但沙漏流完最后一粒沙子之时，老板也是拿起鼓槌，迫不及待地敲响了铜锣。时间到，你们3个都给我停手，不许再捞金鱼了！金鱼摊老板也是大声说道。这么快就到了呀？我们还没有看够呢。在场的观众们也是长吁短叹。好了，应该也差不多了。玉天禄看着满满一缸金鱼道：“老板，你就帮我看看我有多少积分吧。”知道了。看着玉天禄手中满是金鱼的水缸，金鱼摊老板也是愁眉不展。尽管如此，他还是接过玉天禄的金鱼缸，放在面前的台子上。1条、2条、3条、30条、50条。金鱼摊老板一边哭丧着脸，一边数着金鱼，98、98条。当金鱼摊老板最后报出这个惊人数字的时候，在场的观众却是欢声雷动。整整98条，这个小孩子真不简单啊！我别说98条了，那滑不溜手的鱼，我是1条也捞不到啊！观众们也是议论纷纷。不过玉天禄也是有些懊恼，还差1条啊！如果不是刚才贪心的话，估计还有时间捞到最后1条。玉天禄的目标是99积分兑换那高品质的眼睛，这少了1条，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怎么了？都捞了这么多了，还不知足啊？金鱼摊老板怒道：“你这98积分可以兑换90积分的高品质稀土了，但是我想要眼睛啊！老板，能不能商量商量？”这怎么能商量呢？我们一定要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打开门做生意，讲的是诚信。金鱼摊老板大声说道：“99积分少1分都不行。”玉天禄听了，多少有些失望。此时，旁边的向小圆捧着自己的金鱼缸，也是递了上去。老板，你看看我这里面有几条鱼啊？金鱼摊老板瞅了一眼，也是满脸黑线。那向小圆的鱼缸里的鱼也是快要溢出的样子。不过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开始数了起来：1条、2条、50条、90条、98条、99条，总共99条。金鱼摊老板报出这个数字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这次要出血了。哇，这个小姑娘竟然比刚才那个小男孩还厉害啊！那可不，她可是一网双鱼，自然是略胜一筹。怎么样，还是我稍微厉害一点吧？向小圆得意地看了看玉天禄，我实在是甘拜下风。我平生没有服过人，不过捞金鱼这一项，我确实比不过小圆你啊。玉天禄也是拱手道：“知道就好。这样好了，我这里有99条了，99积分可以兑换高品质眼睛了，你就拿去吧。”什么？你要把珍贵的眼睛给我吗？玉天禄也是一怔，他倒是没有想到这个萍水相逢的少女竟然会将眼睛转赠给他。你不是要拿去兑换大奖那个跳舞人偶吗？哎，那个跳舞人偶要100积分了，我少了1条，兑换不了啊。向小圆的表情略显失望，这只差1条啊。玉天禄回过头也是询问金鱼摊老板道：“老板，我们商量一下，我能否转赠小圆几条啊？反正我兑换好高品质稀土后，我还多了8条呢。”不行不行，这规矩就是规矩，我们可是规定不允许转赠金鱼的。所以啊，你们手里有多少积分就兑换多少东西。金鱼摊老板的头也是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这个老板真是的，也不知道通融一下。这几个小孩明显都是一起的，稍微匀一点也不要紧啊，金额不会差太多啊。在场的观众们也是为2个孩子站场，谁知那金鱼摊老板依然顾我。你们几个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好不好？没错，是没有差几条金鱼，但是我一旦开了先河，以后几个人组团来捞金鱼的话，我岂不是要把大奖拱手送人了吗？不要说这金鱼摊老板的这番话，玉天禄也是十分赞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他所处的世界也经常听到这种口号。只不过规矩是规矩，人情是人情，只要你人情到了，该通融的还是会通融。而商家许诺给你的优惠乃至奖励，都会用一句最终解释全归本店的话语就能够搪塞过去。比起在本来世界里那些用心良苦的商家，至少眼前这个认死理的金鱼摊老板还显得可爱一些。好了，小鹿你也不必再说了，看得出那眼睛对你们很重要，而且你们都请我吃了这么多好吃的了，是时候轮到我汇报你们了。向小圆也是笑着说道：“这样好吗？有什么不好的？”向小圆说着也是对金鱼摊老板道：“99积分兑换高品质眼睛，高品质眼睛是不是？你可不要反悔啊。”金鱼摊老板询问道：“不后悔，老板你就给我对吧？”好吧。金鱼摊老板也是无可奈何，也是准备将那珍贵的材料给拿出来。老板，等一等。此时一直在旁边没有吱声的颜月突然开口了：“对了，差点把你这个小鬼给忘记了。”金鱼摊老板道：“你的金鱼缸也拿来好了。”颜月一直在稍远一点的大金鱼池里捞鱼，也没有太显眼的技法，所以没有什么关注度。只见他手里捧着一个小鱼缸，里面稀稀拉拉只有几条小金鱼，终于有个正常的小家伙了。看到这几条小鱼，金鱼摊老板也总算松了一口气。我说：“你这小家伙，鱼缸里面大概5条金鱼吧，给你1张美食兑换券，回头你去兑换根肉串去吧。”金鱼摊老板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1张优惠券。谁知那颜月连眼皮都没有抬，十分不满地说道：“什么5条鱼？你仔细看看清楚好不好？怎么了？难道这鱼缸里面不是5条吗？这个鱼缸里面是5条，那我身后的这2个呢？”颜月指了指身后的2个大鱼缸，众人也是朝颜月手指的方向望去。乖乖，金鱼摊老板见状也是直接瘫坐在地。只见那2个金鱼缸里面满满当当都是活蹦乱跳的金鱼，都快溢出来了。再看那大鱼池里，那些金鱼已经被捞得一条不剩。这些都是你一个人捞的？
金鱼摊老板说话都有些不利索了。你看到我叫了帮手吗？颜月一脸淡定的说道。我说老板，你金鱼池里的鱼实在放的太少了，我捞完以后都等了好一会儿了，好不好？什么？听了这话，在场的人无比瞠目结舌。原来真正的大神在这里啊！观众们也是惊叹不已。而玉天禄也有一种学霸考试考满分，是因为卷面只有满分的即视感。阿月，有你的呀！你小子竟然在那里闷声大发财啊！怎么一个人把金鱼都捞起来了？这有什么难的？我就和平常的捞法一样了。颜月拿起那个网兜道，就像这样。话音刚落，只见一条金鱼已经落入了鱼缸之中，而在场的众人，包括向小圆在内，竟然都没有看清颜月的动作。这简直是魔法呀！向小圆也不禁感叹，原来真正的捕鱼达人是阿月啊！实际上，玉天禄很清楚，自己这个超越人类常识的兄弟也没有用什么技法，他捞金鱼就是普通的平民捞法，只是颜月的手速实在太快，人家捞一次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捞了4、5次了。好了，老板，替我数数一共多少条吧。颜月笑着说道。知道了。此刻的金鱼摊老板已经是生无可恋的样子了。1条、2条、50条、100条、200条、389条。当金鱼摊老板报出这个数字的时候，现场的观众也是掌声雷动。好了，你们2个就不要再为兑换礼物发愁了，无论是高品质眼睛还是跳舞人偶，我都替你们兑换了。颜月难得土豪一把，连说话的口气也是得意了几分。果然是好兄弟，阿月真是太感谢你了。玉天禄和向小圆也是瞬间化身为颜月的迷弟迷妹。等会儿什么换这个换那个的，你389分也只能换一样。金鱼摊老板大声说道。老板，这话从何说起啊？玉天禄也是微微一笑，刚才我可是仔仔细细把你的奖励规则读了一遍，上面可没有说过积分不能兑换多样奖品。我的理解是，只要不超过积分范畴之内，奖品都可以兑换。那是你的理解，不作数的，不作数的。金鱼摊老板自然不肯认账。要知道这300多积分，差不多能把他准备的高价值奖品给兑换个遍了。老板，你这话就不对了。就是这几个孩子凭本事换奖品有什么不对的？这样的金鱼摊，看来没有什么玩下去的必要了。此时周围的游客可是不干了，纷纷声援玉天禄等人。我说老板啊，我记得你刚才可是说过，规矩就是规矩，难道你想做破坏规矩之人吗？玉天禄冷笑道。而且你看到这些游客了吗？不兑现诺言的话，以后你还想做生意吗？奖品和日后的生意孰轻孰重，你自己掂量吧。玉天禄的声音不高，但是每一句都是掷地有声。这个金鱼摊老板也是见过风浪的商人，看着周围游客们不善的眼光，他内心也是挣扎了许久，最终他还是不得不松口了。好吧，我愿赌服输，那就遵照现行规则兑换礼物吧。太好了，3个孩子脸上也是洋溢着胜利的喜悦。那小圆，这个大奖就给你了吧。颜月二话不说，也是把那个最大的礼盒从金鱼摊的货架上给拿了下来。金鱼摊老板见状，也只能无奈的摇头，真是太感谢了。接过礼物的向小圆也是喜不自胜，等我回省城了，我一定能够在闺蜜面前好好炫耀一番呢。老板，不要忘了我的材料。玉天禄最为关心的还是那些高品质的稀土和眼睛，拿去吧。金鱼摊老板也是从后面被搬来满满当当的2个大箱子，你们要的东西可都在这里了。小路打开来，仔细看清楚了，不要东西不对啊。颜月也是提醒道。你们这几个小鬼，说说我的话还不信吗？金鱼摊老板生气道。不好意思老板，小心驶得万年船，我还是先查验一下吧。玉天禄一边说着，也是打开箱子。箱子一打开，一道金光冲天起，也是照得众人都睁不开眼睛。不过很快这光芒也是散去，玉天禄也是抬眼望去，只见里面都是金黄色如同沙粒般的金属。这就是眼睛吗？怎么都是像沙子一样啊？玉天禄家的瓷器店也时不时的会用到眼睛对瓷器进行装饰，只不过他所用的都是一整块粗大的金属块，也没有这样光鲜亮丽的色泽。你们这些小孩子根本就没有见过世面，这高品质的眼睛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金鱼摊老板一本正经的说道。老板，我们读书少，哦不对，我们还没有开始念书呢，你可不要骗我哟。颜月也是大声道。小洛、阿月，你们不用担心，这些确实是上好的眼睛。此时2个男孩身后的向小圆开口了。小圆，你说的是真的吗？玉天禄惊喜地问道。是真的，实际上越是高品质的眼睛，越是纯净细腻。平常市面上眼睛都是掺杂了其他合金和不少杂质，所以价格也比较便宜。你看这眼睛纱，色泽金黄，材质细腻，确实是拥有上好品质。听你这么说，确实是这么回事。不过这个老板嘛，有些不太可信啊。如果你们还不信的话，可以尝试用象化之力催动一下。高品质的眼睛很容易受到象化之力的影响，发生形变。真是这样吗？那我来试试看。玉天禄说着，也是立刻将目光投向了那眼睛纱。与此同时，一瞬间那眼睛纱从箱子里冲天而起，瞬间化作了一抹祥云，在空中漫天飞舞。还漂亮的云彩啊！在场的观众也是被这个场面给震撼到了。紧接着那云彩开始不断变化，一会儿变成小马，一会儿变成兔子，也是惹得旁边的一些孩童惊叹不已。那金鱼摊老板虽是心疼自己的高级材料，但是看到这眼睛纱在玉天禄的操控之下变得绚烂无比，不免也是暗自佩服。向小圆也是看着眼前的玉天禄，心中也是暗暗计较，这个男孩看上去比我还小，怎么用象化之力操控起眼睛纱来这么熟练呢？难道在牧羊镇上也有天才儿童不成？向小圆正这么想着，
只听得一阵欢呼声，那眼睛纱也是瞬间回归了箱子里。小鹿，怎么回事？这就结束了？我以为你准备再变个大东西呢。颜月有些失望地说道。这又不是魔术表演。玉天禄瞪了一眼道，你以为这眼睛这么好操控吗？要知道我为了定型，可是耗费了不少像画之力，而且我发现要维持眼睛的状态也是很困难的。小鹿，这你倒是说对了。越是纯净的眼睛纱越是难以维持，因为眼睛本身就是最会受影响的金属，除非使用高品质的凝化剂将形态固定下来，否则只要像画之力稍微减少一点，那就立刻前功尽弃了。向小圆解释道，原来高级货都有这个通病啊。玉天禄笑了笑，回头对金鱼摊老板说道，老板，还剩下一些积分，都给我兑换凝化剂吧。啊，好的。金鱼摊老板心说，这个小鬼真是一分一毫都不肯浪费啊。终于在结束了这场别开生面的捞金鱼大赛之后，3个新结识的小伙伴都各自拿到了心仪的礼物。对于这群孩子来说，今天是欢乐的一天。不过正所谓天下无不散之宴席，随着金鱼大赛的结束，向小圆也不得不和新认识的2个小伙伴告别了。雨叔带着一群仆人也是来到了向小圆的身后。小姐，时间到了，我们是时候该走了。雨叔在远处温柔的和呼唤道。知道了，雨叔，再给我一点时间。向小圆朝雨叔招了招手，回过头又看了看玉天禄和颜月，脸上写满了不舍。你的雨叔在叫你呢。颜月笑着提醒道。我知道，今天多谢你们了。向小圆道。谢什么啊？不就是一个跳舞娃娃而已吗？颜月诧异道。小圆说的不是这个。玉天禄摇了摇头，心道，阿月放在我们那个世界绝对是钢铁直男。没错，还是小鹿懂我的心思。向小圆叹了口气，不知道今日一别，以后我们还能再见面吗？你们知不知道，今天是我长这么大最高兴的一天，因为我认识你们2个好朋友。这有什么关系？你把家庭地址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去找你啊。颜月大大咧咧地说道。这个向小圆的脸色满是为难之色。阿月，小圆有自己的苦衷啊。玉天禄心说，阿月，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这个向小圆的身份明显不一般，说不定是这个世界的某个贵族。这样的贵族小姐可不是我们这样的平民老百姓想见就能见的呀。突然那向小圆似乎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他用力的点了点头，然后从兜里拿出了一张纸。这是要做什么啊？颜月也是有些看不懂，这纸难道是念纸吗？玉天禄倒是瞪大了眼睛。所谓念纸，也是这个满是象化之力的世界所制造出来的特殊纸张。只要一个人使用象化之力，就可以通过意念在念纸上写出想要写的字，画出想要画的画。向小圆随手将那张白纸递给了玉天禄。小鹿，有机会你们一定要来啊，我一定会好好款待你们的。向小圆十分认真地说道。那张白纸到了玉天禄手里，一行娟秀的字迹也是出现在了2人眼前。这是你家的地址吗？玉天禄倒是真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女孩竟然是真心愿意和他们交朋友。没错，我会在那里等着你们的。向小圆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心里颇为黯然。不过在此之前，能不能答应我们一个要求？玉天禄突然说道。什么要求？就是能不能把你的小红帽摘下来，让我们看看你真正的模样。原来是这个要求啊。向小圆微微一笑，也是大方的将红色斗篷给摘了下来。那瀑布般的黑色长发顿时散落了下来。之前由于斗篷遮着的关系，向小圆的脸庞看得并不是太清，但是现在明眸皓齿，如出尘仙女般的小公主已经显露无遗。此刻一抹阳光正好洒在了向小圆白璧无瑕的脸上，是那么的妩媚动人。那颜月的眼睛看得已经直了，就连心理年龄已经和成人无异的玉天禄也不得不惊叹向小圆的美貌。虽然这向小圆只有10岁左右的样子，但是若干年后她肯定是一位引人注目的角色。怎么了？你们一个个的眼神这么认真做什么？向小圆扑哧一笑，因为他看到眼前的2个男生的脸竟然像煮熟的虾子一般。没什么没什么，2个男生连忙说道。小姐，我们要快一点了，晚上还有一个晚宴需要您去参加呢。雨叔眼见向小圆迟迟不来，也是赶过来催促道。看来我们不得不分别了呀，再次感谢你们让我度过了难忘的一天，保重保重。向小圆说完也是转身跟着雨叔缓缓离开了市场。望着向小圆的背影，玉天禄不觉心头一动。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待我长发及腰，少年娶我可好？小圆，玉天禄不知怎么的突然冲着向小圆大声叫道。小鹿，怎么了？向小圆有些莫名的转过身。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我会去你家找你的。玉天禄也是大声道。我知道了，谢谢你。马车很快带着向小圆离开了玉天禄的视线。玉天禄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一旁的颜月看了看玉天禄，笑着问道，怎么了小鹿，这可有点不像你啊。怎么了？有什么奇怪的？你莫不是看上小圆了吧？瞎说什么啊，我不是那么随便的人，你随便起来不是人。我们年纪这么小啊，不痴不狂枉少年，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小圆估计过几年应该会很好看的。我说阿月，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从哪里学来的呀？小鹿，这些不都是你教我的吗？颜月眨着2只大眼睛说道。你这个家伙，看到这样一个活宝，玉天禄也是不住的摇头。好了，我们收集的材料怎么样了？对了，差点把正事给忘了。颜月连忙火急火燎的将手推车给推了过来。好家伙，不知不觉这车上的材料已经堆得和小山一样高了。好了，接下来就要靠你了，我的好兄弟。玉天禄一边说着，也是直接往手推车上一坐。知道了，推你回去还不行吗？
于是颜月的人力火车头也是又一次在牧羊镇的街道上疾驶而过。这一次他们也算是满载而归。是夜，玉天禄也是在自己的作坊里面细致地整理着收集材料，他将各种各样的稀土收集起来，放在了一个箱子里。而那高品质的眼睛砂也是被玉天禄规整到了几个瓶子里面。颜月看在眼里，也是帮不上忙。刚才他也尝试着想帮忙整理，却差点把装眼睛砂的瓶子都给打碎了。最后玉天禄还是让这个笨手笨脚的兄弟在旁边护卫就可以了。小鹿，你明天到底准备做什么艺术品啊？颜月试探性地问道。其实我也不知道，不过听马管家的说，好像明天会有省城里邀请的评委到马府，到时候由他们出题，我们照做就是。玉天禄头也不抬地回答道。这样啊，那你明天有信心获得冠军吗？我可是听说明天的比赛似乎会有真正的像画师到场呢，我又不是非要拿冠军不可哦。重在参与，你要记住，我们只是学龄前儿童而已，能够完成比赛也就谢天谢地了。实际上玉天禄只不过想把这件麻烦事尽快解决掉，至于去省城像画师学院的事情，那只能随缘了。不知道去省城读书的话，能不能再见到小圆呢？看他的样子，应该也是像画师学院的学生吧。玉天禄所不知道的时候，此时的向小圆并没有离开牧羊镇，而是正在马镇北的府上休息。房间里面，向小圆正在摆弄着那个跳舞娃娃。小露露，跳一个芭蕾舞吧。向小圆一边说着，也是将象化之力注入到那个娃娃之中。这个小露露是向小圆替这个高级玩具起的名字，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和某位新朋友的名字有关系了。随着象化之力的注入，那小露露也是瞬间变大，不一会儿功夫就和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一般高了。她那栩栩如生的样子，从外表看和真的女孩子无异。随着音乐声响起，小露露也是开始跟着节奏舞动了起来，回旋、跳踢，整个房间都是小露露靓丽的倩影。她的舞姿不输给任何一个人类舞者。一曲终了，小露露甚至还对着向小圆做了一个欠身的动作，这才缩小变回了原来的样子。真是一个神奇的跳舞娃娃呢。向小圆高兴地说道，怪不得在学院里面这么流行，还真是有一定道理呢。小姐，没想到你磨了老爷这么久都没有买到，今天倒是得偿所愿了啊。此时一个身着礼服的男子出现在了门口。穆老师，您怎么来了？看到男子的出现，向小圆也是连忙跑了过去。我在想小姐怎么连盛大的晚宴也提前退场，原来是在房间里玩这个新奇的玩具呢。穆老师笑着说道。这个男子名叫穆林峰，是向小圆的家庭教师。这次来牧羊镇，他和管家明宇也是一同陪伴向小圆。让老师见笑了，实际上我今天确实有些劳累呢。听明管家说了，看起来今天的作业小姐应该是完不成了吧？哎呀，向小圆的脸上露出了幽怨的神色。糟了，今天光顾着玩耍了，穆老师布置的作业也没有做呢。无妨，小姐今天是难得一天的休息日，可以暂停一天。穆林峰连忙说道。那怎么可以？今日事今日毕，否则的话，拖欠的东西会像滚雪球一样大的无法收拾了。向小圆正色道。说罢，向小圆立刻走到了桌子前，他打开桌子上的一个盒子，里面赫然是金光闪闪的眼睛砂。紧接着他闭上眼睛，心中默念，转瞬间那些眼睛砂也是化作2条金链腾空而起，半空中的2条金链来回舞动，又很快交织在一起，最后竟然化作了一条小金鱼，在房间里游了起来。这条金鱼刻画的惟妙惟肖，睁着2只大眼睛，鳞片也是金光闪闪，简直和真的金鱼无异，真是出色的作品呢。穆林峰也是忍不住鼓起掌来。向小圆伸手一招，那小金鱼也是从半空中游到了他的掌中。穆林峰见状虚之一弹，一道粉末也是在顷刻间洒在了金鱼之上。那金鱼的眼神逐渐暗淡下来，变成了一个金鱼雕像。完成了，穆老师这份作业还不错吧？向小圆笑嘻嘻地问道。已经不能用不错来形容了。小姐，看起来你观察得很仔细，就算是鳞片的细节处也是处理得很好。穆林峰也是夸奖道，真不愧是向家的未来的继承人，这样的天赋确实难得。不，穆老师，说到天赋的话，我今天在市场上碰到一个小男孩，和他的象化之力造诣相比，我自愧不如。向小圆忽然来了一句，小姐，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这么一个小小的牧羊镇，还会有比你更有天赋的孩子吗？穆林峰自然不会相信这样的事情，不过他转过身，却见向小圆一本正经的样子，也是变了颜色。真有这样的人，千真万确，这就奇了。小姐，你能不能将具体情况给我说一说看吧？穆林峰也是连忙道。紧接着，向小圆就将玉天禄的事情和穆林峰简单介绍了一下。穆林峰听得很认真，听完之后，他却不以为意。照你这么说，这个孩子对于象化之力的凝练和操控，应该和小姐不相上下吧？但是他年纪比我小了2-3岁啊。什么？这么小吗？这下穆林峰也不淡定了。这个牧羊镇名不见经传，怎么会有这样的天才出世？实在难以相信啊！穆老师，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啊！看到穆林峰有些不信任自己，向小圆也是急了。对了，小姐，那个孩子的名字听得耳熟，他叫什么名字来着？耳熟？他叫玉天禄啊！玉天禄？穆林峰皱了皱眉头，也是从兜里直接甩出一张纸。那张纸瞬间展开，也是漂浮在2人面前。穆老师，这是什么东西啊？向小圆好奇地问道。明天艺术大赛的参赛名单。艺术大赛的参赛名单？该不会这小鹿也来参加了吧？向小圆也是用目光扫描着上面的名字，终于在纸张角落里找到了玉天禄的名字。原来是他真的是牧羊镇的代表啊！真没看出来，他除了捞金鱼很厉害之外，在艺术方面也有造诣啊！向小圆显得十分惊喜。小姐，
有些话我说出来可能会让你有些不快。穆老师，有什么话你直说好了。这艺术品创作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据我所知，这牧羊镇一连举办了好几届比赛，他们可都是名落孙山的。这次我怀疑这个叫玉天禄的孩子应该也是来凑数的吧。穆老师，你怎么老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小鹿啊？穆林峰的话可把向小圆给惹恼了。小姐，我只是实话实说。要知道，一个6岁多的孩子要想在大师云集的艺术品大赛上脱颖而出，几乎不可能。也许他确实有几分天才，但是这一次比赛的规格很高，据说省城的好几位像画艺术师可都来这里啊。这我知道啊，但是我相信小鹿一定不会输给他们的。哎，小姐，你不应该感情用事。这次老爷让你过来做评委，你可必须公平公正啊。穆林峰也是提醒道。原来向小圆所在的向氏家族不但是省城的一代豪族，更是在艺术品领域最为权威的存在。这次马镇北所举办的艺术大赛，自然也是邀请了向家参与评审之中。而向小圆则是特地被委派过来，代表向家成为此次评委会的一员。穆老师，瞧你说的，虽然我和小鹿有救，但是在艺术品评审上，我也不会徇私的呀。向小圆生气地说道。就在此时，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请问穆老师和小姐都在吗？问话的人也是向家的一个贴身随从。原来是小杨，看起来让他查的事情查清楚了呀。穆林峰显得很高兴，也是飞快地打开了房门。小姐，穆老师，你们都在啊？小杨，那个青鸾神鸟的作者找到了吗？穆林峰也是着急地问道。前几天向小圆一行人来到马府的时候，马镇北也是热情地带他们参观了他的艺术品收藏室。那些在马镇北眼中奉若至宝的艺术品，在向小圆和穆林峰眼中却有些不值一提。用他们的话来说，这些看似珍品东西只不过材料价格不菲而已，做工和艺术价值难登大雅之堂。唯独最里面角落里的青鸾神鸟雕像却是赢得了向小圆等人的注意。之前罗东旭送给马镇北女儿的新婚礼物，此时已经被马镇北临时征用，作为展品在艺术大赛上展出。这青鸾神鸟虽然只是最普通的稀土，但是这项画操控力还是艺术表现力都颇具大师风范，不知道是出自何人之手啊。穆林峰参观的时候就想询问马镇北，只是作为艺术品界泰山北斗的向家，这高姿态还是要摆一摆的。所以等参观结束后2天后，穆林峰这才差小杨去了解这青鸾神鸟雕像的作者。甚至穆林峰还打算借着这次大赛的机会结交这位独树一帜的艺术家。我已经了解到了，他也是明天比赛的参赛选手，年纪还很小，叫玉天禄。小杨也是说道。什么？他叫玉天禄？穆林峰听了，顿时整个人都怔了一下。怎么了？穆老师，你用不着这么吃惊吧？小杨顿时感到奇怪。小姐，这穆老师是怎么了？穆老师刚刚被你打了脸，估计现在脸有点疼呢。向小圆笑着说道。打脸？难道是我刚才推门太急撞上穆老师了吗？小杨顿时有些惶恐。好了，小杨，这里没有你的事情了，你回去休息吧。明天比赛的时候还需要你帮忙呢。穆林峰也是连忙将小杨给支走了。小杨离开之后，向小圆发现这4人教师脸上表情别提多么复杂了，真是英雄不问出处啊。看来识人这方面还是小姐技高一筹啊。穆林峰叹了口气。我早就说了，这小鹿是很有前途的。向小圆想了想说道。穆老师，他在像画之力上的天赋很高，你看有没有办法把他推荐到我的学院来呢？这个穆林峰想了想说道。如果他真的有那么高的天赋，那绝对应该进入学院。不过正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我必须亲眼看看他在艺术品上的天赋。明天的艺术大赛，我是越来越期待了。看着穆林峰一脸兴奋的样子，向小圆不免露出了会意的微笑。小洛，这个机会你明天一定要把握住啊。第2天清晨，玉天禄和颜月还睡眼惺忪的时候，就被2家的家长从被窝里面给拖了起来。等洗漱完毕，吃过早饭，2个孩子硬是被严太太拉到自己的房间，说是要给2个孩子打扮打扮。望着那一排化妆品，2个小男生顿时傻眼了。我说妈妈，我们是去参加艺术大赛，又不是去表演大赛，而且我们2个男生需要化妆吗？颜月抱怨道。怎么不需要？严太太瞪了颜月一眼。你不要脸，小鹿还要脸呢。我可是听镇上的人说了，这次马家的艺术大赛规格很高，不少省城的名流都来了。你们2个孩子不好好打扮一番去现场，那不仅仅是丢你们的人，还是丢整个牧羊镇的脸呢。无奈之下，2个小伙伴也是只能硬着头皮接受严太太爱的礼物。就在此时，门外就传来了马管家的声音。2位小哥，按照约定，我来接你们了。马管家在门外高声叫道。哎呀呀，这马管家真是的，怎么这么早就来了？玉天禄也是连忙叫道。严姨，看来今天是来不及化妆了，这去晚了可误了时辰啊。就是啊，妈，我们总不能让马管家在那边干等着吧。颜月也是顺坡下驴道。这个严太太的脸上写满了失落，可她刚想辩白几句，那玉洪泽已经将马管家让进了院内了。好吧，好吧，你们这2个孩子，回头我去和马管家说说，总归要想办法帮你们收拾一下吧。玉天禄和颜月如蒙大赦，也是快步来到了院子里。马管家看到2个孩子已经准备好了，心中也是别提多高兴了。2位小哥果然是守信之人啊，那我们就走吧。马管家道。先别忙。玉天禄道，我还有些东西要一并带去呢。玉天禄拍了拍手，颜月也是将肩膀上扛着的大包放在了马管家面前。这些是什么东西啊？马管家诧异道。这是我们特别准备的一些材料。
玉天禄解释道：“这样啊。”马管家刚想说他们马府早已备齐了材料，后来转念一想，这每个大师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看来这小子这些天一定下了不少功夫。那就交给我吧。马管家说着，也是准备将那个大包扛在肩上，谁知他双手一用力，差点没把老妖给闪了。里面都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沉啊？马管家忍不住抱怨道。于是马管家也是回头叫来了几个随从，最后大概4、5个棒小伙才把这一大包东西给放上了马车。那爷爷、严姨，我们这就告辞了。玉天禄和颜月也是向2个家长告别。孩子，你就放心去吧，无论拿到什么名次，都算替我们长脸了。玉红泽也是动情的说道。而那边严太太还拉着马管家嘱咐道：“我说马爷，您老多费心啊，回头能不能安排人替这个小孩子化化妆，最好换一身光鲜亮丽的衣服。”严太太，这点放心好了，我们早有准备，前几天已经特地请了专业的裁缝，现场帮忙定制衣服，没有问题的。马管家笑着说道。那就麻烦您了呀，那我们就启程吧。于是2个孩子也是在马管家的引领下登上了马车，车夫一扬鞭，2匹马也是撒开了4蹄，绝驰而去。一路上，玉天禄没有浪费时间，他的脑袋里也是正在构思着比赛的作品方案，也不知道这次究竟怎么个比法，让我一个理科生制作艺术品，这不是难为我不是吗？玉天禄心中也是有些苦恼，只不过玉天禄现在还不知道马府的艺术大赛上，他又会再次遇到那个一起捞金鱼的美丽少女了。不一会儿功夫，马车就已经来到了马府门口，在马管家的引领下，玉天禄和颜月也是走进了如同宫殿般的马府大宅。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宅子呢，这光一个厕所竟然比我们家都大啊！颜月从厕所里面出来，也是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这还是现实版的刘姥姥进大观园啊！玉天禄也是感叹道：“什么刘姥姥，什么大观园？算了，这不重要。2位小朋友，觉得我们马府怎么样？”此时马管家回过头笑着问道：“金碧辉煌，雕梁画壁，不愧是我们牧羊镇第一啊！”玉天禄的恭维话令马管家还是十分受用的。玉小哥过誉了，你知不知道这马府出自哪位大家的手笔呢？马管家话锋一转问道：“这还有什么讲究吗？”那是当然了，我们马老爷可是当时重金礼聘一位2星的象画建筑师来替我们建造府邸，这可是牧羊镇头一遭啊！象画建筑师还有这样的职业啊？玉天禄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职业。不要说你们2个了，说实话，我这个在牧羊镇土生土长的人，也是第一次知道这造房子也是可以用象画之力建造的。马管家笑着介绍道：“我原本以为造这样一座府宅怎么也要几个月吧，谁知那个大师出马，拿起一张设计图就催动象画之力开始建造工程。什么稀土、眼睛，各种你想象不到的材料，顷刻间都变成了房子的一部分。真的假的？”颜月也是不敢相信。你们猜他用了多久？这个吗？就算是用象画之力，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造完毕。我猜怎么也要10天半个月吧。玉天禄猜测道。一共只用了7天，只用了1周的时间吗？确切的说，应该是6天，因为第7天验收，那位大师还让老爷提出意见，他就立刻用象画之力进行修补，所以又用了1天时间。乖乖，这简直是变魔法一样。颜月一边说着，也是摸了摸花园廊进口的2只石狮子。难道这个也是那个象画建筑师弄出来的吗？没错，要知道一开始它只是一个稀土堆罢了。马管家在那里比划着，看起来那天给他的印象极为深刻，所以说这牧羊镇还是太偏了。这个世界上那些可怕的象画师是有多么厉害啊！听了马管家的话，玉天禄也是若有所思，没想到竟然还有象画师专职的职业。那大概除了建筑师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职业吧？不知道我以后应该做什么呢？玉天禄正这么想着，马管家也是带着2个孩子在一座房子前停了下来。好了，2位小兄弟，我们到了。马管家说道。到了？这里是哪里？似乎不是比赛大厅啊。颜月抬头张望了一下道。没错，这里当然不是大厅喽，这里是马府的更衣间。马管家解释道。严太太不是带了吗？要给你们换身衣服，正好老爷也为你们准备了，还有新衣服穿啊。颜月显得兴奋不已，没想到马家的更衣室也这么大啊。好了，2位跟我进来吧。马管家说着也是推门而入，玉天禄和颜月也是跟了进去。只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偌大个更衣室除了一排排座位和镜子外，其他空无一物。别说衣服和衣橱了，就算是一小块破布片都看不到。马管家，你说给我们换衣服，这衣服该不会是皇帝的新装吧？颜月也是打趣道。皇帝得新装？还有这个系列吗？马管家嘀咕道。玉天禄也是连忙朝颜月使了个眼色，他这个小伙伴也是连忙捂住了嘴巴。好了，马管家这次又是谁要做衣服了呢？说话间，一个穿着入时的中年女子从外面走了进来。林大师，这次又要劳烦您了。马管家也是立刻冲着这个女子点头哈腰道。玉天禄注意到这个女子的胸口挂了一个别致的徽章，上面有2颗星星，也是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就是这2个孩子吗？那女子有些不高兴了。我说，虽然我是个裁缝，那好歹也是2星象画师，你们马老爷到底什么意思啊？难道阿猫阿狗的衣服都要我林莎来做吗？原来那个徽章就是象画师的徽章啊！玉天禄心中也是泛起了嘀咕。林大师，误会，误会，这2个孩子也是此次参加艺术大赛的选手呢。马管家连忙解释道。什么？这2个孩子是比赛选手？我说马管家，你就别开玩笑了。我觉得姐姐，你才不要开玩笑呢。此时一旁的玉天禄发话了，人不可貌相的道路，你还不懂吗？你刚才说什么？林莎上下打量了一下玉天禄。
我说人不可貌相啊，不是这句，我是说姐姐不要开玩笑。对，就是这句。我看起来这么年轻吗？那林莎的眼睛里满是喜色。小滑头，别以为你这么说，我就会帮你们做衣服。就是玉小哥，林大师可是省城赫赫有名的象画服装师，你可要对他尊重点。一旁的马管家也是提醒道。马管家心想，你也不看看人家什么来头，就这么明目张胆的谎话，林大师会信？拿去。林莎随手把一张纸递给了玉天禄，你想要什么样的衣服，画在纸上我帮你做。马管家，服装师姐姐，你这张纸是念纸吗？玉天禄接过纸张问道。哟，你这孩子也知道念纸啊？不错，确实是念纸，不过你不会象画之力，对于你来说应该就是普通的纸张，你还是去拿支笔吧。林莎也是闭上了嘴巴，因为她看见已经有一套别致的礼服跃然纸上了。林莎姐姐，这件衣服能做吗？玉天禄将那张念纸递还给了林莎。这真是你干的？你会象画之力吗？会一点点，我平常一直帮爷爷用稀土做瓷器呢。玉天禄一本正经地说道。你爷爷？这下林莎有些不淡定了，他拿起那念纸仔细端详了一番。不得不说，这玉天禄用念纸勾勒出的设计图，就连林莎也不得不承认是高水准。如此别致的款式，朴素的风格，真是难得的佳作啊！林莎也是赞叹不已。看着林莎如获至宝的样子，旁边的玉天禄也纳闷不已。不就是一套我们学校的校服而已，不用这么夸张吧？此时玉天禄想起有些以前有篇文章总结过校服的优点，诸如耐磨、耐脏、朴素且方便学生活动的优点，深受海外国家的肯定。真没有想到，这校服在这个世界里面还能受到名家的追捧。玉天禄也是万万没想到。好了，把那些东西给我搬进来吧。林莎一声令下，只见几个女子走了进来，每个女子都身着华美的衣服，手里捧着各式各样制作衣服的材料，浣纱、玉丝、锦棉。玉天禄看着这些材料，也是念道：看来你这个小家伙还懂得制作衣服的材料啊。林莎也是笑道：我只是略懂而已，这还是听我爷爷提起，这些应该都是能够受到象画之力影响的衣服材料吧？没错，我的衣服可都是用象画之力做的。林莎说着，突然从手中甩出一道白链，直冲两个孩子而去。什么东西啊？爷爷反应很快，一记正拳把那白链给打了回去。小鹿，小心啊！我看这女人有暗器。什么暗器？林莎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可是好心给你们量尺寸的。量尺寸？两个孩子才发现那白链已经变成了一把量体的卷尺了。不好意思啊，林姐姐，我这兄弟确实有些唐突了。玉天禄见状也是连忙替颜月道歉道：要不是看着你这小子会说话的份上，这衣服我可真就不做了。林莎道：现在可以让我量尺寸了吧？林姐姐，您请。玉天禄话音刚落，那条白链般的卷尺已经飞舞了过来。不等玉天禄反应，卷尺已经在林莎的操控下开始在其身上游走了。腰围2尺3，胸围2尺4，看着那飞舞的卷尺，林莎也是迅速报出了尺码，而那些女助手也是快速的记录着这些数字。不过玉天禄的感觉不是很好，因为被卷尺包裹着的自己被林莎弄得像陀螺般天旋地转。几分钟后，林莎轻喝一声：好了。玉天禄这才结束了这如同海盗船般的量衣经历。没想到你这尺寸和平常孩子一样啊！林莎笑嘻嘻地说道。玉天禄那叫一个无语啊！什么叫和平常孩子一样？我本来不就是个普通孩子啊！接下来轮到颜月了。林莎看着这个和自己一般高的大男孩，心里想着准备给这个出言不逊的小子一个教训。于是他甩出卷尺，一下子卷住了颜月的身体。我说林大师，这卷尺勒得有点紧啊！颜月也是忍不住抱怨道。这只是正常的量体，忍忍就过去了。林莎嘴上这么说，心里也是嘀咕道：勒得紧，勒得紧就对了。你这小子，我要让你吃点苦头。说着，林莎右手一抖，一股象化之力迅速灌注到卷尺之上。颜月只觉得那卷尺把他越勒越紧，让他很不舒服。林大师，还要多久啊？就一会儿的功夫，你忍忍就过去了呀。你还是不是男子汉啊？林莎嘲笑道。既然林莎这么说，颜月也只能忍耐下去。但是颜月还是觉得十分难受，于是也是全身开始使劲。这是怎么回事？此刻林莎也是感觉到些许异样，她发现自己的卷尺竟然已经不受控制了。没想到这个孩子还真有劲儿啊！不过想要和我别苗头，那我就比比好了。我可不会输给你这个小子。林莎不知不觉竟然有了和颜月的比拼之心，她似乎忘了自己实际上是来替两个孩子量体裁衣的。而此时的颜月被勒得十分难受，终于她也是有些恼了。林大师，你可不要怪我啊！只听得颜月一声大喝，双手猛地一挣，之前裹着她的卷尺竟然直接被其挣得四分五裂了。而由于林莎刚才的象化之力都聚集在卷尺之上，冷不防也是被震得连连后退。幸亏一旁的马管家反应比较快，一把挡住了林莎。林大师，您没事吧？马管家也是关切地问道。马管家这一嗓子倒是将林莎从紧张的情绪中给唤醒了过来。他看了看眼前一脸呆滞的颜月，心中也是有些好笑。我刚才这是怎么了？竟然和这个愣头青较上劲儿了！我说你这个混小子，人家林大师好好给你量尺寸，你乱弄什么？瞧把林大师给弄的！马管家也是连忙训斥道。一旁的玉天禄自然看得真切，他也心知这个林莎估计和自己这个力大无穷的兄弟较上劲儿了，于是他也是连忙过来打圆场道：我说阿月，你还不给林姐姐道歉吗？啊，哦。颜月自然对玉天禄言听计从，于是他朝着林莎抱拳道：林姐姐，刚刚都是我的不对，不过您的卷尺太紧了，弄得我全身瘙痒，
实在难受，我稍微用了点力，抱歉了。林莎的面部肌肉微微抽动了下，要知道她虽然只是个两性像画师，但是刚才她那卷尺上所用出的力气可是数倍于常人的。不过说到底，还是林莎自己耍了小孩子脾气，而且既然对方已经给了她台阶，那她也不能失了面子。无妨，看起来你这小子对卷尺过敏啊。林莎话锋一转道，既然不能给你量尺寸，我就自己估摸着帮你做一套吧。多谢林姐姐了。这一句倒是颜悦的真心话。好了，你们稍微等一下，很快衣服就好了。林莎随口道。衣服在哪里啊？颜悦正纳闷着，突然她四周的纱棉、丝帛等材料突然腾空而起，竟然在空中开始排列组合了起来。纱棉很快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布匹，而那些细丝竟然直接将布匹缝制了起来。玉天禄和颜悦也是看着呆住了，他们也从来没有见过衣服在他们眼前翩翩起舞的样子。大概几分钟以后，两件校服也是从天空慢慢落了下来。林莎顺势一接，两件崭新的校服也是出现在了他的手里。来，这位小哥看看，和你在念纸上设计的一样吗？林莎也是朝玉天禄招了招手。玉天禄也是看了看马管家，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也是快步上前，从林莎的手中接过了校服。玉天禄仔细看了看手中的衣服，他也是没有想到，这林莎制作的校服竟然和他那个世界的校服一模一样。不过玉天禄手摸上去的时候，却发现这校服手感比起原来世界也是好上不少。怎么样，我这衣服还行吧？林莎笑着问道。好，太好了，似乎比我心中所想更为完美。人靠衣装，你们两个孩子换上去看看吧。多谢林大师。玉天禄说着，也是回头将另外一件校服扔给了玉天禄。玉天禄接过校服一看，不禁嘟囔道：我这衣服不错倒是不错，不过似乎有些大了。那怪谁啊？都怪你不配合。林莎也是白了颜悦一眼。没有办法，二人也是连忙跑进更衣室，迅速的将两件校服给换上了。等二人走出来一看，就连林莎也忍不住叫出了声：不要说，你们两个穿上这两套衣服，还真有一些学生气质呢。多谢林大师了。玉天禄也是拉着颜悦向林莎致谢。谢什么？我又不是白帮你们做的。林莎道。原来不是白做的啊。颜悦也是有些吃惊。那林大师，我打听一下，这两套衣服大概多少钱啊？这个吗？100个金币。什么？不光是颜悦，就连一旁的玉天禄也是大吃一惊。多少？100个金币。实际上这些材料差不多就这个数了，要不是我和这小哥投缘，我的制作费可就更高了。林莎也是淡定的说道。两位小哥不用担心，这些钱我们马府自会替你们承担。马管家看到两个孩子的窘迫之情，也是立马说道。实在是太感谢了。玉天禄连忙道。真是没想到，这裁缝竟然这么赚钱啊！颜悦看着林莎的眼神也满是羡慕之情。纠正一下，我可不是一般的裁缝。你们两个孩子要记住，像画师选择职业的话，那个职业的报酬自然会水涨船高了。林莎也是解释道。原来如此，这项画师果然在这个世界是个神圣的职业呢。玉天禄也是暗自记了下来。好了，两位小哥，这比赛马上就要开幕了，还是快点跟我去参加吧。马管家也是催促道。这就来。于是两个身着校服的孩子在这个中年男人的带领下朝着会场走去。说是会场，实际上就是马镇北家的后花园，只不过这个后花园特别的大罢了，随便一块草坪就顶得上2个足球场。而这次艺术大赛的比赛场地就在中心草坪那里。两个孩子跟着马管家一路走来，也是看到了熙熙攘攘的人们。据马管家介绍，这里都是过来观看艺术大赛的观众。玉天禄也是在人群中看到几个熟悉的面孔，比方说牧羊镇某个商会的会长，又或是画廊的老板。而之前请他们制作青鸾神鸟的罗东旭也是在人群中来回穿梭。看起来这不仅仅是一场艺术大赛，更是一个商界交流的平台。不多时，玉天禄和颜悦也是被带到了中心会场。此刻选手席早已是人满为患，特别是前排的座位也是被选手们占据了。玉天禄扫视了一眼，发现第一排的选手一个个自信满满的样子，甚至有1-2名选手还佩戴着和林莎大师一样的徽章。看起来这些选手都是像画师的身份。由于没有太好的座位，马管家最后只能找了一个角落的座位，让二人坐了下来，而他自己也一屁股坐在了二人的旁边。马管家，这么大的比赛，你不需要去帮忙吗？玉天禄好奇地问道。不用，像这种艺术大赛，老爷都是请专业团队来负责的。今天我的任务就是做好你们2个的助理。要知道，你们可是我们牧羊镇最后的希望了。这种全村的希望让玉天禄听得有些别扭。等了一会儿，见舞台上依旧没有动静，一旁的颜悦有些不耐烦了。我说马管家，这比赛什么时候开始啊？颜悦问道。开幕时间是早上10点，估计很快就开始了，你们就耐心点吧。马管家话音刚落，只见一个身着华美服饰的妙龄女郎款款走上了舞台，而她的登场也是收到了一阵热烈的掌声，甚至选手席上有好几个选手也是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高声应援。这个大姐是谁啊？难道很有名吗？颜悦好奇地问道。不会吧，你们2个连我们秋梅女神都不认识吗？马管家用异样的眼神看着2个孩子。秋梅，我好像有点印象。玉天禄说道。我记得曾经在街上的招贴画上看到过她，好像是从我们牧羊镇走出去的明星啊。没错，这秋梅小姐可是省城剧院的当红花旦，她的主打歌《变幻人生》可是霸榜了好长时间，她的人气自然没得说。这次我们老爷特意请来，是来当艺术大赛主持人的。马管家也是解释道。原来如此，
玉天禄点点头，对此他也很是理解。要知道，在他那个世界，不少有人气的综艺节目都是靠着明星来撑场面的，而这次的艺术大赛，为了夺人眼球，自然需要能镇得住场的明星。感谢各位来宾。秋梅拿着话筒，也是朝着台下深深的鞠了一躬，而那诱人犯罪的事业线也是引得台下阵阵尖叫。马管家这个中年男子也难免面色潮红，不过他突然想到自己身边的2个孩子，立刻自责起来。我这副样子，该不会给2个孩子树立不好的榜样吧？马管家这么想着，往旁边瞥了一眼，却见2个孩子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到底是男人啊，无论岁数大小，对于美女始终没有抵抗力。马管家这么想着，冷不防旁边颜月悠悠地飘来一句：马管家，你们这个舞台真是不错，形状像面包一样，似乎很好吃啊。听到此话，马管家差点没有撅倒。闹了半天，这颜月满脑子都在吃的上面，而玉天禄的话更让这个中年汉子大跌眼镜。马管家，这秋梅手里拿的是话筒吗？是话筒，怎么了？怎么了？玉天禄突然来了一句，它的原理是什么啊？原理？这原理我哪里知道啊？马管家也是一愣。玉天禄有这么一问，也是有他自己的原因。在他原来的世界，这话筒是用电磁感应原理，通过声音推动话筒里面的磁铁，进而产生变化的电流，通过声音电路进行放大。但是这个世界应该还没有发现电能作为能源，更不要说电磁的应用了。那这话筒能够扩大的声音又是从何而来呢？反正那个话筒的供货商是一家专门定制音响设备的厂家，那里的工匠可都是像画师来的呢。马管家想了想说道：又是像画师吗？玉天禄也是一愣，心道：看来这个世界的像画之力应该不是单纯存在人体内的力量啊，甚至可以被视为一种能源。但是这能源又是如何而来，又是如何运转应用的呢？自他觉醒像画之力后，玉天禄也经常思考这个问题，只不过他身处的环境无人能够解答。说到底，他没有系统的学习有关像画之力的知识。此刻的玉天禄又升起了对于像画学院的向往。看来要能够真正了解像画之力的真相，我必须去到那个地方。玉天禄暗暗下了决心。此时的他仿佛又变回了那个充满求知欲、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理工学霸了。好了，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此次艺术大赛的评委阵容吧。就在玉天禄陷入思考之时，舞台上的秋梅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牧羊镇艺术馆的馆长刘晓光先生。再次请大家欢迎国家艺术协会的特别顾问丁代女士。感谢上届艺术大赛的冠军获得者楚香林先生。每当秋梅报出一个名字，就会有一位艺术界十分有影响力人物起身向观众致意。还有就是这次艺术大赛的主办方马振北先生，请全体观众和选手们给予最为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一贯以来对于我们艺术界的贡献和支持。随着马振北的出场，现场也是爆发出最为热烈的掌声。玉天禄也是和现场广大选手一样，配合的鼓着掌。马管家，难道此次评审员只有4名吗？玉天禄好奇地问道。一般的评委应该会是单数，否则的话评判起来难免有失偏颇呀。玉小哥，你这句话倒是说对了，这次的评委当时不会是双数，所以还有1名评委还没有登场呢。马管家笑着回答。还有人没有登场？那这压轴登场的人应该很厉害吧？竟然比马老爷的面子还大吗？那是当然了，能够邀请到他们出场，这简直是不敢想象啊。马管家话没有说完，只见舞台上的秋梅也是向现场观众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好了，请大家安静一下，因为下面出场的这位评委嘉宾可是艺术大赛有史以来请到的最具分量的评审了。秋梅也是一脸严肃地说道。最具分量的评审，台下的选手们也是面面相觑。实际上刚才的那4位评审在他们的认知里面都已经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了，这压轴的嘉宾还能够压他们一头的话，那到底是何方神圣？在此我先卖个关子，现在我们有请这位神秘嘉宾登场。秋梅说着也是连忙让开一块空间，这让众人的目光更好地聚焦到了那位嘉宾之上。只见从昏暗的灯光里走出了一个瘦小的身影，等这位评委走到台前，在场的所有观众都是目瞪口呆，而更加吃惊的自然要数角落里面的玉天禄和颜月了。怎么是他？他竟然是最后压轴的评委。此人一身红衣，脸上也是一副稚气未脱的样子，如果不是刚才对烘托，观众们甚至会将他当成一个伴舞的小演员而已。原来他不是别人，正是几天前在市集上和玉天禄他们一起捞金鱼的女孩向小媛。只见他脸上带着微笑，牵起裙摆恭敬地朝台下行了个礼，那举手投足间高贵的气质尽显。不过这样的表现自然不会得到广大参赛选手的认可，甚至有的选手还以为是组委会和他们开的玩笑罢了。比方说玉天禄周边的几个选手还在那里小声议论，这个小丫头片子哪里来的？不会是那个重量级嘉宾的孙女吧？直至向小媛报出名号的时候，台下也是一片安静。鄙人向小媛，感谢各位前辈的厚爱，能够受邀参加此次艺术大赛的评审，实在是很荣幸啊。向小媛说这话的时候，也是再次微微欠身。向小媛，她姓向，莫不是省城向家的人吗？这下台下所有的参赛选手无不脸色大变。玉天禄看着向小媛也是惊愕不已，不过他倒不像那些选手，是因为向小媛的身份，只是有机会再次见到这个女孩，玉天禄的心中也是再次泛起了涟漪。马管家，请问这位评审到底什么来头啊？怎么大家都安静了呀？颜月也是试探性的问道。呵，没听到这女孩介绍自己吗？她可是姓向啊。马管家一捋胡须笑道，我看他们在说省城向家，这个向家到底什么来头啊？到底还是2个小屁孩，
竟然连省城向家都不知道，他们很有名吗？何止有名，这么和你们说吧，我们国家艺术界的半壁江山都是向家的。半壁江山，这是不是夸张了点？玉天禄说道。一点不夸张，以向家为我们华胥国玉天禄所在的国家所做的贡献，尊他们一声向半壁，一点也不过分。向半壁，玉天禄也是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要知道，在他那个世界，以半壁为绰号，多半是一种调侃。马管家见到玉天禄样子，以为这两个孩子不信，于是继续介绍起来。要知道100多年前，我们华胥国可是遭遇了列强围剿，几次对外战争失败，不得已签下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那个时候，这华胥国被称为殖民地，也是丝毫不过分。这个我曾经听爸爸讲过。后来我们国家崛起了一大批优秀的像画师，也是成功将侵略者赶出了我们的土地。颜悦说道。没错，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国家有不少国宝遭到了匪徒们的洗劫，下落不明。最著名比方说存放在华胥园的12守护神雕像，就被当时的侵略者给夺走了。而在这段时间，向家可是为了寻回这些国宝，不但出钱出力，甚至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向家那个时候的家主向卫璧发动全族之力寻找12守护神的雕像，在各大拍卖行不惜重金求购，还托各种关系将其运送回国，无偿的捐给了国家。现在12守护神的雕像已经寻回了8座，其中6座都是向家的功劳啊。马管家说这话的时候，脸上也是满是崇敬的心情。玉天禄和颜悦听了，满是恭敬之色。特别是玉天禄也是感同身受，他很能理解在当时那个环境之下，向家的不易。不过仅凭借这样的功劳，向家虽然能够受到世人敬仰，但也不至于位列华胥艺术界的泰山北斗行列。关键是他们的底蕴确实深厚。马管家继续说道，历史上的向家可谓是人才辈出，像什么大诗人、大画家那就不计其数。甚至有人说，华胥国1000年前的一段文化高峰就是源于向家的崛起。而在今时今日，那向家也是算是皇冠上的明珠了。现任家主向元鹤乃是国家艺术院的名誉主席，曾经多年在国际艺术评委协会担任要职。他本人也是流行的像画师，艺术方面的造诣在整个华胥国也是无出其右。马管家滔滔不绝说了一大堆，也是令玉天禄和颜悦对于向小元的家族背景有了新的认识。两个小伙伴互相看了一眼，不觉会心一笑，真没看出来那个捞金鱼的小元的来头竟然如此这般大啊。而与此同时，之前的几个评委，包括马振北在内，也是纷纷起身对着向小元鼓起掌来。同一时刻，全场的观众也是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个场面倒是出乎向小元的预料。虽然这向小元是名门之后，说到底也是不过是一个10岁的小女孩罢了，见到这种场面也是有些受宠若惊。各位前辈，你们这个样子可是折煞晚辈了啊。向小元也是连忙行礼道。那些评委见状也是连忙走到台上，特别是那个国家艺术协会的丁代，也是将向小元给扶了起来。向大小姐不必谦虚，我们这些人哪个不是向大师提携的？这是必要的礼数。丁代也是十分认真的说道。好了，向大小姐，这一次我们也是要好好领略下向家的风采啊，相信你必定是青出于蓝。马振北也是连忙道。此刻向小元心里也是沉甸甸的。以前在向家的时候，他也是见到过自己父亲的权威，只不过现在父亲不在身边，他才真正感受到了其他人对向家的崇敬之情。看来这次艺术大赛的意义非凡，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辱没了向家的名声。向小元也是暗暗下了决心。看到舞台上表现落落大方的向小元，穆林峰和管家雨舒也是频频点头。经历过这次考验，相信小姐以后也能独当一面了，实在是向家之福啊。雨舒也是感慨的说道。雨舒，我说这大赛还没有开始呢，小元需要历练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穆林峰连忙道。我说穆老师，虽然严师出高徒，但是你可不要对小姐盯得太紧了。知道了，这个你放心好了，我可是很有分寸了。以小元的天赋，估计用不了几年就能超越我了。超越您啊？您说的可是真的？您就瞧好吧。接下来的开幕式是秋梅引领的一波夺人眼球的劲歌热舞，这当然是要为即将开始的艺术大赛进行预热。于是选手和观众们也是将目光投向了舞台上的精彩表演。马管家的眼光自然在舞台上流连忘返，但是两个孩子的注意力当然都在向小元的身上。此刻的向小元站在舞台的角落里，正等着表演结束上台公布艺术大赛的内容。而在等待期间，向小元也是用目光搜索着玉天禄等人的踪迹。这小鹿他们不是也来参赛了吗？他们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向小元不愧是出身于艺术鉴赏世家，他的目光也是十分敏锐。仅仅10多秒钟，向小元已经锁定了角落里的玉颜二人，终于找到他们了啊！向小元心中也是一阵欣喜，到时候我倒要看看你们两个家伙能够给我带来多大的惊喜啊！小鹿，你看小元在看我们呢。颜悦也是惊喜的指着舞台上，小元，我们在这里呢。颜悦说着也是朝着向小元的方向频频挥手。玉天禄见状也是会心一笑。好了，各位观众，刚才本人的表演只是为这场艺术盛会预热而已，接下来大家一定都十分期待各位艺术大师的表现吧。秋梅也是笑着播报道。不过在此之前，就由我们尊敬的评委团来宣布此次比赛的规则和比赛项目吧。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评委天团登场。掌声中，由马振北领衔的评委团也是再次站到了舞台之上。这次虽然大家想众星捧月般的准备将向小元推向前排，但是向小元也是高情商的连连拒绝。各位前辈折杀晚辈了，我只是来学习观摩的，还是请几位前辈为主吧。说完，向小元也是往旁边一靠，此举也是惹来其他几位评委的好感。
不愧是项家的家主继承人，并没有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子，十分的谦逊有礼。项家也是后继有人了。于是占 C 位的便为了这里最有资历的刘晓光。好了，为了节约时间，我也长话短说吧。刘晓光清了清嗓子说道，这次艺术大赛类型不限，无论是雕塑还是绘画还是工艺品制作，乃至珠宝首饰等等，只要是和艺术范畴之内都可以制作。但是有一点必须切合这次比赛的主题。那请问刘馆长这次的主题是？这次的主题也是我们几个评委深思熟虑最终定下来的结果，只有2个字：英雄。英雄。此言一出，台下顿时议论纷纷。那再请问一下刘馆长，英雄这个主题有什么讲法吗？为了不约束各位选手们的想象力，只要是能够有足够说服力，证明自己的作品满足英雄的主题，就可以提交评审。不过比赛时间的话，只有8个小时。8个小时啊，这个时间似乎有点少啊。秋梅也是忍不住说道。要知道，艺术品可是需要精雕细琢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又要构思主题，又要以极高的素质完成作品，这对于艺术名家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办法，这就是这次比赛苛刻的地方。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时间不会阻碍一个真正艺术家的想象力的。丁代也是笑着说道。没错，上一届我也是只用了7个小时完成那幅万马奔腾图啊。楚香菱适时的秀了一把凡尔赛。那各位选手，现在评审们已经给出了这次的主题，大家稍事休息，接下来就要进行紧张的比赛喽。秋梅再次微笑着说道。英雄，英雄这个主题可大可小啊。玉天禄也是陷入了沉思。这英雄还不简单吗？颜月说道。小鹿你就制作个雕塑好了，比方说在战场上大杀四方的将军，这不是大英雄是什么啊？哪有这么容易啊？一旁的马管家说道。如果是这样简单的创意，就连评审的安慰奖都拿不到。真的假的？这样平平无奇的创意，我第一时间都想得到。那些艺术根本看不上眼的好不好？那怎么办？还是指望玉小哥吧。马管家也是指了指正在思考的玉天禄。此时的玉天禄也是进入了自己的思考世界，就差盘膝而坐，拿唾沫在自己的脑壳上来回揉搓了。只见那些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划定区域，估计过一会儿就要安排比赛场地了。小鹿，你可要快点想啊，这比赛时间可不等人啊。颜月也是十分焦急，这种事情是急不来的。马管家说道。我也观摩了好几届艺术大赛了，这艺术家可是讲究灵感的。灵感是什么？还吃吗？你这家伙怎么就知道吃？这灵感是艺术家经过日积月累的艺术创造，突然的灵光一现。只可惜在这方面是你们的短板啊。马管家也是叹了口气。忽然那玉天禄睁开了眼睛，有些兴奋地说道。看来可以试一下那个了。那个是哪个啊？颜月和马管家一起面面相觑。好了，你们就甭管了，等比赛的时候就知道了。玉天禄显得十分自信。不过比赛场地在哪里呢？颜月环顾四周道。虽然马府这块绿地面积足够大，但是就连普通人都看得出，现在的场地根本无法用于进行什么艺术大赛。特别是现在的布置完全用于开幕式，就算是建造速度再快的建筑队，要将这里变成合规的场地，怎么也要几天的时间。比赛的场地不就在这里吗？马管家随口道。就在这里。马管家，你就不要骗我这个小孩了。颜月不高兴地说道。这里哪里像比赛的地方啊？你这小孩子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你这什么急？过会儿会场就会布置好的。此时舞台上走上来一个身穿燕尾服的男子，快步走到向小圆的面前。玉天禄定睛一看，此君的胸前佩戴着一个4星标记的徽章。4星象画师。玉天禄也是颇感意外，而且看样子这个4星象画师似乎和向小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向小圆的家庭教师穆林峰。而当穆林峰出现之时，全场也是一阵哗然。这倒不是他们对穆林峰有什么意见，只是在牧羊镇这个穷乡僻壤，能见到一个像画师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一个如此高等级的4星像画师。穆林峰在观众的心目中就如同神一般的存在。穆老师，接下来就交给你了。向小圆也是对穆林峰道。好的，小姐，交给我吧。穆林峰欠身道。他究竟要做什么呢？全场观众也是诧异的看着这个4星像画师。只见舞台上那穆林峰微微一笑，紧接着他高举右手，似乎在聚集什么力量。众人的目光全都聚焦在他的手上。与此同时，只听得一阵地动山摇，整个大的都仿佛震动了起来。观众席的众人还以为是地震，纷纷站起身准备逃跑，谁知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他们牢牢按在座位上，根本就无法动弹。就在众人惊慌失措之时，舞台上的秋梅开口了。请大家不用担心，穆大师正在布置会场，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什么？布置会场用得着那么大阵仗吗？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地震呢。观众席议论纷纷。与此同时，整个场地开始发生巨变。只见以舞台为中心，旁边的绿地竟然被分割成一块块区域，地面升起无数的石块，仅仅一瞬间被巨大的力量碾成了齑粉。而这些粉末重新排列组合，很快又构建成了一道道墙壁。没过多久，一个个工作间已经拔地而起。现场的观众看到这一幕也是目瞪口呆，好恐怖的像画之力啊！只是4星像画师就能做到这种程度吗？玉天禄也是见识到了穆林峰的厉害，这样的力量已经堪比大型建筑队了。厉害吧？不愧是项家的人，竟然比之前我们请的建筑师还厉害。马管家也是感叹道。马管家，他也是项家的人吗？玉天禄好奇地问道。这位穆大师据说是那位项家大小姐的家庭教师。
马管家介绍道，他的职业是建筑师，不但像画之力的造诣令人尊敬，而且建筑和艺术方面也堪称大家。据说省城很多著名的建筑都是他建造的。这样啊，确实是一个厉害的角色。玉天禄点了点头，同时也感叹项家深厚的底蕴。不一会儿功夫，穆林峰也是放下了手，同时大地停止了晃动。此时再看这片绿地，已经彻底变了模样。一间间精致美观的工作室错落有致地排列在这片绿地之上，短短几分钟之内，竟然能够完成比赛区域的构建。那些观众们无不感叹这穆林峰的手段。马振北也是尊敬地看着穆林峰，连声赞叹道：“不愧是穆大师，这样的神技真让鄙人大开眼界。”马主席太客气了，举手之劳而已，算不得什么功劳。好了，既然会场已经布置好了，那接下来请选手们各就各位吧。比赛将在10分钟以后举行，请大家把自己准备好的材料搬进比赛场地吧。刘晓光也是大声宣布道。听了刘晓光的话，那些选手也是纷纷忙碌起来，他们大包小包的往自己的工作室里面搬东西，生怕浪费制作艺术品的时间。马管家，我们的比赛工作室在哪里啊？玉天禄也是发问道。这个吗？马管家说着也是拿出了一张比赛信息表，他看了看说道，你们的比赛号是032号，所以是第32间工作室，就在那里。马管家顺手一指，只见不远处有一间面积颇大的工作室，原来在那里。玉天禄转身对颜月说道，阿月，你帮忙把我们的材料都搬过来吧。好的，没问题。小鹿你先进工作室，我去就来。颜月说完也是一溜烟的跑出了会场。玉小哥，这烟小哥没有问题吧？马管家有些担心的说道。要知道今天早上马管家可是派了不少人，费了好一番力气，才帮玉天禄把所有的材料给搬到了马家。不过玉天禄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没问题，这点东西阿月一个人就够了，我先去看看工作室吧。玉天禄说完也是快步走到32号工作室门口，他轻轻推开大门，朝里面张望。只见这座精致的工作室里面十分宽敞，工作台、沙发、休息区域，甚至是盥洗室都是一应俱全。特别是墙面色调、采光等一些细节之处，穆林峰处理的都十分完美。玉天禄看到这一切，不得不感叹穆林峰的厉害。以我现在的实力，别说造那么大的会场了，就算是搭这样一间工作室都够呛啊。不过玉天禄并不气馁，年轻就是资本，他相信在自己不懈努力之下，总有一天他能够超越这个穆林峰。距离艺术大赛比赛正式开赛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评委们也是济济一堂，在穆林峰用像画之力构建的休息室里面休息。说是休息室，实际上在穆林峰的操作之下，这房子精致的如同私人会所一般。大厅四周雕梁画栋，家具精致不失简约，也是令在座的几位评委连连称赞。不愧是穆大师，这怎么是会议室呢？这简直是一座宫殿啊！马振北高兴地说道。马主席谬赞了，举手之劳而已。穆林峰道。好了好了，这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几个评委啊，可以先坐下来讨论讨论这冠军的归属啊。说话的人是上一届的冠军楚香菱。我说楚大师，这每一次艺术大赛都是藏龙卧虎，要确定冠军的归属似乎有些难度吧？刘晓光说道。刘馆长，此言差矣。正因为这大赛藏龙卧虎，所以我们在确定冠军归属的时候就要慎之又慎。楚香菱言道。楚大师说的有些道理，马振北也是深以为然。我们牧羊镇的艺术大赛虽然和其他大城市的比起来档次上存在差距，但是也算得上历史悠久的大赛了。所以为了确保这冠军的质量，我们最好先框定一些大热门吧。看样子马主席心里应该有框定的人选了吧？丁代也是看出了马振北的心思。不能这么说，不过为了提升这次比赛的质量，我确实特别邀请了几个比较出挑的艺术大师。马振北不动声色地说道，比方说德景镇的景天大师、田河市的紫璇姑娘，还有省城的长青大师等等。马主席，没想到这次请来的这些人无一例外的都是艺术界的实力派人物啊。听了马振北的话，向小媛忍不住起身说道，没想到向大小姐平常深入简出，这几位不显山不露水的大师您还认识啊？我记得这德景镇最擅长制作瓷器，而德景镇的景家在整个华胥国的瓷器水平也是翘楚的存在。而这个景天虽然刚过而立之年，那瓷器制作的水平也达到了大师级的程度，而且我记得他应该和刘馆长交情匪浅啊。向大小姐知道的不少啊。刘晓光笑着说道，实际上前几届比赛我就邀请景老弟出山了，他总是以水平不够推辞。这不，前2个月他刚刚成为2星象画师，所以我无论如何也是把他给拖过来参赛了啊。刘晓光说这话的时候也是眉飞色舞，看得出他对这个擅长做瓷器的景天很是看好。楚大师，我记得这田河市的紫璇姑娘好像和你有婚约是不是？向小媛继续道。听了向小媛的话，楚香菱有些不好意思了，这怎么话说的，让向大小姐见笑了。实际上紫璇是我的同门师妹，前不久她刚刚升为2星象画师，所以我鼓励她也来参加此次盛会。楚香菱连忙解释道，她在珠宝玉器上的造诣已经青出于蓝，比起我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那是当然，田和子家底蕴深厚，他们制作的玉器经常作为国礼送出国门，确实是大家风范。向大小姐谬赞了。最后一位，省城的长青大师，平生一心钻研绘画，进入2星象画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听说为了参加这次比赛，甚至连3星象画师的晋升评审都延后了，看来是志在必得呀。向小媛转向丁代道，丁大家，我记得这长青应该是您的高徒吧？不愧是向大小姐，了解得很是清楚啊。丁代也是笑道，这个长青确实是我不成器的弟子，平常总是醉心于绘画之中，其他什么事情也不管。他们家里
为此操碎了心啊。能够心无旁骛追求绘画艺术，这常青在省城绘画界的口碑爆棚，也是有其道理的啊。向小圆点点头，在向小圆一一辨识出这几个冠军候选人的身份之后，他的心里已经很清楚了。这次在牧羊镇举办的艺术大赛和其他内定的比赛别无二致，除非是涌现出今天的大飞马，否则的话，这冠军头衔自然会落在这三人的头上。不过也不能说人家暗箱操作，此三人的艺术造诣，放眼这次的参赛选手，无疑不是搞了好几个档次。要知道，除了这三人之外，能够达到2星像画师水平的是一个没有。更不要说此三者皆出自名门，底蕴比起其他野路子的艺术家那是深厚了不少。原本向小圆也是对玉天禄保有很多的期望，但是看到这豪强林立，也是为其捏了一把汗。而且就算是向小圆想要帮忙，碍于向家未来继承人的身份，他也不能做得太过火。万一玉天禄和其他三人作品差距太大的话，他也不可能为了自己的朋友弃向家的名誉而不顾。想到这里，向小圆的脸上不免多了些许阴霾。马振北这个人精也是看到了向小圆的表情，他还以为向家眼里揉不得沙子，可能对于这样的安排有些异议，所以他连忙出言道：向大小姐，您是否觉得我们推荐的选手是不是有些不妥呀？不是这样，正所谓举贤不避亲，能够有这样水平高的选手参赛，也是能为牧羊镇的艺术大赛增光添彩。不愧是向大小姐，能够理解我们的苦心就好。几位评委也是松了口气。不过各位前辈，我想说的是，如果在这届大赛真有黑马出现，又当如何呢？向小圆起身问道。这怎么可能呢？楚香林也是脱口而出，不过很快他意识到自己失言了，连忙解释道：我的意思是，我也研究过这次大赛的选手资料，要找到和这三位选手一个层次的对手，着实很难啊。不过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每一届比赛应该都会有爆冷的可能，就像上一届比赛一样，估计谁也不会想到楚大师能够脱颖而出，拿到最终的桂冠吧。这个楚香林心说，没想到向家的这个小丫头好生厉害，这拿我来举例子，这不是约束我评审之时对于子璇不能偏帮的太过分吗？一时间这楚香林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此刻还是丁代出来打圆场，我们这些艺术界待了这么多年，什么名利早已看淡了，这一次推荐这些人来参赛，也都是为了华胥的艺术界挖掘人才罢了。如果如向大小姐所说的，真有能够力压那3名选手的天才出现，我们自然会欣然接受。你们几位说是不是啊？那是。其他几位评审也是连忙附和道。一旁的穆林峰看到这样的场面，也是会心一笑，看来这小圆是想帮一把那个青鸾神鸟的制作者吧。就让我看看这个玉天禄到底有没有这么厉害吧。就在一众评委各怀心事之时，只听得一阵吆喝声打断了众人的思绪。来，各位借过一下，请借过，小心点啊。这声音如同炸雷一般响彻整个会场。到底什么人在大声喧哗啊？刘晓光听了也不禁皱了皱眉头。此时只见不远处有一座小山飞速朝着会场的方向狂奔而来，那是什么东西？丁代也是失声惊叫起来。而等那小山到了近处，大家这才揭开了小山的真面目，原来是许许多多制作工艺品的材料，诸如稀土、眼睛等高级材料，甚至还有浣纱、玉丝、锦棉等制作服饰的材料。不用问，这些应该是问灵纱借来的。评委们看着这些堆积如山的材料，也是有些纳闷，因为他们已经发现眼前材料品质可是不低，到底是谁搞出这么大阵仗呢？评委们也是互相猜测道。而最令人意外的是，背负着这座小山的竟然是一个身材魁梧但是脸却稚气未脱的小男孩。背着这么多的材料，他脸不红气不喘，声若洪钟，一阵大嗓门的呼喊也是让在场的参赛选手不约而同的为其让开了一条路。评委们也是面面相觑，这又是何方神圣啊？刘晓光看着这个小男孩也是纳闷不已，人不可貌相，这么多的材料，少说有数百斤之重，这么小的孩子怎么扛得动啊？马振北也是震惊道，同时他也认出了那个负重前行的小男孩，就是之前跟在玉天禄身边那个孔武有力的小子颜月。那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我看这小子应该是有象化之力吧，这点东西只要使用象化之力也能够轻松扛起吧。楚香林满不在乎地说道。不好意思楚大师，我可是从那小子身上没有感受到一丝一毫的象化之力啊。丁代淡淡道。没有象化之力吗？楚香林也是大吃一惊。确实没有。一旁的向小圆也是附和道，看起来这位选手应该是天生神力吧。天生神力，没想到这次的艺术大赛的确是藏龙卧虎啊。眼见着颜月没有象化之力，那些评委们也是放下了心，只要不会使用象化之力，就算力气再大又如何，做出来的东西依然难登大雅之堂。这三个暗箱操作的评委也是会心的点了点头。一旁的向小圆看在眼里，心中暗道，你们这几个家伙看来还不知道我这朋友的手段。向小圆也是想起几天前捞金鱼大战中颜月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的场景，不会象化之力又如何，而且有他在的话，他们双剑合璧，必然能够创造出比青鸾神鸟更为出色的作品来的。向小圆也是悄悄为两个新朋友加油。此刻场地中央也是掀起了滚滚烟尘，颜月也是风风火火的带着所有的材料来到了032号工作室门口。小洛，我把材料都搬来了呀！颜月邀功一般的大声嚷道。此时工作室的大门徐徐打开，玉天禄的声音也是传了出来，拿进来吧。听到玉天禄的话，扛着一大堆象化材料的颜月猛地一下将门给踢了开来。小洛，你看我这些材料放哪里喂？颜月话还没有说完，也是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只见偌大个工作室内，一个巨大的虚影一闪而过。颜月揉了揉眼睛，眼前除了他的好兄弟玉天禄之外，
也是空无一物。小洛，刚才的那是什么啊？颜月忍不住问道。还是差了一点，看起来要直接用像画之力画出实体，对现在的我来说还是有些困难的。玉天禄叹了口气，刚才那么大的巨人真的是你弄出来的？颜月一脸兴奋，乖乖，如果世界上真有这巨人，我相信他一定很厉害吧？不用问，应该又是来自你的那个世界吧？好奇宝宝，这回又给你猜对了，这个巨人在我们那里可是所有男孩子的偶像啊！玉天禄笑着解释道，只可惜我无法将其化为实体，更不要说展现它真正的威力呢。小洛，你放心好了，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将它化为现实的。对了，你这次是打算？我打算以它为原型制作雕像。那可太好了，如此威武的巨人一定会获得评委会的肯定。如果评委会都是你这样的就好了。玉天禄笑道，光凭这样的雕像，要想赢过那几个真正的像画师，那还是有点难度的。所以怎么样？所以我需要加一点东西，多一些变化，这样才能出奇制胜。小洛，我越来越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了。没事，山人自有妙计。不过阿月，过会儿你可要帮忙啊。没问题，交给我好了。但是我可不懂什么像画之力啊，我能帮什么忙？又不是没有像画之力就不能帮忙的喽。我可是要借助你的力量。我的力量？看着玉天禄的样子，颜月也是一副懵懂的样子。就在二人在032工作室埋头苦干的时候，其他工作室里面的选手也在热火朝天的进行着制作。001工作室里，楚香菱的未婚妻子璇真盯着一块巨大的玉批出神。身为田和子家的掌上明珠，这次自然也是选择自己最为擅长的玉器制作。上一次子家的传人楚香菱获得了冠军后，也是令田和子家也是在华胥国的艺术界争了一回脸。这次艺术大赛，田和子家也是势在必得，所以为了夺冠，他们也是花了血本，不但派出了子家年轻一代中最为出色的子璇参赛，就连这材料也是不惜血本。这块玉批原本是子家一直保有的几块最为珍贵的玉批之一，现在也是被拿来参加这次的比赛了。当然，玉批不会受到像画力的影响改变形状，所以子璇能够做的是在脑海中构建出一张玉雕的原型，然后用像画之力实体化刻刀在玉批上进行雕刻。这要求创作者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和像画力操控水平，而且需要不受外界干扰，还有相当好的定力。而子璇正是具备这些能力的玉雕大师。只见他盘腿坐在玉批面前，脑海里勾勒出想要制作的玉雕轮廓，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形象愈发清晰。很快，工作室内聚集起了一阵强大的像画之力，那一把把无形的刀开始了精工细作。如此强大的像画之力，也逃不过那几个评委的眼睛。而第一个感觉到的，自然是场内星级最高的像画师穆林峰。001号，我记得是田和子家的传人吧？穆林峰道，虽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但是这样的像画之力，这作品我着实期待啊！真是让穆大师见笑了，我师妹她的作品还是欠缺一点的。楚香菱连忙谦虚地说道。实际上她心中早已乐开了花，看样子这子璇已经在评委心目中有了加分啊。与此同时，018号也是升起了一股强大的像画之力，竟然和001工作室的像画之力不相上下。018我记得应该是刘馆长的朋友吧？穆林峰看了看一旁的刘晓光，哎，让各位见笑了。我这老弟平常醉心于瓷器制作，这像画之力方面的修业做的比较少，看起来应该比不过子璇选手了。刘晓光不动声色地说道。不过以他10多年深谙的瓷器之道，这次的作品应该不同凡响。此刻018工作室内站在中心位置的景天也是释放着自己的像画之力，而在他身旁的几十张桌子上放着一块块晶莹剔透的稀土，这是德景镇景家所特有的水晶稀土，不但品质极高，而且水晶般的光泽显得十分高贵。而且这水晶稀土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如果不是精纯的像画之力，就难以改变其形状。这对普通人可能比较困难，但是对于10数年经验的景天实在是不值一提。这不，在景天强大的像画之力影响下，桌在上的那些水晶稀土也是渐渐开始改变了模样。如果光是改变模样，那景天也没有太过人之处，但是那些水晶稀土变化的样子，竟然每个都完全不一样，这已经不是一心两用能够形容的技艺了。这景老弟的瓷器工艺绝对是一绝，他那一心百用的化形技法，等作品出来，大家就可以领略了，实在不是一般的选手可以匹敌啊。刘晓光一边说着，也是捋了捋胡子。楚香菱看了刘晓光一眼，脸上的笑容也是渐渐散去。好你个刘老头，竟然明捧暗贬，真是只老狐狸。楚香菱心中也是暗骂道。001和018工作室的像画之力确实是非同凡响，这样星级的像画师所施展的像画之力，无论是精纯度还是梯量上来看，实在是难得。穆林峰继续说道，不过这比起097号工作室来看，似乎还是弱上了一线。097号，刘晓光和楚香菱也是脱口而出，那不是绘画天才常青所在的工作室吗？这个小子，丁代故意说道，这个家伙又要走火入魔了吗？走火入魔，众人也是有些奇怪。我听说常大师的外号叫画魔，每当融入到绘画创作之时，整个人会有极强的代入感，然后整个人也是像着魔一样，有的时候甚至会伤害自己的身体。向小圆解释道，不过每次入魔后创作出来的画作，那是绝对精彩绝伦啊。此时097号工作室内，那个长青竟然漂浮在半空之中，他的面前是一块巨大的白色画布，不过现在上面空无一物。长青紧闭双目，像画之力从他体内源源不断的释放。实际上他已经到达了3星像画师的境界，白纸在他像画之力的影响下瞬间化作了齑粉。紧接着随着一阵清风吹过，那齑粉竟然又重新变回了白纸。如是几次，那画布依然洁白如新。
但是常青的样子却越发变得有些痛苦，他咬着牙，似乎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突然张开双眼，眼睛里早已布满血丝。他发出了震天的怒吼，如果不是穆林峰将工作室的隔音做得天衣无缝，常青那惊天的声音可是要把在场的选手和评委都吓一跳了。看来这一次还是这常青公子的作品更令人期待啊。马振北笑着说道。哼。刘晓光和楚香菱也是露出了不屑的神色。穆老师，你看那032工作室有什么动静吗？向小媛突然问穆林峰道。032工作室？一旁的马振北也是一怔，心中暗道，我记得这032工作室不就是那个玉天路的比赛号码吗？他什么时候和这项大小姐攀上关系了？032工作室，我来看看吧。穆林峰凝神聚气，片刻之后说道，大小姐，032工作室的像画之力怎么说呢？看着穆林峰有些欲言又止，向小媛也是着急地问道，穆老师，你就不要卖关子了，是不是不行啊？这个吗？穆林峰的脸上闪过一丝诧异的表情，那股奇怪的像画之力，我似乎从来没有感受到过。奇怪的像画之力，在场的评委们也是用异样的眼神看着穆林峰。实际上再强的像画之力，我都能够掌握他们的规律，包括那3个大热门选手。但是032工作室的那位选手，像画之力时强时弱，根本无迹可寻。我还真没有遇上这样的情况啊。穆林峰解释道。那032工作室的究竟是何方神圣啊？楚香菱也不禁问道。那个是我私人推荐的，也是我们牧羊镇的小选手了。马振北连忙说道。我们牧羊镇还有这样的选手，我怎么不知道？刘晓光纳闷道。我也是在前几天偶然间才发现，他只不过是一个孩子，这次本着培养新人的原则，让他过来感受气氛罢了。能被马主席看中，看来他应该不是什么泛泛之辈吧？丁代微笑着问道。只不过是一个6、7岁的孩子，平常跟他爷爷做瓷器雕像什么的，登不了大雅之堂啊。6、7岁的孩子，这么小吗？楚香菱也是脱口而出。他原本还担心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小家伙会成为黑马，但是听到这玉天路只有这个年纪，他悬着的一颗心也是落了下来。这艺术可不是修仙，能够靠着奇遇什么的一步登天。这个年纪，无论他怎么努力，就算是像画之力天赋异禀，也不可能成为大家。要知道，这对艺术的感悟也是经年累月的积累才会积淀成才的呀。刘晓光叹了口气，他也是给玉天路下了一个定论。刘馆长说的极是，不过据我所知，还是有少年天才的。丁代转过头看着向小媛道，向大小姐，我记得你上个月制作的稀土雕像祈祷的少女，可是拍出了1000万的天价吧？丁大师，您太抬举小媛了。向小媛连忙说道。丁大师，这有什么奇怪的？那可是向大小姐啊。楚香菱笑道。各位不用抬举我了，我想说的是，既然我能够跨过时间的鸿沟，那为什么其他少年不行呢？向小媛一脸认真的说道。向大小姐，你不要开玩笑了，那个032号不过是个山野小儿罢了，和你相比，真是乌鸦比鸾凤啊。楚香菱谄媚的说道。对于这种吹捧，向小媛自然是不屑的，不过现在他也不想辩解什么，他相信玉天路一定会给带来让他们大跌眼镜的作品的。一旁的穆林峰看在眼里，心中暗道，真没想到这大小姐对这个青鸾小子如此看重，难道他真的天赋异禀吗？时间飞逝，不一会儿功夫就已经4个小时过去了，甚至有些选手按捺不住，准备提前提交自己的作品了。报告评委，我申请评审。一个选手自信地说道。真是令人意想不到，这比赛时间刚刚过半，就已经有人提交作品了。秋梅也是高兴地说道，无论这作品如何，我们应该为这位选手的勇气鼓掌。这个人是范威大师吧？观众席上也是有人认出了这位选手。范威大师，我记得是一心像画师吧？他在雕塑上的造诣可是颇高，他这么快就完成了作品，看样子他应该很有信心吧。此时的范威已经站到了舞台中央，在他身后一块红布盖住了他的作品，而且这作品看上去个头还不小。范威脸上的表情显得十分得意，看来他对于自己这次的创作也很是满意。过了一会儿，丁代等一干评委也是聚集到了舞台中央。范威选手，你确定现在提交作品了吗？丁代看着范威，十分认真地说道，这时间还有半个小时，难道你不再加工一下了吗？不用了，尊敬的各位评委，我觉得我这作品已经够好了。范威显得颇为自信，各位评委应该知道，这艺术讲究一气呵成。我进入工作室后，灵感迸发，忘我的在里面创作，甚至忘了时间。当完成作品之后，我发现这才过去了一半的时间。我原本也想再进行加工，做到精益求精，但是我发现这作品真是添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这是我平生最得意的作品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去改了。说这话的时候，范威也是环视四周，台下的观众们也是看着范威，也是议论纷纷。这个家伙这么狂妄吗？不是狂妄，我感觉这范大师有这样的资本。听了范威的话，那些评委们不免皱了皱眉头，甚至连向小媛也是有些不信。这个范威也是名不见经传，不见得会有什么惊艳的作品吧。向小媛正想着，丁代也是率先开口了。既然范威选手已经下定决心了，那我们就开始评审吧。范威，你可以揭开红布了。范威点点头，也是转过身，猛地将红布给掀了开来。就让各位评委看一下我的杰作吧。范威说完，也是自信转身。此刻在场的所有人也都看到了范威的作品，一幅巨大的浮雕。原来是浮雕啊！只见一块巨大的大理石断面上被刻画出来一个古代的战场，无数的兵将在这无垠的战场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将军们意气奋发，指挥若定，身先士卒，士兵们奋不顾身，舍生忘死，冲锋在前。
范威也是将每个兵将都刻画得栩栩如生，个性鲜明。这场近乎于惨烈的战斗跃然纸上，也是令在场的观众们有身临其境之感。不愧是雕塑大师啊，能够在这大理石上雕刻也是不易，而且能够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雕刻到这种程度，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吧。我看范威大师怎么也能获得一个高分吧。台下的观众们也是对范威的浮雕赞不绝口，他们相信这件作品能够拿到一个很高的分数。范威，你这个作品确实很见功力。丁代慢悠悠地说道。不过不要忘了，我们这次比赛的主题是英雄，无论是什么样的作品都必须紧扣主题。我想请问，这浮雕如何体现这英雄二字呢？范威微微一笑，颇为自信地说道。这可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啊。我的浮雕刻画的就是一群战斗英雄，他们在战场上舍生忘死，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这样的人不是英雄又是什么？范大师的作品确实诠释了英雄这个主题啊。没错，我也是被那浮雕感染了，简直是热血沸腾啊。台下的观众一阵议论，看来这范威真的要长脸了。好了，接下来请评委给范威选手的作品打分。秋梅也是高声说道。那些评委又看了看浮雕，也是拿起笔在自己的评分牌上写下了自己的分数。不知道这范威大师气势磅礴的作品能够获得多少分数呢？让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吧。随着秋梅的话，众人也是把目光聚焦到了评委们的身上。可等评委举起评分牌后，整个会场也是一下子安静了下来。7分、6分、8分、7.5分、7分。范威选手最后的分数是 35.5 分。当秋梅报出这个分数之时，范威刚才还意气奋发的表情瞬间变得凝重了起来。要知道，这范威向来自负，他对于自己的这件浮雕作品也是自视甚高。他自认为完美无缺，评委打分不是10分满分的话，也应该给个9分、9.5 分之类的分数。这个均分7分左右的分数，可是令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我需要一个解释，为什么给我打这么低的分数？范威如同一个火药桶，随时就能爆炸。为什么打这么低的分数？丁代冷笑一声，范威，难道你自己还不明白吗？我明白。我怎么明白？是我雕刻技术不到家，还是怎么着？我就问你，这个会场里面的选手有几个能够制作出这样水准的作品的？范威大声吼道。如果不是参加这次比赛，你的这件作品确实也算是上乘，只可惜你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刘晓光冷冷地来了一句。你说什么？如果不是看在刘晓光一把年纪，范威可能当时就炸了。几位评委，我现在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么低的分我可是从来没有获得过啊。我说范威，看来这么多你年止步不前还是十分有道理的呀。楚香菱十分不屑地看着范威。你说什么？楚香菱，你嘴巴放干净点。范威也是大怒。实际上年龄相仿的范威和楚香菱差不多同一时间出道，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的天赋和实力也是相差不远。虽然楚香菱总是压范威一头，但是那个时候的舆论还是拿他们两个新人艺术家炒作成一时瑜亮一弹双璧。不过由于范威出生草根，楚香菱背后则是田和子家，所以没过多久两人的差距就被拉了开来。特别是当楚香菱拿到牧羊镇的艺术大赛冠军之时，风评也是很快将范威打落谷底。虽然在旁人的眼中，范威这个拥有一星象画师头衔的艺术家已经是高山仰止，但是在范威这个心比天高的家伙眼里，楚香菱才是他赶超的目标。现在被他最嫉妒的人如此嘲讽，范威如何受得了？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且你知不知道，刚才只有我念在以前一起出道的情谊给你打了8分。你说什么？这下范威也是彻底炸了，受到自己最为嫉妒人的怜悯，这对范威来说是极大的侮辱。在范威看来，这个评委团都对他满怀敌意，戴着有色眼镜给自己打低分，所以他用求助的眼光看向了向小媛。向大小姐，其他人的评语我是不会信的，我只相信向家的眼光。我想请你解释一下，我作品难道真的如此不堪吗？范威也是激动地说道。范大师请稍安勿躁，如果你不明白的话，我也愿意给你一个公正的解释。向小媛一脸平静地回答。全场观众也是把目光聚焦到了向小媛的身上，而其他评委也想见识一下这个年轻的向家继承人对于艺术的见识。面对众人的目光，向小媛倒是也不怯场，他看着范威，一脸认真地说道：范大师，如果我品评的不好的话，还请见谅。向小媛也是慢慢走到浮雕旁边，指着这些图案也是品评道：这块大理石缎面这材质也是十分难得，可以看得出范大师为了此次比赛也是精心准备了一番，而且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用浮雕将每个人物刻画得如此传神，相信范大师应该使用了比较高端的画像石刻技术。画像石刻，这是什么技术？这种技法我好像听说过啊。观众们又是一阵骚动。所谓画像石刻技术，就是用像画之力幻化出如液体一般的刻刀，然后在坯料表面进行如同腐蚀一般的雕刻技术。这对于雕刻者对于像画之力的控制以及雕刻技术是极大的考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能够比范大师运用画像石刻更好的，也不过是一手之术。原来如此啊，这范大师的技法确实精妙绝伦，非凡人可比。不过这么高超的技法，为什么只被打出这么低的分数呢？观众们再次向向小媛投出了疑惑的目光。如果这场比赛没有主题的话，单凭这雕刻技术，范大师足以竞争冠军奖杯。只可惜这作品的关键缺陷就是没有切题。没有切题，范威也是长大了嘴巴，这怎么可能呢？这次的主题不是英雄吗？难道我这浮雕所展现的战斗英雄不对吗？看着一脸疑惑的范威，向小媛也是摇了摇头。范大师，你似乎对于战斗英雄有所误解。虽然这浮雕确实展示了恢宏的战斗场面，但是我在上面可是感觉不到什么英雄人物啊。
向小元的表情显得十分认真。这些士兵，这些将军，难道都不是吗？他们英勇杀敌的样子，不是英雄，又是什么？范威据理力争道：“不好意思，范大师，他们还真不是。”向小元轻轻摇了摇头，虽然我年纪还小，但是也懂得战争无正义的道理。什么战争无正义？范威听了也是一头雾水。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诚然这些军士在战场上确实展现出了英勇的一面，但是战争本身只会带来灾祸而已。记得100多年前华胥国的战争，当时也是令整个国家生灵涂炭，老百姓更是深受其害。所以范威大师想以战争场面来展现英雄，恕我持保留意见。真是的，我以为这项家能够明辨是非，现在我看这艺术界的半壁江山真是言过其实啊。范威也是生气的说道：“范威，你这个家伙乱说什么话？”楚香菱也是生气的说道：“你自己不懂就不懂吧，不要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楚香菱，你说什么？范威，刚才向大小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此时丁代也是插言道：“你这浮雕技法确实炉火纯青，但是的确和英雄的主题不契合。所谓英雄，不是为了一己私欲而发动战争的军官，更不是在战场上满手血腥的杀人狂魔。如果你这浮雕展现的是当年华胥国的卫国战争，那就另当别论了。实际上，范大师，你这浮雕如果稍微改一改的话，应该可以更切题一点。”此时向小元说道：“稍微改改？我的浮雕还能改吗？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可以稍微修改一下吗？”这个范威对于自己的作品有着充分的自信，同时他觉得眼前的这个10岁上下的小女孩根本不可能达到他的水准，就算是向家的传人，也不可能改出更好的作品吧。于是范威说道：“向大小姐请便，如果你能够改好我的作品，那我范威心服口服，那我就献丑了。”向小元回头对穆林峰道：“穆老师，麻烦能不能借用一下您的刻刀？”“没问题，大小姐拿去用吧。”旁边的穆林峰心念一动，竟然直接用象化之力凭空造出来一把刻刀。这把刀散发着如水晶般的光泽，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大家都会以为这是一把真实的刻刀。观众们和评委们见状，也是对穆林峰暗挑大指。向小元随手握住刻刀后，立刻闭上了眼睛。与此同时，从他的周身也是升起了一股象化之力。这力量虽然远不及穆林峰，但是就连丁代这样的大师也不禁露出了惊讶之色。向家果然是底蕴十足，这象化之力很是精纯啊。丁代也是会心的点点头。向小元用象化之力凭空造出了一只无形的大手，大手一把握住刻刀，开始在大理石浮雕上进行艺术再创作。刻刀在大手的控制下，很快找到了浮雕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留白处。这里，范威也是一惊，因为他发现这个空白的角落似乎确实少了点什么。我怎么会疏忽了这里？实际上，这个失误也怪不得范威。要知道，平常制作浮雕的工匠一般都会在这个角落里篆刻上自己的印章，而刚才范威在雕刻浮雕之时，不自觉地将这个地方留了出来。范威陶醉于自己的创作之中，却把落款这件事情给忘记了。此时，只见那刻刀飞速地在留白处转动，不一会儿功夫，大理石的碎屑也是遮挡住了众人的视线。片刻之后，向小元收起了象化之力，同一时间，穆林峰的象化刻刀也是消失不见了。这个是……范威连忙看向了自己的浮雕，当看到原来那处留白的地方，整个人顿时如遭电击。不愧是向家大小姐，这个改动完全将这浮雕的利益提升了一个档次啊！刘晓光也是忍不住赞美道：“原来在那处留白的地方，向小元用刻刀又雕刻了一个士兵。士兵稚气未脱的脸分明地告诉观众，他只是一个仓促上阵的新兵。上战场的兴奋、恐慌的复杂表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在他的背后，则是一个受了伤的年迈老者。敌人刀眼看就要砍中老者之时，这个手无寸铁的娃娃兵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了对方的大刀，能够在战场上舍己为人，不顾生死。明明自己也只不过是一个孩子而已，却用稚嫩的肩膀肩负起了保护老百姓的责任。这样的士兵才堪称英雄。”秋梅动情地说道：“是啊，在残酷的战争之中，依旧有这样可歌可泣的英雄，实在是令人感动啊！”马振北不由得鼓起掌来。同一时刻，现场也是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怎么样，范威？现在你还有什么意见要发表吗？楚香菱揶揄道。楚香菱原本是想嘲讽羞辱范威的，谁知此时的范威脸上的疑惑已经消失，整个人反而豁然开朗。我明白了，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范威大声叫道：“这范大师莫不是疯了吧？”看着范威的样子，在场的观众都忍不住议论纷纷。不过站在范威面前的向小元却显得十分淡定。我太陶醉于自己的技艺了，却忽视外面广大的世界。我一直在乎技艺和象化力的提升，却忘记了身为艺术家的初心。范威感叹道：“范威大师，看来你真的找回自我了。”向小元也是欣慰地点点头。向大小姐，我要感谢你的提点，如果不是你的话，我自己还会在这错误的道路上一直前行。范威的目光满是真诚。好了，我要走了。要走？秋梅有些意外，范威大师这比赛还没有结束，你要走是什么意思？我是准备退出这次的比赛。范威挠了挠头道：“这样的分数，我怎么敢那些选手们竞争呢？不过不要紧，我会从头再来的。下次参加这艺术大赛，我一定会再来挑战冠军的。”说完，范威也是昂首阔步走出了会场。看着范威的背影，向小元也是点点头。此子不凡，他日必成大器。谁知这向小元一语成谶，若干年后，这个范威再次回到牧羊镇，再次参加艺术大赛，还斩获了冠军。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回到比赛中来，随着范威的抱憾出局，那些参赛选手也终于恢复了平静。连范威这样等级的选手都落选了，其他的人怎么敢提前提交作品？
于是，随着比赛结束的时间临近，已经有不少选手选择弃权了。有的人是发现自己的作品都比不上范威，所以早早放弃；有的人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出来，出去的时候还直呼这次比赛怎么那么难啊！还有一些选手面前拿出了自己的作品，亲自送到评委席，只可惜得到的评分都是差强人意，除了寥寥数人超过范威之外，其他人表现的一点没有竞争力。看到这些拿低分和离开的选手，马振北颇为担心地问道：“我说各位，这次的主题是不是有些太难了呀？”马主席你就放心好了，我们只不过是率先遴选出天赋选手罢了。刘晓光显得十分淡定，没看到还有几个冠军候选没有提交作品了吗？还有几个？你们说的是？马振北把目光投向那些依旧在忙碌的工作室。此时001号工作室里面的像画之力已经消失了，里面的子璇似乎已经完成了他的作品。片刻之后，一袭紫衣的子璇拖着一块用红布覆盖着的托盘，缓缓走了出来。看来001号子璇大师已经完成了他的作品，让我们看看这件作品能否得到评委的青睐呢？舞台上的秋梅也是大声说道。不一会儿功夫，子璇已经拿着他的作品放在了评委前的展示台上。子璇看了看正朝着他微笑的楚香菱，脸上满是自信。看起来璇儿这次的作品一定能打高分，我们夫妇拿下这艺术大赛的冠军，这也是一段佳话啊！楚香菱已经开始畅想自己给子璇颁发冠军奖杯的场景了。子璇大师，接下来请您展示一下您的作品。秋梅出言道。子璇点点头，他本来就是一个惜字如金的厨子，所以并没有搭腔，只是按照秋梅所说展示了自的作品。不过他并没有直接揭开红布，而是催动像画之力，一瞬间那无形的力量也是令那红布腾空而起。那红布之下的作品顿时释放出耀眼的光芒。由于现在的时间已经到了夜晚，光芒显得格外耀眼。舞台之下，观众们也是睁不开眼睛。光芒散尽之后，众人这才看清那展示台上的作品，原来是一座用白玉雕刻成的美人雕像。这美女的面容刻画的惟妙惟肖，绝世的容颜配上婀娜的身姿，可谓是相得益彰。不过这玉美人并没有惯常刻画美人舞蹈姿态，而是双手托举着什么东西，而在她的周围竟然悬浮着无数的用玉雕刻成的云朵。这刻画的究竟是谁啊？马振北忍不住问道。不过这还没有完，只见刚刚盖着玉美人的红布缓缓落下，子璇眼波流光，又是一股奇妙的像画之力释出，在空中将那红布撕成了无数的红色细丝，如同雨点般洒在了玉美人的身上，如雪如花。这般看似随性的点缀，也是为这个玉美人更添某种别样的风情。台下的观众平生静气，一时间也被这美轮美奂的雕像给震慑到了。不愧是被誉为田和子家的传人中最有天赋的一位，这件玉雕作品没得说，绝对是巧夺天工，极为出色的作品。丁代这个评委席的风向标也是频频点头。一旁的楚香菱见状，心中也是为自己的未婚妻赞赏不已。不愧是子璇大师，这尊玉美人果然是不负众望。接下来我们请评委们来品评一下吧。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几位评审。秋梅也是连忙道。子璇大师，这块玉应该是田和子家的紫星玉吧？向小媛微笑着问道。不愧是向大小姐，果然好眼力。子璇点点头道，这就是我们子家的紫星玉，这就是传说中的紫星玉啊。秋梅连忙接过话茬道，我听闻这紫星玉乃天上落下的陨石里面发现的玉矿提炼而成。没错，所以这紫星玉可谓是极其稀有。向小媛介绍道，这紫星玉雕琢出来的玉器，无论是其材质还是价值，都堪称玉中顶级。而且这紫星玉有一个最大的特性。最大的特性？什么特性？秋梅趁热打铁问道。可能这紫星玉来自于天外，似乎不太容易受到像画之力的影响，但是这紫星玉又十分脆弱，如果用其他工具进行雕刻的话，很容易就将整块玉坯给破坏了。向小媛解释道，所以要成功将一块紫星玉坯变成一件艺术品，本身就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任务。原来是这样，经过向大小姐这样一介绍，我们大家也是茅塞顿开啊。原来这紫星玉还有这么多门道啊！如果单论这件作品的工艺，用巧夺天工来形容，那是再合适不过了。丁代也是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对于如此难处理的玉坯，看来子璇你应该用了你们家族的水石刻刀吧？这水石刻刀又是什么啊？秋梅好奇地问道。所谓水石刻刀，就是利用像画之力控制水对玉坯进行雕刻的一种技法。向小媛解释道，鉴于紫星玉如此脆弱，采用至柔的水来代替普通刻刀进行雕刻，是再好不过的方法。然后再配合像画之力，控制水在玉坯表面进行雕刻作业，以此来让紫星玉成为最顶级的艺术品。不过据我所知，这种技法对于雕刻者，无论是雕刻技艺，还是控制像画之力的精准度，都是极大的考验。丁代看着子璇接着说道，我认识几个掌握这种技法的艺术大家，无一不是年过半百的大师，还有好几个是你们子家的前辈高人。你小小年纪竟然也已经掌握了这个技法，真可谓是青出于蓝啊！两位评委过奖了。子璇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已经十分平静。不过子璇大师，有件事情不要忘了。刘晓光此刻皱了皱眉头，我们这次比赛的主题是英雄，你这雕刻了这样一个美轮美奂的美女，似乎和这一主题完全不搭边啊！不知道子璇大师对此有何解释呢？刘馆长问得很好。子璇轻启朱唇道，谁说我没有诠释这个主题呢？难道说只有男人才能成为英雄的代表吗？这个子璇你的意思是？刘晓光也是一惊。没错，我这次作品所展现的是一位女英雄。子璇平静地说道，而且应该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女英雄。耳熟能详的女英雄？子璇大师，我想您所指的女英雄应该是上古神话中的我们华胥国之母华胥吧？向小媛笑着问道。没错，我展现的就是华胥之母。
紫璇继续解释道：“神话传说中，华胥之母不但人类，还在这片大陆建立古华胥国。在华胥之母的庇护下，华胥国的子民安居乐业，在大陆上不断繁衍生息。只可惜那个时候，华胥国的子民却没有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甚至有些人狂妄自大，不但不敬神，还做出了惹怒上天的举动。于是众神准备降下神罚，将整个华胥国给毁于一旦。就在华胥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华胥之母站了出来，她愿意以自己身体来承担上天降下的神罚。一场腥风血雨袭来，华胥之母身体护住了整个华胥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承担她自己子民的过失。紫璇也是用动情的声音诉说了这一段令人神往的神话。他回过头看着刘晓光，问道：“刘馆长，你说这华胥之母算不算是英雄？”这个刘晓光无奈地叹了口气：“我说紫璇啊，你都把华胥之母给搬出来了，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吗？璇儿，你这次的作品完全符合英雄的主题，看起来你没有辜负紫伯伯的希望。”看着紫璇，楚香菱也是动情地说道。看到自己未婚夫炙热的眼光，饶是紫璇这个冰山美人，脸上也泛起了红晕。好了好了，接下来就是最为重要的打分环节了。秋梅连忙说道。很快，评委团给出了分数：9.5分、10分、9分、9.5分、9.5分，总分47.5分，一个相当高的分数。不用问，那个10分自然是楚香菱打给紫璇的。之前所有提交作品的选手分数，没有一个超过40分的。紫璇这高分一出，也是拉开了断崖式的差距，一跃成为了夺魁的大热门。看到这么高的分数，身为评委之一的向小媛也是不自主的朝032号工作室那边看了看。此时夜幕已经降临，工作室里面早已亮起了灯火，看样子玉天禄依旧在里面忙碌着自己的作品。小洛，你要加油啊！向小媛暗暗祈祷。很快，另外2名冠军的热门候选人景天和长青也是完成了自己的作品。景天的作品是用水晶稀土制作的百形陶瓷雕像，景天一心百用的技法在这件作品上发挥的淋漓尽致。在巨大的沙盘上，各式各样的人偶陶瓷雕塑勾勒出一个宏大的场面。我所展现的是当年华胥国当年所遭受的100年一遇的大洪水。在那场天灾面前，人类原本应该是十分渺小的，但是我们华胥国的子民以大无畏的精神和这天灾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斗，最终排除万难，终于将战胜了这场灾难。景天侃侃而谈，也是将自己的作品介绍得很详尽。刘晓光听了，自然是不住的点头。万众一心抗击洪灾，看样子景天老弟的作品里每个人都是英雄啊。没错，也许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超级英雄，但是只要大家携起手来，我们必定能够创造出我们华胥国自己的英雄。景天意气风发地说道。而景天的话掷地有声，引得在场的观众齐声喝彩。景天大师作品的立意相当高啊，就连丁代也不由得暗叹一声。而且水晶稀土比起紫星玉的加工难度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心百用和水石刻刀在艺术技法上也不相伯仲，这打分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最后景天的得分为48分，竟然比紫璇还高了0.5分，硬是压了他一头。楚香菱虽然心有不甘，但是连他也不得不承认，这景天在陶瓷制作方面确实可以称得上顶尖。接下来就轮到了长青，此刻的他脸色苍白，双眼血红，仿佛是刚刚经过了一场大战一般。他的画作被盖上了白布，有2个助手抬着缓缓送到了舞台之上，而长青自己则是刚才作品后面。这是怎么回事啊？看到长青这样的状态，马振北好生奇怪。不好意思，马主席，这是我这个关门弟子的老毛病了。丁代叹了口气。我听说这长青公子可是有画魔之称啊。向小媛说道，他似乎能够以情入画，使用近乎于失传的神识会，看起来向大小姐对于这神识会也很了解啊。我只是听家父曾经提起过，据说这神识会是将自己的精神力和象画之力相结合来进行绘画的画技，以此画技创作的画作能够将人物和景物刻画的传神万分。没错，只不过我这个关门弟子有个毛病。丁代解释道。什么毛病啊？马振北好奇道。就是一旦使用神识会作画，这个家伙就会全情投入，甚至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很多时候不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不罢休。原来如此，不过这次只有几个小时，应该不会有问题吧？丁代摇了摇头道，反而问题更大了。原本几天的画作要在几个小时之内达到最高的水准，估计长青这小子又开始压榨自己的生命力了。这个小子，这次比赛完我非得让他进化半年不可。看得出丁代表面上责怪长青，但实际上对于这个关门弟子爱护有加。好了，长青大师，能否让我们见识一下您的英雄画作呢？秋梅微笑着说道。可以，不过还请你帮我接一下吧。长青不好意思地说道。实际上我连手也抬不起来。长青说完，脚步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幸亏一旁的2个助手反应很快，一下子扶住了他，这才不至于让长青出洋相。看起来这个画魔又把自己搞虚脱了。楚香菱小声嘀咕道，看样子他这次的作品应该会十分惊艳吧。秋梅小心翼翼地将白布揭开，可当白布揭开之后，全场一片哗然，因为在白布的后面是一块洁白如雪的画布，根本就没有任何图案在上面，更不要说什么英雄主题了。我说长青大师，你是不是拿错东西了啊？这块白布不会就是你的作品吧？楚香菱皱着眉头道。不，这就是我的作品，我没有拿错。长青淡淡道。没有拿错？上面可是什么都没有啊。楚香菱笑道。你该不会是想用类似皇帝的新装一样的骗局来忽悠我们吧？楚大师，你此言差也。
此刻向小圆说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的的确确是用神识会做出的绘画。现在这画面没有展现出来，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时间还没有到。”除了丁代之外，其他几位评委也是面面相觑。要知道，这绘画可不是他们擅长的领域，更不要说神识会了，他们可是完全不了解。那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画面呢？大家可是很期待，这什么神识会啊？下面的观众有些等得不耐烦了，请大家少安勿躁。向小圆清了清嗓子解释道：“这神识会是需要一种自然力量来催动，才能呈现出其真实样貌来的。关于这一点，还需要长青大师告知我们。”众人重新将目光投向了脸色苍白的长青。长青咳嗽了一声，缓缓伸出右手，指了指满天繁星的夜空。夜空，这是何意？秋梅依然一头雾水。长青刚想解释，又是忍不住一阵咳嗽。看起来刚刚的画作确实耗费掉了他太多的精神力，能够撑着走到这里，已经是很不容易了。长青，你快点坐下休息。看到自己的爱徒这副模样，丁代连忙招呼道。于是几个工作人员立刻拿过来一把椅子，旁边助手也立刻把颤颤巍巍的长青给扶着坐了下来。我想长青大师想告诉我们的自然之力，应该是指月光吧？向小圆微笑说道。月光？这月光能做什么啊？楚香菱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连刘晓光也是皱了皱眉头。而且这个天似乎没有月光啊。可当刘晓光话音刚落，却见天空中一朵乌云渐渐散去，一轮皎洁的明月慢慢从乌帐之中现出自己的真身。与此同时，那温柔的月光如同事先说好一样，从半空中直射下来，正好照到了长青那白色的画布之上。终于原本空无一物的画布起了变化，上面渐渐的被不同颜色逐渐勾勒出些许轮廓来。众人都将目光投向那块神奇的画布，只见那如水的月光像是一个画师在这画布上作画一般，画布上的图案跟着月光照耀的轨迹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大家这才看清楚这神识会的真正模样。只见一个英俊伟岸的男子跃然纸上，在他周围则是茫茫一片火海。男子双眼炯炯有神，此刻他正好抬起头，似乎正在看着空中的那轮明月。这个男人究竟是谁啊？为什么看得这么眼熟啊？楚香菱和刘晓光都看着画布上的男子，有一种不安渐渐在他们心中萌发。就在此时，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只见那画布上的男子竟然腾身而起，从画布上飞了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在场的观众都被这样的情景给震慑住了。画布的英俊男子目光汇聚到了明月之上，而那太阴似乎在回应男子，一抹月光挥洒下来，竟然幻化出了一座桥梁。空中的男子点头回应，毫不犹豫地踏上了这座月之桥梁。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一步一个脚印向上攀登。男子慢慢升空，似乎来到了天的边缘。他回头看了看下方的故土，深邃的眼眸闪过一丝留恋，令现场的观众无不动容。紧接着他毅然转身，踏出最后一步之后，整个人也是消失在这无垠的夜空。整个现场陷入了沉默，在场的所有人都似乎陶醉在刚才那如梦似幻的场景之中了。许久没有人出声，最终一个声音打破了现场的沉寂：“这应该不需要再比了吧？”马振北咳嗽了一声：“我总算领略这神识会的风采了，竟然能够将画布上的场景展现在这空间中，如此技艺实在令鄙人叹为观止啊！”马振北此话一出，台下立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此画技乃是神乎其技，实在是无与伦比的作品，简直像梦境一般，我到现在还没有回过神来呢。观众们也是附和着马振北。长青大师的神识会确实尽得丁代会长的真传。不过在下还有一个问题。此时楚香菱出言道：“这幅作品如何诠释英雄这一主题呢？”这个确实啊，在场的观众再次疑惑了。这个问题就交给我来回答吧。向小圆起身再次接过了话茬。其实刚刚长青大师神识会中所刻画的男子，应该是我们华胥国神话中的英雄岳寒武。岳寒武，神话中岳寒武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为了整大地苍生，杀败了不少荼毒人间的恶魔野兽。不过到了最后，当恶兽被杀绝之后，岳寒武感觉自己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英雄没有了对手，似乎他的价值逐渐消散。人类是健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岳寒武的英雄事迹逐渐变得模糊起来。但岳寒武并没有怨言，因为他有了一个新的目标：我要去往那里，成为第一个登陆月宫的人。岳寒武向天起誓，是要完成这个宏愿。为此，岳寒武走遍了山川大地，去寻找奔月的方法。期间，他也一路锄强扶弱，行侠仗义。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岳寒武在天之尽头得到了上天的启示：大地之火燃烧之时，弃我神魂，重塑精魄，飞升太阴。这启示的含义就是告诉岳寒武，只有舍弃生命，才能到达月宫，到达其理想的彼岸。面对这生死考验，岳寒武依旧没有犹豫，他默默进入了大地之火最为肆虐的天地火山之中，化为了神魂，一飞冲天。那一刻，大地上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英勇的身姿。虽然只是神话，但是可以这么说，他的一小步即是人类的一大步。如此登月英雄，我相信应该完全符合这次比赛的主题吧。向小圆绘声绘色地将这一段英雄史诗讲给了众人，在场的观众再次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而大家看着座位上近乎于虚脱的长青，不由得肃然起敬。感谢长青大师带给我们如此梦幻的作品。接下来请评委团给这幅画作打分。秋梅把难题也是抛向了评委团。这个吗？刘晓光和楚香菱对视一眼，心中满是苦涩。原本他们是准备按住景天和紫璇一把的，但是看到长青近乎于完美的表现，他们也不敢给其打低分，否则的话，如此黑幕必定会让他们在这个艺术界声名狼藉了。雪儿，你这次可不能怪我了。楚香菱无奈地叹了口气。
最后评委团斟酌再三，最终给了常青这个作品49分的高分，直接攀升到了第1位。而令人吃惊的是，刘晓光等3人都不约而同地打出了10分满分，反倒是常青的师傅丁代以及一直给予神石会极高评价的向小媛却给到了9.5分。2位女评委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给常青大师满分的高分呢？秋梅微笑着把这个难题抛给了2位女评委。实际上，除了现场的观众之外，常青也想知道这个答案。身为丁代的关门弟子，他自觉尽得丁代神石会的真传，所以他很想知道没有获得满分的缘由。这个问题能不能让我来回答呢？向小媛自告奋勇地举起了手。丁代点点头，也是让开了身位。众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向小媛身上。实际上，从技艺上来讲，常青大师的神石会实在是无可挑剔，而且对于英雄主题的诠释亦是整场最佳。我实在想不出用何种词汇来形容这个作品。向小媛动情地说道。那为什么向大小姐不给这个作品以满分呢？秋梅追问道。如果用挑剔的眼光看待这件作品，唯一能够算得上瑕疵的，就只能是神石会这技艺本身了。什么？难道这神石会本身有缺陷吗？不，我不是说神石会技艺有问题。作为华胥国艺术界5大神级技艺之一，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呢？只不过什么？只不过欠缺了一些新意罢了。此时，丁代接过话头说道：“师傅。”常青看着丁代，表情复杂。常青，你不愧是我最优秀的弟子，我以你为荣。丁代严肃地说道。但是我却不得不说，你的神石会依然没有青出于蓝。你今天能够做到的，我也能够做到。台下的观众听了丁代的发言，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啊，看来确实有这个问题呢。还是师傅了解徒弟，看起来常青大师的神石会还是缺一些火候。常青的样子略显激动，不过当丁代一盆冷水浇下之后，他很快恢复了平静。师傅，您说的不错，我相信如果是您的话，一定能够做得更好。常青谦虚地点了点头。常青，你不用在意，在我看来，你的天赋以及对绘画这一道的渴求和执着远在我之上，假以时日，你必定会超越我的。丁代也是鼓励道。好了，看起来这真是一场大团圆的结局啊。秋梅微笑着再次走到了舞台中央，现在常青大师的总分已经来到了第1的位置，看起来这次艺术大赛的最终冠军已经新鲜出炉，就让我们一起祝贺常青大师吧。秋梅说完，也是准备招呼台下观众一起给常青鼓掌。可就在此时，向小媛脸色一变，开口道：“秋梅姐姐，我想你似乎忘记了一件事情吧？”忘记了事情？秋梅吃惊道：“我忘记什么事情了？”此刻就连其他评委也不解地看着向小媛。向大小姐，我看常青大师的冠军应该不容置疑了啊，就连我也觉得他的冠军实至名归啊。楚香菱道。大家都忘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比赛时间还没有到，还有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所以比赛并没有结束，冠军归属还未有定论。大家没看到还有选手没有提交作品吗？向小媛平静地说道。什么？你说还有人没有提交作品？一众评委有些不相信的往场地内一看，果然在偌大的广场上依旧有一个工作室还亮着灯火，里面的选手似乎还在为作品做最后的冲刺。那个是032号工作室的选手吗？秋梅抱歉道。不好意思，是我工作失职了。032号工作室，我记得好像是一个未成年选手吧？楚香菱皱了皱眉头，我记得叫什么玉天什么的吧？他叫玉天禄。向小媛特地拉高了声调。玉天禄。丁代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他转头看向了旁边的马振北和刘晓光道：“我记得这个小朋友应该是牧羊镇的代表吧？”没错，他还是我以外卡的形式推荐的。马振北不好意思地说道：“我就是觉得这孩子天资不错，所以让他来这里感受一下比赛的气氛。”在比赛开赛之前，马振北原本确实希望玉天禄能够挑战一下领奖台，不过等正式比赛的时候，马振北这才发现此次艺术大赛的规格比之前几届都高出了不少。不要说现在占据积分榜前3的几位大神了，就是刚刚被淘汰出局的范威，在马振北看来，玉天禄也不可能比得上外卡形式的选手啊。其余3名评委皱了皱眉头。马主席，虽然这艺术大赛确实是您筹办的，您自然有权利把外卡授予每一个人，但是给一个初出茅庐的孩子，是不是有些过了呢？楚香菱不悦地说道。您也看到了这次艺术大赛的选手，可都是发挥出平生所学的佼佼者，我就是怕这个孩子的自信心受不了打击呢，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是我越界了。马振北额头直冒冷汗，面子也有些挂不住。我只是想提升一下我们牧羊镇的艺术水平，现在看起来确实有些欠考虑。向小媛怎能容忍有人诋毁自己的朋友？他于是立刻开枪道：“楚大师，您这话我觉得才是真正的越界啊！向大小姐，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楚香菱这下也吃了一惊。艺术是最为纯粹的东西，对于艺术的领悟不能和年龄划等号的。而且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就妄下断言，这是对选手的不尊重以及对艺术的蔑视。向小媛的话掷地有声，令楚香菱一时间也无从反驳。好吧，是我唐突了，那我们就耐心等待着玉天禄的作品吧。楚香菱只能连声抱歉。不过嘴服心不服，楚香菱对于玉天禄依旧嗤之以鼻。这个小地方来的野小子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作品啊？亏你向大小姐对他期望那么高，到时候说不定被这场面吓得哭鼻子呢。楚香菱心中暗道。而和楚香菱有一样想法的，除了舞台上的评委之外，台下的观众们也都是不谋而合。他们已经把常青视为冠军得主，都开始埋怨玉天禄怎么这么磨叽和不识时务。不过032号工作室里面人影依旧在不住的晃动，同样令外人不好再说什么。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终于到了比赛的最后时刻了，我看那小子可能完不成作品了吧？楚香菱忍不住笑道。可谁知他话音未落，就听到032号工作室里面传来了一个稚气未脱的声音：“我完成了。”而紧接着比赛结束的钟声响起，玉天禄在最后时刻提交作品成功，总算是赶上了。评委席上的向小媛终于如释负重。好了，032号选手在最后时刻完成了他的作品，那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鉴赏一下这位神秘的天才少年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美的享受吧。秋梅试图再次调动起大家的热情，只可惜现场的掌声依旧稀稀拉拉的，看来这群有见地的观众并不会为一个稚童买账。此时032工作室的大门被推开了，一个瘦小的身影从里面显露了出来，观众和评委们这才看清楚这个参赛的小选手。玉天禄只不过6、7岁的年纪，在这个宽阔的比赛场地内更是显得有些矮小。这就是那个牧羊镇的小选手吗？这也太小了吧，他能做出什么来啊？玉天禄甚至还没有迈开步，周遭报以他的就是一阵嘲讽。而此时就连舞台上除了向小媛以外的其他评委都向他投来怀疑的目光，这个小家伙到底做出什么东西来了呢？楚香菱小声道，反正无论是什么，根本不会对比赛结果产生任何影响的。好了，阿月，快点出来吧，不能让评委们等太久啊。玉天禄回过头冲着工作室里面喊道。不多时，里面走出来一个比玉天禄高一个头的男孩，这是和那个玉天禄一起来的孩子，应该是他的助手。马振北介绍道。此时的颜月和玉天禄相比显得凄惨了不少，只见他浑身上下满是颜料和各种各样的粉末，不知道的话大家还会把他当成那个参赛的艺术家呢。小陆，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合着吃灰的不是你啊？颜月立刻埋怨道。原来刚才制作过程中，颜月也是尽心竭力帮助玉天禄，只可惜由于太过认真，倒是没有注意到一个装满颜料的盆子掉落下来，玉天禄想要去接也是来不及了。最后颜月只能顶着一个七彩机关头从工作室里面走了出来。好了好了，你看到观众们都等得不耐烦了吧，我们还是快点上去吧。玉天禄拍着自己好兄弟的背催促道。颜月一边走看着周遭异样的眼光，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于是他小声问玉天禄道，我说小陆，要不我还是不去了，反正我也不是什么艺术家，你看这些家伙看我的眼神实在是。阿月呀，阿月，你平常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吗？他们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你怕什么啊？玉天禄笑道，而且这次的作品不是你帮忙的话，我也不会做得这么完美，我希望你和我一起登上冠军的宝座呢。冠军？颜月也是吃了一惊，不过很快他又恢复了平静。没错，我们这件作品一出，无论什么大师都瞬间秒成渣渣。很快玉天禄和颜月已经登上了舞台，他们二人也是看见了评委中间的向小媛，不过在这种场合之下，他们也是默契的没有相认。而目前的前3名常青等3人也都站在舞台上等待着最后结果。两位选手，你们的作品呢？秋梅看着双手空空如也的二人也是心生奇怪。我就说了吗，两个小屁孩罢了，怎么会有什么作品出来呢？楚香菱不耐烦地说道。而刘晓光用严厉的眼神看了看颜月的机关头，也是十分不客气地说道，你们不要告诉我们在最后的最后由于意外你们的作品毁于一旦。刘班长，他们只是孩子而已，您不用这么苛刻吧。马振北连忙出面打圆场，要知道玉天禄可是他推荐进来的，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他这个主办人也不好交代啊。谁说我们没有作品的？颜月高声嚷道，作品我们当然做好了。做好了？那他在哪里呢？这个嘛，玉天禄用眼光瞟了一眼旁边的向小媛，向小媛会心一笑，也是令玉天禄信心十足。不好意思各位评委，由于我的作品实在太大了，我没有办法把它搬到舞台上，所以只好请各位一起去现场实地看看了。玉天禄解释道。太大了？有多大？这次就连丁代也是一愣，我这艺术品之大，一个工作室装不下。玉天禄随口道，所以如果几位评委想要欣赏我的作品，还请移步到032工作室那里去哦。还要走下去看？几位评委颇为怀疑的面面相觑，这个要看一个名不见经传小子的作品，这些评委似乎感觉面子上有些挂不住。而向小媛倒是很配合，他露出一副大度的样子说道，那就带我去见识一下这比房间还大的作品吧，多谢向大小姐赏脸。玉天禄弯下身子伸出手来做出了一个邀请的手势。你这小子太放肆了吧。楚香菱心道，你以为你是谁啊？不知道哪里来的野小子，你以为向大小姐会睬你吗？谁知楚香菱这么想着，那边向小媛握着裙摆竟然给玉天禄回礼，然后他十分大方地牵起了玉天禄的手，走，我们一起瞧瞧去吧。顶着孔雀头的颜月笑着说道。于是两个男孩一左一右陪着向小媛朝着032号工作室走去，观众和选手们十分默契地朝两边分开，为3个人让开一条通路。这小子胆子可真不小啊，怪不得能够得到小媛的垂青，果然是个妙人。穆林峰莞尔一笑，也是快步跟了上去。这楚香菱此刻的脸被打得啪啪作响，而此时其他评委自然也是走了过去，无奈之下楚香菱也只能硬着头皮跟上。此时舞台的灯光也适时跟上，把处于场地边缘的032号工作室映衬成了瞩目的焦点。不一会儿功夫就已经来到了工作室门口。好了，现在可以让我们看看那所谓的艺术品长什么样子了吧。楚香菱不悦地说道。这个嘛，玉天禄用求助的眼神看着穆林峰，这位大神能不能把你的封印解除啊？封印？什么封印？周围的人除了穆林峰和向小媛都觉得很奇怪。你是指维持工作室状态的象化之力是不是？穆林峰笑道，真是没有想到你竟然发现了。
事实上，如果没有这股维持的力量，估计我里面那个家伙就该破墙而出了。玉天禄笑道，而且我的力量也坚持不了多久了。你的力量？穆林峰脸色一变，原来你也用象化之力压制了你的作品。大神，求您快点吧。此时的玉天禄整个人都在发抖，虚脱的迹象越发严重了。我知道了。穆林峰一挥手，朝着032工作室虚空一，似乎将一股什么力量给收回了体内。与此同时，整个032号工作室突然摇晃了起来，而旁边的玉天禄亦是一脸轻松，仿佛一下子卸下重担的样子。小袁，我们稍微退开一点，小心到时候伤了你哦。颜月拉着向小袁往旁边靠了靠。此时，工作室的屋顶被一个巨大的头颅给顶了起来，紧接着一只大手竟然把整个屋顶给掀飞了。那是什么东西？看着那个巨大的黑影，观众们也是爆发出了一阵惊呼。032号工作室完全无法容纳里面那个神秘的巨人，不多时，摆脱束缚的光之巨人已经将这个小工作室给彻底摧毁。眼看那四散的石块就要砸中场边观看的观众时，穆林峰立刻催动象化之力，凭空制造出了一张无形的大网，瞬间将那些危险的石块给网在了一起，这才化险为夷。实在是太感激您了。玉天禄连忙走到穆林峰面前，感激地说道，刚才是我考虑不周，差点酿成大祸了。你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穆林峰面色一沉，我希望你以后一定引以为戒。受教了。玉天禄点头称是。对于向小袁的老师，玉天禄还是十分尊敬的。不过我说，你究竟做了什么啊？穆林峰抬起头来，亦是被玉天禄的作品给吸引了。随着032工作室被夷为平地，出现在众人眼前的竟然是一个3米多高的金属巨人。这个巨人并不像人类般模样，他虽然拥有四肢和脑袋，但却是棱角分明，完全不似那血肉之躯。整体红色的外壳勾勒出了极具金属质感的身体。这个巨人的胸部竟然是2面巨大的玻璃，他的头部完全是一个机器人的模样，面部仿佛戴着面具一般，2只如探照灯般的眼睛闪烁蓝色的光彩。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楚香菱冷不防冒出来一句，我怎么从来也没有见过啊？要做出这么大的金属雕塑来确实不易，但是这工艺是不是粗糙了点啊？刘晓光看着这铁疙瘩上的斑斑锈迹，忍不住皱了皱眉头。不过向小袁倒是对于这个新交的小伙伴颇为欣赏，不过他也搞不清楚这玉天禄究竟做的是什么。如此雄伟的雕塑的确夺人眼球，但是似乎和目前的前3名比起来，无论是外观上还是艺术表现上，似乎差了不少啊。主持人秋梅的话亦是代表了大多数观众的心声。这样的比赛结果应该很明朗了吧？丁代也准备宣布最终结果。列位评委请等下，我这件艺术品还没有展示完呢。玉天禄笑着说道。没有展示完？楚香菱纳闷道，虽说已经是晚上了，但是这会场的灯光很充足，这么大的铁疙瘩根本是一览无余。难道还有什么是我们这些评委没有发现的吗？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擎天柱的一个形态罢了。玉天禄解释道，这铁疙瘩还有名字，叫什么什么柱？它当然有名字，它叫擎天柱。玉天禄说这话的时候，眉宇间也是夹杂着了些许怒意。正所谓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这个巨人竟然有如此霸气的名字，自然不是凡品。向小袁连忙插话道，刚才玉天禄选手说这个擎天柱不止一个形态是不是？没错，还是向大小姐有眼光，我这就给你们展示一下它的神奇之处。玉天禄说罢，也是看了看身边的颜月，小鹿，你是让我来操控吗？颜月也是一阵惊喜。玉天禄点点头道，制作过程中你可是帮了我这么多忙，自然要让你表现一下喽。这可是你说的，那我不客气了。颜月也是一副激动的模样，他走到金属巨人跟前，扯开嗓子大声喊道，擎天柱变形。颜月话音刚落，只听得一阵七里咔嚓的声音，眼前的这个巨大的金属巨人竟然行动了起来。只见巨人的头部缩进了躯干之中，双腿跪在地上，2只手臂朝着反方向合拢。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这个金属巨人各个部位重新排列组合，又严丝合缝的重新组装成了一台4个轮子的金属卡车。当然，这样姿态的金属卡车，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列位评委，都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东西还能变形啊？这变的是车吗？如果是车的话，那一定是神仙做的车子吧？真是没有想到，这金属雕像还暗藏玄机啊！如此变换，简直是巧夺天工。这个小孩子究竟是何方神圣啊？观众们都是议论纷纷。此刻他们看玉天禄的眼神也完全不对了，甚至是目前参赛的前3名也纷纷用异样的目光看着这件作品，因为这变形金刚的创意实在是打破他们的认知了。丁代走到金属卡车面前，神色凝重地绕着这卡车走了好几圈，仔仔细细地将卡车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末了，他严肃地说道，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件艺术品了，真是没有想到这雕像还能如此变化，每个部件都是经过精心测量和计算，稍有不慎，这个变化就会前功尽弃。此时在场的其他评委亦是长大了嘴巴，半晌说不出话来了。小鹿，既然这擎天柱能够变成车子的话，那它也应该能变回来吧？向小袁说道，其实我感觉还是它人形状态比较顺眼一点啊。这样啊。玉天禄正在开口，旁边的颜月率先命令了起来，擎天柱变形。又是一阵七里咔嚓的声响，那擎天柱又变回了原来的巨人的模样。这一次变形收获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还没有完呢。此时玉天禄突然开口道，没有完？难道这巨人还能变成其他形态吗？马振北惊呼道，不是变形，你们马上就会看到了。玉天禄说着，手中抓了一把粉末，随手一抛，那些银白色的粉末从擎天柱的头顶落下，很快铺满了巨人的身体。
而奇怪的是，随着银白色粉末的飘落，刚才还威武不屈的擎天柱，此刻却发生了变化。刚才斑驳的锈迹竟然越来越多，很快就连成了一大片。擎天柱的面部表情并没有半分变化，但是在观众们眼中却充满了坚毅。紧接着，随着锈斑不断扩大，擎天柱也是单膝跪了下去。他的身体逐渐凋零，钢铁的身躯上不断出现了骇人的裂缝。到最后，擎天柱眼睛里蓝色的光芒彻底暗淡了下来。在观众们眼前是一个跪倒在地，完全失去生命的金属战士。怎么会呢？这么厉害的擎天柱，难道就这么死了？不会的，刚才明明还能变形来着啊！我说你这小鬼，怎么能让擎天柱死了的呢？观众们疑惑地看着玉天禄，甚至有些人已经被擎天柱的最终结局震撼了心灵。好了，我的作品到如今才算真正落幕。玉天禄一本正经地说道。秋梅此时终于从刚刚的震撼中缓过神来，真是没有想到，这玉天禄选手的作品竟然以这种方式呈现。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玉天禄，你告诉我，你制作出来的擎天柱到底是什么人？丁代打断了秋梅的话，用犀利的眼神看着玉天禄。这擎天柱不是人啊！玉天禄脱口而出。什么？这不是人？全场也是一片哗然。我的意思是，这擎天柱不是人，是神，是来自赛博坦的神啊！玉天禄一脸虔诚地说道。神？还是什么赛博坦的神？这一下不光是观众和评委了，就连向小圆也是疑惑地看着这个小伙伴。我说小洛，你这说的也太玄乎了吧？就算是我想帮你圆回来，也是有点难度啊。向小圆心中也是有些焦躁不安。赛博坦的神？玉天禄，算我们孤陋寡闻，你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楚香林的眼神像刀一般，紧紧盯着玉天禄。如果你是信口开河、胡乱编造的话，我可不会放过你的。楚香林心中暗自计较。没问题，我这就给大家讲一讲这擎天柱的来历，还有我制作的擎天柱的目的，也是为了契合这英雄的主题。玉天禄十分认真地说道。于是全场的焦点亦是再次聚焦到了这个孩童的身上。这擎天柱是来自赛博坦的汽车人领袖，他带领着汽车人和邪恶势力霸天虎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打断一下，这赛博坦、汽车人还有霸天虎都什么和什么啊？秋梅等人听了也是云里雾里。这么说吧，华胥国的上古神话巨著《华胥史诗》曾经有一场诸神之战的记载吧？玉天禄问道。神话故事里面确实记载过。丁代点点头。我记得有一段是这样的：天宇之外降临无数巨人，能以化身之姿相斗。彼时华胥之母许以立，巨人之首臣服。数载之后，邪魔降世，巨人之首整军为先锋，破敌数千，尸横百里，沃土千郊。玉天禄如数家珍的将这段文字诵读了出来。这华胥史诗是小时候玉红泽给玉天禄给他将神话故事翻找出来的，而玉天禄早就用过目不忘的本领将其一一记下，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所以你说这擎天柱就是华胥之母降服的巨人之首？楚香林皱着眉头，你这不是信口开河吗？每个人心目中对于一个英雄都有不同的领悟，这擎天柱就是我所想象的巨人之首。如果你认为不是，难道你见过真正的巨人之首吗？玉天禄笑着说道。这都是神话中的英雄，我怎么可能见过啊？那就是了，这神话故事无人能够真正见识，所以只有后人对其进行艺术加工和再创造。实际上一切形象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能够将这种英雄精神传承下去。楚大师，您说是与不是？玉天禄说的滴水不漏，楚香林自然也说不出话来。玉天禄，你继续介绍下去吧。还有楚大师，在这孩子介绍完之前，你就不要插话了。丁代一时瞪了楚香林一眼，也是弄得楚香林一个大红脸。虽然与霸天虎一战，擎天柱获得了大胜，但是邪魔并没有被全部消灭，他们迟早有一天会死灰复燃。只可惜大地上被拯救的民众却忘记了这一点，而且遭到霸天虎的屠戮之后，整个大地上已经是生灵涂炭，满目疮痍了。那时候的华胥之母想尽办法想要拯救他的子民，却有些力不从心。最关键的是，诸神为了惩罚人类，竟然收回了象化之力。没有了这神奇的力量，华胥国的人就无法创造，无法繁衍生息了。在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那一刻，又是这个热爱着大地的光之巨人做出了抉择。他竟然趁着诸神不注意，诸神之国将象化之力的火种盗取了出来，而后重新送回了华胥之国。华胥国的子民接受了这份馈赠，这才在之后的漫漫历史长河之中缔造了自己伟大的文明。但是诸神发觉之后，准备将罪于华胥之母。这个时候擎天柱挺身而出，将所有的罪名承担了下来。于是诸神为了惩罚擎天柱，就剥夺了他的变化之术，并囚禁于天之涯海之角。同时每一天的清晨和傍晚都会让其遭受到闪电天罚的惩处。擎天柱就这样为了华胥子民被囚禁了数百年，直到有一天，一个华胥国的英雄路过天涯海角之时，无意中救了他，这才让他脱离苦海。原本擎天柱应该受到万民爱戴，重新跟随华胥之母过上幸福的日子，但这个时候霸天虎死灰复燃，恶魔的力量再次席卷了大地。此时的擎天柱早已没有了神力，只剩下一个坚硬和躯壳罢了。但是英雄迟暮之时，擎天柱却没有办法退缩。他为了保护华胥国的子民，用自己的身躯组成了一道钢铁屏障，抵挡着霸天虎的进攻，直至生命的终结。以上就是擎天柱的故事，不知道这样的他算不算是个英雄？玉天禄一口气将这个故事讲完，也是平静地看着观众和诸位评委。众人也是被玉天禄绘声绘色的讲述所震撼，半天没有缓过神来。
甚至那些多愁善感的美女观众已经在给这擎天柱悄悄落泪了。当然，这个世界的人们自然不会知道，这御天录只不过是把变形金刚、普罗米修斯以及其他华夏神话给融合在了一起，临时凑成了一个擎天柱之死的剧本而已。过了一会儿，丁代终于率先从御天录的震撼讲述中缓了过来，他平静地看着御天录，说道：“确实是一个十分精彩的英雄故事。如果这个关于擎天柱的故事是真的话，那你这个作品确实契合这次比赛的主题。只不过什么？只不过我在华胥史诗中并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段故事啊。”丁代皱着眉头道：“就是，不要说丁大师了，我也从来没有听说啊。”楚香菱也是跟着说道，他还转头拉着刘晓光：“刘馆长，你听说过什么擎天柱之死的故事吗？这个我确实孤陋寡闻了，不过大概也许可能有这些野史传闻也不一定。”刘晓光这个时候选择和稀泥：“刘馆长，你这个时候怎么能够如此搅和呢？莫不是你觉得这孩子是你们牧羊镇的人，就帮他说话吧？”楚香菱生气地说道：“你说什么？楚大师，你是不是质疑老夫的人品？”刘晓光大怒：“我只是不想因为我个人的知识浅薄，而给一件可能传世的艺术珍品妄下定论罢了。”一时间，这舞台上已经满是火药味了。实际上，关于擎天柱的神话，我倒是曾经听到过哦。此时一直没有说话的向小媛突然开口了：“向大小姐，你说的可是真的？”丁代有些怀疑地看着向小媛：“是啊，向大小姐，你可不能信口开河呀。”楚香菱一时大声质疑道：“话说，我可是对我们华胥国的神话历史有所涉猎，什么擎天柱巨人，我可是从来没有从任何一本典籍有所记载啊。楚大师，你可能就是你孤陋寡闻了。”向小媛正色道：“光之巨人的神话古已有之，华胥史诗、须弥延那乃至被誉为华胥上古历史的第一巨作《上海国志》都对于光之巨人有过记载，只不过没有定名而已。这我们也是知道的，但是你们见过这光之巨人长得如铁浮屠般模样的吗？”楚香菱争辩道：“那楚大师，这么说来，你见过真正的光之巨人喽？”玉天禄笑着问道。楚香菱一时也是无言，这我怎么可能见过啊？所以说，实际上对于光之巨人的样貌都是源于大家的想象，每个人心目中都会有一个形象，我们自然希望英雄能够贴近我们自身罢了。玉天禄认真的说道。玉天禄选手说的不错，可能这个擎天柱就是他对于光之巨人理解的具象化罢了。向小媛接着说道，而且据我所知，在华胥国之外的国度里面，同样有着光之巨人的神话，国外也有相类似的神话吗？楚香菱和另外3名冠军候选人亦是震惊不已。那可不，像爱琴海国有盗取天火的巨人神话，天照之国有斩杀恶兽的巨人传说，甚至还有的国家还有机械人的故事呢。向小媛如数家珍的将各国的巨人传说一一介绍，周围的人也是听得频频点头。玉天禄一时惊异的看着向小媛，他也没有想到这个和他一起在街市捞金鱼的向大小姐边瞎话来也是不遑多让。听罢向小媛叙述，现在众人对于擎天柱的神话故事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了。接下来又到了评审时间，真是没有想到最后的玉天禄选手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的惊喜。秋梅激动地说道，不过这样一来，原来的冠军之争又有悬念了。那么接下来有请评审为玉天禄选手的作品打分。众人都将注意力投向了评委席，这一次的目光比起刚才几位冠军候选人来得更为热烈，甚至这些见过大风大浪的评委们也是觉得浑身不自在，看起来稍微评判的不谨慎，我们这一世英名就要毁于一旦了啊！就连丁代不由得自嘲地笑了笑。此刻包括还未判分的玉天禄在内，其他3位现在具备站上领奖台资格的选手们也悉数站在了舞台中央。穆林峰还十分贴心地在舞台中央构建起了一层隔音壁垒，让所有的评委都能够不受外界的干扰，公正地给予玉天禄以分数。这个隔音壁垒是半透明的圆顶状，外面的观众只能看到里面的人影在来回走动，至于评委们在讨论什么，那是一个字都听不见。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观众的注意力起初都被评委们的剪影所吸引，不过随着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结果出来，大家都有些意兴阑珊了。不就是个打分吗？怎么要这么长时间啊？就是这都超过原来的评判时间了，这还没有结果呢。没办法，这最后那个姓玉的小孩太厉害了。话说我倒是觉得那个擎天柱确实很赞啊。什么很赞？只能和长青大师的神识会相提并论吗？切，如果给你一个擎天柱的话，你要不要？要，为什么不要？如果真有这样的擎天白玉珠保一方平安，那该有多好啊！而且那个大机械人还能变形，简直太神奇了。台下的观众和选手们也是议论纷纷。颜月拉了拉一脸淡定的玉天禄道，小鹿，怎么评个分要这么长时间？你的冠军不会有问题吧？有问题？玉天禄笑道，阿月，我可没有说过一定拿冠军啊。什么？这么厉害的擎天柱都拿出来了，难道还拿不了吗？你要知道，其余3位的硬实力确实强过我很多，真要比起来，我自愧不如。玉天禄诚恳地说道。就在此时，只见那隔音壁垒慢慢化作了点点星光，台上所有的评委们重新出现在了众人眼前。看来评委团已经有了答案，那这次冠军花落谁家呢？还请我们的评委给出玉天禄选手的最后得分吧。秋梅适时地说道。此时计分牌不断地转动，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计分牌。什么？待计分牌停下之后，场下一时发出了一阵惊呼，49分，竟然是49分！那么玉天禄选手和长青大师的作品是同分了。秋梅也是激动地惊叫道。舞台之上的评委们都是一脸的平静，包括之前刁难过玉天禄的楚香菱，此刻似乎也是接受了这一结果。
同样平静的还有玉天路，可能这个前世学霸获得过太多的荣誉，所以对待这个艺术大奖的冠军头衔依旧古井无波。反倒是作为玉天路助手的颜悦，此刻已经震惊得无以复加。小洛，你快点，快点，快点做什么啊？你快点掐我一下，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不要，为什么啊？你忘了你这家伙皮糙肉厚的，常人的攻击能让你感觉到疼痛吗？对哦，还真是如此。颜悦想了想，竟然自己对着自己的脸打了一拳。随着一阵痛楚心扉的感觉，颜悦终于能够确定自己没有做梦。这家伙真的是玉天路也是拿这个活宝伙伴没有办法。那评委团，既然玉天路和长青选手同分，难道这次艺术大赛两位选手是并列冠军吗？秋梅亦是抛出了广大观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丁代微微一笑，也是代表整个评委团发言道：关于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虽然确实出现了很少见的同分局面，但是这次的冠军只会有一个。只会有一个？因为根据这次艺术大赛的规定，在双方选手的评分同分的情况下，首先比较评委团长给出的分数，以评委团长给出评分高低来确定冠军的归属。什么？台下顿时炸开了锅。这应该不用比了吧？看起来这场比赛的冠军，毫无疑问应该就是长青大师了吧？长青是丁代的关门弟子，这次打分丁代没有理由胳膊肘往外拐。基于这个原因，场下的观众自然认为冠军的归属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不过作为主持人的秋梅似乎必须要走一下这个过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下列为评委的打分吧。秋梅笑着说道。紧接着大屏幕上也是不断跳出各位评委的打分。首当其冲的是楚香菱，她给玉天路的打分是 9.5 分，而接下来的刘晓光的打分和楚香菱不谋而合，也是 9.5 分。看样子这身为牧羊镇艺术馆的馆长，他还是必须要避嫌的。而向小圆和马振北却丝毫没有在意。对于这个新交的小伙伴，向小圆毫不犹豫地给出了10分的满分，而马振北踌躇了半天也是打出了满分。这下关键决定胜负的打分就落到了丁代的身上。这么说来，丁主席给予玉天路选手的打分也是10分满分啊。包括秋梅在内，全场的观众都是大跌眼镜，真是没有想到这次的比赛竟然诞生了一匹真正的大黑马。秋梅激动地说道：让我们恭喜玉天路选手。与此同时，全身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原本不被看好的玉天路竟然最后时间逆袭得手，虽然有些意外，但是这变形金刚领袖一出，这个冠军着实实至名归。师傅，此时长青慢慢走到了丁代的面前。长青，你知道你这次输在什么地方吗？丁代笑着问道。我很清楚，从那个孩子拿出那个擎天柱后，我就知道自己已经输了。长青笑着说道。无论是我还是两位大师，都只不过是走别人走过的道路而已。唯有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的孩子，竟然能够创造出前无古人的艺术品。我输的是心服口服。很好，你能够这么想，我很欣慰。丁代满意地点点头。经过这次失败，相信你会在绘画上进一步成长的。呵呵，师傅，这场比赛之后，我想离开华胥国。你终于下决心出去游历了吗？没错，这世界之大，我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长青转过头看了看被热情观众包围的玉天路，希望下一次我还有机会和这个小子比一场。好了，各位少安勿躁，颁奖典礼马上开始了。秋梅大声说道。大家为我们牧羊镇的英雄再一次送上掌声吧。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全场再次爆发出山呼海啸的掌声。看台上那马管家见此情景，亦是拼命鼓掌。没想到这个小子还真做到了。领奖台上，玉天路也是硬把颜悦给拉了上来。阿月，没有你的帮忙，这个变形金刚我可完不成。玉天路笑道。军功章有你的一半。军功章我可不要，答应我的合体金刚模型可不要忘了哦。颜悦连忙道。放心，答应的事情我可不会忘。接下来评委们也是将奖牌依次挂在了几位获奖者的脖子上。原本冠军奖牌和奖杯应该是丁代负责颁发，不过丁代也是成人之美，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向小圆。于是这3个有缘的小伙伴再次聚首。小洛，这次祝贺你，真是没有想到你竟然能够做出如此空前绝后的作品呢。向小圆一边微笑着，也是将奖牌挂在了玉天路的脖子上。只是玉天路人还是太小，这奖牌挂在他脖子上显得有些大。这个时候颜悦调皮的把头伸了进来，2个小伙伴一起戴起了奖牌，也是引得众人哄堂大笑。小圆，我们还要感谢你的帮忙呢。玉天路心里很清楚，如果不是向小圆明里暗里的帮忙，要想拿到这个冠军可不容易啊。算是你们欠我一个人情吧，以后有机会可要你们还的哦。向小圆笑嘻嘻的小声道。好了，你们3位小朋友，我来帮你们合个影吧。丁代笑道。啊，3人也是受宠若惊。要知道能让华胥国绘画界的天花板帮忙定格技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了，你们3个孩子不要在那里扭捏了。丁代回头对长青道。长青，借你的念纸一用。是。长青随手一挥，一张洁白无瑕的念纸也是飞到了丁代的头顶上空。只见丁代微微一笑，随手一挥，仿佛一只无形的大手在那念纸上挥毫一般。当念纸落在他手中之上，3个小伙伴手拿奖牌的样子以及天真无邪的笑脸亦是跃然纸上。这画简直和照片一模一样啊。颜悦见此情景也是惊叹不已，不愧是华胥国顶尖的艺术大师。看了这高清绘画，玉天路心里也是叹服不已。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祝贺他们吧。于是这场艺术盛会也在欢声笑语中闭幕了。由于这艺术大赛拖的时间比较晚，等玉天路和颜悦回到家的时候就已经是午夜时分了。
此刻玉红泽和严大妈正在院中焦急地等待着。我说小鹿他爷爷，你说这小鹿这次能拿到冠军吗？严大妈询问道。冠军？玉红泽哈哈大笑，那怎么可能呢？小鹿他爷爷，瞧你这话说的，怎么对自己孙子起码的信心都没有啊？不是我没有信心啊，玉红泽解释道，我可是听说这次参加比赛的可都是咱们华胥国顶尖的艺术家，像什么田和子家的继承人了，德景镇的景大师来，还有一个听说还是艺术协会副主席的关门弟子啊。这小鹿要想从他们中间脱颖而出，那可是难如登天啊。小鹿爷爷，您说的那些人，我可是一个都没有听说过。严大妈道，我就信一条，小鹿这孩子经常能够创造奇迹，这一次也不例外。哎，严大妈，我们这牧羊镇实在是太小了，你没有出去过，不知道外面天有多广啊。玉红则叹了口气，等小鹿他们回来了，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首先要给予他们鼓励，明白了吗？知道了，知道了，这鼓励人的活儿就包在我的身上。严大妈话音刚落，不远处就传来了严月的喊声：妈，玉爷爷，我们回来了呀！终于回来了。两个长辈连忙跑过去打开门，谁知这门一打开，严月这个愣头青就直接撞了进来，差点撞个满怀。阿月，你这孩子这么着急做什么呀？严大妈忍不住埋怨道。妈妈，玉爷爷，你们知不知道这小鹿这次拿到什么名次了？严月跑得有些上气不接下气。拿什么名次？玉红则和严大妈对视一眼道，总不会是冠军吧？哇，你们一早就知道了呀？严月有些失望地说道，真是没有意思啊。什么真的是冠军？严大妈听了顿时觉得天旋地转，而一旁的玉红则也猛地一把抓住严月的胳膊。阿月，你此话当真？你们真的拿到冠军了？爷爷，是真的呀。此时玉天禄紧赶慢赶，终于来到了众人面前。真的吗？小鹿，爷爷不是在做梦吧？当然是真的，爷爷你看。玉天禄一边说着，也是将冠军奖杯递到了玉红泽的手中。玉红泽接过奖杯，左看右看，也是老泪纵横。阿志，你看到没有？小鹿这孩子长大了，出息了呀！爷爷，玉天禄也是一把抱住了玉红泽。这次的冠军，给予相依为命的爷孙俩，已经不仅仅是荣誉这么简单了。严大妈拉着严月，看着这个场面，也不禁抹泪道：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而就在此时，门外突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也是将院中喜极而泣的几个人吓了一跳。这是怎么回事啊？玉红泽吃惊道：看样子他们还是跟来了呀。玉天禄有些无奈地说道：他们？玉红泽和严大妈一时面面相觑，两个长辈刚想开口询问，只见马管家带着一群人一下子涌进了这个偏僻的小院。玉老板，我们可是特地来给你们贺喜的啊！马管家笑着说道。马管家，这小鹿那冠军难道是真的？千真万确，这还能骗人吗？马管家笑着说道，我们其实也没有想到，这玉小大师竟然真的这么厉害啊！来啊，把礼物都搬进来吧。马管家说完，他手下的家丁们也是从外面搬进来大大小小的箱子，那些衣物布匹、粮食肉禽不必赘述，当然这些都是给这个贫苦家庭所需的物资。最为惹眼的是那些制作瓷器的各种稀土材料，玉红则随便一看就知道这些稀土都是上之品，价格甚是不菲。这怎么话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实在太贵重了。玉红则连忙推辞道。我说玉老板，您可不要推辞了。马管家笑道，这可是我们牧羊镇第一次在这艺术大赛上夺冠，这玉小大师可是替我们牧羊镇争光添彩，再贵重的奖励都是你们应得的。此时街坊邻居听到动静也是都蜂拥而至，他们也是纷纷来祝贺玉红泽一家。我就说小鹿这小子天赋异禀，不要看平常捣鼓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次获奖还真派上用场了。我可听说小鹿打败地都是省城里的艺术大家，玉大爷究竟是不是啊？更有甚者还想过来和玉天禄来个亲密接触，估计也是想沾一沾天才少年的喜气。玉天禄也是无可奈何，热烈气氛烘托到这个份上，他除了挺着个笑脸默默承受，也别无选择。好了，玉老板，玉小大师，礼物已经送到，那我也该走了。马管家和众人道别道。马管家，这怎么话说道？要不您再坐一坐，我给你预备点夜宵什么的。玉红则连忙道。不过这当然也是客套话，平常他们爷儿俩的饭菜都是靠严大妈张罗的。就是，马管家，我给你们弄点拿手小菜。严大妈关键时刻自然挺身而上。不用麻烦了。马管家连忙婉拒道，老爷差我们过来，可是特地关照我们早点回去的，这么晚我们也不想叨扰几位啊。这样啊。玉红则也是弄得有些不好意思了。那改日我带着小鹿一定上你们府上登门致意。致意就不必了。马管家笑道。他回过头又对玉天禄开口道，玉小大师，明天还请你到府上一叙。府上一叙？玉天禄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向大小姐希望在临走时再见你一面呢。小袁吗？玉天禄脸上顿时惊喜异常。我也不知道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像大小姐这样的大人物的，不过我们老爷说了，这可能就是你们的机缘。马家道，我该走了，明天我一早会在马府门前等着二位，务必请你们早点到哦。多谢马管家了。玉天禄连忙拉着反应稍慢的颜月给马管家行礼。而送别了马管家之后，街坊四邻又把这个小院变成了欢乐的海洋。要知道这个穷乡僻壤能够出一个玉天禄这样的艺术大赛冠军，实在是一个奇迹啊。好容易将这些邻居们送走，这忙了一天的玉天禄和颜月才有了休息的时间。我说小鹿，这向大小姐究竟和你们什么关系啊？玉红则刚想问玉天禄有关向小媛的事情，谁知他转过身，却见两个孩子不知何时已经趴在院子的石桌上沉沉睡去了。特别是颜月，
那呼噜声也是震天响。这孩子，玉红子爱怜地看着自己的孙儿，看来这两个孩子今天确实是累着了。一旁的严大妈说道：“玉大爷，您就不要打扰他们两个了吧？有什么事情，明天再问好了。”那也只好如此了。玉红则无奈地摇了摇头。第二天一大早，玉天禄难得睡了一个懒觉，一下就睡到了8点。如果不是颜月过来将他给摇醒，估计他还能再睡个8小时。我说小鹿，平常可都是你过来较早的，难得你今天自己成了瞌睡虫啊！颜月抓住机会嘲笑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玉天禄回答，我就是感觉身体一下子被掏空了，现在连象化之力似乎都衰弱了很多。你昨天可是超负荷运转，那大规模的象化之力使用我还是第一次见，估计应该叫运动过量吧。你哪里来的心思啊？这不是你以前教给我的吗？好吧。玉天禄不觉心头一暖，作为穿越到这个世界所遇到的第一个伙伴，玉天禄也已经将颜月视为了亲人一般。好了好了，你就不要赖床了，总不能让小圆等太久吧？颜月连忙催促道。知道了。玉天禄连忙从床上爬了起来，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洗漱完毕，换好衣服，接着两个小伙伴抄起几个包子，就飞也似的冲出来家门。你们两个慢点跑啊，早去早回啊！二人的身后传来了两个长辈嘱咐，生怕二老抓住他们问长问短，两个孩子也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两次去往马府，玉天禄和颜月早已是熟门熟路，大概走了1个多小时，二人就来到了马府门口。玉天禄早已跑的是气喘吁吁，而这种运动量对于颜月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依旧一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样子。而马管家早就在马府门口恭候多时了，眼见两个孩子到来，他也是连忙走了过来。我说你们两个小家伙让我等好久了呀！马管家埋怨道。对不起马管家，我们也不想的。玉天禄连忙抱歉道，昨天比赛消耗的太厉害了，我可是刚刚恢复过来了啊。放心，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马管家笑道。你怎么知道的？玉天禄有些诧异。实际上向大小姐前面已经向我们解释过了，说是你这因为过度使用象化之力所出现的反噬，确实要多休息一点时间的。又是小圆吗？玉天禄不觉心头一暖。小洛、阿月，你们两个让我等好久了。此时向小圆的声音从二人身后响起，你们再不来的话，我们这最后一面恐怕都难以见到了。二人连忙回头，只见向小圆正笑容可掬地站在他们身后。小圆，你来迎接我们了吗？颜月见状，刚想过去和向小圆打招呼，谁知旁边的玉天禄却拉了拉颜月的衣袖。阿月，这只是小圆用象化之力拟画出来的形象罢了。玉天禄道。什么？这个小圆是假的吗？颜月回头看着玉天禄，依然有些不敢相信。不过他下意识地想去拉向小圆，只见他的手还真穿过了向小圆的身体。果然是你画体吧？玉天禄笑道。不愧是小鹿，竟然逃不过你的眼睛。向小圆的拟画体笑着说道，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啊？是一种感觉吧，无论如何用象化之力拟画，和本尊还是会有不同的。玉天禄随口道。有差别吗？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啊？一旁的颜月还有些木头木脑。年轻人，你还是缺乏经验啊。马管家在旁边嘟囔道。不过实际上刚才看到你画体的时候，马管家还在犹豫要不要向其行礼呢。还真有你的啊。向小圆夸赞道。小鹿，你们还是快点来吧，我们在大厅等你。向小圆说完，他的拟画体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旁边的马管家看得一愣一愣的，不愧是象画师，实在是太神奇了。马管家，我们可以进去了吗？玉天禄催促道。当然可以，你们两个进门后径直走就行了，大厅就在前方。马管家连忙回答。怎么，你不和我们进去？不了不了。马管家的脑袋摇得和拨浪鼓一般，老爷特地吩咐过我们，除了你们两位，其他闲杂人等不允许进入大厅啊，有必要搞得这么隆重吗？颜月有些受宠若惊。好了，阿月，既然是马老爷的吩咐，我们遵守就行了，多谢马管家了。玉天禄一边说着，也是拉着颜月走进了马府大门。看着两个小家伙的背影，马管家心中不由得暗道，老爷说他们两个以后前途会不可限量，该不会是真的吧？根据马管家的指示，兄弟二人很快就来到了大厅里面。马府的大厅一如既往的气势恢宏，那四周的装潢和宫殿都别无二致。而大厅中央，几个熟悉的人影出现在玉天禄眼前，除了马振北之外，还有艺术大赛的评委主席丁代，以及之前跟在向小圆身边的4星象画师穆凌风。当然，此刻两个孩子的眼睛里只有向小圆。今天向小圆特意又换了一套玫红色的礼服，显得格外靓丽。看到两个小伙伴的出现，向小圆不由自主地想跑过去迎接。谁知向小圆刚跨出去第一步，他身后的穆凌风咳嗽了一声，他只能无奈地又把腿给收了回来。穆凌风的眼神似乎在说，小姐矜持，身为向家继承人，这个时候怎么也要矜持一些吧。向小圆两颊瞬间泛起了红晕，也是连忙站定不说话了。不过见过大场面的向小圆，调节情绪的能力还是十分出众。不一会儿功夫，恢复如初的向小圆也是再次看向了玉天禄。看来我们的主角终于来了。丁代看着玉天禄，显得十分高兴。两个孩子走到几位大师面前，听到丁代如此说，不由得有些诧异。什么主角啊？几位大师究竟在说些什么啊？玉天禄连忙询问道。呵呵，玉小子，反正是好事就对了。刘晓光忍不住说道。小圆，大大咧咧的颜月跑过去想和向小圆打招呼，此刻玉天禄一把将其给拽住。阿月，不得造次。怎么了，小鹿？这不是小圆吗？这个玉天禄也是十分犹豫。眼前的女孩确实是令他神往的对象，
奈何当向小圆暴露身份之际，这悬殊的地位不免让他有些望而却步。可就在此时，那向小圆倒是先开口了：“小洛，阿月，怎么看到我如此见外啊？难道真不把我当成朋友了？”向小圆峨眉微蹙，用埋怨的语气说道：“这怎么会呢？我们一直期待和你再聚。”玉天禄脱口而出：“只是我们可不想成为你的困扰。”小洛，你说的什么话？你们怎么会成为你的困扰呢？向小圆大惑不解，没想到你这小子还真是有情有义，倒是很为我们大小姐着想啊。一旁的穆林峰赞许的说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颜月看着双方如同暗语般的对话，一时之间没有回过味儿来。玉小哥，你是不是担心让别人知道你是向大小姐的朋友，获得的冠军会被视为暗箱操作？丁代笑着问道：“到时候不光是你，甚至是向大小姐也会成为众矢之的，难道不是这样吗？”玉天禄看着丁代道：“这一点你就放心好了。”丁代淡定的解释道：“正所谓举贤不避亲，在我们华胥国的艺术界可是亲民的很，只要有大家认同的作品，就算是默默无闻的艺术家获得冠军，我就认为当之无愧。这是真的吗？”玉天禄用求助的眼神看着向小圆：“小洛，实际上你的冠军可是名副其实的。”向小圆笑道：“虽然我们是好朋友，但是我们向家在艺术鉴赏上绝不会徇私的。你的擎天柱确实惊艳无比，获得冠军也是实至名归。”原来是这样啊！玉天禄不好意思的摸了摸脑袋：“1、2、3、4，奇怪，怎么评委少了一个啊？”颜月指着一众评委说道：“小朋友，你说的是那个私心颇重的楚香菱吧？”刘晓光笑着问道：“没错，就是那个大叔了。这个家伙急不可耐的回去了，他才是准备进行真正的暗箱操作呢。这家伙曾经向田和子家打过包票，一定会让那个继承人子璇进入艺术大赛前3，谁知半路杀出你这匹大黑马，让那个子璇空手而归。我听说这楚香菱昨天比赛一结束，就立刻星夜兼程回省城子家解释去了呢。”刘晓光说这话的时候，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这实在是玉天禄挠着头道：“你不用不好意思，艺术的比拼本身就是这么残酷。我们艺术协会的格言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丁代严肃地说道：“用广告词作为格言，我除了直呼内行外，真是无力吐槽。”玉天禄小声道：“你说什么？”丁代皱了皱眉头：“没什么。好了，接下来言归正传，时间就交给马主席吧。”丁代道：“交给马老爷。”两个小伙伴也是把目光投向了马振北，看着两个孩子热切的目光，马振北自觉压力山大，他甚至觉得面对这两个孩子，比他曾经的商务谈判还困难。玉天禄，马振北终于还是开口道：“我记得昨天你拿下冠军的时候，你可是放弃了夺冠奖金等一系列奖励，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们原因了吗？”实际上，我觉得自己完全不配。玉天禄腼腆地说道：“比起其他几位冠军候选人，我完全是运气好。真要让我拿奖金，我自己内心不安呢。好了，说实话吧。”玉天禄的小伎俩如何逃得过马振北的眼睛？玉天禄也是一惊，于是连忙道：“看来还是瞒不过马主席啊。实际上，我却是另有所求。”马振北点点头，说道：“我当时力邀你参加艺术大赛，而且你也实现了我的毕生夙愿，所以你有什么要求，只要不过分的话，我一定满足你。多谢马老爷了。”玉天禄行了个礼，平静地说道：“实际上，我只需要马老爷替我写一封信。”一封信？没错，一封推荐信。推荐信？此时，丁代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玉天禄，让我猜猜，你的这封推荐信该不会是省城皇家象画师学院的推荐信吧？丁大师，您这也猜到了？玉天禄吃惊地看着丁代。丁代看了看玉天禄，又看了看向小圆，笑着说道：“看你使用象画之力如此有天赋，应该是想成为真正的象画师吧？以你这样年纪和天赋，不去象画师学院着实可惜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记得向大小姐应该也在皇家象画师学院就读吧？”小圆，丁大师说的可是真的吗？玉天禄颇为激动。要知道，一旦玉天禄能够进入学院，那就意味着和向小圆成为了同学，那就有机会经常见到他了。没错，小鹿，阿月，我是去年刚刚进入学院的。向小圆笑着解释道：“算来你们以后还必须叫我一声学姐呢。”大小姐，一旁的穆林峰咳嗽了一声：“怎么了？穆老师，我有说错吗？”向小圆奇怪道：“大小姐，你忘了吗？这皇家象画师学院的入学门槛很高，要进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穆林峰说道：“门槛很高吗？”颜月道：“不是说这要是有校董推荐信就行了吗？”马老爷，你应该是那个什么皇家学院的校董吧？这个被颜月这一问，马振北的表情也是略显尴尬。你们两个小家伙，只是把我停在杠头上了。马老爷，难道您不是吗？玉天禄弱弱地问道。怎么说呢？马振北缓缓道：“我确实是入股皇家学院了，但我只是万千校董里面的一员而已。算起来，我只是一个普通校董，话语权也着实有限啊。”实际上，马振北并没有说错。单比财力的话，马振北比起省城的其他豪门富商来也是不遑多让。而且为了提升影响力，马振北对皇家学院的赞助每年也是不遗余力。不过最后换来的只是一个普通的校董席位而已。没办法，马振北只不过是一介平民，自身并没有象画之力，更不是象画师，所以在皇家象画师学院之中，马振北这样的出身自然很难有地位了。所以于小哥，我推荐信确实能帮你们写，不过也只能挣得一个参加入学考试的机会而已。马振北不好意思地说道。那怎么行呢？连2个直推名额也没有啊。颜月也是有些生气，在他眼里，这个牧羊镇最有能量的就是眼前的这个马振北了，没想到竟然还有他办不到的事情。颜月，
我纠正你一下。马振北又道，以我的权力，我只能为你们2人争取一个报考名额罢了。什么？只有一个名额？这下2个小伙伴也是有些着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此时刘晓光也过来出面解释了，实际上皇家学院的招生可是十分苛刻的，我们牧羊镇好久没有分到名额了，这一次能有个入学考试名额，也是靠了马老爷争取回来的。但是我们有2个人啊。颜月有些遗憾地说道，要不然小鹿就你一个人去好了，我本来也不会什么像话。那怎么可以？玉天禄毫不犹豫地打断了颜月的话，阿月，我可是说过，无论去哪里，我们2个都要一起。更何况这次艺术大赛，如果没有你的鼎力相助，就不可能制作出擎天柱的。小鹿、颜月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如果阿月不能和我一起的话，那这个学不上也罢。玉天禄毫不犹豫地说道。这怎么可以呢？向小圆和丁代竟然异口同声道，丁大师，向大小姐。2女对视了一眼，一时间场面有些尴尬。看起来向大小姐对这2个孩子十分看重啊。丁代笑着说道，这2位都是我的朋友，而且以他们的天赋，他日必如会有所成就，不是吗？向小圆道。丁代点点头，缓缓道，我承认这玉天禄确实天赋异禀，虽然比起其他少年妖孽来差点火候，但是让他蜗居在这牧羊镇确实有些暴殄天物。不过这位嘛，丁代转头看着颜月，表情就有些复杂。怎么了？难道那皇家学院不会像话之力就真的进不得吗？颜月有些生气地说道。那倒是没有，实际上皇家学院队从来没有宣称只招收拥有像话之力的学员。向小圆解释道。那不就结了？颜月理直气壮道，那我也应该有报考资格吧？话是这么说，不过颜月，就算是我愿意给你写推荐信，你也绝不可能通过入学考试的。什么？丁大师，您愿意为阿月写推荐信？一旁的玉天禄立刻跳了出来，实在是太感谢了，丁大师您真是雪中送炭啊。等等，玉天禄，你怎么抓不住重点啊？丁代眉头一皱，问题的关键不是颜月那家伙不可能通过考试的。为什么？入学考试很难吗？这考试对于那些有像话之力孩子都是极大的挑战，更何况是普通人呢？丁大师，这您就不用操心了，只要您肯帮阿月写推荐信，我有信心带着他通过入学考试。等等，你这家伙怎么一下子把我带到沟里去了？这不是您亲口说的吗？丁大师，您可不能不认账啊！玉天禄拉着丁代耍无赖道。丁大师，刚才我也是听您亲口说的。一旁的向小圆随声附和道，我只是说如果懂吗？丁代着急道，您金口玉言，您说不是就不是了。只是没有想到，您堂堂华胥国艺术协会的副会长，竟然也会搪塞我们这些孩子。玉天禄那酸溜溜的口气，呛得丁代都说不出话来。你这小子嘴巴可真够毒的。丁代皱了皱眉头，实际上我不让这孩子去，是为了保护他。保护我？颜月吃惊道，那种情况下，你可算是一个异类。而且皇家学院自从重建之后，可就真的没有招收过普通学生了。那让阿月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何不可？颜月插话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下全场除了颜月，其他人都呆呆地看着颜月了。众人都道，这孩子的话到底哪里找出来的啊？我的意思是，凡事都可以有先例，而正所谓有教无类。为什么堂堂一个皇家学府要拒绝一个求知好学的学员呢？玉天禄趁热打铁道，求知好学的学员？小鹿，你莫不是在说我吧？颜月指了指自己的鼻子。玉天禄朝他使了个眼色，意思说给我闭嘴。好一句有教无类，还有你刚才那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些言论实在是新奇无比。丁代转怒为喜，现在我知道你为什么能够推陈出新，想出那么神奇的作品了。什么意思啊？玉天禄故意装傻道。一旁的向小圆见状，连忙拍了拍玉天禄的肩膀道，小鹿，你还不谢谢丁大师啊？哦，多谢丁大师，您是愿意帮我们写推荐信了？玉天禄和颜月高兴地问道。丁代尴尬地点点头，随即道，推荐信我帮你们写一封完全没有问题，皇家学院那里还算是会给我一些面子的。那可太好了。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你们2个顶多只能获得参加入学考试的名额而已，至于能不能通过，就只能看你们自身的造化了。太好了，小鹿，我能和你一起去上学了。是啊，小圆，我们以后就是同学了。太好了，真的太好了，等你们入校以后，我可以带你们去学校食堂吃饭呢。3个小伙伴也不顾周遭异样的眼光，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起来。哎，你们几个算是怎么回事啊？这入学考试你们多半是通不过呀，这怎么好像是已经进了一样啊？刘晓光忍不住想要给这几个孩子洗洗脑子，这皇家学院的考试可是云集了全国各地那些天赋异禀的孩子。刘晓光看着玉天禄和颜月说道，这简直像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样，你们觉得能够脱颖而出吗？我说刘馆长，你能不能相信我们一下？老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做什么？颜月有些生气地说道。颜月，你还好意思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事情。刘晓光瞪了颜月一眼，如果说玉小哥的话，那还有希望入围，你可就难了。为什么啊？那些比你厉害的，家世背景比你们显赫百倍的考生们，都不一定能够通过入学考试。你扪心自问，你可以吗？刘晓光就拆不上一句撒泡尿照自己脸了。怎么样，小鹿，你们有信心吗？向小圆看着2人，他想知道现在玉天禄心中所想。谁知玉天禄根本没有将刘晓光的话放在心上。正所谓事在人为，不就是入学考试吗？我的字典里面可没有考不过这一说。玉天禄正色道。前世的玉天禄可是学校里面学霸天花板的存在，
这求学路上大大小小的考试经历下来，他可没有通不过这一说。刘晓光听了，还想再说什么，却被一旁的丁代给阻止了。我就欣赏这样无畏的少年，既然我答应了你们，那推荐信没有问题。丁代笑着说道。那丁大师，你什么时候写啊？颜悦双眼直勾勾地看着丁代，丁代被这种催债似的眼神看着，也是浑身不自在。罢了，我这就写。10多分钟后，2封皇家学院入学考试的推荐信已经送到了2个小伙伴的面前。颜悦拿着推荐信，早已高兴得手舞足蹈，终于可以去皇家学院念书了。而玉天禄却显得比较镇定。面对那未知的考试，玉天禄虽然并没有太放在心上，但是要带着这个小伙伴一起的话，他可必须要从长计议一番。好了，既然2位小友如此有志气，那我马振北也绝不会吝啬。此时马振北也是走了出来，我知道2位家里有困难，所以我答应你们，只要你们能够通过皇家学院的入学考试，我就负担你们第1年的学费，怎么样？既然马老爷这么慷慨，那我们就却之不恭了。玉天禄可不是什么矫情的主，而且他也是听玉洪泽介绍过，这皇家学费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现在马振北愿意承担一部分学费，他们可没有拒绝的道理。出了马府，向小媛也不得不和2个小伙伴告别了。实际上，如果不是玉天禄参加艺术大赛，在集市的时候，他们3人就可能是最后一面了。而这一次的离别，比起之前，却又多了几分重逢的希冀。小鹿，我会省城的皇家学院等你们的。我相信，凭你们的实力，通过入学考试绝对没有问题的。向小媛言之凿凿地说道。那是当然了，就连那些真正的像画师，也不是被我们击败了吗？颜悦自信满满地说道。什么子家、常家的，只要有小鹿在，那些什么皇族贵胄都是土鸡瓦狗。看着颜悦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玉天禄心道，说这话，阿月你还真是一点不亏心啊。不过看着向小媛期待的目光，在自己的女孩面前，玉天禄自然不会示弱。小媛，我答应你，我一定会进入皇家学院的。好了，小姐，我们该走了。管家宇博走上前来道。此时马车也跑了过来，停在了众人面前。马车上穆林峰拉开了帘子，对着向小媛招呼道，大小姐，快点上马车吧。我知道了。向小媛连忙应道。接着向小媛转过身，从脖子上摘下了一个挂饰，也是戴在了玉天禄的脖子上。小媛，这是我妈妈替我求来的护身符，现在我交给你，希望这护身符能够保佑你们考试成功，实在是太感谢了，我会用心珍藏的。说话间，向小媛也是踏上了马车。马车已经离开了一段距离，向小媛也是探出身子，向2个小伙伴不断挥手。望着马车远去的背影，玉天禄也是茫然若失，半天没有回过神来。此时颜悦走到自己兄弟跟前，用手在他眼前晃了晃。我说小洛，这小媛都看不见人影了，你怎么还像个木头杵在这里啊？好吧，一定会再见面的。玉天禄自顾自地转身走了开去。颜悦见状连忙追了上去，你这家伙怎么一下子就变脸了？等等我呀！马车里面，向小媛也终于平复了心情，他看着穆林峰道，穆老师，你觉得这次小鹿他们入学有多少成功率？实际上向小媛自己对于皇家入学考试也是没底，这个嘛，最多3成。穆林峰想了想说道，3成这么少吗？他们可是2个人啊，如果光是一个玉天禄，凭他的天赋要进去皇家学院，那大概有7成把握。虽然他没有什么背景，也不是皇亲国戚，但是要成为一个中等水平的学生也并不太难。等等，我说穆老师，你什么时候活成你自己讨厌的样子了？难道你也有门第之见吗？这穆林峰也是一怔，他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向小媛。此时穆林峰的记忆涌上心头，曾几何时，穆林峰也只不过是一个空有天赋和实力，却没有背景的毛头小子。如果不是当年向家家主慧眼识珠，很可能穆林峰这个颇具实力的像画师也就泯然于众人了。想到这里，穆林峰的表情逐渐缓和了起来。现在他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向小媛如此看好玉天禄，原来就像是当年家主看中我这样啊。穆林峰点点头，玉天禄，希望你不要辜负大小姐的期望，能够成为向家未来的依仗吧。不过小姐，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不希望玉天禄进入皇家学院啊。穆林峰突然来了一句，为什么啊？向小媛听了也是十分震惊，此刻他突然想起眼前的老师穆林峰也并不是皇家学院出来的，难道说皇家学院不是条件最好的学校吗？皇家学院毫无疑问是华胥国最好的像画师学校，但是并不是最好的学校就适合最好的学生。穆林峰淡淡道，实际上玉天禄有他更好的去处。与此同时，省城中心位置一座气势恢宏的豪宅之内，一个和玉天禄颇有缘分的男子正一脸唯诺地看着坐在他跟前的老者。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之前牧羊镇艺术大赛的评委楚香菱。不好意思家主，我实在是已经尽力了。楚香菱十分抱歉地说道。香菱，你走的时候可是和我打过包票的，说是必定会让璇儿拿到艺术大赛的冠军。老者面色一沉道，现在连3甲都不入，似乎说不过去啊。这家主，我可是拼尽全力了啊，只是那些竞争者实在太过厉害了。楚香菱有些为难地说道。香菱，虽然这牧羊镇的艺术大赛规模和影响力有限，但是可是被誉为艺术大师摇篮的赛事，否则的话，艺术协会也不会委派丁代这样的人物去当评委的。这我知道，要知道4年前，我们子家可是倾全族之力替你拿到那个冠军，这才能够让你在华胥国的艺术界占据一席之地。否则的话，像你这样年轻艺术家要想出头，可是不知要过多久。这我也知道，子家对我的再造之恩，香菱没齿难忘。原本我们可是想借着璇儿拿下冠军这东风，为他竞选下一届家主候选人造势的，现在看来又要从长计议了。
只不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家主，这各种关系，香菱自然知晓。只不过今次的大赛杀出了一匹大黑马，实在让香菱措手不及啊！大黑马？难道除了德景景家和丁代的关门弟子，还有谁能够一举夺魁吗？子家家主不由得皱了皱眉头，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甚至连象化师都不是，连象化师都不是。子家家主一时颇感意外，那一定是某个世家子弟。楚香菱依旧摇了摇头，据我了解，那个孩子是牧羊镇土生土长的草根而已，一个籍籍无名的家伙，还能赢过我们雪儿不成？子家家主怒道：雪儿可是我们子家近50年最具天赋的卓育之人啊！那小子我承认确实天赋异禀，但最为关键的是他背后可是有一棵大树啊！楚香菱酸溜溜地说道：大树？是哪个世家敢和我们子家作对？家主，普通世家的话，我自然不会怕他，但是那小子不知道踩了什么狗屎运了，竟然和向家大小姐是好友。什么？竟然是向家的继承人？这下子家家主也有些不淡定了。但是据我所知，这向家大小姐平常深居简出，不太抛头露面，就算是在皇家学院学了1年，也并没有结交什么朋友啊。这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那个玉天禄的确和向家大小姐关系密切，所以那种情况下，我一旦肆意妄为的话，断了我在艺术界的口碑是小，给外界攻击我们子家无容人之量是大。楚香菱为自己辩解道。子家家主也是点点头。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话，那这小子我们可要好好注意了。还有件事情，我想请家主定夺。还有什么事情？据我所知，那个叫玉天禄的小家伙这次会报告皇家象化师学院，因为他立志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象化师。楚香菱一脸认真地说道。什么？这个家伙还要报考皇家学院？不就是认识向大小姐而已，还真想物极变凤凰吗？子家家主冷冷地说道。香菱，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次玉儿这次也应该报考皇家学院吧？家主的意思是？楚香菱露出了惊喜的表情。像这样野蛮生长的杂草应该尽早的剪除。子家家主道，否则和杂草在一起生长的话，花朵的养分也会被它们吸收的。回头我会和玉儿说的，入学考试的时候，如果可能就把那人给我踢出局。那皇家学院方面呢？楚香菱连忙提醒道。这个交给我，我相信学院的那些高层也不愿意看到这些来历不明的学生出现。离开子家家主的房间，楚香菱如释重负。玉天禄啊，玉天禄，虽然你我之间本没有什么仇怨，但你为何要染指不应该的地方呢？楚香菱心中暗道，这就是你为此需要付出的代价，你可不要怪我哦。与此同时，牧羊镇那里，玉天禄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子家对付的目标。现在他和颜月还处于众星捧月的环境之中。要知道，牧羊镇可是有很多年没有拿到过皇家学院的入学推荐了，现在一下子就拿到了2个，而且还是在同一个地方，这如何不让全镇轰动呢？这镇上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都纷纷想办法过来攀关系，宴请玉洪泽等人。不过这都被玉洪泽想办法给挡了回去。要知道，距离入学考试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对于考试一无所知的2个孩子，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了。牧羊镇距离省城大概有几百里，靠2条腿的话，每个10天半个月可到不了。原本玉天禄和颜月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准备，但马振北却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2位小哥放心，老爷已经让我用马车送你们去省城，等把你们安顿好我再回来。马管家在玉家瓷器店的院子内对玉天禄等人说道。这怎么好意思呢？玉洪泽也是推辞道。不过他嘴上这么说，但心里也是心安了不少。原本玉洪泽想亲自送2个小孩子去省城的，但一来是瓷器店需要人照看，这二来几百里路对于他一个上了岁老人来说确实有些为难了。而马家愿意送2个孩子过去，也的确是雪中送炭。不用客气，这是我们老爷的一点心意。马管家连忙道。要知道这玉小哥可是实现了我们老爷平生的夙愿啊。那就有劳马管家了。一旁的玉天禄也是拉着颜月给马管家行礼。对了，2位打算什么时候启程呢？马管家问道。这个嘛，玉天禄想了想说道，距离皇家学院的入学考试还有1个月的时间，不过我们2个对考试也是一无所知，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早点过去打点一下。要的，要的。我可是听说那皇家学院的入学考试可是出奇的难，那录取率可是只有7%-8%左右啊。7%？玉天禄不禁在心中吐槽道，这通过率竟然比拍车牌的命中率还低呀。没事没事，100个里面我和小鹿一定是那个7-8位。颜月笑呵呵地说道。真是无知者无畏啊。马管家看了看颜月，也不禁摇了摇头。那马管家，我想3天以后出发，您看行吗？玉天禄试探性地问道。3天以后？马管家想了想说道。3天以后正好是我们马家的商队去往省城的日子，就算是玉小哥你不说，我也打算安排那天呢。那就劳烦马管家了。那说定了，3天以后的早上我来接你们，希望你们尽早做好准备啊。放心好了，我们一定做好准备。2个男孩子齐声道。3日后的早晨，天蒙蒙亮，玉天禄和颜月已经在等在了瓷器店的门口。玉洪泽和颜大妈也是给2个孩子准备了大包小包的东西。有句话叫行千里母担忧，现在玉洪泽和颜大妈就是这个心情。他们将2个孩子抚养长大，这还是第一次离开他们去往遥远陌生的地方。2个长辈关照的话自不必说。小鹿，万事小心啊，到了之后不要给马管家添麻烦，记得常写信啊。阿月，我在背包里面给你和小鹿准备了干粮和肉脯，饿了的话可以拿出来充饥，不过不能多吃，否则对胃不好。还有小鹿，考试能通过的话最好，如果不能通过的话也不要气馁，反正行行出状元，以你的天赋肯定会成为优秀的人的。多谢爷爷。玉天禄早已习惯了玉洪泽的唠叨。
在之前的世界里，玉天禄的祖父在他3岁之前就已经过世了，他对祖父的记忆也是十分模糊。而穿越到华胥国之后，能够和玉洪泽有一段祖孙之情，玉天禄也是格外珍惜。而颜月那边就有些不耐烦了。我说妈妈啊，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儿子，我可是已经比你都高了，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啊。比我高又怎么样？颜大妈怒道，就你这小子有几斤几两我还不清楚，你可千万不要给小鹿添麻烦，听到没有？知道了，知道了，我怎么会给小鹿添麻烦了？就在此时，不远处传来了一阵马蹄声，众人回头一看，只见一支商队浩浩荡荡地朝着瓷器店的方向行进了过来，看来是马管家来接玉天禄他们了。很快，商队来到了玉天禄的面前，这支商队大概有10多辆马车，规模也是不小。为首一辆马车上跳下一人，落地后兴冲冲地朝着玉天禄的方向小跑了过来。玉小哥，按照约定，我来接你们了。马管家也是高声叫道。果然是马管家。颜月也是用力挥了挥手。爷爷，看起来我要走了。玉天禄回过头看着玉洪泽，表情也是有些伤感。傻孩子，你现在可长大了，总不能一直让爷爷陪在你的身边吧？玉洪泽笑着说道。自己孙子的心思，玉洪泽自然知道的一清二楚。爷爷你放心，等我回来的时候，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相画师。玉天禄也是郑重地说道。爷爷相信你，不过你可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啊。玉洪泽也是连忙叮嘱道。好了两位，我们该出发了。马管家说道。没有办法，两个孩子只能一一惜别自己的长辈，坐上了通往省城的马车。很快，商队消失在了玉洪泽和严大妈的视野之中。玉大爷，这下两个孩子一走，我这心也是空落落的呀。严大妈叹了口气，一时之间我也不知道做些什么呀。这样啊，玉洪泽想了想道，阿月妈，要不你来我的瓷器店帮忙吧？这小鹿走了，我这店面可是少了帮衬的人了。你也正好解解闷，怎么样？就等您这句话了，我这就去准备准备。严大妈笑着说道，我们可不能输给那些孩子啊。马车颠簸了一路，一转眼已经几个小时过去了。护送玉天禄的商队已经不知离开牧羊镇多远了。此时从一辆马车的车厢里面传来了一阵呼噜声。马管家看着斜靠在车厢一旁呼呼大睡的颜月，也是不住的摇头。我说玉小哥，我可是真佩服你这个兄弟。马管家笑道，这么颠簸的路程，他竟然还能睡得着。这个嘛，我这个兄弟也就这样几个少数的优点了。玉天禄也是无良的说道。玉天禄最佩服颜月2点，一个是食量深不见底，另一个则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能够睡得着觉。玉小哥，要不你也稍微休息会儿，否则等到了省城的话，可能你就没有休息的时间了。马管家建议道。没有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啊？玉天禄诧异道。玉小哥，我想你应该知道这皇家学院的入学考试分为2场吧？应该是笔试和现场考核吧？玉天禄回答，这我已经有所耳闻了。这3天来，玉天禄也是做足了功课，他跑到镇长刘晓光那里，将皇家入学考试详细了解了一番。而刘晓光自然也是希望玉天禄能够进入皇家学院，为牧羊镇增光添彩，故而他将所知道关于考试的信息尽数告知。原来你知道啊？马管家说道。那等到了省城，这半个月时间，你们可要好好准备了。不说那现场考核，据说那笔试考试也是难得离谱，几乎70%的考生都会在笔试上被淘汰。这我也听刘镇长说了，这笔试的通过率不超过30%。不过说到考试，玉天禄倒是根本不当一回事。要知道，在原来的世界，大大小小的考试经历下来，玉天禄能够在最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试中脱颖而出，对于这个世界的入学考试，他已经有了很大的把握。只不过看着身旁睡得香甜的颜月，玉天禄有些发愁了。他对自己这个木头兄弟可是有很深的了解，要让这个家伙能够通过这笔试，可是比艺术大赛夺冠更加艰难。看起来我要好好替阿月想想办法了。玉天禄心中暗自计较。正在此时，马管家将一张纸递到了玉天禄面前。玉天禄拿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密密麻麻的写着一堆书名，竟然是一份书单。皇家学院入学考试历史真题详解，9年考试3年模拟，皇家学院入学宝典，皇家学院万能笔试试题模型分析。这个是我们老爷让我交给你们的。据说省城备考那些孩子都是做这种真题的。马管家解释道。这个实在是多谢了。玉天禄的表情略显尴尬，他心中暗道，无论哪个世界，这考试可真是一脉相通啊。我怎么瞅着这些试题集的名字这么熟悉呢？这些书名也是勾起了当年玉天禄对于备战高考那些岁月的回忆。哎，真是没有想到，到了这个世界还要体验一把高考的感觉。玉天禄心中暗道，看起来确实有必要把这些习题集都买一遍，就算不为了自己，为了阿月也是需要的。现在让阿月从头学起已经毫无意义了，除了题海战术，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其他的好方法了。玉天禄一边想着，看着颜月的眼神也是严厉了几分。我说小鹿，这些都是什么天书啊？怎么我一道题都看不懂啊？颜月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看着那些真题抱怨连天。要知道，这颜月拿着这些所谓的真题宝典，已经在这客栈的房间里来来回回捣鼓了几个时辰了。不过看着他一脸茫然的样子，就知道根本就没记住多少。哪里看不懂了？玉天禄问道。我看这些题目没有什么难度啊。小鹿，你教这些题目没有什么难度？颜月当即炸锅了。你看这道题目，一个象画师用象画力变出许多兔子和鸡，然后兔子和鸡的头加起来有39个头，146只脚。问象画师变出几只兔子和几只鸡？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啊？我就知道这兔子和鸡蛮好吃的。玉天禄听罢也差点没晕倒。我说阿月，
你脑子里净想着吃啊？这不过是简单的鸡兔同笼问题罢了，也没有这么吓人吧？玉天禄满不在乎地说道。鸡兔同笼，这是什么？也是你原来世界的吗？没错，在我们那里就连普通的小学生都能解。那你解给我一个试试。这不就是2元一次方程组罢了。说罢，玉天禄直接拿出一张白纸，然后用象画力在白纸上写起了公式。射兔子的数量为 x， 射鸡的数量为 y。这大叉和竖叉是什么？这是 x 和 y， 也叫未知数。你就把它们当成一个符号好了。这个符号长得奇奇怪怪的，简直像我妈过年买过来的辟邪符。颜月冷不丁地抱怨道：“不要在意自己的细节，你就看我排的公式好了。”说完，很快玉天禄就用前世的2元一次方程组解开了鸡兔同笼的问题。最后，我们可以求出兔子的数量是34，鸡的数量是5。怎么样，简单吧？玉天禄十分有成就感地看着颜月道：“这个嘛，小鹿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没有叫人的天赋啊？”什么？我没有叫人的天赋？颜月的话如同一柄大锤，直接重击玉天禄的胸口。此刻他也想起了自己前世当兼职家教的经历。这玉天禄前世可是一个大学霸，无论什么学科在他手中都是信手拈来，高考高分就是其最好例证。只不过他对自己学科上的自信心，到他当家教时被摧毁的体无完肤。当时他顶着高考状元的光环去一个初中生家里当家教，照道理说高考状元去教初中生还不是信手拈来的事情。但那时候的玉天禄虽然擅长做题，但却不太会教。那些简单的初中题目在他看来就只要用手的机械记忆就能解出来就行了。但真正教自己学生的时候，无论他用各种办法都无法让其学生开窍。老师，这个概念我们还没有教呢。老师，这公式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啊。我说老师，你的思路我完全跟不上啊。一通抱怨之后，别说家教经历没有让玉天禄有教学相长的感觉，很多他教授的学生反而成绩有所下滑。所以很快玉天禄的家教生涯就稀里糊涂结束了。此刻看到颜月依旧发出和当年那些学生一样的质疑，玉天禄也终于明白了因材施教的道理。看着玉天禄木然地站在那里，颜月还以为自己的话打击了玉天禄的自信心。小鹿，你这是信口胡说的，你可不要放在心上啊。颜月连忙自责地说道，这些题目我努力背还不行吗？不，阿月，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玉天禄平静地说道，看起来无论使用死记硬背的方法，还是用其他常规的方法，都没有办法让你在短时间通过皇家学院的入学考试。那小鹿，你是准备放弃我了吗？颜月哭丧着脸道。谁说我要放弃你了？玉天禄哈哈大笑，我是在想用另外一种能够让你很容易接受的方法。让我接受的方法？什么方法？我看你的兴趣不就是吃吗？你只要把题目都想象成食物就行了。想象成食物？比方说这道题目说一群像画师来到比斗场里排成100排，第一排有一个像画师，第二排2个，第三排3个，以此类推，最后第100排有100个像画师。问你比斗场里一共多少个像画师？这题目怎么做啊？颜月又是一头雾水。你可以把像画师想象成蛋糕上的草莓。玉天禄微笑着说道。蛋糕上的草莓？这题目你可以看成一个100层的草莓蛋糕。100层的草莓蛋糕？那我可以饱餐一顿了。颜月听着不争气的流出了哈喇子。啊呵！玉天禄咳嗽了一声，不要打岔，这可是在教你解题呢。不好意思，小鹿你继续。这题目你可以想象成第一层蛋糕上有1颗草莓，第二层有2颗草莓，以此类推，第10层有10颗草莓。那你一共能吃几颗？10层的话，颜月想了想，很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有55颗。果然，还真给你算对了。玉天禄高兴地说道。实际上和颜月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玉天禄拿捏颜月还是十分准确的。每次2人出去吃东西的时候，别看颜月经常一通囫囵吞枣般的胡吃海塞，但你最后问他吃了点啥，他都能够如数家珍的帮你说出来。大到吃了几斤蛤蜊，小到吃了多少粒糖豆，对于食物的计算和记忆力，颜月超越常人数倍。那如果将范围扩展到100层呢？玉天禄继续问道。小鹿，你稍微等一会儿，我仔细算一算，如此大的数据量，颜月还是稍微需要时间的。不过也没过太久，颜月还是给出了5050个这个正确的答案。小鹿，我这应该没有算错吧？颜月试探性的问道。算是没有算错，看起来你对食物的心算能力这么厉害啊。玉天禄笑道。不过这实际上有方便的算法。方便的算法？此刻玉天禄已经用象画力在房间里制造出了100层草莓蛋糕的虚影。阿月，你看这一层蛋糕加第100层蛋糕的草莓数量是不是101？玉天禄一边说着，一边在空间中将第1层蛋糕和第100层蛋糕抽出来放到了一起。没错，的确是的。那第2层加第99层的草莓数量也是101吧？然后第3层加第98层也是101。小鹿，我知道了，最后50层加51层草莓的数量也是101。实际上草莓的数量就是101乘以50，就是5050克。开窍的颜月立马说出了答案。孺子可教啊！玉天禄欣慰地点了点头。接下来玉天禄拿出真题，用同样的方法将一道道枯燥的真题转化为美食题型。这样一来，不但提高了颜月的兴趣，也大大提升了复习的效率。整整1天下来，颜月的提升对于他来说简直是几何级数。阿月，你果然是有潜力啊！就连玉天禄也惊叹颜月的学习能力。如果你现在去考的话，最起码考个及格不成问题。啊，怎么这才及格啊？颜月有些泄气，我可是听说这入学考试的成绩必须在80分以上啊。阿月，在你没有经历复习之前，你能考个10分就不错了。要知道，
你这一步已经是其他学子跨的一大步了。玉天禄笑着说道，而且不还有1个月的时间了吗？只要跟着我的思路，保准你能通过入学考试。真的吗？那太好了。颜月握住玉天禄的手，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又能和小鹿在一起了。不过小鹿，在此之前有件事情。什么事情啊？咕噜噜，颜月的肚子不自觉地打起了鼓。抱歉，这一天下来，你这大胃王都还没有吃东西呢。玉天禄笑着说道，我这就去给你拿食物吧。很快，玉天禄就拿来一大袋子的黑面包放在了颜月面前。看到这些黑乎乎的面包，颜月显然有些失望。我说小鹿，我们怎么就只有黑面包吃啊？颜月道，我们住在马家客栈，不是管饭的吗？切，阿月还不是怪你吗？玉天禄没好气地说道，怪我？这怎么又怨我？本来马家客栈是管饭管到考试结束的，谁叫你第一天在人家店里吃自助吃到打烊，换作是谁都顶不住啊。玉天禄无奈地说道。实际上之前客栈老板已经和玉天禄打过招呼了。玉少爷，虽说马老爷也写信吩咐过我们一定好好招待2位，但是这严少爷的食量实在是，这差不多顶30多人的食量了，我们在省城也是小本生意，还请2位高抬贵手啊。客栈的老板冯掌柜说道。冯掌柜实在是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玉天禄抱歉道，这样吧，你就按照每人原来的餐标，至于食物是什么，就让我来安排吧。多谢玉少爷了，多谢玉少爷了。阿月，你一个人一顿吃了人家30个人的伙食费，这谁顶得住啊？玉天禄道，我们来省城人生地不熟，需要冯掌柜帮衬的地方还很多，所以你稍微收敛点吧。好吧，好吧。颜月说着，只能一边啃起这些黑面包来。小鹿，你不要说这黑面包虽然味道清淡，但是吃起来倒是很有层次感，咽到肚子里也是回味无穷啊。不但回味无穷，而且十分有营养。我给我们这赶考2人组准备的食物，可是很注意营养搭配的。玉天禄笑着说道。别看这些黑面包看上去平平无奇，但全都是玉天禄让冯掌柜帮忙准备的。玉天禄按照前世那些营养面包的用料配比，用最经济的方式制作出了这些营养面包，完全可以确保人体一天所需的能量和蛋白质。于是接下来到考试前，这些黑面包就成为了2个小伙伴的主食。好在颜月胃口很大，但是对于食材并没有太多的挑剔，只要能够吃饱，他就心满意足了。这天夜里，2个小伙伴完成了一天复习任务，肩并着肩坐在马家客栈的屋顶上，抬头仰望着星空。我说小鹿，我有些不明白了吗？我们为什么要费尽心思上这个皇家学院呢？颜月看上去十分认真地问道。怎么了阿月？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对于颜月如此认真的发问，玉天禄也来了兴趣。我只是觉得就算是不加入皇家学院，能够在牧羊镇安安稳稳过一生也是不错呀。颜月低声道，小鹿，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没有啥出息啊？玉天禄摇了摇头道，阿月，这怎么没有出息的想法呢？与世无争，安稳过下半辈子，可是所有老百姓一直以来的想法，甚至那些大人物退隐之后也都是想要这样的生活。这样啊，那你为什么还要离开牧羊镇呢？这我也说不清。颜月这一问反而令玉天禄陷入了思考，是为了那个向家千金向小圆吗？不可否认，从看到这个女孩起，玉天禄心中满是激动。说是一见钟情算不上，但大致也差不多。不过这并不是主要原因。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发现自己拥有像画力这样天赋之后，玉天禄自然不想就此埋没。就像前世在那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中，出人头地也是玉天禄想要的东西。而且根据玉天禄大学士所看的所有穿越小说的惯常套路，加入一个学院都是穿越者的起点。既然他到了这个世界，迎合其他穿越者也算是入乡随俗罢了。玉天禄觉得自己虽然拥有像画力的天赋，但苦于没有名师指导。要了解作为这个世界本源力量的像画力，玉天禄需要从基础开始系统的学习，所以能够进入华胥国最为顶尖的像画师学府皇家学院，就是他踏出的第一步。这不过这些原因和颜月说有些太难为这个头脑简单的小伙伴了。说实话，颜月并没有必要一定要跟着他实现这些。看到玉天禄默不作声，颜月还以为自己说错话了。小鹿，不好意思，大概是我说错了吧？你可千万不要放在心上。颜月连忙说道。不，阿月问的这个问题很好，不过现在的我没有办法回答你。玉天禄坦然道，这实际上是我一个自私的选择，归根到底我也是想出去见见世面，该说抱歉的人是我。玉天禄觉得有些自责，却发现身边的颜月扑哧一声笑出了声。哈哈，我说阿月，你在那边傻乐什么？玉天禄有些不高兴了。没什么，哈哈哈，我只是在想，被称为百年问不倒的小鹿，竟然有被我问倒的时候。哈哈，你这家伙，闹了半天，在这里等着我呀！玉天禄做事要打。颜月见状，连忙讨饶道：“好了好了，小鹿，原谅我了。实际上，我妈妈出门告诫我，颜姨她嘱咐你什么了？我妈妈她说啊，阿月别看你长得高高大大，但这次去省城考试一定要跟着小鹿，人家明显比你靠谱多了。想要进入皇家学院光宗耀祖，你就给我好好听人家的话，知道了吗？还要记住，不要问那么多为什么，到底是母子连心。颜姨倒是对于自己的儿子很是了解。”玉天禄点了点头：“阿月，你是不是担心考试的事情？”“没错，没错。实际上，我这2天在省城里逛的时候，可是看到那些考生们都是如临大敌，说是这皇家学院的入学考试可是被称为地狱考试的存在啊！而且我看到那些考生年龄都比我们大啊！据说这皇家入学考试只要年龄在10周岁前，只要有推荐信都有资格参加呢。”玉天禄道：“啊，那岂不是我们要和不少大我们几岁的人竞争啊？”颜月有些灰心道：“我们这个年纪差几岁就要差很多好不好？
差很多吗？玉天禄上下打量了一下颜月，我看是他们比你差不少吧？你的身体素质比很多成人都要好上不少，明显是他们吃亏了。这个颜月也是无话了。实际上前几天他们去入学考试登记处报名的时候，招生办的老师也对颜月十分质疑，你这家伙真的只有9岁吗？怎么长这么大？该不会是篡改年龄的吧？一个老师问道。啊，老师，你怎么知道？10成的颜月随口道。我就知道，小小年纪不学好，超龄了知不知道？那个老师气愤地说道。超龄？难道门槛放低了吗？颜月道，老师，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我还有1个月才满9岁呢。啊！招生办老师差点没惊掉了下巴。如果不是这皇家学院还有骨龄测试这样证明岁数的方法，这颜月差点就被给冤枉了。这皇家学院本身就是招收天赋异禀的存在，就算是他们有年龄的优势，以前考不上，那现在自然也考不上，这就不用担心了。玉天禄淡定地说道。小鹿，我听说除了笔试之外，还有一场特别考试，传说比笔试还难呢。颜月说道。这我当然有准备了，如果是很容易的考试，那这皇家学院可就没有进入的价值了。此刻玉天禄的眼中满是斗志。就在这2个来自牧羊镇的小伙伴还在畅想着不久之后的考试之时，在皇家学院的教务办公室内，一个和他们有交集的男人意外地出现在了这里。我说阿峰，你这个大忙人，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呀？坐在沙发上的男人就是皇家学院的教导主任，被称为铁腕像画师的陈克昭。程主任，实际上我也是受人所托来到这里。穆林峰平静地说道。什么人能够驱动你这种等级的像画师？难道是项家吗？没错，这的确是项家拜托我的，不过我也是为了皇家学院考虑，这个人才的确不可多得。穆林峰回答。不可多得的人才？陈克昭一愣。实际上，虽然这皇家学院的招生考试都秉持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但是那些世家的天赋异才早就会先一步到皇家学院挂名了。比方说田和子家这样的大族，早就将自家的子弟给推荐过来了。田和子家的子奎，曲沃郑家的郑书段，象州鲁家的鲁连海，可都是天赋异禀的人才。陈克昭如数家珍道。不过这些异才都不用阿峰你推荐，那些家族已经将推荐信送到我名下了。这些人可都是这一届的翘楚啊！如果是这些人的话，我也没有来此的必要了。穆林峰摇着头道。怎么？难道有不出世的天才吗？陈克昭顿时来了兴趣。没错，虽然这个孩子来自于一个不知名的乡镇，但是其潜力令我都叹为观止。不知名的乡镇叫什么名字？牧羊镇。牧羊镇，原来是那个土豪马振北所在的镇子啊！原来程主任也认识那个马振北，那是自然，这个土豪也算是有心，给我们皇家学院捐款捐物买名声。我们学院里面的一座雕塑也是这个家伙捐款建的呢。陈克昭的语气十分平静，看样子对于向马振北花钱买名声的事情，陈克昭已经司空见惯了。那他的推荐信应该已经派人递交给你了吧？穆林峰问道。没错，已经提到我这边好几天了。不过这种小地方出来的人，就算有像画力，但也无法和那些世家相提并论。不过看在马振北这些年来一直给我们学院捐款的份上，我已经同意让他们参加入学考试了。程主任，我要你注意的就是他推荐的人。他推荐的人？我记得他好像推荐了2个，应该有一个叫玉天禄的人。玉天禄？陈克昭信念一动，自身的像画力化作念力，直接将马振北的推荐信给拿了过来。这些推荐信陈克昭审阅过以后，都会在其上面留下精神标记，所以他只要随便使用像画力，就能迅速检索到需要的推荐信。玉天禄，牧羊镇人，只有7岁吗？这个年纪有点小啊。看着玉天禄的资料，陈克昭不禁皱起了眉头。天赋和年龄不能成正比，我记得去年向大小姐进来的时候也是这个岁数吧？这个家伙怎么能和向大小姐比？陈克昭脱口而出，这向小媛可是向家100年来的第一天才，进入学院我们可是请权威的像画师测试过，其潜力达到5星乃至更高层级的像画师完全没有问题，他才是真正的异才啊！那程主任，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个小子的潜力丝毫不会比大小姐差。什么？陈克昭也是吃了一惊。阿峰，你是跟我在开玩笑吗？程主任，你觉得我是开玩笑的人吗？但是如此籍籍无名的牧羊镇，真的能够出像大小姐这样的天才吗？陈克昭依旧抱以怀疑的态度。程主任，你可不要忘了，我就是从一个小地方走出来的。穆林峰耸了耸肩，一本正经的说道。陈克昭一怔，脸上的表情终于稍微和缓了一些。阿峰，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话，我们学院自然愿意放弃门第之见，只要他能通过考试，我们一定会将最好的资源给到他，相信用不了多久，他肯定会成为2星像画师。陈克昭说道。2星像画师？穆林峰笑了笑，那个小子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不过我今天来的确需要程主任帮忙一下。紧接着穆林峰就将玉天禄在牧羊镇艺术大赛上夺魁的经过告诉了陈克昭。这陈克昭见过大风大浪，很快就听出了穆林峰的意思，看起来那小子当时夺走了子家的蛋糕啊！我记得子家可是睚眦必报的主啊，这小子得罪了他们，估计在这次考试里面没有好果子吃啊，所以我这不是来找你了吗？穆林峰笑道。原来如此，放心好了，如果是真正的天才，我们皇家学院可不会坐视不理的，区区子家而已，还没有力量干涉我们皇家学院之事。陈克昭认真的说道。今天省城的大街上人头攒动，到处车水马龙，不过令人意外的是，中兴大道上却早已率先被禁街了，通往一个个考点的街道提前已经有不少安保人员开始维护秩序了。
只要是考生的话，第一时间会被这些护考人员一路保驾护航送到指定的考点。这幅场景倒是让玉天禄想起当年参加高考的景象，那些忘带准考证的迷糊虫，经常被警察叔叔一路风驰电掣般送到考试点。没想到变换了时空，这考试依旧受到格外的重视啊！玉天禄忍不住感叹道：“怎么会这么多人的？”看着道路两边的人群，颜月忍不住嘟囔道：“在牧羊镇，就算是庙会的时候，也不见这么多的人呢。记住，这里是省城，可不是牧羊镇可比啊。”负责护考的冯掌柜说道。受马镇北委托的冯掌柜倒是十分尽职尽责，今天考试之日，他主动卸下客栈里的活儿，带着2个小家伙参加考试。这副样子也是像极了带着孩子赶考的家长。我们只不过参加一个考试而已，也用不着这么隆重吧？颜月一边走一边问道。岳少爷，你可要知道，这可是皇家学院的入学考啊！这皇家学院是什么地方？这可是整个华胥国最高的学府之一啊！每个从这里出来的毕业生，无一不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啊！冯掌柜解释道。而且这皇家学院被视为华胥国象画师基地，每年从这里走出象画师亦是数不胜数。我也听说了。玉天禄附和道。这些毕业生很多都被华胥国政府又或是世家大族所礼聘，只要从这个学院毕业，差不多等同于出人头地了。说话间，玉天禄等人已经来到了他们所参加的考试点，一座巨大无比的体育场。此刻考生已经将这个体育场给围得水泄不通。怎么考场还有这么多人啊？颜月看着傻眼了。没办法，这个考点是普通考场，也是考生人数最多的地方。冯掌柜道。普通考场？难道还有特殊考场吗？玉天禄问道。那当然是有的。冯掌柜解释道。那些世家大族和皇室成员的入学考试，怎么会和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放在一起？他们都是有专有的考场，都是放在市中心最显眼的位置，也不用像我们这么赶了。要知道，玉天禄和颜月所住的客栈距离考点那是有10几公里路，为了能够按时赶上考试，他们几乎天不亮就出来了。谁知到了考点，却看见几个门早已围得水泄不通，就连考试也要分3、6、9等吗？玉天禄面色一沉。要知道，这个7岁孩童最厌恶的就是不平之事。实际上，这也不能怪那些搞特权的。冯掌柜叹了口气。皇家学院招收的都是具备象画师潜力的人，能够设置普通考点，让普通人有入学的机会就已经不错了。你们可不要再奢求什么了。知道了，那还是调整心态考试吧。玉天禄点点头。前世见过风浪的玉天禄也十分能够理解阶级的差异。不过小路，我们该怎么进去呢？这距离考试开始只有半个时辰了呀。颜月看着体育场上的大钟，着急地说道。而此刻队伍的最前方却响起了不和谐的声音。你们这些家伙，今天就别想过去了。我们5联帮的大少爷今天参加考试。你们这些竞争者就不要给我添乱了，看来有闹事的啊！玉天禄冲颜月使了个眼色，阿月，我们过去看看，到底是谁挡我们的道。于是借助身强力壮的颜月，3人拨开人群，终于来到了考场大门的入口处。只见一群身着劲装5大3粗的汉子在门口组成了一道人墙，阻止着那些考生入内。这怎么可以呢？我的孩子可是费了好大力气拿下推荐信的，5联帮也不能如此霸道啊！那些家长也是急红了眼，冲着5联帮的人大声抗议道：“我们不是霸道！”此时，从5联帮的队伍里走出一人，手拿蒲扇，一副慢条斯理的样子道：“这个入口可是我们5联帮花重金买下的，只有给我们交过100金币的人才能通过，否则的话，就请你们从其他入口进入好了。”这人是谁啊？玉天禄问身边的冯掌柜道：“还有这5联帮又是做什么的？”玉少爷，这5联帮是这省城里一霸，原本是承担各大商会的运输生意，刚开始只是一个小帮派，但是经过10数年的打拼，竟然成为了运输界的龙头。冯掌柜解释道：“现在5联帮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已经成为省城里面不可忽视的帮派了。5联帮，听着怎么和无赖帮一样啊？”颜月忍不住道：“谁说不是呢？大家背地里都这么称呼他们的。听说他们5联帮的小少爷今日也要参加皇家学院的入学考试，没想到他们为了让其过关，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冯掌柜叹了口气：“那维护考场秩序的保安不管吗？”玉天禄好奇道：“玉少爷，刚才说话的人叫武青衣，是5联帮的大管家，看样子这个入口的保安已经被他们买通了，今天要想从这里进入考场是不行了呀。还能如此操作，那皇家学院不出面管吗？”“管？普通考场，皇家学院根本不会重视的。”一旁一个家长愤愤地说道：“这每年普通考场的招生都是走过场罢了，他们关心的都是特殊考场的天之骄子，我们这些老百姓他们都懒得管。没错，这5联帮的人上不了台面，没有办法挤进特殊考场，于是就采取这样的手段，真是令人讨厌啊。”旁边一个家长也是埋怨道：“那去其他的门不就行了？这100金可是不少啊。”玉天禄道：“其他入口，除了最远的几个出口外，其他地方也被不少帮派给买下了。每次考试借此机会发横财的帮派都是不少啊。”一个家长连连摇头：“好了，我们还是快点绕道吧，否则误了孩子的考试可不好啊。”说完，已经有不少家长火急火燎的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现场，他们拼命朝其他入口赶。那我们怎么办？不等颜月说完，只听得金币撞击的声音响起。只见冯掌柜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金币袋子，在2个孩子面前晃了晃。“放心好了，我早有准备。”冯掌柜笑着说道：“这里面有200金币，足够进去了。马老爷吩咐了，让我一定要让你们顺利参加考试。”说着，冯掌柜就准备带着2人进入考场，没想到却被玉天禄一把拉住。“我说玉少爷，你这是……”冯掌柜有些诧异，再不快点的话，
可能就赶不上考试了。考试当然要考，但是这200斤送给这群恶狼可不是我所愿。玉天禄道，而且我看这群恶狼拦路本身就是一场考试。玉天禄笑着说道，考试？这是什么考试？颜月一愣，这就是人生的考试，我们可不能向这样的黑恶势力低头啊。玉天禄看你这颜月道，阿月，和我一起给这些家伙上一课怎么样？没问题，我妈妈说了，一切听你指挥就行。说完，2个孩子就大踏步的朝5联邦走去。玉少爷，岳少爷，你们等等我呀！冯掌柜一时不知所措，也只能快步跟在了2个孩子的身后。此时5联邦正在入口前忙碌着，那些不甘失去考试资格的家长东拼西凑，无奈的交着过路费。此时玉天禄和颜月走到了这群拦路虎的面前，他们仿佛没有看到武青衣一样，一个劲儿的就往里面走。5联邦见状顿时不干了，根本不用武青衣出言，就有2个喽啰把这2个孩子给拦了下来。这是哪家的小孩这么不懂事啊？一个喽啰指着2人说道，我们是来参加考试的，你们是考场的工作人员吗？玉天禄眨着2只大眼睛，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对着5联邦喽啰道，你们2个是聋子吗？喽啰怒道，要从这里进入要交100金的过路费，否则的话给我去北面的通道进入。过路费？玉天禄皱了皱眉头，心道，这群家伙还真是明抢啊。就此说，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了。过路费有。此时冯掌柜赶过来，想替玉天禄把过路费给交了，这是200金，求各位高抬贵手，不要难为这2个学子吧。200金？不好意思，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价了。那个喽啰白了冯掌柜一眼，现在要300金了。什么300金？冯掌柜倒吸一口凉气，这不刚刚说好的吗？你们怎么能坐地起价呢？我就坐地起价怎么着吧？那喽啰毫不客气，你们这些家伙对我们5联邦不敬，收你300金不错了。过一会儿可就不是这个价了。我原来以为你们是考场的工作人员，闹了半天只不过是一群欺行霸市的狂徒罢了。谁在说话？那个喽啰顿时大怒，是我。玉天禄缓缓走了出来，原来是你这个小鬼，看来是活腻味了。喽啰大怒，挥拳就朝玉天禄打来，谁知他一拳刚刚打出，就被一只有力的手给抓了个正着。颜月怎么能让自己的兄弟挨打？他迅捷地伸出一手，直接就抓住了对方的手腕，然后轻轻一捏，顿时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喽啰苦不堪言。痛痛痛！喽啰顿时发出一声惨叫。颜月一抬手就将这个狐假虎威的家伙给举了起来。你竟然敢动小路，这就是你的下场！颜月说着，像是扔垃圾一样，随手扔了出去。那个喽啰在地上如同滚的葫芦般滚了好几圈才停了下来。哎呦呦，老大，有人欺负我们5联邦了！那喽啰不住的在地上呻吟。这一叫一时把5联邦的大总管武青衣给引了过来。这个身着青衣的瘦削男子背后也是聚集着不少虎背熊腰的打手，这些可都是5联邦能够立足省城的资本。不过当看到闹出这么大动静的人是2个乳臭未干的小鬼时，武青衣不由得一愣，怎么回事？你们在这里吵吵什么啊？武青衣道，如果过会儿打扰了少爷的考试状态，你们几个吃罪得起吗？总归都是这些小鬼不知天高地厚，你看把我给打的。那个喽啰连忙站起身，指着颜月道。武青衣见状，反手照着那喽啰就是一巴掌。你这家伙就不要给我丢人现眼了，被区区一个小鬼修理成这番模样，不是丢我们5联邦的人吗？武青衣勃然大怒，教训完手下，武青衣怒气冲冲地走到2个小鬼面前。好了，现在该算算我们之间的账了吧？武青衣冲着玉天禄怒目而视，想用气势吓倒眼前的孩子。可玉天禄可不是一般的孩子，他甚至都没有抬眼看这个总管。你有什么资格和我算账？玉天禄面色一沉道，该付的考试费用我们之前统一交给皇家学院了，你们又不是什么官方机构，还能额外收费不成？小家伙看来是外地的考生，完全不懂规矩啊。武青衣冷笑一声，知不知道这些都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啊？我们可是5联邦，可是重金买下这个权利的，你们凭什么手段拿来的权利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皇家学院不会给你们这个收费的权利。没错，他们不会给我们这个权利，权利是靠自己去争取的。武青衣道，皇家学院的管辖范围也只是整个体育场而已，外面的事情他可管不着，所以我劝你们几个太平点，遵守这里的规矩，不要徒生事端。武总管是这个2个孩子不了解情况，还请您。冯掌柜连忙道，你这家伙是哪里冒出来的，轮得到你插话吗？武青衣说着，随手一掌朝冯掌柜打了过去，谁知他的手在半空中停了下来，原来是一只无形的大手硬生生地架住了他的掌柜。怎么回事？武青衣眉头一皱，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却根本无法搬动自己的右手。此时武青衣忽然转头看着一旁一脸平静的玉天禄，是你？武青衣脸色一变，难道是向化力？武青衣话还没有说完，就瞬间被一股巨力给震飞了出去。还算他的那些喽啰反应很快，连忙组成人肉沙袋，这才勉强挡住了飞出去的武青衣，否则这个大总管摔个狗啃泥可就十分狼狈了。此时武青衣也不敢再轻视眼前的玉天禄了，你看我这人怎么能对你一个孩子掉以轻心呢？武青衣自嘲地说道，能够参加皇家学院的考试，怎么也是拥有向化力的一才，这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武青衣说罢，周身也是升起一股奇异的力量，原来这家伙也有向化力啊。玉天禄看了一眼武青衣，省城果然是藏龙卧虎，这牧羊镇要找出一个能够娴熟使用向化力的，那是难如登天，到这里随便一个家伙竟然就操控得极好，你这家伙完了。一旁喽啰起哄道，武总管可是堪比像画师的存在，你就等着被修理吧。此时只见那武青衣凝神静气，瞬间在其面前出现了一把实体化的巨人。武青衣大喝一声，
巨大的气刃猛地朝玉天禄的头顶砍了过去。冯掌柜和周围的考生、家长们见状也是吓了一跳。完了，玉少爷这次是在劫难逃了。冯掌柜忍不住闭上了眼睛，只听得一记声如洪钟的金铁之声响起。等冯掌柜睁开眼睛之时，一时被眼前的一幕给镇住了。只见身材矮小的玉天禄不闪不避，虚空中一只大手紧紧握住了武清一的巨刃。怎么可能呢？武清一额头上早已渗出了汗珠。实际上，这武清一虽然懂得使用象化力，操控也算是熟练，但他到底不是什么象化师。无论是象化力的体量和纯度，根本无法和象化师相提并论。刚才用象化力凝结而成的巨刃，看着威慑力十足，实际上外强中干，根本持续不了太久。而玉天禄的象化力运用，可是在艺术大赛上赢过那些真正的象化师，这随便的交手高下立判。看起来你也只不过是银样蜡枪头啊！玉天禄冷哼一声，突然那巨手划掌为拳，在击碎对方无形巨刃的同时，也是再次将这个自命不凡的总管给打飞了出去。而这一次，那些喽啰连组成人肉沙袋都来不及。武清一重重的摔倒在地，也是摔得鼻青脸肿，要多狼狈有多狼狈。可恶的小子！武清一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一跃而起。此刻他早已被愤怒冲昏了头脑，自己堂堂一个帮派的大总管，竟然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如此戏弄，你叫他如何咽得下这口气？你们几个给我上，好好收拾这两个小鬼！武清一一边叫嚣着，一时将自己的几个手下往前一推。看着那些冲过来的打手，颜悦这个小壮汉从斜刺里杀将过来。刚才玉天禄出手之时，颜悦就有些按捺不住。此刻眼见对方想要人多欺负人少，他怎会袖手旁观呢？这个身材和年龄不成比例的小大人如幼虎一般冲入了那些人之中。他随手抓起两个打手的脚踝，倒提起来如同转陀螺般疯狂地旋转起来。不单单是颜悦手中的打手们被转得七荤八素，就连旁边的打手们也被骇人的气势逼得无法近身。就在这些人犹豫该怎么办之时，颜悦突然停手，然后将两个倒霉蛋朝着五连帮的打手群给扔了过去。高速旋转的离心力加上颜悦打破常识的距离，让那两个已经昏过去的打手顿时变成了炸弹一般。只听得一声声惨叫响起，那两个落入阵中的打手已经如保龄球般将冲过来的同伴给带倒在地。好！看到两个小英雄见义勇为的表现，旁边一旁的家长和考生们都纷纷击节叫好。此时武清一的面子上有些挂不住，大庭广众下堂堂省城的龙头帮派，竟然被两个毛头小子给修了一顿，这传出去可是会成为同行的笑柄。你们两个给我等着！武清一回过头就准备招呼手下去摇人，过会儿有你们好看。武总管，有什么好看啊？此时一个低沉的童音从玉天禄的背后响起，这个家伙玉天禄顿时嗅到了一股危险的感觉。紧接着只见一个身材健硕的少年从他和颜悦身边匆匆走了过去。少爷！武清一看到这个少年，双腿直打哆嗦。少爷，这个家伙难道就是刚才五连帮口中所说的那个准备参加入学考试的少爷吗？玉天禄不觉将目光投向这个健壮少年。这个少年约莫10岁左右的年纪，身高比颜悦矮了半个头，但是放到同龄人中依然是鹤立鸡群的存在。没办法，谁叫那颜悦生长太过逆天了呢？武总管，你还嫌不够丢人的吗？那少年双目射出两道凶光，震得武清一半晌说不出话来。少爷，主要是武清一吓得都游戏语无伦次了。我记得我嘱咐过你，不要插手我考试的事情。你们是想违抗我的命令吗？少年威严地说道。武清一和一众打手吓得立马跪倒在地。这个家伙体内也拥有不俗的象化力啊！玉天禄能够感觉到对方体内所蕴含的象化力丝毫不弱于自己。但少爷，这可是老爷吩咐的呀！武清一小声道。是他吩咐的又如何？少年大怒，我早就说过了，我要依靠自己的实力考入皇家学院，不要给我整这一出笑话。我给你们3秒钟时间从我眼前消失。但是少爷，武清一还想争辩几句。1，少爷。2，武清一面色惨白，连忙带着手下迅速离开了现场。不要说这群五连帮的人虽然战力不怎么样，但是逃起来倒是相当迅速，一转眼就不见了踪影。赶走了武清一等人，那少年才回过头看着玉天禄和颜悦。你们两个外地来的小子倒是有些本领，你们叫什么名字？少年毫不客气地问道。在问别人名字之前，你是不是应该先自报家门啊？玉天禄不卑不亢地说道。好小子，你还是第一个敢这样和我说话的人。少年哈哈大笑，我叫武连志，刚才你也看到了，我就是那些人口中的少爷。你是五连帮的少帮主？颜悦嘟囔道。怎么？难道我不行吗？武连志一愣。可以是可以，我倒是没有想到那些看似蛮厉害的成年人，看到你一个小家伙也唯唯诺诺的，实在是有些好笑。颜悦心直口快，心里想什么嘴里就直接说了出来。你以为我是靠父辈的庇护吗？武连志皱了皱眉头。应该不是，因为你本事也具备一定的实力。玉天禄平静地说道。看来刚刚那精纯的象化力并不是假的，小小年纪有这样的天赋，看来有可能成为我武连志的劲敌啊。彼此，你的象化力也令人印象深刻，有意思。武连志哈哈大笑。现在我能够知道你们两个姓名了吧？玉天禄、颜悦。玉天禄、颜悦，好了，我现在知道你们两个劲敌的名字了。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成为劲敌？颜悦疑惑地问道。你们应该是来参加皇家学院的入学考试吧？武连志问道。是又如何？那就对了，这一届每个参加考试的都是我武连志的劲敌。武连志说着也是伸出了手。玉天禄原本有些防备，不过他看了武连志一眼，同样也是伸出了自己的手。武连志高兴地握住玉天禄的手，用力摇了摇。
我们这算是握手言和了吗？这个嘛，玉天禄依旧是警惕的表情，这还有待考证。切，你们这些家伙怎么和那群人一样，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啊？武连志不高兴地甩开了玉天禄的手，原本以为遇到了能够交心的家伙呢，这没有办法，你们五连帮的所作所为实在是难以启齿啊。一旁的颜月帮腔道：你们不要被表象所迷惑，我们五连帮的人在整个省城还算是有原则的帮派。武连志道：今天是武总管他们做过分了，我这里给大家道个歉。说着，这个五连帮的小 K 竟然朝着一众考生和家长行了个礼。好了，大家刚才受惊了，现在我们还是快点进去吧。武连志接着说道。家长们似乎还是将信将疑，最后还是武连志拉着玉天禄先进入体育场，其他的考生才慢慢走了进去。虽然有些波折，最后玉天禄还是顺利的进入了考场。而令人意外的是，刚才的武连志竟然和他们是一个考场，看起来我们还是很有缘分啊。武连志脸皮比较厚，看到玉天禄他们竟然直接凑了过来，我看是孽缘吧。颜月毒舌道：阿月。玉天禄连忙道：我们也算是和武兄不打不相识，而且都是一个考场的，的确算得上有缘。玉天禄可不是颜月这种没有心机城府的，他很清楚现在二人在省城人生地不熟，的确需要一个地头蛇帮衬一下。而现在眼前这个有些中二帮派小 K 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还是这位玉兄弟比较通情达理啊。武连志笑着说道：我们这次可要一起加油，希望能够通过考试吧。多谢武兄吉言，不过武兄你对此次通过有没有把握呢？玉天禄问道。势在必得，不就是区区入学考试吗？我这样的天纵之才自然不在话下。那武连志说的也是眉飞色舞，你这么厉害的吗？一旁的颜月也是投来羡慕的目光。那是当然，我上一届考试就差点过关，也就差了个1-2分，没有过分数线而已。武连志随口道。原来你上一次没有考上？何止上一次，我可是从7岁开始一连考了2次，这是第3次了。也就是说，武兄你这次如果考不上的话，就没有资格进入皇家学院了。玉天禄问道。确实如此，那你也不用特意说出来吧。武连志表情略显尴尬。不好意思，一时没忍住把实话说出来了。玉天禄连忙道歉道。没事，这一次我有绝对的信心跨过这道坎。各位我们一起加油，这皇家学院可是在向我们招手啊。武连志甚至还朝二人比出了大拇指，这令玉天禄也不禁身子一颤。这个家伙算是有些实力吧，但是怎么总有一些不自在的感觉呢？玉天禄心中一阵恶寒。好在很快监考老师就带着试卷走了进来。好了，各位考生拿好试卷，等开考时间到才能动笔，听见了没有啊？监考老师一脸严肃地说道。紧接着站在讲台上的监考老师随手一甩，竟然将手中的试卷如天女散花般抛向了空中。什么？好几个考生没有见过这个场面，差点叫出了声。真是没见过世面。坐在玉天禄一旁的武连志道，这些监考老师可都是像画师，这样发卷子的方法只不过是基本操作而已。下一秒，正如武连志所说，那些试卷就如同被锁定标记一般，不偏不倚都飘落在各位考生对面的课桌上。不用问，这自然是那个其貌不扬的监考老师的手段。不一会儿功夫，所有的考生手上都有了一张考卷，只不过不少考生看到这试卷都是一阵诧异，奇怪，怎么这试卷是一张白纸啊？上面的题目呢？一个考生忍不住发问道。切，连这个都不知道，还敢来参加考试？武连志笑道，这些试卷都是用念纸做的。念纸？颜月连忙小声问一旁的玉天禄，小鹿，是不是用象画力才能让上面有文字显现的念纸啊？没错，阿月你倒是还记得啊。玉天禄欣慰地说道。记得是记得，不过我怎么办啊？颜月着急道，我又没有象画力，你叫我怎么无中生有编出题目啊？不要着急，这个交给我好了。玉天禄说着就准备使用象画力让念纸自动产生考题。就在这时，只听得刺啦一声，一个考生发出了一声惊呼，我的试卷怎么变成2半了？这个倒霉的考生哭丧着脸道，你刚刚做了什么？监考老师走过来看着考生问道。我就把象画力灌输到这试卷上而已，谁知试题没有出来，反而是卷子撕成2半了。老师，我这可怎么办啊？考生着急道，还有多余的试卷吗？不好意思，每个考生只有1张试卷。监考老师平静地说道，你完不成试卷只能退出考场。什么？这怎么可以啊？考生顿时吓傻了，我可是辛辛苦苦准备了1年，请您不要因为一次意外就让我失去考试资格呀。愚蠢的家伙，根本什么都不懂，竟然还好意思来考试。角落里一个声音悠悠地说道，是哪个家伙？那个考生怒道。他回过头，说话的人竟然还是武连志。你知不知道，从你拿到考试试卷的时候，这次考试就已经开始了。武连志鄙视地说道，这试卷所用念纸是灵敏度极高的念纸，你一定是仗着自己象画力量大，不顾一切灌输上去是不是？那考生一时语塞，这特殊的念纸可经不起如此摧残，自然就分成2半了。武连志继续说道，这是皇家入学考试的第1道关，考核的就是象画力的掌控力，你被淘汰是理所当然的。这下那个弄坏卷子的考生也无话可说。监考老师向武连志投来赞许的目光，随后顺势说道，这位考生说得很对，你们这些家伙可不要小看我们皇家学院的入学考。好了，你退场吧。虽然这个孩子极度不愿，但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只得哭哭啼啼地离开了考场。我说武连志，你厉害啊。颜月也是朝武连志竖起了大拇指。厉害什么啊？武连志自嘲地笑了笑，我这叫吃一堑长一智啊。原来如此啊。颜月无良地笑道，
看来你以前考试吃亏不少，算是帮我们避雷了。好了，大家都给我安静点，距离正式开考还有几分钟了，你们几个还是快点准备试卷吧。监考老师皱着眉头道，还有考场纪律给我注意，被发现作弊的话，直接会被请出考场，而且来年的考试资格也会被剥夺。听明白了吗？是。考生们异口同声地说道。很快，玉天禄就将手中用的空白念纸给化为了试卷。这对于操控力超越常人的玉天禄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接下来，他捎带脚用象化力将颜悦的念纸也化为了试卷。颜悦朝玉天禄做了个比心手势，也连忙坐下准备答题。而考场上其他考生大部分也成功准备好了试卷，不过还是有不少冒失鬼把念纸给弄坏，被剥夺了考试资格。时间到，大家可以开始考试了。监考老师说话的同时，教室外面也响起了打铃声。顿时，所有的考生开始奋笔疾书起来。这次考试的题量相当大，而且难度也是颇高。不少考生刚刚开始答题，脸上就变得异常精彩。这些题目是怎么回事？大幅度超纲了呀！这项化力的方程式我怎么知道？不少考生已经开始抱怨了。玉天禄扫了一眼试卷上的题目，也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他倒不是担心自己，这几天玉天禄一头扎进题海之中，差不多已经将高2个年级的习题给通关了。他自觉通过这次考试毫无问题。玉天禄担心的自然是自己的好伙伴颜悦。阿月虽然这段时间复习的效果还算好，但是这里面很多题目和知识点他应该掌握不好，希望他能稳定心态吧。玉天禄心中默默祈祷，阿月，这次只能靠你自己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差不多半个小时过后，玉天禄就已经答完了所有的题目，而其他的考生还在努力的答题。突然一道电光划破了教室的寂静，只听哎呦一声，一个考生捂着脑袋就站了起来。老师，你这是怎么回事啊？那考生刚想抱怨，只见那监考老师快步走到他面前，不由分说从把他手中的笔给夺了过来。那考生顿时变了颜色。接下来监考老师从笔杆子里面抽出一张卷起来的小抄，想骗过我的眼睛，你简直痴心妄想。监考老师严厉的说道，你被淘汰了。老师，不要啊！还有你都给我站起来！监考老师伸手一指，周围不少考生已经被迫站了起来。很快，这个目光如炬的监考老师已经从不同地方找出了他们所携带的小抄。你以为我坐在上面，眼睛不往这里看，就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呀？监考老师冷笑道，你们都给我离开考场，其他人都不许存有侥幸的心理。不一会儿功夫，教室里面的考生差不多就走了1/3。愚蠢！你以为皇家学院出来的老师那么容易哄骗吗？武连志冷笑道，他们光凭感知力就知道你们藏了什么，还想作弊，真是自投罗网啊！武连志说完，又开始继续答题了。大概又过了1个小时，考试的时间也是到了，大家都给我停点，我接下来开始收试卷了。监考老师威严地说道。小鹿出了考场，颜悦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这一次我恐怕很难过关了。怎么了？难道那些题目你没有答上来吗？玉天禄问道。答是答上来了，我按照你给我的方法，把那些题目都想象成食物有关的，倒是写出来不少。不过很多题目我甚至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颜悦摇着头道，那些题目你没开天窗吧？这倒是没有。你不是嘱咐我吗？无论如何都不能开天窗，就是放个公式上去，也能让老师酌情给分。没空着就好。玉天禄松了口气，反正尽人事听天命了。没错，尽人事听天命，大家想开就好了。此时从二人背后响起了熟悉又爽朗的笑声，不用问，自然是那个热血少年武连志。怎么武兄，看上去你这次考试……玉天禄看着武连志的脸上写满了苦色，这可和考前他意气风发的样子大相径庭，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这次考试的题目的难度明显比上一次提升了不止1个档次。武连志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般，枉我武连志辛辛苦苦准备了1年，这一次看来努力又要付诸东流了。没想到那些题目你也做不出啊！颜悦看着武连志，满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实际上你们倒是不用这么绝望。玉天禄此时道。玉兄弟，你这话从何说起啊？武连志连忙问道。虽然这次考试难度的确很大，但是对于其他考生来说也是一样的。我相信对标上一届的分数线，这一次一定会下调不少的。玉天禄分析道。真的是这样吗？武连志依然将信将疑。这你可要相信小鹿，他说分数线会下调，就一定会下调的。颜悦信誓旦旦地说道。武连志虽然有些怀疑，但是考试都结束了，他也只能坦然接受。此刻他的目光再次投向了2个新交的朋友。好了，武兄，我们就此别过，等放榜的时候我们再见吧。说完，玉天禄拉着颜悦就准备离开。2位朋友等一等。谁知武连志急匆匆地拦在了2人前面。武连志，你这是要做什么？颜悦有些不高兴了。此时他想起这个武连志可是武连帮的少帮主，说不定还记着考试前的仇呢。武连志看着颜悦的脸色也是扑哧一笑。你这大块头想什么呢？我是说我们几个算是很投缘，晚上我做东也算是尽尽地主之谊吧。原来你要请客啊！颜悦顿时喜上眉梢。玉天禄咳嗽了一声，刚想说推辞道话，谁知颜悦的肚子不争气的咕噜噜叫了起来。哈哈，看来2位的确是饿了。武连志哈哈大笑。不好意思武兄，我这兄弟实在是……玉天禄也有些不好意思。无妨无妨，你们2位就不要推辞了，和我一起走吧。武连志邀请道。我可不是推辞啊。颜悦抢先道，我这人胃口可不小，小心吃穷了你。哈哈，你可不要小看我们武连帮。武连志不以为然地说道，今天我说做东，保准让你们填饱肚子。
这可是你说的，你可不要后悔啊。颜月也笑道。当然在离开前，玉天禄也不忘和冯掌柜打了声招呼。冯掌柜，你先回去好了，我们晚上会自己回来的。玉少爷、严少爷，你们两位自己小心些啊。冯掌柜连忙道。冯掌柜虽然有些担心，不过之前看到二人所展现出来的战斗力，他也知道就算是五联帮也不能把这两个未成年小鬼怎么样。于是他按照玉天禄的吩咐，自行先回了客栈。好了，你们跟着我一起走吧。伍连志招呼两个新认识的小伙伴道。不过不好意思，我没有安排人来接我们，所以要去吃饭的话需要稍微走点路。走点就走点吧，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颜月这家伙只要有吃的就有无限动力。于是伍连志在前面带路，两个小伙伴屁颠屁颠跟在了他的后面。大概走了2个多小时，玉天禄发现二人已经被这个新认识的朋友带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这家伙不会是想报之前的仇怨吧？玉天禄不免生出了警惕之心，不过再一想，似乎并没有这种可能。如果这家伙真要报仇的话，考试之前就可以对我们这几个外来人出手了。而颜月貌似和伍连志十分投缘，不过走了这么长时间，这个大胃王也不由得开始了抱怨。我说伍连志，你们家的饭店到底在什么地方？都快走了1个时辰了，怎么了？看你这么大块头，难道坚持不下去了？伍连志笑问道。我可是每天来回好几趟呢。我是没有问题，但是小鹿他……颜月说着，不由得回头看了看玉天禄。不用看我，我还坚持得住。玉天禄连忙道。放心好了，也很快就到了。伍连志对手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座高塔道，看到那座瞭望塔了吗？原来在那里啊。不是，等到了那里，再向东走5里，再向西走4里就到了。啊，还要走那么久啊？此刻颜月的肚子早已打鼓打得震天响了。你咋没有事先告诉我们要走这么多路啊？早知道至少刚刚路过那边路边摊的时候买2个点心垫一下也好啊。哈哈，如果你们知道要走这么远还愿意和我来吗？伍连志狡黠一笑。你这家伙！颜月怒道。好了好了，不要生气嘛，到时候我一定会让你们好好饱餐一顿的。而且你知不知道，人在劳累的时候东西吃起来格外美味哦。伍连志笑着说道。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再让二人折返回去，就连头脑简单的颜月也知道得不偿失。上了贼船可没有这么简单救下去的，二人只能硬着头皮跟着伍连志继续走。不过还算好，这一次伍连志倒是没有再坑他们。在走完这毛10里路之后，他们终于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一座有些破败的饭店。好了，我们到了。伍连志指着店面口的招牌给二人介绍道。这就是我们五联帮旗下最有名的饭店五联饭堂。玉天禄抬头一看，只见这饭店墙壁显得十分陈旧，就连挂在门口的招牌掉漆也是十分严重。这里地处省城西北角最偏僻的角落，周围的居民区也都十分老旧。不过这里的人倒是不少，来来往往把这个街区装点得十分热闹。五联饭堂坐落于这街区的中心位置，比起其他店铺还大了不少，显得十分显眼。只不过在饭店的对面就是一个大型的运输公司，那些光膀子的搬运工进进出出，显得十分忙碌。玉天禄也注意到那运输公司的招牌上也有五联2字，于是问道：“这运输公司也是你们家的吧？玉兄弟观察力不错嘛。”伍连志笑着道：“这里这条街都是我们五联帮罩的呢，你们五联帮的势力蛮大的吗？”颜月嘟囔道：“小智回来了呀。”此时迎面走来一个胖乎乎的大妈，冲着伍连志道：“这次入学考试考得怎么样？”原来是于大妈呀！伍连志见状连忙打招呼：“放心好了，这次绝对没有问题，我肯定会成为这个街区第一个进入皇家学院的。那感情好，回头大妈给晚饭多加点好菜。”于大妈笑着说道：“于大妈，这次可不是我一个人哦。”伍连志指了指身边的玉天禄和颜月：“这是我考场上刚认识的朋友，以后说不定就是同学了，记得也替他们多弄点好菜哦。包在大妈身上，小智的朋友就是我们饭堂的朋友，我这就去准备，多给你们几个孩子准备点硬菜。”于大妈说着，扭动着肥硕的身躯，快步走进了饭堂。“你叫小智？”颜月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伍连志：“干嘛？谁没有个小名啊？”伍连志白了颜月一眼：“这于大妈，于大妈是这饭堂的老板娘，别看她现在这么胖，以前在这个街区也是出了名的美女，好不好？20年前你去打听打听，说起于小雅名字，那可是不少男人追求的目标啊。”伍连志十分认真地说道：“你说这胖大妈名字叫于小雅？”颜月憋住笑：“阿月，我们是来做客的，不要这么没礼貌。”玉天禄眼睛一瞪，颜月连忙收声：“小智，今天回来可早啊。”此时一个瘸着腿的老大爷也走到了伍连志的身边：“考试结束的早，所以带朋友早点过来了。”伍连志连忙道：“姚大爷，有段时间没见您了吗？我这腿这几天不争气，在床上躺了好几天了。”姚大爷摇着头道：“这2天又有些不利索了，多亏你爹给我拿来了伤药，现在已经能够下地走路了。小智，回头替我谢谢你爹啊。”姚大爷举手之劳而已，回头我一定带到。伍连志道：“姚大爷，你回去的时候小心些啊。”“放心吧，我这老骨头还挺得住，我还要多活几年，看到你当上像画师的那天呢。”姚大爷摸了摸伍连志的头，接着一瘸一拐地离开了。这位是玉天禄，看着姚大爷的背影，忍不住问道：“他叫姚俊奇，当年魏国战争的时候断了一条腿，孑然一身，也没个孩子照应。”伍连志叹了口气：“他是看着我长大的，小时候也是教导了我很多东西呢。”接下来从3人走过的街坊，竟然都和伍连志打招呼。看样子这五联帮的小 K 在这个街区很受欢迎，这令玉天禄感到有些意外。没想到这伍连志看上去和其他帮派的少主有些不一样。玉天禄心道：这些人看伍连志的眼光没有任何敬畏，
反而都像是老朋友一样。想起武青一之前霸道的样子，玉天禄不觉有些疑惑，这五连帮看上去不像是什么不良帮派啊。玉天禄寻思着，武连志似乎看出了玉天禄的心思，于是解释道：刚才的这些人都是我的街坊邻居，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在我看来都是我的家人。家人？颜月用异样打量了一下武连志，怎么了？有什么奇怪吗？武连志问道。我只是想，这帮派的少帮主还会有家人，而且他们似乎很喜欢你的样子，这看上去不奇怪吗？颜月悠悠道。帮派是帮派，但我们五连帮可不是什么不良帮派。武连志指着远处的那座五连帮旗下的运输公司道，那运输公司是我们帮派的立足之本，从我爷爷那辈儿开始奋斗至今的。你爷爷那辈儿？我爷爷那个时候从外地来到省城的，一开始就是过来卖苦力的，之后白手起家，再加上我老爸数十年的打拼，这才有了五连帮的今天。武连志解释道，不要看武总管今天很霸道的样子，实际上那也是为了能够在省城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生存下去。实际上他们也还算是不错的人，那的确是不容易啊。玉天禄会心的点了点头。好了，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我让你们来这里是来吃饭的，还想要知道我们五连帮的过去，快点跟我进来吧。武连志一边说着，也是连忙推开五连饭堂的大门。这门一打开，一阵烟火气扑面而来，那醇厚的饭香也是令人顿时心旷神怡。我说，这不多干他几碗，还真对不起这些乡亲。颜月的肚子早已饿得咕咕直叫，此刻他就等着饱餐一顿了。你们是小智的朋友吧？此时大妈于小雅笑盈盈的走了过来，小智，老位置已经帮你们收拾好了，饭菜马上就来，你们先去吃一点餐前点心吧。于大妈有劳了。玉天禄和颜月连忙道，客气啥，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就行了。于大妈说着，也是端来一个大盆子，只见里面面包、馒头、蛋糕各种点心，那是应有尽有。那颜月也不客气，随便拿起2个就往自己的嘴巴里面塞，嘴里还一个劲儿说好吃好吃。我说大块头，你现在吃这么多，等正餐上来了，小心吃不下呀。看着颜月狼吞虎咽的样子，武连志忍不住笑道，这你放心，你来再多的东西我都吃得掉。颜月十分不屑地说道。玉天禄随手拿起一块蛋糕放在嘴里，细细咀嚼了一下。虽然这蛋糕的味道可能比不上那些店里面的精工细作，不过面粉和奶油尝得出来，绝对是纯天然制成的。看着这些真材实料的点心，玉天禄也是由衷感叹这家店的良心。前世他在大学周围可是见过不少黑心店家了。好了好了，正餐马上到。就在此时，只见于大妈和好几个伙计端来好些个盘子过来，一会儿就摆满了一桌。颜月一看，不由得喜上眉梢。只见桌子上鸡鸭鱼肉那些硬菜是应有尽有，热气腾腾的样子，视觉冲击力就很大。那大胃王也没有拿自己当外人，打了声招呼就立刻开始大快朵颐了起来。颜月一手揣着大炸鸡腿，一手拿着一个提膀，一个接一个的啃了起来。看到如此场面，那些伙计都瞪得目瞪口呆。一旁的于大妈见状，也是连忙道，小伙子，慢点吃慢点吃，这里管够管够。说完，于大妈回过头看了看武连志道，小志，你这位朋友之前一定是受苦了，估计饿了好几天了，真是作孽啊，小小年纪饿成这副样子。玉天禄脸上有些发烫，这几天为了压缩成本，光给颜月吃黑面包了，已经好多天没有开荤了。这次要不是武连志请客，估计颜月又要吃好几天的素。不一会儿功夫，颜月一个人风卷残云般的将于大妈端上来的菜肴给一扫而空。临了，颜月还问道，还有没有了？啊，你还没有饱啊？旁边的伙计也是吓了一跳。阿月，玉天禄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谁知旁边的于大妈倒是豪爽，一挥手道，有，我们这里管够，去把烤羊排、烤鸭都拿出来吧。于大妈一声令下，从后厨就有一群伙计又端上来不少佳肴，再次铺满了整个餐桌。看到如此场面，颜月顿时乐开了花。不过他刚想下嘴之时，回头瞥见了一旁玉天禄杀人的眼神，顿时收敛了许多。很快，颜月的进食速度也慢了下来，玉天禄这才和武连志开始用餐。席间，武连志还频频催促二人抓紧吃，不用客气，也令玉天禄和颜月频频点头。看来之前的确有些误解这个实诚的家伙了。玉天禄心中总算对武连志放下了戒心。酒足饭饱之后，3个小伙伴躺在椅子上，半晌没了动静。一旁的伙计还忍不住对于大妈嘀咕道，这武少爷哪里叫来的朋友，这胃口竟然比他还要厉害。胃口大点有什么？我看那小胖子慈眉善目的，福相的很。于大妈丝毫没有介意，只要他们愿意吃，多少我们都供得起。此时，武连志用手指着颜月道，我本以为在整个省城我的胃口是最大的，一顿解决1只烤全羊就已经好厉害了，没想到竟然碰到你这样的大胃王，刚才的量估计抵得上3只烤全羊了。怎么样，厉害吧？告诉你一个秘密。颜月神秘兮兮地说道。什么秘密？我刚才只吃了8分饱。啊！在场的人除了玉天禄，听到颜月的话，差点没有惊掉下巴。乖乖，兄弟，你还真是个怪才啊！我武连志甘拜下风了。武连志拱手道，能够跟上我的食量也是难得。颜月也是笑着说道，平常小鹿和我出去吃饭，才吃几口就饱了，好没意思啊。玉天禄心说，你这话亏心不亏心？我那是几口吗？你眼中的一口，差不多是常人的半碗饭呢。可就在3人在五连饭堂的角落里交谈甚欢之时，突然大堂里面响起了不和谐的声音。只听得盘子打碎的声音此起彼伏，紧接着就是一声叫骂。这就是五连饭堂的做派吗？烧的这是什么玩意儿？竟然还敢拿出来卖，简直是店大欺客！今天如果不给我们一个说法，小心我砸了你们的招牌！怎么回事？颜月也是连忙起身。
伍连志举手示意他少安勿躁。两位朋友，你们先在这里坐一坐，我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伍连志说着，也是连忙朝大堂中心区域走去。颜月也想跟着一起去看个究竟，却被玉天禄一把拉住。阿月，你去做什么？做什么？明摆着有人来找茬啊！颜月着急地说道：“这五连饭堂如此款待我们，现在他们出了事，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过去帮忙不是？忙肯定要帮，不过这里可是五连帮的地盘，对方敢于在这里闹事，估计也不是善茬，所以我们应该先静观其变，否则乱帮忙的话，也是越帮越忙。”颜月点点头，他也觉得玉天禄说的有道理。于是两个小伙伴也起身走到正对中心区域的角落里，看看到底是哪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过来砸场子。玉天禄定睛一看，只见伍连志带着于大妈等一众伙计，竟然和一个态度傲慢的少年对峙着。那少年身着华贵的衣服，身后跟着一大群家丁模样的人，看来是有备而来。郑润泽，你这家伙来这里做什么？伍连志指着那个少年说道。来这里干什么？还不是来照顾你这个乡巴佬生意吗？那个叫郑润泽的人冷笑道。你们五连饭堂开门不就是做生意的吗？怎么着还把客人往外面赶？来者是客，我们自然热诚欢迎。但来的是狗的话吗？伍连志话锋一转，用讥讽的眼神看着郑润泽。伍连志，你说谁是狗？郑润泽当即就炸了。谁朝我狂吠，谁就是狗。伍连志随口道。郑润泽刚想发作，却突然停了下来。这个少年似乎也发觉伍连志正用话术套他，决计不再上当。伍连志，我可不和你逞口舌之争，你让在座的宾客评评理好了。郑润泽道。我们听说这五连饭堂口碑不错，天天爆满，这才从市中心到这个城乡结合部过来尝鲜的。谁知道这里和坊间传闻大相径庭不说，竟然还有宰客的行为，天地良心！于大妈气呼呼地说道。我们哪里有宰客的行为了？不要因为你们是郑家的人就能够血口喷人，颠倒是非黑白了啊！他们是郑家的人，我想起来了，郑润泽，好像郑家的二公子的确就叫这个名字啊。旁边的宾客顿时议论纷纷。郑家难道很厉害吗？玉天禄拉过旁边一个伙计问道。这位小哥，你是外乡来的吧？竟然不知道省城赫赫有名的郑家。那伙计有些意外。没错，我们也是从外地来，刚刚和你们家少爷一起参加完考试的。原来如此，怪不得呢。伙计说道。这郑家也算是在省城有头有脸的人物，我们省城有关叫曲沃的地方，那郑家占了曲沃大片产业，算是雄霸一方的存在。那这个郑润则是，他是郑家的二公子，以前还和武少爷是同学呢。还是同学？对啊，之前他们在市中心的贵族小学待过1年，不过很快少爷就气呼呼的回来了。之后参加皇家学院的考试，少爷都是请的家教和自己复习，据说就是和这个郑家二公子不对付。伙计介绍道。原来还有这样一段隐情啊。玉天禄点点头。这个郑家二公子今年好像也参加完考试，估计是过来找茬的吧。伙计分析道。那个郑润泽也参加了皇家入学考试啊，不过我们怎么没有在考场里碰到他啊？颜月忍不住问道。你们是和少爷一起考的吧？那伙计问道。没错。怎么了？那就对了，你们和少爷参加的是普通考场，而郑家的2个公子怎么会去普通考场呢？原来如此。玉天禄点点头。等等，你刚才说2个公子？没错，这次郑家的却有2个孩子参加了入学考试，除了和我们武少爷不对付的郑润泽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大公子郑书段，传说是郑家最有希望成为相画师的存在。郑书段，看那郑润泽的态度，看来就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主啊。看起来这郑家不好惹，能够进入特殊考场，那应该非富即贵。千里迢迢来到这平民食堂，不是找茬又是来干什么的？玉天禄心道，这伍连志怎么会招惹他们的？你们看看，我点了一只鸡，竟然只有这么大。郑润泽顺手拿起餐桌上的一盘烧鸡道。这烧鸡和普通鸡的大小没有任何区别，旁人看来这的确是鸡蛋里挑骨头了。我说郑润泽，你是眼瞎了吗？难道烧鸡不是这么大的吗？伍连志面色一沉。没问题，这普通的烧鸡的确是应该这么大，我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这桌的烧鸡的个头顶得上一只半鸡了？郑润则顺势一指旁边，只见在旁边的餐桌旁正坐在一个衣衫褴褛的老者和一个楚楚可怜的小女孩，而他们面前的桌上正好也有一盘烧鸡，那个头正如郑润则所说，的确是大了很多。这个于大妈见状一时有些语塞。实际上这个老大爷是这里老主顾，他的儿子媳妇由于意外去世了，只留下一个小女孩让他照顾。老大爷身体不好，也没有什么积蓄，带着孙女本身就过得很清苦，住在这里的街坊邻居也是经常接济他们，而善良的于大妈则是经常减免他们的餐费。这次老大爷给孙女过生日，不过手里的钱只够买一只烧鸡。于大妈突发奇想，就在烧鸡里面塞了满满当当的鱼肉、猪肉，所以从表面上这烧鸡平平无奇，但是里面内藏乾坤，自然被普通的烧鸡大了不少。这原本是温暖人心的善举，谁知却被无良的郑润泽抓住把柄，当成了借题发挥的由头。怎么着？这店是我们五连帮开的，我们想给顾客多大的烧鸡就多大的烧鸡，你管得着吗？伍连志顿时火冒三丈。郑润泽，我看你是故意找茬的对吗？我可没有故意找茬，我原本是来看看我的同窗好友这次考试考得如何，说到底普通考场和贵族考场差异还是很大的，录取率就一眼可以看出。郑润泽道，谁知道一进门就被区别对待，我自然是要杀这不正之风。怎么来到我们五连帮的地方还想撒野不成？伍连志大怒，
他拍了拍手，一瞬间从饭堂外面就涌进来数十个一身短打的精壮汉子。为首的一人玉天禄再熟悉不过，赫然是之前被他打得鼻青脸肿的武青衣。这饭堂的对面就是五联帮的运输公司。武青衣听到动静，怕五连志吃亏，立马挑了几个能打的棒小伙子过来助拳了。原来是想人多欺负人少啊！郑润泽冷笑一声，这五连帮声名狼藉，看来不无道理，怪不得一直受到业界排挤。郑润泽，我可没有功夫听你在这里学狗叫，这五连饭堂不欢迎你，你可以给我滚了！五连志立刻下了逐客令。走，没问题，这么垃圾的饭店，我是1分钟也待不下去了。不过等我出了店门，我一定会去餐饮联合会去投诉你们。我不敢保证你们五连饭堂一定会关门，但是不查封个半年1年的，那我就跟你姓。说完，郑润泽一挥手，我们走。给我站住！五连志大声怒喝道。怎么五连志又想3年前在学校里那样对我出手吗？郑润泽面色一寒，你知不知道考生在考试成绩公布之前使用暴力的话，可是会被皇家学院除名的呀？原来如此。玉天禄冷眼旁观，看起来这郑润泽是筹划了很久，准备激怒五连志，让他失去进入皇家学院的资格呀。不过他说的3年前又是怎么回事？实际上我也不是很清楚。旁边的伙计回答，我只是听说武少爷在学校里为了同学和这个郑润泽大打出手，最后调查下来，由于他率先使用暴力，所以被学校给除名了。看来这郑家的能量很大啊。玉天禄皱了皱眉头。小陆，身旁的颜月用手肘敲了敲玉天禄的胳膊，你可是要想想办法教训一下这个讨人厌的郑润泽呀。我看这小子的脸就来气。教训是一定要教训的，只不过可不能上了这小子的当。上当？没看出那小子有什么厉害的啊。阿月，你没有听郑润泽说使用暴力的话会失去考试资格的吗？玉天禄说道。所以要教训他，我们需要想其他的办法。其他办法？颜月不知道玉天禄准备做什么，不过他知道这郑润泽准没有好果子吃。与此同时，五连志已经到了暴走的边缘。郑润泽的挑衅之言的确让这个嫉恶如仇的五连帮少主中了圈套。郑润泽，你别以为我不敢！五连志大怒，强大的象化力充斥了整个大厅。只见无数无形之刃已经在半空中凝结而成，可能随时都会向郑润泽一帮人发起攻击。郑润泽周围的那些保镖不由得虎躯一震。要知道，这些人可不是象化师出身，对抗这些无形之刃自然十分吃力。一个保镖凑到郑润泽耳边道：“二少爷，如果彻底激怒这个煤气罐的话，那么多的无形之刃我们也难以对付啊。”放心，我自有分寸。郑润泽不屑地说道：“就他那种大开大合的象化力，我还没有放在眼里呢。只要他一出手，就会被我们抓到把柄，到时候他就算怎么洗也洗不清了。”郑润泽，你还不给我滚出去吗？此时，五连志大声喝道，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小志，我看还是算了吧。于大妈拉着五连志的衣角道：“关键是小，但是影响你进入皇家学院就。如果为了进入皇家学院要如此憋屈，还要让人欺负到你们头上来，这个学不上也罢。”五连志说完就准备动手。那些无形之刃说着就已经刺向了郑润泽。这可是你自找的。郑润泽冷哼一声，同时周身也已经聚起了象化力，一道无形的屏障缓缓升起，准备挡下五连志的攻击。可就在此时，只听得一声暴喝：“都给我停手！”紧接着一股强大的气劲袭来，竟然一瞬间将无形气刃和无形屏障全数给清除了。什么人？五连志和郑润泽都不禁心中一惊，到底是何方神圣，竟然能够化解我们的象化力？两个人回过头，只见颜月这个大块头不知何时出现在二人身后。刚才他蓄势一拳打出，掀起的拳风竟然就将二人用象化力制造出来实体给驱散了。哪里来的乡巴佬，竟然过来碍事！郑润泽也是心中一通骂：“大块头，你出来做什么啊？”看到颜月出手，五连志连忙道：“五兄，真是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看你们两家本身就是误会，不用搞得火药味十足吧。”此时玉天禄慢慢走出来说道：“误会？什么误会？”郑润泽一愣：“你又是什么人？玉兄弟，你究竟在说什么啊？什么误会啊？”此时五连志也不知道玉天禄的意思，原来是和五连志一伙的。郑润泽瞪着玉天禄道：“这哪里是什么误会？这家店搞暗箱操作在先，之后这五连志竟然还用象化力攻击人，这事情我一定会告到餐饮联合会和考试院，先封了你们的店，再把这个帮派分子给除名了。”郑润泽，你以为考试院是你家开的？有本事你去告好了！五连志大怒道：“去就去！五连志，你这个乡巴佬想进皇家学院，简直是痴心妄想！”郑润泽说着，带着人就准备走。谁知颜月和一群伙计将出口的路给牢牢堵死，一时半会儿郑润泽是出不去了。怎么，你们还想非法禁锢不成？什么非法禁锢啊？郑二公子，你的这帽子是不是扣得有点大？玉天禄冷笑道。此时郑润泽才把注意力集中到玉天禄这个小鬼身上。你到底是五连志的什么人？看口音不像是本地的。郑润泽好奇道。没错，我也是从外省来的，是从一个叫牧羊镇的小地方。玉天禄随口道。原来又是个乡巴佬。郑润泽轻蔑地说道。你这家伙，五连志可容不得外人侮辱自己的朋友。五兄，你这什么急吗？谁知玉天禄倒是不以为意。玉兄弟，这个家伙侮辱你啊！哎，难道狗咬你，你还咬回去不成？玉天禄轻描淡写的说道。什么？你这乡巴佬竟敢骂我是狗？郑润泽勃然大怒。乡巴佬你骂谁呢？乡巴佬我骂你。郑润泽话刚出口，却发现自己已经中了对方的话术，最后引得哄堂大笑。可恶的家伙！郑润泽心中暗骂。
好了，郑二公子，我也不是来找你麻烦的，我也是来讲道理的呀。玉天禄一本正经道。还有什么道理好讲？伍连志的所作所为大家都看到了，我这些手下都可以作证。郑润泽大声吼道。他们看到了什么？请问？用像画力实施暴力。实施暴力？我怎么没有看见啊？玉天禄微微一笑，我连受伤的人都没有看到，你好像也安然无恙，这实施暴力从何说起啊？这个郑润泽一时也无话可说，因为刚才颜月的一拳已经将向画力打得荡然无存，就算要找证据也毫无可能。对面的伍连志被这样一弄，明显已经恢复了冷静，但是这个饭堂区别对待消费者的事情已经是昭然若揭，容不得他们狡辩。郑润泽指着2盘烧鸡道，事实摆在眼前，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这有什么奇怪的？玉天禄轻描淡写的说道，这是人家的营销策略而已，盲盒销售懂不懂啊？盲盒销售？这是什么？郑润泽不解地看着玉天禄，如此新潮的名词，这个世界里的人如何能够知晓？那伍连志等5连饭堂的人也被这新名词给震撼住了。不过出于对玉天禄的信任，那伍连志也搭腔道，没错，就是盲盒销售，怎么这不行吗？那伍连志给我解释一下这盲盒。郑润泽盯着伍连志道，这个所谓盲盒销售，顾名思义是在销售物品之前，顾客无法知道藏在盒子里是具体什么东西的销售模式。郑二公子，我来问你，这烧鸡拿上来的时候是不是用罩子给盖住了？玉天禄问道。这个的确是有个盖子。郑润泽想了想说道，那于大妈，你们饭堂用罩子盖住这盘烧鸡是用来做什么的？玉天禄转向了于大妈，这是为了给这烧鸡保温，保证送到顾客面前还是热的，现在这天不是逐渐转凉了吗？于大妈十分认真的说道，还有就是让这盘烧鸡变成一个盲盒，顾客在打开之前也不知道这烧鸡的大小，对不对？玉天禄一边说着，亦是一个劲儿的朝于大妈使了个眼色。哦，的确是有这方面的考虑，这于大妈倒是心领神会。那就对了。玉天禄转过头对郑润泽道，这就是5连饭堂所新开发的烧鸡盲盒。烧鸡盲盒？郑润泽眉头一皱，没错，烧鸡的大小完全都是随机的，谁能拿到大个的全凭运气。玉天禄平静地说道，看起来郑二公子只不过是运气不好而已，拿到小一点的烧鸡就开始和老人家斤斤计较，看来这曲沃郑家人的素质也不过如此啊。你说什么？大胆狂徒，竟敢污蔑曲沃郑家！郑润泽大怒，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而已。玉天禄双眼直视郑润泽的双眼，堂堂省城的一个豪门，不远千里迢迢到一个小店里鸡蛋里挑骨头，是何道理？这你管不着，我们郑家做事还需要你一个外乡人管吗？不凭人管不凭事，难道你们郑家就能在省城一手遮天，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吗？玉天禄直接把大帽子扣在郑润泽的头上，你这小子乱说什么啊？郑润泽涨红了脸，一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这郑润泽虽然有些心机，但到底也只不过是10岁的孩子而已，也就比伍连志稍微好点。而且他这样从豪门里面出来的孩子，也深知这些世家大族最重要的就是名声。如果今天这事情传出去，被他人知道郑家依靠势力欺负普通老百姓，那可是要被其他世家唾骂的。此刻郑润泽眼中的玉天禄甚至比伍连志更为讨厌。你这家伙真是多管闲事，给我滚开！郑润泽一激动，直接推了玉天禄一把。可谁知这一推不要紧，那玉天禄十分夸张的朝后一倒，竟然一下子撞在了旁边的一个柱子上。紧接着玉天禄嘴巴里一口鲜血喷涌而出，顿时洒了一地。小洛！旁边的颜月见状也是跑过来，一把抱住了玉天禄。小洛，你怎么样了？谁知那玉天禄右眼突然眨了一下，然后迅速闭上眼睛，装出一副极其虚弱的样子。这隐蔽的暗示除了颜月以外也没有任何人看见。颜月心领神会，也是嚎啕大哭起来。小洛啊，小洛，你怎么喷血出来了？你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我可怎么办啊？不会吧？郑润泽看到这一幕也是吓得脸色苍白。要知道这皇家学院的考试规矩对于他也是适用的，如果真弄出人命来，就算是郑家财雄势大也不一定保得住他。郑润泽，你有什么事情冲我来就好了，你对付我兄弟做什么？伍连志也是动了真火，他直接不顾一切的冲上去，一股强横的向化力也蓄势待发。旁边的武青一见状，连忙带着一众子弟把他们这个冲动的少主给勉强拉住。就在此时，伍连志背后响起了玉天禄微弱的声音：伍兄，你不要冲动。玉兄弟。伍连志听罢连忙折返回来，他来到玉天禄面前，只见刚才还侃侃而谈的小大人此刻面无血色，嘴角还流淌着一丝鲜血。伍连志握着玉天禄的手，关切地问道：玉兄弟，你没事吧？还好，我还挺得住，你可千万不要为了我毁了自己的前途啊！玉天禄用力地说道。此时郑润则看到玉天禄没有死，总算松了一口气，还好这乡巴佬没死，否则的话还真难办了。谁知此刻只听得玉天禄说道：武兄，实际上怨不得郑家二公子，他刚才一定不是故意使用香化力伤害我的。你说什么？郑润则顿时大惊失色，我什么时候对你使用香化力了？郑润则，你竟然还想抵赖！颜月抱着玉天禄，一脸悲愤地看着郑润则，我兄弟本来好端端的，平常的一掌还能把他伤成这样吗？除了你那可怕的香化力之外，还能有其他吗？郑润则，这里那么多双眼睛都看到了，你还想抵赖不成？伍连志双眼都快喷出了火，这郑家实在是太霸道了，竟然仗着自己的势力欺负这么小的孩子。你看那孩子顶多8岁吧，受了那么重的伤，就算是不死也会落下病根的呀。周围的顾客碍于郑家的势力并没有过来帮腔，但是那些议论的言语足以把郑润则给喷死。我真的没有用香化力，
一定是这个家伙装出来的。郑润泽急得直跳脚。你乱说什么？我这兄弟难道还是碰瓷不成？那地上的血是假的不成？颜月大怒道。此时地上的血已经泛出了一阵阵血腥味，这下郑润泽也是无话可说。这怪不得郑二公子，主要还是因为我的病。嗨嗨，玉天禄一边咳嗽一边用微弱的声音道，估计郑二公子平常使用象化力习惯了，刚才说到激动处下意识地使用了一些力量而已。都怪我以前落下过病根，估计被那一掌牵动原来的伤势，主要责任不应算在他的头上。听到没有？明明是他自己身子虚，和我没有关系啊。郑润泽病急乱投医，竟然顺着玉天禄的话说道。郑润泽，你有点担当好不好？武连志起身用杀人的眼神看着郑润泽，我这兄弟是不愿与你计较，但是归根到底还是你冲动的使用象化力。如果他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们五连帮可跟你没完。你跟我们郑家没完，你五连帮也配？郑润泽怒道，就算我伤了他又如何，大不了我赔钱就行，我保证治好他总降了吧。郑二公子，有件事情倒是我有些不好意思了。玉天禄悠悠地说道，可能你光赔钱也不行，这一次也怪你太冲动了。怎么，难道你这乡巴佬是什么世家公子不成？郑润泽生气道，我记得你刚才说，如果参加入学考试的考生用象化力对他人使用暴力，是要被皇家学院剥夺考试资格的吧？玉天禄问道。不是对他人，是攻击同样参加考试的考生，这才会被判破坏规则，因为这叫不正当竞争。郑润泽连忙纠正道。那就对了。玉天禄惨然一笑，正好我也是此次入学考试的考生。什么？你也是？就凭你一个小地方出来的乡巴佬也有这资格？你唬谁呢？郑润泽也是着急了。郑润泽没想到吧？旁边的武连之立刻道，我能证明玉兄弟的确是这一届的考生，我们可是刚刚从考场上回来的。玉兄弟，要不把准考证给这厮看一看？玉天禄点点头，朝颜月使了个眼色。颜月慢慢从玉天禄的怀里拿出一张准考证，在郑润泽脸上晃了晃。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准考证。颜月幸灾乐祸道，你把小鹿打成这样，我们一定要向皇家学院投诉，帮小鹿讨回公道。你们这是明显的讹诈。玉天禄、武连志，你们算计我！郑润泽急得满脸通红。郑二公子，你伤了我就算了，我也说不是你的主要责任，但是你污蔑我碰瓷，实在是太过分了。此刻玉天禄竟然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我虽然是从牧羊镇出来的，但自问行事，问心无愧。你今天如此诋毁我，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讨回公道。我就不信这朗朗乾坤还能让你们什么郑家只手遮天了。玉天禄说完，突然又是一口鲜血喷出，然后整个身子朝后倒去。颜月反应很快，连忙一把扶住了自家兄弟。杀千刀的郑润泽！武连志打了个手势，顿时一群五连帮的人将郑润泽和他的保镖们团团围住。五连帮气势汹汹的样子，一时将郑润泽给震慑住了。武连志，你想做什么？你知不知道，如果无端攻击我，你也要被皇家学院除名的？郑润泽高声道。郑润泽，我现在可不会这么傻了。武连志怒道，我这玉兄弟说的对，必须让你这个恶棍付出代价，不用对你使用暴力。我现在要把你拉到皇家学院，让他们考试半评评理。你看他们会让你再有机会进入皇家学院吗？你敢？我又何不敢？武连志一拍手，武青衣就带着人一拥而上。看到玉天禄被郑润泽伤成这样，武连志都想把对方给生吞活剥了。他一声令下，总管武青衣就带着一堆小弟将郑润泽给困在了当场。虽然郑润泽身边的保镖算是能打，但比起五连帮这群人多势众、刀口舔血的帮众来，还是差了一点。看到这场面，刚刚还耀武扬威的郑润泽也是心惊胆战。就算是拼着考试资格不要，强行使用象化力脱困，但郑润泽也知道自己绝不可能是武连志的对手。不过尽管如此，郑润泽依旧强撑嘴硬道，武连志，你到底想怎么样？你不怕我们郑家的报复吗？郑家的报复？郑润泽，你当我武连志是吓大的吗？武连志冷笑道，我们五连帮如果怕东怕西的话，连立足省城的机会都没有。今天我兄弟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们五连帮就和你们郑家势不两立。装晕的玉天禄把武连志的话听得那是一清二楚，没有想到这武连志这么讲义气，我们今天可还是第一次见面啊。玉天禄心中暗道，前世的玉天禄可是见过太多的塑料兄弟情，在他原来那个世界，太多为了自己利益出卖兄弟的例子。原本他认为那种纯粹的兄弟情只存在于电影和电视里面，没想到在这个异世界竟然还真遇到了这样的人，看起来上天待我不薄啊。玉天禄默默轻叹了一声，此时双方已经是剑拔弩张，随时都能够将事态推往严重的方向。就在此时，只听得一声洪钟般的声音在大厅内响起，你们都给我住手。那声音伴随着一股威严的气势，顿时让大厅里面的人都停下了手。他们回过头，只见一个身着华服的那少年叉腰站立在他们面前。众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刚才威严的声音竟然是这个少年发出来的，而且这个小小的身体里竟然不断释放出足以威慑众人的惊人气势。而郑润泽看到来人，顿时脸色大变。大哥，你怎么来了？郑润泽吓得语无伦次。大哥，武连志也是一怔，难道此人就是那个被称为郑家百年不出的天才郑书段吗？少年慢慢走到郑润泽面前，一路上无论是五连帮的人还是郑家的那群保镖都不自觉地替他让开了路。少年很快出现在郑润泽面前。大哥，我……啪！一记清脆的巴掌响起，郑书段随手一记耳光打在了自己胞弟的脸上。郑润泽捂着自己的腮帮子，大气都不敢喘。大少爷！郑家的那些保镖也纷纷低下头。郑家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
郑书段声音不高，但足以震慑全场。骂完自己兄弟，郑书段转过身看着受伤的玉天禄，怎么着？弟弟不行，哥哥来帮忙吗？颜月冲着郑书段怒道：“郑书段，你想干什么？不要以为你顶着天才的名号，我们五连帮会怕了你！”武连志大声嚷道。谁知那郑书段没有动手，反而朝着在场的人深深的鞠了一躬：“对不起，我为我这个不成器弟弟的所作所为向诸位道歉。”郑书段抱歉道：“什么？”在场的众人也是震惊于郑书段的表现。半晌缓过神来的武连志连忙道：“道歉就行了，我兄弟这伤怎么办？”谁知武连志话音刚落，郑书段一个闪身就来到了玉天禄的面前。好快！什么时候？武连志顿时额头上冷汗直冒。刚刚他这只是感觉到一缕清风拂过，根本没有看清郑书段的动作。此刻的郑书段俯下身子，把手放在了玉天禄的胸口。“你要干什么？”颜月连忙道：“没什么，我只是看看他的伤势罢了。”说完，郑书段将自己的象化力输入到了玉天禄的体内。对方的象化力刚一入体，玉天禄立刻睁开了眼睛。二人四目相对，都露出了会心的笑容。“看起来你的确受了蛮重的伤，不过我精通治疗术，应该能将你治好吧？”郑书段问道。“我的确感觉好多了。”玉天禄缓缓道。“阿月，快点扶我起来吧。”“哦。”颜月连忙将自家兄弟给扶起。此刻玉天禄刚刚苍白的脸逐渐恢复血色，虽然还有些咳嗽，不过看起来已经基本恢复了。郑大公子的治疗术果然非同凡响，我似乎从鬼门关逃回来了啊！”玉天禄感激地说道。“阁下言重了，你体内的力量丝毫不亚于我，如此天赋上天，应该也不会让你这么快就死去吧？”郑书段也道。“真的没事吗？”武连志看到玉天禄恢复，也连忙跑了过来。“没事，没事，我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玉天禄道。“这回要多亏了郑大公子啊，这是他们郑家应该做的。”武连志可还没有消气，本来你就是被他们家打伤的。武兄弟说的不错，这一次的确是舍弟的不是。郑书段连忙道。“这都是误会一场，我相信郑二公子也不是有心的。”玉天禄也道。郑润则听了刚想说话给自己辩白几句，但是看到自家兄长的眼神，也只能把骂人的话给咽了回去。“我再次向诸位表达我最真挚的歉意。”郑书段又道。“这次惊扰到了各位，对不起了。不愧是郑家大公子，这才是豪门该有的做派啊！”听了郑书段的话，周围的顾客们也是议论纷纷。看来郑书段给予他们的第一印象还不错。道歉归道歉，不过没有实物的道歉似乎还缺一点真诚吧。武连志阴阳怪气道。“武连志，你可不要得寸进尺！”郑润则忍不住骂道。“润则，你还没有吸取教训吗？”郑书段白了郑润则一眼。“你自己冒犯在先，差点要了这位朋友的命。”斥责过胞弟后，郑书段连忙道。“武少帮主说得很对，你们去我的马车里给我拿500斤来。”500斤！在场的人也是大惊，他们也没有想到这郑家如此阔绰。几个保镖二话不说，从大门外麻利的将一个箱子给拿了过来。一个保镖打开箱子，里面金光闪闪的金币一时让众人挪不开眼睛。“我知道这些钱弥补不了对这位朋友造成的心理伤害，但也代表了我们郑家的态度。”郑书段说道。“郑大公子有心了，没人会和钱过不去。看到这些金币，玉天禄自然要给对方台阶下。敢问阁下的名字？”“我叫玉天禄，来自牧羊镇。这是我的兄弟颜月。”在下屈握郑书段、玉兄弟、颜兄弟还有武兄弟，今天的事情实在是过意不去。郑书段再次道歉道。“我这个不成器的二弟，回去我一定禀报父亲家法伺候。”“郑兄多礼了，相信经过这次事件，郑二公子也会吸取教训的。”玉天禄说道。郑润则不敢发作，只能对着玉天禄怒目而视。“那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带润则回去了。”郑书段说道。“润则，我们快点走吧。”“郑兄请便。”“多谢，各位请留步。”说完，郑书段也是带着满脸怒气的郑润则快步离开了现场。看起来这个郑书段做人倒是不错啊。颜月看着郑家兄弟的背影说道。“这个嘛，算是吧。”玉天禄若有所思地回答道。郑家兄弟很快上了马车，车夫一拉缰绳，马车迅速离开了这片区域。“我说大哥，你这是怎么回事啊？”马车上郑润则抱怨道。“什么怎么回事？”郑书段皱了皱眉头。“你竟然胳膊肘往外拐，而且还向这些低贱之人道歉！低贱之人，你这愚蠢的家伙，目光还是如此短浅！”郑书段怒道。“大哥，怎么了？还问我怎么了？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郑书段斥责道。“现在资格考刚刚结束，还没有被录取，你就火急火燎的去找武连志麻烦，你难道不知道皇家学院最忌讳学生闹事吗？”这个郑润则一时语塞。“还有你对付那个武连志就好了，为什么去招惹那个玉天禄？”郑书段道。“那个玉天禄怎么了？不就是一个小地方出来的考生吗？难道他还能进皇家学院不成？”郑润则不满地说道。“小地方出来的不假，但是其心计和实力可是深不可测。”郑书段冷笑道。“你知不知道刚刚那家伙根本没有受伤？”“没有受伤？怎么会？他不是刚刚吐了这么多血吗？”郑润则一惊，不过很快觉出了味儿来，这个家伙都是装出来的。可恶的乡巴佬，竟然敢算计我！回头我去把他给解决了。你想被除名，你就去报复好了，我可不想被你连累。”郑书段白了郑润则一眼，那个家伙可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大哥，那家伙难道是哪个世家大族的吗？”郑润则吃惊道。“是不是世家大族我不知道，刚才我用象化力在他身体里一探虚实，你猜怎么着？那家伙有什么古怪吗？我能够感觉到他体内有股怪异的象化力，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不但精纯浑厚，
而且变化多端，再加上和他年纪不相称的城府，用不了几年就能成为一个狠角色。郑书段说道：“如果不是我今天及时制止你，到最后你丧失资格不要紧，影响了我们郑家的声誉，家族那些大佬怪罪下来，我可不会替你担着。”听到这话，郑润则顿时如雷贯顶，他暂时也放下了对玉天禄的报复心。不过大哥，这家伙碰瓷碰到我们郑家来了，我们就这样放过他，你能甘心吗？郑润则道：“谁说我要放过他了？”郑书段目光一寒，以这个家伙的天赋和能力，那资格考试应该限制不住他。到了正式考试的时候吗？还是大哥想得周到？郑润则眼前一亮，正式考试的时候，我们再对他动手，让他前途尽毁。此刻在五莲饭堂之内，天禄已经被五莲志带到了雅室之中歇息。看着正用毛巾擦脸的玉天禄，五莲志关切地问道：“玉兄弟，你没有什么事情吧？我看你伤得这么重，要不要去看医生？我们这里有个神医，虽然平常名声不显，但是比很多大医馆的医师都厉害很多啊。”“不用，不用。”玉天禄一边摆手，一边用毛巾将嘴角的血迹给擦拭干净。那郑润则本来就没用什么象化力打伤我，我怎么可能有事？什么？你刚才是装出来的？五莲志一愣，但这些血是怎么回事啊？血吗？玉天禄把毛巾摊开一看，只见上面的血迹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这血迹竟然也是用象化力幻化出来的。五莲志大惊，这象化力还能这样使用啊？我只是一时兴起尝试了一下，也是那个郑润则头脑简单罢了，否则仔细看，他一定能够分清楚这假血迹和真血迹的区别。玉天禄狡黠一笑：“真有你的，你这朋友我是交定了。”五莲志拍了拍玉天禄的肩膀道：“我可是第一次看到那个倒霉郑润则吓坏的表情，还逼得那个郑书段过来帮他解围，想想就高兴啊。那个郑书段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玉天禄道：“五兄，他是不是也会参加正式考试？”“没错，这郑书段和我一样大，也是最后一届参加入学考试了。”五莲志道：“小陆，我看那个郑书段比起郑润则来顺眼不少，还赔了这么多钱，难道他还会报复我们不成吗？”一旁的颜月奇怪道：“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虽然刚才这郑书段做出来的事情的确显得胸襟开阔，不过他也只不过想息事宁人罢了。”玉天禄道：“而且他根本不会什么治疗术，使用象化力只不过是在我体内探测而已。”“探测？他应该知道我是装出来的，所以才故意说用治疗术治疗我，目的是为了探测我的虚实。那他为什么不当面拆穿我们，还送我们500金做什么？”颜月有些诧异：“我也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不过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玉天禄说道：“等到了正式考试，遇上郑氏兄弟的话，我们还是小心为上。”颜月和五莲志听了也是频频点头。对了，说到这500金，玉兄弟，你们一定拿回去吧。”五莲志说道。玉天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这500金是我狂骗来的，拿在手里也不心安啊。”玉天禄道：“这些五兄你还是自己收着，或者给予大妈他们吧。拼实力碰瓷来的钱，怎么拿着会心不安呢？”五莲志哈哈大笑：“你放心好了，这点小钱我们五联帮可不放在眼里的。如果你不收，可就是看不起我们五联帮。”这样的话，玉天禄想了想又道：“这样我和阿月收下200金，这些天我们叨扰冯掌柜了，回去也要感谢一下他。至于剩余的300金，五兄你可一定要收下。”“这怎么可能啊？”五莲志连忙道：“玉兄弟，你是不把我当朋友了？正因为当你是朋友，你才一定要收下300金。”玉天禄解释道：“而且这300金也不是单独给你的，里面100金你交给于大妈，他们开饭店，平常还经常接济周围的穷人，这样下去饭堂可要被吃穷的。这没有问题，这100金付出去于大妈又可以帮助不少人了。剩余200金算是我今天在考场付的过路费吧。”“玉兄弟，你这话是在埋汰我啊！”五莲志苦笑道：“武总管那里我已经斥责过了，那些考生都是平民老百姓，我们怎么能够跟风去赚那种黑心钱啊？实际上我们当时下手也颇重，那200金你给武总管全当是医药费吧。”“这……五莲志，如果你再推辞的话，那我和小陆现在就走。”颜月大声道：“好吧，好吧，那我收下来可以，不过今天你们就在我们五联帮住下，晚上我们好好聊聊。”玉天禄和颜月对视一眼，看着五莲志真诚的样子，终于点了点头。“这可太好了，那等会儿我让于大妈替我们准备夜宵。”五莲志高兴地说道。“啊，还吃啊？”玉天禄一惊，“夜宵总归要的，刚刚经历了那个大场面，我消耗也是不小。”说着说着又饿了，颜月指着自己的肚子说道。玉天禄和五莲志听了，差点没有撅倒。就在3个小伙伴结下友谊之时，此刻在皇家学院的一间秘密的大教室内，聚集了几百名皇家学院的教师。白天从各个考场收上来的试卷已经被陆续送到了这里，这些老师正在奋笔疾书批阅试卷，力求能够尽快出成绩。就在此时，教务主任陈克昭推开了阅卷室的大门。“主任！”看到陈克昭的出现，现场的阅卷老师也都纷纷站了起来。“我是来看望大家的，各位老师还是抓紧时间阅卷吧。”陈克昭连忙道。“是。”一众老师重新坐了下来，投入到了紧张的阅卷工作之中。与此同时，阅卷组的责任管事朱学峰快步走了过来。“主任您好。”“朱管事，今天阅卷的进度如何了？”陈克昭问道。“报告程主任，目前各个考场的试卷全部保密封存送到了这里，特殊考场的阅卷基本已经完成，成绩都已经出来了，只有最大的普通考场刚刚完成了20%，预计2天之内成绩就能够全部出来了。”“干得不错。”陈克昭点点头，
正式考试的时间定为1个礼拜之后，所以资格考试的成绩要尽快出来，这样才能让考生再多一些准备的时间。程主任请放心，我们已经加班加点，必定完成任务。朱学峰连忙道。主管是，今年的成绩怎么样了？考生素质有提升吗？程主任，看起来今年这一届的素质似乎比往年强了不少。朱学峰笑着说道。何以见得啊？程克昭疑惑道。程主任，这次我们学校出的考试题目比往年的难度提升了很多，原本我以为应该没有什么高分了，但是谁成想依旧有不少学生脱颖而出。真的吗？你快点说说看，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考生吗？程克昭顿时来了兴趣。那是当然，这一次之前一直回避考试的世家大族都派了适龄的子弟过来参加了，比方说田和子家的子弟，庞系和嫡系的几个人成绩都相当不错，特别是那个子奎，目前为止成绩位列3甲之内。田和子家一直不错，而且在艺术领域的成就和项家相比也算是一时余亮。还有曲沃郑家以及象州的鲁家，他们派来的子弟不多，但是成绩都是格外的好。郑家未来的继承人郑书段名不虚传，现在成绩排行第2。那鲁家的鲁连海更为精彩绝艳，这么难的考试，除了主观题被扣了2分之外，其他都答对了，差点拿下满分。这鲁连海应该是这一届的状元吧？程克昭的口气看来也是十分期待。普通考场方面呢，你也不要忘了那些寒门子弟，我们皇家学院对于寒门人才也是十分重视的。那是当然，我们阅卷基本都会一视同仁的。不过目前为止，在普通考场特别出挑的。朱学峰遗憾地说道，我们这次招收300人，普通考场现在还没有人考进前50呢。没办法，这些年好的教育资源都被世家大族把持着。程克昭点点头，看起来今次还应该是他们的子弟拔得头筹吧。此时程克昭也想到了之前穆林峰特意向他提及的那个来自牧羊镇的异才，那种小地方出来的人要想来个鲤鱼跃龙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程克昭心中暗道。可就在程克昭思考之时，突听的阅卷室里响起了一声大叫。不会吧，这简直是奇迹啊，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一个女老师拿着一张试卷，脸上满是震惊的神色。我说曹华学老师，你用得着如此一惊一乍吗？没看到程主任还在这里吗？朱学峰皱了皱眉头。主管是，程主任实在是不好意思。曹华雪连忙抱歉道。曹老师，究竟出什么事了？程克昭好奇地问道。报告程主任，刚才我阅卷的时候发现一张高分卷，这才有些激动。曹华雪说着，也是将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试卷递到了程克昭面前。这个是程克昭看着那试卷，顿时两眼放光。这些客观题全对吗？没错，没错，我批到现在在普通考场里面还是第一个客观题全对的试卷，看起来普通考场第一个前50就要出现在他身上了。曹华雪笑着说道。不过就是客观题全对罢了，顶多也就进个前50了。旁边一个阅卷老师伸了个懒腰道。我说王黎明老师，你就这么看清那些普通考场出来的考生吗？曹华雪脸色一变，能够答对所有客观题，主观题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不会差到哪里去？王黎明皮笑肉不笑地说道。也不是我看不起小地方出来的人，你也看到上一届那些普通考生的确有2个闯入前50的佼佼者，但是经过1个学期下来怎么样呢？不还是被那些世家子弟拉下一大截吗？这个曹华雪顿时无法辩驳了，因为王黎明说的还真是事实。那2个普通学生本来就是他班级的，对于这些事情他是再也清楚不过，所以不要怪我戴着有色眼镜看他们。比起那些世家大族的底蕴来，这些孩子从踏上起跑线的那一刻起就输了。王黎明说道。曹老师，那个考生是什么地方出来的？程克昭随口问道。的确是从小地方来的，叫什么牧羊镇？这个镇我可是从来没有听到过呢。王黎明笑道。不要说，阅卷老师这份工作还真不错，除了可以有补贴能拿之外，还真的增长了不少地理知识呢。曹老师，你刚才说什么？那考生是牧羊镇来的吗？程克昭连忙道。没错，的确是叫牧羊镇。曹华雪一愣。程主任，你这是怎么了？那个考生的名字是不是叫玉天禄？程主任，您是未卜先知吗？曹华雪一脸疑惑地看着程克昭。没错，这孩子的确叫这个名字。程主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此时朱学峰也连忙走了过来。主管事，你先不要问这么多，快把那孩子的主观题考卷递给我，我要亲自阅卷。程克昭一本正经说道。什么程主任，您要亲自阅卷？这下呼啦一下，整个阅卷室里面的老师都一下子站了起来。刚才还对牧羊镇大放厥词的王黎明此刻也是愣在原地。程主任，这个玉天禄到底是怎么回事？王黎明连忙问道。谁知程克昭此刻丝毫没有理会王黎明的聒噪，他从曹华雪手中拿过试卷之后，就一屁股坐到了座位上。阿峰，你推荐的这个家伙到底有没有天赋？就让我自己来印证一下吧。程克昭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打开玉天禄的试卷，仔细翻阅了起来。而阅卷室里面所有的老师此刻都停下了手中的阅卷工作，把注意力都投到了程克昭的身上。妙啊！这对于华胥国神话的论述详尽无比，这就连成年人也未必写得这么详尽。这孩子竟然懂得这么多，实在是难得啊！还有，这对于时政的论述也是能够抓住重点，颇为到位。这个孩子就算是无法成为像画师，今后也绝对是一个人才啊！就连这题也答得如此巧妙吗？这孩子，阿峰成不起我呀！程克昭一个劲儿地夸奖着这张试卷，一时让身后的那些阅卷老师大惑不解。主管事，这程主任到底是怎么了？难道这个从什么洋镇出来的小子真这么厉害吗？
王黎明心有不甘地问道。看样子的确是这样。你们不知道，昨天我似乎看到向家的穆林峰过来拜访过程主任呢。朱学峰小声道。什么？就是那个在艺术界被视为青年艺术家天花板的那个4星像画师吗？曹华雪面色一变，我记得这个人好像和程主任以前认识啊。何止是认识这么简单，他和程主任可是同窗好友好不好？朱学峰说道。他们那一届，他们2位可是被视为双臂的存在。可是我听说这穆林峰只不过是一个插班生，而且似乎也是从小地方出来的。王黎明小声嘀咕道。小地方出来的怎么了？此时不知何时，程克昭已经出现在众位老师面前。程主任，王黎明被程克昭吓了一跳，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王老师，你这个想法实在是要不得啊。程克昭面色一沉，小地方怎么了？只要他是个人才，那我们皇家学院的大门就一定会向他敞开，有教无类。王老师，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程主任，难道说这个孩子的主观题？朱学峰连忙问道。你们自己看吧。程克昭随手将试卷递给了朱学峰，曹华雪等一众老师连忙凑了过来。什么？朱学峰差点叫出了声。乖乖，几乎全对啊，仅仅被扣了1分而已。这个孩子真的这么厉害吗？实际上，这个孩子的知识储备已经超越同龄人好几个层次，见识之广，对于各种时政的理解，甚至比很多成年人还厉害。完全看不出这试卷是一个10岁孩子做的。程克昭一本正经地说道，好多题目完全是大家之笔，要不是那些题目只有这点分数，我甚至还想给他加分呢。程主任说的没错，这个孩子的答案甚至比标准答案还好，那些题目所需的答案要点完全被标注出来不算，而且语句工整符合逻辑，文采也相当的好。曹华雪道，就算是这个孩子的像画力一般般的话，只要够用，也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栋梁之才。看起来我们又从小地方找到了一块卓玉啊。程克昭高兴地说道，现在他的分数已经排行第1了，这是我们皇家学院里头一遭啊。程主任，你把这个孩子夸上天了，他这不还是扣了1分吗？王黎明不服气地说道，要真这么厉害，他为啥不拿满分吗？王老师，你这是吹毛求疵。我看了这个孩子的答题，就连鲁连海也完全及不上，这的确是一个不出世的天才。曹华雪道。王老师，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扣这孩子1分吗？程克昭问道。程主任，你是为了不让这孩子因为满分而感到自满吗？曹华雪问道。这只是原因之一，真正的原因是这个孩子最后一题的论点似乎和我们现在的国策有些出入。程克昭回答。和现在的国策？曹华雪有些纳闷。不过朱学峰倒是反应得很快。程主任，是不是最后一道关于对外战争的题目啊？没错，就是那道题目。题目是，如果你长大成为将军，你对他国的作战策略是什么？程克昭说道。如果是普通人家孩子的话，顶多说自己一定要为国家建功立业，现在要不断学习，增加实力云云。曹华雪道。对于普通考生来说，能有这样的决心态度就很好了，因为到底还是不满10岁的孩子。样答我可以只扣4分。世家子弟的话，特别是那些有军队背景的世家子弟，应该会列举目前的敌对国，简单分析一下国际形势。王黎明道，就像鲁家的鲁连海那样，他们家原本就是行武出身，这孩子可是准备长大后将之前侵略过我们的国家按在地上摩擦呢。这鲁连海的志向也很远大，甚至他还写了一个建军的方案出来。不愧是军事世家，虽然写的有些稚嫩，但我只扣了他2分。曹华雪说道。你们知道那个玉天禄写了什么吗？程克昭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满是敬佩之色。说什么？众人连忙去看玉天禄的答案。开篇第一句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他分析了我们华胥国之前经历过战乱，虽然经过10数年的休养生息，国力有所恢复，但对比其他国家依旧有不小的差距。我们应该学习他国的长处，补足自己的不足。程克昭说道。小小年纪竟然有这样的见识，就算是我们这些老师也是自愧不如啊。朱学峰感叹道。说实话，就凭这一句，这孩子的境界甚至比那鲁连海还高啊。接着这个孩子的分析也是头头是道。如果面对侵略我国的敌对势力，这孩子的态度是无愿共赴国难，血流不干，死战不退。好一个血流不干，死战不退！一个老师直接从位子上蹦了起来，这孩子深得我心啊。大家回头一看，那老师身材魁梧，一副5大3粗的模样。我说风老师，你不用这么激动吧？王黎明看着这位道。实在不好意思啊。风老师摸了摸自己的脑袋，有些尴尬地坐了下来。这老师名叫封宪明，是皇家学院的一名体育老师。在当老师之前，他曾经一直在军队里面服役，所以听到如此慷慨激昂之词，自然会引起共鸣。不过程主任，我看这孩子写的这么好，不拿满分说不过去吧？封宪明问道。写到这里的话，我的确觉得可以给满分的，只可惜他最后的一段有画蛇添足之嫌啊。程克昭叹了口气。让我看看。封宪明一把将试卷给抢了过来。基于目前的形势，我们应该秉持互相尊重各自国家的主权，确保我国的领土完整，和他国实现合作发展，互惠互利，共同发展进步。封宪明一边念叨着，我看这一段写得很好，简直是画龙点睛之笔，怎么能说是画蛇添足呢？说实话，我也知道这孩子写得很有见地，但他的论点可是和我们现在的国策有些背道而驰啊。程克昭道，从前不久华胥国皇家颁布的法令看，军事国防的开支又增加了1倍，看样子不久之后我们又要发动战争了。什么？又要打仗了？封宪明大吃一惊。奇怪，封老师，你的反应这么大？
曹华雪有些诧异，我记得你是刑武出身，战争对于你应该习以为常了吧？曹老师，你这就错了。封宪民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了悲伤之色。实际上，大部分的军人可是一直祈求着和平的。10多年前那场战争，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兵而已。我见过了太多的流血牺牲，也看到了边境的老百姓被侵略军屠杀的惨状。我相信你们是无法相信的。听了封宪民的话，整个阅卷室里面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战争的双方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者，一将功成万骨枯，最后为上面决策买单的只有老百姓和下级军士。我们当年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10多年和平，我不希望轻易被打破呀。封宪民亦是一声叹息，哎，这我也知道。不过10年前那位大人的死让皇帝陛下一直耿耿于怀，他隐忍10多年，现在军队已经重建完成，他要报仇也是很自然的呀。朱学峰的表情也颇为无奈，所以就算这孩子写的再好，这张试卷我们也无法给予其满分。陈克昭说道，这也是出于对他的保护。像这样的人才，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他进入皇家学院，你们都明白了吧？是，程主任。一众老师也是纷纷点头。看起来玉天禄已经成为了这一届的重点培养对象了。那么程主任就算是扣了1分，这次资格考的第1名也是这个玉天禄了。曹华雪说道。陈克昭点了点头，如此强悍的普通考场出来的考生，也是皇家学院历史上头一遭啊，就让他排第1，也是时候给那些世家大族一点压力了。好的，这个孩子这一次一定会出尽风头的。曹华雪随口道，比其他考生小了2岁，竟然还能拿第1，真是难得。等等，陈克昭脸色一变，曹老师，你刚才说什么？怎么了，程主任？曹华雪一愣，我说玉天禄这孩子天赋逆天，才8岁，竟然能考第1，他只有8岁。这下在场的老师全部发出一声惊呼，这孩子真的是牧羊镇那种小地方来的吗？不会是什么世家大族的遗孤吧？王黎明道，逆天的实力也就去年向家那个小妮子能和他比肩了吧。封宪明道，我记得去年那女娃进来的时候也是8岁，也是冲进了3甲，这实在是皇家学院之福啊。程主任，您说是不是啊？朱学峰一脸激动地看着陈克昭，谁知此时陈克昭的脸上却没有半分喜色，他神色凝重，似乎若有所思。看到陈克昭如此模样，一众老师都有些大惑不解。程主任，您这是怎么了？曹华雪试探性地问道。8岁，仅仅只有8岁，光是这样的见识，就算是常人20岁也无法达到。他的天赋，就算是放在整个皇家学院的历史上，也绝无仅有。陈克昭一本正经地说道。所以这一次，怎么样？众人的眼光全部投向了陈克昭，所以这一次绝不能让他获得第1。什么？陈克昭此言一出，全场一片哗然。那些阅卷老师半晌也没有缓过劲儿来。程主任，您这是为什么啊？曹华雪有些生气了。难道你就这么看不起这个从普通考场走出来的考生吗？不是看不起，恰恰相反，就是因为要极度重视这个孩子，所以我们不能让他成为第1。陈克昭说道。如果他是10岁的话，我勉强可以让他坐上状元之位，但是他只有8岁啊。程主任，这下连我都听不懂了。朱学峰也道。你们这些关在象牙塔的老师啊。陈克昭看着老师们也是直摇头，看来你们这些人情世故还是不懂啊。程主任，这录取学生还和人情世故有关系吗？曹华雪好奇道。如果这孩子是10岁的话，只要我们不把他的试卷给放出去，这孩子的天赋还在各大世家大族的认知范围之内，但现在他的年龄可只有8岁啊，我们也不可能篡改他的岁数。陈克昭道，如果我们把他放在第1，这个8岁的孩子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到时候阻碍他的成长是小，被那些世家针对的话，可能连命都没有了啊。陈克昭的话也是让现场的老师们沉默了。世家大族的力量，这些皇家学院的老师心中也是十分清楚，他们能够成为这国内顶级学府的老师，其背后也有不少有力的推手。那些世家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对于人才的招揽那是不遗余力。玉天禄这样的草根人才横空出世，自然是世家们争夺的焦点。但现在看来，这个孩子的逆天程度已经超乎想象，甚至世家也可能无法驾驭。一旦无法驾驭，将其摧毁似乎是一个不用犹豫的选择。在华胥国历史的长河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那程主任，这个孩子您准备把他放到第几名呢？曹华雪试探性地问道。前3吗？陈克昭摇了摇头。那前5？陈克昭依旧没有说话。前10、前20总行了吧？要不前50，曹华雪都着急了。如果连前100都不给的话，那似乎怎么都说不过去吧。要知道，这资格考试不单单是为了选拔参加最终考试的名额，还是为了对考生进行分层。前100名的考生和后100名的考生可是有本质的区别。要知道，为了尽可能的让优才进入皇家学院，前100名的考生可是会受到特殊关照，甚至入学以后也会被投入最好的资源。反观后100名的考生的资源会被剥夺不少，差不多是一种听之任之的状态。虽然有些不公平，但这却是皇家学院的惯例。他们的高层认为，任何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这个世界就如同一个巨大的、等级森严的森林一般，只有遵循丛林法则，才能培养出最具实力的人才。曹华雪可不希望玉天禄这样的人才失去这个特权，这也是他作为老师的底线。可就是这最后的底线，陈克昭依旧摇着头。就算是100名，还是不行。陈克昭十分坚定地说道。程主任，你如此作为寒了那些寒门子弟的心啊。曹华雪怒道。如果你固执己见，我会直接向学院高层投诉你的。曹老师，
一旁的朱学峰见状，连忙道：“曹老师，你先不要激动，我相信程主任应该有自己的安排。”曹华雪怒气冲冲地坐到了位子上。曹老师，你放心好了，这样有天赋的孩子，我怎么可能让他跑了呢？程克昭道：“只要进入我们学院，所有的资源都会向他倾斜的。我已经想好了安排，而且也会让各世家不会有太多的抵触。好吧，程主任，希望您信守自己的诺言。”曹华雪愤愤地说道。看样子，曹华雪已经将玉天禄视作自己的学生了。由于玉天禄这一番波澜影响太大，这些阅卷老师用了不少时间才平复心情。很快，紧张的阅卷工作再次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只不过这一次，从普通考场出来的试卷就再也没有像玉天禄那么吸引眼球了。曹华雪翻阅着试卷，也是不住地摇头。唉，都是这个玉天禄，直接把卷子的水准拔高那么多。看这些试卷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实在是难受啊。没办法，像玉天禄这样的，百年难出一个呀。程克昭问道：“普通考场还有什么重点关注的对象吗？”程主任，这个好像还行吧。此时，一个叫宋禄的老师说着，也是将试卷递到了程克昭的手中。客观题和那些世家子弟水准差不多，主观题的话虽然普普通通，但还算过得去。我来看看。程克昭拿过试卷看了一会儿，说道：“这些问题回答还行吧，但是这些语言的话，似乎很有市井气息。这孩子是什么地方的？他叫武连志。武连志，姓武的？我记得省城有个帮派的名字，里面带个武字啊。”程克昭想了想，说道：“程主任说的是武联帮吧？”封宪明笑着说道：“好像是叫这个名字，武连志，武联帮，该不会？”程主任正像你想的那样，这个孩子就是武联帮的少帮主。封宪明回答：“帮派的少帮主，这种黑道性质的人，我们皇家学院怎么能收啊？”王黎明有些气愤道：“收了他，带坏我们学校的孩子怎么办？”王老师，你怎么能如此区别对待呢？封宪明有些不高兴了。这个孩子的分数也过了资格考的分数线，而且他已经连续考了3年了。什么？这孩子已经考了3年了？程克昭有些吃惊道：“没错，我已经关注这孩子3年了，前3次他都只差一口气而已，本以为他会就此放弃，谁知道他在最后1年竟然还来参加，而且过了分数线。”封宪明十分认真地说道：“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我可不希望被埋没啊！那就让他参加正式考试。”程克昭毫不犹豫地说道：“程主任，但是他是帮派人士啊。”王黎明担忧地说道：“帮派人士又如何？只要是有天赋的学生，我们学院都要收。”程克昭道：“难道你们还想看着那个学校把他们都收走吗？”这个听闻此言，众人也是不再说话了。这个武连志成绩可以排多少？程克昭问道。现在这个成绩的话，可以排到105，倒是超过不少世家子弟呢。曹华雪回答：“不错，不错，曹老师，看起来这个孩子应该会是你们班级里重点培养对象啊。”程克昭点点头。哇，我这里又有一张来自牧羊镇的试卷啊！一个阅卷老师惊叫道：“又是牧羊镇的！”其他阅卷老师的注意力瞬间被吸引了过来。有了玉天禄这个来自于牧羊镇的珠玉在前，这些皇家学院的老师顿时对于这个不知名的牧羊镇也有了好感。看到又有从牧羊镇出来的考生，他们不免多了不少希冀。不过等客观题批完，曹华雪的脸上满是失望之色。这孩子的分数还算过得去，但也只能排到400多位，这个成绩入围正式考试都有些危险啊！小地方出来的人能达到这成绩已经算是不错了，又不是谁都像那个玉天禄一样那么妖孽。对了，这个考生叫什么名字？王黎明问道。颜月，资料显示他似乎和玉天禄认识。好了，这孩子的主观考试成绩也出来了。宋禄批改完试卷说道：“怎么样，这孩子还过得去吗？”程克昭连忙问道。唉，和玉天禄那是一个天差地别啊。宋禄直摇头，简直是乌鸦比鸾凤，差距大我们知道。那他最后的综合成绩已经到了500名开外，这次参加正式考试的资格都没有了。宋禄无奈地说道。真有这么差吗？程克昭连忙接过试卷看了一遍，最后也不得不同意宋禄所说，而且能拿到这个成绩，宋禄已经是手下留情了。程主任，这孩子怎么办？将他淘汰掉吗？曹华雪问道。不，程克昭想了想说道：“留下他吧，就把他排到参加正式考试的最后1名好了，把他放在最后1名，让他参加正式考试。”王黎明大惊：“程主任，这似乎对其他考生很不公平吧？”不公平，不公平也没有办法。程克昭脸色一变，这一次我们已经亏待了玉天禄，让颜月过关，就算是对他的补偿之一吧。王黎明还想再说什么，却见程克昭一挥手道：“这个问题不用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你们把最后1名给扯下来，换上那个颜月好了。”这最后1名现在是谁？朱学峰问道。好像是一个世家子弟，但只不过是一个小世家罢了。宋禄说道。好像是已经没落的车家，似乎叫什么车棚里。那没有办法，只能把他给替换下来了。程克昭说道：“你们在这里继续阅卷，尽快把最终结果告诉我，我先走一步了。”程主任，您忙。朱学峰连忙将程克昭送出了阅卷室的大门。而经历过刚才的风波之后，这些阅卷老师心中也都纷纷打起了小算盘。这些老师结束阅卷之后，自然要回到教育的第一线，包括曹华雪、王黎明、封宪明等人，在之后肯定都会是这些孩子的导师。如果有机会指导那个玉天禄的话，好了，曹华雪心道，这可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啊！说到底，也只不过小地方出来的山野小子，还是世家大族的子弟符合我的胃口。那个玉天禄，
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吧。王黎明倒是对玉天禄并不感冒，而其他老师则是纷纷憧憬着这一届的学生。3天的时间很快过去，终于到了公布入学考试成绩的时候。这一大早，玉天禄和颜月还在马家客栈睡觉的时候，就被一阵嘈杂的声音给吵醒了。这到底谁没有公德心啊？一大早就扰人清梦。颜月从2楼窗户探出头去，只见马家客栈门口乌压压的围着一群人。如果不是颜月眼睛间看到他们每个人都身穿5联帮的制服，也差点被吓了一大跳。只见这些5联帮的人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个个打击乐器，什么铜锣、大鼓、镲等等，每一样都是破坏力极大的乐器。这一群人同时开始敲击，那恐怖的音浪都差点把整条街区的房子都给掀了。如果不是看在5联帮声势浩大的样子，周围的居民不找他们拼命不可。我说阿志，这么早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颜月高声道。经过这2、3天的深入交流，这3个年龄差不太多的孩子已经成为了好朋友，现在就连他们之间互相的称呼也亲昵了不少。大块头，你说什么啊？我听不见。武连志探出头，冲着颜月声嘶力竭的大声叫道。不过由于有武青一所率领的打击乐队声音实在太大，弄得2个孩子都没有办法交流了。最后武连志终于忍不住，拿起挂在脖子上的哨子用力一吹，声震全场的同时，也终于让武青一所带领的打击乐队停止了演奏。好了，我总管让你叫醒小鹿和大块头，他们2个都已经醒了，你们还在那里演奏什么劲儿？武连志瞪了武青一眼。不好意思少爷，一时没有收住。武青一抱歉道。还有武总管，在外人面前不要叫我少爷，听到没有啊？好的少爷。武青一随口道。你武连志一阵无语。就在此时，半空中一个巨大的黑影袭来，武青一等一众5联帮的帮众见状，吓得四散奔逃。武连志见状倒是没有闪避，只见那黑影重重的砸向地面，竟然将客栈门前的道路给砸出来一个大坑。我说阿月，你什么时候能够记得下楼走楼梯啊？不知何时，玉天禄已经站在了客栈门口，而那个黑影的本尊赫然是颜月这个冒失鬼无疑。我说这样的见面方式还真是少见啊。武连志笑道。我说武少爷，你的叫醒方式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啊。玉天禄也笑道。小鹿，你就不要埋汰我了。什么少爷？我可不喜欢这样的称呼。武连志连忙拒绝道。那我就随大块头叫你阿志好了，这还差不多。我说阿志，你这么早敲锣打鼓来我们这里做什么啊？颜月伸了个懒腰问道。你瞧我，被你们这一弄，差点把重要事情给忘了。武连志连忙道。重要的事情？不会是入学考试放榜的日子？颜月问道。原来你们2个家伙知道啊。武连志皱了皱眉头。那是当然，之前参加资格考的时候，给我们的考试手册里面就是这么写的。玉天禄道。既然知道，你们2个还起这么晚，还不快点跟我走啊？武连志说罢，抓起2个小伙伴的手就准备走。颜月一愣，顺势一拉就把这个急性子的武连志给拉了回来。我说阿志，你稍微等一下，这发榜应该是上午10点，现在才早上7点，我们用的这么早吗？玉天禄奇怪道。你们从外地来，不知道这入学考试的情况。武连志道。这考试放榜的时间是10点，但是那些看榜的学子大多都是很早就去排队了，这是为何？没办法，谁叫我们是普通考场的呢？放榜的 VIP 席位早就被那些世家大族给订走了，普通考生要想得到考前的位置，那也只有早起去占位了。武连志说着也是着急道。所以你们快点跟我走吧。你看马车已经到了。武连志顺势一让，只见武青一驾着一架马车就来到了3人面前。几位少爷，快点上车吧。武青一热情地招呼道。自从玉天禄将郑家的赔偿金分给武青一之后，他们之间的过节不但翻篇了，甚至武青一等人对他2人恭敬的不得了。我说阿志，稍微等一等行不行？我来早饭都没有吃呢。颜月一心想着早饭，来不及了，再晚点我们就要站到街边去了。武连志连推带搡将，好歹将2人送上了马车。车里有于大妈给你们准备的饭团，你们稍微垫一垫，等我们通过资格赛了，回头我让于大妈再给我们准备一顿好的。驾！武青一一扬鞭，4匹骏马撒开了4蹄一个劲儿的朝前冲去。马车距离放榜地点皇家学院门前的广场已经越来越近了，而颜月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我说阿月，你在想什么呀？武连志好奇地问道。从刚才开始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就连那饭团你就吃了5个而已，我记得上次餐前点心你就一口气干掉10个呀。没什么没什么，你们就不要在意我了。颜月的眼神闪烁，明显有心事。我说阿月，你该不会是怕看榜单吧？玉天禄打趣道。这怎么可能啊，我这天不怕地不怕的，怎么会怕看考试成绩呢？颜月一边说一边不自觉地揉着腿。好吧，我承认我真的有点怕。你这么大个子，怕这怕哪儿的？武连志说道。话说你应该比我小1岁，就算这次考不中，你不是还有机会的吗？我可不像你，这次是最后机会了啊，我和你们省城人不一样。颜月无奈地说道。你知不知道我们牧羊镇的人要得到一封考试推荐信有多么不容易啊？不像你们省城人，只要年龄不到随时都可以考。这话说的。武连志道。你看小鹿就比你豁达多了，这小鹿可是天才，他这一次可不是考虑过不过的问题，而是考虑能不能拿第1的问题。颜月说完一下子抱住了玉天禄。小鹿啊，这一次我可一定要过啊。阿月松开。玉天禄涨红了脸道。此时颜月才反应过来，刚才似乎有点用力，差点让玉天禄背过气去。阿月，你自己什么力量自己不清楚吗？玉天禄瞪了颜月一眼。我还不是担心不能和你一起上学啊。大块头，不要担心，
这次考不中的话，你可以留在5联邦，明年我想办法帮你去搞定推荐信，怎么样？5连志安慰道。这是真的吗？颜月顿时破涕为笑。当然是真的，可不要小看我们5联邦。5连志拍着胸脯道，只不过到明年的话，我可就是你的学长了，你这大块头要尊重点我啊。切，你自己能不能顺利进入都不知道，就不要在这里充大班了。颜月白了5连志一眼，我还是希望我能够一次性过，这样就可以陪着小鹿了。阿月，你不用妄自菲薄，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坦然接受啊。玉天禄说道，而且我说过，你不入学的话，我也不入。小鹿，你可不能这么说，这可是绝佳的机会，你不要放弃。颜月连忙道，这次我考不上的话，我就在省城复习1年，一定要考进去。几位少爷，打断一下，我们马上就要到了。此时武青一冲着马车里面的3个小孩道，快到了吗？玉天禄探头张望，只见不远处竖立一个巨大的牌楼，而牌楼两旁已经聚集着不少考生和他们的家长了。我们还是来晚了呀。5连志看着已经大排长龙的队伍，也是有些懊恼。你看，都怪你们出门晚，队伍已经排这么长了。与此同时，马车也是停了下来。少爷，前面聚集的人群实在太多了，我也没有办法再往里面进了。武青一抱歉道，没办法，我们只能挤进去了。5连志无奈的招呼2个小伙伴下了车。看着人山人海的场景，5连志也是傻了眼，这要排到什么时候啊？阿志，我前面听你说，你不是安排5联邦的人去占座了吗？玉天禄问道。确实如此，我让他们凌晨就在那里等着了。5连志道，但问题是我们先要跨过这些人海啊。少爷，我来帮你们开路吧。武青一说着，也是带着5联邦的众人冲向了人群，想帮们开出一条路。只可惜比起那茫茫人海，他们这些人的力量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挤什么挤啊，我们好不容易排到这里的。就是，你们懂不懂规矩啊？那些人群抱怨道。可恶，也不看看我们是谁啊。武青一刚要亮出身份，却被一旁的5连志阻止了。武总管，不要节外生枝，我们自己想办法吧。好的，少爷。我说小鹿，你有什么？5连志刚想让玉天禄想办法，谁知他转过身，却见他的2个好友已经原地消失了。那2个家伙人呢？阿志，你实在太慢了，跟着我们快点走吧。玉天禄冲着5连志招呼道。只见颜月高壮的身体在人群中穿行，碰到他身体的人竟然直接被其怪力给推到了两旁。颜月如同一条巨剑，在人海中破开了一条通路。这大块头还真靠得住啊！5连志一边想着，一时快步跟了上去。有了颜月的帮忙，3人很快就顺利来到了广场中心位置。少爷，我们在这里。5联邦的先头部队见状，也立马朝3人招手。又是颜月拨开众人，3个孩子这才来到了自己的位子上。这个位子倒是选得不错啊。玉天禄发现此处距离发榜舞台较近，视野也是极其开阔。除了前排的 VIP 席，这片区域已经是最好的位置了。怎么样，我选的地方不错吧？5连志显得很是得意。这现场位置，我前几天安排人提前踩点，否则挑不到这么好的。确实不错，只要过会儿一发榜，我们就能看到了。颜月说道。呵呵，你们这些普通考生也只能是看看的份儿了。前排距离玉天禄所在位置最近的一排 VIP 座位上传来了不和谐的声音。谁啊？说话这么讨厌？5连杰瞬间皱起了眉头。3人循声望去， VIP 座位最后一排空荡荡位子上，正有一个穿着华服的少年，正用鄙视的眼光看着他们。这 VIP 区域和普通区域被一道铁丝网给隔开，而且这 VIP 区域的条件也是比普通区域好上不少。发榜就发榜，怎么搞得和看演唱会一样啊？玉天禄忍不住在心中暗自吐槽。由于这 VIP 区域提前被特殊考场的考生给预定了，他们不需要提前到，所以8点多的光景，整个 VIP 区域依旧是寥寥无几。而这个坐在最后一排的特殊考生就显得格外惹眼。你是哪里来的家伙？怎么这么没礼貌啊？颜月也不高兴地看着那个少年。礼貌？我有必要对你们这种普通考生有礼貌吗？那人横眉冷对。你们要学会记住自己的身份。切，你这家伙摆什么谱啊？你也只不过比我们稍稍好一点而已。5连志冷笑道，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坐在 VIP 最后一排的应该都是靠竞价换来的吧？竞价换来的？阿志，这是什么意思啊？玉天禄好奇地问道。实际上这特殊考场也分3、6、9等，像那些世家大族基本上都会直接被安排在 VIP 区最为靠前的位置，而且不需要出钱。5连志解释道，而 VIP 区域后半部分则需要自己去想办法购买了。原来如此，看起来这部分是皇家学院拿来赚钱的吧？玉天禄点点头。什么赚钱？什么赚钱？那个少年听罢顿时就怒了。这些 VIP 区可不是人人都可以竞价购买的，只有那些世家大族才有资格。你们这群普通考生这辈子都没有资格。哈哈！5连志哈哈大笑，没想到在这里还碰见一个冤大头。冤大头？颜月有些不明白了。你们几个可不要听这个冤大头瞎说。5连志解释道，的确这 VIP 的购买资格确实限定那些世家，不过我刚才说了，真正的世家大族根本不需要购买，所以需要加钱购买的所谓世家大族都是那些破落户而已。破落户？你说谁是破落户？这下那个世家少年着急了。说的就是你。5连志继续说道，实际上很多落魄的世家为了赚钱，都将自己的竞拍名额卖出去了。反正那些世家子弟根本连资格考试都进不了。我看你也应该是从某个落魄世家那里买来的名额吧。小子，你不要看不起人，我们车家当年也是盛极一时。这少年明显着急了，现在虽然走下坡路，从我车明里这一带开始
就将重新恢复往日的荣光。车明礼，你省城车家的人？武连志顿时面色紧张了起来。哈哈，怕了吧？听说过我们车家当年的威名吧？车明礼露出了得意之色。什么车家？不认识，根本没有听到过。武连志一转脸，满是讥讽之色。原来这车家还在这省城里啊！好几年都没有听到过他们声音，我还以为已经搬离省城了呢。周围的那些普通考生议论纷纷，这在车明礼听来也是极其刺耳。不过车明礼还是咬着牙忍了下来。你们这群家伙，等过会儿放榜之后，一个没有录取，有你们哭的时候。车明礼说完，也是别过头去，再也不去理睬三人了。小陆，我们这次应该可以过关吧？颜月有些担心的说道。阿月，你怎么又来了？都到这个时候了，你也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就等着成绩公布吧。玉天禄拍着颜月的肩膀安慰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世家子弟也是走进了 VIP 区域，而第一排的坐席基本是被那些举足轻重的世家大族给包圆了。像田和子家、像周鲁家都是第一排的座上宾，而在省城区沃的代表郑家兄弟俩也同样坐到了第一排。而且郑润泽还特地朝武连志那边望了望。可恶，那个讨人厌的武连志，还有那个碰瓷的玉天禄都来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郑润泽也是捏紧了拳头，朝着武连志等人怒目而视。润泽，今天可是重要日子，你可不要给我节外生枝啊！郑书段亦是提醒道，就算那几个家伙侥幸过了资格考，你也给我压下这口气。大哥你放心，我自然会以大局为重。郑润泽咬着牙道，实际上我倒是希望那3个讨厌鬼能够进入正式考，到时候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将他们给淘汰出局了。我很享受那种给人以希望，再将他捏得粉碎的感觉。二位是郑家大公子、二公子吧？此时那车明礼不知何时竟然出现在了郑家兄弟的面前。阁下是？郑书段有些纳闷。郑家兄弟不认识车明礼，不过看着他能够坐进兵区，心里也清楚应该也是某个世家子弟。而他们郑家作为省城响当当的世家，自然会有不少小世家子弟过来攀龙附凤。在下车家车明礼，我久慕郑家兄弟大名，神交已久，只不过一直无缘得见。今天有机会能够在考场相遇，实在是三生有幸啊！车明礼一边说着，也是一边向着郑家兄弟行礼。哪里哪里，车兄实在是太客气了。郑书段连忙客气地向车明礼回礼，而一边的郑润泽还没有明白过来，只是敷衍地在旁边附和。郑家兄弟的实力毋庸置疑，相信通过正式考试那是轻而易举。不知道在下有没有运气和二位成为同学啊？车明礼的眼睛里满是期待之情。车明礼如此和郑家兄弟套近乎，也是为了背靠大树好乘凉。这田和子家、象州鲁家虽然底蕴深厚，势力庞大，但也仅限于省城之外。虽然郑家的家业无法和那两家相提并论，但说到底也是在省城盘踞多年。强龙难压地头蛇，所以在省城这地面上，郑家无疑是这省内3大世家之中最为耀眼的存在。车明礼所在的车家在几十年前也算是省城内的名门望族，但由于之后的车家当家人资质平庸到了车明礼爷爷辈的时候就已经没落了。而那些小世家一样，此刻的车家也只不过有一块徒有虚表的金字招牌而已了。车明礼作为车家的新一代，自然担任起了振兴家族的重任。而现在看来，最为简单的途径就是进入皇家学院。这皇家学院不但是培养像画师的摇篮，同样在这里面豪门云集。车明礼如果能够和这些豪门学子结交的话，对于他也是大有裨益。所以等车明礼完成资格考之后，他就开始琢磨着如何和那些豪门世家搭上关系。以我的实力过资格考应该毫无问题，但进入皇家学院以后，我这没落世家的子弟肯定势单力薄，我要想办法寻找一些助力。车明礼这么想着，很快就把目标落在了 VIP 区域里的那些当地豪门身上。虽然就算在普通区域内等候放榜，甚至不去现场，皇家学院都会将资格考试结果告知，但是车明礼家却是砸锅卖铁，好容易拿到了这 VIP 区域的坐席。这除了没落的车家自认为自己仍然是豪门一份子的虚荣心作祟之外，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到真正的豪门世家，无疑是让车明礼在进入皇家学院之前能够镀一层虚假的光辉。虽然这一层光辉无论是郑家兄弟还是武连志这样的草根看来根本就是孔乙己的长衫，一种自欺欺人的面具而已，但对于车明礼这样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来说，却是他们最后的心理慰藉。这可是就是这样一点的慰藉，在接下来的放榜之时却瞬间荡然无存。放榜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车明礼朝郑家兄弟拱了拱手，亦是快步坐到 VIP 坐席的最后一排，等待着最终结果的出来。车明礼不自觉地朝身后看了看玉天禄等人，心中暗道，哼，过一会儿就让你们知道凡人和天才之间的差距。我说大哥，前面那个姓氏奇怪的家伙究竟是谁啊？郑润泽小声问道。他不是自称是车家的车明礼吗？郑书段随口道。这个什么车家啊，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大哥，你知道这车家吗？一个小世家而已，听说在数十年前，由于家族里出了1-2个有名气的像画师，所以能够在省城的世家圈子里面挂上名。但之后原本天赋平平的家族就没有像样的像画师出现了。郑书段回答。所以现在这个车家早已名存实亡，在我看来根本连那武连志都不如。这倒是，虽然不想承认，那武连志和他们家的武连帮的确都是难啃的骨头，否则的话当年不会让我吃了那么大的苦头。郑润泽心有余悸地说道。那个少帮主倒算我的一大劲敌，至于那个什么车子呢，趋炎附势的家伙真令人讨厌。讨厌归讨厌，场面功夫还是要做一做的，可不要败坏了我们郑家的名声，明白了吗？大哥放心，那个家伙如果有运气进入学院的话，我倒不介意让他成为我手下的一只狗。
郑润泽冷笑一声，还不自觉地朝最后一排望了望。而车明里自然看到郑润泽的目光，不明就里的他还以对方很重视了自己，连忙致以灿烂的微笑。看起来这笔钱花的值，能够攀上曲沃郑家的高枝，那我在这皇家学院也就如鱼得水了。车明里心里越想越高兴。就在此时，只见广场中心位置不知何时已经幻化出了一座高台。这座高台乃是凭空出现，离地大概3丈高，上面雕龙画壁，亭台楼阁，艺术和历史完美融合在一起的建筑艺术，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呈现在了一众考生的面前。究竟是什么时候做的？玉天禄皱了皱眉头。这座高台不用问，自然是用象画力凭空拟像而成。玉天禄震惊的是，从始至终，他的感知力都覆盖了整个广场，却依然没有感觉到使用象画力的人。就在此时，高台上出现了3名身着皇家学院制服、老师模样的人。这3人自然是教导主任陈克昭，以及2位随行老师曹华雪和王黎明。怎么样，各位小雄师们，在进入我们皇家学院之前，看到这样一座高台，感觉如何啊？陈克昭笑着说道。陈克昭的声音不高，但是他的声音却仿佛在广场上所有人的耳畔响起。这就是皇家学院老师的实力吗？玉天禄心中一时佩服不已。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操控象画力的，但是比起牧羊镇大会上那个几个象画师来，这3个人明显高了不止一个层次啊！乖乖，小鹿，你看他们胸口的徽章啊！旁边2位老师的竟然是3颗星，他们已经是3星象画师了。还有中间那一位，竟然有4颗星。颜月指着台上道：“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武连志笑道：“那可是皇家学院的老师，如果没有2把刷子，他们怎么可能进得去啊？”玉天禄则是把注意力放到了那陈克昭身上。刚才应该是这一位用象画力幻化出的高台，4星象画师竟然和小云的家庭教师穆先生是一样的等级，不知他俩谁高谁低呢？玉天禄若有所思。此刻场内欢声雷动，那些考生们自然被陈克昭的手段所震撼到了，而这就是陈克昭所要的效果。这一手自然是彰显皇家学院水平的一步。首先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皇家学院参加入学考试。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皇家学院少年部的教导主任陈克昭。我身后的2位老师分别是曹华雪曹老师、王黎明王老师。陈克昭说话的同时，2位老师亦是上前一步，朝一众学子挥手致意，同样引得阵阵掌声。这2位老师都是我们皇家学院最为杰出的青年导师，相信他们以后会成为你们当中某些人的老师。陈克昭继续说道：“好了，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正题，下面公布通过资格考试的人员名单。下面我们把舞台交给2位导师。”陈克昭说完，退后一步，将曹华雪给让到了台前。曹华雪微笑着看着一众学子，目光扫视了一大片。实际上，曹华雪从站上舞台伊始，就在普通区域寻找着玉天禄的身影。虽然他还没有见过玉天禄的样子，不过7岁孩童在这个普通场上也不算太过难找。更何况曹华雪可是3星象画师。不多时，曹华雪已经看到靠近 VIP 区最后一排的玉天禄。就是这孩子吗？到底年纪还小，脸也平平无奇，看上去并没有太多过人天赋啊。曹华雪不免有些失望，不过他还是需要履行完自己的职责。好了，接下来由我来公布400名到100名的考生名单。曹华学说着，闭上了眼睛。而高台的半空中竟然慢慢浮现出了一张巨幅榜单，榜单之上密密麻麻考生的名字以及排名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为什么就公布400到100名的考生名单啊？颜月好奇地问道。这你们就不懂了吧？资格考试经验丰富的武连志介绍道。一般放榜都是先放中段学生的，因为中段学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些学生对于自身的情况也十分了解，差不多知道自己基本可以过关，所有出现异常情况也比较少。没错，玉天禄点点头道。而前100位的竞争比较激烈，犬牙交错的，暂缓公布也可以有个准备。而后100名延迟公布的话，也能够给那些后段的学生有一个心理准备。要知道淘汰之后，心理建设的道路可不那么容易。没错，对于这方面我可是专家了。武连志自嘲道。玉天禄对于这个乐观的帮派少爷也是钦佩不已。要知道，在原来的世界，玉天禄可是见过不少高考复读、破罐子破摔、一蹶不振的鲜活例子。事不过三，这个帮派少爷失败了3次，竟然一直坚持下来，玉天禄也觉得难能可贵。与此同时，曹华雪的榜单已经凝练完毕，虚空中漂浮的一个个姓名亦是散发着耀眼的金光。无论是普通考生还是 VIP 考生，都在焦急地找寻着自己的名字。只不过个人的反应是大相径庭。那些中庸和较差的考生在榜单上看到自己名字之后，也是欣喜若狂。要知道，能够进入皇家学院，对于他们来说可是莫大的荣耀。尽管这只是资格考试。阿志，你找到你的名字了吗？颜月一边一目十行地寻找着，一边问道。有了。玉天禄眼尖，在榜单上迅速找到了武连志的名字，105名，看起来是个很高的位置啊。真的吗？武连志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颤抖的右手已经出卖了他，实在是太好了，终于拿到正式考试的入场券了。阿志，干得太好了，祝贺你啊！颜月伸出了自己的手，的确是不容易，而且只差了前100名几位而已，甚至比那个郑润泽的排名还要高一点。玉天禄指了指榜单道，郑润泽排名112，比武连志差了7名。可恶！第一排的郑润泽攥紧了拳头骂道，竟然被那武连志压下一头。可恶啊！润泽，我早就说过那个家伙不简单，我看你这一次应该没有好好复习吧？没进100名，可是要被其他世家的人看笑话的。郑书段严肃地说道，还不是被这武连志给气的。不过大哥你放心，正式考试的时候，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郑润泽十分认真地说道。除了郑润泽之外，大部分上榜的考生都是欢呼雀跃。要知道，对于这些考生来说，能够通过资格赛就意味着拥有了鱼跃龙门的机会。伍连志在榜单上左看右看，却没有发现自己两个好兄弟的名字。阿月，怎么上面没有你的名字啊？伍连志连忙问道。不是小鹿的名字也没有，为啥你单单问我呀？颜月问道。没有小鹿的名字不是很正常吗？伍连志笑道，他自然是在前100名，至于你嘛，就算是后100名也够呛，你怎么不念着点我好啊？颜月生气道。下一秒，只见颜月已经跪在地上默默祷告，华胥大神啊，求求你一定要保佑我进入那最后100名啊！颜月这个大块头蹲在地上虔诚的样子的确很惹人发笑。临时抱佛脚有用吗？此时坐在前排的车明里嘲讽道，这就是普通考生和我们世家子弟的区别。我说，用得着你这个没落贵族在这里阴阳怪气吗？一旁的伍连志看不下去了。话说车公子，我发现这中段的榜单上也没有你的名字啊。玉天禄悠悠的来了一句，确实没有你的名字啊。伍连志嘲讽道，闹了半天，你也是就这点水平？我什么水平？你什么水平？你这样的市井之徒有资格和我相提并论吗？车明里神气的说道，中段没有我的名字很正常，我可是前100的水准，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玉天禄平静的说道。好了，接下来我们先公布一下后100名的考生榜单。此时王黎明站到台前说道，这些考生相信也是经过了极大的努力才能有幸过关，不过在之后的正式考试中可要再加油了。王黎明说完，就在曹华雪的榜单下面用像画力将那后100名的名单给凝练了出来。不过这些名字倒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从第499名开始一个个闪现。现场的那些考生们都屏住了呼吸，期待自己能够成为那个搭上末班车的幸运儿。而颜月紧紧握住2个小伙伴的手，双眼死死盯着半空中那个巨大的榜单。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个欣喜若狂的考生心满意足地拿到了想要的结果。我还以为我考不上了呢，457名，真是撞大运了啊！我们家祖坟都要上青烟了。随着倒数榜单的名字一个个跳出来，各位考生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不少考生脸上洋溢着劫后余生的笑容，而其他没有看到名字的考生依旧忐忑不安，而其中就有心事重重的颜月。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名字报出来之后，颜月的心一时沉到了谷底，看来是真的没希望了。难道说我这次真的不能和小鹿一起念书了吗？颜月无奈地摇了摇头。一旁的伍连志也连忙鼓励道，大块头，你怕什么呀？我不是说了吗？考不上的话你就待在省城复习考试1年，我就不相信你还考不上。知道了，看来只能走最后一步了。就在颜月难过之时，旁边的玉天禄突然惊喜地叫道，阿月，你快点看，你的名字，你的名字，最后第500名竟然是你啊！小鹿，你就不要安慰我了，哪有正好最后1名被录入的？我这个人向来运气不好，你就不要拿我开涮。转过头，颜月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大名就在榜单的最后，顿时感觉人一下子从地狱进入了天堂一般，神之奇迹啊！颜月猛地一把将玉天禄和伍连志给抱紧了，太好了，没想到我竟然压线过关，太好了，真是太好了！阿月，快点把我们给放下来啊！玉天禄差点被勒得喘不过气来。哦，实在不好意思啊！颜月一放手，直接把2个倒霉的伙伴给砸在地上。你这个冒失的大块头，要不是看你幸运入围了，我非教训你不可！坐在地上，伍连志指着颜月大骂道。而此时其他普通考场的考生们纷纷用羡慕的目光看着这几个人，因为随着最后1名颜月的名字出现，就意味着此次皇家学院的大门已经对他们关闭了。他们自问没有考入前100名的实力，一大半的考生灰心丧气地离开了现场。一时间，整个普通区域显得空空荡荡的。真是没有想到，你们这样的子弟还能有幸参加正式考试啊！前面的车明里酸溜溜地说道。不过过了资格赛也没用，到正式考试你们必然会被淘汰出局的。你就这么肯定吗？颜月不服气地说道。一个倒数第一竟然还问我这么肯定？车明里朗声大笑，看起来你们根本不了解正式考试的事情。难道你知道吗？玉天禄问道。那是自然，没看过猪跑，还没吃过猪肉吗？车明里冷哼一声，不过别指望我会透露给你，不稀罕，正式考试开始前什么都有可能。玉天禄淡定地说道，我相信我们的实力。你们的实力？你这小鬼还大言不惭起来了。喂，似乎这榜单上没有你的名字，你难道还妄想参加正赛啊？小鹿可是拥有前100名实力的人，我都能考上，他会考不上吗？颜月瞪了车明里一眼，而且你的名字似乎也没有上榜啊。这实际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没有在后段出现，车明里心里也是没底，因为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实力，不过他也不信自己连资格考都通过不了。大概是我超水平发挥进入前100了，看来最后那2个大题的论述，我必然得到了老师的赏识。对，一定是这样。车明里这么想着，也不再理会玉天禄等人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准备将前100名的考生名字逐一公布。此时高台上的王黎明说道，相信大家一定等得很着急了吧？那我们马上见分晓。王黎明话音刚落，只见那榜单的上方空白处不断有金色的名字冒了出来。第99名袁州苏墨者，第98名绥远宁天纵，第10名省城沈君哲。等到第10名录取名字出来以后，车明里的心不禁揪了一下。不会吧，这都第10名了，还没有我的名字？车明里自知没有前10的实力，心里已经有些焦躁不安了。不会我真的翻车了吧？而伍连志也是焦急万分，怎么现在还没有小鹿的名字啊？
伍连志担心地看着玉天禄，虽然他知道玉天禄的成绩很好，但普通考场能够出一个前10的学霸，伍连志可不太敢想。反倒是颜悦却一直期待不要叫到玉天禄的名字，现在可千万不要有小鹿的名字啊，他可是要拿第1的人啊。颜悦一脸淡定地说，这么有信心？伍连志担忧道，小鹿的实力摆在那里，他一定会让世家大族刮目相看的，还刮目相看呢，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车明礼在旁边冷嘲热讽道，我说姓车的，你在那里又在乱说什么？伍连志怒道，现在你的名字也没有出来，我看你应该是被淘汰了吧？开玩笑，我是前10好不好？就你这种货色也能前10吗？真是不自量力。伍连志哈哈大笑。就在此时，又是5个名字出现在了众人面前，这5个人无一不是世家大族的子弟，很快就只剩下前3甲的名字了。第3名田和子奎，第2名曲沃郑书段。很快探花和榜眼的名字已经报了出来。大哥，原来你是第2名啊！郑润泽见状也是高兴不已，谁知那郑书段脸上却没有半点笑意。大哥，你这是怎么了？郑润泽奇怪道，看起来这次又被那个家伙给拿第1了。郑书段说完，视线也是移向了一直在第1排没有说话的鲁连海。与此同时，榜单的最高处，一个金色的名字终于浮现了出来。第1名，象州鲁连海。第1名果然是鲁公子啊，不愧是象州鲁家。那些 VIP 区域的世家子弟也都纷纷起身祝贺着鲁连海。鲁连海摸着脑袋，憨憨一笑，运气，实在是运气。鲁连海，不知何时，郑书段已经出现在了鲁连海面前。我当是谁呢？原来是郑家大公子。鲁连海看到郑书段，脸上闪过一丝得意之色，郑兄承让了。你是靠实力拿下第1的，我输给你，输得不冤。郑书段平静地说道，不过这只是资格考而已，等到正式考，鹿死谁手犹未可知。是，不过等正式考的时候，我也会拼尽全力的。鲁连海微笑着说道。这2个豪门的天才看似都没有说过激的话，但空气中弥漫的火药味确定在场的考生都感觉到了。此时此刻，车明礼则是一屁股瘫坐在了最后1排的位置上。榜单全部放出来之后，意味着给他判了死刑。不可能啊，难道我连前500都没有进吗？车明礼的世界仿佛就此崩塌了。要知道，这一次他可是肩负起了车家所有的希望啊。车明礼感觉到周围那些世家子弟都正在用鄙夷的眼光看着自己，他恨不得有条地缝直接钻进去。就在此时，他突然听到身后玉天禄等人的对话，这是怎么回事？榜单一定是弄错了，怎么到最后都没有小鹿的名字啊？颜悦不敢相信这考试结果，难道说小鹿的卷子被人偷走了？一定是这样，伍连志怎么也不会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反倒是当事人玉天禄却异常冷静，他的内心正在思考着什么。那张卷子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我可以保证客观题的准确性，主观题的话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就连阿月都能够跻身前500，我没有理由会落榜。玉天禄心中琢磨着，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说……此时，玉天禄抬头看着高台上的3位老师，哈哈，刚才谁在说铁定进前10的？现在榜单上面有你的名字吗？车明礼用怨毒的眼神看着玉天禄，我说，你就不要在那里冷嘲热讽了，你自己也落榜了，用得着这么落井下石吧？伍连志皱着眉头道，哈哈，我落榜了？我就算落榜也是个世家子弟，我一定会东山再起的。而且，就算我进不了皇家学院，我也能够依靠家族的力量成为像画师。车明礼大声嚷道。车明礼聒噪的声音很快引得前排贵宾席上的考生看了过来，原来是之前准备攀龙附凤的家伙。郑书段一眼认出了车明礼，他竟然还在嘲笑那个玉天禄，自己连前500都没有考上，竟然还嘲笑人家，这种货色前面竟然还想来和我们搭讪，真令人恶心。郑润则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郑书段看着玉天禄，心中暗道，这个家伙没道理，连500名都不过，以他的心计，进前100绰绰有余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就在此时，高台上又响起了陈克昭的声音，各位考生请注意，下面我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宣布。陈克昭微笑着说道，主任，还有什么事情？台下的考生们纷纷将注意力聚焦到了高台之上。刚才榜单已经全部发放完毕，500个通过资格考的考生名额全部公布，在此我要恭喜大家了。陈克昭话锋一转道，不过我这里还有一个特殊名额要公布一下，他将作为第501位通过资格考的考生和大家一起参加周末的正式考。特殊名额？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名额？台下的观众也是议论纷纷，有些普通考生脸上写满了不满，估计又是那个豪门望族的少年特批了名额吧。没想到这皇家学院也是搞特殊啊！这里我想解释一下事情的原委，否则我们皇家学院要被唾沫星子给铺满了。陈克昭笑着缓解尴尬，实际上这位考生的卷面成绩相当优秀，但很可惜我们忽略了一个细节，致使这位考生的考试资格存疑。当然这都是我们皇家学院的过失，考试资格存疑的话直接取消资格就好了，为什么还说是皇家学院的责任？台下田和子家的子奎高声问道。这的确是我们的责任，而且如果让占据500人名额的话，可能更会被考生们所诟病。陈克昭越说越让考生们疑惑了，这位考生的成绩的确不俗，应该是前100名之列，只不过考虑到正式考试的难度，对于这样的考生，我们一时间有些拿不定主意。陈克昭说道，所以我们经过一通协商之后，这才破例开出了一个特殊名额，把参加正式考试的决定权交到了他的手中。原来如此，这人到底是谁啊？还有他为什么要被特殊对待呢？估计又是什么豪门世家的人吧？切，豪门世家的人不是都已经过关了吗？
你们看这贵宾席上的世家子弟，不是都上榜了吗？不是还有一个吗？大概就是他吧。此时其他考生都把注意力聚焦到了车明礼的身上。难道这个人真是我吗？车明礼此时再次燃起希望。没错，除了我还会有谁啊？一定是他们看到我世家的身份，总不能让我就这么空手回吧。车明礼一通自我催眠之后，已经认定那特殊名额说的就是自己。可谁知他刚刚起身准备接受的时候，只听得台上陈克昭大声道：“请问玉天禄来了没有？”小陆，那个老师在叫你呢。颜月激动地说道：“我就说嘛，就来大块头都能入围，没道理小陆进不了啊！”武连志连忙把玉天禄给拉了起来，原来这特殊名额就是给你的啊！玉天禄缓缓起身，抬头看向高台道：“我就是玉天禄。”此刻所有人都目光也是聚焦到了他的身上，竟然是普通考场的考生，不是世家弟子，竟然能让皇家学院破例，这小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大哥，郑润则看了郑书段一眼，此子实力不俗，原本就是前100的水平，只是能够让皇家学院为其修改规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郑书段不由得思索着。同一时刻，高台居然消失不见，一闪金光闪闪的大门打开，陈克昭带着另外2名随行老师出现在了玉天禄的面前。好快！玉天禄不由得感叹这个陈克昭的实力，操控像画力随心所欲，实力真是深不见底啊！陈克昭随手一挥，普通区和贵宾区中间的栅栏就消失不见了，这样才方便说话啊！陈克昭笑盈盈地看着玉天禄，孩子，现在我们可以对话了。看着陈克昭，玉天禄感觉此人有一种不怒则威的气势，至少他身后的2个小伙伴比之前规矩了许多。陈主任您好，我想知道这特殊名额究竟是怎么回事？玉天禄问道。这里我确实要向你道个歉了。陈克昭说道，由于我们的疏忽，没有一开始对你的资料进行核实，如果让你继续参加接下来考试的话，可能会给你带来生命危险。生命危险？考试还会有生命危险？玉天禄奇怪道，因为我们皇家学院的入学考试可不是什么笔试哦，接下来是考验你们综合素质的野外考试，到时候的考场也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就算是成年人也不一定能够过关，更不要说普通的孩子了。旁边的曹华雪解释道，危险的考试，我们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啊？武连志问道。不好意思，这是我们今年特地进行考试改革了。曹华雪说道。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的考试资格有问题吗？玉天禄问道。实际上你的资格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看了你的资料后发现，你的年龄竟然只有7岁，这个年龄参加如此危险的考试，其危险性不言而喻。我们由此顾忌，所以才将你划入这特殊名额。陈克昭说道。这特殊名额和普通名额有什么区别？这个特殊名额可以确保你能够参加下一届的正式考试。我们认可了你此次资格考的成绩，的确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所以我们愿意为你等一届。原来如此，没想到能够得到皇家学院的垂青，实在是荣幸之至。玉天禄感激地说道。一个普通考生竟然能够得到学院如此对待，这家伙到底考了多少分啊？鲁连海看着玉天禄，对于这个孩子也产生了兴趣。玉天禄，我们觉得你现在的年龄和身体可能无法通过这一届的正赛，我看你要不还是选择下一届再来吧。王黎明说道。小陆，你可一定不要答应他啊！一旁的颜月可是着急了，我们可是约好要一起进入皇家学院的啊。阿月，你放心好了，这次的考试我一定会参加的。玉天禄斩钉截铁地说道。小子，你可想清楚了。一旁的王黎明说道，此次参加正式考试的所有人可是都要签生死状的。签生死状？那些普通考生们一时吓了一跳，有那么吓人吗？看来你们对于我们皇家学院的考试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陈克昭微微一笑，转头对一旁的王黎明说道，王老师，你让这些孩子简单体验一下好了，记得稍微手下留情啊。好的，程主任。王黎明一拱手，然后双目爆射出金光，与此同时，虚空之中发出一声呼啸，只见无形气境凝练成了一只体型硕大的吊睛白额虎。什么？竟然是老虎！现场的考生们见状，顿时吓得脸色苍白，甚至是那些贵宾席的世家子弟也被惊得直打哆嗦。不过那些豪门世家子弟却并没有太多的反应。不愧是皇家学院，果然名不虚传，随便一个老师就能够精细化操控像画力，真是大开眼界啊！鲁连海面露喜色。虽然一众考生亲眼看到王黎明用像画力创造出了猛虎，知道其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但他们到底还是10岁不到的孩童，看到这幅景象都连连后退。陈克昭看在眼里，难掩失望之情。看来这一届的学生素质还是差强人意啊！那吊睛白额虎又是冲着这群考生发出怒吼，虎啸声响彻了整个广场，一时间飞沙走石。这惊天的吼声竟然引起了一阵巨大的漩涡，大部分的考生们都吓得魂不附体，甚至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此时距离猛虎最近的玉天禄3人组却没有半分反应，就连年龄最小的玉天禄脸上也没有丝毫惧色。此刻颜月和武连志像2个守卫一般，将玉天禄护在了身后。这些小子胆子这么大吗？王黎明一愣，看起来不加把火是练不出真经啊。王黎明顺手一指，那头吊睛白额虎直接朝着玉天禄的方向扑了过去。嗷！吊睛白额虎大吼一声，一时间杀气冲天。其他考生见状，顿时成鸟兽散。面对着王黎明用像画力具象化出来的猛虎，3个孩子毫无退缩之意。看来这个老师想测试一下我们的实力啊！玉天禄已然看出了对方的心思，想考验我们，那就让我先来露一手吧。武连志斗志满满的说道。这个武连帮的少帮主一个纵身挡在了猛虎的身前，与此同时，以武连志为中心，
竟然衍生出无数的刀刃，极具攻击力的像画力啊！程克昭看着武连志频频点头，看来这武连志也不是泛泛之辈啊。王老师，你不撤招的话，这头老虎可就被我打死了。武连志说完，那些刀刃瞬间变为一个刀阵，铺天盖地朝着猛虎打了过去。谁知那猛虎丝毫没有躲的意思，只见他一个飞跃，十分轻易避过了第一波的刀阵。紧接着，这猛虎借助下冲力，虎尾顺势一甩，一道气刃横斩了过去。什么？武连志大惊，原来是拿到气刃，竟然十分轻易的将他的第二、第三排的刀阵给破了个稀碎。要知道，以武连志现在的实力，一共可以具象化出4重刀阵。谁知对面一个照面，这个看上去文质彬彬的王老师，竟然直接破了他3重刀阵。不愧是皇家学院的老师，具象化出来的老虎竟然比真老虎还厉害啊！武连心中暗道，我这第4重刀阵怕是也阻止不了这头猛虎，我该如何应对呢？就在此时，在武连志面前竟然出现了一张钢丝大网，面积范围之大，瞬间将那只吊睛白额虎给网在了里面。不用问，能够做出大网的只有在武连志身后的玉天禄，而且这不是普通的大网，而是一张捕兽网。面对突如其来的猛兽，玉天禄第一反应就是用猎户的武器将其控制住。谁知这王黎明具象化的猛虎战斗力惊人，被困在网中的猛虎伸出利爪猛地一抓，竟然就将玉天禄具象化的捕兽网给破开一个大洞。猛虎从那大洞中突围而出，也是径直的朝玉天禄他们的方向扑去。退！玉天禄毫不犹豫地招呼2位同伴朝后面急退。不过3人并没有像其他普通考生一样四散乱逃，只见在撤退的过程中，玉天禄不断具象化出一张张捕兽网来阻拦猛虎的前进。但无论玉天禄制造出多少钢丝网，都被可怕的猛虎瞬间撕扯开来。小鬼，我的猛虎可没有那么简单就降服的。王黎明微笑着说道，看起来草根就是草根，根本无法和我们世家子弟比较啊。一个撤到安全距离的世家子弟看着如此场面，忍不住嘲讽道。谁知他的话被曹华雪顺耳听到了，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看应该让你们也尝尝被老虎追的味道啊。曹华雪微微一笑，目光也是投向了王黎明。曹老师，你要做什么？王黎明眉头一皱，似乎知道了曹华雪的意图。没什么，我只是觉得这老虎只攻击普通考生似乎不太公平，既然要让他们知道正式考试的凶险，那我觉得应该一视同仁，不能区别对待哦。曹华雪说完，突然双手环抱胸前，一股无形的像画力从体内不断释放。数秒钟之后，在曹华雪的身边竟然一下子出现了5只猛虎，那样子似乎和王黎明的一模一样。这个女老师怎么比那个王老师还厉害啊？颜月看着那群老虎，忍不住说道：大块头，现在可不是感叹这个的时候，还是先对付眼前的这头吧。武连志神色凝重地看着那锲而不舍的猛虎。武连志的刀阵一重强过一重，第4重的威力乃是最后的底牌，其威力比其之前3重加在一起还强上几分。不过现阶段使出最后刀阵，可是会一下子抽干武连志的像画力，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武连志绝不会动用。此时玉天禄还在不断朝猛虎丢出捕兽网，至少能够延缓一下这畜生的前进速度。而另外一边，只见曹华雪打了个响指，被他具象化出的猛虎转过身，朝着贵宾区的世家子弟冲了过去。什么？还真往我们这里啊！刚才那个大放厥词的世家子弟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了。实际上，此人的成绩也是后100名之列，实力比起武连志都差得很远。救命啊！那些世家子弟发出一声声惨叫，顿时四散奔逃。这些世家子弟和普通考生的反应也没有本质的区别啊。曹华雪笑道：这能一样吗？王黎明瞪了曹华雪一眼，普通区域那里只有1头猛虎而已，贵宾区可是有5头啊。曹华雪两手一摊，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谁叫他们成绩好呢？能力越大，考核力度也需要适当加大。不给那些世家子弟一个下马威，还真当我们皇家学院那么仁慈吗？程主任，曹老师有点过了啊。王黎明回头看向程克昭，要知道这王黎明一直对普通考生有偏见，所以这次临场测试他也明显偏向于那群世家子弟。没办法，这王黎明本身也是来自于世家，自然会有所偏袒。谁知程克昭倒是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表情。我觉得曹老师说的很有道理，这就当作是正式考试前的一次筛选吧。程克昭道：现在世家里面也有许多不孝子弟，是时候也让他们体验一下挫折了。说话间，曹华雪具象化的猛虎已经杀入到了世家子弟的方阵之中，而首当其冲的正是刚才受到打击的车明礼。此刻的他还没有从之前的挫折中恢复过来，还傻呆呆地站在原地。你这傻子还不跑吗？一个世家子弟从他身边跑过，也是冲着他大声叫道。车明礼此刻如梦方醒，但一头猛虎已然杀到他的面前。可恶，不要小看我们车家！车明礼大喝一声，一下子将自身的像画力全数使出。一瞬间，车明礼面前凭空出现了一辆银光闪闪的战车。这个车家的子弟一跃而起，一下子坐在战车之上。他右手又具象化出一柄长矛，如同一个冲入战场的勇士一般，朝着那猛虎就冲了过去。区区一头畜生，我车明礼可不会被你吓倒！车明礼放声大喊道。可谁知对面那头猛虎突然张开血盆大口，对着这个没落的世家子弟就是一声震人心魄的怒吼。那一刻，飓风将战车上的车明礼彻底吹清醒了。他这才看清楚面前的猛虎是如此巨大啊！车明礼的心里瞬间被恐惧感所占据，他想回头却已经来不及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将手中的长矛狠狠地朝那猛虎刺了过去。长矛眼看就要刺中猛虎的裆口，那只大虫突然伸出巨爪一个撕扯，
将长矛给撕碎的同时，整个身体借力撞向了战车。车鸣里见状，吓得直接从战车上跌落了下来。不等猛虎和战车亲密接触，那战车就因为它的主人无法凝聚象化力，瞬间烟消云散了。车鸣里此刻早已吓得昏死在地上。好在那猛虎并没有理睬昏过去的车鸣里，而是转过头向其他世家子弟发动了攻击。曹老师，你附着我的猛虎就算了，怎么这猛虎的战斗力几乎和本尊持平啊？王黎明生气地看着曹华雪。怎么可能啊？曹华雪笑道，我的复制术还没有到那种100%克隆的程度，现在那猛虎的战斗力应该只有本尊的80%罢了。如果连这样的猛兽都对付不了，那这些世家子弟就没有进入皇家学院的资格。王黎明听了，心中虽然十分不快，但碍于陈克昭在旁，他也不好发作。可恶，你们这些人为了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草根，要把世家都得罪个遍吗？王黎明心中暗自计较，既然如此，就不要怪我心狠了。玉天禄，你有本事的话，就把我这头加强版的猛虎给解决了。王黎明正想着，却突然从普通考生区域内发出了一声惊呼。怎么回事？王黎明连忙看向自己具象化的猛虎，只见刚才还所向披靡的吊睛白额虎，此刻竟然被天罗地网给彻底制服了。这怎么可能呢？王黎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孩子所制造出来的捕兽网，能够将我的猛虎给网住吗？陈克昭仔细一瞧，不由得眼前一亮。好小子，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知道玉天禄的手法了。原来刚才玉天禄释放的捕兽网看上去都一个样，但是其韧性和强度却各有不同。玉天禄一边具象化捕兽网，一边在心里暗中演算。他通过计算每个捕兽网对于那具象化猛虎的演组时间，脑袋里面已经推演出了一个猛虎力量的计算模型。正常老虎的力量在1吨左右，咬合力500公斤。这具象化的老虎竟然还在普通老虎之上，差不多可以达到 1.2 倍。所以要限制住这老虎的话，我钢丝网的强度和韧性差不多要到这个程度吧。玉天禄一边想着，信念一动，一张钢丝大网从天而降，一下子将猛虎给罩在了其中。这一次，这猛虎再想撕开这铁网，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只见他张开大嘴拼命撕咬，4个爪子也不断拉拽，但无论他如何用力，却依然徒劳无功。而且趁着猛虎漫无目的攻击捕兽网之时，玉天禄还具象出4条锁链，直接套在了猛虎的关节处，瞬间让这大虫有力无处使，只能在那里嗷嗷直叫。看到这一幕，伍连志总算松了口气，也不得不佩服身后这个来自外乡的小个子。你再叫，再叫呀！颜月走到猛虎面前，洋洋得意地嘲讽道：“什么吊睛白额虎，我看就和小猫咪没有什么区别啊！”玉天禄这边顺利制服这头猛虎，另外一边那些世家子弟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除了几大豪门子弟稍微冷静一些之外，其他的贵族考生早就乱了方寸。面对着突然起来的变故，他们像无头苍蝇一般在广场上来回乱窜，四散奔逃，哪里还有豪门子弟的样子？不过在这考验人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世家子弟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只见一只猛虎朝着田和子家的子奎猛扑了过去，那子奎不闪不避，只是等到猛虎伸爪拍来之时，他立刻举起右臂相迎。与此同时，其右臂散发出耀眼的紫光，一瞬间一块紫金盾挡在了虎爪之前。那大虫不明就里，一爪拍在了紫金盾之上，强大的反震力直接让这头猛兽飞出数丈之远。不过猫科动物的本能让这头猛虎翻身稳稳落在地上，但这次短兵相接之后，这只猛虎对于子奎也产生了忌惮，不敢贸然发动攻击了。竟然敢找我的麻烦，你这头老虎可要做好准备了。子奎自信一笑，周身的象化力一开始慢慢催动。西北面一头猛虎找上了郑家兄弟，郑润泽看到张牙舞爪的老虎冲过来，脸色也是大变。要知道他的实力比起伍连志还略逊一筹，自然没有什么底气。不过此刻他的背后有一个最为坚实的后盾，他的大哥郑书段。好了，润泽，不要在那里发愣了，给我做好迎战准备。郑书段不知何时手中已经拿起了一把具象化成的弓箭，面对冲过来的猛虎，郑书段不慌不忙，张弓搭箭，毫不客气地射了出去。尽管这箭支也是具象化而成的箭支，但是其威力比起有形之箭丝毫不逊，仅仅一箭就正中猛虎的眉心，换作是真的老虎，可能就已经命丧当场了。但曹华雪复制的老虎只是稍稍后退了几步，摇晃了一下脑袋，又重新蓄势待发了。大哥，这假老虎怎么比真老虎还厉害啊？郑润泽忍不住说道。皇家学院老师的手段自然名不虚传，润泽，快把你的实力亮出来吧，否则过会儿战斗起来，我可不一定顾得着你。郑书段说完，又是数箭连发。原来那头猛虎竟然又是跃起扑击，多亏了郑书段反应神速，一梭子箭支射去，终于将猛虎给逼退。真是麻烦的家伙啊！郑润泽也凝聚起了象化力。作为这次资格考试官方认定的第一，鲁连海此刻则是一人面对2头猛虎。看来皇家学院还真看得起我啊！鲁连海笑道：“让我一个未成年人对付2头猛虎，也不怕我真出点什么事情啊？”鲁连海话音刚落，一头猛虎不客气地朝后猛扑过来。好在鲁连海反应奇怪，一猫腰避开猛虎攻击之后，迅速就地一滚，勉强拉开了和2头猛虎的距离。不过一击扑空之后，反而激起了2只大虫的怒意，他们扒拉着爪子，朝着鲁连海发出一阵怒吼，真是有些看不起我们鲁家啊！鲁连海眉头一皱，看来我需要稍微认真一点了。此时2头猛虎默契地从左右夹击过来，鲁连海逃跑的路线也被2虎尽数封死了。眼看猛虎就要扑倒这个孩子之时，突然在鲁连海四周凭空出现了无数蓝色水柱，霎时间的高压水枪冲击，硬生生地将2虎的攻击势头给压了下去。趁此机会，鲁连海迅捷地跳出圈外，紧接着只见他顺势一抓，大喝一声：“水来！”
半空中出现一个空洞，只见里面是一片汪洋，一股海腥味顺着那空洞很快弥漫了整个广场。不一会儿功夫，那2只猛虎竟然被困在一片汪洋之中。鲁连海竟然凭空具象出了海水，将广场分成2半的同时，一时将猛虎给锁在了这天然的水牢之中。好了，接下来我们慢慢计较吧。鲁连海微微一笑，开始向猛虎发起了反攻。看起来这一届还是有几个出类拔萃的苗子。对于这几个世家子弟的表现，陈克昭面露赞许之色。好了，这次也不是正式考试，王老师、曹老师，准备收工吧。谁知陈克昭话还没有出口，只听得一声惊天动地的虎啸。只见在普通区域内虚空中出现一道猛虎的幻影，随即一只吊睛白额虎一下子冲天而起。这是怎么回事？陈克昭一阵心惊，所有人都注意力都投向了普通区域方向。只见刚才明明已经被玉天禄的捕兽网给网住的那头猛虎，此刻竟然破网而出，直接将钢丝网给撕成了碎片。不但如此，那猛虎的样子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身形大了一圈，周身散发着凛然的杀气，双目甚至散发着骇人的凶光。这是怎么回事？陈克昭回头又看向王黎明，王老师，你怎么会驱动2阶象化力的？程主任，我只是看到这玉天禄天赋异禀，稍微增加一些难度罢了。王黎明故作无辜地说道。原来刚才眼见玉天禄如此轻松就制服了自己具象化出来的猛虎，这王黎明自觉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于是他把心一横，竟然再次象化力注入到了被束缚的猛虎身上。原本已经缴械投降的猛虎，在王黎明力量象化力的加持下，立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稍微增加一点难度，那猛虎的战斗力似乎提升了10倍不止。王老师，你是要这3个孩子的命吗？曹华雪怒斥道。放心好了，如果他们真顶不住，我会收手的。王黎明一脸轻松地说道。那你快点收手啊！陈克昭说道。2阶象化力创造出来的生物，不是他们这些孩子能够对付的。知道了，知道了。王黎明无奈之下，只得出手准备将象化力给收回来。谁知他一招手想将注入的力量给收回，谁知那猛虎不但没有丝毫变化，反而径直地朝玉天禄他们发动了攻势。猛虎一记虎爪猛地一爪，竟然直接将地面给撕开了数道抓痕。如果不是颜月用力将玉天禄和武连志朝后一拉，此刻可能2个孩子非死即伤。要不要这么认真啊？武连志看着那猛虎的威势，忍不住抱怨道。不过是测试而已，这简直想要我们的命啊！大家小心些，看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玉天禄压低声音道。小鹿，我们现在怎么办？颜月问道。怎么办？彻底将这头猛虎给打死就行。接下来阿月该是你显身手的时候了。玉天禄微微一笑道。王老师，你究竟是在做什么？那还不把2阶象化力给收回来？再这样下去，那头老虎可要害死那2个孩子了。曹华雪大声嚷道。我也没有办法呀。王黎明此刻脸上一时冷汗直冒，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对那猛虎身上的象化力感知消失了，我已经无法解除那头猛虎了。什么？曹华雪原本以为王黎明欺骗自己，但当他自行感知象化力之时，一时大骇，怎么回事？我竟然也没有感知到那老虎身上的象化力，可能是那3个孩子的象化力注入到猛虎身上，和王老师的2阶象化力融合起了微妙的变化。虽说这种概率很小，但一旦发生，那就是不可逆的。陈克昭面色一沉，象化力融合，那除非眼前这头猛虎自行将象化力耗尽，否则就没有办法解除了。曹华雪一脸紧张地说道。还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彻底击溃这头猛虎，不过现在这3个孩子应该还没有能力做到。陈克昭说道。还是我来吧。陈克昭说着也是准备启动自己的象化力，可就在此时，普通区域的那些考生们又是发出一阵惊呼。原来就在3个老师犹豫之际，战局又是发生了惊人的变故。只见那头战力翻番的猛虎此刻被牢牢地按在了地上，它的4肢竟然被数条锁链给牢牢锁住，而锁链的那一头则是一个个滑轮组。不用问，具象出这样机关的无疑是理工男穿越而来的玉天禄。4组滑轮组外加强度超越刚才捕兽网的铁链，这是玉天禄豁尽象化力也无法维持的。但此刻他双手着地，额头上渗出晶莹的汗珠，拼命维持着自己的象化力。而在他身后，武连志双手抵在了他的背后。这个玉天禄竟然将同伴的象化力纳为己用具象化出足以压制2阶猛虎的机关。王黎明见状也不得不叹服这个山野小子的厉害，但就算如此，以他们2个孩子的力量也无法维持这种状态太久啊。曹华雪无奈地说道。正如曹华雪所言，此时2个孩子已经到了极限，那头猛虎用尽全身力气，竟然渐渐将4条锁链给拉扯到变形了。眼看用不了多久，这4条锁链就将彻底崩坏。挣脱束缚的猛虎宛若脱缰的野马，毫无客气地朝3个孩子冲了过去。此刻玉天禄和武连志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都瘫软在地无力对抗。这下完了。王黎明见此情景，脸色大变。他深知玉天禄可是被整个皇家学院看好的天才，如果在这里被他误杀的话，那他在皇家学院的仕途也是彻底到头了。陈克昭见状，准备闪身过去将那头猛虎给解决，谁知就在这个当口，从2个孩子背后闪出一个高大的身影。此君不是别人，正是一直没有出过手的颜月。这个身高远超正常孩童的少年，面对冲过来的猛虎毫无惧意，他用高大的身体挡在2个伙伴身前，右手猛地一拳打出。什么？在场的3个老师看到这一场景，都发出了一声惊呼，因为刚才还气势汹汹的猛虎，此刻面门直接中了颜月用尽全力的一拳。紧接着，猛虎的身体开始崩塌，全身上下出现了数道裂痕，里面的金光一下爆射而出。当金光散去之时，那头2阶具象化的猛虎就彻底消失不见了。
这怎么可能呢？王黎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高个的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仅仅一拳就将我的二阶象化力给清除了。不仅仅是那个颜月，曹华雪眼神中满是欣喜，应该是玉天禄敏锐地发现了你具象化猛虎的破绽，然后才给颜月创造出了机会。当然，那五连志的素质也很令人惊喜，三人应该是第一次合作，竟然能够配合得如此亲密无间啊！一下子从普通考生中发掘出了3个好苗子，这一届的收获真是不错呀！陈克昭不住地点头。我说大块头，你这拳头还真厉害，竟然一下子把那猛虎给打没了。五连志看到颜月的表现，亦是震惊不已。玉天禄倒是早已见怪不怪了，他习惯地和颜月一个击掌，笑着鼓励道：“阿月干得不错，回头晚上要让于大妈好好奖励你啊。”小鹿，还是你判断的对，那头猛虎额头处就是他的弱点。颜月说道：“我刚才也是赌了一把。”玉天禄心有余悸地说道：“我觉得那猛虎被重新注入过象化力，而额头处就是注入的源头。刚才阿月打中那个位置之后，他体内的象化力似乎失去了平衡，所以才从内部崩坏了。听起来好深奥啊！”一旁的五连志听的是一个头两个大。反正我今天记住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玉天禄不解地看着五连志。那就是不能和你们两兄弟为敌，一个智机无双，一个力大无穷。我五连志自愧不如啊！五连志笑着说道：“阿志，你可不要妄自菲薄呀！”玉天禄连忙道：“刚才如果不是你将象化力及时传给我，我可没有办法将那猛虎给控制住啊！而且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还藏有底牌，对不对？这你也看得出来。”五连志感叹道：“厉害，厉害！小鹿，你可是比那些世家子弟强多了。”说到世家子弟，三人不由得看向贵宾区域内。之前曹华雪具象化出的5头猛虎，同样也是给那些世家子弟来了个下马威。不过这次入学考的前3倒是名副其实。子奎之前用具象化出的紫金盾挡下猛虎冲击之后，继续火力全开。身为田和子家的翘楚，子奎对于具象化晶石那可谓是炉火纯青。他转瞬间就在猛虎四周构造出了一间晶石牢笼，将这头张牙舞爪的猛虎给困死在了里面。无论那猛虎如何挣扎，在囚笼里到处乱撞乱窜，却根本无法撞开这坚不可摧的晶石牢笼。无谓的挣扎，我们子家的牢笼这个层次的具象化猛兽可无法突破哦。子奎笑道。而郑家兄弟那边也将那头猛虎给彻底解决。郑润则负责吸引火力，他具象化出了屏障，让那猛虎撞得的鼻青脸肿。最后郑叔段引弓一箭，无数如天火流星般的火箭如约而至，彻底将攻击他们的猛虎给打成了精光。鲁连海更为惊人，一人对战2头猛虎更是信手捏来。之前他具象化出的汪洋掀起了无数风浪，在鲁连海的操控下，那海水仿佛是最可怕的武器，无数的海水化作水链将2头猛虎彻底缠住，紧接着一个浪头打来，就将2只大虫给吞噬了。不一会儿功夫，2头猛虎的身影就彻底消失在了人造的海洋之中了。等到鲁连海解除具象化，那猛虎也随着海水一起没了踪影。但除了这些人惊艳的表现外，其他的世家子弟就差强人意了。仅仅剩下1头猛虎，也是让他们一个个险象环生，包括昏倒的车明里在内，地上昏厥的考生那是比比皆是。好了，这场闹剧该结束了。陈克昭朗声大喝，一股强大的具象化力化作巨大的风暴，顿时席卷了整个广场。就连玉天禄等人也受到波及，有些睁不开眼睛。可等到风平浪静之后，当一众考生睁开眼睛之时，也是彻底傻眼了。包括最后剩下的猛虎在内，之前战斗的痕迹和造成破坏竟然完全被修复了，仿佛这个广场从来没有经历过一般。而鲁连海等人脸上也是震惊的表情，因为刚才的风暴过后，无论是金石牢笼还是汪洋大海，也都被陈克昭的具象化力给清除了。好了，各位考生可以先恢复一下了。陈克昭的声音再次响彻了全场。刚刚我们只是小试牛刀而已，真正到了周末的正式考试，可能比今天还要凶险不少。什么？还要凶险？这还让不让人唬啊？比那些猛虎还厉害？那我们正式考的时候都会是些什么怪物啊？在场的考生们纷纷叫苦不迭，甚至有不少人已经动了退考的心思。此刻，陈克昭带着另外2位老师快步来到了玉天禄的面前。玉天禄，实在是抱歉，刚刚是我们这位王老师一时出了岔子，具象化生物的时候力量没有控制好，差点对你们造成伤害。这里我代表皇家学院对你们3人表示最为诚挚的歉意。陈克昭不好意思地说道。出了岔子？玉天禄一愣，然后问道：“那这位王老师任课那一门课呀？”自我介绍一下，我在皇家学院一直担任的是生物老师。王黎明连忙回答：“原来是生物老师，怪不得能够将老虎具象化的这么具体。不过这一次的暴动证明了一件事情。”玉天禄平静地说道：“什么事情？王老师，你似乎不是很适合担任生物老师啊？”你说什么？王黎明听了顿时火冒三丈。玉天禄，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白，一个只为表现自己，不为学生着想的老师，的确不太适合担任这神圣的工作。而且你弄出来的猛虎完全是脱离现实的存在。小子，你简直是……王黎明刚要说话，却被陈克昭伸手给制止了。玉天禄，你所得没错，这一次的确是我们工作的过失。陈克昭连声抱歉，这一次我们会作为经验教训，以后的考试不会再犯了。那曹老师又是教哪一科的？玉天禄又将注意力放在曹华雪身上。我是教授历史的。历史？但是你是怎么一下子具象出这么多老虎的？玉天禄好奇地问道。要具象化出这么多老虎，我可没有那么强大的具象化力。实际上本尊还是王老师具象化的猛虎。
曹华雪连忙解释道：“本尊，难道这些猛虎是？没错，贵宾区里面的猛虎都是依靠我擅长的象化复制术从王老师那里复制过来的。象化复制术听起来十分厉害的样子啊。”一旁的颜月道：“实际上，这象化复制术也就是打打辅助有用。”曹华雪谦虚地说道：“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等成功来我们学院了，我可以倾囊相授。”那可太好了！玉天禄高兴地说道。此刻他对这个女老师曹华雪多了几分莫名的好感。各位，今天放榜仪式算是圆满告终了。成功入围前500名的考生，请你们一定要在本周末过来参加正式考试，过期不候。陈克昭最后说道。而至于考试内容的话，等考试当天我们才会公布。这期间还请诸位考生放平心态，迎接最后的考试。陈克昭的话引得考生们阵阵掌声。之后，这个教导主任就带着2个老师快速离开了广场。鲁连海等世家子弟走过玉天禄等人的身边，都是报以复杂的眼神。他们心中似乎已经将此3人当成了是自己的竞争对手。切，这群世家子弟怎么都这么看人啊？颜月忍不住说道。算了算了，今天可是个好日子，没想到我们哥仨竟然都进入了最后的考试。来来来，回去我们要好好庆祝一番。武连志笑着说道。少爷少爷！就在此时，武青一带着一群武连帮的帮众也是姗姗来迟。之前由于看放榜的人将整个广场挤得水泄不通，他们也只能等到现在才赶了过来。武管家，你们总算是到了啊！武连志道。马车准备好了吗？我们这就回家。今天你可要让于大妈把好酒好菜都拿出来啊！怎么了，少爷？难道说你已经过关了？武青一一时一脸惊喜。不只是我，还有我这2个好兄弟呢。原来玉少爷和严少爷也都入围了呀！好好好，这可真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啊！武青一回过头，冲着手下喊道：“快点，差几个人迅速先赶回帮里，把好消息给传过去。”是。几个机灵的帮众说完，就已经撒丫子跑了开去。3位少爷，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快点回去吧。武青一笑着说道。可恶，可恶，为什么我就被淘汰下来了？什么皇家学院，给我见鬼去吧！天不佑我们车家啊！广场上响起来车鸣里的声音，吹得越高，摔得也就越惨。这个对于自己实力毫无度量的家伙，也只能咽下失败的苦果。而且刚才对战那头具象化的猛虎之时，车鸣里的丑态亦是被所有在场的人看在眼里。如此反差，让这个没落世家子弟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之前是讨人厌，现在我倒是有点同情这个家伙了。颜月小声说道。实际上这家伙并没有错，他的初衷可能是为了振兴没落的家族，只可惜将这一重任让这么个孩子去扛，实在是不太公平啊。玉天禄摇着头道。话说你们2个也只是孩子啊，怎么一个个和小大人一样啊？一旁的武连志插嘴道。你不也是个孩子吗？说了，不要在我们面前冲大班。颜月瞪了武连志一眼。好了，不说了，先回去要紧。武连志连忙招呼道。与此同时，武青一驾着马车已经来到了3人面前。可就在3个小伙伴准备上车之际，玉天禄突然停下了脚步。怎么了？小鹿？颜月一愣。只见玉天禄忽然回头看向角落里面，只见一个上了岁数的老者慢慢走了出来。老者不紧不慢地向3人走来，眼睛也是上下打量着玉天禄。这老头想要做什么？武连志看着那老者有些不高兴。武连志走上前去想要问个究竟，谁知那老者轻松从他身边掠过，根本没有看到一眼。这家伙！武连志回过头，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发现刚才的老者已经来到了玉天禄的身边。老大爷有什么事情吗？玉天禄也被老头的眼光看得有些不自在。确实很有天赋，只可惜选错了路啊。老头长叹一声。选错了路？老大爷你在说些什么啊？一旁的颜月根本听不懂老头在说什么。不过玉天禄则是知道对方话里有话。老大爷，你这话似乎有所指。呵呵，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应该是不敢说。我只是觉得有些可惜，原本是自由之人，却要被那些条条框框给框死了，太可惜了。老头又是一阵长吁短叹。我说你这老头没头没脑的说些什么？武青一此刻走了过来，有些生气的说道。武管家，你对老大爷客气点。武连志连忙道。是少爷。武连志虽然如此说，但是看着这老头一副云山雾罩的样子，并没有生出什么好感。好了，我该走了，有些路需要你们自己去琢磨，并不是大家都喜欢走的路就是最好的路哦。老人说着转过身，背着手慢悠悠的走了开去。最好的路？玉天禄心中暗道，难道这老头说的是我不应该进入皇家学院吗？但是我还有其他选择吗？玉天禄心头一震，一时连忙抬头想再去寻找那老头，谁知一抬眼，刚才的老头早已没有了踪影。奇怪，刚才那个老大爷呢？玉天禄大声叫道。刚刚明明往那里走的啊！颜月朝着北方一指，只见那空旷的街道上空无一人，难道见鬼了吗？武连志顿觉背脊发凉。好了，小洛，你就不要把那怪老头的话放在心上了。颜月说道。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庆祝吧。玉天禄点点头，接着和2个伙伴一起上了武连帮的马车。武青一一甩缰绳，马车载着他们朝着武连饭堂的方向疾驰而去。此刻刚才那个古怪老头竟然已经站到了一座高塔之上，他看着玉天禄所乘坐的马车，青缕长髯摇着头自言自，希望我的话能够起到效用。如果你真去了那个地方，你这天赋还真就埋没了。与此同时，陈克昭带着王黎明和曹华雪2人回到了皇家学院的教务处。3人一进去，陈克昭长袖一甩，一股劲风猛地就将办公室门给关了起来。2个老师看得出陈克昭已经动了真火。程主任，
我刚才的确不是有心的。王黎明吓得面色发白，就算不是有心的，刚才差点就将玉天禄给置于死地了。陈克昭生气地说道：“我不是说了吗？这孩子的天赋百年难出一个，你竟然……哎，陈老师，就算你对非世家子弟有偏见，也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啊，实在是太难看了。”曹华雪在一旁附和道。这下王黎明一时百口莫辩，他只能诚恳道歉道：“程主任请放心，以后等玉天禄入校后，我一定不会刁难他，这我保证。”好吧，陈克昭叹了口气，下不为例。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这次的正式考试你就退居2线吧。是。王黎明只能无奈接受陈克昭的决定。不过刚才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必须让程主任知晓。王黎明突然来了一句：“什么事情？和玉天禄有关系？”陈克昭皱起了眉头：“算是有关系吧，不过并不是玉天禄，而是出在那个颜月的身上。”颜月，就是那个一拳把2阶猛虎给打散的小子吗？陈克昭一愣，他有什么问题吗？我发现他的身上似乎感觉不到像话力啊。王黎明十分认真地说道。什么？你说他没有像话力？难道他是普通人吗？陈克昭有些吃惊。这不可能。曹华雪也是提出了异议，他可是把2阶猛虎给打了个稀碎，普通人能够做到吗？我虽然不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我以皇家学院的老师身份起始，我确实没有在那孩子身上感觉到有像话力的运行。王黎明严肃地说道。这下轮到陈克昭和曹华雪有些震惊了。要知道，以王黎明对皇家学院老师身份的看重，以此起誓足以证明他是所言非虚。如果那颜月真的没有像话力的话，那可就……陈克昭脸上满是犹豫。程主任，就算那个颜月没有像话力，他也算是天赋异禀啊。曹华雪连忙劝说道，以凡人之躯能够击溃2阶像话力，足以证明他。曹老师，请你不要感情用事。此时王黎明冷冷地说道，2阶像话力在像画师的世界算得了什么？就算那个小子依靠蛮力勉强可以对抗，但绝非能够与像画师相提并论。王老师，我想你也忘记了一件事情，我们皇家学院招生简章里面可是从来没有说过不招收没有像画力的学生。曹华雪生气地说道。没错，虽然我们招生简章里面没有写，但是对于生源的要求可是相当苛刻的，而且把像画力作为遴选标准，可以有效替我们筛选出最有潜力的学生。但是没有什么但是，那个颜月本来连参加正式考试的资格都没有，还不是沾了玉天禄的光啊。如果再没有像画力，我们将他强行招进来，不仅是对其他学生不公平，对他的成长也不好啊。王黎明说的有理有据，一时间曹华雪根本没有办法辩驳。程主任，您看。曹华雪用求助的眼神看着陈克昭。这个虽然有些可惜，但王老师说的的确是事实。陈克昭为难地说道，拥有像画力，这是颜月入校的底线了。可是我觉得玉天禄和那个颜月感情很好，如果不让颜月入校的话，那说不定玉天禄也会拒绝入校的。曹华雪十分担心地说道。曹老师，我看你这是多虑了。王黎明笑道，哪有人会拒绝我们学校的？人都是自私的，更何况是心智还没有长全的孩子。而且进入我们皇家学院就意味着有了登龙门的机会，他会不动心吗？没错，这也是考验他的时候，人成长过程中要懂得取舍。陈克昭认真地说道，这样吧，这次正式考试我们对这个颜月进行最后一次考核，只要他能够顺利通过考试，那我们就让他进入皇家学院。程主任，如果他侥幸通过考试，但证明他的确没有像画力怎么办？曹华雪说道。呵呵，曹老师你多虑了，没有像画力的话，就根本无法通过这次考试。陈克昭平静地说道，这次考试的考场我已经定好了，就在那里。陈克昭说完，教务办公室正中间就出现了一张省城的地图。陈克昭目光所及之处，顿时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光点，竟然在那里。两个老师看到地图红点的地方，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程主任，让那些10岁不到的孩子去那里是不是太危险了？曹华雪十分担心地说道。我们皇家学院需要的是精英中的精英，而且从之前的试炼来看，那些孩子身上还有不少潜力可挖。陈克昭解释道，而且你们要知道，这近20年的时间，我们皇家学院都没有出一个天纵奇才了。我希望这一次那几个好苗子能够被我们给逼出来。看着陈克昭认真的样子，两位老师他们的领导已经拿定了主意。接下来正式考试还有不少工作要做，吩咐下去，让所有老师打起20分的精神，明白吗？陈克昭吩咐道。程主任，我们明白了。省城中心位置的一座豪华的大宅里面，向小媛正在大厅里来回踱步，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消息。就在此时，大厅大门被推开了，之前带向小媛去牧羊镇做评委的管家雨舒从外面忙不迭地跑了进来。大小姐，大小姐，好消息，好消息啊！雨舒的脸上也挂着笑。雨舒，难道说小鹿他们过关了吗？向小媛连忙问道。大小姐你自己看吧。雨舒右手轻轻一挥，之前皇家学院的榜单就已经凭空出现在了向小媛的面前。向小媛目光如炬，一眼就在榜尾看到了玉天禄和颜月的名字。奇怪，他们怎么会排在末尾的？向小媛一愣，不应该啊。阿月暂且不说，但小鹿的能力应该可以位列3甲，但这录取名单一般不都是500人吗？怎么还会有第501名呢？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们能够进入正式考试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雨舒道，只是这个排名的话，要想通过正式考试可能会有些难度的。大小姐，这你不用担心，我相信他们2个完全没有问题的。穆林峰的声音从2人背后传了过来。穆老师，您来了呀！向小媛手握裙摆，连忙赶过去迎接。您怎么对小鹿他们这么有信心？信心自然来自于他们真实成绩了。
真实成绩，大小姐，你知道这玉天路真实排名是多少？难道位列前10了？向小媛试探性地问道。前10已经算是低估他了，他的真实成绩已经超过了第一的陆连海。什么？这小子这么厉害吗？雨叔也是啧啧称奇，原本我还以为他只是牧羊镇的一个小屁孩而已。不对啊，既然他这么厉害，那为啥让他排501名啊？我想应该是为了保护小鹿吧。向小媛笑着说道，树大招风，皇家学院倒是想得很周到啊。看样子大小姐，很快你们会成为同学了。雨叔也为向小媛感到高兴，我也十分期待，不过不到最后，我们也无法决定事情的走向。向小媛峨眉微蹙，大小姐，你怎么了？穆林峰看出来向小媛的心思。穆老师，你说我是不是有些自私啊？向小媛突然来了一句，自私？大小姐，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皇家学院对于平民老百姓来说，可是一条成为象画师的捷径啊。捷径就一定是好的吗？向小媛有些惆怅，她似乎想起了什么。不过我相信小鹿会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向小媛说这些话的时候，脑海里又浮现出了那个稚气未脱的少年郎。时间如流水，很快就到了周末，皇家学院的正式考试终于开始了。很早从5联邦出来的小伙伴就踏上了征程。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啊？马车上颜悦看着省城地图上标的红点，也是有些苦恼。我们去的路线对吗？怎么这个地方这么偏僻啊？玉天路提前收到了来自皇家学院的考试通知，里面就附带了这张地图。好了，阿月，你就不要看了，就你这个方向感，看了也是白看。玉天路笑道，反正交给武总管就行，他一定会把我们带到目的地的。真是没有想到，这次正式考试竟然会定在那种地方。武连志的脸色似乎有些不太好看。怎么了，阿志？从昨天拿到这通知开始，你的脸就拉得和头驴一样啊？颜悦嘲笑道。你的脸才像驴呢。武连志瞪了颜悦一眼，你们知道考试的地方在哪里吗？从地图上来看，那里似乎是一座森林啊。玉天路说道。此刻玉天路的脑海里满是前世网文里的画面，那些穿越网文里面主人公基本都是从一个大森林开始打怪练级，或者降服那些真情异兽，甚至还有找到自己一世情缘的。玉天路觉得自己也应该拿到一样的剧本。森林是森林，不过那里并没有树哦。武连志的话无疑给玉天路浇了一盆冷水。没有树？没有树，那还叫森林吗？颜悦忍不住说道。的确叫森林，虽然那边的面积不算大，不过那里的确有森林的功效。武连志解释道，因为那是一片虚拟森林。虚拟森林？这森林还有虚拟的啊？实际上那片土地原本倒是真实存在的森林，只不过由于过去的人为了建设省城，对那片森林乱砍乱伐，没多久那郁郁葱葱的森林就变成了一片荒漠了。武连志说到这里，脸上也是一声叹息。那后来怎么样了？玉天路追问道。后来政府见那荒地没有什么用处，但这么大块土地荒废在那里也不是个事儿，于是就将那片荒漠划给了皇家学院。武连志说道，皇家学院也是耗费了10多年的改造，才将那荒地变为虚拟森林的，看起来应该是浩大的工程。不过你还是没有告诉我虚拟森林是什么。此时马车刚好经过一座景观大桥，武连志顺手将马车的窗帘给掀了开来。武连志指着外面的一排树木问道，你们两个看看，那一排树有什么古怪吗？有什么奇怪的？树不就是树吗？颜悦看了半天没有看出什么门道来，顶多他们排的有些整齐，其他还有什么啊？而玉天路仔细看了看景观树之后，脸色微变，不对，为什么这每棵树都是一模一样，好像完全复制一样？难道那些树都是人造的吗？那些树都是用桦木做的。武连志说道。桦木小路那是什么东西啊？颜悦好奇地问道。那也是用象化之力构建永久实体的材料，就和稀土、眼睛是一个道理。玉天路解释道，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景观林都是用桦木做的吗？没错，这些都是那些拥有象化力的景观大师用桦木特制而成。武连志说道。那这和人造的有什么区别啊？颜悦问道。人造的可是假树，但用桦木做的吗？怎么样？那还是假树？颜悦和玉天路打死武连志的心都有了。好了，开个玩笑，你们不要当真啊。武连志连忙道，实际上桦木具象化出的树可是具备了真树的大部分功能啊，难道它们还能制造出氧气、净化空气吗？玉天路问道。没错，这些具象化树不但能够拥有植被的一切功能，而且比起真树来还有很多便捷的地方。它们不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而且可以根据需要制作成各种各样。武连志介绍道，而且只要有象化力供应，它们可以一直存在下去。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要真树做什么啊？颜悦问道。我们直接用这种虚拟树木代替好了。这可不行啊。武连志连忙道，其他不说，就是这个成本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住啊。这些虚拟树木都是用具象化力维持的吗？玉天路问道。没错，小鹿，你看那树木的底座。玉天路顺势望去，这每一株虚拟树木下面可是有一个金属底座，这里面都是维持虚拟树木的具象化力吗？玉天路问道。确实如此，要知道虽然维持虚拟树木具象化力经过改良后消耗地并不是很大，不过依旧需要象化师定期进行维护。要知道请一次象化师的费用就不老少啊。武连志说道，所以这些景观虚拟树木一般性只有富贵人家才用得起。富贵人家维护费这么贵吗？颜悦问道。主要还是象化师的佣金比较高，要知道就算是一个1星象化师维护一次的费用也要几十金左右，换作是更高等级的象化师，那费用可想而知。武连志回答。
原来像画师这么赚钱啊！颜月拍了拍好兄弟的肩膀，小鹿，你以后可一定要成为像画师啊！到时候我可就靠你照了。你怎么光指望小鹿？你自己呢？武连志奇怪道。我又没有像画力，我能做什么像画师啊？颜月憨憨一笑。啊，你没有像画力啊？怎么了？有什么奇怪吗？颜月有些诧异。这没什么。武连志道，没有就这么厉害，你真是个怪物。谢谢夸奖。颜月吐了吐舌头。那整个虚拟森林都是这样的虚拟树木吗？玉天禄问道。那是当然，之前的荒漠也只能种植这些虚拟树木，才能不断改善自然环境。那整体维护的费用岂不是很高啊？颜月问道。那倒不一定，你要知道，这皇家学院最不缺的就是像画师了。反正那虚拟森林定期会有像画师去维护的。要知道，皇家学院那些高薪的像画师可是有移山倒海之能，区区一片虚拟森林，他们还没有放在眼里呢。武连志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满是憧憬，看得出这武连志的确十分向往皇家学院。说话间，马车就已经停了下来。少爷，少爷！武青衣的声音有些焦急。怎么了？已经到了吗？武连志连忙问道。你们快出来看看吧！三人连忙下了马车，看到眼前的景象，同样被震惊到了。只见平地里竟然出现了一处绝壁，横在路当中，将他们马车的路线给彻底封死了。看地图显示，这虚拟森林似乎还在前面啊。玉天禄说道。但是地图上没说有这么古怪的山崖。有什么古怪啊？颜月问道。大块头，难道你家的山崖横在路当中吗？武连志没好气地说道。看来是有人给我们设置障碍啊。少爷，你们这下可怎么办啊？武青衣环视四周，根本没有路能够通行了。如果绕道的话，可是要再走好几个小时啊。玉天禄看着地图道，通知要求准时达到，超过时间可是要被取消资格的。真是无妄之灾啊。颜月道，这山崖真是碍事，看样子还没有正式开考，那些老师已经给我们出难题了。玉天禄看着绝壁说道。小鹿，你是说这山崖是皇家学院的老师所为？武连志问道。除了他们，谁还会通往虚拟森林的大道上设置路障啊？看来又是一次小测验，我们要想办法过。啊！玉天禄思考着，这怎么过呀？总不能把山崖给打碎吧？谁知武连志话还没有说完，只听得一声巨响，颜月的重拳已经打在了山壁之上。只听得一阵碎裂的声音，以颜月拳头为中心，四散开去无数裂缝，山壁上的碎石滑落下来。武连志揉了揉眼睛，发现那山崖竟然真的被颜月给打掉一大块。不会吧？还真把山崖打穿了。武青山看的也是目瞪口呆，想着前几天比试现场，他带着武连帮的人还想找这两个小家伙麻烦，现在看来，如果不是当时颜月手下留情，他可就不是被打得鼻青脸肿这么简单了。大块头，再用力打几拳，打出一个隧道来，我们就能过去了。武连志连忙给颜月加油鼓劲。好。颜月说着，回过头准备蓄势再打。谁知就在此时，刚刚被颜月打掉一块的山崖，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恢复。还没有等颜月继续爆锤，那山壁竟然恢复得完好如初。骗人的吧？这山壁还能恢复的？颜月也是看呆了。看来这绝壁应该是用像画力具象化出来的，要想将其给消除，凭我们的力量是不可能了。玉天禄说道。我们需要想别的办法。别的办法？武连志想了想说道。那我们就爬过去吧。武连志说着，也是猛吸一口气，一个箭步朝山崖冲了过去。只见他纵身一跃，一下子也是抓住了绝壁上凸起的一块石头。原来武连志是想翻越这山壁。武连志一口气大概爬了好几下，很快就向上爬了10几米了。他还不忘回头冲着下面的玉天禄和颜月喊道。你们两个还不快点抓紧时间啊，再晚的话可就来不及了。哦，我这就来。颜月说着也准备学着武连志的样子攀爬绝壁。谁知玉天禄却阻止他道。阿月，要靠徒手攀爬的话，我们短时间内是翻不过这座山的。有志者事竟成，小鹿你可不要小看我啊。武连志说着又是向上奋力爬了数丈之远。可谁知当武连志在伸手准备去抓凸起的石头时，却发现自己怎么摸也摸不到了。原来不知何时，那上方的山壁已经变得极度光滑，一点给予攀岩者作为支点的地方都没有。阿志，快点下来吧，我们再想其他办法。玉天禄在下方大声嚷道。放心，我可以的。武连志依旧不死心，没有支点，我就创造支点好了。武连志说完，直接用像画力具象画出来数把利刃，他顺势一甩，那些利刃就深深地扎进了绝壁上方。紧接着，武连志就抓着这些剑刃再次向上攀爬。等到上方再没有支点的时候，武连志又是具象出刀刃朝上射出。如此往复，武连志又一连朝上攀援了数十米。你们两个在下面等着我，等我爬到崖顶，再用绳索把你们拉上去。武连志回头冲着崖底大喊。不得不承认，武连志的身体素质也是比平常小孩强了不少。如果排除颜月这非人类，那整个入学考试的考生之中，他可说是翘楚。不过就是这样的少年，在爬了将近40-50米后，他的额头上已经满是汗珠了。武连志抬头一望，发现那山崖顶部近在眼前，也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总算是到头了。武连志仿佛拥有了无穷的力量，顿时精神百倍。那一刻，武连志忘记了疲劳，他又是数道刀刃射出，一把刀刃直接扎到了崖顶。这个少年继续用力攀爬，终于抓住了最后一把刀刃。终于到了。武连志一用力，准备翻身爬上崖顶。可就在此时，崖顶上一阵微风袭来，霎时间让武连志的精神有些恍惚。武连志甩了甩头，用手擦拭了一下脸上的汗水，准备翻身上崖。
可等他回过来时，却傻眼了。只见刚才的崖顶已经不见了，在他面前的又是冰冷光滑山壁。不会吧？武连志抬头一看，这山壁高耸入云，一眼望不到头。这山壁还能长的呀？杀千刀的皇家学院！武连志这一幕，脚下踩着的具象化刀刃一时间无法维持。武连志脚下踏空，整个人从山壁上直接掉落了下去。糟了！武连志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想再度施展象化力，重新抓住崖壁，可是刚才消耗的体力和象化力有些多，而且在下落的过程中要让武连志凝神静气，这有些难了。完了，我这么摔下去，岂有命哉？武连志绝望地闭上了眼睛。生死关头，只听得下面响起了玉天禄的声音：“阿志，不要惊慌，我们会救你的。”这声音让武连志顿时睁开了眼睛。只见他的正下方不知何时竟然多了一张巨大的安全网。武连志重重地摔在那安全网上，而安全网下面，颜月双臂用力一挡，将武连志摔下来的下坠力尽数卸去了。终于得救了！武连志从死亡边缘被拉了回来，惊魂未定地说道：“我早就说了，这山崖爬不得。”原来之前玉天禄就预感到武连志坚持不住，所以在其攀爬人影消失之后，玉天禄就让颜月准备好预防措施。参照之前世界消防队的安全网，玉天禄利用具象化材料提前具象化出了安全网。没想到用这些材料制造出的安全网，比起之前世界里质量还要好，柔韧性、强度已经达到了军事级的标准。玉天禄对此十分满意，他让颜月在崖底将安全网布置妥当之后，就让武青一先行离开了。我说玉少爷，我们就这么走了，可以吗？武青一有些担心地说道。放心，我已经有办法翻过这绝壁了。玉天禄胸有成竹地说道。小鹿，真给你想出来了。颜月有些喜出望外。既然如此，那我们也留下帮忙吧。武青一大手一招，一群武联帮的帮众摩拳擦掌地跑了过来。不用，不用。玉天禄见状连连摆手道：“玉少爷，你不用和我们客气，你是我们少爷的兄弟好友，你随便吩咐就行。”武青一连忙道：“我倒不是和你们客气，看样子这障碍应该也是皇家学院考试的一部分。”玉天禄解释道：“如果我们接受了你们帮助，倒是皇家学院那边肯定会有说法的。”原来如此啊，这还是我们考虑的不周全啊，实在是抱歉啊。武青一连忙道：“那我们少爷就拜托二位了，我们就先回去了。武管家慢走，阿志就交给我们吧。”一旁的颜月催促道。等武管家带着武联帮的人前脚刚走，后脚武连志就从山崖上摔了下来。好在玉天禄提前布置好了安全网，武连志摔到安全网的同时，颜月按照玉天禄之前的指示冲过去扶住安全网，将武连志下坠的冲力尽数化解，最终也是让这个武联帮的少帮主化险为夷。我说小鹿，你真有办法翻越这绝壁吗？武连志有些怀疑地看着玉天禄，我可是用亲身经历尝试过，以我们的体质，要想短时间内翻过去，根本不可能。没错，翻是翻不过去的，而且就算是翻过去，等我们到了虚拟森林，我们还有力气参加考试吗？玉天禄笑道：“那你准备让我们怎么过去？”自然是飞过去。飞过去。听了玉天禄的话，武连志先是一惊，然后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我说小鹿，就算是我们帮派里面那些拆牌党说的那么天花乱坠，也没有你这么信口开河。要飞过去，怎么可能呢？怎么不可能？我可是听说那些高性象化师可以利用自身的象化力实现飞翔的效果呢。玉天禄说道。你也说了，那是高性象化师啊。武连志有些泄气地说，就你我的这点实力，怎么飞得起来啊？而且我听说让人体腾空所消耗的力量非同一般，我就连释放第五重刀阵都力不从心，我可是没有希望了。谁说一定要直接飞空呢？玉天禄笑道：“知道人类和动物的区别吗？区别在哪里啊？区别就是人类会使用工具。那个世界进化论所衍生的名言，玉天禄原封不动地告诉了武连志。工具？有什么工具能够飞过这山崖峭壁啊？”武连志抬头一看，之前拔地而起的山崖似乎再次长高了不少，已经是一眼望不到顶了。我说小鹿，你该不会是想要坐飞机吧？颜月此时冒出来一句。要知道以前玉天禄曾经对颜月说过，在他那原来的世界有一种叫飞机的交通工具，能够载着人飞上蓝天，原本几天才能到达的路程，可能只要几个时辰就可以抵达了。飞机是什么东西啊？武连志也回头看了看玉天禄，这是我构想中所要制造，能够带着一大群人飞上天空的东西。玉天禄解释道，但是这飞机实在较为复杂，现在要具象化出来几乎不可能。不过我想到了代替品。代替品？两个小伙伴疑惑地看着玉天禄。阿月，前面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好了吗？玉天禄问道。你说的是这个吧？颜月说着从身后拿出一个大包，大包被打开之后，武连志忙不迭地凑了过去。不过等他看到里面的东西之后，他回过头诧异地看着玉天禄。小鹿，这些东西是？阿志，你这见多识广的少帮主，连这些材料都不认识吗？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浣纱、玉丝、锦棉。停！这些具象化的材料我当然认识了。武连志连忙打断玉天禄的话，但是这些不都是做衣服的材料？你不要告诉我准备给我们三人每人做一套飞行服啊？飞行服我没有本事做，但是做个承载我们三人的热气球应该可以。玉天禄笑着说道。热气球？这是什么东西？武连志听的是一头雾水。没办法，在这个具象化几乎可以解决一切的世界，这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而停滞不前，所以这热气球普通人自然从来没有听过。气球我是知道，集市上我见得多了，但是热气球是什么？那气球放在烧锅里面炖一炖吗？好吃吗？颜月打趣道。不要着急，你们过会儿看我具象化就行了。
不过你们两个也得帮忙。玉天禄十分认真地说道。帮忙？要我们做什么？你一句话就行。武连志拍着胸脯道。这样好了，你们两个去那边树林里想办法弄些木柴来，到时候用得上。玉天禄想了想说道。木柴？你真要烧水煮气球啊？武连志笑道。让你去你就去，哪里这么多废话？玉天禄脸色一沉，对面两个小伙伴也不敢说笑话了。这样好了，木柴的事情交给我一个就足够了。武连志说着，随手具象画出来一把利刃。武连志乃是帮派之人，而且小时候也都是武连帮附近的那些各行各业的叔伯阿姨带大的，平常什么镰刀、斧头等各种刀具、工具，早就深谙在他的脑袋之中。具象画出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小菜一碟。给我10分钟，一车柴交到你的手里。说完，武连志就气势汹汹地冲进了森林。不一会儿功夫，森林里刀劈斧砍之声四起，看得出武连志在里面忙得热火朝天。小陆，我能帮你做什么呢？颜月着急地问道。阿月，对面小河那里，你想办法给我弄点黄沙过来吧。玉天禄想了想说道。黄沙？小意思，交给我好了。颜月说完，也兴冲冲地跑向了不远处的小河。好了，接下来该轮到我工作了。玉天禄抬头看着天，现在距离指定时间大概还有2个时辰，应该来得及的。玉天禄说完，也是闭上了眼睛。随着象化力不断从他体内释放，地上那些具象化材料也慢慢悬浮在了空中。下一刻，这些材料融合在了一起，又不断的分解。没过多久，一个巨大的阴影在这片空地上慢慢浮现。等到武连志推着一装满木柴的小车回到原地的时候，看着眼前巨大的物体，顿时傻了眼。这究竟是什么？武连志指着那东西问道。只见空旷的场地中间放着一个巨大的篮子，足以坐下5、6个人的样子。篮子的四周都用粗壮的绳索拴住，而绳子的另一头则是绑着一个巨大无比的布袋。说是布袋又不太像，这袋子上面还拴着不少绳索，而且不少地方还打了补丁，看上去有些破烂。小陆，我说你是准备拿着这篮子去收废品吗？武连志打趣道。玉天禄看着地上的憋了的气球，确实觉得不好看。没办法，我们的具象化材料就这么点，能够凑齐制作气球的材料已经是不错了。玉天禄无奈地说道。你说这是气球？我怎么看着不像啊？武连志一惊，你该不会是想让我们坐在篮子里，然后让气球把我们带飞上去吧？看起来你还不笨啊。我自然是不笨，但是小陆，我觉得你可能是疯了。武连志指着这打着补丁的气球道。如果这气球能飞起来，武连饭堂1个月的饭我包了。这可是你说的啊。此时武连志背后传来了颜月憨憨的声音。说到吃的，你这家伙来的还挺快啊。武连志笑道。不过要想让我管饭，我看不太可能。有什么不可能的？小陆说这气球能飞，它就能飞。颜月一边说着，将手上一个巨大的沙球猛地放在了地面上。小陆，这点沙子够了吧？颜月之前到河边的时候，发现搬运泥沙很不方便，于是这个大块头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办法。他站到小河里面，依靠自己的双手把河底的泥沙给挤压搓圆，最后就变成一个巨大的泥沙球。然后他就轻轻松松地将泥沙球给带了回来。够了，够了，阿月你拿的太多了。玉天禄笑着说道。小陆，你弄那么多沙子要做什么呀？武连志问道。自然是要做沙袋喽。玉天禄一闪身，只见他的身后竟然摆了10几个粗布的麻袋。你什么时候做出来的啊？武连志随手拿起一个，仔细的看了看。不要说这做工，可是比我们运输公司的麻袋结实不少。作为武连运输公司的少东家，和搬货有关的一切武连志最有发言权。好了，两位你们帮忙把这些沙子装10个沙袋吧。玉天禄吩咐道。10个沙袋倒是没有问题，小陆你到底派什么用呢？颜月说着，也是拿起一个麻袋，开始往里面装沙子。很快你们就会知道的，这可是热气球必不可少的东西哦。玉天禄说着，也是从口袋里倒出不少金属沙粒。这个是锡金。武连志自然认得这稀有的具象化材料。我说小陆，这些东西可不便宜吧？的确不便宜，在我们的故乡牧羊镇用钱也不一定买到这些东西。玉天禄说道。这些珍贵的锡金是我们参加艺术大赛的一部分冠军奖品。艺术大赛冠军，你们可真厉害。武连志也是朝2人竖起了大拇哥。不过你现在弄艺术品似乎不合时宜吧？谁说我要做艺术品了？那你是要做什么啊？要让这热气球真正飞起来，没有动力是不行的。我现在是要给这飞行器造一个发动机出来。什么飞行器？发动机？小陆，我是越来越听不懂了。阿志，听不懂没关系，快点干活就行。一旁的颜月不满地说道。原来就在刚刚的功夫，颜月已经绑好了2个沙袋。抱歉，我这就来帮忙。武连志不好意思地说道。石玉天禄再次闭上了眼睛，此刻他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了不少热气球能源炉的图纸。一般的热气球都是用带着燃料罐的喷灯来提供热能的，但是条件所限，喷灯是做不出来了，只能用其他来替代。玉天禄在记忆中不断翻找着图纸。要知道，他在原来世界最大的兴趣就是去图书馆找各种机械的图纸。那些在旁人看来索然无味的图纸，在他的眼中仿佛是世界上最美的图画。光是热气球的设计图，玉天禄就记得不下10种。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记忆的角落里，玉天禄总算找到了一张积满灰尘的设计图。就它了，最为原始的热气球就是用木柴和煤来提供热能的。心念一动，那些眼睛跟着玉天禄的想象，按照其脑海里的古老设计图，慢慢幻化出了一座黑铁的火炉。那火炉上方一个巨大的开口用来释放热气，下面圆形的炉体则是用于燃烧木柴的。而且玉天禄还特地改良了内部构造，尽可能降低高热所带领的危险性。武连志走到大铁炉跟前，
双手抱住炉身，用力往上一提，勉强将大铁炉举起离地1米多的距离。我说小洛，你这炉子可不轻啊！伍连志说着，忙不迭地将炉子给放了下来。好了，大功告成，接下来阿月帮忙把这炉子搬到吊篮上面吧。玉天禄说道。交给我吧。颜月走过去，单手将铁炉子一提，十分轻松的就将它放到了吊篮的中间。那些沙袋怎么办？伍连志问道。自然是绑在吊篮旁边喽。看着我的操作，玉天禄说着，也是将一个沙袋给绑在了吊篮的旁边。其他2个孩子也是有样学样，不一会儿功夫，吊篮周围一圈已经绑满了沙袋。这么沉的大铁炉，外加上这么多沙袋，这气球能飞得起来才怪了。伍连志不太相信这气球能够升空。这还不算完，玉天禄还让伍连志把木柴车给推进了吊篮。阿志，你还真有本事啊！这辆小车可是帮大忙了呀。玉天禄夸奖道。这没有啥，我小时候跟着住我家旁边的牟大叔学过几天木匠。伍连志说道。但又是一堆木头，再加上我们3个，感觉吊篮都放不下了。阿志，不要着急，我保准能够飞起来。玉天禄绕着吊篮走了一圈，若有所思地说道，似乎还少了些什么。对了，似乎这个热气球没有办法在空中变向啊。空中变向？颜月和伍连志对视一眼，也不知道玉天禄说的是什么。但是下一秒，玉天禄就用最后一点眼睛将一个小型螺旋桨给具象化了出来。有了这个就能解决问题了。玉天禄说完，心念一动，吊篮侧壁就出现了一个孔洞，正好能够将那螺旋桨给插进去，而且分毫不差。你们2个快点上去吧，我们马上就要起飞了。我倒要看看这热气球怎么飞的。伍连志和颜月忙不迭地钻进了吊篮。玉天禄从吊篮那里引了一根绳索，然后将绳索的一头绑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做完这一切，玉天禄才最后一个钻入吊篮之中。你们2个还愣着做什么？快点往炉子里面添柴烧火呀！玉天禄催促道。哦，伍连志和颜月也忙活起来了。3下5除2，不一会儿功夫，火炉里面的火就燃烧了起来。随着热气徐徐上升，原本拖在地上皱巴巴的气球，在热气的催动下开始膨胀起来。玉天禄具象化出的火炉火力极猛，虽然比不上原来世界的火焰喷射器，不过也完全够用了。没过多久，只见刚刚还如破布般铺在地上的气球，已经膨胀成了一个巨大的圆球，漂浮在了3人的头顶。乖乖！伍连志抬头看着如房子一般大小的热气球，不禁大吃一惊，怎么一下子变这么大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如果不是这么大，怎么让我们飞起来呢？玉天禄笑道。说话间，3人只觉得吊篮晃了一下，似乎有一种升腾起来的感觉。颜月将头探出吊篮之外，朝下面望去，只见吊篮已经漂浮在距离地面1米多的距离了。小鹿，我们竟然飘起来了呀！颜月难掩兴奋之情。阿志，现在帮忙把绑着吊篮打绳子给割断了。玉天禄说道。交给我吧。伍连志顺手具象画出了一把利刃，紧接着伍连志手起刀落，顺势将那绳索斩断。随着绳索断裂，热气球也顺带朝上猛地冲了一下，大幅度的攀升了不少高度。好了，阿月等一会儿就要依靠你了。玉天禄说道。靠我？我能做什么啊？颜月不好意思的说道。让你操控这热气球啊？这么高级的东西我可操控不来，万一弄坏的话，那后果可不堪设想啊。说话间，在这3人的热气球已经攀升3层楼高了。放心好了，你只要按照我的指示就行。玉天禄说着，也是看了看计时器，我们还有半个时辰的时间到达集合地点，所以到时候需要你竭尽全力哦。力气都化，那我还是有的。颜月一个劲儿的点头。此时伍连志看着不断攀升的热气球，心中也是感慨不已。目力所及之处，正好是之前他努力攀援的地方。你们看，这就是我刚刚摔下去的地方啊。伍连志指着山壁上一处满是划痕地方。刚才伍连志摔下去之时，慌乱中他射出数道无形气刃，在那绝壁上留下了不少痕迹。要知道，伍连志刚刚费了9牛2虎之力才爬到那个位置，现在乘坐热气球，轻轻松松他们就越过了那个地方。看起来头脑远比麻力更重要啊。此时伍连志看着正在观测周围动向的玉天禄，心中满是敬意。大概又过了10几分钟，热气球已经到达了数百米的高空，阵阵寒意袭来，3个小伙伴也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我说这里怎么这么冷啊？颜月忍不住抱怨道。3人只能跑到火炉那里，利用炉子的热量来取暖。只可惜所有的材料都拿来做热气球了，否则的话，我倒是可以替你们具象化出毛毯什么的。玉天禄一边说话一边直打哆嗦。小洛，你那么厉害，直接具象化出毯子不就行了？颜月问道。我厉害什么啊？玉天禄自嘲的笑道。以我现在的能力，不借助具象化材料的话，构造出来的东西顶多存在个1-2分钟，这又有什么用啊？那可怎么办啊？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冷下去吗？在这吊篮里面，就算要活动筋骨都做不到，要运动还不容易吗？马上你就有机会了。玉天禄说到这里的时候，那热气球已经越过了那山崖，现在连半个时辰都不到了。阿月，该是你行动的时候了。玉天禄一边说着，也是指了指身边接着螺旋桨的把手。颜月握紧把手，试探性的问道：是这么转吗？正时针方向，用力旋转，我们要尽快赶过去了。玉天禄说道。我来试试看啊。颜月猛地一用力，顿时那螺旋桨就飞快旋转了起来，一股螺旋气流推着热气球迅速朝西北方向移动。仅仅数分钟之后，热气球就载着3人越过了之前的山崖绝壁。看样子我们能够赶得上参加考试了。伍连志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就在玉天禄等人使尽浑身解数拼命往考试集合地点赶的时候，
虚拟森林的入口处已经有不少参加正式入学考试的考生提前到达了，其中就包括资格考试排名前3的鲁连海等人。这些人在到达虚拟森林之前也碰到一些阻碍，鲁连海和许多考生被凭空出现的一座大湖给拦阻了去路。为了通过这湖泊，不少考生具象化出了各种船只，想要横渡过去。但这原本风平浪静的湖泊，转瞬间风云变色，如同蛟龙在水下兴风作浪一般，波涛汹涌，叠浪层层，一下子就将好几个考生的船只给翻了个底朝天。在考生面前的仿佛不是什么湖泊，分明是一片汪洋。关键时刻，鲁连海站了出来，依靠他对于水的熟悉，这个资格考试的状元竟然用象化力将湖泊一分为2。然后鲁连海就带着一众考生从中间的大路上穿了过去，而其他几路的考生也得到了郑家兄弟以及子奎的帮助。虽然费了几番周折，但最终还是安然无恙地抵达了考试现场。此时，陈克昭已经带着一群监考老师在虚拟森林的入口处等候多时了。看着那锐减的考生数，陈克昭不由得眉头一皱：“曹老师，这究竟怎么回事？资格考的时候可是有500人通过呢，现在怎么才这么点人？”陈克昭询问道。曹华雪拿过登记名录，上面签到的考生大概也只有300余人而已，难怪陈克昭要生气了。程主任，这也没有办法，前2天已经有不少考生做出了弃权的决定。曹华雪无奈地说道。什么？弃权？这些考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对于考生数量的锐减，陈克昭显得十分不满。程主任，我们也是没有想到。曹华雪无奈地说道，大概是放榜时候的那些猛虎，让那些考生知难而退了吧。放榜的那场闹剧，在不少考生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虽然前途十分重要，但是生命更为重要。特别是那些普通考生，都是父母含辛茹苦将他们抚养长大，他们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孩子有生命危险。毕竟白发人送黑发人可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昨天弃权的考生大概有100多名的样子，其余的人应该也赶不及到这里吧。曹华雪回过头看着封宪明道，我说封老师，我让你去帮考生设置一些障碍，你到底设置了什么呀？我也没有设置太难的障碍啊。封宪明一脸无辜的样子，我只不过把以前军队里面那些素质训练的东西给拿出来了而已。什么？陈克昭大惊，我说封老师，你该不会把那些训练特种兵的那些障碍给拿出来了吧？怎么？不就是灾难湖、成长崖等等吗？说实话，这些只不过是特种兵入门的训练而已。封老师，你要搞清楚，现在我们针对的可是10岁以下的孩子，可不是什么军队士兵。你这一闹，怪不得500个人现在才只有这一点。陈克昭无奈地说道。糟了，程主任，我似乎没有看到玉天路啊。曹华雪紧张地说道。什么？陈克昭也是大惊。玉天路的名字现在已经报备给皇家学院高层，审核后说不定就会被直接纳入皇家学院的人才库，成为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不单单是玉天路，颜月和武连志2个也没有出现。曹华雪一阵揪心，他们资格考试的时候就在一起，要赶不上的话都赶不上了。封宪明道。封老师，肯定是你的障碍把玉天路给难住了呀。曹华雪也埋怨起封宪明来，他过不来也不能怪我啊，是他自己的问题啊。封宪明依旧在狡辩，你让一个7岁的孩子通过特种兵的障碍，这明显是为难人啊。这封宪明此刻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万一他真过不来怎么办？怎么办？到时候你去向校方高层解释吧。陈克昭生气地说道。曹老师，还有多久到截止时间？封宪明焦急地问道。大概还有10多分钟吧。10分钟啊？封宪明面色惨白，他们许是碰到最为难过的成长崖了，那绝壁可是会见风而长，除非他们能够赶上山崖的成长速度，否则根本不可能过来啊。封老师，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陈克昭生气地坐回了位子上，你让我怎么和校方还有阿峰交代啊？程主任，还有些时间，我相信那3个孩子能够及时赶上的。曹华雪说道。但愿吧，如果真的赶不上，我们也只能照章办事了。陈克昭惋惜地说道。时间1分1秒过去，抵达考场考生们的情绪也是愈发高涨。郑润泽环顾四周，正在找寻武连志这个劲敌，但却一无所获。奇怪，那个武连志没有赶过来吗？郑润泽道。不单单是那个武连志，之前那个神秘的玉天路，还有那个一身蛮力的大块头都没有来啊。郑书段看得真切，看样子他们没有通过那些障碍啊。普通考生到底是普通考生，烂泥扶不上墙。郑润泽嘲讽道，早就放弃不就好了吗？哎，看样子的确是赶不上了。此时鲁连海也颇为惋惜地说道。怎么鲁兄也有看好的人吗？子奎凑过来问道。那是自然，一个能够打倒2阶具象化兽的人，我怎么都应该重视一下吧。鲁连海不动声色地说道。子奎，你看上谁了？没什么，我只是想和那个玉天路较量一番。子奎回答。难道说田和子家在一个偏僻小镇的艺术大赛上折戟沉沙的传闻是真的吗？那是佳姐一时不小心被那个小子乘虚而入，不过这一次他可没有机会了。子奎道。怎么，你要对那孩子出手？鲁连海颇有一些意外，家族里面给的任务务必阻止这个家伙进入皇家学院。子奎一副无奈的样子，不过看起来也不需要我出手了，这个时间点他们应该赶不上了。就在这时，一个考生突然指着天空大声叫道，你们看那是什么啊？一众考生包括陈克昭等一众监考老师都抬头一看，只见9天之上，一个浑身上下满是补丁的巨大气球用极快的速度朝众人所在的方向飞驰而来。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啊？曹华雪可是第一次见奇怪的飞行器，那好像是玉天路他们啊。封宪明目力惊人，一眼就看见了吊篮上面的玉天路等人。
什么？子奎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了起来，这小子竟然还有这种手段。此时吊篮上的颜月正在发疯似的摇动着螺旋桨，强大的螺旋气流已经要让整个气球都要解体了。阿月，再快点，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终点了。玉天禄冲着颜月大声喊道。放心，放心，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实力。玉天禄大吼一声，螺旋桨都已经给他转得产生了高热，一道飓风朝后猛地射出，强大的推进力让吊篮朝着目的地疯狂飞跃了过去。此时入口处用于计时的沙漏已经还剩下最后一点了，众人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神奇的飞行器之上。真是没有想到，这个小子竟然能够制作出翻越成长崖的飞行器。风宪明亦是兴奋不已，按照这个速度的话，玉天禄应该可以勉强赶上。曹华雪说道。话虽如此，但是他们所搭乘的飞行器似乎已经坚持不住了。程克昭说道。果然如程克昭所说，随着距离越来越近，热气球似乎也承受不住高速，整个飞行器已经开始解体了。可恶，难道就到此为止了吗？看着摇摇欲坠的热气球，武连志不甘心地说道。阿志，你这样中二热血的台词似乎不太适合这个世界啊。旁边的玉天禄忍不住吐槽道。小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好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玉天禄连忙道，把你的象化力借给我吧。知道了。就如同那天对抗二阶猛虎一样，武连志连忙把双掌抵在了玉天禄的背后，随着一股象化之力注入到玉天禄体内，他的双目顿时金光爆射而出。与此同时，早已破烂不堪的热气球，空气摩擦之后终于无法维持，直接化为了碎片。这下完了。看到这一幕，程克昭心头一沉，在场所有人都认为玉天禄他们已经出局了。可就在此时，玉天禄身上释放出无数光芒，将他们三人连同热气球的碎片包裹了起来。那小子究竟要干什么呀？子奎大声喊道。片刻之后，光芒消散之时，一道长虹冲天而起。你们看，这些孩子还没有结束啊！风宪明见状亦是激动不已。原来在最后时刻，玉天禄竟然将热气球具象化成了巨大的滑翔翼。那滑翔翼挂在三人中体型最大的颜月的腰上，而颜月左右手分别抓住了玉天禄和武连志。那滑翔翼借助着一股强烈的气旋，如火箭一般，一下子就穿过了最后的终点线。与此同时，虚拟森林的入口处的沙漏计时器刚好漏完最后一粒沙粒。赶上了吗？所有老师的目光都投向了负责评判的裁判长古沐橙身上。只见拥有一双电眼的古沐橙脸上表情严峻，最终他高高举起了红旗，示意玉天禄他们压线过关。过关！听到最后的评判，倒在地上的三个小伙伴也是长出了一口气。为了赶上考试，他们三人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甚至最后的滑翔翼也由于过度的象化力使用，最终化为了齑粉。真是可惜啊！这次制造出的热气球和滑翔翼都没有保住啊！玉天禄有些遗憾地说道。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终于涉险过关了。没错。颜月第一个起身，将两个同伴给拉了起来。等我们通过考试，进入皇家学院之后，我们一定想办法再做一个热气球。怎么了？我十分喜欢在空中飞翔的感觉呢。颜月笑着说道。算我一个，到时候我要把这飞行器搬到我们五连运输公司里面去。武连志也凑过来道。有了这样的运输工具，我们公司可不碾压那些同乡啊。就在三人畅想未来之时，走过来的风宪明一声咳嗽。你们几个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吧？没事了，没事了。三人连忙答应道。没事就快点跟我走吧，不要磨磨蹭蹭的，这考试都会被你们耽搁了。风宪明用严厉的眼神看着三人，三个小伙伴对视了一眼，也连忙跟着风宪明来到了程克昭的身边。不要看风宪明对玉天禄等人骂骂咧咧的，但实际上看到三人压线过关，他心里也是长出了一口气。几个小兔崽子，差点把我吓死了，好在最后还是过关了，否则的话我这边压力可就大了。风宪明心中暗道，好了，希望你们能够通过这次考试进入学院，到时候你们导师的名额我怎么也要争上一争。各位同学，欢迎来到此次皇家学院入学考试的正式考场。看到大家经历考验来到这个神圣的考场，我也是十分欣慰。程克昭自然要发表一下自己的感言，在此我真诚的祝愿各位同学能够顺利通过考试，成为我们皇家学院的一份子。你们的未来需要你们自己牢牢抓在手中。随着程克昭激情洋溢的演讲，台下的考生们同样报以热烈的掌声回应。人群中，玉天禄不断调戏着自己的身体。实际上，刚才一路过来，玉天禄自身象化力的消耗亦是极大。倒是颜月这大块头，像是没事人一样，站在人群中还是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不愧是阿月，稍微休息一下就能满血复活了。玉天禄看着自己的兄弟，亦是欣慰不已。他简直像个机器人一样啊！玉天禄的身体素质，不要说颜月了，就连武连志也完全比不了。所以，为了应对马上就要开始的正式考试，玉天禄拼命开始恢复象化力。可就在此时，玉天禄心有所感，似乎有道杀意正对着自己。玉天禄连忙回头一看，人群中身着紫衣的子奎正用犀利的眼神盯着自己。那个家伙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子家的人吧？玉天禄自言自语道：“他这杀人的眼光是什么意思啊？”就在此时，武连志也注意到了那个子奎。小鹿，你和这个子奎有过节吗？武连志忍不住问道。过节？话说我今年也只不过是和他第二次见面而已啊。玉天禄也是有些诧异。那就奇了，看他的眼神似乎对你十分有敌意啊。你们在说什么啊？颜月此时也凑了过来，再看那子奎，此刻连忙把自己的头给转了过去。没什么，没什么。阿月，我们还是快点关注正式考试的事情吧。玉天禄连忙道。此时正好曹华雪走到台前，
开始给一众考生讲解正式考试的规则。这次正式考试很简单，只要你们能够顺利通过这片虚拟森林，到达最后的终点，就算是过关。曹华雪十分平静地说道：“这么简单吗？难道说看我们这一路过来这么辛苦，最后网开一面走走行是吗？”考生们一时议论纷纷，一群蠢材。此时考生里面郑润则冷冷地来了一句：“你们真当这虚拟森林这么好通过吗？用你们的脑袋仔细地想一想吧。”这二哥，你难道知道什么吗？一个世家子弟连忙问道。很简单，我们这一路走来就碰到这么多障碍，你认为正式考试的场地会比之前的简单吗？郑润则十分不屑地说道。此刻那些考生们也无话了。实际上，这些人能够安全来到这片场地，也都是沾了那些学霸的光。如果不是鲁连海、子奎等人想办法清除障碍，他们这些考生估计就只能弃权退出了。看起来大家都已经有这个思想准备了呀。曹华雪微微一笑，为了给你们降低难度，在这里我也给大家发放一下福利。福利？什么福利？考生们顿时来了兴趣。放心，绝对让你们大饱眼福，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曹老师的舞姿吧。曹华雪说完就准备开始表演了。啊！那些考生们顿时一片哗然。那曹华雪说着，还真准备用具象化力把自己的衣服化为舞蹈演出服。我说曹老师，一旁的程克昭连忙出言阻止了他。曹老师，注意形象啊，我们可是很严肃的考试现场啊。就是，曹老师，你要跳还是等考试结束回学院跳吧？后面的风宪明也附和道，就放过这些孩子吧。你说什么？曹华雪脸色一变，突然回身一记漂亮的回旋踢。风宪明一时不察，正好被踢中下颚。这个皇家学院的体育老师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扑通一声重重地砸在地面上。可恶，我就想给那些孩子们跳个加油舞不行啊！曹华雪怒气冲天地说道。曹老师，消消气，消消气。程克昭连忙安慰道，你看这些孩子连10岁都没有，你跳的舞怎么看得懂吧？我看你还是不要和他们开玩笑了吧。好吧，好吧。曹华雪说着回过头冲着那群考生嫣然一笑。好了，既然大家不愿意看我跳舞，我只能送上另外的福利了。不会是唱歌吧？还是不要了，能不能让我们安心考试啊？你们这些小家伙还没进入学院了就如此不知足。曹华雪凤眼圆瞪，老师我呀可是主课老师，教授人文历史，还兼职艺术，我可是在培养你们的兴趣啊。真没有想到这老师还深藏不露啊。玉天禄心中暗道，不过这女老师一拖延，我倒是恢复的七七八八了。好了，言归正传，接下来是一波真的福利。曹华雪说罢，一股象化力顿时在众人头顶开始了具象化。不多时，一张虚拟森林的立体地图已经呈现在了一众考生面前。这张地图将虚拟森林的地形地貌、各条通路都详尽地展现了出来，甚至上面还用红色的光束标注出了几条主干道。大家看好，只要顺着这些主干道，能够顺利到达出口的终点处。至于选哪条道路，主动权都在各位的手上。曹华雪十分认真地说道。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此次考试的时间只有4个时辰，4个时辰之内无法到达终点的话，那可是要被淘汰的。有4个时辰啊，应该不会太难吧？颜月说道。这怎么说呢？一切你们进去了就知道了。曹华雪一边说着，也是解开象化力，那地图也瞬间消失了。好了，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都准备好了吗？程克昭大声说道。奇怪，一个考生问道，刚才的地图不发给我们吗？地图？什么地图？曹华雪故作吃惊状，就是刚才虚拟森林的地图啊。郑润则大声道，不是应该是我们的福利吗？福利？刚才给你们看地图就是福利了。曹华雪面色一沉，以前考试我们可是连地图都不给看的哦。程克昭等一众老师站在曹华雪背后，也是默不作声。什么？原来是这回事啊！早知道刚才应该都仔细看看了。考生们都后悔不迭，甚至有好几个考生央求曹华雪能够再让他们看一遍地图。果然都是不知道状况的家伙。看到那一群哭丧着脸的考生，郑润则充满了鄙夷。从踏入这地区开始，考试就正式开始了。你们还以为是那种小儿科的考试吗？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刚才我可是给过你们机会了，你们自己不去珍惜，可怨不了别人啊。曹华雪冷哼道。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啊？此时颜月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我说不就是没有地图吗？伍连志显得十分淡定，陆氏人走出来的，没有地图又如何？我可是清楚的记得那目的地的。这话倒是对。玉天禄从旁附和道。阿月，以你的方向感，就算是有地图，你估计也会迷路的。我说小陆，说人不揭短，能不能给我一点面子啊？颜月埋怨道。抱歉，抱歉。三人互相拆台，刚才紧张的气氛瞬间烟消云散。远处的子奎看在眼里，亦是对此嗤之以鼻。到底是无知的家伙，没有地图在那树海里面就等着被淘汰吧。子奎心中暗自诅咒道。与此同时，台上的曹华雪最后说道，好了，正式考试马上开考，请各位考生去起点集合吧。时间可不等人啊。曹华雪一阵催促，那些心中满是忐忑的考生也只能无可奈何的去起点等待开考。我说曹老师，那地图本来是要给到那些学生的吗？风宪明拉过曹华雪稳定，本来是要给的，谁叫他们不愿意看我跳舞啊？曹华雪冷笑一声，还有你这样公报私仇的啊？什么叫公报私仇？我是提前让他们体验一下皇家学院的残酷而已。好了，事已至此，一切就靠考生们自己了。程克昭道，虚拟森林里面一切布置妥当了吗？报告程主任，
里面所有的装置和机关都全数准备完毕。只不过裁判古牧城，只不过什么？只不过这些机关的话，光凭1-2个人可是没有办法闯过去的。古牧城回答：到时候很可能全军覆没呀。全军覆没就全军覆没。程克昭笑道：皇家学院的招生宗旨就是宁缺毋滥，而且这次考核的目的就是让这群人懂得团队协作。团队协作？没错，现在这群考生世家子弟占大部分，那些温室里面长大的花朵，是时候体验一下人间的疾苦了。程克昭笑着说道：程主任，考试可以正式开始了。那古老师，你就正式宣布吧。古牧城一个闪身就出现在了虚拟森林的入口处，这入口处被2扇金属铁门被挡住，周围的高墙一时遮挡了考生们的视线，除了从高墙上方一阵烟雾缭绕的景象外，无人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情况。各位考生，等大门完全打开之时，这场考试就将开始了。古牧城面无表情地说道：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就开始吧。说罢，只见那古牧城径直地走到巨门前，双掌紧紧贴在了门上。他这是要做什么？一众考生疑惑地看着古牧城。下一秒之间，那巨大的铁门在古牧城的拉扯之下，竟然缓缓打开了。这个家伙好大的力气啊！武连志忍不住说道：不愧是皇家学院的老师，应该是用象化力加强了自身力量吧？阿月，现在的你能够做到如此吗？玉天禄试探性地问身边的颜月道：这么大的门，我估计单手的话有些困难。颜月说道：双手的话大概可以吧？大言不惭的家伙！此时旁边一个考生十分不屑地说道：就凭你还想和皇家学院的老师比肩，实在是笑话。我又没有骗人了。颜月看着那人，有些生气地说道：此人身着布衣，看样子应该不是世家子弟。他的脸色冷峻，眼神之中满是轻蔑之色。就在此时，古牧城已经将入口的大门尽数打开了。考试开始。随着古牧城一声令下，那些考生们犹如脱缰的野马，鱼贯而入。之前那个面色冷峻的考生看了3人一眼道：希望能够在里面看到你们所谓的表现。说完，这个家伙一纵身就和考生大军消失在玉天禄等人的视野之中了。臭屁的家伙！颜月不满地说道：你们几个还在那里愣着做什么？其他考生可都已经冲进去了。此时曹华雪走过来，看着3人忍不住问道：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先谋而后定。如果像无头苍蝇般在里面乱撞的话，一没有效率，二容易出危险。不等2个同伴开口，玉天禄率先给出了回答：好小子，说话倒是一套一套的。曹华雪微微一笑：不过这里人生地不熟，你们怎么个谋而后定呢？之前曹老师不是给我们派发过福利了吗？福利？就是那张虚拟森林的地图啊。原来是那张地图啊。曹华雪笑道：放心，我可不会网开一面给你们的。不需要。曹老师能否借我一张念纸啊？玉天禄开口道：念纸？你不要告诉我，就刚刚那一点点时间，你就把那地图给记下来了。曹华雪有些吃惊道：这绝不可能，那地图可是十分复杂的，就凭几眼怎么可能都记下来啊？曹老师，您看一下，这和你给我们的地图一样吗？说话间，玉天禄就把那张念纸递到了曹华雪的手上。曹华雪定睛一看，乖乖，这还真是虚拟森林的地图啊！只见刚才漂浮在空中的地图已经基本被复刻到了这念纸之上，一块块区域几乎一模一样，甚至刚才几处标注的推荐线路还被不同颜色给标注了出来。你小子竟然都记得呀！曹华雪震惊道：只不过一张地图而已，我看也没有什么难度啊。玉天禄哈哈大笑：小子，你可不要得意。曹华雪如同发现新大陆一样，指着地图右下角说道：玉天禄，叫你得意。你看这里。怎么了，曹老师？这块地方可不是这么画的。曹华雪说道：这里明明有一条河流的，到你这里怎么不见了啊？曹老师，您乱说，我可不记得有什么河流。玉天禄一本正经地说道：我清楚地记得那块区域就是山峦而已，那地图我都看过好几遍了，我会不知道？曹华雪怒道：那可不一定，曹老师日理万机，贵人多忘事也是可能的，你这小子是不棺材不掉泪啊！曹华雪说完，竟然又用象画力将地图给变了出来。看到没有，这里的确是河流吧？玉天禄凑过头去，仔细地看了看道：还真是一条河流啊！看了是我记错了，曹老师，知道就好。你们要学的东西还很多，给我虚心一些。我们走了。玉天禄拿着念纸，带着2个小伙伴，一下子冲进了虚拟森林的入口。这是怎么回事？曹华雪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曹老师，你这回可上当了呀！旁观者清，一旁的风宪明自然看出了玉天禄的小心思。上当？上什么当？曹华雪还是一头雾水。曹老师，你说好不让他们把地图看第2遍的，谁知你竟然自己送上门去啊！程克昭不住地摇着头。什么？这个臭小子！曹华雪气得直跺脚。与此同时，玉天禄等人已经进入了虚拟森林的考场。小洛，你可真厉害，看一遍竟然把那虚拟森林的地图都记住了啊！武连志不禁暗挑大指。那怎么可能呢？那地图才在我眼前出现几秒钟啊！玉天禄连忙道：我顶多能几个七七八八而已，七七八八也已经很厉害了。不过地图这东西，如果不是十分精确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好不如不要。这倒是，错误的地图容易误导人。武连志道：看样子那地图我们只能扔掉了。为什么要扔掉？不是你说的吗？错误的地图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是现在的地图已经是精确的了。玉天禄得意一笑：原来刚才你是故意在那个女老师面前显摆的啊！武连志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小鹿，真有你的，亏你想得出来。你们两个在说什么啊？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懂啊？颜月依旧是一脸茫然的样子。好了，阿月，一时半会儿没法和你解释。玉天路道，你跟着我们就行了，这样不会迷路。放心，我一定紧紧跟着你们。就在玉天路等人刚刚踏入虚拟森林之时，排行榜前3的人则早已拉起了队伍。像鲁连海、子奎这几个人精早就推断出这虚拟森林危机四伏，根本不可能靠一己之力突破。而且如此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只有组成小队抱团取暖，才有成功突围的机会。鲁连海之前将湖泊分水，让一众考生成功来到考场之后，早就让不少考生拜服。所以刚一进入虚拟森林，就有不少考生投到鲁连海门下，准备共同面对不可预知的危险。大度的鲁连海倒是来者不拒，很快就组成了数十人的团队。这个团队也是整个考生群里面最多的一支。郑家兄弟作为省城的地头蛇，很多当地的考生都是他们的故交。其实他们在正式开考前，也早已联络很多本地考生，组成了联合队伍。有了这些助力，我们可以第一个通过呀。郑润则给考生们鼓劲儿道。不过两位郑兄，没有地图的话，这么大个林子，我们很容易走岔啊。一个考生担心地说道。放心，关于这一点，我们早有准备。郑书段说完，打开了口袋，只见一张念纸从口袋里面飘了出来。郑书段顺势将那念纸拿在了手中。众人凑过去一看，赫然是一张虚拟森林的地图，只不过上面只有一条标注的推荐路线而已。我说郑大公子，这地图你们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一个考生好奇地问道。实不相瞒，我有一个族兄去年通过了入学考试，正好这虚拟森林考场去年也用到过。郑书段解释道，所以我就让这个族兄用念纸将这地图给具象化了出来。那这上面的推荐路线是？正是我那族兄去年所成功突出重围的路线。郑润则自豪地说道。什么？竟然是有成功先例的？那些世家子弟听罢都是一阵欣喜，看来我们这一次没有跟错人啊。有了这张地图，那通过考试就事半功倍了。按照这条路线的话，大家跟我往那片丛林走吧。郑书段一招手，一群考生就乌泱泱地跟了过去。鲁连海靠个人魅力，郑书段靠着成功案例，而都不沾边的子奎则有他自己的手段。只见子奎在短时间内也是组建起了自己的团队。这群精神饱满的考生都是榜单上前50的精英。至于为什么选择和子奎合作，无他都是因为那孔方兄之力耳。这田和子家可是世代经营珠宝玉器的富商巨贾，这一次子奎到省城里参加考试，子家亦是全力支持。这些精英考生都是子奎花钱雇来的，而且子奎为了确保自己能够通过考试，他还和这些考生订了一份协议，如果能够保护他通过考试，这些人就会获得额外的奖金。不但如此，假如这些人当中有谁不小心被淘汰出局，子奎也会送上补偿金。这就像是买一份保险，有谁会拒绝这样的选项呢？子兄，我们这次考试必然竭尽所能，不过我们对这丛林知之甚少，你有什么策略吗？一个考生问道。策略自然是有的，当时那个古怪的女老师不是给我们看了一张地图吗？子奎微笑着说道。但是那张地图我们看是看了，但完全没有注意啊。那些考生们无奈地说道。我们就是想具象画出地图来，也绝无可能。你们不行，不代表我不行。子奎说着，摊开手掌，只见手掌中间赫然是一块散发着奇怪光彩的紫水晶。子兄，我们知道你们田和子家玉器闻名于世，但这种时候，这紫水晶又有何用呢？你们有所不知，我这紫水晶可不是一般的珠宝。子奎说着，将一股象化力注入其中。不多时，那紫水晶释放出一道光束，竟然在空气中生成了一张地图的样子。这地图是跟着子奎的考生们都是一阵惊喜，该不会是那什么曹老师给我们看的地图吧？就是那老师的地图。子奎解释道，这么短的时间内要记住那地图，我可没有那过目不忘的本领，所以我就让我们家的描图水晶来记忆了。原来子奎看到曹华雪拿出地图的时候，他心有所感，就拿出了子家的描图水晶来。这描图水晶可以将外界的影像给原封不动地记录在结晶之内，这用途就和摄像机一样。不过子兄，我发现这地图好像只有半张啊。一个考生问道。没办法，那女老师放图的时间太短了，我的描图水晶也只能记录一部分而已。子奎指着那光束地图道。不过好在这半张地图上正好有一条推荐路线，我们就顺着这条路走吧。好，我们就跟着子兄走了。有了这半张地图，这群考生亦是信心十足。而除却这3个世家子弟中的乔楚所带领的团队之外，剩下来的都是那群寒门的普通考生了。他们这些人可没有那些世家子弟的资源，之前也没有留心注意曹华雪提供的地图。现在进入考场的他们就如同盲人摸象一般，要摸着石头过河了。虚拟森林的树木植被由于都是通过画木复制而成，都是大同小异。特别是进门处的一片丛林，那些树木如同克隆的林荫道一般，容易把人给弄得晕头转向。普通考生缺乏一个主心骨，目前的他们都呈散兵游泳状态，都是1-2个认识的人组成一个小团体，准备尽快行进。原本普通考生也是想跟着那些世家子弟所组成的团，但一来受世家子弟的排挤，二来那些世家团队很具目的性，根本不给普通考生反应的机会，就已经进入了虚拟森林的深处。那些普通考生当踏入森林之时，已经被眼前景象所迷惑住了。无论他们走向哪里，周围的景致都是一模一样。如果人长时间处于毫无变化的视觉空间，给人造成的精神压力是难以承受的。更何况参加考试的都是一些10岁不到的孩童，面对眼前的景象，就连精神都有些恍惚了。而且进入这片树林之后，就算他们想朝后退，
周围的景色也不会有任何变化。此刻的考生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慢慢的，这树林已经将虚幻和现实彻底融合在了一起。这第一关就是最令人感到可怕的重复森林区域。去年就有很多考生折在这里。虽然这片森林里面没有任何机关猛兽，但是数十平方公里内所有的景象都是一模一样。这对于10岁左右孩子的精神承受能力可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啊！考场之外，陈克昭看着考试各道关卡的布置，感慨地说道。此刻陈克昭和裁判长古沐橙已经来到了终点处等待，而其他包括曹华雪、封宪明在内的监考老师已经从其他入口进入考场了。这些监考老师一是防止有学生作弊，使用非常规的具象化道具；二来也是将那些淘汰出局的考生安全地送出考场。虽然在考试之前，这群孩子都签署了生死状，不过皇家学院也必须保证将伤亡人数降至最低。在陈克昭等人面前，则是一个巨大的考场地图，上面无数红点，目前大部分都聚集在了第一关重复森林区域。玉天禄等人在进入考场之前，皇家学院给他们每个人都佩戴了一个坐标徽章，这样他们的位置信息就会及时传回给终点的大屏幕。所以陈克昭等一众老师都能第一时间了解到考生们的动向。看起来这重复森林已经难住了这群孩子啊！陈克昭的表情显得颇为失望。那没有办法，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有一半的考生在这一关被刷了下来，而且那些普通考生尤甚，基本第一关过去就不剩几个了。古沐橙说道。程主任，好像已经有人突破重复森林了。王黎明指着大屏幕说道。这王黎明被处罚以后，只能在终点处等待了。突破过去的人是谁啊？看样子应该是鲁连海的团队吧？不愧是象州鲁家。王黎明道。此刻在重复森林的出口处完全是一片汪洋了。收！鲁连海一声低喝，那汪洋顿时消失不见了。鲁连海深吸一口气，脸色显得有些苍白。他具象化出这么一大片海水来，对他自己象化力的消耗亦是着实很大。原来在进入重复森林之后，鲁连海所组建的团队也遇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走了那么长时间，完全一模一样的场景，让这些孩子的精神高度紧张。鲁连海看在眼里，深知如果不尽快摆脱这个地方，那他们的团队迟早要崩溃的。不兄，你要快点想一个办法了，否则的话，我看这些人都顶不住了。说话的人是鲁连海的故交，同是象州出生的徐亚莲。我已经有了对策，不过还需要你的帮助。鲁连海一边说着蹲下身子，眼睛注视着地面。可恶，怎么回事？走到那里都好像在原地徘徊啊！完了，这回我们出不去了。一些考生已经产生了厌恶的情绪。大家不要乱，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没有在原地徘徊，实际上我们已经走了一大段了。鲁连海指着地面说道。你们看，虽然这些树木的样子是一模一样，但是这地面却是有些倾斜的，这证明我们一直处于一个下坡路段，只要一直往前走，就能走出这片重复森林了。这是真的吗？考生们都是将信将疑。自然是真的，我这就让你们先一步出去。鲁连海说着，开始凝神静气。不一会儿功夫，以鲁连海的身体为中心，竟然出现了无数海水。霎时间，刚才还十分茂密的丛林已经化为了一片汪洋。那些考生根本来不及反应，就直接被鲁连海具象化的大海给没了顶。鲁兄，你这是做什么啊？考生们话音未落，突然从他们脚下生出一个庞然大物，直接将他们给带出了水面。众人定睛一看，不知何时，他们这群人竟然已经坐在了一条大帆船之上，而站在船头的赫然是鲁连海以及他的好友徐亚莲。鲁兄，这大船是……我可没有本事凭空变出这么大的船。鲁连海指了指身旁的徐亚莲，这一切都是徐老弟的功劳。原来这徐亚莲的家族在象州是经营造船厂的，徐家和鲁家在象州是最为密切的生意伙伴，所以徐亚莲这一次才会和鲁连海一起来参加皇家学院的入学考试。而徐亚莲对于船只再熟悉不过，所以刚才鲁连海就和他商量，只要鲁连海具象化海洋之后，徐亚莲第一时间将他家的双轨大帆船给具象化了出来。有了这艘大船，顿时将那群考生从水中救了上来。鲁连海看到那些考生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坚持不了多久，大家各司其职，我们顺着海流离开这片森林。于是在徐亚莲的指挥下，这些人通力合作，以最快的速度冲出了这片堪称噩梦的重复森林。看到鲁连海苍白的脸色，在场的考生们也知道，为了让大家脱险，这个临时领袖所付出的代价。鲁兄，你为我们付出的，大家都看在眼里，这份恩情我们铭记于心。这些话完全发自肺腑，引得鲁连海连忙道：各位客气了，希望我们京城团结能够顺利通过这次考试。于是众人在鲁连海的带领下，朝着终点继续前进。鲁连海团队选择了地图中间那条推荐路线，这条路线最长，但是却相对来说十分稳妥。由于鲁连海和徐亚莲的努力，他们已经赢得了时间上的优势，所以选择这条大道虽然有些绕远路，但却不会妨碍他们顺利抵达。随着鲁连海的团队顺利踏上征程之时，其他两支队伍也总算成功通过重复森林。郑家兄弟和子奎也可施手段，亦是成功通过了这艰难的第一关。郑家团队用象化力具象化出了车辆，加快了行军速度，跟着鲁连海的脚步出了难关。只不过这一路走来，为了尽快过关，不少精神崩溃的考生直接被放弃，只能吞下被淘汰的苦果。而子奎方面也是一样，尽管拥有距离诱惑，最后依然有部分考生没有和子奎一起走出重复森林。三个世家团队成功过了第一关后，分别选择了3条不同的道路，而那些普通考生则是全数被困在了重复森林之中。万事开头难，没想到有这么多的考生被卡在了第一关啊！陈克昭叹息地说道：没办法，这精神压力远比其他困难更为凶险。
古沐橙说道，实际上去年就有不少考生连第一关通过不了，甚至那些普通考生几乎是10数存1，今年看来要全军覆没了呀。可就在二人为普通考生感到可惜之时，突然王黎明指着大屏幕道，你们看，那些普通考生竟然继续前进了，而且这速度还很快啊。什么？陈克昭连忙看向大屏幕，情况如同王黎明说的那样，原本停滞不前的普通考生开始迎头赶上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古沐橙有些诧异。等等，玉天路的3人小队好像已经和普通考生们会合了，该不会是因为他陈克昭道？程主任，应该不至于吧？这玉天路虽然天赋异禀，但这么小的年纪他统领得了这么多人吗？王黎明依旧看不太上玉天路。算了，无论是不是他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谁最后能够出现在我的面前。陈克昭说着又再次坐回了自己的位置。那此刻重复森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镜头切换到了重复森林的内部，一群普通学生正坐形似火车车厢的交通工具上，这列怪异的火车由2节车厢组成，里面却挤满了那群精神萎靡的普通考生。经过半程的重复森林洗礼，这些人早已是处于崩溃边缘了。而这台列车的动力却让人颇为意外，因为在列车最前面的竟然是一辆人力平板车，平板车上站立着一个高大的少年，赫然是以力量著称的颜月。而站在他的对面，和他一起配合驾驶的就是之前对颜月十分不屑的那个男孩子。只见2人如同斗气一般，奋力来回操作着平板车的操纵杆，同时推动着列车快速朝前行进。半个时辰之后，只见那个男人终于抵受不住，累得气喘吁吁。不行了，不行了，这活儿不是人干的。男孩一屁股坐在地上，看着如同永动机一般的颜月，也忍不住说道，大块头，我是真的服你了。你是这个？男孩说着也是朝颜月竖起了大拇指。与此同时，从车厢内武连志纵身一跃，跳到了平板车上。好了，叶天可以换手了。武连志拍了拍男孩的背，那这里就交给你了。这个名为叶天的男孩缓缓站起身，由于刚才太过用力，叶天似乎有些脱力，他颤颤巍巍地走进了车厢，脚下一个踉跄，差点摔倒。还好里面的普通考生们反应十分迅速，一把拉住叶天，这才没有让他跌倒。此时玉天路从里面走了过来，看到叶天狼狈的模样，也是笑道，叶兄，我这兄弟还可以吧？我说玉小哥，你这兄弟实在是非人类啊。叶天喘着粗气，朝着玉天路摇着手道，是我之前眼拙，竟然没有看出你们的实力啊，我为我之前的无力道歉。叶兄言重了。玉天路连忙道，大家同坐一条船，自然应该守望相助喽。此时玉天路看着地图，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看样子距离离开这片重复森林已经不远了呀。真的吗？实在是太好了。叶天和其他考生的脸上都是如释重负的表情。没办法，之前这些考生的遭遇太过悲催，能够突出重围他们亦是如蒙大赦。时钟倒回到半个时辰之前，从曹华学手中拿到精准地图之后，3人也忙不迭地冲入了虚拟森林。由于浪费了一些时间，他们自知已经被对手拉开了不少距离，所以他们3人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不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来到了虚拟森林的入口。玉天路觉得这重复森林似乎有些古怪，他刚想仔细看一下地图的时候，却见急性子的颜月和武连志已经先一步跑了进去。这2个家伙真是玉天路无可奈何，只能跟着他们一溜小跑。3人在重复森林中全速前进，一时间也忽略了旁边的景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3人终于发现了异样。颜月突然停下了脚步，他抬起头看了看四周，脸上露出了诧异的神色。奇怪，为什么我感觉这里的每一棵树都一模一样？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来过呀？颜月不由得问道。你不要说大块头，这回还真被你说中了。武连志环顾四周，意见和颜月出奇的一致。我可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具象化的树，而且都是一模一样，看得让人有些毛骨悚然啊。阿志，瞧你的胆子，这些树又不是怪物，有什么吓人的？颜月还没有意识到危险。阿月，不要掉以轻心，这地图上写得很清楚，这里就是第1道关卡，重复森林。这道关卡上一届的淘汰率达到50%。玉天路看着地图道，重复森林，怪不得这里的树一模一样呢。不过我没有看出这里有什么危险啊。颜月依旧浑然不觉，不过武连志却看出了端倪。大块头，你头脑简单，还没有意识到这里的景致都完全一模一样，我们只要稍一犹豫就可能辨不清方向，而且我们走了这么多时候，就像是在原地踏步，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出去啊？说到这里，武连志竟然不自觉地喘起了粗气，脸也涨得通红。小陆，这阿志是怎么回事啊？颜月连忙问道。应该是急火攻心，精神高度紧张。玉天路一眼就看出武连志受到了重复森林的影响。阿月，快点动手。知道了。颜月跑过去，冲着武连志的后背就是一掌拍出。武连志闷哼一声，整个人重重地撞在一棵树上，当即就将这树给拦腰撞断。倒地后的武连志在地上一个鲤鱼打挺，瞬间爬了起来。怒气冲天的武连志指着颜月大骂道，大块头，你没事打我干嘛？又不是我要打的呀。颜月一脸无辜地看着玉天路，是小鹿让我动手的。阿月，我让你用冷水泼醒阿志而已，谁让你打他了？玉天路白了颜月一眼。啊，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啊。不过好在因祸得福，看样子阿志应该解除心魔了。玉天路连忙道。心魔？武连志心头一怔，刚才我是怎么了？我早就告诉你这重复森林没有那么简单。玉天路解释道，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一个重复的世界，周围的景色一成不变，整个人和坐牢有什么分别啊？没错，刚才我看着那些一模一样的树，细思极恐，
整个人就仿佛坠入无底洞一般。武连志回想起刚才的场景，还是有些心有余悸。所以这重复森林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玉天禄说道：“要不是刚刚阿月这一拍把这几棵树给撞断，说不定你还陷在里面呢。”武连志看了那几棵被自己这人肉炮弹撞断的树，他心中反而轻松了很多。小鹿，我们现在怎么办啊？颜月着急地问道。我们可是在这里耗费了太多时间了，让我想想，未经之计要尽快突破这个关卡，否则的话，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玉天禄看着被撞毁的树木，也在思索着。就在此时，突然一个人影从天而降，终于碰到人了，我要杀了你们！一个身着劲装的男孩叫嚣着，杀气腾腾的朝玉天禄等人冲了过来。颜月一眼就认出了此人就是之前在外面对过他的那个男孩。你这家伙怎么也在这里啊？颜月开口问道。谁知那个男孩也不搭话，竟然猛地一脚朝着颜月踢了过去。颜月见状不闪不避，任凭对手一脚踹在他的胸口处。这个男孩原本估摸着这一脚能够对对手造成杀伤，谁知这一脚踢出却震得他自己腿部一阵酸麻。他这一脚仿佛踢在了铁板之上，紧接着一股反震力瞬间将其给震飞了出去。男孩身手敏捷，只见他在空中一个空翻，一时稳稳落在了地上。你这家伙一见面就打人是何道理？颜月气不过，准备上去教训这个不礼貌的家伙，却被玉天禄一把拉住。阿月，你仔细看，那个孩子应该像之前的阿志一样被迷了心窍。玉天禄说道。等等，这个家伙我好像认识啊。武连志看着男孩的模样，突然说道。阿志，你认识？他是谁啊？玉天禄问道。他好像是我们邻区的一个花圃老板的儿子，名字应该叫叶天。武连志想了想说道。叶天？我记得这叶天在榜单上是97名。玉天禄说道。什么？没有世家背景，竟然能进前100，这小子还真厉害啊！武连志不由得称赞道。算是为我们寒门子弟长脸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啊！颜月冲着二人大声嚷道。原来那叶天双眼赤红，如同疯狗一样朝着颜月发起了攻击。由于没有弄清楚状况，颜月也不敢贸然攻击，只能一个劲儿的防御。叶天的攻击速度极快，要不是颜月的防御力惊人，可能早就被打倒了。看样子这家伙入魔比你还深啊！玉天禄道。那怎么办？小洛，你快点想想办法呀！武连志连忙道。我又不是神仙，这我怎么解决得了啊？玉天禄道。这只能靠阿月他了。靠我？我有什么办法？颜月一边说着，又是一掌勉强将叶天震退。还有什么办法？就和刚才对付阿志那样，给那家伙一拳。玉天禄大声道。不过注意控制力量，不要一拳就把他给打残了。控制力量，这似乎有些难度啊。颜月为难道，我试试吧。与此同时，对面的叶天又是冲了过来。颜月见状，脸色一沉。你这家伙可不要逼我呀！颜月说着，蓄力一拳照着冲过来的叶天就是一拳。不要看颜月这拳头平平无奇，但是正所谓一力降十会，这一拳打出的破坏力也十分惊人。看着这一场景，玉天禄也觉得那叶天根本无力抗衡。谁知电光火石间，情况陡然生变。只见那叶天的面前凭空出现了无数蔓藤，那蔓藤随风一长，竟然瞬间变得硕大无比。颜月吓了一跳，出拳的速度也慢了下来。趁此机会，那蔓藤就已经缠绕上了颜月的右臂。这恶心的东西！颜月用力拉拽，想要摆脱蔓藤的束缚，谁知从其他方向的蔓藤瞬间将颜月的四肢都给缠绕了起来。慌乱之下，颜月一时有力使不出。关键时刻，无数的无形的刀刃飞出，瞬间将缚住颜月四肢的蔓藤给斩断。不用问，出手的人正是颜月。第一重刀阵的威力也是不俗，那肆虐的蔓藤也无法阻止锋利的刀刃。阿志，谢了！颜月连忙感谢道。自家兄弟，算得了什么？说话间，武连志意识来到了叶天面前。我说，你这个家伙给我清醒点，不要被这些树给迷惑了。叶天听了，眼神没有任何改变，从他身上散发出危险的像化力，一时间在他背后竟然生出了几株奇怪的植物。此刻只见那怪异的植物随风而长，变成了几株巨大的花朵。那些花朵中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口，里面甚至还有类似于人类牙齿的锯齿。那个是玉天禄一愣，食人花。这花的样子让玉天禄不得不联想起在原来世界玩的那个叫植物大战僵尸的游戏。那些食人花张着大嘴，嘴巴里不断有恶心的液体渗出，那令人作呕的气味惹得前排的颜月和武连志不由得捏住了鼻子。这什么鬼花啊，怎么这么臭啊？颜月忍不住骂道。阿月，小心啊！玉天禄突然大叫。颜月还没有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一抬头只见一个巨大的黑影袭来。原来是食人花张开深渊巨口，竟然一下子将颜月整个人给吞了进去。一下子刚才还干瘪的花骨朵变得巨大无比，好似吞噬猎物的蟒蛇一般，膨胀的极其厉害。阿月！武连志见状准备使用刀阵救援，但看到那被撑得鼓鼓囊囊的花骨朵，武连志也是不敢轻举妄动，生怕误伤了里面的颜月。就在此时，另外几株食人花张开大嘴，朝着武连志和玉天禄二人伸了过来。武连志和玉天禄见状，也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那边玉天禄的捕兽网瞬间缠住了2株食人花，武连志的刀阵也劈断了1株食人花的茎。小鹿，快点想办法救救阿月，这样下去，他要被那食人花消化掉了啊！武连志大声嚷道。此刻吞下颜月的食人花也是不断膨胀缩小，似乎在和里面的食物决力。阿月看到如此样子，武连志也是心急如焚，这可怎么办啊？谁知一旁的玉天禄却一脸淡定，放心好了，那食人花可没有那么好的胃口，而且阿月皮糙肉厚的，哪那么容易被吃掉？
玉天禄话音刚落，只听得一声巨响，只见刚才吞了颜月的食人花整个爆炸开来了。颜月大喝一声，竟然用力将食人花给撑破了。可恶，平常都是我吃东西，今天还敢来吃我！对面的叶天也没有想到自己具象画出来的食人花还有无法吞噬的东西，那一刻他一阵心惊，似乎恢复了一些。好机会！玉天禄观察入微，瞬间看出此刻叶天处于举棋不定之时。阿月可以出手了。说时迟，那时快，颜月一个闪身，竟然已经来到了叶天的身后。叶天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看似笨重的大个子竟然有如此的身手和速度。等到叶天反应过来，转过身之时，颜月的拳头一下子就招呼到他的脸上。这个倒霉孩子如断线的风筝被打飞了出去，和刚才的五连制一样，这叶天同样撞断2根树木之后，这才消停了下来。可恶，到底是谁把我打这么疼啊？叶天咒骂着从地上爬起来。不过叶天眼神中的血色已经消失不见，看样子那心魔已经解除了。你们是之前的那几个人？叶天同样认出了玉天禄等人，原来是你们把我修理成这样的。叶兄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玉天禄先一步向叶天打招呼，刚才形势所逼，我们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刚才我到底怎么了？叶天的部分记忆竟然断档了，还问我们怎么了？颜月没好气地说道：你这家伙竟然具象画出食人花，想把我们都吞吃掉，这怎么可能呢？叶天一时吃了一惊，这食人花我一般不会轻易动用啊。那请问这是什么？颜月随手从地上捡起了一片花瓣，那正是从食人花的花骨朵上落下来的。叶天见状顿时眯起了眼睛，他接过花瓣一看，的确是自己的食人花的。很快那花瓣就在叶天的掌中消散了。还真是我做的呀。叶天看着三人满身狼狈的样子，顿时有些过意不去。三位实在是抱歉，对于刚才的事情叶兄不必道歉，我们知道你是受了这重复森林的影响。玉天禄连忙道：重复森林？这个地方叫重复森林吗？没错，王老师之前的地图上的确是这么标注的，怪不得我刚才觉得周围的树木都是一模一样，然后行进不知道多久，整个人一下子就陷进去了。叶天说道：坏了！叶天突然记起了什么，脸色顿时大变。叶兄怎么回事？五连志连忙问道。我的那些兄弟们呢？叶天转过身朝望向西南方向，紧接着他也不打招呼，一个人狂奔去。玉天禄三人对视了一眼，也连忙跟了上去。应该是那个方向吧？可恶，这里怎么还都是一个样啊？叶天如同无头苍蝇般到处乱窜，一时间也没有了方向。等一下，我似乎听见了声音。玉天禄一边说着，也是用向画力制造出了一个声音收集器。他随手将收集器放在耳朵旁，顿时一股刺耳的喊杀声，差点没惊的玉天禄把收集器给掉下来。在那个方向，玉天禄顺势一指，玉天禄手指的方向赫然有不少人影在晃动。不等玉天禄说话，心急如焚的叶天仙一步冲了过去。而当三人来到现场之时，也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只见地上横七竖八的躺倒着不少昏迷的考生，此外还有不少考生双眼赤红，正在相互攻击。这情形就和之前的叶天一模一样。大家都疯了吗？叶天也是傻眼了，刚才的你也不比他们好到哪里去啊？一旁的颜月也是吐槽道：好了阿月，现在不是落井下石的时候，先想办法阻止这些家伙的自相残杀吧。玉天禄出言道：这里就交给我吧。叶天立即说道。只见他双臂环胸，周身释放出无数的象化力，同一时间地面上也长出了无数蔓藤。那些正在攻击的考生们也没有察觉到壁的蔓藤，等他们反应过来，人已经完全被蔓藤缠绕了起来。用这个办法，叶天成功将这些人给分离了开来。这还不够，阿月！玉天禄大喝一声。与此同时，颜月来了一个蛮牛冲撞，如同保龄球般一下子将疯魔状态的一众考生给撂倒在地。不过这么一撞之下，这些考生虽然被撞得鼻青脸肿，狼狈不堪，但总算是恢复了原状。之后玉天禄也是向一众考生详细解释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我们受了这重复森林的影响啊，真是没有想到皇家学院的入学考试第一关就如此凶险。叶天心有余悸地说道。叶大哥，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我们再这样下去的话，会困死在这重复森林的。我看我们还是弃权吧。考生们中开始出现了负面的情绪。我说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五连志忍不住大骂道。我们参加的是一般的考试吗？那可是皇家学院的入学考，普通人都没有这个机会。我考了4次才抓住这最后的良机，无论怎么样我都要坚持到最后。你们怎么能如此软弱呢？看着五连志不惜将自己的糗事公之于众，背后的玉天禄也向他暗挑大指。你这家伙不要说的慷慨激昂的样子，你倒是想个法子让我们过关啊。就是，反正这重复森林也不知道走了多少了，就算再走下去可能也和刚才一样。考生们倒是不买五连志的账。你们几个家伙，我要是有办法的话，还能和你们在这里吼吗？切！考生们一阵哗然。不要着急啊，我没有办法，但我兄弟有办法，是不是啊？小鹿！五连志用求助的眼光看着玉天禄。办法倒是有的，只不过玉天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五连志给打断了。听到没有？我兄弟有办法。你们几个急什么？五连志瞪了众人一眼，然后他回过头笑眯眯地问道：小鹿，把你的办法给说一说看。我们首先应该想法子尽快走出重复森林，那些世家子弟应该都已经冲出去了，我们再不加快速度，时间上要来不及了。玉天禄分析道。这我们都知道，关键是有什么法子？叶天不耐烦地说道。很简单，我们现在需要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大家都运出去。玉天禄说道。交通工具？现在去哪里弄能够把我们都装下的交通工具啊？叶天不满地说道。
小鹿，你该不会是准备要用热气球吧？颜月问道。热气球能够乘坐的人实在太少了，性价比也不高。玉天禄说道，而且我们现有的材料也不够啊。那小鹿，你准备做什么啊？武连志问道。我想做一列火车。玉天禄随口道。火车？那是什么玩意儿？叶天等人听的是一头雾水。没办法，这个向化力当道的世界，甚至连蒸汽机都没有，更不要说火车了。这是我自己设想出来的未来交通工具。玉天禄想法解释道，现在这不是重点，我们要尽快出去不是吗？那小鹿，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武连志问道。首先我们要制作出能够装下所有人的车厢，为此我需要一些具象化的材料。要装下所有人，那可是要耗费许多材料的。叶天虽然不知道玉天禄要做什么，但是对于向化力他算是有一些认识。我们所携带的稀土、眼睛什么的都不多，收集起来应该也不够吧？材料不是现成的吗？玉天禄指着那片郁郁葱葱的重复森林道。对啊，那些树木不都是用桦木具象化出来的吗？颜月一拍脑袋道，就用它好了。但是这些桦木价值不菲，我们拿来用没有问题吗？叶天有些担心地问道。怕什么？这考试规则里面可没有不让我们就地取材啊。一旁的颜月笑道，再者说了，这皇家学院家大业大，这桦木做成的树对于我们来说贵得离谱，对于皇家学院来说，兴许就和路边的野草一样吧。玉天禄斜眼看了看自己兄弟，心道，也叫阿月你把这些树当成野草吧。不过在颜月一通开导之下，那些普通考生们也在叶天的带领下去砍桦木去了。不过光有车厢还不够。玉天禄自言自语道，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火车头一时半会儿可变不出来，而且我们还需要代替铁轨的东西啊。玉天禄这么想着，眼光移到了颜月的身上。我说小鹿，你是不是有在打我的主意了呀？颜月不满地说道。关键时刻不依靠你这个大力士，我还能依靠谁啊？玉天禄笑着说道。小鹿，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阿月，想不想当司机啊？想啊，不过我可没有驾照啊。放心，我的车不需要驾照，而且只要有力气都可以开。玉天禄说着看向了武连志。阿志，我们的眼睛还有多少？我来看看吧。武连志拿出了一个口袋，将眼睛都倒了出来。好像还是差一点。玉天禄说道，还有其他的吗？我有。叶天不知何时已经回来了，而他的手中赫然是一个装满眼睛的袋子。这么多眼睛，看起来价格不菲啊。颜月笑着说道。不瞒你说，这是我参加考试的所有家当了。叶天一边说着，也是将里面的眼睛给倒了出来。虽然这些眼睛成色不足，品质欠佳，但应该可以凑合着用吧。没办法，我们这些人可比不了那些豪门世家啊。已经很好了。玉天禄感激地说道，相信有这些的话，那就足够完成那个车头了。那个车头究竟是什么啊？众人十分好奇玉天禄想要制作的东西。此刻只见玉天禄运起向化力，将其化成一股气旋，瞬间将眼睛给包裹了起来。不一会儿功夫，那眼睛迅速成型完毕，一辆宛如跷跷板的人力轨道推进车出现在众人面前。这就是你说的车头？叶天十分怀疑地看着玉天禄。没错，怎么了叶兄？你有什么问题吗？虽然这辆平板车有4个轮子，你认为它真能动得起来？而且就算动得起来，应该需要巨大的力量吧？巨大的力量我有啊。颜月自告奋勇道。你？叶天看着颜月依旧有些不屑。我看你是外强中干，不服气的话，我们来比比好了。颜月满不在乎地说道。两位不要着急比。玉天禄连忙劝导，到时候这辆车就由你们2位先来操控好了，把力气都用在上面也无所谓。我们把桦木都弄来了，其他考生也都扛着木头跑了过来，也多亏了武少帮主帮我们具象化出的刀啊，真是太好用了。此时他们这些人才知道武连志的身份竟然是省城赫赫有名的武连帮的少帮主。那接下来就是具象化车厢了。玉天禄看着桦木道，各位，接下来可能需要借助你们的象化力了。由于要制作能够负载下这么多人的车厢，玉天禄知道要消耗不少象化力。虽然刚刚经过调息，但由于之前消耗实在太大，此刻的玉天禄也仅仅恢复了80%左右。为了应对之后的关卡，玉天禄需要有所保留。没问题。叶天毫不犹豫地说道，3位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而且此举也帮助我们走出这重复森林，不就是象化力吗？要多少都拿去好了。叶兄多谢了。玉天禄感激地说道，但实际上如果大家都能提供一点的话，也不需要太多。这样啊。叶天看着考生们道，大家接下来都给我听玉小哥的指挥。是。这些考生异口同声地说道。实际上他们的心里都很清楚，要以一己之力冲过这道关卡几乎毫无可能，而眼前的少年3人组刚刚救下了他们，看起来他们都是身怀绝技之人。那接下来大家手拉手围成一个圈吧。玉天禄顺势吩咐道。于是众人就按照玉天禄的说的那样，围绕着桦木堆周围围成了一个大圆圈。不过颜月只是在一旁得意的笑，却丝毫没有加入的意思。我说你这个大块头，你怎么不知道过来帮忙啊？叶天有些生气的看着颜月。我又没有象化力，我过来做什么？颜月理直气壮的说道。什么？你没有象化力？叶天也是吃了一惊。叶兄，我这兄弟说的是事实，他的确没有象化之力啊。玉天禄连忙道。啊，原来真没有象化力啊。叶天道，没有象化力，刚才竟然能够从我的食人花口中脱出，实在是难得。不过没有象化力的话，要进入皇家学院看来是有一点难度啊。谁说没有象化力就不能进去了？颜月笑道，只要我通过考试，他们可没有拒绝我入校的理由。好了，阿月，
你先退开一点距离，我们要制作车厢了。玉天禄说道。颜月哦了一声，十分配合地退开了不少距离。紧接着，站在中间的颜月也让一众小伙伴凝神静气，顺着他的象化力指引，将自身的象化力全部灌注到他的身上。一时间，玉天禄成功导引了不少象化力，在其脑海中，以前世界那火车车厢的样子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映射到那些画木上之后，这些木材也开始慢慢排列组合起来。几分钟之后，只见2节带着轮子的车厢横空出世。那些少年们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交通工具，纷纷表现出吃惊的模样。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火车吗？它怎么没有火啊？乖乖，这车厢一下子的确能够装下这么多人，但怎么发动呢？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都对这火车表示怀疑。各位先上车吧，很快我们就会发车的。玉天禄说道。这些考生们虽然有些怀疑，但最终都上了车厢。接下来叶兄，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忙了。玉天禄说道。只要我能够办到的话，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叶天拍着胸脯道。我希望你能够帮我把这个做出来。玉天禄说着，立刻用象化力在空中变出一张火车的图片。这就是火车的原型啊，看上去好霸气啊。叶天的注意力都在那帅气的火车头上，不过就我们这些材料，要做出火车头应该不可能。我不是要制造火车头，我是需要能够行驶火车的轨道。玉天禄指着图片上火车下面的铁轨道。之前我看你有办法变出蔓藤，不知道需要消耗多少象化力呢？如果是单纯蔓藤的话，实际上不需要太多的象化力。叶天一边说着，一边从身上拿出了一个小玻璃瓶，这里面赫然是一颗颗泛着绿光的种子。这就是蔓藤的种子。只见叶天从瓶子里拿出种子，随手撒在了地上。那种子瞬间钻入地下之后，叶天凝神静气，将一道象化力催入其中。仅仅数秒过后，一条粗壮的蔓藤破土而出，不一会儿功夫就如同蟒蛇一般，在地上蜿蜒盘出了广大的区域。原来这蔓藤竟然都是种出来的。武连志赞许地说道。我早就听说叶家的花圃经常种植稀奇古怪的植物，现在看来果然如此啊。实际上那些怪植物都是我种的。叶天不好意思地说道。我家的长辈一直反对来着，但是碰到那些古怪植物品种，我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啊。这真是一个十分优质的爱好。玉天禄道。叶兄能够按照我图上所画，在2节车厢的轮子下面构筑起类似的轨道呢？这个应该没有问题，我看耗费半瓶种子就够了。叶天随即将玻璃瓶倒过来，往地上撒了大半瓶的种子。不一会儿功夫，整个区域都被无数的蔓藤给填满了。不过玉小哥，这轨道到底朝哪个方向铺设呢？叶天问道。这重复森林根本变不清方向啊。实际上通往终点的方向应该在东北方向。玉天禄右手一指，叶天二话不说，立即操控蔓藤朝着东北方连绵出无数的轨道。玉小哥，我信你一回，不过这蔓藤的生命维持不了太久，很快就要枯萎的。叶天提醒道。接下来交给我们吧。阿月，去把那人力平板车和2节车厢连接起来。玉天禄说道。已经好了。颜月3下5除2就将平板车搬到了2节车厢前，随即他又将几个挂钩勾在了平板车上。阿志，你和阿月先开始开车吧，到时候我们几个轮班。玉天禄说道。看起来蛮有意思的嘛。此时叶天看着那如同跷跷板一样的人力平板车，顿时来了兴趣。玉小哥，就让我和这大块头先来试一试吧，我也正好和这大块头较量一番。这个嘛，那好吧。玉天禄点点头。叶天，等一会你如果累了就和我交换吧。武连志说道。要累也是这个大块头先累倒，我看你过会儿还是这个大块头交换吧。叶天笑着说道。于是接下来就看到叶天和颜月在平板车上一上一下，发疯似的用力操控着平板车。由于重复森林的地势实际上是往下的，这让列车行驶起来还算顺畅。当然比起颜月这样的永动机来，叶天是完全不是对手。没过多久他只能甘拜下风，由武连志换手回到车厢里休息。他看到玉天禄的第一句话就是玉小哥，你这个兄弟真是厉害啊，要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不信一个没有象化力的人能够做到如此啊。那是当然，你们不要小看阿月，总有一天他一定会做出一番惊天的事业给你们看看。说话间，众人所乘坐的火车已经冲出了重复森林，只不过那列车在冲出森林的一刹那就直接解体，那些画木全部散架，化为了许许多多的碎屑。不过在此之前，玉天禄早就算准了，他事先让叶天用蔓藤变做了缓冲区，众人落在这蔓藤做的垫子上，算是有惊无险。终于出来了，在里面待久的话可真要发疯了。看着那可怕的重复森林，众人都是心有余悸。不过结果还算好，除了几个落单的普通考生之外，其他大部分的考生全数通过了这可怕的第一关。经过这次涉险过关，虽然众人嘴上不说，但实际上却已经将玉天禄视为了团队领袖。而原本他们马首是瞻的叶天则是十分知趣的退位让贤。玉小哥，我们接下来该怎么走啊？叶天问道。现在已经过去1个时辰了，1个时辰大概才过了第一关，只剩下3个时辰，我们必须抓紧了。玉天禄说着，将手中的地图用象化力等比例扩大后，顺势抛在了空中。大家请看，我们现在还出入开头的位置啊。玉天禄看着地图说道。还算好，我们还没有偏离主干道。武连知道，小陆，我们接下来应该走那条路比较好呢。我看走正中那根大道吧，看上去平平直直的，应该没有什么危险的。颜月提议道。大道虽然比较稳妥，但路程太长，以我们现在的位置，我看我们还是走最短的那根吧。叶天用蔓藤指了指最旁边的一根道说道。那我们就走这根道吧。其他的考生也都十分支持，只不过此时的玉天禄却根本没有看那3条推荐路线，
他的眼神朝着其他方向不断搜索着。玉小哥，你怎么看啊？叶天抢先问道。如果是我的话，这3条道我一条也不会选。玉天禄毫不犹豫地说道。什么？玉天禄的惊人之语也是令在场的人颇感意外。一条也都不选？玉小哥，你难道是要开辟新路？叶天紧张地问道。没错，按照我们现在的情况，就算是最后一条路，用3个时辰也是比较危险。玉天禄分析道。所以现在唯一能让我们按时到达终点的方法，那就是开辟新的道路了。新的道路？那些考生听了，脸上一阵惊慌。那官方推荐的道路至少还有些参考，我们贸然走其他的路，不会有问题吗？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什么推荐路线啊？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这才有了路。玉天禄朗声大笑，说话间，只见那地图上出现了一条经线，以他们所在的位置为起点，在地图上蜿蜒曲折行走了一段，最终连到了终点处。这就是我描绘出的新路线，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冒险？玉天禄说道。众人看了看，玉天禄所绘制的路线的确比其他的3条推荐路线缩短了不少，不过很多考生依旧有些顾虑。不好意思，叶老大，玉小哥，我看我们还是走大路吧。一些考生无奈的和玉天禄告别，我们几个还是觉得推荐路线比较稳妥，先走一步了。随着几个考生离开，又有一大部分普通考生都选择组队走推荐路线。可恶，这些家伙真是一点义气都没有。武连志生气地说道，前面不是还靠我们冲过第一关的吗？现在说走就走，真是无语。阿志，人各有志，我们可不能苛责他们。玉天禄安慰道。玉天禄对于他们的选择倒很是理解，他们能够拿到考试资格很是不易，自然也不愿意拿自己的资格来冒险。要知道玉天禄所选择的路线经过的区域地图上连备注都没有，自然会引来普通考生的顾虑。所幸叶天带着10多个考生却坚定地留了下来。玉小哥话不多说，我的命是你救的，我们几个决定跟你们共进退。叶天毫不犹豫地说道。多谢叶兄相信我们。玉天禄高兴地说道，我可以保证你们做了最为正确的选择。小路，按照这路线我们应该往哪里走啊？颜月问道。最简单的话，应该顺着这条小道前进，在那里有一条大河。玉天禄道。走水路的话，直线距离最短，能给我们最起码争取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啊！几个人一时一脸兴奋。那还等什么？我们快点走吧。武连志催促道。不急不急，玉天禄说道，我们先要准备一些花木才行。为什么啊？颜月不解地问道。我们接下来要走水路，自然需要有船只才行啊。玉天禄解释道，这里正好有这么多造船的材料，不要白不要。有道理，不过这么多木头的话，似乎不太好拿吧？叶天担心地说道。有什么不好呢？看我的厉害！说话间，那武连志已经双手拿起了具象画出来的刀，只见双刀在空中上下翻飞，几分钟后，一辆手推车就呈现在了众人面前。怎么样，我的手艺还算不错吧？武连志得意地说道。这没有想到，这武连帮的少帮主还有这样的本事啊！叶天亦是啧啧称奇。好了，你们几个还愣着干嘛？快点把花木装车上！武连志叫道。于是几个小伙伴也抓紧时间，尽可能地将花木都装在了车上。紧接着，众人趁热打铁，沿着新的路线继续向前进发。终点处，陈克昭等一众老师看着大屏幕上考生们的位置变化，脸上也是阴晴不定。这玉天路是怎么回事？推荐线路一条不走，竟然选择走那条水路啊！王黎明忍不住说道：“真当我们这虚拟森林是公园不成？”谷老师，你怎么看？陈克昭问道。程主任，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我也会像玉天路一样选择那条道路。古沐橙说道。为什么？刚才他们被重复森林耽搁的时间太久了，如果再按照推荐路线走的话，可能来不及。古沐橙道，就算是最短的那条路线，让这些普通考生通过的话，时间上可能赶不上，赶不上总归有一线希望，但是想开辟新路线的话，他们简直是自行放弃。王黎明道，这虚拟森林的其他区域，我们可是放养了很多野生动物和无法控制的机关，他们根本不可能过得去。王老师，不到最后可不要妄下定论啊。陈克昭说道。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还是联系一下风老师，多注意一下他们所在的区域吧，至少不要让他们有生命危险吧。放心吧，程主任，我这就联系那些监考老师。古沐橙立刻说道。而就在玉天路等人准备冒险尝试新路线之时，另外3条推荐道路上，其余3个世家团队却通行得十分顺利。鲁连海和徐亚莲领军的团队选择了最为稳妥的道路，一路上虽然碰到不少阻碍，但有这2人压阵，整体行军速度有条不紊。鲁兄，按照现在的情况看，预计我们可以提前1个时辰到达终点啊。徐亚莲乐观地说道。你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要知道每年皇家学院入学考试的淘汰率这么高，不是没有道理的。鲁连海显得十分谨慎，之前的关卡我们也不是100%通过的呀。之前鲁连海他们遭遇了机关阵，各种陷阱机关大行其道，特别是射出的无形利剑极具隐蔽性，虽然这些剑不具备杀伤力，但是箭头都具有麻痹效果，这样一来导致不少考生中招。最后鲁连海具象画出一道瀑布，这才将那些无形利剑化解。饶是这样，结果被淘汰的考生还是10之有3。鲁兄，你要知道去年正式考试的录取率可只有 30% 啊，现在跟着我们的人至少能够保证50%的通过率，这个比例还不高吗？徐亚莲不解地说道。我原本可是想全员通过的呀。鲁连海摇着头道，看来很多时候靠一个人真的无法办到。鲁公子，你就不要自责了，应该自责的是我们。那些考生连声道，我们这一路走来，如果不是鲁兄和徐兄关键时刻发现神威，
我们如何能够化险为夷呢？我们感谢你们还来不及呢，还敢奢望对你们苛责吗？就是啊，明明凭借你们几个应该可以先一步到达终点吧，为了我们这才一直慢悠悠的前进。所以啊，我们跟定你们了。考生们的话一时令鲁连海十分感动。各位言重了，实际上没有大家精诚团结，我们也不可能走到这里。鲁连海动情地说道。不过距离终点越近，大家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可是听说这最后一道关卡是每个考生都必须经历的，而且极其凶险。鲁公子，请放心，我们大家一定会竭尽全力。就算我们过不去，我们也要把你们给带过去。考生们亦是群情激愤。放心，我鲁连海说到做到。这一次让我们共同冲线吧。鲁连海豪情万丈地说道。徐亚莲看在眼里，也对这个故交心悦诚服。我原本自诩自己和鲁兄的实力不相上下，就算是象化力上也应该旗鼓相当，但象州的豪族总是把我排在他之下。当时我还有些不明白，现在看来我的确不如他。徐亚莲心中暗道，能够将这些陌生人紧紧团结在周围，让整个团队的凝聚力提升到最高，换作是我绝技做不到啊。徐老弟，徐老弟，鲁兄！鲁连海的呼唤将徐亚莲从思考中给拉了回来。你在想什么呢？没什么，只是刚才突然想到一些事情。怎么了？我还以为你神游天外了呢。鲁连海笑道。我们接下来又要冲关了。鲁连海朝前一指，只见数只猛虎已经出现在了众人面前。那些猛虎对着考生们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看起来他们的战斗力比起放榜那天的猛虎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比起几天前，这些世家子弟的脸上少了恐惧，多了一份坚毅，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在他们后面有鲁连海这个领袖压阵。大家做好准备，列阵！鲁连海一边说着，周身的象化力也开始运转了起来。镜头切换到郑家兄弟所在的区域，那里刚刚遭遇了一场大地震，地动山摇之后，一半的考生们都被淘汰出局了。这些孩子完全没有想到，走了大半路程都是风平浪静，竟然在转瞬间天地变色，原本平坦的平原区域竟然发生了大地震。不用问，这自然是皇家学院所设置的天灾关卡，只不过之前的坦途已经让他们掉以轻心了，这才让这个团队损失惨重。郑家兄弟反应很快，为了救援自己团队的人，郑树段一口气具象化出了10几辆高速战车来援救。只可惜最后还是晚了一步，一大半的考生直接陷入了地面之上。当地面恢复原状之后，郑润泽已经跪在地上泣不成声了。可恶，就差一点，差一点，我们就可以救到他们了。郑润泽红着眼睛道：大哥，这些人不会真的就死了吧？郑书段无言以对。虽然皇家学院说是会保证考生的安全，但是这些人已经陷入地下了，如何还能拯救呢？但这残酷的现实，郑书段也不忍心告诉自己这个胞弟。而且看着惨绝人寰的一幕，郑书段实际也有些受不了。要知道他自己本人也只不过是一个10岁不到的孩子啊。好了，润泽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郑书段对郑润泽道：给我打起精神来，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呢。去他妈的考试！郑润泽激动地发出怒吼，人都死了，我们还要考试吗？如果我们早点召唤出战车，他们是不是就不用死了？谁说他们死了？郑书段抓起郑润泽的衣领，大声骂道：你给我记住，他们不是死，是被淘汰了。我们不会死，他们也一样不会死。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带上他们的信念继续走下去以外，没有第二条路。郑书段说完，一把将郑润泽给丢在了地上。郑书段的话既是说给郑润泽听的，也是说给其他幸存的考生听的。其他考生虽然情绪低落，但现在他们也别无选择，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作为世家子弟，他们必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要知道，作为世家子弟，他们所面临的压力其实超乎想象，甚至只要稍有懈怠，可能就会被家族里面其他的子侄给代替，到时候他们则是会被家族给抛弃，彻底沦为家族的笑柄。好了，大家重整精神，我们接下来继续前进。郑书段一招手，10多辆战车已经开赴到了众人面前。接下来我们要面临的困难一定比之前更为凶险，大家都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来。郑书段说完这些话，也是一把拉起几近崩溃的郑润泽，然后随手一扔，就将其丢在了战车之上。润泽，无论你愿不愿意，我就算是拖，也要把你拖进皇家学院，这就是身为郑家子弟必须承担的东西。你听明白了吗？郑书段严厉地说道。郑润泽此刻情绪还没有恢复，如同行尸走肉般的站在战车上。郑书段也没空照顾自己这个不成器的弟弟，他一声大喝：出发！他所具象化出来的战车载着剩余的幸存者，朝着最后一道关卡全速前进。那一刻，他们已经不是什么10岁的孩子了，而是一个准备继续战斗的战士。同样，子奎的团队也是遭遇了不少机关和象化兽，队伍的人数同样减半。这让子奎也明白了一个道理：金钱不是万能的。3支世家子弟的团队距离最后的关卡亦是越来越近了。与此同时，玉天路他们已经在一条大河开始了航行。一艘3角帆船借助风力，在长长的河道上飞速航行，径直地朝着终点前的最后一道关卡冲刺。当然，这条新的道路可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在3角帆船下水之前就遭遇了一场险情。当时玉天路和其他考生一起来到河岸旁，颜月将手推车一道，那桦木将整个河岸都给堆得满满当当了。好了，小路，接下来就是你的事情了。颜月十分期待地说道：你准备做什么样的船啊？之前玉天路具象化出的热气球和火车车厢已经惊艳了众人，所以颜月等人对于玉天路造出的船亦是十分期待。造什么船我已经想好了。玉天路说着就将一张念纸递给了颜月。颜月接过来一看，竟然是一张3角帆船的设计图。武连志等人聚过来一看，都是暗自称奇。
我说小洛，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想出这帆船的设计图的？颜月笑着说道。就在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构思了。玉天禄回答。过一会儿，只要大家再把象花粒借一部分给我就行了，要多少象花粒都行啊。叶天拍着胸脯说道。事实上，我们刚刚每个人消耗的象花粒也不多，而且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都恢复得七七八八了。那我们就快点开始吧。武连志催促道。有了之前的磨合，现在这些考生们也已经驾轻就熟了，不用玉天禄说话，他们就很自觉地手拉手围在了玉天禄周围。那大家就把象花粒借给我吧。玉天禄再次凝神聚气，将各家的象花粒凝聚到了那堆画木之上。这些画木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给举起了，然后猛地扔到了河道之中。不一会儿功夫，伴随着江风吹拂水面，一艘三角帆船已经出现在了少年们的面前。好漂亮的三角帆船啊，和设计图上一模一样。颜月见状，高兴的手舞足蹈。不愧是玉小哥，竟然还对船舶如此了解啊。叶天再次竖起了大拇指。实际上，玉天禄的前世对于各种机械模型有极大的兴趣，课余时间经常去图书馆查阅模型资料，其中就有大航海时期的各种帆船模型。玉天禄在脑海中翻找出这张小型三角帆船，依靠众人的象化力将其化为现实。小鹿，这船舱底部的空档是什么啊？颜月发现船身中部似乎有几个大洞。阿月，难得你观察细致入微啊。玉天禄赞许地说道，这是我为了防患于未然所添加的船桨动力装置。船桨动力装置？颜月自然听不懂。一旁的武连志替玉天禄解释道，大块头就是在那个船桨动力室里面可以伸出船桨，依靠人力推动船舰前进。我没说错吧？小鹿，阿志，看起来你对船舶也是有所研究啊。玉天禄笑道，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们武联帮可是经营运输公司的，也经常和船舶打交道的好吗？武连志连忙道，阿月，现在风还算不错，等一会儿如若风平浪静了，那就要靠你了。玉天禄提前给颜月打好了预防针，放心吧，包在我身上。颜月还顺便朝众人秀了一番肌肉，一时惹得一众考生哄堂大笑。看来这个不会使用象化力的大力士已经完全融入到了考生们当中了。好了，大家都快点上船吧。玉天禄大声招呼道。与此同时，颜月从不远处扛来一块木板搭在了船舷上，作为众人通往船舱的桥梁。几个考生先一步踏上了木板，可谁知就在此时，意外突然发生了。只见刚才还风平浪静的水面突然冒出了不少泡沫，那些泡沫越来越多，仿佛河水被烧开了一般。那几个走到木桥当中的考生不由得低头看着那河面。你们快点过桥，快过桥！玉天禄似乎预感到了危险，冲着那几个少年大声嚷道。大部分的考生撒腿就往船舷上跑，总算是跑到了船上。但是有几个考生还云里雾里，甚至还看着下方究竟出了什么事情。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从一个巨大的泡沫中窜出一个巨大的黑影，似乎是什么怪兽。只见那怪兽张开血盆大口，仅仅一口竟然将简花木桥给拦腰咬断。玉天禄等人定睛一看，竟然是一条硕大无比的鳄鱼。两个考生来不及反应，一下子从木板上滑向水面，而在他们的下方赫然就是那一头张着深渊巨口的大鳄鱼。救命啊！两个考生们顿时吓得脸色惨白。关键时刻率先反应过来的自然是武连志，他毫不犹豫地使出了无形刀阵，那些空气刃全部打在那鳄鱼的背上。谁知那鳄鱼背部鳞甲异常坚硬，武连志的无形刀刃打在他背上火星四溅，却并没有对其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不过刀阵瞬时间所展现的爆发力着实惊人，还是将那头鳄鱼给震出了数米之远。但是危机并没有解除，断裂的半截木桥太过倾斜，那两个抓住木板的考生还是止不住下滑的趋势。与此同时，河水中其余的那些泡沫里竟然也探出了一个个鳄鱼头。原来这条河竟然是被鳄鱼所统治的呀！玉天禄一时倒吸一口冷气。那两个考生如果掉到河里，顷刻间就会那些鳄鱼撕咬致死。关键时刻，叶天挺身而出，两根藤蔓直射而出。两个少年即将要掉落到水面之时，蔓藤及时拦腰缠住了他们的身体。颜月则是立刻抓住蔓藤，用力往岸上一拉，总算抢在两头鳄鱼之前，将二人给救回了岸上。只听得两声清脆的咬合声，两头鳄鱼咬空之后，血色的眼睛一时用力瞪了瞪颜月。你们两条小蜥看什么看啊？小心惹怒我，我把你们拽上来烤着吃！颜月大声骂道。其他考生则是松了一口气，被救上来的人则是惊魂未定。我就说那皇家学院不会让我们好过的，这水路亦是凶险无比啊！武连志忍不住骂道。不过还算好，只要我们的帆船还在，就能逃离这片鳄鱼池。玉天禄说道。谁知玉天禄话音刚落，变故陡生。只见那些攻击未果的鳄鱼们竟然调转攻击目标，朝着玉天禄等人具象化出的三角帆船发起了进攻。在之前那头巨型鳄鱼的带领下，那些鳄鱼用自己硕大的身体不断撞击着三角帆船的船身，整个帆船被撞得左右摇晃，甲板上的少年们也是摔得东倒西歪。这样下去，我们辛辛苦苦造出来的帆船可要被这群畜生弄沉了啊！叶天见状大怒，他随手扔出蔓藤的种子，然后立刻用象化力激发，无数的蔓藤如天女散花般袭向了那些鳄鱼。有几条蔓藤一下子就缠住了几条鳄鱼的大嘴，然后用力一拉，就把它们给拉入了水底。谁知叶天还没有来得及使出其他蔓藤，其他的几头鳄鱼见状，立刻张口将蔓藤给咬成一节一节，瞬间落入水中。蔓藤一落水，很快就软化腐烂，沉到了水底。叶兄，原来你的蔓藤怕水啊！玉天禄吃惊道。哎，这国外的植物就是这么奇怪，竟然还有怕水的植物。叶天摇了摇头，
他只能缴械了。看来我的蔓藤对付不了这些鳄鱼了，那就让我的刀阵试试吧。此刻五连志早已祭出了第二重刀阵。五连志的刀阵一重强过一重，这第二重刀阵的杀伤力可是比之前强上许多。就让你们看看老子的厉害！五连志双脚一点，一个纵身跃向空中，以此来扩大攻击范围。此刻的五连志双目满是杀意，是要将这些鳄鱼给尽数斩杀。漫天的怒意化作无数空气刃，如疾风骤雨般打向了那群疯狂的鳄鱼。充满怒意的空气刃杀伤力果然不同凡响，一刀过去，瞬间穿透鳄鱼的鳞甲，在其身上划开了一道血痕。那冷血的鳄鱼吃痛，吓得连忙钻入了河底。很快，其他鳄鱼也遭遇到了同样的待遇，越来越多的鳄鱼挂了彩。看到自己的战果颇丰，五连志战意满满，甚至准备使出威力更为强大的第三重刀阵。可就在此时，站在他身后的玉天禄却大声道：“阿志，快点停手，快点停手！再不停手的话，可就全完了。”什么？五连志不解其意，不过听到玉天禄的话，还是立刻收起了象化之力。象化之力消失的同时，第二重刀阵也烟消云散了。小鹿，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叫我停手啊？五连志大惑不解，赶忙回头问自己的兄弟：“阿志，你自己看，虽然你的空气刃杀伤力十足，但是再这样攻击下去，鳄鱼没有赶走，我们的三角帆船要先顶不住了呀。”玉天禄提醒道。众人回头一看，只见三角帆船的船身已经遍布刀痕了。看样子，五连志的刀阵是杀敌1000，自损800。可恶！但不攻击的话，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五连志着急地说道。此时此刻，那些鳄鱼眼见岸上的孩子们停止了攻击之后，又继续开始用身体撞击着三角帆船，特别是那领头的巨鳄，不遗余力地撞击着船舷。这样下去的话，用不了多久，那三角帆船必然要被弄翻的。阿月，你先上船稳住帆船，我来想办法对付这群鳄鱼。玉天禄说道。好的，我就先上去。颜月立刻回答道。上去？那准备怎么上去啊？叶天有些诧异地看着那对好兄弟。玉天禄随手拿出一块眼睛，瞬间将其具象化成了一根金属长杆，递给了颜月。颜月仿佛提前知道一样，顺势接过长杆，道一声谢了。然后颜月扛着金属杆高速朝着河岸冲了过去。在接近河岸的那一刻，颜月双手握住金属杆，用力朝地上一撑，用反弹力将自己的身体甩向了三角帆船的方向。颜月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正好越过了那些鳄鱼的头顶。那头巨鳄见状，从水面上腾身而起，张开巨口想将颜月给吞入腹中。只可惜颜月这一条弧度实在太高，巨鳄是鞭长莫及。在这庞然大物坠入水中的同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猎物安全地跃上了三角帆船的甲板。不愧是阿月，这运动神经真是发达呀！这个高度放到我原来的世界，就是奥运金牌也可以竞争一下了。玉天禄心中暗道。颜月如同重型坦克一般落在甲板之上，顿时稳住了三角帆船的船身。大家都给我牢牢抓住桅杆！颜月大声喊道。哦，之前上船的考生们这才反应过来，都纷纷抱住了桅杆。而颜月则是用绳索将帆船的4个角给绑住，自己拉着4条绳索站在船的正当中，硬是将摇晃的船身给稳住了。无论鳄鱼如何撞击船身，依靠着颜月和一干少年，勉强维持着船体不翻。不过玉天禄知道，颜月也坚持不了太久的时间。如果再不想出对策来的话，颜月和船上的考生也会遭殃的。该怎么办呢？玉天禄一边想着，斜眼看着那些可恶的鳄鱼。这群鳄鱼的团队协作怎么这么好啊？要是放到我原来的世界，这种冷血的家伙根本都是各自为战。玉天禄这么思索着，目光自然移向了领头的那头巨鳄。擒贼先擒王，要想搞定着这些鳄鱼，应该先把他们的老大给解决了。玉天禄自言自语道：“该怎么办呢？可恶，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五连志这个暴脾气已经按捺不住了。此时那头巨鳄竟然游到岸边，挑衅地跃出水面，溅起的水花将靠前的五连志和不少考生弄成落汤鸡。你这家伙是真当我是病猫吗？五连志大怒，他立刻具象化出数把空气刃，毫不犹豫地射向了那头巨鳄。当当当，金铁交鸣声四起。巨鳄的身上的鳞甲比起其他鳄鱼防御力直接翻了个倍。这家伙是铜头铁臂吗？看到这样的结果，五连志可就差爆粗口了。我就不信展不开你的鳞甲！五连志说着，再次具象化出了空气刃。这一回，他将数把空气刃聚集在一起，压缩的空气刃威力一时提升了数倍。看我的飞刀！五连志大喝一声，将那空气刃打向了巨鳄的身体。那巨鳄见状，这次没有用身体硬抗，只见他一个腾跃，在空中翻身躲开了五连志的空气刃。紧接着，他顺势一个甩尾，用巨大的尾巴将空气刃直接给打散了。什么？五连志张着大嘴，实在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这下五连志也是束手无策了。此时，一只手搭在了五连志的肩膀上。阿志，不要浪费象化力了，从外围是打不死这头鳄鱼的。玉天禄认真的分析道。那该怎么办？五连志道。转换一下思路，正面攻击的话，我们可以从其他地方发起攻击。其他地方？就在此时，那头巨鳄正好转了个身，露出了自己白色的肚子。五连志见状，立刻发射中无形之刃。不过那些无形之刃射中巨鳄的腹部，依然没有造成任何损害。巨鳄的腹部上虽然十分柔软，但是其上面都是粘稠的液体，所以无形之刃击中之后，都被如同重拳打棉花，直接被化解了，根本不行啊！五连志大失所望。阿志，我可不是说攻击巨鳄的腹部。玉天禄说道，这种生命演化成这个程度，从外部想要将其杀死几乎不可能，所以我们必须从内部进行攻击。
从内部进行攻击？这怎么可能呢？武连枝大吃一惊，你是说从巨鳄的肚子里进行攻击？玉小哥，你想怎么做？叶天一时疑惑地看着玉天禄。要想解决这条鳄鱼头领，第一步要创造出威力更加强大的招式，第二步就是要想办法让这头鳄鱼开口。玉天禄筹划道：小鹿，你说的很简单，但是这两步都不容易啊。武连枝道：更为强大的招式我倒是可以使用，但是我的象化力会一下子全部消失一阵子的。阿志，你的最后手段可不是用的时候。玉天禄一听连忙就道：还没有到最后一道关卡，我们还需要你的这张底牌呢。那怎么办？除了那一招，我可就没辙了。武连枝沮丧地说道：不，我们还有办法。玉天禄将目光投向了武连枝和叶天二人身上。玉小哥，你看着我们做什么？我可更没有攻击招式了。叶天连忙道：我最具攻击性的蔓藤和食人花根本不可能对付得了那些鳄鱼，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呢？玉天禄信心十足地说道。就在此时，只听得一声巨响，水面上再起波澜，数丈高的巨浪差点将三角帆船给掀翻。原来就在刚才，那头巨鳄带着数条鳄鱼组成了一个小型特工队，用身体朝着三角帆船的船体发动了猛攻。在这剧烈的撞击之下，三角帆船直接被撞开了数丈之外。还好船上的颜月反应极快，他用力拉扯绳索，勉强再次将三角帆船给稳定了下来。小鹿，你还没有好吗？颜月咬着牙说道。与此同时，只见有几条鳄鱼竟然趁着帆船摇晃的机会，一个翻身就爬上了船舷。有两头鳄鱼甚至已经接近甲板了。此刻的颜月正用尽力气控制三角帆船，根本腾不出手来对付那些入侵的鳄鱼。好在几个在船上的考生也不含糊，这些孩子虽然惧怕鳄鱼，但是危急时刻他们也壮起了胆子。几个少年拿起木棒，照着一头鳄鱼的鼻子用力一打。这头鳄鱼躲闪不及，直接被打了个正着，一下子被打出了甲板。鳄鱼落下的时候，顺势将刚刚爬上来的同伴也一并带了下去。总算是有惊无险，这次鳄鱼入侵的危机解除。不过玉天禄看在眼里，心里也知道要尽快解决掉那条狡猾的鳄鱼头领。阿志，叶兄，接下来需要你们使用组合技了。玉天禄给出了自己的计划。组合技？武连枝和叶天也是面面相觑。玉天禄接着将自己的作战方案和盘托出，两个小伙伴听了，表情逐渐由疑惑变为了兴奋。二人可都是热血少年，不等玉天禄说完，已经开始摩拳擦掌了。不过小鹿，我们的组合技就算是成功了，但如何撬开这条鳄鱼的嘴呢？武连枝问道。我会解决这个问题，为你们创造机会的。玉天禄道。你们两个就按照我的指示开始融合组合技吧。知道了。二人点点头，同时开始凝聚象化力。而玉天禄则是走到剩余的桦木堆前，只见他闭上眼睛，开始使用象化力具象化东西了。其他的考生看着三人，一时之间也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不一会儿功夫，武连枝已经凝聚出了二重刀阵，只不过这一次他没有立即攻击，而是将无形之刃在自己的头顶不断的盘旋飞舞，一圈一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圈子越缩越小，那些无形之刃互相碰撞，一时激荡出可怕的力量。而另外一边，叶天也是用具象化力催动了那些蔓藤，在武连枝周围组成了一个牢笼，将二重刀阵给笼罩在了里面。二人表情凝重，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对方。突然，叶天眼神一变，数条蔓藤朝着二重刀阵射出，迅速在飞舞的刀阵外生成了一个如同蚕茧一样的包围圈。两个人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这个蚕茧，就如同手心里捧着一个鸡蛋一样。与此同时，玉天禄的具象化也已经结束，出现在他面前的竟然是一个和他自己等身大小的木人。那木人刻画的惟妙惟肖，竟然和玉天禄有8分相似。这玉小哥做个木头人要做什么啊？该不会是要靠这木头人去引巨鳄张口吧？不可能的，那巨鳄狡猾得很，光凭这木头人根本不会让他开口的。考生们看到玉天禄做的木头人，也是议论纷纷。玉天禄也不说话解释，他看了一眼木头人，心道似乎少了点什么。突然，玉天禄回过头，抄起一根桦木，顺势一甩，朝着巨鳄就扔了过去。那巨鳄看到斜刺里飞过来的木头，就和那些考生说的一样，根本没有张口。这个狡猾的家伙再一次用出了他那条如鞭子一样的长尾，就像棒球本垒打一样，瞬间就将那根木头给抽成了2段。那巨鳄抽断木头以后，他还挑衅地瞥了一眼玉天禄，好像在说：“你小子还想欺骗我？白日做梦！”果然，这鳄鱼头领很是狡诈呀。玉天禄点点头，似乎有了主意。只见他转过身，咬破手指，将一滴血给滴在了刚刚做好的木头人上。紧接着，玉天禄闭目凝神，一股象化力将木头人表面尽数覆盖。一时间，考生们精神一恍惚，仿佛那个木头人活了过来。怎么有2个玉小哥啊？考生们连忙揉了揉眼睛。就在这一瞬间，玉天禄猛地将那个滴血木头人朝河里扔了过去。与此同时，血腥味也在空气中扩散，顿时吸引了那群鳄鱼的注意。血腥味似乎将鳄鱼的野性也激活了，它们的眼睛里很快被血色填满了。特别是那头巨鳄，原本他还准备带着部下继续撞击三角帆船，此刻他竟然调转过来，朝着木头人猛冲了过去。飞在天空中的木头人被玉天禄的象化力牵引着，在空中来回晃动，仿佛在挑衅鳄鱼群一样。有1-2头鳄鱼忍耐不住，直接跃出水面，想去撕咬那个血色木头人。但玉天禄操控的木偶速度极快，非常轻巧地躲开了鳄鱼的攻击。甚至有2头鳄鱼为了咬到木偶，一前一后包夹过来，最后各满怀收场。这下血色木人可是把鳄鱼们彻底激怒了。那头巨鳄此刻也是不管不顾，他彻底抛下三角帆船，朝着血色木人的方向冲了过去。他知道眼前的木人动作灵活，所以这只鳄鱼头领拼命延展身体，
尽可能的扩大覆盖面积，准备将木人一口吞掉。好机会！玉天禄回头冲着武连志和叶天二人大吼一声：“知道了！”二人异口同声的说道。与此同时，叶天控制着蔓藤，将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弹弓，而挂在弹弓上的赫然是那个压缩着能量的蚕茧。你这头畜生，就让你尝尝我们的合体技吧！武连志大吼一声，和叶天一起将蚕茧朝着巨鳄弹射过去。巨鳄此时的注意力全在血色木人之上，那蚕茧撞击到木人的同时，连同那木人一起，一下子就冲入了巨鳄的口腔中。巨鳄下意识地闭上了嘴巴，紧接着整个身体亦是被突如其来的撞击力给顶飞了数丈之远。落入水中的巨鳄暴怒无比，被人类戏耍的耻辱令其一下子就暴走了。他双目被愤怒的血红填满，那一刻他已经准备发起全面攻击了。可就在巨鳄猛地跃出水面的当口，这个庞然大物突然猛地抽搐了一下，停留在半空中的巨兽仿佛遭到了电击一般，下一秒这巨鳄就径直落入水中。巨鳄在水中不停地翻滚，掀起了无数的风浪。此刻的鳄鱼头领由于痛苦，已经分不清敌人和同伴了。有几头离他比较近的鳄鱼竟然被其一口咬住脖子，猛地一用力，当场就让一头鳄鱼身首异处。看到同伴惨遭斩首，那些鳄鱼们顿时也是吓傻了。巨鳄在这鳄鱼群中的权威毋庸置疑，这群冷血动物根本不敢挑战。如果这个首领处于清醒状态，那他绝对能够带领这鳄鱼群与任何强敌对抗。但是现在由于痛苦变得疯癫的巨鳄，反而成为了屠戮鳄鱼的凶徒。小鹿，看样子你的法子起作用了。看到如此场面，武连志脸上满是喜色。这头愚蠢的鳄鱼，你以为这蚕茧这么好吃吗？那个被蔓藤和食人花包裹的蚕茧，由于被植物压缩到了极限，当其进入巨鳄腹中之时，植物外衣被巨鳄体内的酸液所溶解，那里面的无形气刃没有了束缚，爆发出恐怖的威力。无论这巨鳄的外部如何铜皮铁骨，它内部的肌肉和内脏与普通的生物一样脆弱不堪。二重刀阵在被挤压之后，再次爆发的杀伤力提升了好几倍。那些空气刃在巨鳄体内肆虐，切断了无数的血管、肌肉乃至内脏。随着体内的伤口越来越多，这只鳄鱼头领终于抵受不住，他浮在水面上，七窍流血，再也无法逞凶。又过了数分钟之后，巨鳄周身的伤口慢慢浮现，从里面流出的鲜血竟然将这片水域都给染红了。而其他的鳄鱼见到自己首领的下场，早就吓得屁滚尿流，瞬间抛下伤亡的同伴，逃之夭夭了。三角帆船上，包括颜月在内的少年们看着这突然的变故，半天没有缓过劲儿来。小鹿到底用了什么样的魔法，竟然把这个大怪物给解决了啊？颜月自然喜不自胜，回头我一定要好好问问他。前世完，站在甲板上的众人回忆着半个小时之前的惊险一幕，心里也都是感慨不已。这次也多亏了玉小哥神机妙算，这才解决了那群鳄鱼。叶天早已对玉天禄佩服得五体投地。别看这个少年比他们小了2、3岁，但是其谋略和对象化力的控制却比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强出了一大截。唯一的缺点可能是其象化力的凝练量。经过这几次消耗后，玉天禄此时又不得不休整调息了。此刻的他盘膝坐在三角帆船的角落里，慢慢恢复失去了象化力。最后一道关卡肯定不会轻松的，我必须尽快恢复，否则的话可没有办法顺利过关啊。玉天禄心中暗道。看着玉天禄现在的样子，颜月等人亦是自责不已。如果我们能够争点气的话，也不用小鹿耗费那么多的力量。颜月摇着头道。反正根据玉小哥地图上的路线，接下来的河道应该不会有太多危险。叶天说道。而且就算有危险，我们几个人单调就行了。接下来到最后关卡之时，我们尽可能的让玉小哥多休息。没错，现在是我们守护小鹿的时候了。武连志回头看着自己的这个好兄弟，亦是暗暗下了决心。三角帆船上的考生所不知道的是，刚才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早就被隐藏在树林观察的几个监考老师尽收眼底。可恶，原本还指望着鳄鱼池能够稍微拦阻他们一下，没想到竟然还真的被他们兵不血刃的给突破了。风宪明的脸上满是赞许的笑容。玉天禄等人的表现让这位军人出身的体育老师十分赞赏。如果玉天禄没有这种表现，我们也不会把他列为重点对象了。曹华雪笑着说道。不过风老师，我们要怎么和程主任以及校方交代啊？交代什么？风宪明也是一愣。不要忘了，那头巨鳄可是花了我们大价钱的啊。曹华雪提醒道。这可是从四海之外邦国那里花重金购入的，原本还想让他作为河道守护兽，现在竟然被这群小子给杀死了。这个风宪明一时没有了注意，估计他们这些寒门子弟也赔不出来吧？这可怎么办？风宪明一时间也没有了注意。他倒是有心替这些孩子赔偿，但他知道这巨鳄价值不菲，不是他一个体育老师能够承担的。哈哈，曹华雪笑得前仰后合。我说风老师，我这话你还真信啊？啊？怎么了？难道这些孩子不用赔偿吗？风宪明一愣。风老师，你来我们皇家学院时间太短，还是不知道这考场规则。曹华雪认真的解释道。实际上考试守则中规定，只要学生遇到生命危险，迫于无奈伤害或杀死虚拟森林中的野兽时，可以免于被追究。还有这样的规定啊？风宪明长出了一口气。我倒是白为这些孩子担心了，而且实际上那些孩子可没有真正的将这巨鳄杀死呢。曹华雪突然语出惊人。怎么可能？这河上的尸体不就是那头巨鳄的吗？风宪明指着那头巨鳄说道。突然他猛地一下反应了过来，然后一脸震惊的看着曹华雪。难道说这巨鳄是高级象化兽？没错，如果是野生的巨鳄，可没有这么容易出现在这里。曹华雪解释道。这高级象化兽虽然价格不菲，但贵也有贵的好处。这我知道，只要能够将其回收的话，可以请兽之象化师帮忙复原。
他就能重新复活了。风宪明立刻说道：“风老师原来也知道啊？那是当然，我好歹也是皇家学院的老师，如果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岂不是会被人耻笑啊？”风宪明连忙道：“那既然如此，风老师有个忙需要你帮一下。”曹华雪一边说着，也是将目光移向了那巨鳄的尸体。风宪明虎躯一震，也明白了曹华雪的意图。曹老师，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去回收巨鳄的尸体吧？风宪明皱了皱眉头。我说风老师，你不去的话，难道叫我一个女的去做这么危险的事吗？曹华雪瞪了风宪明一眼。我可是听说当年风老师在战场上所向无敌，几头鳄鱼应该还不放在眼里吧？这个风宪明完全被停在杠头上。他回过头看了看那片水域，此时原本被玉天禄他们赶跑的鳄鱼，竟然又游回来几只，开始靠近巨鳄的尸体。风老师，如果你不去的话，到时候程主任问起来的话，知道了，知道了，我去还不行吗？风宪明无可奈何地说道。10分钟之后，只见遍体鳞伤，如同落汤鸡一般的风宪明扛着巨鳄的尸体从河里爬上了岸。他用力地将巨鳄的尸体猛地掷到了曹华雪面前的空地上，然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差点我这条老命就交代在这里了。风宪明摇着头道：“我看明年的入学考试，我就不当这个监考老师了。风老师，你放心好了，回头我向程主任说一下，帮你申请津贴吧。”曹华雪略带歉意地说道。算了算了，我也不是为了这些钱。风宪明摆了摆手道：“曹老师，如果你真想给我点安慰，倒是有个办法。”什么办法？曹华雪俏脸一红，该不会你是想要和我约会吧？曹老师，你想哪里去了？我是那种人吗？风宪明正色道。切，原来不是这个啊！曹华雪脸色一变。曹老师，如果你真想给我点补偿，那你就帮我向程主任说道一下。风宪明道，能不能等玉天禄那几个小子进入学院后，让他们到我的班级来啊？风宪明说着，却见曹华雪也瞬间变了脸色。好了，风老师，你就不用妄想了，有我这个主课老师在，那玉天禄就必须进入我的班级。曹华雪认真的说道。曹老师，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啊，其他都可以商量，唯独玉天禄这孩子，我可不会让给其他人。曹华雪毫不犹豫的说道。看到风宪明一脸不甘的样子，曹华雪也是于心不忍。这样吧，曹老师，我班级里那几个极具向华丽天赋的体育生，下学期就划到你们班级好了，你不是一直想要他们吗？曹华雪笑着说道。曹老师，你这话可当真？风宪明顿时眼前一亮，我可不是王黎明，说出的话自然会兑现，那就太感谢了，看起来我这顿咬也没有白挨。哈哈，风宪明也再次得意起来。曹华雪则是看着三角帆船远去的方向出神。玉天禄，这最后一道关卡可不是常人可以通过的，你们如果想要过去的话，可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啊！曹华雪心中暗道。与此同时，玉天禄所乘坐的三角帆船也是顺流而下，朝着终点前的最后关卡前进。走水路绝对是奇策啊！叶天感叹道。不但距离缩短了，这水道的速度比路上绝对快上不少。这条路我们算是走对了。叶天，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武连志笑道。我看你选择道路的时候似乎有些犹豫，是不是打算和那些人一起走推荐路线啊？吴少帮主，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关键是我们现在距离这最后一关已经很近了。叶天连忙岔开话题。根据地图显示，他们顺着水道往西南角前进，用不了半个时辰就能够顺利到达。我说小陆，你说这是不是你所说的轻舟已过万重山啊？颜月笑着道。玉天禄睁开眼睛，上下打量了一下颜月，忍不住吐槽道：“阿月，可以啊，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文绉绉了？还不是你这个老师教的好啊！这2天死命往我脑袋里塞东西，我随口就是这种尸味了。说你胖你还喘上了。”玉天禄笑道：“不过阿月，你可不要掉以轻心啊，越到最后，可能危险离我们越近。放心吧，小洛，这一回我们一定可以进入皇家学院的。”颜月正在畅想着校园生活，就在此时，玉天禄突然眼神一变：“怎么了？”颜月看到玉天禄表情，也顿时紧张不已。不好，好像有情况。玉天禄立刻站起身来：“小洛，你的身体，现在不是担心我身体的时候。”玉天禄一个箭步冲到了船头之上，同时他右手也是具象画出了一个千里镜。怎么了？怎么了？看到玉天禄的动作，武连志等人也连忙围拢了过来。玉小哥，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叶天也预感到大事不好，是瀑布，河道的尽头竟然是瀑布。玉天禄惊叫道：“可恶，我竟然忽略了这个！小鹿，你说前面的水域有瀑布？”武连志也是着急了。我们光顾着看着地图了，但是却没有想过这地图可是平面的。玉天禄拿出地图，指着河道尽头处，这根通往最后关卡的小道，原本我以为只是河道的支流罢了，现在看来这小道根本就是一条瀑布啊！瀑布，如果弄得不好，我们可是要闯毁人亡的呀！叶天脸色一变：“玉小哥，还有多久我们会遭遇瀑布？如果我没有计算错误的话，应该还有10分钟不到，我们就会遭遇那瀑布了。”玉天禄道：“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想出一个脱险的办法，要么我们上岸吧。”颜月指着不远处的岸边道：“我可以人力划船，把三角帆船划到岸边。但是根据地图来看，如果不走这条水道改成陆路的话，我们又要绕很长一段路了。”叶天神色凝重地说道：“我们可能会来不及，那怎么办？绕道总比从瀑布上掉下去好吧？”就是，万一把命搭上，我们可就白忙活了。普通考生们也是有些抵触。你们这些家伙，事到如今，我们还有选择吗？武连志满脸怒容地说道：“
来到这里可都是冲着进入皇家学院的入场券来的，来参加考试，你们难道没有必死的觉悟吗？伍连志的一番话，说的那些寒门子弟一时哑口无言。阿志说的对，事到如今，我们放弃的话，那就真的前功尽弃了。玉天禄说道，就算是千难万险，只有我们通力合作，一定可以渡过难关的。玉小哥，你又有办法了吗？众人惊喜地看着玉天禄。大家放心，我会让大家安全抵达的。玉天禄咬着牙道。不行，我反对。此时颜月突然大声道，大块头，你这个时候又要说什么啦？伍连志奇怪道。小鹿，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次要准备牺牲自己了吧？颜月生气地看着玉天禄。阿月，你说什么呢？我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玉天禄勉强笑道。你的办法应该是耗尽象化力，将这艘三角帆船的形态再次改变吧。颜月已经看出了玉天禄的心思，我知道这个办法的确能够救我们脱险，但是换来的就是耗尽象化力的你。那你如何遵守和我一起进入皇家学院的约定呢？颜月这发自肺腑的疑问，倒是让能言善辩的玉天禄哑然了。玉小哥，原来你这方法是打算牺牲你自己啊？叶天的脸色也变得很难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宁愿选择上岸，用别人的牺牲换来自己的入学机会，这可不是我叶天的作风。小鹿，要牺牲也是我牺牲，怎么轮得到你？伍连志道，大不了我用出最后一招啊。好了，你们都不要再说了，一个个都说要牺牲，难不成不牺牲我们就过不去了吗？颜月突然来了一句，大块头，难道你有办法吗？伍连志一愣，怎么了？难道我不能有办法吗？不要小看人！颜月怒道。小鹿，你怎么看？大块头的办法值得相信吗？伍连志等人怀疑地看着玉天禄。玉天禄看着自己兄弟满脸期待的表情，一时间有些犹豫。不过很快，玉天禄也恢复了平静，似乎下定了决心。他走到颜月身旁，拍着他的肩膀道，阿月，那这一次我就交给你了。谢谢你小鹿，我一定会救大家脱险的。颜月激动地说道。要知道这是颜月平生以来第一次被众人寄予厚望。小鹿，阿月靠不靠谱啊？伍连志有些担心地问道。阿志，不要看阿月平常吊儿郎当，但是只要他认真起来，他就是最值得信赖的伙伴。玉天禄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虽然伍连志依旧有些担心，但是看着玉天禄认真的表情，他决定还是放手一搏。10分钟后，三角帆船已经到达了航路的尽头，水流越来越湍急，距离大瀑布也是越来越近了。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此刻颜月站在船头，回头看着那些考生们，意气奋发地说道。我们大家都准备好了。叶天带着那些高手应声道。不过阿月，你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伍连志担心地问道。你的身体承受得住吗？放心好了。颜月拍了拍胸脯大声道，我这身板自然毫无问题，到时候你们可要抓紧了。就在此时，水流一下子变得急促不已，周围的水声如同炸雷一般，一时激荡着少年们的心。来了！玉天禄下意识地抓住了桅杆，为了不让玉天禄再冒险，颜月硬是让玉天禄站在甲板的中间位置。此时从不远处刮来一阵狂风，一下子将张开风帆鼓成了到了极限。叶天，把你的力量借给我！颜月朝着叶天大声吼道。那你接好了。叶天虚指一弹，数枚种子瞬间弹射到了颜月的上方，紧接着叶天催动象化力，那些种子在刹那间成长为了巨大的蔓藤。早有准备的颜月右手顺势抓住藤蔓，眼前直视前方。与此同时，在叶天的操控下，藤蔓在玉天禄身上缠了一圈又一圈。大家给我稳住船帆，我们就要飞出去了。玉天禄大声指挥道。那些考生们二话不说，抓住风帆垂下的绳索，在玉天禄的指挥下不断操控着方向。风力的加速升到最大，下一秒三角帆船顺势冲出了瀑布口。借助风力，三角帆船竟然在半空中开始了滑翔前进。伍连志忍不住朝下望去，只见大瀑布落下的水箭顷刻间将下方水域激荡出层层浪花。那一刻，波涛竟然有3层楼高，如同一个可怕的巨人拼命追逐着三角帆船。背后的滚滚水流声，仿佛是在向这些少年下达了战书。区区水花，难道你还想作妖吗？在船尾驻守的伍连志早已蓄势待发，三重刀阵释放，伍连志的空气刃汇聚成强大的激流，如同炮弹一样轰在了那巨浪之上。三重刀阵可是伍连志此刻所能施展的最强攻击，瞬间的爆发力一下子就将那浪花给轰碎了。借助强大的反震力，三角帆船再度被往前方推出了数丈远的距离。尽管如此，但是帆船上孩子们的危机并没有解除，在他们的下方竟然是一个巨大的峡谷，下面深不见底，看上去如同万丈深渊一般。一旦掉下去，船上的人几乎无生还的可能。当然之前从地图上玉天禄已经知道了这一情况，他也将情况告知了颜月。最后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越过这个山谷。借助风力及伍连志三重刀阵的推进力，三角帆船竟然在空中划出了几百米，距离对面的山崖已是不远。加油啊！一定要过去啊！颜月望着山崖大声说道。但是上天似乎要捉弄这群勇敢的少年，眼看三角帆船要接近山崖之时，刚才大作的狂风竟然停止了下来。没有了风力，三角帆船的风帆只能偃旗息鼓。不好！失去动力的三角帆船只能够朝着崖底急速下坠。啊！船上的少年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惊呼。就在此时，只见一直在船头等待机会的颜月终于出手了。他使出了全力，将手上的蔓藤全数朝着山崖的方向掷出。与此同时，叶天亦是将象化力注入其中，借助颜月的距离，那蔓藤如同有生命一样朝着山崖的方向飞去。
不偏不倚，曼腾一下子挂住了山崖旁边的一块凸起的巨石。此刻颜月做出了惊人之举，他右手抓住上方的曼腾，左手用力抓住船头的围栏。什么？此时在山脚下，曹华雪借助千里镜将这一幕尽收眼底。怎么了，曹老师？出了什么事情了？难道是玉天禄他们遭遇危险了？风宪明连忙问道。风老师，你自己看吧。曹华雪说着，亦是将千里镜递了过去。风宪明接过千里镜，正巧看见那颜月一手抓着上方的曼腾，一手抓住围栏，依靠血肉之躯，硬是将那下坠的三角帆船给接住了。那个小子不要命了啊！风宪明大惊，他不顾一切地朝三角帆船的方向跑去。风老师，你这是要做什么啊？曹华雪瞬间就赶了上来。这还用问吗？自然是去救那些孩子啊！风宪明头也不回地答道。但是风老师，一旦你施予援手的话，这些考生可是要失去考试资格的。这个时候还谈什么考试资格？先救人要紧啊！风宪明说着，就准备催动象化力救援那三角帆船。可就在此时，三角帆船上再次发生了变故。到底是血肉之躯，颜月再怎么强悍，终究是一个不满10岁的少年。凭一己之力抓住三角帆船，并不能长时间维持。此刻的颜月只感觉两股巨力分别从两端撕扯着他的身体。颜小哥，我来助你！叶天见势不妙，再次扔出了蔓藤的种子。不一会儿功夫，整个三角帆船是遍布蔓藤。实际上，这是之前玉天禄特地嘱咐叶天的事情。虽然玉天禄不知道颜月要做什么，但是这个愣头青一定不会考虑周全。那无数蔓藤顺着颜月的身体不断朝上方生长，亦是帮助着颜月将三角帆船往上方拽。不要说，这还真有效果。这疯狂生长的蔓藤，再加上颜月的力量，还真将三角帆船慢慢往上提升。那小子还真能办到吗？崖底的风宪明看到这一幕，惊讶的说不出话来。风老师，你不要小看这个孩子。曹华雪一时十分动容。我不知道这孩子究竟有没有象化力，但是他的天赋和为同伴牺牲一切的精神，实在太难能可贵了。只要他能通过考试，你们班不收，我收。风宪明认真的说道。可就在此刻，突然崖顶传来了一声清脆的声音。原来是那块巨石被蔓藤拉扯之后，竟然有些抵受不住，上面裂缝遍布，随时都可能碎成小块。可恶，没想到这异国的蔓藤竟然连石头都抵受不住。叶天见状，脸色大变，看起来要不了多久，那石头就无法承受巨力，到时候三角帆船就要直坠崖底了。生死时刻，只见颜月的表情突然一变，那一刻他眼睛里竟然闪过一丝凶戾。虽然这凶戾稍纵即逝，不过在此之后，颜月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无论如何，我都要和小鹿一起进入皇家学院，大家都给我上去吧！颜月发出一声怒吼，右臂肌肉顿时膨胀起来，一时间他竟然拥有了超越自身几倍的力量。颜月右臂猛地一拽蔓藤，强大的力量一下子就将上面的巨石给搅成了碎片。但在关键时刻，颜月竟然顺势来了一个摇荡，竟然让三角帆船如同钟摆一样往崖顶上方甩去。这个孩子还是人吗？看到这一幕，风宪明已经彻底被颜月折服了。那三角帆船高高跃起，一下子竟然飞到了山崖的上方，只不过没有前进的动力，无以为继之下又要朝崖底坠去。说时迟那时快，半空中的颜月竟然再次翻身，用力一踹，正好踢中三角帆船的船身，在其坠落之前将它朝山崖上给踢了过去。随着一声剧烈的摩擦声，三角帆船在山崖上划出一道深深的轨迹，最后船头直接撞在了巨石上，总算停了下来。船上的少年们也是被撞得东倒西歪，甚至有不少考生被甩了出去。所幸这次冲击势头很快就止住了，船上所有的人都安全着陆。我们终于成功了！叶天和一众考生发出了劫后余生的感叹。大块头！武连志回过头，只见半空中的颜月惨然一笑，身体不受控制地朝悬崖下方落去。刚才那一甩和一踢已经耗尽了这少年全身的力气，此刻的他根本没有自救的力量了。武连志束手无策之际，忽听身后传来了玉天禄的声音。只见这个瘦弱的少年腰缠蔓藤，毫不犹豫地朝悬崖下方跳了下去。阿志，对着我使用空气刃，快点！跳下去的一刹那，玉天禄冲着武连志大声吼道。说实话，蹦极这样的极限运动，换做原来世界的话，玉天禄是绝对不可能尝试的。甚至玉天禄自觉有一些小恐高，但自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就要遭遇生命危险了，玉天禄条件反射，纵身一跃就跳了下去。而听到玉天禄的指示，武连志也立刻释放出空气刃，追着下落的玉天禄而去。阿志多谢了。玉天禄用象化力接下了空气刃，借助这推进力，他终于赶上了已经脱力的颜月。小鹿看到玉天禄的出现，颜月也是惊喜不已。原本他都以为自己万劫不复了。不要说话，我这就来救你。玉天禄二话不说，直接甩出了藤蔓。藤蔓一触碰到颜月的身体，就迅速将其缠绕了起来。在最后时刻，玉天禄终于救下了颜月。各位，我就到他了！玉天禄冲着崖顶大声喊道：“太好了，救到大块头了！”武连志惊喜的大喊：“大家给我快点拉，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拉上来！”叶天先一步抓住了蔓藤一头，紧接着越来越多的考生加入了进来，合众人之力，他们终于将玉天禄和颜月从崖底给救了回来。崖底角落里的两个监考老师通过千里镜看到这次事件的全过程，特别是军旅出身的风宪明，看到如此热血的一幕，似乎唤起了之前那硝烟的战场。这些孩子太令人感动了。风宪明激动地说道：“曹老师，这些孩子无论如何都要进入我们学院啊！特别是那个颜月，实在是太对我胃口了。我也想啊。”曹华雪说这话的时候，亦是攥紧了拳头，
如果他们能够进入皇家学院，绝对能够让那些不良风气得到改善。此刻山崖上的众人一阵欢呼雀跃，虽然还没有过关，这样的经历让他们毕生难忘。那些离开我们的人一定会后悔的。一个考生动情地说道：“这一次，就算我们进不了皇家学院，有这样的经历，我也觉得值了。你们就不要乌鸦嘴了。有叶老大和这几位在，我们怎么会不过关呢？”另外一个考生来连忙骂道。周围一时起哄的大笑，整个山崖上都是充满着欢快的气氛。小洛，只见那颜月大口喘着粗气。好了，阿月不用再说了，现在的你需要尽可能休息。玉天禄连忙道。休息倒是不用。颜月说着，自己的肚子不争气的打起鼓来。我只是有点饿了。不会吧？我记得你一早上可是吃了10个人的份额啊。武连志悠悠的来了一句。那又如何？我刚才可是消耗了很多啊。颜月理直气壮的说道。这倒是，不过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到哪里给你去找食物呢？武连志无奈的说道。皇家入学考试规定，不允许我们带食物进来啊。这个问题我可以解决。此时叶天走过来说道。叶兄，你带了食物？玉天禄一愣。这怎么可能？这可是违反考试规定，如果被监考老师发现，我可就要被取消资格了。叶天连忙道。没有食物，那我怎么填饱肚子？颜月哭丧着脸道。原来是空欢喜啊。大块头，你不要着急啊。没有食物，但是我有种子啊。叶天说着，又是变魔术一般从口袋里掏出几枚黑色的种子。这个是什么东西的种子？玉天禄好奇地问道。这也是我们家从一帮采购过来的特殊种子，至于是什么吗？你们马上就会知道了。叶天说着，就把几枚种子撒到了地里。紧接着，叶天运起象化力，不一会儿功夫，地里的种子竟然开始萌芽。不多时，一棵小苗就出现众人面前。那小苗在叶天象化力催动下迎风一长，一会儿功夫，竟然就长成了一棵果树。果树上结满了红色的果子，在阳光的映衬下显得十分娇艳，而那随风摇曳的样子更是让人馋涎欲滴。不过众人看着那些果子，却没有一个敢上前采摘，脸上都是疑惑的表情。因为这种果子他们在华胥国从没有见过，而且常识告诉他们，往往越是鲜艳的果实越危险。叶天，你这个果子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吃吗？我怎么看着有毒啊？武连志皱着眉头道。这个嘛，叶天解释道，这是我们店里最新采购的果实种子，也就前一段时间刚刚成功催化成长成功。我看着这果实十分诱人，这次考试就顺便带过来，想着兴许派得上用场。所以说这果子就连你自己也没有吃过，这不是来不及吗？而且它的名字很怪，所以我有一点怕怕。叶天不好意思地说道。你这家伙竟然把我当小白鼠啊！武连志大怒。你这家伙简直是奸商！我怎么是奸商啊？我这商品只是没有拿出来卖罢了。叶天连忙道。而且那卖给我们店的商人信誓旦旦地表示这东西可以吃啊，就是他的名字怪一点。原来是这样啊！武连志长出了一口气。与此同时，饥肠辘辘的颜月已经不管不顾，他朝着鲜红欲滴的果子伸出了他的魔爪，一下子就抓一个在了手里。我要吃了！颜月笑着说道。对了，这果子叫什么名字？武连志随口道。叫什么狼桃啊！武连志听了，立刻转身朝着颜月就是一记空气刃。那颜月刚要把红果子送进嘴巴，冷不防空气刃抽中了手背，手上的果子直接滚落在地。阿志，你这是做什么？我已经饿成这副样子了，你还跟我开玩笑啊！颜月生气地说道。你这个大块头不分青红皂白，我救了你知不知道啊？武连志大声说道。你听这果子的名字，狼桃，这肯定是剧毒的果子啊！真的是这样吗？颜月看着那红果子，又看了看气势汹汹的武连志，一时没了主意。其他考生见状，也不由得退开了好几步。可就在此时，一只手却将那红色的狼桃拿在了手中，只听得清脆的咀嚼声响起。没想到这西红柿还真不错，鲜嫩多汁，的确是充饥的好食粮啊！说话的人正是玉天禄。小洛，你怎么把这狼桃给吃了呀？武连志连忙转过身，看到将狼桃咬了半个的玉天禄，愣在原地说不出话来。完了完了，小洛，你要被毒死了呀！颜月顿时脸色煞白。叶天，都是你这家伙把那毒果树拿出来做什么呀？等等，玉小哥，你刚才叫这果子什么？西红柿。叶天倒显得比较冷静。没错呀，这就是它原本的名字。玉天禄一边说着，又是咬了一大口。当然，它还有名字叫番茄。这东西真的能吃？就连物主叶天也有些将信将疑。它不但能吃，而且还很好吃，大家都可以尝一尝啊！玉天禄说着，将一个西红柿递了过去，一时吓坏了那群不明就里的口们。不过对此，玉天禄很是理解。要知道，在原来世界，西红柿被发现的时候，就是叫狼桃这个名字，同样被视作剧毒的食物。如果不是一个西洋画家被果实吸引吃了的话，现在这些没可口的果实还无法成为人类的盘中餐呢。但这个时候，玉天禄需要给这些少年科普一下。看着玉天禄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好兄弟颜月再也忍不住了。那我也要吃！颜月说着，直接从树枝上扒拉了一大堆西红柿，堆得足有小山那么高。然后这个大胃王一屁股坐在地上，一口一个就将西红柿给吞进了肚子。颜月一边吃，还一边不住地赞赏道：“好吃，这西红柿可真好吃。”小鹿，你说的没错。看着二人大快朵颐的样子，考生们也不禁流下了口水。要知道，距离开考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个时辰了，这些少年也都是饥饿难耐，看来的确可以吃啊。那我也不客气了。不对，这本来就是我的，我跟自己客气什么劲儿啊？叶天也连忙拿起西红柿啃了起来。
最后大家都抵御不住恶神殿的侵袭，而且看到玉天禄等人吃下去毫无中毒的迹象，也都纷纷去拿西红柿来吃。到最后，就连武连志也没有忍住，偷偷拿了一个小心翼翼的啃食了起来。而这一口下去之后，武连帮的少帮主也不再顾忌，很快就和众人一起狼吞虎咽起来。阿志，你现在不怕中毒了？颜月嘲讽道。怕是怕，不过我可不是没有义气的人，要死就一起死。武连志一边说着，还厚颜无耻的猛地咬了一大口。当然这西红柿哪里会有毒啊？而且叶天所拿来的西红柿还是十分优良的品种，这丰富多汁的水果不但让众人饱餐了一顿，甚至那些微量元素对于象化力的恢复也十分有效。这让玉天禄心中也不由得感叹，这个世界的西红柿竟然比我原来的世界还要神奇啊！趁着休息的时候，玉天禄也对叶天产生了好奇。我说叶兄，真是没有想到，你这百宝袋里面的神奇植物真是层出不穷啊！玉天禄赞许地说道。玉小哥，你太看得起我叶天了，我也是借家里的光罢了，这些种子我可没有本事弄来啊！叶天连忙道。我说的可不单单是这些珍稀植物，而是你的象化力。玉天禄道。我可是第一次见到能够催熟植物生长的象化力，而且看你的情况，消耗也比较少啊。我这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叶天道。我们家族里面的人似乎都有让植物快速生长的象化力，不过仅此而已罢了。你让我具象化其他东西，我还真不一定变得出来啊。术业有专攻，这样的特技可是比其他那些毫无亮点的象化力强上好几倍啊。这是真的吗？叶天也是一惊，我这象化力在那些世家子弟的眼里可是一文不值啊，他们都是嘲讽我就是个务农的命，那是他们自己没有眼光。玉天禄毫不犹豫地说道。你放心，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总有一天那些看轻你的人会对你高山仰止。多谢玉小哥吉言了。虽然没有完全相信，但是可以看得出此刻的叶天充满了自信。实际上玉天禄可并没有恭维叶天，这样能够加快植物生长的能力的确大有用处。别的不说，如果能够大范围应用到粮食生产之中，那绝对是造福万民的大功业啊！经过一番修正，外加神奇西红柿的大补给，不说全部恢复吧，至少在场的人都可以使用80%左右的象化力了。就连之前消耗最大的颜月，在吃掉一半西红柿后，也算是满血复活了。他随手挥出一拳，那拳风也是将西红柿树上的叶子刮下一大半。颜月战力的恢复对于玉天禄这个团队可是有极大的裨益。要知道，经过颜月没有象化力，但他的力量以及可怕的身体素质，在这个小团队里绝对是战力第一的存在。最后一关近在眼前，颜月的及时恢复对于团队至关重要。大家都给我抓紧时间恢复，还有差不多1个时辰，我们距离最后的终点也没有多少路了。武连志也冲着众人吆喝道。作为武连帮的少帮主，武连志的领导能力毋庸置疑。放心吧，哥几个都是摩拳擦掌呢。考生们笑着说道。这一次多亏了你们几个，以后我们就是同学了，到时候还需要几位好好照顾呢。这些考生也都是人精，他们心里很清楚，就算是他们进入皇家学院，也会被世家子弟所针对。而有了武连帮这样的存在，至少也有个照应。不过那几个世家团队应该已经通过终点了吧？玉天禄说道。那也没有办法，我们说到底也无法和世家相提并论。叶天无奈地叹了口气。叶兄可不能这么说，正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世家也不是原本就是世家的。我相信以我们的努力，一定可以超越那些家伙。玉天禄说道。好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叶天听了这话也是热血沸腾。玉小哥你说的对，凭什么那些世家子弟能够高高在上？等我当上了象化师，我也有超越他们的一天。没错，说的没错。考生们的情绪也都被调动起来了。看着这场景，玉天禄满意的点了点头。那我们再休息10分钟开吧。武连志大声道。皇家学院我们可是要来了哦。就在玉天禄这边整装待发之时，3家世家子弟的团队早就在最后一道关卡了。只不过他们并没有如同玉天禄料想的那样通关成功，而是陷入了一场苦战。只见最后一道关卡，一个身高数丈的巨人如同山岳般挡在了一众考生的面前。地上横七竖八都是已经昏厥的考生，除了鲁连海、郑家兄弟以及子奎之外，也只有稀稀拉拉10几个考生还能够正常活动。可恶，这最后一道关卡太超纲了吧！郑润则忍不住骂道：这个巨人的战斗力已经超越3阶象化兽了吧？如果皇家学院入学考这么好过的话，那也不会有这么多人都进不去了。子奎冷冷地说道。就在此时，那个巨人一拳朝着子奎打了过来。子奎见状，立刻具象画出了紫色的屏障。只可惜在巨人的巨力面前，那屏障十分轻易的就被打成了碎片。所幸这紫金屏障总算还是延缓了巨人的攻击速度，留给了子奎的逃跑的时间。否则的话，这个子家的传人也要面临淘汰的结局了。子奎惊魂未定的退回本阵，看着那强大的巨人，也是有些泄气。半个时辰之前，3个世家团队不约而同聚集到了最后一道关卡前。真是没有想到，你们竟然比我们还快啊！鲁连海带队来到关卡前，正巧碰到另外2家也来到这里。不愧是鲁兄，这么快就来到最后一关了。郑书段朝鲁连海拱了拱手。书段兄客气，明明是我们占据先手，这还不是让你先到吗？鲁连海连忙道。话虽如此，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吗？郑书段苦笑一声。原本数10名考生，如今也只是屈指可数了。我不还是一样吗？子奎拉着7、8名雇佣兵，显得十分颓唐。看来我还是低估了这次皇家学院的入学考。去年大概有40%的录取率，这一次可能连20%都不到了。或惜福，所以我们也应该苦尽甘来了。鲁连海安慰道。不过这最后的关卡应该没有这么容易过吧？怕什么？
都已经见过大风大浪了，就让风暴来得更猛烈一些吧。经过刚才残酷的考验之后，郑润则变得十分激进。我看各位，我有一个提议。此时鲁连海开口道，既然我们3家检员如此厉害，不如合并一处，这样才能确保顺利过关。几位意下如何？换作是以前有敌对关系的另2家肯定不会妥协的，但现在郑家和子奎的团队损失惨重，看上去没有拒绝的理由。我们也正有此意啊。没错，合则两利，分则两害，我们的确应该精诚团结。郑家兄弟和子奎一时不谋而合，于是3家达成城下之盟，合兵一处，朝着最后的关卡挺进。这最后关卡路线很短，到终点位置估计也只有10多分钟的路程。不过作为压轴的关卡，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很奇怪的是，鲁连海等人一路走过去，竟然没有发现任何危险的迹象。之前一路上碰到机关，天灾根本没有，甚至连可怕的猛兽也没有出现。难道说之前的磨难就已经是全部考验了？最后的关卡只是福利局吗？徐亚莲忍不住说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皇家学院的门没有那么容易打开。鲁连海斩钉截铁地说道。就在他们穿过森林，看见近在眼前的出口时，一股危险的气息慢慢传了过来。原来出口处只有一座巨大的青铜雕塑，这是一个手持战刃的高大战士雕塑，不知道出自哪个大师之手。不但面貌被刻画得惟妙惟肖，甚至给予一种骇人的压迫感。可恶，谁把这么大的雕塑摆在这边呢？这不是碍我们的事吗？郑润则见状大怒，说完就径直地朝青铜雕塑而去。与此同时，他的面前出现了一辆战车，看起来郑润则是想将青铜像给直接撞倒。可就在郑润则发动冲击之时，看着青铜像的子奎突然脸色一变。不好，那个青铜像有古怪，郑二公子有危险！子奎放声大叫。要知道田和子家对于这雕塑也有所研究，子奎从第一眼看到这青铜像就感觉不妙，于是他催动象化力提升自己的感知。那一刻，他突然感觉青铜像那里竟然传来了阵阵杀气。就在子奎喊出声的那一刻，那青铜像突然动了起来。青铜像紧握战刃的右手猛地向下一展，朝着冲过来的战车就劈了过去。怎么回事？驾驶战车的郑润则大惊，不过他要改变方向已经是来不及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青铜像一刀劈下。战刃展出的气劲一接触到具象化战车，瞬间就土崩瓦解了。郑润则大惊，一个鲤鱼翻身，在战车被摧毁之前从车上一跃而下。惊魂一刻，郑润则就地一滚，准备拉开和那青铜像的距离。可谁知由于太过紧张，郑润则滚的方向竟然反了，一下子来到了青铜像的跟前。那青铜像一剑斩出之后，似乎感觉到了正下方的郑润则，他回身朝着郑润则的头顶就是一剑。郑润则哪里还有逃跑的力气，只能下意识地用双臂抱住头，等待着厄运的降临。只听得一声金铁交鸣，青铜像的战刃被一块紫金屏障勉强挡了一下，而出手人自然是子奎。唇亡齿寒，子奎很清楚这个道理。眼见郑润则就要命丧剑下，子奎立刻具象画出了紫金屏障，想替郑润则挡下这一击。但青铜像这一剑威力着实不小，紫金屏障根本无力抵挡，很快就在巨力的影响下化为了碎片。不过所幸这一挡格还是给郑润则争取到了机会。郑润则站起身，飞也似的朝本阵逃了回来。而此时青铜像竟然缓缓起身，朝着郑润则追了过去。郑润则的速度不满，奈何青铜像着实太过巨大，他一个大跨步就已经赶上了郑润则，就如同老鹰抓小鸡一般，青铜战士瞬步一剑又接近逃跑的郑润则。关键时刻，郑润则周身竟然出现了一个水球，将其包裹其中。下一秒，那水球就直接被一只水做的大手给拉了回来。不用问，这个时候能够具象化这些东西的，那只有善于具象化水的鲁连海了。青铜像一剑扑空，攻击竟然停了下来。不过从他周身散发的阵阵杀气来看，这青铜像再度发动攻击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可恶，这应该就是守护最后一道关卡的守卫吧？子奎看着那青铜像，脸上满是怒色。而郑书段则是一把扶住了惊魂未定的郑润则。感谢鲁兄、子兄的及时出手，如果不是二位的话，舍弟可能就此殒命了。郑书段连忙道谢。既然是一个团队，这就是我们分内之事。鲁连海连忙道，不过我们先想办法来对付这个青铜守门人吧。不过看起来这家伙战斗力十分强大，我们必须携起手来对付他。子奎说着右手一招，一把紫金长剑也拿在了手中，让我试试看他的斤两吧。说完，子奎双手握剑，竟然径直地朝着青铜巨人冲了过去。田和子家以珠宝玉器闻名于世，不过旁人都不知道子家的传人武艺也是非凡，因为要守护那些珍宝，没有强大的武力根本无法守住。那一刻，子奎身形一闪，竟然一下子仿佛化为了3个重影，从3个方向朝着青铜像攻击了过去。这一招也是为了让青铜像无法分辨出实体。谁知那青铜巨人根本不为所动，待到3个子奎攻过来之时，他突然发力横剑一斩，青铜战刃所掀起的强大斩击，竟然一下子将2个虚影给震碎。最后只剩下子奎的本尊，只能拼尽全力挡格那柄巨剑。但子奎一个10岁孩子，力量如何能够与青铜巨人抗衡？对招之下，顿时虎口迸裂。幸亏子奎有所准备，失手之后，他团队的那些同伴迅速冲出，集合众人之力，勉强将子奎给救回了本阵。子奎右手脱力，他心有余悸地说道：“看起来要对付这青铜巨人，只可智取，不可正面抗衡啊。智取的话嘛，鲁连海的目光停留在青铜巨人的身躯之上，有了。”只见鲁连海双手猛地按住地面，紧接着从其身上释放出无数象化力。仅瞬息之间，那青铜巨人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片汪洋。又是海水，但是有用吗？
郑书段有些怀疑地看着鲁连海，被海水包围，那青铜巨象似乎也被惊到了，他猛地抬起脚想要跨过这片海域，但是鲁连海具象化出的海水已经将青铜巨人周围全部给灌满了，无论他朝哪个方向都被海水围困。最后青铜巨人在迷茫了一会儿之后，目光竟然锁定了施展象化力的鲁连海，他长剑一指，似乎在说：小子，原来是你啊！青铜巨人淌着不断上涨的海水，拼命朝鲁连海走了过来，海水逐渐没过了青铜巨人的膝盖、腰和胸部，眼看就要将他彻底淹没之时，这个执拗的巨人竟然已经冲到了鲁连海的面前。两位，动手！鲁连海突然大喊一声，他身边的郑书段和徐亚莲顿时象化力大放，徐亚莲具象化出了一艘战舰，直接漂浮在了鲁连海所画的海面之上。这艘战舰巨大无比，甚至比起那青铜巨人也不遑多让，而甲板之上赫然是郑家的投石车群，投石车齐齐瞄准了青铜巨人，在郑书段的操控下毫不客气地朝着青铜巨人发动攻击，无数的石块不断撞击着青铜巨人，这个刚才嚣张的战士此刻颇为狼狈，大海限制住了他的行动，那些石块则是打破了他的平衡，只要稍有松懈，站立不稳的青铜巨人就将坠入海中。青铜巨人勉强稳住身形，依靠长剑和青铜之躯勉强抵挡着对手的攻击。与此同时，两个施展象化力的少年也是到了极限。要知道，具象化出如此庞大的物件，对于两个不满10岁的少年来说，可是极大的负担。看到青铜巨人跌跌撞撞来到本阵之时，众人知道已经达到了决胜负的时候了。只见徐亚莲双目金光爆射，与此同时，那战舰以雷霆之势撞向了那青铜巨人。郑书段也没有闲着，投石车上的弹药已经消耗完毕，郑书段直接指挥所有的投石车朝着青铜巨人撞了过去。随着一连串的巨响，那青铜巨人终于抵受不住，一下子落入了海水之中。海之牢笼！鲁连海一声低喝，那海水竟然继续旋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漩涡中心位置赫然是不断打转的青铜巨人。同一时刻，其他的考生也纷纷拿出了看家本领，他们具象化出的各种武器齐齐向巨人丢了过去。就算是只能够造成一点伤害，但是集合在一起也依然能给青铜巨人予以重创。片刻之后，当鲁连海将海之牢笼撤去之后，只见青铜巨人仰面朝天躺倒在地，他浑身上下满是铁锈，青铜之躯上也是布满裂痕。不一会儿功夫，裂缝四散迸裂，看起来这青铜巨人就要崩溃了。太好了，这青铜守门人终究不是我们的对手啊！子奎高兴地说道。在3大世家团队通力合作之下，青铜守门人轰然倒地。与此同时，他身后的出口也露了出来。实在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进入皇家学院了！一众考生们齐声欢呼。那一刻，就算是鲁连海这几人心中亦是兴奋不已。虽然费了一点功夫，但至少我们还是入校了。鲁连海长出了一口气。就在此时，有几个性急的考生已经先一步朝出口狂奔去。太好了，终于能进皇家学院了！这次算是光宗耀祖了！那些考生们兴奋地大声叫喊。距离他们跨入皇家学院的大门仅仅只有1步之遥。可就在此时，那出口前一道青铜大门拔地而起。什么？包括在鲁连海等人在内都是吓了一跳。那几个急性子的考生反应稍慢，一头撞在青铜门上，如钟磬之声响彻了整个虚拟森林。而这声音竟然让倒在地上的青铜巨人重新恢复了知觉，身体也一阵晃动。不好，那个巨人竟然起身了！徐亚莲大声道。此刻这些世家子弟的象化力已经不剩多少，根本没有再战之力。不可能，如此一来，根本没有人能够通过这次考试啊！鲁连海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说话之间，那个青铜巨人已经重新站起，而满是裂缝的青铜之躯上，青铜碎片慢慢开始剥离，里面竟然露出了青筋暴起的肌肉。只见那青铜巨人发出了一声怒吼，覆盖在他头部的青铜面具一下子变成了碎片，呈现在众人面前的竟然是一个愤怒的人脸。怎么？他竟然是真正的巨人！子奎亦是吓了一跳，不能让这巨人恢复真身。郑书段看得真切，他第一时间具象化战车再次冲向了巨人，为今之计，只有趁他没有恢复的时候再将其击倒，然后尽快突破这道关卡。鲁兄助我！知道了。鲁连海心领神会，用象化力瞬间具象化出一个巨大的海浪，一下子就将郑书段的战车给拖举了起来。郑书段则是拼命释放象化力，让战车迅速膨胀变大，战车的车头遍布撞角。这一次，郑书段准备全力压制那青铜巨人。而子奎见此情景也不含糊，他也尽可能的使出了象化力，在战车的撞角上覆盖了一层紫金保护膜，亦是让撞角的冲击力提升好几倍。海浪急速冲刷而去，巨大的船身在青铜巨人现出原来的样子之前，径直的撞在了他的身体上，再次将其撞倒。大家给我快点过关啊！战车上的郑书段冲着身后大声喊道：“我来压制这个家伙！润泽，你跟着大家快点冲过去！”大哥！郑润泽发出一声呐喊，他明白郑书段打算牺牲自己，让他和其他世家子弟成功通关。大家不要枉费了郑兄的牺牲。鲁连海一边说着，再次具象化出一条水道，而徐亚莲则是用最后的象化力具象化出了数艘快艇。所有人给我登船，我们去把青铜大门给撞开来。徐亚莲一边说着，顺手将还没有缓过劲儿的郑润泽给拉上了快艇。鲁连海则是加快了水流的速度，瞬息之间就将快艇给带到了青铜大门之前。给我破！站在船头的子奎具象化出一把紫金巨剑，顺势一指，那巨剑直接撞向了青铜大门。又是一阵巨响，紫金巨剑瞬间化成了点点星光。以子奎现在的状况，紫金巨剑的威力一时大减。不过这一招破坏力依然在线，
那青铜大门竟然被展开了一道裂缝。鲁连海自然不会放过这机会，他一道水流瞬间冲破了裂缝。随即鲁连海拼命释放象化力，想要让水流的力量强势冲开青铜大门。眼看那青铜大门已经被水流冲得变形了，胜利的曙光近在眼前了。可就在此时，在他们的身后又是传来一阵巨响。只见那青铜巨人再次从地上站起，他猛地一拳轰击在战车之上，一下子就将具象化的战车给打成了碎片，而战车上的证书段也被打飞了出去。而随着一拳打出，巨人身上的青铜表皮全部化为了碎片，一个满身杀气的巨人横空出世。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战斗巨人吗？鲁连海回过头，正好看见那巨人折返回来，准备阻止他们破关。而战场的画面很早就传到了终点的大屏幕上，包括陈克昭在内，一众老师也都将现场情况尽收眼底。程主任，这样下去，他们可都要全军覆没了，我们是不是做点什么啊？王黎明着急道。谷老师，你们这次最后一道关卡难度是不是设置的有点高啊？就连程主任也有些忍不住，他连忙询问裁判长古沐橙，往年应该没有超过3阶像画兽战力的守门人吧？上一届我记得只是2阶的水平啊。程主任，我们只是觉得上一届守护人实力有点偏弱，为了降低录取率，故而选择了这样的守门人。古沐橙连忙辩解道，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些孩子还敢正面突击啊！不是正面突击，你准备让他们怎么过关？这一关不是考验他们的战斗力，而是判断力和决断力。当时他们应该想办法引开巨人，或者是利用象化力隐蔽身形，悄悄突破关卡呀。古沐橙解释道，我没有想到这几个世家弟子竟然仗着自己的家族底蕴，竟敢真的正面进攻。原来如此，看起来他们如果被淘汰的话，就是犯在自己的傲慢上。程克昭摇着头道，程主任，我看还是想办法阻止那巨人吧。王黎明着急地说道，就凭这些孩子根本不可能打败这巨人，那这一届我们岂不是一个考生也没有了？没办法，这考试一旦开始，我们就不能强行进行干预，这可是多年来皇家学院的规定，一旦违规的话，我们背负的压力可比暂停招收学生更大啊。程克昭摇着头道，这些世家子弟没有遭遇过挫折，这是极度危险的，他们应该为自己的不自量力买单。但是程主任，如果这一届真的没有学生的话，我们的压力也会很大啊。王黎明据理力争道，王老师，我们暂时还是按兵不动吧。程克昭看着大屏幕道，现在考试并没有结束，他们还没有被淘汰，我们再等一等吧。看到程克昭如此坚持，王黎明也将到嘴的话也咽了回去。此时此刻，青铜大门终于被冲开了，几艘快艇眼看就要突破那最后一道门扉了。我们终于过去了啊！徐亚莲大声喊道。可谁知冲破那缺口之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根本不是虚拟森林的出口，不知何时，巨人已经在门的另外一边等着他们了。什么时候的事情啊？这个家伙怎么已经等在那里了？这下就连一直以冷静示人的鲁连海，此刻也差点爆粗口了。原来刚才摆脱青铜皮肤的束缚后，这个巨人无论速度和力量都提升了一大截。他将证书段连同战车震退以后，回身看到鲁连海依靠水力已经要突破最后关卡了。这个巨人当即来了一个腾跃，一下子就跳到了青铜大门之后。等到鲁连海等人冲过来之时，这巨人早已等在那里进行阻截了。可恶，可恶，可恶！子奎也不禁怒骂，不过这样的咒骂却毫无作用。只见那巨人毫不留情的一拳打来，那拳风竟然连同数艘快艇外加青铜大门全数震散了出去。徐亚莲具象化的快艇一落地，顿时化为了虚有，而大部分的考生落地之后都被摔得七荤八素，很多都失去了知觉，最后也只有鲁连海等人勉强还能站起来。可恶，这巨人怎么这么厉害啊！此时被震飞的证书段也慢慢的走了过来。战车在被打掉具象化以后，证书段立刻具象化出一个垫子进行缓冲，所以虽然证书段已经是遍体鳞伤，不过还是平安无事的跑了回来。哥哥，看到证书段的出现，郑润则也绷不住了，一把抱住自己的兄长。我说，虽然兄弟重逢的场面感人至深，但是这个家伙怎么办？鲁连海指着向他们冲过来的巨人道。离巨人最近的子奎首当其冲，遭到了鲁连海的攻击，他躲闪不及，只能勉强用紫金屏障抵抗，最后子奎还是被甩了出去。这回完了，子奎只能抱住自己的脸，让他不至于遭殃。就在此时，子奎感觉自己的身体被蟒蛇一般的东西给缠绕，我不会被那巨人抓住了吧？子奎的心也是一沉，接下来我被他一捏就要死了呀！突然那蟒蛇把他从空中猛地一拽，紧接着却又平和地将其送到了地面之上。子奎难以置信地睁开眼睛，却见缠绕着他周身的竟然是无数的蔓藤。我说世家子弟的人难道就这么不堪吗？叶天朗声道。原来刚才玉天路的团队从入口处过来之时，正好看到子奎弹飞了过来。叶天看到有人飞过，一时具象画出了蔓藤，将其救了下来。玉天路，子奎看到了玉天路，顿时脸色一变，你这家伙怎么没有被淘汰啊？怎么，你认识我？玉天路可从来没有见过子奎。小路，他好像是田和子家的人。武连志道。田和子家，田和子家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呢？颜月忍不住嘟囔道。当然熟悉了，我记得在牧羊镇不是有个叫子璇的女相画师吗？玉天路随口道。就是你们用卑鄙的手段赢过我家姐的。子奎大怒，把那奖杯给我交出来。说完，子奎一言不合就具象画出紫金长剑，直指玉天路而去。子奎出剑速度之快，包括武连志在内的普通考生们都没有反应过来。你这家伙！武连志第二反应再去抓子奎的长剑，终究还是慢了一拍。面对子奎致命的攻击，玉天路却站在原地，丝毫没有躲闪的意思。
眼看紫葵的紫金长剑就要贯穿玉天禄的咽喉，但这个来自牧羊镇的少年却依然没有躲闪。好在那紫金长剑在距离玉天禄脖子1-2寸的地方停了下来。紫葵双眼直视玉天禄：“你个家伙为什么不躲？紫葵，你要做什么？”武连志和颜月前后夹击，当即就准备教训这个袭杀玉天禄的世家子弟。谁知玉天禄举起手，示意他们不要过来。我想紫葵小哥应该只是和我闹着玩而已吧？玉天禄一脸镇定地说道。闹着玩？你以为这是闹着玩吗？紫葵怒道。你还没有回答我，为什么不躲？躲？你在开什么玩笑？这么快的剑，你教我怎么躲？我又不是身怀绝世武功，又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你毫无征兆的突然发难，你教我怎么躲？此刻的玉天禄早已在心里把紫葵给骂了100多遍了。而刚才玉天禄举手示意颜月二人不要过来，也是为了不刺激紫葵。这剑距离他的咽喉这么近，稍微有点差池，玉天禄的咽喉可就被紫金长剑贯穿了。不过当然这心生玉天禄自然不会对紫葵说，他镇定自若的言道：“你的剑没有杀气，我自然不用躲。”这种装逼之言都是惯常的套路而已，玉天禄自己说出来都觉得假，但这话放到紫葵的耳中，就立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这家伙既然一眼看出我像话力已经枯竭，所以面对我这一剑没有躲。紫葵这下有些纳闷了，难道玄姐姐不是因为卑鄙的手段输掉比赛的？要知道，从紫葵出生开始，自己这个一心钻研家族具象话术的紫璇就是其崇拜的对象。当紫璇从牧羊镇铩羽而归后，听说拿到冠军的竟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未成年少年，紫葵自然而然认为一定是对方使出了卑鄙的手段。玄姐姐这2级象化师的水准，怎么可能输给一个毛头小子呢？紫葵很是生气，于是他在参加皇家学院入学考试之前，也接下了家族交代的对付玉天禄的任务。但是今日一见这玉天禄，却令他疑窦顿生。好胆色！你这家伙能够拿艺术大赛冠军，看来不一定用卑鄙的手法。紫葵说道。小鹿是实打实靠实力拿下的冠军，好不好？旁边的颜月大声嚷道。大概是吧。紫葵说出这话以后，手中的紫金长剑顿时化为虚无。刚才和巨人硬抗了几下之后，紫葵的象化力也几近枯竭，他身子一软，竟然一下子倒了下去。旁边的颜月反应很快，一把将紫葵扶住。你这家伙怎么回事？刚刚还杀气冲天，现在怎么就倒了？颜月忍不住问道。你这个大块头说什么话？你去和那个巨人打打看。紫葵忍不住骂道。巨人在哪里？玉天禄连忙问道。就在那边。紫葵顺势朝出口的方向一指。这回我们可都栽了。玉天禄等人对视一眼，也知道可能是那些世界子弟惊动了最后关卡的守门人。阿月，你负责这个紫葵，我们先去看看吧。玉天禄说罢，一时拉着武连志和叶天朝着出口那边跑了过去。你们等等我啊！颜月也想跟去，但是抱着半死不活的紫葵，他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他的寒门子弟也都纷纷跟在了玉天禄后面。你这紫家的人怎么那么碍事啊？颜月忍不住骂了一声，紧接着他猛地将紫葵给扛在了背上。你这家伙给我撑着点啊！我们这就去看看那巨人长什么样子。颜月说着，也是扛着紫葵朝着玉天禄的方向追了过去。你这家伙不要去送死了，那个巨人太厉害了，这次皇家学院根本没有想让我们通关。紫葵大声说道。受伤了就给我乖乖闭上嘴巴。颜月骂了一句，根本没有过不去的关卡。之前小鹿就告诉我，最后一关的守门人肯定很厉害，到时候我们可能都不是他的对手，所以他制定的策略是用像画力伪装成石头慢慢滚过去，还不是你们自以为是的家伙打草惊蛇呀？什么？应该这么过吗？紫葵听了顿时虎躯一震，作为世家子弟，他可从没有想过如此过关，不和守门人交战，这不是懦夫所为吗？紫葵说道。切，你们世家子弟就是死脑筋。小鹿说过，大丈夫能屈能伸，只要过关了，管你是哪种方式啊。颜月的话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对啊，我们之前怎么没有想到啊？紫葵此刻一时后悔不已。要知道当时他们3家合并一处的时候，如果能够使用象化力进行伪装，估计那个迟钝的青铜巨人根本不会发现他们。是源自于世家子弟骨子里的傲慢，让他们过于相信自己的实力，在面对青铜守门人之时，除了战斗他们不会做他想。而现在看来，这明显不是最优的策略。不过紫葵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刚才他们3大世家的子弟胡乱战斗了一通，不但没有击败这巨人，似乎还把他的封印给解了开来。这下我们可真要全军覆没了。紫葵想到这里，一时懊悔不已。可就在此时，只听得一声巨响，似乎什么沉重的东西倒地了。该不会是那巨人？紫葵心道，不可能，现在还有人能击倒这巨人吗？谁知等穿过密林之后，出现在紫葵眼中的还真是一个摔倒的巨人。什么？他们究竟是怎么办到的？紫葵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站在巨人面前的赫然是武连志和叶天。我当这大块头有多么厉害呢？本大爷略施小计，还没有用力你就倒下了。武连志朗声大笑。我说武少帮主，刚才不是玉小哥的计划吗？一旁的叶天忍不住问道。我说叶天，你能不能晚点拆我台啊？让我稍微表现一下不行啊？武连志生气道。原来刚才玉天禄一边跑的时候，脑海中已经闪现出了攻击的策略。对付这样的巨人，只可智取不可力敌。玉天禄嘱咐道，像这样的巨人，巨大的体型既是他的优势，也是他的劣势。玉小哥，你此话怎讲呢？叶天连忙问道。身体庞大，力量惊人，攻击范围覆盖面积广，他的普通攻击就能够将这片区域尽数涵盖。我们要逃的话，
只能立刻撤退。但是这样一来，时间就来不及了。玉天禄分析道：“这我们都知道，正面根本没有办法和这个巨人硬抗。”郑润则在一旁插嘴道：“你这个乡巴佬，难道有办法对付他吗？你这20足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小心我直接先用刀阵秒了你！”伍连志朝着郑润泽怒目而视，一旁的郑润泽刚要发作，郑书段一把拦住他，用眼神示意其以大局为重。那玉小哥，你觉得巨人弱点在哪里呢？鲁连海客气地问道。力量，绝对的力量，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明白。就是对于自己力量绝对的自信，这个巨人根本不会做任何防备，就算我们是蝼蚁，也拥有扳倒大象的潜质，而且我们甚至根本不需要伪装。玉天禄道：“如果不信的话，我可以先将这个巨人给击倒。”什么？你想将这家伙给击倒？徐亚连惊道：“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就算是鲁兄巅峰时刻的水流冲刺也办不到，更何况那青铜巨人已经解开封印了。玉小哥，现在这巨人的力量可是远超3阶象化兽啊！”鲁连海道：“不好意思，我不知道3阶象化兽是什么，我脑子里可没有什么概念。”玉天禄随口道：“什么？你连3阶象化兽都不知道，你就敢夸下海口？”郑润则有些按捺不住：“那你知道你被3阶象化兽打过吗？”伍连志怒对道：“好了，既然玉小哥有这样的本事，那就让我们见识一下好了。”郑书段随口道：“那就让你们看看，战斗可不是光凭蛮力的。”玉天禄说着看了2个同伴一眼，伍连志和叶天亦是心领神会，三人慢悠悠地朝着巨人走去。而那巨人眼见来人没有将其放在眼里，显得十分愤怒。只见那巨人随手将身旁的一棵虚拟树木连根拔起，将其作为自己的武器。看到玉天禄三人，巨人抄起木棍就是一记横扫，朝着他们就打了过去。叶天见状，二话不说，随手拿出了数枚蔓藤种子，撒到了他们的脚下。长！叶天将象化力注入到了土壤之中，瞬息之间，那些蔓藤拔地而起，迅速生长，直接将玉天禄三人推向了高空。那巨大的蔓藤短短时间内竟然长到了数十丈高，巨人的木棒扑了个空，也只不过打中了其根部而已。而蔓藤的庞大的身体早已将那巨力给尽数分散，根本无法对玉天禄造成影响。巨人攻击未果，自然生气不已，他又举起木棒照着蔓藤树拼命击打，却又无济于事。你这愚蠢的巨人，有本事你爬上来和我们打呀！半空中传来了玉天禄挑衅的声音。那巨人听罢也是急怒攻心，他将木棒一扔，竟然直接爬上了巨大蔓藤。巨人拼命朝上攀登，准备赶上那3个少年，将他们彻底击杀。但玉天禄三人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这让巨人不由得加快了速度。仅仅几分钟之后，那巨人都没有了踪影。巨人不见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冲关了？徐亚莲问道。不，你看那里。鲁连海指了指重新构筑起的青铜大门道，以我现在的象化力，已经无法破坏那大门了。而且我们一旦去推大门，必然引得那守门人去而复返，我们可不要引火烧身啊！也就是说，要打开大门，还是要击败这个巨人喽？这可谈何容易啊！郑书段摇了摇头，要击败这个巨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哦。此时，玉天禄的声音竟然从角落里传了过来。玉天禄，你这个家伙在什么地方啊？郑润则大惊，众人也环视四周，并没有玉天禄的影子。难道是幻觉吗？刚才玉天禄不是跟着那古怪的蔓藤一起长到天空中去了吗？郑书段诧异道。可就在此时，那蔓藤根部突然出现了一个大洞，玉天禄带着伍连志和叶天三人走了出来。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从哪里出来了？徐亚莲惊叫道。应该说，我们从一开始就在那里，从来也没有移动过啊。玉天禄一脸平静地说道。你们刚才不是跟着蔓藤飞天了吗？跟着蔓藤飞天？我看你们应该是被叶天的手法骗了吧？伍连志笑道。原来在刚刚电光火石间，看上去玉天禄三人被疯狂生长的蔓藤给推上了高空，但实际上蔓藤只是迅速将三人包裹了而已。在叶天的控制下，三人瞒天过海，一直在蔓藤的底部待着。不可能啊，我们刚刚可是听到了半空中传来你的声音啊。郑润则看着玉天禄道。你是说声音吗？要传递声音的话，这可是极其简单的事情啊。玉天禄说着扯过一个蔓藤，只见那蔓藤呈听筒状，玉天禄对着那听筒喊了一嗓子。你怎么骂啊？我在上面等着你呢。不一会儿功夫，天空中同样听到了玉天禄的话。原来这蔓藤居然有传导声音的效果，玉天禄利用这个特性，能够将自己的声音传递蔓藤的顶端。与此同时，蔓藤的顶部同样生长出了类似于扩音器的花朵，也是引得巨人不顾一切的向上攀爬。原来如此，玉小哥真是好计谋啊！鲁连海也不禁对于这个小个子高看一眼。好了，接下来，阿志，该是你表现的时候了。玉天禄冲着伍连志道。收到，我就等着这个时候呢。伍连志说着，立刻具象画出了2重刀阵。3下5除2，伍连志立刻操控2重刀阵攻击蔓藤底部，一下子就将其拦腰斩断。随着一声巨响，这巨大蔓藤轰然倒塌，连带已经爬到数丈高的巨人受到波及。那巨大的身形无法摆脱地心引力，径直的从高空摔落到了地面，直接将地面砸出来一个大坑。这一次的撞击如同陨石砸中地面一般，仿佛引起了一阵地震。等硝烟散尽，只见那巨人五体投地倒在地上，很快没有了动静。这就解决了。鲁连海等人看到这个结果，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他们刚才3大世家合力都无法对抗的巨人，竟然被眼前这个貌不惊人的小子略施小计，就被骗得从高空坠地。这么大的反差，这些高高在上的世家子弟一时半会儿也消化不了。侥幸，这绝对是侥幸。郑润则忍不住道。玉天禄不说话，
实际上他自觉没有什么好骄傲的。这个世界的家伙可是从来没有听到过杰克和豆金的故事吧？就算是侥幸，那也是小鹿的本事。你们这些家伙做得到吗？一个高亢的声音朗声道。一众少年回头望去，只见颜月这个大块头已经背着子奎跑了过来。子奎兄！鲁连海看到被击飞的子奎安然无恙，一时长出了一口气。颜月走到众人面前，慢慢将子奎给放了下来。这个家伙消耗很大，而且受了伤，最好还是治疗一下吧。颜月嘱咐道。子奎刚一落地，就有几个他团队的人跑过来扶住了子奎。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些受雇于子家的考生算是有职业操守。好了，这次多亏了玉小哥了。鲁连海大声道，替我们解决了这个守门人，这下我们大家都可以通过考试了。看到这个结果，考生们脸上终于露出了些许笑容。为了进入皇家学院，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总算还是值得的。但是奇怪，玉天禄回头望着那青铜大门，为什么这门还没有打开呢？什么？众人也是大惊。要知道，既然那守门人已经被击倒，这大门断不可能有不打开的理由。难道是？玉天禄连忙朝那巨人的方向看去，只见那巨人竟然挣扎从地上缓缓爬了起来。刚才摔得遍体鳞伤、全身骨折的巨人，身上的伤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甚至玉天禄感觉这个巨人所散发出来的杀意比刚才尤盛。这个家伙是不死之身吗？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竟然还能恢复吗？武连志也是大惊，不是恢复，是复原。鲁连海的脸上竟然闪过一丝惧意，这个巨人原来是具象化出来的，只要这象化力的本源不被打散的话，他依然有办法恢复。具象化出的巨人怎么可能持续这么久？玉天禄有些不敢相信。其他人做不到，但是皇家学院的象化师自然有这个本事。鲁连海道，这下全完了，我们现在应该无法阻止了，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呢？玉天禄心中的那份热血一时被激起来了，看来大家不能留手了。知道了，我最后的底牌该是打出来的时候了。说话间，武连志的周身竟然幻化出了无数的战人，一时间强大的杀气直冲云霄。这个家伙，郑润泽看着武连志也是有些心惊。要知道，这郑家的二公子可是一直将武连帮的少帮主视为劲敌，而现在武连志这可怕的力量，让郑润泽隐隐有一丝恐惧。叶兄，想办法替阿志争取些时间吧。玉天禄道，这包在我身上。叶天将最后的蔓藤种子全部朝着那巨人丢了过去。此刻已经恢复原状的巨人已经转过身，朝着考生们猛冲过来。刚才被玉天禄欺骗的羞辱，这个具象化而成的战斗机器自然要来找回场子。他不顾一切的杀将过来，是要将眼前的考生们全数解决。糟了，这些孩子竟然将那煞神的最终形态给激活了！看到这一幕，王黎明都有些害怕了。程主任，我们还不动手吗？这些孩子不可能挡得住这战争机器的攻击啊！这个程克昭显得很是犹豫。曹老师和风老师还在里面，他们不出手应该是没有危险吧？实际上不是两位监考老师不出手，是他们根本来不及出手。他们原本在远处观察最后关卡的动向，并不打算干涉考试，但等到巨人落地成盒后，竟然迅速恢复原状，就知道大事不妙了。但这个时候他们想要阻止，却已经是鞭长莫及了。不过冲过来的巨人遭到了最为顽强的阻击，叶天已经将自身的具象化了一股脑的使了出来。蔓藤的生长速度比起之前还快了好几倍，仅仅是数十秒钟，这片区域已经遍布了蔓藤。这些疯狂生长的植物似乎要将整个空间都填满一般。那个愤怒的巨人也是在瞬息间就被这疯狂的植物所吞噬，如同黑洞一般的蔓藤奋力将巨人拉入了可怕的深渊之中。不过很快，这黑色的蔓藤终于被一只巨大的手给冲破了。叶天已经感觉到自己用象化力加速催熟的蔓藤被无情的撕扯着，蔓藤的生长速度已经跟不上巨人的破坏速度，看起来这植物屏障已经无法阻止这头战斗机器前行了。吴帮主，你到底好了没有？我这里可是到极限了。叶天说话的时候，额头上已经满是汗水了。饶是最低限度消耗的象化力，叶天为了阻止那巨人的前进也到了极限。再给我10秒钟，我要将攻击力提升到最大。武连志大声叫道。叶天，你给我再坚持一下。好，我知道了。叶天还来不及回应，只见那蔓藤屏障被一个巨大的身影硬生生地撞了开来。那个巨人表情狰狞，愤怒充斥着他整张脸孔。被他视作蝼蚁的人如此羞辱，这个巨人恨不得把这些考生生吞活剥了一般。他已经冲到攻击范围之内，巨人猛地挥出一拳，朝着少年们打了过去。还没有结束呢！叶天大喝一声，随即从巨人背后的蔓藤之中射出一条粗壮的青链，再次将巨人的手腕给缠住了。巨人的右拳无法挥出，他连忙飞起一脚踢向众人，但叶天也不含糊，再次操控数条蔓藤，再次制住了巨人的脚。很快，巨人的四肢被蔓藤牢牢锁住，一时间动弹不得。紧接着，无数蔓藤再次生长过来，准备将这巨人再次困在牢笼之中。但被激怒的巨人岂会再次让叶天如愿？突然，他的周身爆发出强大的气劲，那气劲所到之处，所有的蔓藤瞬间化为了齑粉。怎么可能？这个巨人竟然连死亡蔓藤的生长也能抑制！叶天大惊，此刻他的象化力已然耗尽，看到自己的蔓藤已经消失，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时间到，叶天，谢谢你给我争取了时间。关键时刻，叶天背后传来了武连志的声音。众人回头一看，只见不知何时，这个武连帮的少帮主竟然飞到了半空之中。阿志什么时候学会飞翔了？小鹿，他是怎么办到的？颜月疑惑地说道。是刀，确切的说是刀气。玉天禄看向了武连志的足下，
只见五连志双脚踏着横行的无形之刃，正是他们将五连志给托举在了空中。好了，你这个碍事的巨人，就让你接受我的惩罚吧。五连志大声道：“看我的四重刀阵！”五连志话音刚落，周身释放出了无数的无形之刃，比起之前的三重刀阵，无论是数量还是威力上都提升了数倍之多。此刻巨人周身可是被一股可怕的气劲所包覆，就是这气劲将死亡蔓藤给彻底摧毁。但就是这股气劲，在接触到五连志的刀阵之时，竟然被撕裂出了无数的口子。这个五连志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郑润则看着半空中的五连志，眼神之中满是妒忌之色。这刀阵是……郑书段仔细一看，顿时脸色变。这难道是当年在魏国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百胜刀阵吗？百胜刀阵乃是华胥国先辈某位武学擅长刀法的武学宗师利用像画力所创造出来的具象化武学。当然，普通的武者也能够使用像画力释放出类似的刀阵，但和百胜刀阵比起来，其一是缺乏变化，其二是威力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五连志所掌握的百胜刀阵，基础的一重刀阵和普通刀阵别无二致，甚至由于五连志年龄尚小，也无法操控其衍生出无穷变化。但到了第二重刀阵之后，就会产生天渊之别的变化。在第一重的无形之刃释放之后，第二重的无形之刃会以第一重作为的燃料，将能量迅速激发，其原理就有点像原子核裂变。二重刀阵的威力会比之前的刀阵强上数倍，而三重刀阵的威力又在二重刀阵的基础上翻番。以此类推，随着重数的不断增加，其累积的破坏力会到达匪夷所思的境界。当年在面对异国象化师军队的侵略之时，华胥国那些隐世的刀法大宗师就是凭借着10重百胜刀阵杀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单凭数人就歼灭了对手的1000人作战团。百胜刀阵的威名从那时起也是令敌我两方知晓之人谈之色变。百胜刀阵虽然威力强大，但真使用起来可不容易，因为随着刀阵重数的增加，越到后面催动所要使用的象化力也会成几何倍数的增加，就算是最顶级的象化师也不可能将百胜刀阵发挥到极致。目前所知，华胥国最高战力的刀法大宗师可以将百胜刀阵推到第12重，到达这个境界的百胜刀阵，其破坏力足可以毁天灭地，随手一击甚至能够将山岳夷为平地。由于这百胜刀阵的威力惊人，普通人要想袭得颇为不易，所以看到五连志的刀阵，这不由得让郑润则想起了那令人神往的百胜刀阵。五连志这个混蛋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学到这百胜刀阵的？郑润则忍不住骂道。郑润则不知道的是，五连志能够习得这百胜刀阵也算是机缘巧合。住在五连帮附近的那个姚姓老兵，曾经在一个武道宗师的团队中服役，而这个姚老爷子已经将百胜刀阵练到了第7重。当然，由于岁月的侵蚀，现在让姚大爷使用百胜刀阵，大概也只能达到第5重，但依旧算得上一个精英战士了。五连志和姚大爷十分投缘，再加上这个五连帮的少帮主是一个古道热肠的热血少年，姚大爷也乐得倾囊相授。所以自从五连志离开学院之后，就在姚大爷的教导下学习百胜刀阵。刚开始百胜刀阵和普通刀阵的修炼别无二致，威力也极其相似，而且在五连帮的所在地无人识得这强大的刀阵，所以五连志一直不显山不露水。经过经年累月的刻苦修炼，五连志终于将百胜刀阵修炼到了第4重。要知道，对于一个不满10岁的少年来说，这可是极其不容易的成就。不过虽然这4重刀阵威力无穷，但一旦使出就会瞬间抽干五连志的象化力，所以不到最后时刻，五连志绝不会使用这杀手锏。但是现在面对超越常识的巨人，五连志准备放手一搏了。此刻的五连志将自身的象化力提升到了极限，他所释放的3重刀阵已经能够让他停留在虚空之上。不会错了，这就是百胜刀阵无疑了。古沐橙看到大屏幕的画面，不由得赞叹不已。明明只是摆明开外的考生而已，他竟然能够使用这么强大的象化武学，真令人难以置信。寒门贵子并不是说说而已，就算是帮派之人，我们也不能戴着有色眼镜了。陈克昭道，假以时日，这个五连志的成就不会比那些世家子弟差到哪里去的。但是就算是百胜刀阵，就能解决这巨人战斗机器吗？王黎明有些怀疑地说道。如果只是3重刀阵的话，应该没有机会。古沐橙道，巨人的防御力可不是那么简单的。说话间，战场上的五连志已经发动了攻击，3重刀阵释放，无数的无形刀刃已经将巨人撤退的道路尽数封死。你这狂妄巨人，就让你成为我刀下的亡魂吧！不知何时，五连志已经开始了吟唱。只见无数无形之刃如疾风骤雨般朝着巨人肆虐而去，巨人周身引以为傲的气劲防御，仅仅转瞬间就被3重刀阵给撕了个粉碎。不但如此，那纵横无际的刀气很快就在巨人的身体上留下了触目惊心的伤痕。果然是3重刀阵。远处观战的锋线明道，要知道，就是这3重刀阵就足以摧毁金铁所筑的屏障，那个巨人应该完全挡不住。果然如锋线明所料，在那3重刀阵的肆虐下，巨人已经是寸步难行了，他每一步都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仅仅才迈出2步，巨人身上光是致命的伤痕都已经数不过来了，其他普通伤痕更是如恒河沙数，举不胜举。换作是真实的生物，可能早已毙命，但是这个具象化出来的巨人，就算是如此，依然没有倒下，这简直是犯规啊！颜月攥紧了拳头，也是为自己的好兄弟打抱不平。考试就是考试，就算是附加题，也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玉天禄一脸平静地看着战局，而且阿月，你不用担心，阿志马上就要使出他的绝招了。绝招？难道是那个吗？颜月的表情顿时变得十分期待。眼看巨人不顾自身伤痛，
慢慢靠近众人之时，半空中的五连志亦是下定了决心。你这混蛋，看来是时候让你见识本大爷的最强招式了。五连志说完，周身的刀气陡然一变，刚才那锐气满满的刀阵，此刻突然仿佛消失不见了一般。奇怪，那个五连志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连一点刀气都感觉不到？郑润则道：难道是香化力用完了吗？蠢材！一旁的子奎骂了一句：你们难道没有见过第四重刀阵吗？第四重刀阵？没错，只有能够使用第四重刀阵，才算真正会使用百胜刀阵。子奎看着五连志，心中暗道：如果你真的会那一招的话，那这个巨人根本不足畏惧。说话间，没有了刀阵的束缚，那巨人亦是加快了脚步。他疯狂地叫嚣着，发泄着刚才的郁闷。与此同时，他身上的伤痕亦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愈合，看起来用不了多久，这个巨人又会恢复巅峰状态了。但很可惜，具象化出来的战斗机器根本不会意识到危险的降临。只见五连志摊开手掌，一把具象化的黑色短刀已经漂浮在了他的面前。比起刚才气势汹汹的三重刀阵，这把黑色短刃实在是太不起眼了。但观战的玉天禄却一眼看出，那边短刃隐藏着比之前更为恐怖的力量。这就是真正的百胜刀阵吗？阿志，就让我见识一下华胥伯的顶级武学吧。玉天禄心中暗道。五连志双眼直视奔跑过来的巨人，那一刻，他如鹰隼般的双目已经将猎物浑身上下的弱点尽数掌握。你已经死了。说完这句话，五连志猛地将那黑色短刃给推了出去。一瞬间，黑色短刃化作一道流星，闪电般的洞穿了巨人的身体。那巨人身子一个摇晃，整个人竟然停下了脚步，呆立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是怎么回事啊？一众考生们看着这诡异的场景，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但下一秒，只见那巨人的身体竟然无端出现了无数的裂缝，裂缝中似乎有无穷无尽的刀气想要从中涌出来。巨人的面孔也因为恐惧变得有些扭曲，他拼命用手遮挡那些裂缝，似乎用这种办法阻止刀气的突围。但按下葫芦起了瓢，这种顾此失彼的方法根本无法阻止刀气外泄。很快，那肆虐的刀气如洪水决堤一般涌出，伴随着巨人的身体轰然倒塌。那四重刀阵已经将巨人具象化的身体给切裂得惨不忍睹。随着一声绝望的哀嚎，巨人只剩下一颗头颅落在地上，而他的身躯则是被恐怖的刀气给彻底碎剐。这就是可怕的四重刀阵，能够将刀阵的力量短时间内压缩成一个小点，但等到它释放之时，又是能够爆发出数倍的力量。锋线明道，而且那个五连志攻击之时瞄准了巨人的中心位置，这才能够让四重刀阵的杀伤力达到最高，将其身躯彻底撕碎。终于结束了，考生们也是长叹一声。而半空中的五连志在使出这一招之后，也是耗尽了所有的象化力。此刻的他脸色苍白，脚下的刀气也已经无法让他维持腾空状态。五连志只能解除刀气，整个人无力地从半空中掉落了下来。阿志，还好玉天禄和颜月反应异常迅速，玉天禄瞬间张开安全网，颜月则是在下面用双臂进行托举，终于让五连志安全地落在网中。阿志，你没事吧？颜月关切地问道。放心，死不了，只是现在身体像撕裂了一样。五连志仰面朝天躺在安全网上，未来这几天我估计都无法使用象化力了。实际上不单单如此，此刻的五连志周身同样如刀割般疼痛。此刻他想起了姚大爷受招前曾经嘱咐过他的话：百胜刀法久炼成钢，能忍常人所不能忍，才能铸就刀魂。我说姚大爷，你当时可没有说这反噬的效果是如此可怕啊！五连志一脸苦笑，我希望再次使用这招的时候越久越好。好了，阿志，今日过关的 MVP 就是你了。玉天禄连忙安慰道：你放心，过一会儿我们抬着你进入皇家学院。皇家学院吗？恍惚中，五连志仿佛看到了那令人向往的校园。此刻众人向那青铜大门看去，不知何时那最后的屏障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原来刚才第四重刀阵同样波及到了青铜大门，给予其重创。这青铜大门已经是摇摇欲坠，稍一用力就能将其摧毁。考生们这才放心，众人相视一笑，互相搀扶着朝着最后的出口前进。那些监考老师们看到这一幕，也总算松了口气。无论过程如何，至少结果可以接受。陈克昭展言道：既然把守门的战争机器都打倒了，这一届的考生的确让我们刮目相看啊！眼看胜利就在眼前，但是事情却风云突破。郑润则走过那巨人头颅的时候，心有不甘的飞起一脚，将那巨大的头颅给踢飞了出去。他口中还念念有词：你这个可恶的巨人，竟然把我们弄得那么惨！现在身首异处，这就是一报还一报。那巨人的头颅就地一滚，竟然一下子竖了起来。只见巨人的双眼满是凶厉之色，对着郑润则怒目而视。那狰狞怨毒的表情顿时把郑润则吓了一跳。这个郑家的二公子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可恶的家伙，明明都死了，竟敢在那里嚣张！郑润则挣扎爬起来，准备再次羞辱巨人头颅。可就在此时，巨人的头颅爆射出巨大的气劲，竟然将旁边的几个考生连同郑润则一起给震飞了出去。怎么可能？死了还这么厉害？倒在地上，郑润则害怕地说道：不好！玉天禄连忙回头，因为他感觉到了令人生畏的象化力。糟了，那个郑家子弟是怎么回事啊？看到大屏幕上传回来的画面，古沐橙怒道：原本战争机器已经停止工作了，这一脚让他要重启了。古沐橙话音刚落，只见巨人的头颅突然凌空升起，大家快点散开！玉天禄冲着众人道。只见巨人头颅之下竟然浮现出了一个虚幻的身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若隐若现的身体竟然开始慢慢实体化了。怎么可能？
那个家伙还能死灰复燃啊！被担架抬着的武连志看到这一幕，也是心急不已。战意犹存的他还想驱动象化力，只可惜刚才的四重刀阵释放早已榨干了他最后的象化力。怎么办？怎么办？一时之间，所有的考生已经陷入了迷茫。鲁兄，快点想办法让大家先冲关出去吧！玉天禄冲着鲁连海大喊：“阿莲，你还有余力吗？”鲁连海回头看向徐亚莲：“以我现在的象化力，也只有做到如此了。”徐亚莲说完，立刻具象化出了2艘快艇。不过快艇的装载量已经和刚才不可同日而语了，能上多少人是多少人吧。鲁连海说着，立刻催动象化力具象化海流。而那些世家子弟见状，二话不说，争先恐后的朝船上涌了过去。不一会儿功夫，2艘快艇上已经站满了世家子弟。船上的世家子弟还冲着鲁连海不断的催促：“鲁兄，求求你，快点把我们送出关吧！”看到这样的场景，鲁连海眉头一皱，明明刚刚还携手并肩的同伴，这个时候竟然第一时间想着逃离。你们几个是怎么回事啊？叶天忍不住大怒：“都给我下来！再怎么说也让武帮主先走啊！”武连志为了击败巨人，耗尽象化力，发动4重刀阵，此刻早已失去战力。玉天禄让鲁连海帮忙把部分考生给先救走，自然也是想让自己的这个兄弟先过关。可谁知那些世家子弟比谁都心急，不等众人反应，都已经先上了船了。面对叶天的质问，那些世家子弟却说得振振有词：“我们都上去了，你竟然还让我们下来？你到底有没有爱心啊？刚才是这个小流氓自己逞强和守门人开战的，我们可没要求他强行迎战啊！”就是，鲁老大，你快点帮忙开船吧，我们这些人可比不了你们这些学霸，我相信你们肯定有办法对付那个巨人的。各位，我们可比不了你们这些天才，求求你们了！这些世家子弟的祈求声此起彼伏，但是说出的话却实在是无耻之极。原来堂堂世家子弟竟然是如此嘴脸啊！玉天禄一声冷笑，玉天禄回过头对着叶天道：“叶兄，你带着阿志还有其他人先走吧。”“走？怎么走？这船可是站满了呀！”叶天也是一愣，但是下一秒，只见玉天禄向化力发动，一艘3角帆船已经出现在了鲁连海所具象化的水道上。什么？那小子也能具象化船舰？徐亚莲见状也是大惊，而且这样的3角帆船我怎么从来没有见到过？玉天禄此刻可没有时间回应徐亚莲的话，他朝着叶天一挥手，让其带着武连志离开。而与此同时，刚才没有挤上船的世家子弟见状，竟然朝着玉天禄的帆船这边涌了过来。你们这群家伙到底要不要脸啊？这下就连和玉天禄不对付的郑润泽都看不下去了。谁知那些人跑过郑家兄弟的身边，有人还朝着他们反击道：“不要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们这些豪门自然有出头的办法，我们可能就这一次机会了。”说完，这些人竟然头也不回地朝着帆船奔去。可谁知一个高大的身影挡在了他们的面前，颜月周身散发着可怕的气势。“你们几个也配上船？”颜月面色一沉道：“你这个大块头部，要多管闲事！”一个考生怒骂道：“给我快点滚开！”说着，这考生迅捷地朝颜月出手，并且出手的一瞬间，他手中具象化出了一柄长矛，那长矛直刺颜月的咽喉而去，速度之快，在场的人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只可惜这个世家子弟还是低估了颜月的实力。只见那长矛在距离颜月还有几寸的地方停了下来，颜月竟然在电光火石间握住了枪头。什么？那个世家子弟也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根本没有想到眼前这个高大少年的反应竟然如此之快。他拼尽全力将长枪往颜月方向推去，但此刻那长枪就如同铁柱一般，根本无法前进哪怕寸许。你这家伙真是令人鄙视！颜月说完，只听得清脆的响声，那根具象化出来的长枪已经被他给掰断了。一瞬间，世家子弟的具象化了四散。他眼神中闪过一丝惊恐后，整个人就直接被颜月一拳打飞，连带着在他身后一起冲过来的考生，如同打保龄球般的被震散了开去。好了，叶天，快点把阿志给带上船！玉天禄大声喊道：“还有其他人都给我一起上去吧！”谁知听了玉天禄的话，那些寒门子弟却根本无动于衷，就连叶天也是一动不动。你们到底怎么回事？难道听不懂人话吗？玉天禄怒道：“玉小哥，我们虽然知道不是那巨人的对手，但是你让我们抛下你走，那是万万做不到的。”一个寒门子弟毫不犹豫地说道：“就是，我们可是都是你带到这道关卡的，凭我们自己根本办不到。”另一个考生也道：“我们就这么一走了之，还是人吗？”好了，玉小哥，我们这些人和你共进退。”叶天斩钉截铁地说道。而担架上的武连志也是大声道：“你们两个就不要想把我给撵走，我就算不能战斗，也会看着你们干掉那个巨人。”听了他们的话，玉天禄不觉心头一暖，仗义每多屠狗辈，那个世界的谚语放到这里依旧有效。好了，鲁连海，你快点把我们送走啊，好让你们腾出手来对付那个巨人啊！世家子弟急不可耐地说道。只见此刻的巨人身体已经几乎完全恢复，他狰狞的表情再度出现，那气势比起刚才更是强上了数倍。好，我这就送你们出去。鲁连海说着，立刻催动象化力来控制水流。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这水流的方向根本不是通关的出口，而是调转方向朝着巨人而去。鲁连海，你这是做什么？快艇上的世家子弟大惊失色。做什么？你们这些人简直是丢我们世家的脸！鲁连海脸上满是怒色，让你们这些家伙进入皇家学院根本就是耻辱，这是你们应得的。说话间，鲁连海一甩，水流包裹着快艇朝着那巨人撞了过去。杀千刀的鲁连海，我们不会放过你的！
这群世家子弟发出一声惊呼。此刻正好那巨人已经完全恢复，看到2艘朝他面门冲过来的快艇，他顿时做出了反应。只见巨人一手一个将快艇抓在自己的手中，船上的这些卑鄙的世家子弟终于在最近距离看到了巨人那暴怒的面孔。这回全完了，这些人顿时吓得魂不附体，甚至有几个胆小的直接昏死了过去。巨人根本没有再瞧他们一眼，随手就将2艘快艇往身后一甩，快艇径直地跌入了远处的虚拟森林中。不说这群世家子弟的下场如何，但至少皇家学院已经和他们无缘了。此刻的巨人已经把所有的注意力聚焦到了剩余的人身上。之前被5连制用4重刀阵击杀之后，这个新生的战争机器似乎对其有些忌惮。不过当他看到那5连制已经躺在担架之上，他似乎已经毫无顾忌。只见他仰起头，发出了愤怒的嘶吼，宣泄着之前的郁闷。那四散的杀气也让在场的人不寒而栗。可恶，这个家伙似乎比起之前更加厉害了。郑书段愁眉不展，这些要全军覆没了。看到这一幕，古牧城给出了自己的判断。这战争机器重新被激活以后，原本潜藏在头颅之中的象化力全部释放。现在这个巨人的战斗力已经接近4阶象化兽了。4阶象化兽，这些孩子根本没有对抗的能力。陈克昭叹了口气，现在已经不是让他们通过的问题了，需要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快点联系现场的监考老师，快点通知曹老师、风老师他们，必须要阻止这个战争巨人。陈克昭大声吩咐道。程主任，你看。王黎明突然用手指着屏幕大声喊道。一众老师循声望去，只见大屏幕里那个战争巨人面前竟然出现了一个瘦弱的身影。什么？竟然是那个玉天禄！古牧城大惊道，他要干什么？难道他想独立对抗那个战争巨人吗？这完全是送死啊！程主任，快点让曹老师他们阻止他吧。此刻就连一直对玉天禄不太感冒的王黎明也大声道。等等，程克昭突然道，这个孩子究竟要做什么呀？只见战场上的玉天禄显得格外平静，面对着冲过来的战争巨人，他根本就没有逃跑的态势。鲁连海等一众世家子弟都为玉天禄捏了一把汗。就在1分钟前，这个瘦小的少年竟然准备一个单挑这个可怕的巨人。可恶，现在该怎么办？郑书段看着那战争巨人，瞬间慌了神。我的象化力已经耗尽，也没有办法把你们送走了。鲁连海道，看起来为了不被这个巨人杀死，我们只能投降了。投降？不可以！颜月起身大叫道，绝对不可以！你这个大块头到底知不知道状况啊？郑润则大怒，你想死你就去好了，我们可不想把命交代在这里。我当然不知道状况，我只知道这是我和小鹿唯一的机会了。颜月大声道，这次我无论如何都要试一试。不就是个巨人吗？我去解决他。说罢，那颜月就起身和那巨人拼命。可就在此时，一张巨网从他头顶上方落下，一下子把他给盖在了原地。小鹿，你这是要做什么啊？颜月大惊，因为他看到玉天禄缓缓起身，径直地朝那暴怒的巨人走去。阿月，现在不是你出手的时候。玉天禄缓缓道，这一次就让我去对付那个巨人吧。玉天禄，你开什么玩笑？你不要命了？郑书段大声道，就算是我几个满状态连手都打不过他，你去能做什么呢？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呢？奇迹是人去创造的。玉天禄说罢，头也不回地朝巨人走去。小鹿，等等我和你一起去。颜月说着，也是用力想要将玉天禄具象化的网给扯断。可随着颜月用力撕扯了几下，竟然无法破坏这看似柔弱的巨网。这是怎么回事啊？颜月有些诧异。小鹿，你到底对这捕兽网做了什么啊？玉天禄并没有回答，现在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巨人的身上。你们快点想办法，帮我把这网给弄开。小鹿一个人会死的。颜月着急地说道。此时一旁的紫葵听了，连忙具象化出紫金长剑，他猛地朝捕兽网一斩。谁知紫金剑斩中捕兽网之后，就如同钝刀斩肉一般，根本毫无作用。我的象化力消耗太多了。紫葵无奈地说道。这紫金剑的威力连之前1成都不到。其他那些普通考生也连忙过来，用力拉扯着捕兽网。不过他们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却依旧毫无作用。那捕兽网竟然能够跟着他们用力的方向不断变化，让他们有力无处使。可恶，小鹿，你到底使了什么魔法啊？颜月大声嚷道。看样子这玉天禄具象化出了一种新的材料啊。徐亚莲用手拿起捕兽网的一角道，这样的材料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呀。对了，大块头，我们没有象化力可以弄坏这捕兽网，你自己用象化力试试看啊。郑润则提醒道。象化力？我哪里有什么象化力啊？颜月脱口而出。什么？你没有象化力？鲁连海等人大惊。你没有象化力？你怎么来地这里？这有什么奇怪的？我是来参加考试的。小鹿说皇家学院入学考试可没有规定不招收普通人啊。颜月理直气壮地说道。闹了半天你竟然是普通人？郑书段道。看样子玉天禄是为了保护你这个家伙吧？保护我？这个战争巨人普通人根本无法对抗，要战胜他只有依靠象化之力。就在众人说话之际，那个巨人已经朝着玉天禄发动了攻击。看到这个瘦弱的少年走到了巨人的攻击范围之内，这战争巨人气不打一处来。在他看来，玉天禄根本就是蝼蚁一般，这样的人竟然来单挑自己，绝对是对自己侮辱。战争巨人不由分说，巨大的拳头猛地朝玉天禄砸了过来。那拳又急又快，攻击范围又大，平常人根本无法躲避。战争巨人一拳将地面轰出了一个凹坑，脸上也泛起了得意之色。小鹿，颜月都已经不敢看了。可等到巨人慢慢将自己的拳头抬起之时，却发现凹坑中空无一物。小鹿他究竟去了哪里啊？
武连志着急道：“你们看，在上面！”郑润则指着半空中一个急速下坠的黑点道。众人转头一看，正是最后时刻消失的玉天禄。原来在巨人重拳砸下的最后时刻，玉天禄不知道使得什么手段，竟然一下子窜到了高空。而当玉天禄重新出现在视野里之时，众人亦是大吃一惊。只见这个瘦弱的少年背后竟然被是一个 X 型的金属装置，急速下坠的过程中，那个奇怪的装置竟然不断朝战争巨人弹射出无数的钢线。小鹿什么时候捣鼓出这么奇怪装置的？武连志吃惊道。那个巨人此刻也发现了背后的玉天禄，他猛地转身，右手一抓，想要将玉天禄给捏在手中。玉天禄见状，二话不说，手中的腕带射出一条钢线，目标直指巨人的右腕。那钢线上还有一个小型金属抓手，在钢线绕着巨人手腕转了几圈之后，那抓手直接刺入了巨人的腕部肌肉之中。玉天禄双手拉着钢线，顺势来了一个钟摆摇荡之后，再次来到了巨人的背后。巨人被玉天禄惹恼了，连忙转身再度擒拿。但玉天禄借助那 X 型的装置，利用各种钢线和抓手绕着巨人的身体上下翻飞，这个样子简直像那蜘蛛侠一样。这个小子到底是怎么想出来如此精密器械的？大屏幕上，陈克昭看着玉天禄的表现，也是啧啧称奇。特别是那 X 型装置，更是令不少负责机械制造的老师为之侧目。那个东西就算是在战场上也极其有价值。封建明惊喜地说道：“这个孩子的想象力还真是惊人啊！”实际上，这个 X 型装置可不算是玉天禄构思出来的。在原来的世界，这个金属装置正确的名字是立体机动装置，脱胎于某本著名动漫。对于热衷于机械制造又兼具宅男属性的玉天禄来说，这个能够摆脱地心引力，如蜘蛛侠般在三维空间中自由穿梭的装置，可是他憧憬的对象。在原来的世界，他一门心思都想复刻这漫画里的神奇装备，只不过刚刚搞出了设计图，还没有来得及制造，他就由于意外穿越到了这个世界。原本这设计图一直潜藏在他的大脑深处，但看到这个战争巨人之后，一时勾起了玉天禄脑内的这段回忆。要对付这巨人，必然需要能够和其对抗的装备。原来世界没有条件，就让我在这个世界试试看吧。当时玉天禄这么想着，很快就将这立体机动装置给具象化了出来。玉天禄拥有立体机动装置的那一刻，正好巨人的攻击已经到了，他连忙按动按钮，一个弹射将自己推向了高空。接下来一场扣人心弦的追逐战在一众考生面前展开了。战争巨人用尽全力，想尽办法想要将玉天禄抓住，但玉天禄一阵闪转腾挪，宛若在大象身上来回奔跑的老鼠一般，看似险象环生，实则根本无法阻止。虽然是第一次操控立体机动装置，但实际上在脑海里玉天禄早已演练数千遍不止。这些装备在玉天禄使来如臂使指，战争巨人反而被玉天禄给牵着鼻子走，甚至有好几次那战争巨人被灵活的玉天禄弄得晕头转向，差点就一头栽倒。如此几个回合之后，战争巨人变得暴躁无比，漏洞百出，而这就是玉天禄所要的结果。战争巨人终于强行绕到了玉天禄身前，双手左右夹击，想将玉天禄给包个饺子。但如此一来，巨人中门破绽瞬间显露了出来。玉天禄二话不说，立刻按动腰间按钮，利用机皇将自己整个人强行弹射了出去。玉天禄身体素质本就一般，他的攻击无法给巨人造成杀伤，为此他拼命催动象化力，让机皇的弹力达到极限，让自己的身体作为炮弹。只见玉天禄如流星般从巨人的双掌缝中穿过，重重地撞击到了巨人胸下横膈膜的位置。在此之前，玉天禄用最后一点眼睛锯像画出了金属弹头顶在身体前方，尽可能提升这次撞击的杀伤力。而结果也出乎众人的意料，仅仅一击之下，这个看似强大的巨人竟然仰面朝后倒去。随着一声巨响，这个如山岳般的巨人重重地砸到地面之上，这一摔震的整个虚拟森林都为之一震。但击倒了战争巨人之后，玉天禄也不好过。这次攻击可谓是杀敌1000，自损800。玉天禄整个人被巨大的反作用力给推向了天空，那眼睛制成的弹头也因为强大的冲击力化为了齑粉。半空中的玉天禄也差点晕厥过去，而且具象化出来的立体机动装置也在这一撞之下受损严重。打倒那个巨人了吗？众人紧张地说道。但现实却显得有些残酷。只见被打倒的巨人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他胸口下方一道深可见骨的贯穿伤口，看得触目惊心。但对于没有痛觉的战争机器而言，这伤害有些杯水车薪。难道就这么结束了吗？叶天发出了一声哀叹。你们看玉天禄！郑润则突然大声嚷道：“小鹿！”被困在网中的颜月发出一声惊呼，仰起头的他正看见自己的好兄弟竟然再次杀到了巨人的背后。之前被玉天禄击倒的巨人尽管重新爬将起来，但是神智并没有完全恢复。那一刻，战争巨人还是一副混乱的样子，正好给了玉天禄下手的机会。玉天禄强忍剧痛，将剩余的象化力全数转化。只见在这个瘦小少年的手中竟然出现了一把满是电流的长刃。那把刀是怎么回事？武连志顿时瞪大了双眼，小鹿什么时候能够具象化出如此强大的武器了？因为就算隔着数十米的距离，这个精通百胜刀阵的少年也能够感觉到这把战刃的威力。实际上，玉天禄只是将之前在脑海里的那把斩杀巨人的雷刀化为现实而已。这个力量本来根本不会存在在这个世界当中，但玉天禄凭借象化力强行将原来世界的虚拟武器转化为这个世界的实体。玉天禄双手握住雷刀，那战刃似乎在回应这个世界的主人，瞬间散发出璀璨光耀。玉天禄猛地一刀斩向了战争巨人的后颈，那一刻他仿佛使出了平生所有的力量，雷刀入体，肆虐的电流将巨人的脖颈硬生生划出了一道口子。这个玉天禄怎么知道内核在那个部位的？
王黎明看到屏幕传回来的画面，一时震惊不已。原来这战争巨人虽然是具象化出来的，但是控制其具象化的核心装置就藏在巨人脖梗之中。这孩子的洞察力真是惊人啊！古沐橙不由得感叹道。但实际上，玉天禄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刚才的攻击他只是赌了一把。之前战争巨人的身体被五连制摧毁，已经能够重生，都是因为留下的那颗头颅的作用。而玉天禄记得，原来世界那本动漫上，巨人的弱点就在脖梗处。而没想到，这战争巨人还真和那部动漫不谋而合。玉天禄这次的攻击就是瞄准其弱点，雷刀插入脖梗深处，甚至惹得这个没有痛觉的战争巨人发出了一声悲鸣。玉天禄用尽全力，尽可能的将刀口扩大，这件里面一块黑色的晶片放射出妖冶的光芒，那应该是战争巨人的核心了。只要把它摧毁，就能彻底断绝这巨人的重生之路。玉天禄这么想着，拼命用力，想用雷刀将核心彻底摧毁。可就在此时，原本支持着他的立体机动装置，却如同飘零的枫叶一般，慢慢化为了尘埃，如灰烬般随风消失不见了。可恶！这个时候，像化力已经耗尽了吗？玉天禄心有不甘地说道：“只差最后这一步了。”玉天禄刚说完，手中的雷刀竟然也慢慢变成了虚化。而感受到背后的强大力量消失，那战争巨人终于找到了反攻的机会。他伸出巨掌朝玉天禄抓来，准备将这罪魁祸首给揪出来。玉天禄别无选择，他双腿用力一蹬战争巨人的身体，整个人自由落地，朝下方坠去。完了，快去救小洛啊！担架上的五连志激动的大叫。但面对如此可怕的战争巨人，又有谁能够将玉天禄给救下呢？周围两个监考老师见状，正准备出手救援。可就在此时，一道黑影横空出世，他一蹦3尺高，在最后关头将玉天禄给接了下来。阿月！力竭的玉天禄睁开眼睛，发现就自己正是和他生死与共的好兄弟颜月。那个大块头什么时候竟然把这网给挣脱了？郑润泽回头一看，之前玉天禄压制颜月的捕兽网，此时已经破了个大洞。要知道，刚才颜月费尽9牛2虎之力没将网扯碎，但是仅仅一瞬间，他竟然已经破网而出了。原来就在刚才，玉天禄和战争巨人打得热火朝天之时，颜月早已按耐不住自己的战斗之心。小鹿的象化力支持不了太久，等时间一到，他会有生命危险的。颜月心中暗道：我要快点从这里出去。小鹿，那为什么用网网住我啊？颜月双手抓住捕兽网，费尽全力往两边拽，却依旧未果。玉天禄具象化的特制捕兽网所加入的材料可是堪比军事级，用蛮力根本无法突破。但眼见玉天禄遭遇生命危险，涨红了脸的颜月依旧不肯放弃，肯定有办法突破的，一定有办法。颜月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尝试着从各个方向使力。小鹿，为了救你，就算是你我也不能输。颜月一阵捣鼓，不断调整自己的用力方式，却效果甚微。最后，这个不会使用象化力的少年索性闭上了眼睛。小鹿曾经说过，去感知未知的力量会带来新的体悟。颜月一边想着，心中越发冷静。黑暗之中，有一道光慢慢变得清晰起来。颜月不再犹豫，猛地用力一抓。那一刻，他似乎感觉到了象化力的弱点。就在此时，众人正好发出一阵惊呼：完了！玉天禄完了！小鹿！颜月猛地睁开眼睛，那一刻，他周身仿佛充斥着无穷的力量，无论是谁都阻止不了我。颜月大喝一声，整个人突然暴起。那一瞬间，颜月拥有了超越自身数倍的力量，一股绝强的气劲如同利刃一般，刹那间将捕兽网撕开了一个口子。于是，在玉天禄即将殒命之时，这个没有象化力的少年在半空中接住了他。我就知道！玉天禄苍白的脸上堆满了笑容。阿月，你终于突破自己了。实际上，在决定困住颜月的时候，玉天禄脑海里回忆起儿时的一幕。那时候只有5岁的他和6岁的颜月一起在野外徒步，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两个人不小心陷入了淤泥之中。颜月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着急万分，不住的乱动，想要把自己从淤泥中拉出去，但他越用力，反而越陷越深。眼看颜月就要没顶之时，玉天禄用象化力具象化出了类似于跷跷板一样的工具，利用杠杆原理将颜月给弹出了淤泥之地。但5岁的玉天禄象化力瞬间耗尽，救了颜月之后，自己反而陷入深渊，无法自拔。而就在关键时刻，颜月竟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玉天禄依稀记得颜月周身散发着惊人的气势，硬是破开了沼泽，从死亡边缘将他救了出来。从那一刻起，玉天禄就很清楚颜月拥有着无限的潜力，只可惜阿月平常都在压制自己真正的力量，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施展出来的。于是玉天禄在生死关头下了重注，要将颜月的潜力给逼出来。而他这个伙伴并没有让他失望，颜月从高空中猛地落下，双脚在地面上重重一踏，掀起了无数的碎石。小鹿交给你们了，颜月说着，将力竭的玉天禄给捧了出来。叶天和一众寒门子弟连忙过来，将玉天禄给扶住。太好了，玉小哥！叶天等人一时松了口气。好了，这里交给你们，保护好小鹿。颜月说完，转过身，朝着那已经恢复神智的巨人狂奔而去。大块头，你不要命了吗？郑润泽大声嚷道。放心，那个巨人现在不是阿月的对手。玉天禄有气无力地说道。你说什么？众人疑惑地看着玉天禄。玉天禄，你在说什么梦话？这个战争巨人的实力已经趋近于4阶象化兽，他连象化力都没有，怎么可能击败他？郑润泽立即说道。这只是你们的常识而已。玉天禄淡淡道，但阿月是超越常识的存在。就在此时，那战争巨人一个跨步，竟然已经来到了众人面前。
刚刚玉天禄重创他的后颈，非但没有让他受创，反而令他怒气冲天。只见战争巨人的巨掌从众人头顶上拍下，准备将这群挑战他的少年尽数结果。谁知在他出掌的一瞬间，下方竟然有股绝强的力量和他硬生生对了一掌。那战争巨人脚步一个踉跄，竟然朝后连退好几步才稳住身形。众人定睛一看，战场上跨步站立着周身散发恐怖杀意的高大少年。此刻的颜月双目满是肃杀的气息，他的目标直指战争巨人。他的力量竟然和那巨人不相上下，这人力怎么能够达到如此啊？王黎明看着画面大惊道：“错了，不是不相上下。”古沐橙摇着头道：“这个孩子的力量已经在战争巨人之上了。”古老师，你不会在开玩笑吧？这个孩子身上可是一点像话力都没有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事实的确摆在我们眼前。古沐橙道：“看起来决定这些孩子能否过关，全都在这个颜月的身上了。”战争巨人眼睛里满是惊疑，他也没有想到眼前是座蝼蚁之人，转瞬间拥有了和他匹敌的力量。巨人哪里受过这份屈辱？暴怒的他再次向颜月发动了攻击，他双拳猛地握在一起，自上而下狠命地朝颜月砸了过去。这一次颜月并没有硬抗，而是双脚一点避过重击的同时，让自己一下子跃上到了高空之上。不等战争巨人反应过来，颜月先一步一个侧踢，正中对方的面门。战争巨人偌大的身躯直接被这强力的踢击给踢飞了出去。巨人倒下的瞬间，甚至将背后一片树木都给带倒了，那场面如同被飓风侵袭过一般。怎么可能？这个大块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武连志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巨人挣扎从地上爬起来，发现眼前的颜月并没有趁机进攻，而是挑衅地朝他招了招手。战争巨人发出一声怒吼，他是彻底被颜月给激怒了。他大踏步地朝向迈进，又是一脚重重地朝颜月踏来。这一回颜月毫不含糊，他双手向上来了一个霸王举顶，硬生生地将巨人的脚掌给挡了下来。给我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吧！颜月双臂发力，又是将战争巨人给顶了回去。而在逼退对手的同时，颜月双脚生风，一下子又是窜到了战争巨人的背后。颜月发现战争巨人脖梗处的口子并没有愈合，看起来玉天禄之前用具象化的雷刀还是重创了战争巨人，让其逆天的恢复力失去了效用。小鹿说，那巨人的脖梗处是象化力的源泉，只要能够击碎里面的水晶，这个战争巨人就会被击败了。想到这里，颜月双脚一点，借助战争巨人的身躯，3下5除2朝着脖梗处而去。但战争巨人可不是坐以待毙的主，他迅捷的转身将弱点隐藏了起来。可恶！颜月良机失去之后，等来的是战争巨人豁尽全力的一拳。颜月一时反应不及，被战争巨人暴力的一拳轰中，整个人从半空中被打落地面，如同炮弹轰炸地面一般。颜月坠落地面，直接将地面打出了一个巨大的凹坑，同时还掀起了满地的烟尘。大块头没事吧？众人也是一阵揪心。所幸烟尘散尽之后，颜月重新站立了起来。只不过此刻他全身上下伤痕累累，巨人的这一拳着实不好受，不能再吃这家伙的重拳了。颜月心道，一定要攻击他的弱点，但是我现在的力量没有办法偷袭他的后方啊。玉天禄看在眼里，顿时知晓颜月的困局。子葵兄，你能替阿月具象化出紫金剑吗？玉天禄冲着子葵问道。这个子葵无奈地摊开手中，只见掌中立即出现了一块紫色水晶，但仅仅一瞬间，这紫水晶就已经消失不见了。我现在连这种程度的紫晶都已经具象化出来了。子葵道，不是我不想帮忙，实在是无力为之啊。在场的一众考生所拥有的象化力都消耗的差不多了。此刻颜月又再次闪到了巨人的后背，看我的厉害！颜月猛地一拳朝战争巨人打去，但很可惜，赤手空拳的杀伤力着实太小了。战争巨人稍微用力，就用巨掌将颜月的攻击给挡了下来，然后巨人用力一推，又将颜月给震飞了出去。大家把象化力都借给我吧。玉天禄冲着鲁连海等人说道。把象化力借给你？你要做什么？徐亚莲一愣，虽然我们大家的象化力不剩下多少了，但是聚集起来足够给阿月制造出武器了。玉天禄解释道。但是以你现在的身体能办到吗？鲁连海怀疑地看着玉天禄。事在人为，现在的情况下，我只能赌一把了。玉天禄毫不犹豫地说道。那好吧，我鲁连海平常不喜欢赌博，你既然如此说，那我也舍命陪君子。鲁连海说完，第一个将象化力导引到了玉天禄的身上，其他诸如叶天等寒门子弟也立刻将象化力聚集到玉天禄身上。郑家兄弟和子葵还有些犹豫，但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别无选择。好吧，我就把象化力给你吧。郑润则不情愿地说道。最后他还是和兄长郑书段一样，把象化力借给了玉天禄。玉天禄融合各家的象化力，终于可以重新具象化武器了。而被震飞倒地的颜月再次站起，刚才巨人的一掌让他身体再次受创。我现在的身体可能只能再攻击一次了。颜月生气地说道。但我的拳头没有杀伤力，这怎么办啊？就在颜月着急的时候，突然他感觉右手传来一股电流。他定睛一看，一股强大的雷电之力竟然在其掌中慢慢化为实体。这神兵赫然是之前玉天禄攻击战争巨人所用的雷刀，这是小鹿的武器。颜月一回头，只见玉天禄正注视着自己。谢了小鹿，我一定会胜过这个巨人的。颜月右手紧握雷刀，慢慢将自己的身体给撑了起来。此刻那巨人似乎预感到了危险，不顾一切地朝颜月冲了过来。他要在对手将雷刀力量释放之前，将颜月给彻底击溃。战争巨人用尽全力，猛地一拳打出，眼看就要击中颜月之时，这个高大少年身形一闪，一下子不见了踪影。好快的速度！
监考老师们都发出了惊呼。电光火石见颜悦再次出现在了战争巨人的背后。此刻玉天路之前划开的口子已经开始愈合了，但里面的象化力之源依旧清晰可见。好了，就让我送你上路吧。颜悦说完，他整个人化为闪电，一下子冲进了那个口子。战争巨人似乎也感觉到了生命的危险，这个时候转身已经来不及了，他连忙下意识的伸手想要捂住脖子后面的伤口，但此刻的颜悦已经是无人可挡的状态。战争巨人的巨掌伸过来之时，他随手一记重斩，竟然将巨人的3根手指给切了下来。战争巨人不由得条件反射的将手缩了回去，而颜悦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一下子就来到了其象化力之源的核心处。就是这里吗？颜悦看着散发着妖冶光芒的核心，双目爆发出复仇的火焰。就是因为这个把我们害得这么惨，给我见鬼去吧！颜悦手中的雷刀毫不犹豫的重重斩下，只一斩就将那核心劈为2半。随着核心被摧毁，支持战争巨人的象化力顿时四散。战争巨人似乎已经知道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仰天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悲鸣。这个家伙竟然真的把战争机器给击溃了，而且竟然使用如此简单粗暴的办法呀！陈克昭长叹一声，只可惜如果他拥有象化力，那该有多好啊！主任，监考老师们纷纷看向了陈克昭。好了，看起来入学考试已经落幕了，大家快点准备一下，那些考生都受了伤，需要尽快治疗。是，众人连忙回应道。而与此同时，战争巨人的躯体已经完全消散，终于解决了。颜悦终于可以放肆的大喝一声了。不好！颜悦突然反应过来，此刻的他还在半空之中。之前他可是借着战争巨人的身体才爬到数十米高的地方，而去颜悦的力量已经耗尽，他整个人直接从高空直坠而下。这回完了！颜悦立刻闭上了眼睛。阿月，放心，我们会保护你的。黑暗中，颜悦听到了玉天路的呼唤，让他不由自主地睁开了眼睛。只见玉天路和其余考生竟然用自己的身体筑起了一个巨大的安全网，而且就连鲁连海等一干世家子弟竟然也加入了其中。大家实在是太好了！颜悦哭喊着，很快高大的身体一下子落到了众人的怀里。不过经此一役，颜悦和玉天路彻底没有办法支持下去了，二人很快就失去了意识，昏倒在地。好了，接下来大家把这2位都抬起来吧。鲁连海大声道。陆兄，你这是要做什么？子奎一愣。我们能够过考试都是靠了这2位，我们必须要将他们抬过终点。鲁连海道。子奎兄，你该不会反对吧？放心，我也是彻底被他们2个给折服了，看来佳姐输给他们并不冤枉。子奎道。我只是觉得不但要送，而且要把他们第一个送出去。说得对。徐亚莲朗声道。我还没有见过如此少年英豪啊！郑家兄弟看到众人的态度，也没有反对的理由。于是接下来一众监考老师看到这群考生抬着玉天路和颜悦缓步走出了虚拟森林。而当众人抬着2个少年英雄走出考场之时，只见陈克昭早已带着一众监考老师侍立在道路两边。刚才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早已征服了这群苛刻的老师，特别是近距离观战的曹华雪和封宪明2人。最后时刻，他们原本是准备救援这些考生的，但看到2人如此震撼人心的表现，他们十分庆幸没有贸然出手。这是我有史以来看到的最为震撼的入学考试啊！封宪明悄悄对曹华雪言道：“话说你们也没看几届啊？这不重要，有生之年能够执教这样的学生，此生无憾了。至于吗？至于……可嗨嗨！”一旁的陈克昭忍不住咳嗽了几声。曹华雪和封宪明听了，连忙收声。此时，只见玉天路等昏迷的考生已经被医疗班的老师们给抬走了。好了，孩子们辛苦了。陈克昭看着一众狼狈的考生们，连忙安抚道：“你们都是好样的，能够通过如此艰难的考试，着实不易啊。”此刻这些考生的表情十分复杂，一来能够通过皇家学院的入学考试，正式成为新一届的学生，意味着距离成为象化师的道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样高兴的事情着实令人欣喜。但这一路走来，短短几个时辰所经历的事情，却令他们实在有些承受不住。有好几次，他们这些人距离死亡仅仅一步之遥，就连鲁连海这样世家子弟中的佼佼者，也差一点倒在了终点前。而最令他们感到心寒的是，亲眼看到原本在一起的伙伴倒在自己的面前。老师，我想知道留在虚拟森林里的人怎么办？郑润泽大声道：“当时虚拟森林地震时，他们团队一大半的人都被深埋在地底。这点你放心，那次地震我们只是考验你们而已。”陈克昭安慰道：“地底下我们有医疗班，已经把他们都救回来了。”陈克昭话音刚落，只见从虚拟森林里面走出了不少医疗车，而车上正是那些受伤的考生。太好了，他们都没有死啊！郑润泽一下子跪倒在地，放声大哭起来。那一刻，背负在他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了。好了，润泽，不要在这里丢郑家的脸了。郑书段一把将郑润泽给拉了起来。郑润泽面前打起精神，用袖口擦拭了自己的眼泪。看起来各位考生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考试后，应该也是身心俱疲吧？古沐橙连忙道：“接下来请到我们皇家学院的宿舍安歇吧，房间都已经给各位准备好了。”那么我们究竟进入皇家学院了吗？叶天着急地问道。这个嘛，陈克昭想了想道：“具体结果我们隔日再宣布。”之后，参加入学考试的考生们全数被安排进了皇家学院的学生宿舍之中。而且由于这场考试出现意外，超出了监考老师的控制，陈克昭自知理亏，所以给考生们安排住宿的时候，全部都临时安排到了宿舍的 VIP 套房之中。4人一间的套房，4室3厅，4个独立套间都是坐北朝南，配置一应俱全。
那些世家子弟对此倒是见怪不怪，但对于寒门子弟来说，看得都瞠目结舌了。玉天禄和颜月在保健室的医生治疗下，很快就苏醒了。颜月鬼神般的恢复力自不必说，甚至那些医生刚刚将象化力注入其体内，他的身体就开始自行恢复了。这种情况也是令医生们啧啧称奇。玉天禄身体并没有受太重的伤，但是象化力的极度损耗让他的苏醒比颜月稍微晚了些。玉天禄缓缓睁开眼睛，忽听到一旁的颜月惊喜地叫出了声：“小鹿，你终于醒了呀！我这是在哪儿啊？”玉天禄虚弱地说道。象化反噬对他的影响依旧还在，此刻正是玉天禄最为危险的时刻。这里吗？应该是皇家学院的保健室吧？颜月一边吃着食物一边回答。玉天禄艰难地想要直起身子，颜月见状放下手中的食物就想要去帮忙，谁知站在颜月身旁的白大褂却摇了摇手，示意颜月不用。随即只见玉天禄的背后竟然凭空出现了2只玉手，慢慢将他给拖了起来，顺势让其上身靠在了床上。还能这样？颜月见状一时吃惊不已。玉天禄倒没有觉得什么异样，因为在皇家学院这个象化师云集的地方，什么都算是合理的，因为象化力可是能够创造一切啊。刚才扶住玉天禄后背的玉手转瞬间就变成了一个靠垫，十分贴合地垫在了他的背后。怎么样，我们这里的医疗服务还满意吧？此时一个身着护士服的美女微笑着看着玉天禄。玉天禄也是一惊，连忙道：“满意。没想到这项化力竟然还能如此使用。”那是当然了，就算是象化力不也是人们谋生的工具吗？美女护士笑着说道。此时一个戴着金边眼镜医生模样的男子缓缓走到了2人的病床前。好了，小杜你就不要和以后的学弟开玩笑了，医生说道。学弟？玉天禄看了看美女护士，哈哈，不好意思哦，我叫杜雪飞，是皇家学院医学院的学生，以后说不定就是你们的学姐了。美女护士笑盈盈地说道。医学院？皇家学院竟然还有医学院？玉天禄这回也是一愣，这有什么奇怪吗？不，没什么奇怪的，我只是没有想到医务工作者竟然如此年轻。在玉天禄那个世界，要成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少说也要18岁之后，那些医生的话更是要读完本科乃至研究生，少说7、8年的样子。但眼前这个杜雪飞明显比自己没有大几岁，这当然令玉天禄感到奇怪了。而那个医生似乎看穿了玉天禄的心思，于是解释道：“小杜属于天赋异禀，他的象化力用于医学实在是太过契合了，所以我才破格让他跟着我学习的。”我说：“孟教授，您不用这么夸奖我呀。”杜雪飞一时被说的有些不好意思了。孟教授，您是？玉天禄看着那医生，这位是孟星教授，可是我们医学院的主任医师呢。杜雪飞连忙介绍道：“这一次你们2个能恢复的这么快，也多亏了孟教授出马呢。”多谢孟教授。玉天禄连忙致谢，此刻他实在是有些受宠若惊。孟星笑了笑道：“小事一桩，既然你们以后会成为皇家学院的学生，我岂有不治之理？而且你算是我救的，你那个同伴吗？”孟星说着，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正在用餐的颜月。颜月被这么一看，也是浑身有些不自在，干什么这么看我呀？没什么，没什么，我只是第一次见到拥有如此恢复力的肉体，就算是像画师，也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啊。孟星连忙解释道，吓了我一跳。颜月心里还是有些发毛，一旁的玉天禄则是觉得好笑，闹了半天，这孟教授是馋阿月的身子啊。对了，孟教授，刚刚你有一句话可是说错了。眼见这气氛有些怪异，杜雪飞连忙扯开话题，我那句说错了，就是刚才说我天赋异禀，我可担当不起。杜雪飞道，要知道在这位学弟面前，我又算得了什么呢？我？玉天禄指了指自己的鼻子，没错，我可是听说不少你的传闻呢。听说在这次入学考试大出风头，我没有你说的这么厉害。玉天禄连忙推脱道，哼，学弟，知不知道这孟教授可不是这么容易能够亲来的哦。杜雪飞神秘一笑，看着杜雪飞的笑脸，玉天禄半晌还没有嚼出味来。就在此时，医务室的大门被撞了开来，小洛，小洛！这个熟悉的声音自然是来自于武连志。武连志此刻也已经痊愈，他不过是象化力耗尽，除了几天之内无法使用象化力，其他并没有什么大碍。所以武连志身体一好，就忙不迭地跑来看看2位兄弟的情况。在他身后，叶天、鲁连海等人一时跟了过来。阿志，用不着那么担心，我们现在都已经脱险了。玉天禄连忙道，那就好，那就好啊。武连志握紧着玉天禄的手，显得异常欣喜。我说阿志，你就不问我吗？在一旁的颜月顺势咽下一口面包道，切，就你这体格，这块头，不要说那一个巨人了，就来10几个，估计也打不死你。武连志回头瞪了颜月一眼，众人一时哄堂大笑。好了，玉天禄，以后我们可是竞争对手了。鲁连海、子奎等人看着玉天禄的时候，眼睛里满是斗志。这些被放在温室里面的世家子弟，在看到玉天禄等人的精彩表现后，此刻终于懂得了一山还有一山高的道理。竞争对手，多谢抬爱。玉天禄一时微笑点头，那以后请多关照了。好了，你们几个，既然好了，现在可以回去了。此时孟星一脸嫌弃地看了看众人，看样子这个医学院教授不太喜欢太吵闹的气氛。回去哪里啊？颜月也是一愣。放心吧，大块头，皇家学校可是给我们安排了宿舍，4人一间，你和小鹿快跟我们一起走吧。武连志笑着说道。管吃的吗？颜月不争气地问道。放心，皇家学院还能饿死你们不成？孟星道。对了，玉天禄这个你拿上。孟星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小药瓶，递到了玉天禄面前。
孟教授，这个是……玉天禄疑惑不解。我看你身体虚弱，这个算是能够固本培元的药物吧？孟青解释道。不过记住1周只能吃1次，1个月以后必须停止服用，明白了吗？那我就多谢孟教授了。玉天禄感激地说道。等玉天禄等人离开医务室之后，一旁的杜雪飞才大惑不解地问道：孟教授，你怎么把如此珍贵的药物给他了呢？呵呵，这可不是我的意思啊。孟教授无奈地说道。我也是受人之托啊。受人之托？是谁啊？向家大小姐？什么？竟然是向小媛那个丫头。杜雪飞不自觉地吐了吐舌头。我以为她真是什么寒门子弟呢，原来很早就攀了高枝啊。不一会儿功夫，玉天禄和颜月就被众人7手8脚抬进了贵宾套间之内。你们几个当心点啊，小鹿还没有完全恢复呢。颜月大声嚷道。放心放心，岳老大，我们几个知道分寸。几个寒门子弟连忙道。岳老大？这岳老大叫的是谁啊？颜月有些诧异。当然是您了。只见那群寒门子弟一副崇拜的模样。没错没错，您当时一个人对抗那战争巨人的英勇形象已经完全铭刻在我们心中了。您就是我们的偶像。这些寒门子弟一通吹嘘，简直已经将颜月捧上了天。换作是别人可能早就忘乎所以了，不过颜月却是一脸茫然。他回过头看了看已经靠在沙发上休息的玉天禄，不知所措地问道：小鹿，我现在该说什么好呢？哈哈，看起来阿月，你已经收获一群小迷弟了呀。玉天禄笑道。此刻他倒是真心为自己这个兄弟高兴。曾几何时，这个一身蛮力的中二少年可是一副自卑的模样，甚至在那些拥有香花力的考生面前显得有些抬不起头。而今他用自己的实力彻底征服了他们，实在是令人欢欣鼓舞。小鹿，不要说笑话了，接下来我该说什么啊？颜月为难地说道。这个时候不是应该慷慨激昂演讲陈词一番吗？一旁的武连志插嘴道。阿月，你不行的话，就让我这个武连帮的少帮主代劳好了。话说武少帮主，似乎你的口才也不咋地。去年我可是在中心广场看到你们武连帮招募人的啊。叶天在旁边悠悠地来了一句。叶天，你不拆我台会死啊。武连志瞪了叶天一眼。哈哈，众人一时被逗笑了，欢快的气氛充斥了整个套间。不过经过这次考试，不仅是玉天禄，就连颜月这岳老大的名号在寒门子弟中广为流传。好了，你们这些人就不要在这里影响我们休息了好不好？叶天连忙给这些人下了逐客令。我们？玉天禄一愣。没错呀，实际上我和武少帮主还有2位都分在了这个套间呢。叶天笑着说道。可能这就是缘分吧。缘分？我看是孽缘吧。武连志瞬间补刀。我说武少帮主，亏我们还是并肩作战的伙伴呢。那你前面怎么说的？看着拌嘴的2人，玉天禄叹息一声道。这2人还的确是孽缘呢。就在玉天禄等人憧憬着明天皇家学院的入学仪式之时，在皇家学院的教导处之内正在上演一场激烈的讨论。王老师，你刚才到底在说什么啊？曹华雪面色铁青，冷冷地看着王黎明。其他几个监考老师围在旁边，中间坐镇的正是教导主任陈克昭。我只是如实说情况而已。王黎明显得异常平静。那个颜月经过证明，的确一点像话力都没有。这样的学生，我觉得……王老师，你觉得什么？封宪明激动地打断了王黎明的话。我觉得我们皇家学院不应该招收没有像话力的学生。呵呵，王老师，我们的招生政策里面哪里写过这条规则了？封宪明大声质问道。虽说没有这条规则，但是最近10多年来，我们皇家学院可是没有招收过一个没有像话力的学生啊。王黎明淡淡道。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了。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没有规定。难道王老师没有看到这颜月的天赋吗？天赋？王黎明冷哼一声。我除了看到一个野蛮人横冲直撞的战斗之外，可是什么也没有看到。封老师，请你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皇家学院培养的是像画师，可不是什么战斗机器。你，封宪明本就不是能言善辩的主，3两下就被王黎明说的语塞了。但是程主任在考试前已经保证过了，只要他们能够通过最后的考试，那么就算是没有像画力的考生，我们按照规矩也还会招收。曹华雪再次站了出来。更何况这次考试如果没有颜月最后站出来对抗那战争巨人，那这一届真的已经全军覆没了。没错，曹老师说的很有道理，我也是全程看了这孩子的表现。王黎明稍微缓和了一下情绪，将他除名的确有失偏颇，但为了皇家学院，我也不得不硬起心肠来啊。什么？就为了皇家学院了？曹华雪脸色一变，出尔反尔可不是我们学院的作风。曹老师，我知道你为颜月抱不平，但你想过没有，现在这个没有像话力的孩子还能和其他学生同竞争，但若干年以后呢？甚至用不了多久，待那些孩子掌握像话力的真髓，那愣小子会直接连车尾灯都看不到的。王老师，你说的太过了吧？一点不为过。作为3星像画师，曹老师也应该知道有没有像话力可是天壤之别。说实话，如果真为颜月好，就应该现在让他离开，否则几年以后他跌落谷底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残酷。王黎明说的振振有词，这下就连据理力争的曹华雪也无话了。王黎明像是斗赢的公鸡一般，转头看向程克昭道：程主任，实际上我也很同情这个颜月，他为了通过考试应该付出了常人几倍的代价，虽然不能进入皇家学院，我们也可以给他补偿啊。程克昭没有说话，他的脸上是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王黎明并没有看出程克昭的心思，依旧不依不饶地说道：程主任，我建议从今年的预算来匀出一些给予颜月以奖励。
我们也可以安排他到省城的其他学府去学习，我倒是认识一些资源，可以。好了，王老师，你不要再说了。陈克昭面色一沉，我就问你一件事情。什么事情？王黎明有些诧异地问道。你能保证我们拒绝颜月入校的话，玉天禄会同意入校吗？玉天禄，他怎么会不同意呢？这可是皇家学院的名额啊！要知道，全国的那些寒门弟子挤破头都想进来啊，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名额。我们甚至许诺他，只要一进入，必然是给予最优质的资源，他没有理由拒绝啊！王黎明连忙道：“王老师，我想你应该是想错了。”曹华雪平静地说道：“根据我在虚拟森林中的观察，这两个孩子有超越兄弟般的羁绊，他们甚至能够将生命托付给对方。所以我可以保证，一旦颜月被拒的话，那玉天禄绝对头也不回的离开。这怎么可能呢？”王黎明依旧摇着头：“我不会相信有人能够拒绝我们学院。不好意思，王老师，这玉天禄的天赋可是个世家子弟都比不上，我们不能冒这个险。”陈克昭十分认真地说道：“就算是破格录取吧，我决定就将颜月特招进来吧。”主任英明。曹华雪和封宪明听罢，顿时转忧为喜。程主任，但是这样做的话，我们可是会在那个孩子身上浪费很多资源啊！这样的名额随便给一个拥有象化力的学生，那日后就是多一个象化师啊！王黎明还是不依不饶。好了，王老师，我意已决，请你不要再说了。陈克昭严肃地说道。这下王黎明虽然还想辩解，但看到陈克昭的脸色，也不敢再说什么了。哦哟，真是稀奇了，怎么程主任和众位老师都在这里啊？此时，一个爽朗的笑声传了进来，门被推开了，只见一个身着华服的中年男子微笑着走了进来。包括陈克昭在内，看到华服男子之时，顿时脸色大变。他们连忙朝着华服男子毕恭毕敬的行礼道：“魏校长，魏副校长，您怎么来了？”陈克昭皱着眉头道：“怎么了？程主任，我不能来吗？”这位副校长笑问道：“没有，没有。”陈克昭顿时额头冷汗直冒。这位副校长名为魏晋魔，5星象化师，在这皇家学院可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加之郑校长经常神龙见首不见尾，所以学院内大小事务可都是这位魏副校长定夺的。看起来这魏晋魔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校长。但不要看这位魏副校长满脸笑容，但实际上在省城教育界，这位5星象化师可是有个外号“藏刀笑笑生”，那笑容根本都是伪装，真正狠起来那就是六亲不认的主。所以就算是陈克昭，对于这个魏副校长亦是十分忌惮。各位知道我来此所为何事吗？魏晋魔笑着问道。魏副校长，应该是为了此次招生的事情吧？陈克昭小心翼翼地问道。程主任不愧是程主任，了解得十分清楚啊。魏晋魔道：“这次的招生工作是重中之重，不应该有任何差池，所以我特来监督一下。”魏副校长日理万机，还如此亲力亲为，着实让人钦佩啊。不等陈克昭开口，一旁的王黎明倒是先开口了：“不能这么说，大家都是为了皇家学院的发展，不是吗？”魏晋魔摆了摆手，看得出王黎明的话让他很是受用。好了，接下来程主任，我现在传达一下校董事会的精神吧。魏晋魔话锋一转，表情也变得严肃了不少。陈克昭心头一紧，他也深知这位藏刀笑笑生的性格，看样子这一次准没有好事啊。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玉天禄从8尺大床上醒了过来。经过一夜的恢复，玉天禄的身体状况比之前好转不少，特别是象化力，他自觉隐隐有些提升的感觉。而这个现象在之前过度使用象化力后也会出现，只不过这一次，玉天禄觉得这样的反弹似乎更强烈了一些。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玉天禄心道，看样子等进入皇家学院后，最好找一个真正的象化师替我解答一下。玉天禄正这么想着，房门已经被颜月给推了开来。小洛，小洛，你快点起来啊！颜月笑着说道。怎么了？玉天禄揉了揉眼睛，忽然看到眼前的颜月已经换了一副模样。只见不知何时，颜月已经穿上了一套做工考究的西装，内心的激动亦是溢于言表。阿月，你哪里搞来的这身行头啊？玉天禄纳闷道。这是皇家学院的老师送过来的，说是出席入学典礼时候穿的。颜月笑着说道。小洛，你看这衣服还挺合身的呀，看这手工，这裁缝的水平最起码和林莎不相上下呢。玉天禄点点头，没错没错。过来的那个人也就看了我一眼，然后抽出一卷丝，随手一抛，很快这西装就套在我的身上了，感觉像是变魔术一样啊！不愧是皇家学院，果然藏龙卧虎。此时玉天禄对于这皇家学院都多了一份期待。小洛，你的衣服我们也给你带来了，你快点试试合不合身吧。此时伍连志带着叶天也走了进来，看得出伍连志恢复的还是不错，至少精神头比昨天振作了不少。多谢了。玉天禄顺手接过制服，接过制服的一刹那，玉天禄甚至能够隐约感觉到一股不一样的象化力。对此玉天禄并不在意，他很快就换上了衣服。来日方长，等真的进入皇家学院以后，他有的是时间探寻象化力的秘密。哇，哪里来的学姐，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此时宿舍之外传来了一声惊呼，玉天禄不自觉地朝窗外一看，整个人如遭电击。怎么，小洛，看到什么这么紧张？小袁，是小袁啊！玉天禄惊喜得有些语无伦次了。而颜月听罢，顿时惊喜万分。小洛，我们快点去看看他吧。说罢，颜月不由分说，拉起玉天禄就冲出了房门。由于过于兴奋没留神，那颜月竟然直接将房门给撞开了一个大窟窿。看着如此激动的二人，伍连志和叶天也是面面相觑。这小袁到底是谁啊？怎么让他们激动成这副样子？
叶天问道。不要问我，我认识他们也就半个月而已。那这小袁应该欠了他们很多钱吧？深有同感。二人意识会心的点了点头。与此同时，玉天禄和颜月已经来到了宿舍之外。只见一棵榕树下，那个熟悉少女的身影再次映入了二人的眼帘。小洛，阿月，别来无恙吧？向小袁轻声唤道。一句别来无恙道尽了万千离愁别绪，更是让此刻的玉天禄百感交集。他和颜月连忙跑到了向小袁身边，看着这位在他们心中留下深深烙印的女孩，反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小洛，阿月，快半年没见了，没想到你们似乎长高了不少啊。最后还是向小袁破冰道。那是自然，虽然只有几个月的光景，但这次省城之行的确让我们经历良多啊。玉天禄笑着说道。小袁，真是没有想到我们竟然还有再见面的机会啊。怎么了？难道你们不想见我吗？向小袁嗔怪道。那怎么会啊，我们本来还想到省城找你一起去玩呢。颜月插嘴道。主要是小鹿说还是先以考试为重，否则的话我们肯定先去找你的。阿月，玉天禄白了颜月一眼。怎么了？我又没有说错了。颜月心有不甘。向小袁笑了笑，一时伸出了手。祝贺你们，看起来从今以后我们算是同学了。玉天禄点点头，也是握住了向小袁的手。看起来我们的缘分还算是不浅啊，以后还请学姐多多关照了。玉天禄打趣道。学姐，你可是把我叫老了呀。那可不，我一个初来乍到的新生，总归要学姐照顾一二的。好说好说，以后在这个学院报我的名字，可就没人敢欺负你们了。向小袁说这话的时候，还尽力装出豪气冲天的样子，只不过这表情却着实令人忍惧。玉天禄看着这可爱的女孩，心中再次泛起了点点涟漪。没错，我们又可以一起游玩了。此时颜月一下子将手叠在二人的手上，一时间记忆仿佛回到了那日牧羊镇那喧嚣的集市之上。闹了半天不是什么老赖啊。叶天嘟囔道。竟然还是个大美女。大美女？这才几岁啊，哪里来的大美女？武连志酸溜溜地说道。我说武少帮主，我这人不但看植物准，看美女更准，这样的美人胚子真是十分期待她以后的样子啊。叶天笑道。真是没有想到这个女生竟然和玉小哥他们以前就认识啊。我说叶天，你可少打这女孩的主意，听到没有啊？武连志威胁道。这武连志早已看出玉天禄和向小袁关系匪浅，秉承朋友妻不可欺的原则，武连志可不允许叶天过来搞事情。武少帮主，你说的什么和什么啊？别说我没这个心，就算是有这个心，我自觉高攀不起啊。叶天坦然道。高攀不起？你知道这女孩的身份吗？虽然我不知道，但是能够进入皇家学院，要么天赋异禀，要么就是背后有显赫的家世。叶天认真道。我观那位美女气质出尘，一定是哪里的世家千金。这玉小哥真是人不可貌相啊。就你知道？武连志白了叶天一眼。就在此时，鲁连海、郑书段等人也是走了过来。他们本来是准备拉玉天禄去参加入学仪式，但当他们看到向小袁的时候，顿时惊叫了起来。你是向家大小姐？郑润则脱口而出。向家大小姐？一众寒门子弟也是一阵惊呼。要知道，向家在这个省城乃至整个华胥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如此尊贵的向家千金竟然和玉天禄等人熟识。真是没想到，玉小哥竟然和向大小姐是旧识啊。鲁连海笑着和几个人打招呼，看起来以后还要请玉小哥多关照了。鲁兄哪里话，我和小袁也是投缘才结识的，并没有那么夸张。玉天禄道。你是鲁家的鲁连海吧？向小袁转过身道。没想到向大小姐还知道我啊。鲁连海也是一阵激动。我只是听到家父提起过，之前鲁家家主我也有一面之缘哦。鲁连海听罢顿时心头一紧，随即他连忙道。向大小姐，之前我们鲁家多亏了向伯父的照顾，我这里多谢了。瞧你说的，这些又不是我的功劳了。向小袁微笑道。而且在这个学院你们也不用这么称呼我，直接叫我小袁学姐就行了啊。鲁连海等人也是一愣。要知道这向小袁虽然比他们早进入皇家学院，但实际上岁数还比他们小1岁，这小袁学姐叫出口来还真有些不好意思呢。我说小袁，这次你来是不是特地来祝贺我们的呀？玉天禄问道。这是其一。这其二嘛，我是打算等你们的入学仪式结束以后，我带你们游览整个校园哦。向小袁解释道。那感情好啊。一旁颜月嘟囔道。小袁，这里是你的地头，你可要告诉我这校园里面那个食堂最好吃哦。阿月，这么长时间不见，你这贪吃的毛病还是没有改啊。向小袁道。不过没问题，这就包在你学姐身上了。学姐，刚入校就占我们便宜啊。玉天禄笑道。怎么了？不行吗？行，只要是你的话，这一辈子的便宜都给你占。小洛，你这话说的。向小袁听了，脸上顿时泛出了些许红晕。在场的世家和寒门子弟看得都傻眼了。我回去可要和家主好好说道一下了，这玉天禄竟然和向家有如此关系，我可不能得罪啊。子奎心中暗道，还好之前在考场里面没有贸然出手，得罪了向家我可担待不起啊。而其他世家子弟一时不敢看清玉天禄和颜月了，而实际上这就是向小袁所要的效果。他之前只提1、2，但最重要的第3点，向小袁之所以选这个时间点来见玉天禄，也是为了让其能够彻底站稳脚跟。而这一点玉天禄亦是心知肚明，他也对向小袁的良苦用心有发自内心的感觉。就在此时，之前担任入学考试裁判长的古沐橙缓缓走到一众考生面前。好了各位，皇家学院的入学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各位跟我一起走吧。古沐橙一边说着，还特意看了看向小圆。那小陆，我们在入学仪式上再见吧。向小圆笑着说道。入学仪式？小圆你也参加吗？玉天禄疑惑道。我作为2年级的学生，也要给你们这些学弟壮壮声势啊。向小圆解释道。好了，我先走一步了，回头我们再见。说完，向小圆亦是向古沐橙行了个礼，然后就匆匆告辞，先行离开了。好了，大家都跟我走吧。古沐橙招呼道。其他考生看着玉天禄，实在是有太多问题想要询问，特别是和2人熟识的伍连志和叶天。但现在一切都比不过入学仪式重要，等他们正式成为了皇家学院的一份子，再问也不迟啊。说话间，古沐橙带着考生的方阵走进了事先准备好的会场。玉天禄抬眼一看这会场，也是赞叹不已。倒不是因为这会场造得十分富丽堂皇，而是他发觉这会场根本就是新造的，这是为了迎接你们这群新生，昨天让建筑学的老师特地用象画力建造而成。古沐橙已经看出了玉天禄的心思，小声说道。不愧是皇家学院，底蕴果然令人印象深刻呀。玉天禄点点头道。此时主舞台上已经被挤得满满当当，玉天禄亦是看到程克昭、曹华雪等一众老师，正当中一个身着华服、笑容可掬的中年男子更是引得玉天禄注意。这位这是我们的魏晋魔副校长。古沐橙介绍道。竟然是副校长来迎接，我听说前几届也只有教导主任出席啊。郑润则道。这足以证明皇家学院对于我们的重视。郑书断道。我们可不要辜负学校对我们的期望啊。小洛，你看小圆在那里呢。颜月指了右侧观众席正中位置，向小圆已经先一步来到了迎新会场了。玉天禄朝着向小圆点了点头，也换来这位红颜知己报以微笑。好了，各位考生们，此刻舞台上的程克昭率先发话了，恭喜你们成为我们皇家学院新一届的学生，下面我们有请魏副校长给我们讲话，大家掌声欢迎。一时间掌声雷动，而魏晋魔笑着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各位，我首先代表皇家学院全体欢迎列位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作为像画师的摇篮，我们皇家学院将不遗余力地将最后的资源贡献给各位。今日你们以学院为荣，明日我们学院将以你们为荣。魏晋魔的官方发言，玉天禄在原来的世界可是老茧都听出来了，这每个学校领导的发言都是如此相似。玉天禄心中祈祷，这过场还是快点走完吧。好了，接下来该是进入正题的时候了。魏晋魔说着，一时打了个响指，只见半空中顿时出现了数百本红色的名册。这个是？考生们大惑不解。这是我们皇家学院的学生手册，现在请叫到名字的考生上台领取。获得学生手册的人将正式成为皇家学院的一员。那接下来有请黄冰冰同学先上来领取吧。魏晋魔大声宣布道。此时只见一个寒门子弟从队伍中走了出来，他的表情略显拘束，但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而这个黄冰冰按照正式考试的排名，就是录取的100多名考生中的最后一名。黄冰冰拿完学生手册走下来的时候，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接下来有请张竹红上台来。这次轮到一个世家子弟，他在正式考试排名中仅位列黄冰冰之前，好像这次分发手册是按照考试排名倒排的呀。玉天禄小声道。这样的话，我们2个岂不是最后2名吗？颜月有些不满地说道。100多号人呢，还要让我们等这么久的时间啊？不着急，耐心等着就行了。伍连志道。你这大块头知不知道，能够进入皇家学院就是一份荣耀，你还在乎时间早晚吗？随着一个个名字被魏晋魔叫到之后，越来越多的学生走上舞台，最后心满意足地拿着学生手册走了下来。这其中就包括伍连志、叶天以及3大世家的传人们。在最终对抗战争巨人的考试中，这些人表现得格外抢眼，最后名次能够名列前茅，可谓是实至名归。随着鲁连海回到新生群中之后，只见舞台上魏晋魔稍微顿了顿，然后十分认真地喊道：请玉天禄同学上台来。小鹿，轮到你了。颜月说着，飞快地将玉天禄给推了出去。而那一刻，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这个瘦弱男孩的身上。众人都看得出来，魏晋魔对于玉天禄的态度和其他新生截然不同。玉天禄很快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下来，他镇定自若地走上了舞台。魏晋魔抬眼看了看这个寒门子弟，心中暗道：此子果然不凡，这么小的年纪，竟然在这么大场面下依旧如此泰然自若。就连刚才伍连志、鲁连海一干都没有这孩子那么淡定。学院高层看中他，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向家的推荐吧？而在观众席上，向小圆的眼光始终停留在少年的身上。我说小圆，这就是你一直和我们提到的玉天禄吗？向小圆周围的女伴似乎有些失望，样子平平无奇，又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小圆真不知道你看中他什么了。人不可貌相，你们以后会知道的。小鹿是值得信赖之人。向小圆淡淡道。真的吗？那些女伴听了，纷纷盯着玉天禄看了好一会儿，但依旧没有看出什么门道来。此时魏晋魔微笑着将学生手册递到了玉天禄的手中。接过学生手册，玉天禄连忙向魏晋魔表示感谢。玉天禄同学，你在考场上的表现，我们校园高层都已经知晓了。希望你进入学院以后努力学习，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优秀的象画师。魏晋魔认真地说道。要知道，之前鲁连海等世家子弟，魏晋魔也没有做太多的评价，可见他对玉天禄的重视。魏副校长竟然如此看重一个寒门子弟，看来这玉天禄应该有点东西啊。那些女伴见状，立刻见风使舵。向小圆也不说话，只是一笑而过。感谢魏校长，我也会尽最大努力回报学校对我的厚爱。玉天禄亦是回复一些官话。随着玉天禄回到新生群之后，最后没有拿到学生手册的只有颜月了。只见这个高大的少年看着舞台，
一副跃跃欲试的表情。就在此时，魏晋魔终于开口叫到了颜悦的名字：“请颜悦同学上台来一下。”终于轮到我了。颜悦二话不说，纵身一跃，一下子就跳到了舞台中间。巨大的冲击力竟然让具象化而成的舞台都发生了震动。魏晋魔皱了皱眉头，紧接着右脚轻轻一点，一股无形的象化力竟然瞬间让这舞台安定了下来。哇，魏副校长，你好厉害啊！颜悦看着魏晋魔脱口而出。真没有想到，颜悦同学依旧保持着赤子之心。好，很好。魏晋魔莞尔道：“这个大块头说话一点轻重都没有。”叶天在台下忍不住道：“没办法，我这兄弟就是这样耿直。不过没事，我想这位副校长不见得为了这种事情给他穿小鞋吧。”武连志道。玉天禄狐疑地看着魏晋魔，脸色不由得由晴转阴。奇怪，为什么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呢？就在此时，魏晋魔将一本学生手册递到了颜悦的手上。只不过这本手册比起玉天禄等人所拿到的大了不少。奇怪，为什么我的手册和小鹿他们的不一样呢？难道是因为我人长得大吗？颜悦一边开着玩笑，一边将学生手册翻了过来，仔细端详了起来。怎么我的学生手册比其他人多2个字啊？颜悦念叨着：“荣誉学生手册，这荣誉学生难道是为了表彰我这次考试的英勇表现吗？”颜悦还没有察觉出来，但台下的玉天禄已经怒气冲冲地跑了上来。怎么回事？小袁，你看中的小鹿怎么上去了啊？女伴一转头，却发现向小袁的身影早已消失不见了。魏副校长，你这是什么意思？玉天禄一把抢过颜悦手中的荣誉学生手册，质问道：“小鹿，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此刻的颜悦还是一脸茫然。阿月，你知道什么叫荣誉学生吗？玉天禄脸色变得很难看。难道不是优秀学生的意思吗？当然不是，荣誉学生就是一个没有入学资格的荣誉而已。阿月，他们根本没有让你入学啊！什么？听了玉天禄的话，颜悦顿时如五雷轰顶。他刚才欣喜的表情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愤怒之极的表情。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入学啊？这个站在后面满脸歉意的陈克昭刚想说话，却被魏晋魔举手示意给阻止了。玉天禄，你这是做什么？与此同时，后面的王黎明突然发难道：“一个学生竟然目无尊长，谁给你的胆子？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合理的解释，有什么错？”玉天禄一回头，双眼射出敌视的目光。饶是身为3星象化师的王黎明见此情景，竟然也觉得心里发毛。好了，不要搞得如此剑拔弩张的，行不行啊？此时魏晋魔开口了：“玉天禄，对于颜悦的事情，我也是万分遗憾，但又是逼不得已啊。为什么不让我入校啊？”颜悦强压怒火：“难道就是因为我没有象化力，成不了象化师吗？原来你很清楚啊。”王黎明一脸鄙视地看着颜悦道：“不好意思，我们皇家学院很难招收没有象化力的学生，能够给你荣誉学生的称号，已经是格外开恩了。”王老师，你这是说的什么话？陈克昭有些按耐不住。王老师，魏晋魔面色一板：“退下吧，原本就是我们对不起颜悦同学。”此时武连志、叶天等寒门子弟也激动地围拢了过来。为什么不让大块头入校啊？武连志大声嚷道：“而且没有颜悦打败战争巨人的话，我们这些人根本通不过考试。”叶天回头看了看那些世家子弟：“你们几个说是不是啊？”郑润泽等人是一脸尴尬，都不敢发言了。颜悦嘴笨，看到这种情况，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自处。我说魏副校长，皇家学院招生简章里面可从来没有规定过只招收有象化力的学生吧？而且在场的所有考生都能够作证，颜悦是凭借自身实力通过的考试。玉天禄质问道：“你们有什么权利剥夺他的入学资格？”唉，魏晋魔亦是一声叹息：“实际上我也有我的苦衷啊。”魏晋魔一甩手，只见虚空中顿时出现了几行字。玉天禄定睛一看，赫然是新的招生简章。瘦弱少年眯起了眼睛，发现这新的招生简章多了一句话：“皇家学院招生要求必须要领悟象化之力。”这是怎么回事？众人疑惑地看向魏晋魔。这是校董是会新拟的招生简章，只不过一直没有上面的批文罢了。魏晋魔解释道：“原本是打算在考试前重新修订的，但是流程走完拖了一些时日，这才让大家遭受误解，全都是我们学院的过失。也就是说，这皇家学院从这一届开始就不再招收没有象化力的学生了。”武连志问道：“没错，我们没有及时修正，的确是我们的错。但根据新的规定，我们的确不能招收颜悦同学了。在这里，我只能对他说一声抱歉了。”魏晋魔说着，竟然朝着颜悦鞠了一躬。身为皇家学院的副校长，向一个寒门子弟道歉，如此放低姿态，亦是让在场的学生们的情绪稍微缓和了一点。不过玉天禄的眼睛却捕捉到了魏晋魔嘴角一丝得意的笑容，虽然那笑容稍纵即逝，但玉天禄可以断定眼前的这个人在做戏。不过魏校长，把这样努力的学生推出校门之外，你准备让他以后的路怎么走啊？此时向小媛的声音传了过来。不知何时，这个向家的大小姐已经来到了好友的身边。向小媛，你来这里凑什么热闹啊？王黎明有些生气地说道。王老师，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已，明明是校方有错在先，却让学生来买单，是不是有些说不过去啊？向小媛一脸平静地说道。而且你们知不知道颜悦为了参加这次考试付出了多少吗？王黎明被向小媛说的有些语塞，倒不是他没有理由，这一来是碍于向小媛背后的身份，这二来如果他在这里大放厥词，触怒那些寒门子弟引起暴动的话，最后背锅的人必定是他。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精明如王黎明自然不会干。向小媛同学，这一点你放心，对于颜悦同学的安排，我们也已经想好了。魏晋魔说完摊开手掌，
一份白色的信出现在他的手中。这是我通过私人关系联系了省城另外一家高等级学府，他们那里对于没有像画力的学生有特招名额，我特意替颜月同学争取的。而且18岁前的学杂费由我们皇家学院承担。颜月同学，你看意下如何？魏晋魔这番安排不可谓不周到，而且低声下气的态度也让新生们缓和了不少。就连玉天禄也不得不佩服这藏刀笑笑生的手段。实际上，对于没有像画力的颜月，这些新生虽然心存感激，但实际上依旧将其看成另类。颜月回头看了看玉天禄，嗫嚅地说道：“我不想和小鹿分开啊。魏副校长的补偿已经是很不错了。颜月同学，我希望你还是识点时务。”王黎明又开始扮演红脸的角色。你不要看你现在和这些拥有像画力的学生差距不大，但只要过个1-2年，你会被远远甩在后面的。王老师，凡事皆有特例，你何曾想过，你们引以为傲的战争巨人会被一个没有像画力的少年击败呢？向小圆道，就算是无法成为像画师，我相信颜月在皇家学院毕业后，也一定会成为有用人才的。向小圆此言一出，那些皇家学院老师们看他的眼神都变了。向小圆同学，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想法很危险啊？魏晋魔道，诚然你说的有几分道理，颜月同学可能天赋异禀，可能会有1000000%的可能成为你说的那样，但是我们皇家学院可不愿意成为一个赌徒。魏晋魔说着，也是看向了颜月。你要知道，我们将资源重新投入到一个学生身上，自然而然会有另外有天赋的学生丧失资格。以皇家学院的标准，我们冒不起这个险。颜月同学，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知道，你们就是不要我是吧？颜月脸上满是悲愤之色。不要看颜月人高马大，但他的心智可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此刻他心中委屈却无处诉说，如果不是怕丢脸，可能他就直接哭出来了。颜月同学，这封推荐信你拿着吧。你放心，那间学府也绝对能够实现你的理想和抱负的，只不过皇家学院无法录取你而已。魏晋魔一边说着，也是将那封信递到了颜月面前。这场面仿佛是在向一个垂死之人送上救命稻草一样。心智已乱的颜月下意识地伸出了手，就准备去接纳推荐信。可就在此时，一只无形大手突然出现，弹指间，那封推荐信竟然被撕了个粉碎。小洛，你这是做什么？颜月一回头，只见此刻的玉天禄面色铁青，刚才出手毁掉推荐信，正是玉天禄。阿月，这难道就是你要的结果吗？玉天禄朗声道：“你不是说要合在一起吗？”小洛，我当然想了，但是现在，颜月带着哭腔道：“我已经没有办法一起进入皇家学院了。”阿月，给我把眼泪收起来，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没心没肺的颜月吗？玉天禄正色道。说完，玉天禄慢慢走到魏晋魔面前，看起来是我错了。玉天禄惨然一笑：“小洛，你这是要……”向小圆似乎已经猜到了玉天禄的心思，不过魏晋魔等人还没有觉出味来。玉天禄，你这副样子到底要做什么？王黎明大声道：“做什么？”玉天禄瞥了一眼王黎明，原本我和这个兄弟十分憧憬皇家学院，现在看来我是错了。所谓的皇家学院也不过是目光短浅、毫无信义的学府罢了。玉天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魏晋魔面色一沉，什么意思？玉天禄突然将手中的学生手册举了起来，与此同时，一股无形的力量将其掌中的手册同样撕成了碎片，那些碎纸如同雪花般随风飞舞，散落在整个迎新会场里。你这小子，你这是藐视皇家学院！王黎明怒不可遏道：“我就是藐视了怎么着？”瘦弱的少年放出了最狠的话：“阿月是我的手足，我绝不会抛下我的这位兄弟的。如果皇家学院容不下他的话，那我也没有留下的必要。”这个小子！一旁看戏的程克昭等人也是震惊不已。封宪明在一旁暗挑大指，真是一个血性的孩子啊！玉天禄，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魏晋魔一时强压怒火：“你知不知道皇家学院的入学资格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成为像画师的捷径，意味着出来就能成为国之栋梁。看来你很清楚啊！既然如此清楚，你愿意为了这个没有才能的家伙放弃这么好的机会？”魏晋魔道：“知不知道我们学院是多么看重你？我们可是打算把你当成世家子弟来培养的呀！”世家子弟？玉天禄咧嘴一笑，心道：“这个虚伪的副校长，狐狸尾巴终究还是露出来了。那又如何？这些东西我根本不在乎。”玉天禄声音不高，但是其震撼性却不亚于一声惊雷。要知道，在场这些新生，特别是寒门子弟的认知里面，能够有资格进入皇家学院学习，就如同鱼跃龙门一样，能够给家族带来莫大的荣耀。就连武连志和叶天这样有些家底的寒门子弟，也将其视为人生目标。而今这个到手的资格却被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子视为粪土，这对于他们的冲击也是颇大。小洛，你不必为我做到如此。此时颜月大声道：“这是你成为像画师的最后机会，你不应该拒绝的。”阿月，你说什么呢？小洛，我知道你来之前答应我妈妈会照顾我的，但是现在的我已经是你的负累，我不想连累你啊。颜月嗫嚅道：“看到没有，你的这个同伴都比你看得通透。玉天禄，我希望你收回刚才的话。”魏晋魔大声道：“收回？开什么玩笑？”玉天禄冷笑一声：“我做出的决定从来不会收回的，我会和阿月共同进退。”小洛，阿月，你不用再说了，我绝不会让你孤单一个人的。小洛，大块头！此时武连志一时跑到二人身边：“如果你们不进皇家学院的话，那我也不进。”武连志说着，将手中的学生手册狠狠地扔在了地上。叶天看了看武连志，
脸上闪过一丝犹豫。不过最后他还是学着伍连志的样子，将学生手册猛地扔向了地面。其他几个以他们马首是瞻的寒门子弟，经过一系列思想斗争后，他们也毅然将学生手册给抛了下来。孩子们，你们这是……看到这一幕，程克昭不由得有些痛心。反了，反了！你们一个个都反了！王黎明愤怒地看着伍连志等人，如果你们要跟随这2个家伙的话，那我们皇家学院可不会在乎。王老师这句话倒是说对了。魏晋魔冷哼一声，要想进入皇家学院的学子举不胜举，你们放弃了，我们可以继续特招。怎么，还想以此来威胁我们吗？你……伍连志一时被气得说不出话来。魏副校长，此时一向沉稳的向小媛也被逼急了，你为什么执意要为难小鹿他们？为难？向大小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魏晋魔笑着说道，我只是按照皇家学院新校规处理罢了，而且我觉得我处理的没有半天不合理的地方。难道你真不打算让阿月进来吗？我说过了，没有像画力的人无法进入皇家学院，原本没有成文的规定，但是现在有了。魏副校长，你要知道，一旦你不招收颜月的话，那小鹿也必定不会入校，那就没有办法了。魏晋魔看了看玉天禄，原本我们学校确实将他当成一个人才，现在看来比起那些世家子弟确实差了不少，不知轻重，为了一个毫无用处的人竟然要自毁前程，真是可悲可叹啊。魏副校长，此时就连程克昭也有些停不下去了，这玉天禄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校董事会可是对他十分看重啊，如果他不入校的话，程主任，你是在威胁我吗？魏晋魔冷笑道，卑职不敢。面对这个藏刀笑声，程克昭还是有些敬畏的。放心，校董那里我自会去说明，他们也不想看到这样一个愚蠢之辈。魏副校长，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向小媛脸色一变，向大小姐，请注意你的身份，这里是皇家学院，可不是你们向家，不是向家又如何？魏副校长，今天小鹿和阿月我保下了。为了2个伙伴，向小媛已经有些奋不顾身了。大小姐，此时光影闪动，穆林峰不知何时竟然出现在了舞台之上。穆林峰看了一眼程克昭，这位教导主任脸上满是愧色。我倒是谁啊？原来是穆大师啊！魏晋磨皮笑若不笑地说道，怎么难道你也想插手这件事情吗？魏副校长的天言，我可没有胆子敢冒犯。穆林峰看了魏晋磨一眼，转过头对向小媛道，大小姐，穆老师，什么事情等我解决了今日之事再说。向小媛执拗地说道，我不能让我的朋友遭受欺辱。大小姐，老爷刚才下达指令，让你必须现在马上跟我回去。穆林峰着急地说道，什么？我父亲？为什么啊？向小媛也是一惊。不过很快这位向家大小姐就恢复了平静。不行，这一次只有我能够帮助得了小鹿他们了，顶多我回去向父亲请罪。说完，向小媛转过身，目光直视魏晋魔道，魏副校长，今天我以向家家主之名命令你，必须收下小鹿他们。向大小姐，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魏晋魔似乎对向小媛的确有些发怵，你能代表得了向家家主吗？向小媛刚想说话，却被玉天禄阻止了。小媛，你不必为我和阿月做到如此。玉天禄轻声道，小鹿，你们不用担心，这一次是我为你们做些什么的时候了。向小媛以为玉天禄是怕自己为难，所以连忙道，不，小媛，实际上从这位副校长拒绝阿月的那一刻起，我对于皇家学院已经没有了任何憧憬。玉天禄泰然自若地说道，我也不单单是为了阿月，原本我以为这个所谓的象画师摇篮算是一方净土，谁成想其中依旧有令人厌恶的东西。说这话的时候，玉天禄的眼神扫视了一下魏晋魔，此刻玉天禄的心中跟明镜一样，这个伪善的藏刀笑声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让自己进入。作为寒门子弟，拥有如此天赋，已经是有机会动摇阶级的根基了。拒绝颜月入校只不过是个幌子，真正的目的就是让玉天禄自己主动退出。玉天禄，这次的机会是你自己放弃的，我可没有逼你啊。魏晋魔脸上立刻出现了极其遗憾的表情。魏副校长，真是没有想到，你这像画力的天赋都用在变脸上了，真是令人佩服佩服。玉天禄呛起人来也毫不客气，就连周围的世家子弟也只是勉强憋住了笑。我明白了。向小媛看了一眼玉天禄，脸上慢慢恢复了笑容。小鹿，我尊重你的选择，而且我相信你迟早会成为厉害的象画师。小媛，谢谢你。你和穆老师先回去吧，这里的事情我一个人可以处理。玉天禄道，这个请你相信我。那好吧。向小媛点点头，小鹿、阿月，无论你们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一定会站在你们一边的。说完，这个女孩也是跟着穆林峰离开了会场。呵呵，就连向大小姐也放弃你了呀？王黎明不阴不阳的来了一句，那也是，人家可是向家的传人，怎么会为了你一个不知名的寒门子弟尽心竭力呢？王老师，你也不用在那里挑拨离间了。玉天禄淡淡道，为人师表那4个字你也就最后一个做得特别像样。你说什么？王黎明顿时火冒三丈，他自然听出了玉天禄话里的意思。好你个小畜生，骂人都不带脏字啊！气急败坏的王黎明此时就准备扑上去教训一下玉天禄。此时颜月和伍连志等一干寒门子弟已经挡在了玉天禄之前，就连封宪明也一步拦住了王黎明。王老师，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封宪明皱着眉头道，哼，我不和你一般见识。王黎明骂了一句，也只能悻悻然退回到教师队伍中去了。好了，今日玉天禄、颜月自愿放弃皇家学院的入学资格，你们这些人是不是也要和他们一样？魏晋魔扫视了一下伍连志和其他寒门子弟，
退出就退出。武连志话说到一半，却又被玉天禄阻止了。阿志，你不能就这么放弃珍贵的名额啊！玉天禄连忙道：“你为此付出了数年的努力，你忍心就这么弃之如履吗？”这武连志犹豫了一下，但依旧坚持道：“欺辱我的兄弟，我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啊？阿志，如果你是为了我们的话，就更应该留在这里了。”颜月也开口道：“如果你也离开了，那些寒门子弟怎么办？”颜月的话倒是直击要害。原本皇家学院寒门子弟就一直是打压的对象，难得今次有玉天禄、武连志这样有天赋的寒门子弟加入，这才让新一届的寒门新生有了依附。现在玉天禄执意离开，如果武连志再不留下的话，这些寒门子弟可就真的没有主心骨了。所以阿志，玉天禄双手搭在武连志的双肩上道：“阿志，所以你必须留下，而且你要连我们的份儿一起加油，明白了吗？”哎，小鹿，算是我对不起你们吧。武连志长叹一声，最终这个少帮主还是被说服了，因为打他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进入皇家学院的。而武连志被说服之后，包括叶天在内的寒门子弟也只能放弃对抗，重新捡起了学生手册。看来大部分学生还是识时务啊，最终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魏晋魔道：“玉天禄，我最后问你一句，你是真的要放弃我们学院这么好的机会吗？”魏副校长，你就不用使心眼了。玉天禄早已看穿这魏晋魔校里藏刀的伎俩，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条条大路通罗马，我就不信离开你们皇家学院，我就成为不了象化师。阿月，我们走。说罢，玉天禄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会场。阿月，你等等我啊！颜月连忙跟在自己兄弟后面。离开会场的一刹那，这个大块头还对魏晋魔做了一个鬼脸，真是两个没教养的孩子。王黎明生气地说道。此时，王黎明的心中已经埋下了对玉天禄厌恶的种子。玉天禄，信不信我会让你在成为象化师的道路上寸步难行？好了，今日的新生入学仪式到此结束，之后具体分班情况，等程主任安排好会发给你们的。魏晋魔说完就匆匆离开了会场。原本热烈的欢迎仪式最终只能草草收场，这也是让众人始料不及。可恶！武连志钻进了拳头，身上的骨头一时嘎吱作响。这皇家学院实在太过分了。武少帮主，寄人篱下，我们也只能暂且隐忍。玉小哥也不希望看见我们这样吧？叶天连忙劝道。你看那些世家子弟。武连志一抬头，正好看见郑润泽跟着一干世家子弟与他擦身而过。这个公子哥的眼中满是对其的厌恶之情。武连志不好发作，只能朝着郑润泽怒目而视。此刻他心中也想起了玉天禄的话，还是小鹿看得通透，至少现在我还不能离开这里。武连志暗暗发誓，小鹿，你放心，我一定会让寒门子弟在皇家学院大放光彩的。出了皇家学院的大门，玉天禄甚至觉得呼吸都比以前顺畅多了，真是自由的空气啊！玉天禄伸了个懒腰，贪婪地吮吸了一下名为自由的空气。小鹿，实在是对不起。旁边的颜月抱歉道：“阿月，你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呢？实际上，如果不是为了我的话，你应该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皇家学院的学生吧？我可是知道，只要从皇家学院毕业，至少是一个2星的象化师呢。”阿月，你瞎说什么呢？诚然，这皇家学院是成为象化师的捷径，但条条大路通罗马，成为象化师又不是光这条路了。小鹿，罗马是什么马？有千里马厉害吗？这是我原来世界的话，意思就是说成功的道路不止一条。原来如此，那小鹿，你原来的世界也有皇家学院这样的吗？颜月好奇地问道。这个嘛，颜月不经意的问题，一时让玉天禄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其实，在原来世界的玉天禄，身处象牙塔般的大学之中，也见过不少不平之事。他所在的大学虽说是省内的最高学府，但大部分资源也都被富二代、官二代所垄断把持。明明都是些绕过独木桥走捷径的主，才不配位，却依旧能够在学生会、社团占据干部的位置。各大奖学金都被这些不学无术的人所垄断，根本到不了那些真正需要的寒门学子手中。比方说玉天禄这个年年那系里第一的学霸，国家级的奖学金一次都没有拿到过，而那些奖学金也无非是在他们本就浓墨重彩的履历上添上无关痛痒的一笔罢了。那些官富二代在校园的势力亦是让人生畏，虽说不至于达到为非作歹的地步，但也至少祸害一批寒门子弟。亲眼所见之事让玉天禄寒心不少，所以来到这个世界，对于同样的事件，玉天禄自然反应很强烈。原来的世界我没有办法反抗，在这个世界我可不能再让同样的事情重演了。这是玉天禄来到这个世界之时，心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执念。小鹿，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颜月的话一时将玉天禄从回忆中给拉回了现实。看着一脸茫然的颜月，玉天禄一时间也是无所适从。这次他们来省城的目的，一心就是为了进入皇家学院接受深造。刚才他们激烈对抗虽然一时爽，但现在他们应该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了。大不了我们回牧羊镇吧。玉天禄道。那可不行啊！颜月意外的直接拒绝，我妈妈还指望出人头地呢，我们就这么灰溜溜的回去，可是要让镇上的人看笑话的。反正我不回去。那阿月，如果我们不回去的话，你有什么想法吗？玉天禄也想听听这个伙伴的意见。要不小鹿，我们去参军吧。颜月来了一句。参军？没错，就像我们父辈一样，抵御外族，守护边疆。颜月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可是一副豪气冲天的表情。诚然，封狼居胥，乐实嫣然是每个血性男儿的梦想，不过玉天禄可是比颜月理性多了。阿月，你知不知道华胥国征兵的年龄限制？玉天禄一本正经地问道。颜月的脑袋要得像拨浪鼓一样，不知道啊。
是14岁？什么？是14岁？怎么可能呢？征兵条例里面写得很清楚，难道你不知道？那就奇怪了。颜月摸着脑袋道，我记得去年在牧羊镇的征兵处，他们看到我就笑嘻嘻地问我要不要当兵啊。阿月，你还好意思说？就你这个成年人的身高，那些征兵处的人都以为你是20多岁好不好？玉天禄摇着头，你当然可以蒙混过关，我可没有你这本事啊。好像的确是这样，而且就算你混进去了，到时候被发现年龄问题，影响的可不仅仅是你自己啊。万一追责起来，就连你们家牧羊镇镇长那里可都要被处罚的，好像光罚金就要几百金币呢。什么几百金币？颜月大惊，我们家一整年也挣不到那么多啊。看起来参军的这条路暂时性的堵死了，而且颜月也不想和玉天禄分开。为今之计，我们还是先回马家客栈，再从长计议吧。玉天禄道，你记得那魏晋魔说的话吗？什么话？就是除了皇家学院之外，这个省城里面还有不少学院，在哪里不是学啊？我们只要肯下苦功，总有出人头地的一天。玉天禄认真的说道。说得对。颜月一时频频点头，早知道小鹿，你倒是不应该破坏那封推荐信呢。呵呵，君子不识嗟来之食。而且那个魏晋魔本来就没安好心，你以为他推荐的学校会好吗？玉天禄冷笑道。小鹿，你这话倒是说对了。颜月说道，你看我一开始都没有想到，还真以为那家伙是为我着想呢。阿月，你这家伙就是想得太简单了。不过我也是十分欣赏你这点了。玉天禄笑着说道，先不管这些，我们还是先回马家客栈吧。说完，两个孩子勾肩搭背朝马家客栈走去。刚才的阴霾已经一扫而空，只不过后面的路需要二人好好斟酌一下了。就在两位少年离开之时，从路边的草丛里走出来一个老者。如果玉天禄在这里的话，他就会发现此人就是那天放榜时和他们有一面之缘的神秘老者。老者捋须遥望，脸上顿时露出了满意的神色。看样子你们两个的确与我们天灵有缘啊。老者自言自语道，不过在此之前，我还是要看看你们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决心。因为从你们离开那皇家学院开始，你们所选择的将会是一条最艰难的道路。等二人回到了马家客栈的时候，老板冯掌柜正好在门口迎来送往。这冯掌柜之前也听皇家学院那里传出来的消息，说是玉天禄和颜月都通过了考试，他也是为这两个孩子高兴。但当冯掌柜看到二人的时候，心中不由得咯噔一下，怎么了二位？这么早回来了？难道皇家学院那里有什么变故？哎，冯大叔，别提了。颜月哭丧着脸道。冯掌柜见状，也立刻将他们二人迎进了客栈。在听到玉天禄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后，冯掌柜亦是为两位少年扼腕叹息。哎，普通人要成为像画师，还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情呢。真是没有想到，这皇家学院名声在外，竟然是这样出尔反尔之徒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我心里很明白。玉天禄很清楚，要跨越阶级的壁垒本来就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那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是准备回牧羊镇吗？冯掌柜问道。不，我们想先在省城安顿下来，看一看还有其他机会吗？玉天禄回答。不过我们人生地不熟，这些日子光知道复习迎考了，对于皇家学院以外的学校都不了解。这个不急，我也觉得你们留在这里比较好。冯掌柜道。那牧羊镇虽然山明水秀，但总比不得这省城能够见世面。不过冯掌柜，有件事情我们想和你商量下。玉天禄此刻面露难色。怎么了，玉少爷？有什么事情请讲当面。冯掌柜连忙道。你现在这样子，反而让我觉得不好意思了。冯掌柜，实际上我们的盘缠都已经用得差不多了，所以接下来玉天禄试探性的问道，在我们找到新的学校之前，能不能让我们在这里打工啊？玉少爷，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啊？冯掌柜蹭的一下站了起来。你们两位把我冯燕当成什么人了？冯掌柜，在找到学校之前，你们两位想在我这里住多久就住多久，千万不要跟我提钱的事情。冯掌柜一本正经的说道。冯掌柜，这话说的，这不是让你做亏本生意吗？玉天禄和颜月也是有些过意不去，他们倒是没有想到牧羊镇的马管家如此一毛不拔，这省城的冯掌柜却那么仗义疏财。果然一个公司里的人差距不是一般的大。玉天禄心中暗自吐槽。其实两个小鬼不知道的是，在二人回来之前，已经有人先到马家客栈一步了。没有办法将玉天禄和颜月留在皇家学院，向小媛也不想让二人就此离开省城。于是在其回向家之前，他让管家雨叔提前来到马家客栈，替玉天禄他们交了一笔费用。冯掌柜，这些钱应该够两个孩子一年的花销了，你可一定要照顾好他们啊。临走时雨叔也是千叮咛万嘱咐。放心吧，我也不光是为了这笔钱，这两个小家伙我接触下来的确是人中龙凤，他日他们飞黄腾达了，也是我们马家客栈的福气啊。冯掌柜连忙说道。不过有件事情我需要嘱咐你。于管家请讲。就是你绝不能透露我来找你的事情。这是为何？我们大小姐不希望他们知道是受了项家的恩惠。原来如此。于管家放心，我会守口如瓶的。冯掌柜认真的说道。此刻冯掌柜看着两个孩子，心中也是不禁感叹，也不知道你们两个小鬼是怎么攀上项家这高枝的。掌柜的。此时一个伙计从外面跑了进来，着急的说道，掌柜的，您订的货到了，需要您快点过去验收一下。那我这就去。回过头，冯掌柜连忙向玉天禄打招呼，好了，两位，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你们慢慢吃吧。您忙，您忙。两个孩子礼貌的回礼道。冯掌柜迅速跟着伙计走出了大门，
玉天禄则是和颜月继续吃了起来。用颜月的话来说，要化悲痛为食欲，于是他一口气吃了好几盘牛肉，看得一旁的玉天禄直翻白眼。我说阿月，就算冯掌柜说不要我们钱，我们也不能如此得寸进尺吧？玉天禄连忙道：知道了，知道了，我今天先摆花烂，明天开始我就去找兼职做做。颜月拍着胸脯道：没想到大胃王居然知道去打零工啊！这不是你说的吗？那个，君不吃那个什么，是君子不食嗟来之食。对，就是这句。我可不愿意做混吃混喝的寄生虫。颜月认真的说道：好一句君子不食嗟来之食啊！真没有想到这样的豪言壮语竟然出自一个娃娃之口啊！突然客栈大厅的角落里悠悠飘来一个苍老的声音。此刻并不是饭店，偌大个饭厅里面并没有太多的客人。是谁啊？颜月好奇的循声望去，奇怪，这个声音怎么好像以前听到过呀？玉天禄有些诧异，难道是？颜月定睛一看，发现大厅的东南角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老者，他手中拿着个酒壶，面前摆着一盘小菜。这老爷爷看来日子过得不如意啊。颜月回头看了看自家桌子上的饭菜，顿生怜悯之心。小陆，我们能不能让老爷爷过来和我们一起用餐啊？没问题。看着老人家瘦的，玉天禄也生起了同情之心。老人家，您要不要过来啊？颜月大声说道。那感情好。这老头倒也不客气，说话间就已经坐到了玉天禄他们的桌子旁。这老大爷好厉害啊！玉天禄一时一惊，因为刚才他甚至都没有看到这老者做什么动作，仿佛他原来就坐在那里一样。你们这两个孩子倒是不错，只不过刚才你们那句不吃嗟来之食，让我有些骑虎难下。老头尴尬一笑，不妨，我们请您可不是施舍，算是朋友间的礼尚往来。玉天禄连忙道：朋友？没想到你们这两个孩子愿意和我一个糟老头子做朋友啊！老者哈哈大笑，不像那皇家学院，竟然把我拒之门外。怎么老大爷，你也被皇家学院迫害了？颜月连忙问道。也不算迫害，就是单纯的看不起。老者叹了口气，我去那里应聘当个保洁，他们竟然以我形象不佳为理由不肯录用我，真是哪去说理啊！这个看着老者蓬头垢面的样子，玉天禄心道，说实话，这倒也怨不得皇家学院。此时那颜月听了，顿时义愤填膺，这个皇家学院实在是太可恶了，人家老爷子只是想靠本事赚点辛苦钱，他们竟然也不让，真是冷血。颜月大声说道：孩子，看来你也和皇家学院有过节。老者似乎看出了颜月的心思，那是当然，老大爷，你有所不知，实际上我们和你的遭遇是一样。小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崖什么人？那叫同是天涯沦落人。玉天禄补充道：对，就是这句。老大爷，我们算是和你同病相怜。原来两位小友也是和皇家学院有过节啊。老者做出纳闷的表情。没错，我们其实啊。紧接着颜月就将自己和玉天禄明明通过入学考试，却被皇家学院的副校长魏晋魔使手段给逼离学校的事情和盘托出。一旁的玉天禄倒是一直给颜月使眼色，不过这个神经大条的大块头倒是一点戒心都没有，如同竹筒倒豆子般将事情的经过全数告知。听了二人的遭遇，老者的脸上满是同情之色。一个活了半辈子的家伙，竟然把手段用到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身上去了，这藏刀笑笑生还真是出息了。老者冷笑道：什么藏刀笑笑生？颜月好奇地问道。藏刀笑笑生是那魏晋魔的外号。老者解释道：还真是人如其名啊。玉天禄也忍不住笑道：今个我们要算是领教了他笑里藏刀的本事了。那么两位小哥，这次不入皇家学院，你们打算怎么办呢？老者咽下一块牛肉之后，笑眯眯地问道。小陆的意思是先在省城安顿下来，看看有没有其他机会呢。颜月说道：这省城里应该还有其他的学院吧？学院自然是有的，不过有个问题。老者为难地说道：据我所知，省城大多数的高级学府和皇家学院的招生时间段是重合的。这是什么意思啊？颜月听了有些迷茫。玉天禄则是脸色大变，这下麻烦了，是我疏忽了。怎么了小陆？老大爷说的是什么意思啊？颜月连忙问道。阿月，老大爷的意思是其他学院和皇家学院是同时招生的，而且他们的考试没有皇家学院那么复杂，所以现在很大可能已经全部招生截止了。玉天禄回答。啊，怎么会这样？我应该早就想到的。玉天禄也皱起了眉头，现在这个时间段，大部分的学院已经没有名额了，怪不得当时魏晋魔要塞给你推荐信，还一副要你感恩戴德的样子。看样子我们去其他学院的路也要被堵死了，那这下可怎么办啊？都怪我拖你后腿了。颜月着急道。阿月，心急也没用，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我相信总有办法的。玉天禄安慰道。其实有个办法。老者说道。老人家，您真有办法吗？颜月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如果真如你们刚才所说，皇家学院应该极其器重这位玉小哥的。既然如此，你们可以重新和皇家学院谈判好了，就算不能进入学院，至少可以让皇家学院给你们重新开具推荐信。虽然那魏晋墨不是个东西，但是其他老师还算是不错的。老者说出了自己的办法，要我重新去求他们。玉天禄淡淡一笑，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可不会不愿意和他们再有瓜葛了。那现在可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哦。无妨，大不了我就带着阿月游历整个华胥国好了。玉天禄平静地说道。我就要从泥地里开始打拼，在我看来，这个世界是需要好好洗一洗了。洗一洗这个世界，小子你这话说的有些大啊。老者朗声大笑，事在人为，没试过怎么知道
我一定是大话呢。玉天禄不满地说道。现在的你根本连游历华胥国的资本都没有。老者面色一沉，小子，你们这些孩子可是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啊，我们这不是已经经历了吗？玉天禄微微一笑，老大爷，你这次穿成这个样子，到底意欲为何呀？啊！老者也是一愣，玉小哥，你说的话我们怎么有些听不懂啊？老大爷，我们应该不是第一次见面吧？玉天禄看着老者道。小鹿，我们和这个老大爷见过面，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颜月有些纳闷。阿月，你还记得那天放榜结束后有个神出鬼没的老大爷吗？是有这么回事来着，但是那个老大爷和这位是一点也不像啊。没错，的确一点也不像。不过我知道有些高阶象化师可以利用象化力进行易容。老大爷，我相信你本人应该不是现在这副样子吧？玉天禄看着老者道。谁说我不是现在的样子？老者哈哈大笑，实际上当天的我才是伪装。你果然是那天的老爷爷。玉天禄一个机灵从位子上站了起来。原来你小子诈我呀！老者皱了皱眉头。老大爷，我说你一直跟着我们到底是要什么啊？颜月连忙问道。不会是为了蹭吃蹭喝吧？那老者一听，差点没把嘴巴里的食物给吐出来。瞧你这话怎么说的，我堂堂天灵学院的院长用得着混饭吃吗？老者大怒道。天灵学院？这是什么学院？我怎么没有听到过呢？玉天禄一愣。老大爷，闹了半天你该不会是想招募我们吧？不过普通的学院我们可不会去的哦。美的你们！老者白了二人一眼。我可告诉你们，我们天灵学院的招生也已经截止了，你们可没有机会了。啊！老大爷，你原来是在耍我们啊！颜月埋怨道。阿月，这回你错了，天灵学院院长好歹也是个学校一把手，自然不会吃饱了没事干和我们这两个小孩子开玩笑。玉天禄看着老者道。老大爷，你当时说的话是不是就是不想让我进入皇家学院啊？看起来你那天倒是把我的话听进去了啊。老者满意地点点头，看在你们两个请我吃饭的份上，虽然报名截止了，我相信以我这张老脸还是可以帮你们通通路子的。天灵学院怎么样？管饭吗？颜月连忙问道。饭是管，不过像小兄弟这样的食量还是请自费吧。老者面部稍微抽动了一下。原来不管饭啊。颜月的笑脸由晴转阴。那老大爷，你们学校毕业有没有学位证或者像画师证？玉天禄问道。这个嘛，我们又不是皇家学院，毕业的话3证就只有1证。老者面露难色。那皇家学院一样可以直接参与像画师等级考试，我们天灵没有那个特权，估计你要自己去报名。这也没有，那也没有。我说老大爷，你该不会是骗我们小孩子吧？颜月埋怨道。切，我没事要骗你们两个小孩做什么？老者有些生气地站起身。两个孩子没有说话，只是低头看了看餐桌。只见不知何时，桌上的食物已经被眼前的这个老者给吃了个干净。老者脸色不由得泛起了红晕，他据理力争道：我可不是贪图你们的美食啊，我只是给你们机会，知不知道啊？那老大爷，你们天灵学院比起其他学院有啥优势呢？玉天禄亦是单刀直入。呵呵，其他我也就不多做介绍了。我们天灵学院可是拥有其他学院不具备的优势哦。什么优势？毕业包分配。毕业包分配？能介绍工作吗？单纯的颜月听了，顿时两眼放光。一旁的玉天禄连忙拉了拉颜月的衣角道：我说阿月，你怎么这么容易就会上当啊？小鹿，怎么能说是上当呢？这老大爷说这天灵可是包分配呢，一出校门就给你找工作，能不好吗？我可是听说了，除了皇家学院，好多学院的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呢。现在的就业形势很不好。阿月，你还知道就业形势啊？玉天禄笑道：我这些都是听阿志说的，他们运输公司可是收了不少毕业生呢。阿月，你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你以为包分配就好了吗？不说分配的工作岗是下九流吧，估计也不是什么靠谱的岗位。玉天禄在原来的世界可是领教过这些所谓包分配的承诺，他就拆给颜月讲述宇宙的尽头是电子厂的梗了。一旁的老者听不下去了，我说玉小哥，你又没有去过我们天灵学院，你怎么能说我们是骗人的呢？虽说事不目见耳闻，不可臆断其有无，不过呢，院长大人，你这样百般试探我们两个孩子，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呢。玉天禄皱着眉头道。小鹿，一旁的颜月刚想说话，却被玉天禄顺手捂住了嘴巴。你们这两个孩子真不识好歹。老者似乎被玉天禄的话给激怒了，我是看你们两个心地善良，而且还是有一些天赋的，所以打算给你们入学机会，谁知道你们竟然如此不珍惜，特别是你这小子，竟然还用文绉绉的话挤兑人，实在是太不像话了。我说老大爷，现在搞得来是我们非得去你们天灵学院一样。说实话，现在我们之间信息不对称，我们现在可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哼，你们两个小鬼，怕着怕哪儿的？我可没有这么好的耐心。老者生气地说道。不要说我没有给过你们机会啊。老者说完，生气地拂袖而去。颜月见状，再也按耐不住，他推开玉天禄的手，连忙追去。老大爷，您先别走啊，我们……颜月话还没有说完，突然他头顶上方突然凭空出现了一把巨大的戒尺，不等玉天禄反应过来，那戒尺就劈头盖脸朝着颜月的脑袋上砸了下去，仅仅1尺就把颜月打趴在地。颜月也不放弃，迅速起身还想追击，那巨大的戒尺又是猛砸下来，不偏不倚再次正中颜月脑门。颜月被砸得眼冒金星，差点失去意识了。此时那戒尺毫不留情的又打了过来，这一次颜月也学乖了，
在戒尺打过来的一刹那，他迅捷出手，准备挡下这次的攻击。可谁知那戒尺落下的一刹那，竟然凭空消失了。怎么回事？就在颜月的吃惊的时候，那失踪的巨大戒尺再一次现身。这一次，他又是绕到了颜月的背后，不给单纯少年任何反应的机会，巨大戒尺又是重重的砸中颜月的后脑勺。这一下，饶是颜月再怎么皮糙肉厚，也完全扛不住第3下重击了。颜月整个一下子趴在地上，顿时失去了意识。不过好在那巨大戒尺打完3下之后就彻底消失，再也没有出现了。玉天禄若有所思，大概迟疑了数分钟，这才跑过去将自己的兄弟扶到了位子上。阿月，你没事吧？颜月关切地问道。听到玉天禄的呼唤，颜月这才悠悠地醒转过来。我没事。奇怪，颜月摸着自己的后脑勺，发现刚才的疼痛感竟然消失不见了。那个老大爷呢？此时那神秘老者就如同放榜那天一样，再一次消失不见了。先别管那个老大爷了，阿月，你的脑袋。小鹿，实际上我的脑袋已经不疼了。不疼了？不会啊，那锯齿可是结结实实打了你3下啊，你都晕过去了，怎么也应该脑震荡吧？玉天禄诧异道。小鹿，我可没有骗你，真不疼了啊。颜月此刻已经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怎么感觉刚刚一切都和梦一样啊？应该不是梦。玉天禄道，现在应该只有一种解释，那个老大爷的确是一个高人啊。颜月顿时露出惋惜之色，也就是说我们错过了机会啊。这怎么话说的？送到嘴边的肉我们都丢掉了呀。颜月说着，一时连忙跑出了大门。他左顾右盼，却根本没有任何老者的踪迹。阿月，不要白费力气了，如果基因象化师不想让我们找到的话，我们根本无可能追踪得到。玉天禄此时也跟了出来。那我们该怎么办啊？说实话，我还是有些期待那天灵学院的。两位少爷，你们怎么出来了？此时忙完事情的冯掌柜正好走了回来，看到玉天禄二人站在客栈门口，于是问道：冯掌柜，你前面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大爷了吗？颜月着急地问道。衣衫褴褛的老大爷？我没有瞅见啊。怎么了？冯掌柜被颜月问得一头雾水。还是让他跑了啊？颜月顿时如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一下子瘫倒在地。阿月，你也不用灰心丧气，我看这事情还是有回旋余地的。玉天禄见状连忙安慰道。回旋余地？哪里来的回旋余地？我们连那院长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颜月叹了口气，看来那天灵学院算是和我们无缘了。颜少爷，你刚才说什么？什么学院？一旁的冯掌柜听了连忙问道。是天灵学院。冯掌柜，难道你认识吗？玉天禄问道。这个吗？省城的其他学院我倒是不了解，但这天灵学院那可是人尽皆知喽。冯掌柜笑着说道。啊，人尽皆知。玉天禄大惊。没错啊。对了，你们刚刚说的那个衣衫褴褛的老大爷，该不会是林院长吧？林院长？什么林院长？就是天灵学院的院长林举喽。前面我看他走过去喽。啊，冯掌柜，那你刚才怎么说没见到啊？颜月连忙问道。颜少爷，你刚才问的是衣衫褴褛的老者，可林院长是一身华服过去，和你们所说完全不符合呀。冯掌柜无奈地说道。估计刚才走出门的时候，那林院长把自己的伪装给撤掉了。玉天禄分析道。看来这林举的确是一个高人啊。这林院长不但是高人，而且据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象化师呢。冯掌柜道。只不过他倒是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展现过而已。对了，冯掌柜，你们怎么会认识林院长的？玉天禄好奇道。这也没有什么啊。冯掌柜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我这里好多伙计可都是天灵学院毕业的哦。什么？玉天禄和颜月大惊。你们不信？来，阿文、阿武，过来一下。来了。冯掌柜招呼了一声，顿时有2个身强力壮的伙计来到了玉天禄的面前。掌柜的，找我们什么事情啊？是不是有东西要搬？伙计阿武笑着问道。你们都已经把事情都做完了，今天我是没有事情再派给你们了。冯掌柜笑道。只是2位少爷想要知道这天灵学院的事情。你们是天灵学院毕业的吧？没错，这倒是问对人了。伙计阿文笑了笑。我和阿武可是在天灵学院学了3年呢。学了3年？那这天灵学院教授什么东西？是和象化力有关的吗？玉天禄连忙问道。玉少爷说笑了，我和阿武又不会什么象化力。阿文笑道。我们在天灵学院只是学了读书写字，还有练成了现在这样的好身体。阿文一边说着，还不由自主地秀了一下肌肉。不可否认，马家客栈这文武兄弟2人身体没有话说。这2个伙计浑身上下都是一块块腱子肉，力气还特别大，一个人能够干好几个人的活。所以冯掌柜对于2人特别满视，给他们的薪水也是其他伙计的2、3倍。这天灵学院还能练身体？颜月顿时来了兴趣。没错啊，不过这属于额外课程，需要提前向学院申请的。阿文十分认真地说道。我和阿武不是读书的料，不过这体段课倒是让我们如鱼得水。还有这样神奇的课程啊？颜月睁大了眼睛道。什么额外课程？不就是选修课吗？玉天禄倒是没有感觉奇怪，不过他倒是觉得这天灵学院似乎并不是那么不堪。我们这些人没有学习天赋，毕业以后就被分配到这里来了，不像那些优秀毕业生，那就业前景那叫一个好啊。阿武摇着头道。我现在很后悔当时在天灵学院没有好好学习，否则也不至于。你们2个家伙，难道我对你们不好吗？冯掌柜瞪了这2人一眼。掌柜的，我们不是在说如果吗？阿文连忙道。而且就我们这样的资质，如果不是掌柜你，恐怕真的要喝西北风去了。知道就好。
冯掌柜这才息怒：“冯掌柜，难道这天灵学院包分配是真的？”玉天禄问道：“当然是真的。”冯掌柜说道：“实际上，这天灵学院可是和商业联合会旗下的企业都有合作呢。只要是天灵的毕业生，那些企业可是直接招收呢。原来这么好啊！小洛，你看我们放弃了多么好的机会啊！”颜月扼腕叹息道：“这天灵学院听着怎么像是职业技术学校啊？”玉天禄自言自语道：“会不会是类似于武道口学院这样的混名？现在完了。”颜月叹了口气：“现在上哪去找这么合适的学校啊？”阿月不用泄气。玉天禄一边安慰，一边转头问冯掌柜道：“冯掌柜，既然你们和天灵学院合作那么久，应该知道这天灵学院的所在吧？”这个嘛，冯掌柜面露难色：“玉少爷，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实际上，什么？你们根本不知道这天灵学院在什么地方？这怎么可能呢？”颜月激动地叫出了声。“那你们是怎么招收天灵学院送来的员工的？”玉天禄问道。“这倒是很简单，每年商业联合会都会收到天灵学院发送过来的毕业生资料，他们的能力、性格等所有信息都十分详尽。商业联合会就会把我们这些招工的人请过去，按照自己需要挑选就可以了。然后确认签下招工协议后，过几天员工就会上门了。”冯掌柜解释道。“你们就不怕天灵学院送来的人和资料上不一样吗？”玉天禄问道。“玉少爷，你还真别说，这天灵学院可是十分有信誉，每次送来的毕业生可是和资料上的一模一样。诚信，这可是连皇家学院都无法比拟的呢。”冯掌柜郑重地说道。看得出冯掌柜的话的确出自本心，看起来这天灵学院的校风还算是不错，那个灵举至少比魏晋魔好上100倍了。玉天禄心中暗道：“不对啊，你们两个不是天灵学院的毕业生吗？”颜月冲着文武兄弟道：“你们应该知道天灵学院的所在吧？”颜少爷，实际上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校舍在哪里啊。阿文无奈地说道：“就连你们也不知道，难道这天灵学院还会长脚跑不成？”玉天禄诧异道：“玉少爷，还真给你说对了。”阿武解释道：“我们这个母校和其他正常的学院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其他的学院不会挪窝，比方说这皇家学院，你听说过他搬迁过吗？”“这倒是没有，不但没有，而且这皇家学院从在省城开办以来，近100年都没有换过校址呢。”阿武认真地说道：“虽然他们无限扩张，已经比当年刚刚建校时扩张了1倍了。你们倒是对皇家学院很了解啊。”玉天禄好奇道：“实际上这些都是天灵学院的老师告诉我们的。”阿文回答：“天灵学院怎么知道？这个嘛，文武兄弟似乎有些难以启齿。严少爷，岳爷，说出来也不怕你们两个笑话。实际上，我们毕业的天灵学院一直将皇家学院当成假想敌呢。”啊！玉天禄这下更加吃惊了。乖乖，一个职校竟然把最高等级的学府视为假想敌，他到底是真有实力，还是吹牛吹大发了呀？这下玉天禄对于这个神秘学府越来越有兴趣了。那这天灵学院会挪窝吗？颜月继续问道。严少爷还真给你说对了。阿武点点头，我们在天灵学院上了3年学，这学校本部就换了3次，这么频繁啊？这个学校似乎不靠谱，对吗？阿文笑道：“实际上我们一开始也这样觉得，不过等到我们毕业拿到了这样一份工作的时候，我们对于母校还是十分感激的。只可惜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这天灵学院搬到哪里去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阿武道：“什么事？”“就是这天灵学院一定还在省城的某个地方。”“这我也知道啊。”玉天禄满脸黑线，他们的院长林举不是刚刚还在这里吗？但若大个省城，叫我们从哪里开始找啊？这省城可被视作华胥国的副中心，地位可以比肩华胥国首都华胥城，所以这省城的面积极大，达到7000平方公里。如此巨大的城市中，想要找到一座神秘的学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两位少爷，这我们就爱莫能助了。”阿文抱歉道：“时间不早了，掌柜的我和阿武先回去喽。”“那好吧，明天记得早点来啊，我打算把仓库里面的货品调整一下。”冯掌柜吩咐道。“放心吧，明天我们兄弟2人必定第一个到。”文武兄弟说完，也是匆匆离开了客栈。看来我们只能一点点去寻找了。颜月说道：“小陆，就像你之前说的，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只要认真去找，肯定能找到的。我们可以去找找阿志帮忙，他们5联帮走南闯北的，应该能够打听到天灵学院的所在。”玉天禄建议道：“对啊，我这怎么没有想到呢？”颜月道：“不过阿志现在不是应该已经住在皇家学院了，我们怎么去找他？找不到他吗？可以找5联帮的武管家呀。”玉天禄道。此刻玉天禄自然想到了武青衣，实际上玉少爷不用舍近求远，你们为什么不问问我知不知道这天灵学院的所在呢？此时冯掌柜笑着问道。什么？冯掌柜，你难道知道吗？两个少年顿时燃起了希望，纷纷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冯掌柜。你们不要这么看着我好不好？冯掌柜也是看得有些不自在。那冯掌柜，你就告诉我们天灵学院究竟在什么地方吧。颜月着急地问道。严少爷，我真不知道天灵学院在哪里啊。冯掌柜为难地回答。那你刚才不是说知道吗？颜月有些生气了。你不要看我们是小孩子，就想办法骗我们啊！两位少爷，你们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冯掌柜连忙解释道：“天灵学院飘忽不定的，就连阿文、阿武这样的毕业生都不知道，我哪里会知道？不过我有办法让你们找到。”“怎么，冯掌柜还有其他门路？”玉天禄看着冯掌柜：“因为我知道这林局院长现在住在哪里哦。”冯掌柜笑盈盈地说道。“什么？”冯掌柜此话可当真？玉天禄一把抱住冯掌柜：“
当然是真的。如果我骗你们天打五雷轰，冯掌柜连忙赌咒道，那就奇怪了。这领举堂堂一个学院院长不住在学校里，怎么会住在校外的？颜月奇怪道，两位有所不知了，现在可是假期啊。这领举院长正好忙里偷闲离开学校，现在他正住在离这不远的旧宅之中呢。原来如此，那冯掌柜请快点将地址告诉我们吧。颜月催促道，告诉你们没有问题，只不过什么？我刚刚看到林院长一副气冲冲的样子，该不会是你们惹他生气了吧？两个小伙伴对视了一眼，笑容一时有些尴尬。这就难办了，我可是听说这林院长十分固执，而且非常记仇，你们得罪了他，要想进天灵学院可就难了。冯掌柜，现在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就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求你把林院长旧宅地址告诉我们吧。玉天禄恳求道。那好吧，不过你们也不要抱太多希望哦。说完，冯掌柜就将地址写在了一张纸上，递给了玉天禄。玉天禄接过地址一看，立刻感激地向冯掌柜道谢。这纸上的地址倒是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这几个月来，玉天禄已经把周围都逛遍了，对于这块区域自然也记在了心里。看起来要找到这个地方也是不难啊。玉天禄自言自语道。那小路我们事不宜迟，快点过去吧。颜月说着就拉着玉天禄准备走。阿月，等等，你不要着急啊。玉天禄连忙道。怎么了小路，现在不快点去的话，天可就黑了呀。颜月诧异道。阿月，正所谓欲速则不达，而且现在去可不是一个好时机哦。玉天禄说道。为什么啊？我不明白。很简单，我们刚刚得罪了这个领举院长，人家现在正好在气头上，我们就这么贸贸然跑过去，人家会理睬我们吗？玉天禄反问道。这个好像是这个理儿，所以我们还不如现在先休息一下，等到适当的时间再过去。适当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颜月好奇地问道。天机不可泄露。玉天禄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反正等时间到了我会叫你的。那现在我做什么啊？总不见得这么干等下去吧。这样好了，阿月，要不我们先去客栈休息休息，补个觉先。玉天禄建议道。什么睡觉？怎么了？你不是最喜欢睡觉了吗？怎么你睡不着吗？这颜月还有一个技能就是睡觉了，他不但能够秒睡，而且睡眠质量出奇的好。每每看到颜月鼾声如雷的睡姿，玉天禄也是十分羡慕。要睡当然睡得着了，不过现在合适吗？怎么不合适啊？早上的场面实在太激烈了，我们现在正需要休息消化一下呢。玉天禄说罢就径直地走进了客栈。颜月没有办法，也只能跟着玉天禄走了进去。玉天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二话不说铺好床就直接钻进了被窝。我说小鹿，你还真睡啊？颜月有些吃惊道。你以为我在骗你吗？我说的可是认真的。玉天禄道。阿月，你现在不睡，过会儿去见领举院长的时候可就没有体力喽。知道了，知道了，我这就睡。颜月听话的躺到了自己的床上，这个睡觉达人没过多久就进入了梦乡，果然厉害啊。玉天禄暗挑大指，那我也休息吧。玉天禄仰面躺在床上，闭上眼睛，随即进入了冥想状态。就在二人进入梦乡之时，皇家学院的副校长办公室内，魏晋魔正为自己白天的表现自鸣得意。哼，什么天之骄子，在我看来也不过尔。我稍微技艺下降，就让这个穷小子滚蛋了。魏晋魔冷笑道。就是，明明是山野小儿，非要装成什么天赋之人。我呸！办公室里面的王黎明也顺着魏晋魔的话说道。一个寒门子弟，天赋再高又有什么用？顶多是第二木灵风罢了。魏晋魔满不在乎地说道。这样的讨厌鬼有一个就够了，也只有程克昭这个蠢材会把他当成宝。副校长应命。这样一来空出2个名额，那迟到的2个世家子弟正好可以破格录取了。王黎明高兴地说道。没错，这2位可是京城那里的大族，他们能够屈尊来我们学院可是十分罕见，这样的学生才叫人才呢。魏晋魔道。对了，王老师，他们的插班费交了吗？交了。王黎明凑到魏晋魔的耳边。魏校长，我办事您放心，不但插班费交了，10万金币的辛苦费我也让他们打到您的户头上了。王老师，你这效率很高啊。魏晋魔拍了拍王黎明的肩膀道。正所谓人尽其才，像王老师这样杰出的老师应该有更大的舞台啊。我记得上午曹华雪、封宪明都递交了辞呈，能和你竞争教务副主任的人似乎已经没有了呀。多谢魏校长。是那2个家伙不识时务。王黎明连忙道。只要魏校长给我机会，就算是肝脑涂地我也在所不辞。王黎明在这里向魏晋魔表决心，另外一边教务主任室里，程克昭正在给自己的老友穆林峰道歉。阿峰，今天这事情闹到这样的地步，怨我都怨我呀。程克昭自责地说道。我实在没有想到这藏刀笑声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发难，这么一个好苗子现在竟然……老程啊，你也不用太过自责，我知道这胳膊拧不过大腿，你也是身不由己。穆林峰缓缓道。我只是没有想到这个魏晋魔已经嚣张到这个地步了。自从老校长失踪之后，这皇家学院已经变样了。程克昭无奈地叹了口气。你看这桌上的2份辞呈，已经有太多的好老师不愿意在这里待下去了。曹华雪和封宪明都走了吗？没错，他们2位实际上很看好玉天禄和颜月这对兄弟组合的。看样子这样下去，这皇家学院要被世家彻底把控，到那个时候，像我和你这样的寒门子弟出身的学生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谁说不是呢？程克昭犹豫了一下，似乎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阿峰，有些话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告诉你。什么事情？是不是有关项家的？什么？你已经知道了吗？
程克昭震惊道：“实际上知道的人不是我，是向家主大人。”穆林峰平静地说道：“不愧是向天问，能够成为华胥国豪族之一，这政治嗅觉也是十分灵敏啊。”程克昭点点头，树大招风，家主他实际上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现在他已经开始韬光养晦，这一次我将大小姐召回去，也是他老人家的意思。家主生怕他闯出什么祸端。穆林峰道：“我没想到的是，魏晋魔竟然真的连向家的面子都不给。要知道，这位家本来就和向家不对付，而且皇家学院的校董改选，原本偏向向家的席位半数以上被取代，看样子向家逐渐式微了。阿峰，你应该早做打算啊。”“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穆林峰笑道：“从家主大人舍命救我那天起，我的命运就和向家绑在一块了。士为知己者死，阿峰，你果然和当年一样，未曾改变。只可惜我却……”程克昭感慨道：“不说了，不说了。对了，现在那两个孩子怎么办？至少玉天禄那个象化师天赋，我可不希望被埋没掉。老程，这点你放心好了，他不会被埋没掉的，因为林院长已经出手了。”“什么？林院长？天灵学院？怎么连他老人家也惊动了？”程克昭又是吃了一惊。其实林菊老师很早就看上了玉天禄，而且他觉得这个孩子应该适应不了皇家学院。但是无论是资源和师资，天灵学院可无法和皇家学院相提并论啊。没错，如果论毕业生整体素质的话，天灵学院和皇家学院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因为天灵学院有教无类，最大的目的为了让毕业生能够在这个动荡的华胥国里立足。这校训我现在依然记得。老程啊，皇家学院有多少年没有出现6星以上的象化师了？差不多已经10几年了，5星以上都凤毛麟角，更不要说6星、7星了。而目前整个华胥国20个6星象化师半数都曾经在天灵学院就读。阿峰，你这样一说，还真是这样。明明皇家学院的资源比天灵好，选材范围也广，但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的结果呢？程克昭想了想，浑浊的双眼似乎多了一丝清醒。有教无类只是表面，因材施教，不拘一格才是根本。我终于知道林院长当年所说了，皇家学院最大的问题是不愿意自降身份招收那些真正有天赋的孩子啊。老程，你终于看通透了。看通透了又如何？我又无力改变什么。程克昭长叹一声，改变不了，你可以走啊。走？阿峰，你以为我没有想过吗？实际上我也想像曹华雪、封宪明他们一样，一纸辞呈就可以远走高飞。那为什么不呢？就像你不能离开向家，我也不能离开皇家学院。老院长对我有恩，在他回来之前，我是绝技不会离开的。原来如此。穆林峰点点头，看起来我们还算是一类人啊。切，谁和你是一类人？还不够快点从我办公室离开啊。程克昭一脸嫌弃地说道，我这办公室周围老鼠遍地，可不要弄脏了穆大师的衣服啊。程克昭话里有话，穆林峰岂会不知？他朝着自己的老友打了个招呼，催动象化力瞬间消失不见了。程克昭的办公室外，几个黑衣人埋伏在角落里。奇怪，怎么办公室里面已经没有了动静？不会被发现了吧？糟了，撤！领头的黑衣人一声令下，这些刺探者顿时成鸟兽散。此时程克昭推开办公室的大门，左右张望了一下，发现没有人。他抬眼看了看夜色渐渐转浓的天空，看起来很快华胥国这天要变了啊。向家府邸，向小媛怒气冲冲地从书房里面走了出来。大小姐，怎么了呀？管家雨舒见状，连忙关切地询问道。谁知一向对雨舒十分尊敬的向小媛，这回连管家雨舒都没有理睬，而是径直地走向了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向小媛将自己的卧室大门给关了起来，就连楼下的那些仆人也被这关门声吓了一跳。雨舒有些奇怪，于是推开了书房门。书房里面一个中年男子脸色铁青地坐在了沙发之上，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向小媛的亲生父亲，现任向家家主向天问。他刚从京城回到向家府邸，还没有和自己女儿共叙天伦，反而父女俩大吵了一架，实在是令他生气不已。老爷，大小姐是怎么了啊？雨舒连忙问道。阿雨啊。看到雨舒，这向天问的表情总算缓和了一点，还不是为了那个野小子的事情啊。看起来这牧羊镇一行还真不应该让小媛去。现在我说老爷，事情没你说的这么严重吧？雨舒劝慰道。实际上那两个孩子我接触下来，应该都是秉性纯良的孩子，比起那些眼高手低的世家子弟好上不少啊。阿雨，我不是说那两个孩子不好，而且那玉天禄的象化师天赋，我听了也十分震惊，弄不好他以后可能就是下一个穆林峰。我生气的是，这小媛为了这两外人，差一点酿成大祸啊。向天问气不打一处来。老爷，什么情况？我只是听说大小姐想要让皇家学院允许两个朋友入学而已，而且本身他们也通过了考试啊。雨舒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阿雨，树大招风，你懂不懂啊？向天问摇着头道，知道我着急从京城回来是做什么吗？老爷，京城那里难道出事了吗？艺术协会会长改选，你知道新一任的会长是谁吗？不应该是和我们向家一直有往来的花小陈大师吗？向天问摇了摇头，就连我也没有想到，最后胜出的竟然是那个最不受待见的招成勇。什么怎么会是他啊？雨舒也吃了一惊，他可是一直和我们向家不对付啊，而且无论是在协会的资历还是能力都处于中下游。招成勇只不过是一个信号而已，这是上面对我们向家的警告。向天问道，前几年我们实在风光太盛，现在是时候收敛一些了，否则之前那些覆灭的豪族就是我们的下场。老爷，但大小姐那边怎么办？
看起来那2个孩子对他十分重要啊。事到如今，我也只能期望小袁能够理解了。向天问无奈地说道：“对了，我让你办的事，你办了吗？”老爷放心，马家客栈我已经去过了，而且我已经以小姐的名义嘱咐过冯掌柜好好照顾那2个孩子了。这就好，这就好啊。向天问勉强挤出一丝微笑。玉天禄在艺术鉴赏上，小袁从小到眼光都很好，不知道这一次他看人是否一样准确。你可不要令他失望啊。很快夜幕降临，灯火辉煌过后，经过白日洗礼的省城逐渐脱去喧嚣，重新归为宁静。差不多2更时分，原本处于冥想状态的玉天禄终于在此刻睁开了眼睛。看样子时间到了，玉天禄说着，回过头发现自己的好兄弟颜月依旧在自己的床上酣睡。这个阿月还是这么没心没肺，竟然睡得这么死啊！玉天禄一边摇着头，一边用力推醒了这个好兄弟。阿月，快点起来，时间到了，我们不是还要去找林局院长吗？小陆，现在什么时候了？颜月睡眼惺忪地问道。现在差不多过了到11点了。玉天禄随口道。什么11点了？颜月迷糊中道。这么晚了，那我们要不还是明天去找他吧。说完，颜月一个翻身又准备睡去，谁知那玉天禄一把将他给拉住。阿月，你到底还想不想去天灵学院报道了？当然想啊。颜月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他看着窗外漆黑的天空，一时大惑不解。小洛，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颜月诧异道。难道我们现在去找林院长吗？现在去，人家早就睡着了。就是要这个点去，人家林院长可是分明暗示我们3更天过去找他。啥？是林局老爷子让我们这个点找他的。小陆，我怎么没有听到提起啊？阿月，你还记得白天的时候，林局院长临走时用巨大戒尺敲了你3下头吗？玉天禄问道。记得啊，那3下威力也是不小，不过倒是很快不疼了。那就是林老爷子给我们的暗示。玉天禄解释道。暗示什么暗示？合着那3下打脑袋就是让我们3更去吗？颜月有些难以置信。还记得我给你讲过悟彻菩提真妙里的故事吗？难道是齐天大圣修道的故事吗？没错，当时菩提祖师就是在孙悟空脑袋上打了3下，就是让他3更天去找自己哦。原来是这样，小洛，你真聪明啊！颜月高兴地说道。看来这世外高人都是一样的，我们这就走吧。说完，颜月披着衣服就朝跑了出去。我说阿月，不要着急，你跑的方向不对啊！亏得玉天禄及时阻止，否则以颜月的速度，说不定直接跑到林区去了。不过索性兜兜转转，2人也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有了冯掌柜给的地址，再加上玉天禄这几个月已经完全熟悉了街道的环境，也没用太多的功夫，2人就已经来到了邻居的旧宅前。只不过这旧宅一片萧瑟，实在和2个孩子原本想象的差距很大。这就是林院长的家吗？颜月忍不住说道。怎么看上去很老旧的样子？这里真能住人吗？冯掌柜不是说了吗？这林院长基本都住在学院里面，这个家基本不太回来，自然无人打理了。颜月道。不过小陆，现在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这房子的门究竟在哪里啊？颜月颇为无奈地说道。因为他们已经绕着这房子兜了一圈，都没有看到门在何处。我说小陆，现在怎么进去啊？让我想想吧。阿月，你可不要着急。玉天禄看着那没有门的房子，也是开始了思考。时间1分1秒过去了，看到玉天禄迟迟想不出办法，颜月看得一时干着急。就在此时，颜月的肚子不争气的咕噜噜叫了起来。小陆，难道你还没有想出来吗？颜月实在忍不住说道。我都快要饿死了，你倒是想想办法呀。由于着急赶来找邻居，2个孩子起来的时候甚至没来得及吃点东西。玉天禄倒是还好，但大胃王颜月可就忍不了了。要知道颜月这身体素质也是在其巨大食量的基础上的。玉天禄替他分析过，他能维持着恐怖的力量和速度，需要燃烧大量的生物能量，而这些能量则需要大量的食物来进行补充。这一顿不吃饿得慌，在颜月的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此刻被饥饿困扰的颜月终于忍不住了，眼见玉天禄没有办法进入，这个愣头青决定用自己的办法。林院长，你可不要怪我呀！怪就怪，你忘了给自己的房间造了大门。颜月一边道歉，一边整个人径直的朝围墙撞去。头脑简单的颜月是想来个直来直去，自己给这没有门的房子开扇门。阿月，不要啊！玉天禄见状连忙大声喊道。不过玉天禄的喊声还是满了一天。颜月用出了全身力量，一下子就撞在了围墙之上。谁知这一撞，颜月丝毫没有任何撞到石头的感觉，紧接着一股强大的反弹力直接将他给震飞了出去。这怎么回事啊？半空中的颜月惊得说不出话来。还好玉天禄反应快，瞬间用向化力在半空中具象画出了安全网，这才将颜月给救了下来。再看那墙壁竟然被撞得变形了，往里面深凹了一大块，但仅仅弹指间，变形的墙壁一晃就恢复了原状。这个墙壁是怎么回事？玉天禄也是吃惊不已。要知道以颜月的力量都能和战争巨人相抗衡了，但是看似平平无奇的围墙不但将颜月撞击尽数化解，同时还能将其反震回去，着实令人震惊。小陆，现在可怎么办啊？颜月着急道。看起来这应该是林院长给予我们的考验吧。玉天禄道。阿月，光靠蛮力是没办法破开这扇门的。玉天禄说着也是慢慢朝围墙走去。玉天禄把手放在围墙上，然后闭上眼睛，把自己的象化力注入其中。谁知玉天禄的象化力刚一灌入，一股强大的反震力释放，让他不由得把手缩了回来。小陆，究竟怎么了？颜月见此情景一时大惊。我也仅仅是猜测而已。玉天禄此刻神色凝重，
看起来这座房子根本不是实体。什么？不是实体？这应该是用像画力具象化出的房子啊，甚至根本连那些像画材料都没有，就是凭空变出来的。这怎么可能呢？具象化出来的东西不是会消失的吗？阿月，你要知道，随着象化力的提升，那具象化的东西越是持久。玉天禄解释道，我现在具象化出的东西最多可以维持1个小时，但那些高等级的象画师呢？我可是听说5星以上的象画师所具象化出来的东西，可能1年都不会消失。原来是这样啊，乖乖，这象画师真的好厉害啊！颜月感叹道，那这林院长果然是高人啊。虽然我不了解象画师各个星级的实力，但是看得出这个林院长的实力应该在魏晋魔之上。好了，小鹿，现在可不是感叹的时候，现在我们该怎么进去呢？颜月犯愁了，如果真如我所料想一样的话，想要进去还真不容易呢。玉天禄说着，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小鹿，你这是要做什么啊？颜月有些诧异，要做什么？自然是砸玻璃窗喽。玉天禄话音刚落，右手顺势将石块给掷了出去。石块在玉天禄像画力的操控下，轨迹清晰，径直朝着屋子的玻璃窗飞去。可眼看飞石就要破窗之时，那玻璃窗竟然诡异的产生了一丝波动，竟然让那飞石直接穿了过去。这又是怎么回事？颜月大吃一惊。可颜月还来不及眨眼，刚刚飞进去的石头竟然反方向顺着刚才的轨迹反向飞了回来。还好玉天禄反应很快，一个闪身才勉强避开了飞石。那飞石重重砸到旁边的一棵矮树上，瞬间将树枝都给打断了。好厉害啊！颜月不由得啧舌不已。这个林局院长所具象化出来的房子安全性好高啊！玉天禄不由得赞叹道。小鹿，难道一点办法也没有吗？不，天下间可没有绝对的防御。玉天禄自信地说道。也许以我这微末的象化力无法正面攻破，但我相信一定有办法的。玉天禄回头看了看颜月道，阿月，成败在此一举，接下来我需要借助你的力量。借助我的力量？颜月连忙摆手道，小鹿，我可没有这个本事啊。看到刚才的结果了吗？我可是尽力了，最后直接被弹飞出去了。我说过正面攻击根本无法攻破，但我可不相信这防御没有破绽。玉天禄道，所以我必须找到这密门所在，只有用象化力一探究竟了。但是你刚才不也被弹出来了吗？所以接下来我希望你用蛮力将我压在那围墙上。什么？很快二人摆好了 pose， 颜月深吸一口气，竟然将玉天禄给抗在了肩上。紧接着他用力一跺脚，然后整个人径直的朝围墙冲去。玉天禄双手摆好姿势，双掌猛地抵住了那由象化力构筑起来的围墙。果不其然，玉天禄的一双肉掌刚刚接触到围墙之时，强大的反震力又一次要将他甩出去。还好扛着他的颜月反应很快，他一下子抵住了玉天禄的身体。那反震力慢慢增强，颜月亦是不断提升自己的力量。玉天禄知道，就算是身体素质逆天的颜月也支持不了太久，所以他拼命催动象化力注入围墙之中。比起刚才，此刻的玉天禄已经吸取了刚刚的教训，要查探灵举象化力的奥秘，采用粗暴的办法根本什么也得不到。玉天禄学乖了，他将自己的象化力化为了无数的射线，顷刻间在墙壁上结成了无数蜘蛛网状的丝线。盘根错节的丝线毫无规则的到处乱走，就如同入侵人体的毒素一般迅速蔓延。只有利用这个办法，我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这墙壁的漏洞。阿月，你可要顶住啊！玉天禄大声道。我知道了。颜月咬着牙回答。此刻颜月已经倾尽全力，额头上豆大的汗珠顺着他的脸颊滑落到了地上。颜月甚至觉得眼前这堵看似平平无奇的围墙，甚至比虚拟森林里面的战争巨人更为强大。这就是像画师真正的力量吗？颜月的斗心迅速被激了起来，我可不会这么容易认输的。颜月双脚死死抵住地面，以此来对抗那不断增强的反震力。关键时刻，颜月的肚子突然不争气的又叫了起来，而这不合时宜的咕噜声让坚持了大半天的颜月一口气泄掉了。颜月双手一松，那强大的反震力如洪水决堤之势，将二人一起给弹飞了出去。半空中的玉天禄迅速反应，在二人落地之前再次具象化出安全网，让其成为了保护他们二人的屏障。两个小伙伴再一次坠入安全网中，勉强没让自己受伤。可恶，都是我这不争气的五脏庙啊！颜月心中是满满的挫败感。阿月不要灰心。玉天禄微微一笑，我已经找到这屏障的破绽了。很快，玉天禄将颜月引到了房子的背后。玉天禄打了一个响指，虚空中顿时出现一个红圈，径直的朝围墙的一角飞去。不多时，那红圈在围墙右上死角距离1米不到的地方停了下来。红圈悬浮半空，为二人指明了攻击方向。阿月，接下来你就朝着那个位置打一拳。玉天禄吩咐道。打一拳？小鹿，你确定没有问题？颜月害怕的说道。刚才被弹飞的场景历历在目，就算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颜月，此刻也不敢贸然出击了。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我感应到那个地方是象化力最弱的地方，只要攻击那里，一定能够打开一个缺口。玉天禄解释道。那我来试试。不过小鹿，我现在肚子饿得咕咕叫，要全力攻击的话，可能只有打出一拳了。颜月认真的说道。那你就赌上这拳吧。玉天禄鼓励道。好。颜月说着拉开架势，猛地朝墙壁冲了过去。阿月，等一等。玉天禄出声阻止。颜月已经冲出去好几步，连忙强行停止。由于惯性，颜月整个人朝前奔了好几步，终于停了下来。小鹿，你一惊一乍的做什么啊？颜月生气道。我差点就撞上去了。不好意思啊。玉天禄抱歉道。我只是想提醒你，这一拳可不能随便打过去。那要怎么打？这样
我用象化力来引导你。玉天禄说。这闭上眼睛，与此同时，一股无形的力量缠绕上了颜月的臂膀。小鹿，这是颜月一惊，不要说话，你的出拳要顺着我的象化力引导，然后最后时刻果断打出，明白了吗？玉天禄的话在颜月的耳畔响起。知道了，我试试看吧。颜月同时闭上了眼睛，两个从小就在一起生活的小伙伴，此刻竟然将心神合二为一。明明闭上了眼睛，颜月的脑海里竟然出现了一条清晰的轨道。颜月心里很清楚，那是玉天禄为他勾画出的攻击路线，就是这里了。颜月腾身而起，整个人化作一道闪电，直冲屏障而去。颜月的右手蓄力完成，人道拳道在最后一刻正中红圈所标记的位置，一拳打出，强大的劲力迅速灌入墙壁之中。与此同时，墙壁里的反震力迅速酝酿，准备再次将入侵的劲力给反弹回去。可谁知这次的力量已经凌驾于反震力之上，一下子就将墙壁给撕开了一个口子。终于成功了！颜月兴奋地大喊：“阿月，不要高兴太早，我们必须快点进去。”玉天禄连忙提醒道：“原来此刻那个缺口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小鹿，你快点过来啊！”颜月回头喊道。玉天禄毫不犹豫，瞬间具象画出一道绳索，直通颜月的面前。大胃王左手一把拉住绳索，猛地一用力，就将自己的好兄弟给拉了过来。眼看辛苦打开的缺口就将愈合，飞速冲过来的玉天禄也是拿出了最终手段——水流冲刺。随着玉天禄的一声低喝，凭空一道天外之水裹挟着他和颜月，一下子涌入了缺口之中。这不是鲁连海的技能吗？小鹿，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呀？颜月一脸惊喜。不要说话，我们快点进去吧。说着，二人就冲入了缺口之中。突然，他们二人眼前出现了一个人影。啊！玉天禄一时一惊，但此刻水流已经无法回头，二人只能和那人影给撞了个满怀。三人同时重重的摔倒在地，还不等各自站起，半空中如瀑布般的水流顿时将三人浇了个透心凉。你们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这么晚了给我弄得这么一出！此时林举的声音传了过来，玉天禄和颜月也认出了来人，就是白天被他们气走的林举。林院长，是您啊！玉天禄一脸抱歉，他连忙拉着自己的兄弟站了起来。你们这两个孩子，这么晚闯到我的旧宅里，要做什么呀？林举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还被两个愣头青撞了一下，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林举院长，不是你让我们这个时候来的？颜月问道。我让你们来的？我什么时候让你们来的？而且就算是让你们来，拜托至少也在白天来拜访啊！这深更半夜的，你们是要来要我老命吗？林举怒道。那你白天照着我的脑袋用戒尺敲三下做什么？颜月奇怪道。难道不是像菩提祖师暗示孙悟空一样吗？什么菩提祖师？什么孙悟空？你这小鬼说的这些我怎么听不懂啊？林举听了一脸茫然的样子。阿月，你就不要再说了，可能是我会错意了。玉天禄不好意思的说道。会错意？可能戒尺三下，林院长单纯的就是想教训我们罢了。那为什么不打你啊？颜月抱怨道。打他？旁边的林举瞪了颜月一眼。你这小子皮糙肉厚，打你几下也没什么事情。这孩子身子骨这么弱，我这一尺下去，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你叫我怎么和他家里人交代？合着我长得大就活该挨打呀？你知足吧，我可是受着打的，否则不要说是你，就算是那些高星象画师都经不起我这一尺，你信不信？林举没好气的说道。信，我们当然信。玉天禄笑着说道。就你小子最坏了，当时在客栈可没有给我什么好脸，现在倒是说信了。林举瞪了一眼，是不是听到旁人对我的评价？你咋不怀疑那些人的话？确实有不少人给我讲了关于天灵学院的一些事情，不过正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如果不是看到林举院长有如此高明象画术，我可不会对您心悦诚服。玉天禄一本正经的说道。你也不必自谦，我这安全屏障就连一般的象画师都破不了，没想到竟然被两个初出茅庐的小鬼给破了。看样子我的确是老了呀。林举大师，这里没有外人，你替我们开了后门就直说，不用如此夸奖我们。玉天禄道。开后门？我们不是凭借实力打进来的吗？颜月有些不甘心。阿月，你还是天真了，一个5星以上的象画师几乎有移山倒海之能了，我们这些微末力量还真能突破得了吗？玉天禄笑道。一定是林举院长看我们有些天赋，所以网开一面。林院长，我说的对吗？实际上事实的确如玉天禄所料，从他们二人踏入这间旧宅的范围之时，林举早已察觉到了。他不动声色地用象化力在房子周围构筑起了屏障，目的就是为了考验二人的资质。而整个屏障几乎固若金汤，唯一给予他们的机会就是玉天禄所找到的那个漏洞。林举看到二人能够突破屏障，一时欣喜不已。他顺身来到后院，正准备将屏障撤去，放二人进来。可谁知劈头盖脸遭到玉天禄复制的水流冲刺的袭击，让自己变成了落汤鸡。如果不是他的确惜才，林举可能当即就让二人打道回府了。小子，看起来你比传闻中还要聪明啊！林举笑了笑。传闻？这些都不说了，难道你们两个小落汤鸡还要一直待在这里吹冷风吗？林举骂道。那林院长的意思是？玉天禄故意装傻。快给我进屋吧，这大半夜的像什么话？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虐童呢。林举一边大声骂，一边把这两个小鬼给推进了房子。不要看林举的旧宅外表上土里土气，破败不堪，但是里面却是别有洞天，装修简约不奢华，但是却散发着典雅的气息。看得出林举在具象化这房子的时候亦是煞费苦心，而房子里面的格局和装修都倾向于居家，
用品也是一应俱全。林举让2个捣蛋鬼在浴室里面洗了个澡，就把他们带到了客厅。我说林院长，真是没有想到，这浴室里面竟然有这么大的温泉，洗得好舒服啊！颜悦露出一副享受的样子。这温泉是我数年前去外地旅游时发现的，那温泉旅馆让我记忆犹新，所以我就顺便将那里的温泉给搬了过来。林举随口道：什么？搬过来？这温泉还能搬过来的？颜悦也是一愣。阿月，林院长的意思是根据当时的记忆将其在这里具象化。玉天禄解释道：原来如此，现在看来像画师还真是神奇，什么东西都能变出来。颜悦羡慕地说道：什么东西都能变出来？小家伙，你在开什么玩笑啊？林举面色一沉，看样子你们将象画力想得太简单了吧？难道不是这样吗？玉天禄好奇道：我爷爷说那像画师可以随心所欲创造出一切事物，难道不是这样吗？随心所欲创造出一切？小鬼，我们世人可不是什么造物主。林举认真的说道：虽然象画力本身是夺天地之造化，但是其本身还是有限制的，真要能够创造出一切，那这个世界会有多可怕啊？颜悦听得一知半解，他脑海中没有概念，但这话在玉天禄听来却是如暮鼓晨钟一般。要知道，原来世界的他可是科学的信徒，进入这个世界后，虽然他自己拥有了超越常人的象画力，但对于这个宛如造物主般的力量，他一直有些抵触。细思极恐，玉天禄也渴望真正了解象画力的实质。那林院长，这象画力的实质究竟是什么？玉天禄连忙问道：你想知道吗？当然想知道。不好意思，我现在可不能告诉你。林举微微一笑：林院长，你怎么能这样呢？玉天禄脸色一变：没办法，你又不是我们天灵学院的学生，我可没有义务告诉你啊。林举狡黠一笑：林院长，我可以理解为这是你向我们抛出的橄榄枝吗？玉天禄平静地问道：不是橄榄枝，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林举道：实际上我们天灵学院绝对不会强人所难，我们希望每一个进入天灵的学生都是出于本心，而我们天灵也会尽最大能力让我们的毕业生能够在这项画力的世界里活得有滋有味。林举招揽的话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皇家学院许诺的额外资源，但是就是这样十分接地气的话，倒是令玉天禄十分受用。脚踏实地对玉天禄来说，比其他虚无缥缈的承诺更为重要。林院长，现在我们2人也没有太好的去处，我只问一点，颜悦能不能进入天灵学院？我事先声明，他可没有象画力啊。玉天禄问道：我们天灵学院可和其他学院不一样，就算没有象画力就可以来我们学校学习，这个世界又不是所有人都是象画师，我们也必须让这些孩子有生存下去的动力。林举道：而且你这个兄弟也是天赋异禀，能够突破我所制作屏障的绝对力量，我们学院一定有人对你十分有兴趣呢。这么说你愿意收下我了？颜悦惊喜地问道：我们学院的大门为任何人敞开，只不过你们要进入天灵学院的话，可能一开始需要委屈你们一下。委屈我们？玉天禄一愣：林院长，需要我们做什么吗？我之前也说了，各大学院的招生截止日已经过了，我也不可能为你们2个打破规矩。林举解释道：所以我这里有个折中的办法，就是让你们先作为插班生进入学院，等你们1年后考试通过了，我给你们转正。你们意下如何啊？问题的话嘛，林院长，我想知道这插班生和正式学生能够享受一样的教学资源吗？玉天禄倒是不在乎身份，知识的渴求才是他的第一要务。放心好了，天灵对于每一个学生都不会区别对待，但进入我们天灵想要学到真正的东西，需要看你们自己了。林举道：所以你们想清楚了？那我决定加入天灵，我很有兴趣看看这天灵学院到底和皇家学院有多大的不同。玉天禄点点头，他已经为自己的将来做出了决定。林举转过头，试图同慈祥的目光看向颜悦：林院长，你的脸色怎么了？是不是想要去上厕所？要去你就先去吧。颜悦慢悠悠地说道。林举面色一沉，怒道：你这小子，问你要不要去灵举学院？去，自然要去。小路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不过我也有个问题。颜悦大声道：而且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十分重要。什么问题？就是你们天灵学院到底管不管饭啊？林举听了差点没笑出气来。我说你这家伙怎么光知道吃啊？管饭，管饭。天灵学院的食堂算是还不错的，你们只要交够学杂费，1日3餐总归能保证的。那就太好了，我愿意进入。林举院长，虽然我有点笨，但是我一定会认真学习的。颜悦大声说道。看到如此憨厚的学生，林举满是欣慰之色。这个颜悦虽然有点笨，但性格不坏，勉强算是可造之才吧。林举正这么想着，突然房间里一阵咕噜噜的声音。什么声音？林举疑惑道：怎么像打雷一样？不好意思啊，林院长，是我这肚子。颜悦捂住肚子抱歉道：林院长，我们过来的时候比较匆忙，这晚饭也没有吃。玉天禄解释道：这么晚了，连晚饭也没有吃，你们早点说啊。林举说道：白天你们请我饱餐了一顿，礼尚往来，现在这顿夜宵我来请吧。林举说着也是打了个响指，顷刻间3人面前的茶几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精致的小餐桌。不等2人反应过来，只见从外面几盘美食凭空飘了过来。不一会儿功夫，餐桌已经被各式各样的点心给摆了个满满当当。叉烧包、炒面、海鲜汤，虽然都是一些夜宵常见的点心，但对于肚子饿得咕咕叫的颜悦来说，这就是最好的补充。当然开动之前，这个大块头还知道假模假样的问了一句林举：林院长，我们能吃了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颜月也就不再客气，顿时火力全开。刚开始林举倒是没有感到什么异样，只是不住地提醒颜月慢点吃，不要噎着。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看到餐桌上的食物被风卷残云般的消灭以后，这个天灵学院的负责人突然有些后悔了。这小子怎么这么能吃啊？林举满头黑线。好吃，实在是太好吃了。林院长，你们家的点心比五莲饭堂的点心好吃太多了。颜月对于林举的夜宵招待亦是赞不绝口。好吃你就多吃点啊。林举咬着牙愤愤地道。仅仅10多分钟，林举已经上了3桌夜宵了，但面前的颜月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尽管如此，林举也不好说什么，只能继续打肿脸充胖子。我说玉天禄，你这个兄弟的胃口也是十分惊人啊。林举偷偷拉了拉玉天禄的衣角。实际上颜月在我们那里可是远近闻名的大胃王，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大概是天痴星转世吧。玉天禄小声回答。天痴星这个名字还真是名副其实啊。此刻的林举大话已经说出去了，只得暗暗叫苦，怪不得这个小家伙煞有其事地问我学院管不管饭，原来这孩子这么能吃啊。不行，我必须想个办法，否则的话我们天灵学院就要被他吃倒闭了。之后当林举回到天灵学院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改变了食堂的规定，就是食堂供应的3餐每一餐最多只能供应2份定时，超过部分只能由学生自费，这才有效解决了颜月这个麻烦。而这个新条例等几年后被天灵学子知晓来历后，就被冠名为天痴星条例了。当然这都是后话了。玉天禄用胳膊肘敲了敲自己的兄弟，颜月这才从疯狂地进食中恢复了过来。紧接着颜月装模作样的打了个饱嗝，朝着林举致谢道：林院长感谢。带这顿夜宵我吃得十分满意。满意就好，满意就好。林举惯例客气客气，本打算说继续吃点好了，但话到嘴边，林举还是硬生生咽了下去。他生怕颜月发狠，将他的储存的食物全部吃完，那他接下来几天的饭可就没有着落了。不过林院长，我听说这天灵学院经常换地方啊。玉天禄问道。那不叫换地方，那叫升级。林举随口道。升级？是啊，我们天灵学院原本规模很小，几十年前创办的时候，那个时候包括当时的院长在内，也只有4、5个老师罢了。林举解释道。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天灵学院的收入越来越多，我们学院的任务又不是赚钱，所以我们就将大部分的金钱用于升级学校了。原来如此啊。你也知道每一次升级，我们都需要更广大的土地，天灵可不像皇家学院那样可以利用特权在自己的1亩3分地上无限扩张，而我们天灵只能打一枪换个地方。林举道。不过你们放心，这次天灵学院的选址还算是不错，估计3、5年内用不着搬迁了。那感情好。玉天禄点点头。虽然对于天灵的游击队教学，玉天禄还是做好了准备，但他心里还是希望能有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的。不过院长，现在的天灵学院究竟在什么地方啊？颜月忍不住问道。我和小鹿来省城小半年了，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天灵的所在。那是自然，我们学院又不出名，而且招生的方式也不像其他学院那样大张旗鼓。林举道。这次的地址就在这里。林举说着运起象画力，不多时在2个孩子面前就浮现出了几行小字：吴越区春申巷999号。奇怪，玉天禄念着那地址心道，这地址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学校的地址啊。此时林举似乎看出了玉天禄的心思，于是说道：玉天禄，你放心好了，这地址千真万确，绝对是天灵学院的入口。林举说着用手一抓，顷刻间就将那几行字给拿在了手中。等着老者在摊开手掌之时，只见一块黝黑的木牌出现在2人眼前，那木牌上镌刻着天灵2字，看上去有些年头了。玉天禄，这块木牌你拿着。林举说着也是将那木牌递了过去。玉天禄接过木牌好一通打量，却并没有发现这木牌有什么特殊之处。这个时候林举又发话了：玉天禄，到时候你们到了我给的地址，然后拿出这木牌，自然会有人引你们入校的。那好，这木牌我会妥善保管的。玉天禄说着也是将这木牌贴身保存。时间太晚了，今晚你们也不用回去了，就在我家里休息一下吧。林举笑着说道。那实在是叨扰了。玉天禄连忙道。不过林院长，这里似乎没有我们休息的地方啊。颜月环顾四周，忍不住嘟囔道。也不怪颜月抱怨，这林举的家本来就不大，一间平房2房1厅的格局，除了林举的卧室以外，另外一间是一间书房。你们2个不用着急，这不就是你们的卧室吗？林举笑着说道。卧室？这明明不是客厅吗？颜月奇怪道。那现在呢？林举右手一晃，一眨眼功夫奇象画力就让客厅发生了改变。刚才的餐桌、沙发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2张精致的大床，而客厅也已经完全变成了卧室的装饰，甚至床头的地方还精心具象画出了一扇能够看到外面夜景的窗。不愧是5星象画师。玉天禄对于林举佩服不已，学会了这一手，再小的房子都能给你整出画来。原来世界的那个梦想改造师的节目和这里一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啊。好了，你们2个安心睡觉，到了明天再去天灵学院吧。林举说着也是打招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多谢林院长了。2个小伙伴说完也各自钻进了被窝。这一晚2人睡得格外甜美。临时具象画出的卧室似乎有一种魔力，竟然让他们每个人都做了一个好梦。睡梦里面，颜月已经功成名就，成为了一个独当一面的将军。他身上佩戴着各种勋章，后面跟着一群忠诚的士兵，衣锦还乡的他受到了村民的夹道欢迎。
玉天禄穿着一身像画师的制服跟在他的左右。小洛，我们终于回来了，实在是太好了。梦中的颜月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愿望，而玉天禄在梦里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像画师，依靠自己的力量打开了空间之门，连通到了原来的世界。小洛，你这就要回去了吗？颜月有些不舍地问道。而在他身后，长大了的向小圆也是满眼攒泪。小洛，你能不能不要走？我不能没有你啊！向小圆呜咽道。你们两个在说什么啊？玉天禄回过头，笑着对二人道：谁说我要走了？不走？那你这是？二人惊喜地问道。说到底，那里的世界也是我的故乡，我总归要回去一趟吧。玉天禄解释道。你们要不要跟我去我的世界看看呢？小洛，你愿意带我们去吗？向小圆激动地问道。为什么不呢？你们两个可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啊！玉天禄说着，向二人伸出了手。于是三个小伙伴手拉手，共同走进了那个神奇的空间之门。我回家了。睡梦中的玉天禄发自内心地发出了欢呼。可就在此时，刚才的美梦戛然而止。一缕清风吹来，出奇的寒冷不由得让玉天禄一哆嗦，瞬间睁开了眼睛。一睁眼，玉天禄发现自己看到的竟然是一片蔚蓝的天空。此刻早已是天明大放，周围还传来了嘈杂的议论声。这两个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躺在这种地方？是啊，这秋天的风大，冻感冒了怎么办？玉天禄起身一看，只见不知何时，他和颜月的周围已经围满了指指点点的路人。而原本应该躺在邻居家中的二人，此刻不知何故竟然直接出现在了一块空地上。玉天禄仔细一看，发现周围的街道还是熟悉的样子，只不过原本应该存在的旧宅已经荡然无存了。玉天禄连忙将身边的颜月推醒。阿月，阿月，快点醒醒啊！玉天禄呼唤道。小鹿，几点了？这么早叫醒干什么？我可是正在和敌军作战呢。颜月睡眼惺忪地说道。玉天禄听了真是有好气又好笑。我说阿月，你还是快点起来看看吧。玉天禄正色道。颜月勉强睁开眼睛，正好看到一个大妈正用异样的眼光上下打量着自己。啊！颜月惊叫一声。要知道这个高大男孩可是有裸睡的习惯，此刻他正赤裸着上身，露出一身的腱子肉。吓了一跳的颜月连忙去拿被子，想要盖住自己的上身。但现在他的周围连卧室和床都没有了，哪里还会有什么被子？还好一旁的玉天禄反应很快，他随手将颜月的衣服给丢了过去。颜月接过衣服，连忙顺手披上，这才化解了尴尬。此时刚才看颜月的大妈反而不满地瞪了颜月一眼。切，我这么大岁数什么没见过啊？这孩子真是的！大妈一通抱怨，也就慢慢离开了此地。其他的围观群众看到两个孩子平安无事，也是各自散开，只留下两个没有睡醒的孩子站在原地，一副茫然的样子。半晌，二人恢复了清醒。小洛，昨天晚上的事情到底是梦还是真的啊？颜月有些怀疑地看着自己的伙伴，他还顺势掐了自己一把，疼疼疼！看来现在至少不是做梦。颜月忍不住叫出了声：小洛，那天灵学院到底是真还是假呀？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玉天禄随口道：难道说我们昨晚是做了一场梦，根本没有什么天灵学院，也没有什么灵局院长吗？颜月显然有些失望。阿月，不要灰心，昨晚的一切都是真的。玉天禄说着，从衣服里将一块古朴的木牌给拿了出来。颜月定睛一看，这块小木牌上分明镌刻着天灵二字。小洛！颜月顿时转忧为喜，看起来这灵局院长又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啊。颜月不禁莞尔，这个天灵学院的确很有意思。回到客栈的时候，冯掌柜看到二人回来，也是喜出望外。这一夜未归，也没有提前告知，这个负责任的客栈老板可急坏了。玉天禄将二人在灵局借宿之后被其戏弄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冯掌柜。冯掌柜听了以后想了想，说道：玉小哥，你究竟是怎么打算的？还准备去找天灵学院吗？冯掌柜，我想听听您的意见。玉天禄道：我的意见啊？我又不是什么像画师，我怎么提意见啊？冯掌柜摆了摆手道：冯掌柜，您太谦虚了，您在省城扎根这么多年，自然比我们两个小孩子知道的多啊。那好吧，我就照实说吧。冯掌柜道：这灵局院长虽然经常玩世不恭的样子，但是他负责的天灵学院的确是一所有口皆碑的好学校。当然，你听不到关于他的传闻，那也是因为皇家学院那些高高在上的学校把持住舆论罢了。冯掌柜多谢你。实际上，我和颜月已经打定主意去那里了。玉天禄道：只不过我想向你打听关于吴越区春申巷这个地址。吴越区春申巷，这天灵学院竟然搬到那个地方去了吗？冯掌柜一愣，不过话说也合情合理。怎么了，冯掌柜？难道这春申巷有古怪吗？颜月好奇道：这个嘛，实际上这春申巷在我们省城可是十分有名，可算是著名的景点哦。冯掌柜介绍道：著名的景点，我们到省城来可没有听说过。这省城最出名的不应该是隐都塔还有夜神庙吗？这些个景点都是介绍给外地人的，我们省城的人怎会去那种地方？冯掌柜笑道：对于这种情况，玉天禄倒也觉得合情合理。在原来这个世界，这种情况就十分普遍。就拿玉天禄原本所生活的城市来说好了，外地游客过来的时候都直奔什么城隍庙了，步行街了，国际游乐场了。但实际上故乡真正的景点往往是那些偏僻的颇具文化色彩的小巷，充满烟火气的集市。这春申巷好多当地人都喜欢去，特别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到那里简直是宝藏之地呢。冯掌柜笑着说道：宝藏之地？冯掌柜，这春申巷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吗？颜月有些不敢相信。
你们去了不就知道了吗？冯掌柜笑道。而且据说这2天春申巷正在搞集市活动，你们正好去游玩一番。游玩一番？那里有好吃的吗？颜月3句不离开吃。你们去了不就知道了吗？冯掌柜道。但是冯掌柜，我们玉天路担心一旦入校可能就回不来了。你们放心去吧，如果被天灵学院录取的话，就托人告诉我一声就好了。冯掌柜说道。到时候我让商会的人替你们把行李送过去。多谢冯掌柜了。2个孩子连忙给冯掌柜行礼。要知道他们来到省城那么多日子，对他们帮助最大的就是这位冯掌柜了。哪里的话，哪天你们出人头地了，这马家客栈可要沾你们的光了。冯掌柜笑道。离开冯掌柜，2个小伙伴就结伴赶去了吴越区。刚刚离开马家客栈不远，突然玉天路停了下来。怎么了小路，突然停下来干嘛？颜月有些吃惊。好像有人跟着我们。跟着我们？颜月听罢连忙回头看去，只见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不时的有路人来回走动。颜月看了半天并没有发现任何异样。我说小路，你是不是太紧张了？神经绷得太紧可不是太好。颜月笑道。谁知他这个兄弟却是一脸严肃的样子。阿月，你觉得我的预感什么时候会错过？真有人吗？颜月也不由得紧张起来。玉天路没有说话，只是朝颜月点头示意。紧接着玉天路朝一旁的小象努了努嘴。生活了这么多年，颜月和玉天路这点默契还是有的。于是2人装作没事的样子继续向前走。可是走了没多久，2个人忽然一闪，一下子就拐进了小巷，没有了踪影。没过多久，一个黑影飘然而至。他眼见2人消失不见，也知道他们溜进了小巷。黑影2话不说，3步并作2步也钻进那小巷之中。可谁知当他走到小巷尽头的时候，却根本没有玉天路和颜月的影子。奇怪，那2个家伙到底跑到哪里去了？黑影忍不住诧异道。就在此时，只听得头顶上方传来了一声惊呼：阿月，收网了！不等黑影有所反应，铺天盖地如蜘蛛网般的安全网坠落下去，一瞬间就将那黑影给网在了里面。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颜月一边说着，一跃而下，整个身体朝着黑影压了过去。可谁知颜月这记泰山压顶竟然扑了个空，眼看就要压住那黑影之时，这个诡异神秘人突然消失不见。颜月这一压，亦是重重的砸在地上。小路，可不要让他给逃了！颜月大声道。黑影再次显形，这一次他已经来到了巷口。不过早有准备的玉天路已经等在了那里。眼见黑影试图逃窜，玉天路毫不犹豫地使出了象化力，一时间凭空出现了无数的水流，竟然一下子组成了一张巨大的水网。黑影见状，并没有正面突破，而是闪身朝着巷内退去。此刻颜月已经站起身，看到黑影奔逃过来，他也立刻做好了抓捕准备。我可不会让你再逃跑了。说罢，颜月俯下身子，整个身体如同猎豹一般摆出了一个起跑动作。待黑影冲到他的攻击范围之内，颜月直接将他高大的身体给甩了出去，一招3叉戟情报，看来这黑影应该是闪避不了。谁知就在此时，黑影面前凭空出现了一堵石膏墙壁，挡在了颜月身前。颜月不管不顾，毫不犹豫地撞了过去。为了达到最好的状态，今早颜月可是特地吃了个饱饭，现在他算是火力全开。那堵石膏墙被颜月轻轻一撞，就成为了碎片。不过在石膏墙后，竟然又出现了一座石膏墙。颜月见状，再次撞了过去，一连撞碎了好几座石膏墙。颜月的视线也被四散飞溅石膏碎片给挡住了。趁此机会，那黑影又消失不见了。可恶，让他逃了吗？颜月忍不住骂道。阿月，他到你后面去了。守住巷口的玉天路大声道。颜月连忙调转身体，虽然他的眼睛看不到，但其鬼神一般的洞察力已经搜索到了黑影位置所在。这个超越常人的少年又是暴起，朝着黑影猛冲过去。黑影见状，又准备具象化石膏墙脱身。谁知此刻，这条小巷之内凭空下起了大雨。不用问，玉天路已经出手了。漫天的大雨瞬间让石膏墙软化，黑影已经毫无掩体隐藏身形了。颜月先一步冲到了黑影的面前，他伸出手准备将这狡猾的黑影给擒拿，但颜月抓住黑影的一刹那，手中的触感让他不由得一惊，这怎么不是肉体，好像是木头啊！惊讶之下，颜月用力一掀，竟然将披在黑影身上的黑色布帘给扒了下来。此刻玉天路和颜月才看清黑影的真面目，这哪里是什么呀，根本就是一个提线木偶。可恶，竟然被这个黑影给骗了！颜月生气地说道。玉天路倒是古井无波，他看了看周遭的环境，然后将象化力给撤去了。漫天大雨和安全网转瞬间消失不见，这个幽静小巷里面只剩下满地的石膏碎片。让这黑影逃跑了吗？颜月不甘心地说道。不，他可没有逃跑呢。玉天路微微一笑，他的目光已经移到了小巷最深处一个毫不起眼的破旧矮柜上了。这个矮柜从2人刚刚进来的时候就有了，看上去和其他堆积的杂物没有什么分别。怎么了，小路，你发现什么了吗？颜月连忙问道。看来从一开始我们就被骗了。玉天路慢慢走到了矮柜前，实际上跟踪我们的人很早就躲在这小巷之中了。有这种事？颜月还没有明白过来，不由得朝小巷周围张望。这个人用象化力控制木偶傀儡，引诱我们进入小巷，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这么看来，这个人心计很深，是个危险人物啊。颜月有些慌张了。小路，这个人是谁啊？不会是魏晋魔派来报复我们的吗？阿月，放心好了，这个人的象化力很熟悉，应该是我们认识的人。我们认识的人是谁啊？好了，小袁，你就不要再和我们开玩笑了吧。玉天路咧嘴一笑。小袁！颜月连忙回头，
只见从矮柜里面果真钻出了向小媛。向小媛看到颜月，尴尬一笑，说道：“阿月，你自己也不想着点好，我可不是魏晋魔派来的奸细啊！”果然是你啊！颜月惊喜地说道：“小媛，如果你要见我们，也不用搞那么大一出吧？”玉天禄笑道：“你直接去马家客栈找我们不就行了？”哎，我也想啊。向小媛叹了口气，都是那个倒霉的魏晋魔，现在我可是被父亲给禁足了。禁足了？玉天禄看了看向小媛道：“禁足？好像不是这样的禁法吧？禁足是禁足，禁足了不代表我不能逃出来，是不是？”向小媛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都是为了我们吧？玉天禄显得十分自责。要知道，昨天向小媛在皇家学院的迎新仪式上，可是百般维护他们。没事，没事，你们不用放在心上。看到玉天禄自责的神情，向小媛连忙道：“对了，小媛，你这次逃出来，应该不是为了见我们这么简单吧？”颜月笑着问道：“没想到还瞒不过你这个大块头。”向小媛嫣然一笑：“去春申巷这么好玩的事情，你们不叫上我简直没有义气啊！”啥？你也要去春申巷？这下玉天禄和颜月一时吓了一跳。怎么了？用得着一惊一乍的吗？向小媛有些生气地问道。我就是奇怪，不就是一个春申巷吗？也用得着向家大小姐如此劳师动众？玉天禄道：“你在这省城生活这么久了，难道还没有去过这春申巷吗？又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外乡人。”小鹿，你还不要说，我长这么大，这文明的春申巷还真一次都没有去过呢。向小媛面露难色：“一次都没有去过吗？怎么可能啊？”颜月有些不敢相信。小媛说的可能是对的。玉天禄道：“冯掌柜不是说了吗？这春申巷鱼龙混杂，去的可都是平民老百姓。小媛这样的条件，估计他们家都不会让他轻易抛头露面，更不要说是去那种地方了。”没错，就是这样啊。向小媛叹了口气：“实际上，我从记事的时候就一直被关在家里，唯一一次出远门就是去你们家乡牧羊镇。”听到向小媛如此说，玉天禄不禁同情起这个千金大小姐来。虽然贵为省城乃至整个华胥国羡慕的豪族贵胄，但为此却失去了平民老百姓最常见的自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自由对于向小媛竟然是如此的奢侈。那小媛，今天我们就带你去春申巷长长见识好了。玉天禄道：“实在是太好了。”向小媛高兴地说道：“放心好了，今天集市上的一切开销我来请好了。”这么好吗？颜月听了，早已在那里流口水了。在这个大胃王的意识里，这集市就是美食聚集的地方。要不是其囊中羞涩，玉天禄有理由相信颜月可以横扫整个美食街。现在有像小媛这个小富婆买单，他能不高兴吗？小媛，瞧你说的，哪里有女生掏钱的道理啊？玉天禄道：“而且我听冯掌柜说，这个春申巷和其他集市不同，好像并不是单纯的用金币交易的。不用金币交易，那用什么啊？”向小媛问道。这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和阿月不也是第一次去吗？那不管了，先去再说。向小媛说完，就直接拉着两个小伙伴跑了开去。三人大概走出很远之后，从一处不起眼的角落里，穆林峰的身影显现了出来，而其身后几个相府家丁假扮的平民。穆先生，果然和您料想的一样，大小姐果然来找这两个小子了。一个家丁说道：“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要么我带人去把他们追回来吗？”追他们？穆林峰笑了笑，说实话，以你们现在的实力，还不一定制服得了他们哦。不要说大小姐，就连那两个孩子，你们都不一定抓得到。这个姓吉的家丁被弄了一个大红脸。穆先生，我们弟兄几个做不到，不还有您了吗？我，穆林峰道：“我的任务可不是抓人，老爷嘱咐我保证大小姐的安全，再把她平安带回就行。那现在就让他们享受一下自由的时光吧。”穆林峰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满是心疼之色。之前冯掌柜给了他们一张地图，借助这场地图，玉天禄很快就进入了吴越区。一进吴越区，就听到锣鼓喧天，欢呼声四起。虽然省城的繁华程度远胜牧羊镇，但是至少玉天禄这段时间所经过的几个区相对显得较为安静，而这个吴越区却和其他区域大相径庭，无疑是一个吵闹的存在。三个小伙伴顺着热闹的声音望去，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座巨大的华桥，而上面正好有一支古乐队通过，那高亢的乐声顺着华桥传递到了吴越区的每一个角落。这就是被称为吵闹邻居的吴越区。向小媛自言自语道：“吵闹邻居，没想到这吴越区还有这样的花名啊！”玉天禄有些诧异，但这点出何处啊？我记得爸爸招待省城各区长的时候，其他区的区长一直挤兑吴越区来着，他们甚至给吴越区起了这个绰号呢。向小媛解释道：“各区的区长不愧是向家，面子还真大啊。”颜月不由得感叹道：“这样看来，这吴越区受排挤得很厉害啊。”玉天禄道：“没错，因为这吴越区在整个省城里面平民的占比最高，基本没有那个世家或者豪门住在这个区。”向小媛介绍道：“不过我很佩服他们的区长，为什么？因为他至少能够顶住压力，让这里居民安居乐业。你没有听到这锣鼓声满是喜悦吗？”玉天禄闭上眼睛，的确，这空气里的确有不少欢愉的气氛呢。好了，二位能不能暂时放过那些欢愉的气氛？颜月忍不住埋怨道：“我们可不是来这里做调研的好不好？”哈哈，不好意思，差点把正事给忘了。向小媛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对了，小鹿，那春申巷到底在什么地方？玉天禄看了看地图，然后顺势朝前方一指，穿过这座华桥，然后再往东面走一段，就可以看到春申巷的入口了。那我们快点过去吧。性急的颜月当即就准备走过去，却被玉天禄一把拦住。阿月，稍微等一下。怎么了？
我们不是要去参加集市吗？你拦我做什么？阿月，你看仔细了，要过那座花桥可没有那么容易啊。只见花桥的入口处挤满了跃跃欲试的游客，但是真正踏足桥面的却寥寥无几。而刚才在花桥上锣鼓喧天的鼓乐队，此刻已经通过这座花桥消失在众人眼中了。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些人怎么不过去啊？颜月奇怪道。不是不过去，是不敢过去。向小媛指了指花桥入口处上空悬挂的巨幅标语道：阿月，你眼神好，看看上面写的究竟是什么？我来看看啊。颜月一边说着，一时将看到的标语一个字一个字念了出来：春深金秋赏，繁花簇桥来。若要有缘见，君请渡桥会。这个打油诗不像打油诗，绝句不像绝句。这个世界对于诗词还真是网开一面啊。玉天禄心中暗暗吐槽，一旁的向小媛敲了敲玉天禄道：小禄，这首诗到底什么意思啊？字面的意思应该是要想赴着春深集会，似乎并不容易，只有渡过这座花桥才能到达对岸去参加。玉天禄解释道：不就是区区一座桥而已，我看没有什么难度啊。颜月笑着说道：没有什么难度，小朋友，你似乎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吧。颜月的话引起身旁的一个年轻男子的不满，众人回头一看，说话的人是一个身穿青衣步履轻浮的男子。不好意思，这位兄台，是我这个兄弟出言莽撞了。玉天禄连忙道歉道：我们是第一次来吴越区参加这个什么春申巷，是春申巷金秋赏园会。这个青衣男子忍不住说道：看样子你们的确是第一次来这吴越区啊。没错，我叫玉天禄，这是我的两个好伙伴，向小媛、颜月。两个小伙伴也各自报出了自己的名字。我叫邓鹏，是吴越区本地人。青衣男子介绍道：原来是邓兄，久仰久仰。玉天禄客气道：邓兄，能否问你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说？我看大家云集于此，应该都是准备去参加金秋赏园会的，那为什么迟迟不过这座花桥呢？玉天禄问道。几位小朋友有所不知啊，我们这吴越区虽然比不得周遭的繁荣的大区，我们这里却有自己的风俗。邓鹏介绍道：就拿这金秋赏园会来说好了，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去参加的。那都是些什么人呢？向小媛好奇地问道。这要么是住在春申巷周围的居民，这个没问题，那里是他们的家。玉天禄点点头。要么就是交一大笔入场费的人喽。入场费要多少？向小媛问道。如果是吴越区人的话，可以打个折，差不多1个金币。1个金币，这门票有点贵啊。玉天禄道：我记得省城中心区域最大的游乐园门票也只有5个银币而已啊。这没有办法，要知道我们这的金秋赏园会可比那些游乐园有意思多了。邓鹏自豪地说道。小鹿，没事，3个金币而已，我出得起。向小媛说着就准备掏钱袋子。不好意思，小姑娘，你们可不是3个金币哦。邓鹏微微一笑。怎么会？你刚刚不是说1人1个金币吗？我说的是我们吴越区的人，类似于你们这些外来游客的话，每个人是10枚金币。什么10枚金币？我说你们怎么不去抢？颜月忍不住骂道。我说邓大哥，难道我们这些未成年人不打个折什么的吗？玉天禄问道。邓鹏上下打量了3人，想了想说道：好像10岁以下的孩子可以半价，那就是5个金币。那我们3个也要15个金币来啊。颜月失望地说道。就算是半价，对于2个寒门子弟来说也是天价。谁说是15个金币了？这位兄弟，你可要10枚金币哦。邓鹏看着颜月道。为什么啊？我也是10岁以下呀。颜月抗议道。你10岁？开什么玩笑啊？邓鹏对着颜月比划了一下。你这大个子都和我一般高了，怎么可能10岁以下？这我长得高不行啊。我的确10岁以下呀。此刻的颜月实在是比窦娥还冤啊。而一旁无良的玉天禄和向小媛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了。好了，阿月，无论是20枚还是15枚，这个钱我们可都出不起啊。玉天禄道。那怎么办？我们可是还要去春申巷呢。这下颜月可着急了。如果你们3人不想付钱的话，倒是还有其他办法。此时邓鹏悠悠地来了一句：还有办法？什么办法？颜月急忙问道。阿月，天下可没有免费的馅饼，我看这不要钱的法子一定没有那么简单。玉天禄质疑道。这位小兄弟倒是很机灵啊。邓鹏道。不过你们放心，这方法说出来也简单，只要你们能够办到，那就可以大摇大摆去参加赏园会了，那些管事的人也绝不会阻拦。那究竟是什么方法啊？你就不要卖关子了。颜月着急道。我猜是不是要过了这个花桥啊？向小媛笑着问道。这位姑娘真是冰雪聪明啊。